亦为了杀死我这个开国功臣，竟下旨让我一人征战100万土匪。而我虽有掀桌子造反的能力，却没有丝毫反抗，反而还主动要求带上全家前往。女帝见此露出冷笑，原以为我会反抗一下，却没想到这么窝囊，于是立刻拟好圣旨，当场封我为无兵无卒的镇北王。走出皇宫，我回头看了一眼，下次再踏入皇宫，就是你女帝下位之时。等我回到秦府后，门口已经站满了秦家人，他们都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毕竟这1年时间，秦家就被朝廷暗中监视起来。这个时候换我入殿，绝对会危险无比。而母亲林婉见我平安归来，眼眶瞬间流出泪水，激动的一把抱住我：“儿子啊，你父亲战死沙场刚满1年，没想到女帝这么快就对秦家出手。因为林婉知道镇北王无非就是个明面上的官，而前往北凉之地，秦家自然会加速死亡。见此，我安慰了母亲一句，便看向秦家800亲兵，他们是从父亲军队中退下来的老兵，对秦家绝对的忠心耿耿。随即面色平静的宣告：今日我被封为镇北王，封地北凉10万平方公里，明日便要带秦家奔赴北凉。老兵们单膝跪地大喊：将军，只要秦家征战北凉，那里尽管是刀山血海，我等愿誓死追随。但我却突然冷笑起来：既然你们愿意随我一同征战北凉，那么你们绝对不会战死。说完，我下令让众人准备物资，务必明早就出发北凉城，路途绝对是真正的生死危机。但对此我绝对有把握掌控一切，只因我觉醒了至尊领主系统，能够在每1秒获得1积分，每1积分就能兑换1人口，并且还能用积分兑换有名的将军。此刻我回到房间，看着眼前的积分已经有4000，并且还在快速增长中。打开系统商城武将那一栏，顿时让我眼前一亮，只见武将模板上的一个个名字，让我再熟悉不过了。典韦、霍去病、韩信等武将应有尽有，只不过1星武将都需要10万积分，但很快我就想明白了，自己一天就能攒够16万积分。看到这里，我眼神逐渐冷冽起来。女帝封自己做虚名的镇北王，等到了北凉，先扫清那里的阻碍，日后必定成为真正的镇北王。到了那个时候，必定重回京城。此刻，由于我的事传遍了整个皇朝，无数势力都在关注此事，尤其是敌对的皇家更是暗中出手。大将军黄龙得知我要带800老兵出战，露出一丝嘲笑。此行秦家拖家带口前去北凉城，至少要10天路程。随即便把镇北王即将出发，要剿灭所有的匪寇消息传给北凉城主。黄龙嘴角微扬，那样子就像在宣布秦家灭亡。消息竟像一阵风传遍北凉城，北凉城统军将领得知我要前来掌管此城，直接联合2个匪寇寨前来议事。狼头寨寨主朱富摸了摸下巴，就他手上那800老兵完全不够看，但还是有2个土匪寨联合起来，不到2个小时集合了上万匪寇，准备在我前往北凉城的路上埋伏。翌日天色微亮，我就准备要了一切。800老兵再次穿上一身戎装，骑上了骏马临街等候。母亲双眼微红，擦着眼泪走了过来，只是她的脚步非常慢，1步3回头看着住了几10年的老宅。这时我走了过来，牵住母亲的手，林婉眼角含泪，看向儿子低声哽咽：儿子啊，你父亲每次出兵征战，我都是担心他会出意外，结果我伸手擦去母亲的泪水，伸头贴着她的耳朵：泽儿向您承诺，用不了1年的时间，我必定带您风风光光的回来。很快马蹄声起，秦家浩浩荡荡的离开了此地。此刻百姓们纷纷落下泪水。虎威大将军秦昊天一生行军打仗，让大前皇朝慢慢爬入前5大国。儿子秦则15岁随父征战沙场，也是声名远扬，在百姓们中也是有口皆碑。秦母的善良常常接济贫苦百姓，人人感念秦家之仁德。更有一个10来岁的女孩，尽管穿着破烂的衣服，还是送我1篮子鸡蛋。镇国将军府里，黄龙听到手下来报，朗声大笑，还真把自己当个镇北王了。携带800老兵征战北凉，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他脑袋里已经出现了我在路上不出10天就灭亡的场景。黄龙拿起酒杯猛灌了一口，哈哈大笑声回荡在大堂之中。此刻我走出城门，回首看向京城方向，他日再回京师之日，便是你落下帝位之时。随即带领1000人队伍浩荡地走在官道上。好在10天时间过去，一路上都风平浪静，让我知道这只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宁静罢了。是时候组建军队了。独自一人来到空旷的森林里，10天的时间，积分已经积攒到了92万，兑换了5500名步兵、2000名弓箭手、1500名骑兵，每个人配好相应的装备，然后开启抽奖系统，消耗10万积分，抽中3星武将典韦，纯赚20万积分。只听见轰的一声，一名身材魁梧壮汉龙行虎步而来，末将典韦，拜见主公。见此我笑了笑，将军不必多礼。接着指向不远处9000名士兵，即日起，典韦将军统帅9000大军。随即典韦就开始安排军中各项事宜，包括职务安排、划分队伍等等，这方面不用我交代，他的经验自然是非常丰富。这是我兑换行军打仗必备的粮草。就在此时，典韦走来对我抱拳：主公，属下已将9000兵马全部规整好了。我微微颔首，此地匪寇不少，今日开始严禁任何人进出城。典韦将军前2队人去山岭隐藏起来，在沿路山岭中布下暗桩，严密监察，预防匪寇来袭。典韦立刻领命离去，接着安排几名老兵轮流巡逻起来。安排好了一切后，我背负双手静静等待。渔网和鱼饵已经都有了，接下来就看哪只贪吃的鱼儿上钩了。另一边，北凉城统军将领赵元已经暗中联系好匪寇朱府，密谋好如何突袭。在夜色中，几名老兵正在巡逻，突然不远处出现一队人马，领头的人冷冷地开口：我们是赵元统帅的兵马，这里今后交由我们来守卫，诸位可以回去歇息了。一听此言，巡逻的几个老兵心中一跳，脸上露出慌张神色，但几名老兵还是退回营地中。一直到入夜时分，山岭中的暗桩兵士来报，5公里处探听到大量的马蹄声，似乎是冲着主营地而来。闻言，我露出一声冷笑，立刻叫典韦准备好开战，接着坐在主位上等待起来。此刻圆月高悬，狼头寨的匪寇在朱富的带领
下，1000多匹骏马奔腾在路上，后面还跟着4000多土匪。朱父知道这一票若是干成了，将在赵元那里获得一大笔钱财。此一战过后，就是狼头寨的崛起。不过他不知道的是，路途的两侧山峦之上，隐藏着我早已安排好的弓箭手。他们面沉如水，躲在树后，静静地看着朱父驾马出了山岭，朝着我所在的营地奔来。朱父正准备一鼓作气，率先带人冲杀军营，突然身后传来无数道惨叫声。朱父急忙扭身看去，惨嚎声从后方的山峦中传来，那里正是4000名手下的必经之路。朱父眉头紧皱，冷声道：“慌什么？只是预料到今夜我会来袭杀他。他手上只有800人。”全部兵力设伏也不是我们对手，但他话音刚落，带领步兵的二当家的身影出现。老大，4000步兵全部死于弓箭之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月光之下，只见营地中一个骑马大汉走出，典韦面沉如水，提着双戟纵马奔来，并且口中大喊一声“杀无赦”，随即身后1500名骑兵突然从军营里冲出来。朱父一眼瞥去，冷汗直冒，竟然是一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片刻之间，土匪竟死伤一大半多。朱父看得目眦欲裂，一股凉气从脚底板冲到了天灵盖。到了这一刻，他才明白今日狼头寨是中埋伏，立刻跪在典韦面前求饶：“好汉莫杀我，留我一命吧。”典韦咧嘴一笑，点点头：“我还怕你死呢？你活着，我就可以向主公交代了。”朱父闻言瞬间头皮发麻，他瞪大眼睛，不敢相信这支正规军竟然是镇北王的兵马。难道说北凉城统领骗自己？城墙之上，我冷眼看着下方的厮杀，1000多骑马匪寇此刻已经被杀得溃不成军，只剩下了100多骑，而在后方的那4000步兵全死在弓箭之下。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胜负。很快，随着最后那一群匪寇的倒下，系统的声音突兀的响起：首次击杀一股势力，触发歼敌功能，奖励每1秒增加1积分。见到这个奖励，我只觉得浑身舒畅，以后增加积分能翻倍。审讯监牢内，我端坐椅中，冷眼看着躺在地上的朱父。朱父连忙捅出了所有，接着拿来地图，将另外一个土匪寨指出来。这是清风寨，寨主赵大友带领着5000名土匪走出地牢。我望向北凉城方向，自己带800清兵入驻石峰城，定然是赵元泄露的消息。没事，很快就轮到你了。然后命人前往狼头寨收来有用的物资，接着命典韦召集兵马清点战损。这一战因弓箭手在山岭中的伏击，狼头寨的主力部队全被乱箭击杀，最后己方只有200余人受了伤，死去的兵士不足20人，可以说战损是少之又少了。至于那800老兵，为了不让他们牺牲，我不打算用他们，明日发一笔赏银后解甲归田就行了。第二天，我一行人准备进驻石峰城，这里的百姓都收到消息，镇北王出来石峰城，便斩下狼头寨这帮匪寇，百姓们顿时炸开了锅，可怜我儿子就死在了这帮畜生手中，今日终于报仇雪恨，大将军是我的恩人啊！一时间，欢呼声、哭喊声绵绵不绝，整座石峰城在这一天沸腾起来。而此刻，军队已经入驻城中，这将是我在北凉的第一个城池。营帐中，典韦大笑着回禀：“主公，昨夜入狼头寨中，缴获粮食2万斤，另有马匹1000匹，此外还有各种武器上千。”见此，我点点头。另外，靠得比较近的清风寨，明天就开始出征。等典韦出营帐后，我打开系统商城，准备再次补充精锐。自从昨夜开始，积分翻倍，现在14个小时过去，积分已经快达到了11万多。补充了昨日战损兵士，再给步兵补充盾牌。看着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我嘴角含笑起来。看来不需要1年时间，就能风风光光的回京。也是那个时候，就是你女帝下位的时间。让军队休整1天后，便出兵前去清剿第2家匪寇清风寨。因此，我一大早便安排侦察兵去探查清风寨的防守信息。有了这些信息，就能减少伤亡，拿下清风寨。早先派去山中的侦察兵早传来消息，清风寨这帮匪寇还在寨中寻欢作乐，周围的岗哨形同虚设，完全没有作用。更何况我这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不出2个小时便拿下了清风寨。这一次的战斗，因为不是伏击战的缘故，在与清风寨匪寇的厮杀中，也折损了一些兵力。不过即便如此，总计牺牲人数也不过500多人。对比清风寨匪寇6000人马，战损比达到了惊人的1比11，可以说是一场漂亮的歼灭战，并且系统的积分竟然以每秒3积分快速增长。看看手中的地图，还剩个比较强势的黑虎寨没有拿下。这黑虎寨不同于这2家山寨，他们盘踞据北川的双起山已久，乃是据北川3家匪寇之首，寨中的匪寇实力必然要强于这2家，并且这黑虎寨寨主王猛和北凉城统帅赵元关系匪浅。我立刻传出消息，2天后出征黑虎寨，到时候看赵元怎么选择。2天的时间应该能攒很多积分，然后再兑换1支轻骑兵，这样才更加保险。而黑虎寨所在之处，那里一马平川，不足冲锋的话速度太慢，只有骑兵才能在平地上更加优势。而黑虎寨中，一名山匪慌张地向王猛禀告：“老大，清风寨被镇北王的军队灭了。”王猛眸子一缩，连忙慌张地联系赵元，但就是联系不上。最后王猛脸色苍白一片，身子无力地坐倒在椅子上。2天后，我身上的积分已经达到80万，我压制住内心的激动，打开了系统商城，立刻兑换4005名骑兵，总兵力此刻已经达到了1.4万人。此刻我站在军队最前方，当即就开口下令，全军听令，6000轻骑兵随我出征黑虎寨，其余人等在各个要点驻扎兵马。话音落下，6000轻骑在我的带领下杀向了黑虎寨。另一边，赵元铁青着脸，也正带着大队人马赶往黑虎寨。而且这一次，赵元带领的还是主力部队。现在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黑虎寨必须要全部歼灭。另外，他要看看我的那一支兵马。到现在他还不愿去相信，我已经训练出一支军队。黑虎寨中，王猛来回踱步，脸色煞白一片。在探子的禀告中，镇北王6000铁骑已经出现在黑虎寨100里外。另外
外，赵元的主力部队也已经出现在黑虎寨百里外。登基的女帝为了杀开国功臣，竟下旨让我一人征战百万土匪，而我虽有掀桌子造反的能力，却没有丝毫反抗，反而还主动要求带上全家前往。女帝柳如烟见此露出冷笑，原以为我会反抗一下，却没想到这么窝囊，于是立刻拟好圣旨，当场封我为无兵无卒的镇北王。走出皇宫，我回头看了一眼，下次再踏入皇宫，就是你女帝下位之时。等我回到秦府，母亲紧紧地抱着我，儿子啊，你父亲刚战死沙场1年，没想到女帝这么快就对秦家动手。我看着满眼泪水的母亲，跟她发誓，娘亲，不出1年，我绝对风风光光带你重回京师。接着快速整理出征北凉之事，而我一人出征的消息很快被朝中奸臣传到北凉城，掌管北凉的统帅赵元立刻勾结3大土匪，暗中对我出手。可他万万没想到，我竟拥有自己的正规军队，还在短短5天时间便攻下了2个土匪窝。我拿出地图看了一眼，只剩下一个较为强势的黑虎寨，并且大当家王猛和赵元关系匪浅。等我再次出兵围攻黑虎寨时，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北凉城统帅赵元，接下来看你怎么选择。果然没过一会，军队后方出现一支正规军，来人正是赵元。黑虎寨中，王猛来回踱步，脸色煞白一片。在探子的禀告中，镇北王6000铁骑已经出现在黑虎寨百里外，另外赵元的主力部队也已经出现在黑虎寨百里外。王猛心中不明白，镇北王派兵攻打黑虎寨非常合理，但他就是想不明白，赵元竟然会派兵过来，两军合围，这如何能阻挡得住？王猛脸色阴冷起来，尽管不敌也要拼死守住黑虎寨。旋即立刻安排好战士，一炷香后，赵元脸色阴沉，率领大军来到我面前。此行他只带了8000兵马，但他看到我这6000铁骑，两军对比一下，自己的军队在6000铁骑面前完全不够看，于是立刻来到我面前跪下。末将赵元参见镇北王，先前对于我的态度非常轻视，但现在这支兵马在眼前，威慑之力让赵元不得不做足了态度。我看到这样的赵元冷笑起来，赵统军来的倒是早啊，这么急着剿灭匪寇吗？此言一出，赵元心中怒极，却不敢顶撞，只能委屈地看着我。昨日听属下来报，说这些匪寇污蔑我等，末将怎能熟视无睹？况且匪寇就应该由末将来围剿。在我看来，这家伙只是逢场作戏，便冷冷地看着赵元。攻打黑虎寨以来，带领士卒冲锋。话音刚落，赵元脸色一变，他怎会不明白黑虎寨匪寇的实力？同样是匪寇，但是有差距，并不是前2个土匪窝能相比的。黑虎寨扎根北川上百年，而匪寇个个身强体壮，人人骁勇善战，但他现在也只能听从命令，连忙后退2步，大喊：全军听令，随我剿匪黑虎寨匪寇！赵元咬紧牙关，大喝一声，带领手下士兵朝着黑虎寨杀去。我冷眼相看，脸上挂着淡淡笑意。等赵元冲杀之后，趁着黑虎寨匪寇与之交战之时，自己便可率兵从侧翼杀入寨中。如此一来，自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战损，拿下黑虎寨，整座北川将形成铁板一块。黑虎寨大当家王猛知道今日大祸临头，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黑虎寨灭亡。兄弟们，黑虎寨不是贪生怕死之人，今日与这狗官兵拼了，杀1个不亏，杀2个就是赚。而在平原外围，我看着黑虎寨前面那块土地上，兵者诡道也，这群匪寇按兵不动，必有诡诈。那黄沙掩盖的地面上，如果没猜错的话，必定是专用于骑兵的陷马坑陷阱。果不其然，赵元的军队刚冲到那个地方，马匹嘶声鸣叫，一匹接一匹的倒了下去，而坑里的尖刺已贯穿马匹，仅仅几息时间，便有上百骑兵阵亡。接下来迎接赵元的便是无数的弓箭，两军交战还不出2分钟，赵元便损失500名士兵。见此，我才拿起插在地上的火凤战戟，身旁的典韦搓了搓手上的战斧，随时准备冲锋。我深吸一口气，朝着赵元怒吼：还不快发起冲锋！战场之上，还怕了这匪寇不成？此言一出，赵元脸色铁青，既愤怒于王猛设下陷阱，又痛恨我站在后方站着说话不腰疼，随即将怒火转移到匪寇身上，带领骑兵绕过陷阱，再度杀向匪寇。而我见时机成熟，一道号角之声响起，只见我率领6000铁骑从侧翼切入战场，试验军正式加入战场。这般威势，即便是久经战场的赵元也不免心中一惊，难怪能在5天内攻下2座山寨。当即大喝道：兄弟们，跟上镇北王，随我一同剿匪！而典韦这名猛将在战场上无所披靡，所过之处，匪寇还没来得及惨叫，就已经身首异处。不到10分钟，所有匪寇全退回城寨。他们本想关上寨门来阻挡，但面对凶猛的骑兵们，如何来得及关上寨门？典韦一马当先冲在前头，带领着骑兵们冲入山寨中，立刻开始清剿剩余的那些匪寇。惨叫声接连不断的在山寨中响起，不出1炷香，匪寇全部诛杀。随着大当家王猛被击杀，我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宿主击杀1股势力，每秒增加4积分。见此，我心中大喜，1秒4积分，1天下来自己就能获得34万多的积分。若是兑换不足，那就是4000多人，兑换成骑兵也有2000人。如此一来，10天的时间，自己就能组建出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来。而柳如烟将秦家封在北凉，就想秦家死在这里。现在自己兵马还不够多，完全不足以抗衡朝廷，还需要累积一段时间。接着我深深看了一眼京师方向，同时也在计划颠覆朝纲。北凉的百姓们早已饱受匪寇之患，现在自己斩杀了3家匪寇，百姓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整个北凉城瞬间沸腾。就在此时，赵元前来领取功劳：将军，这黑虎寨中的钱粮您看。但他话还
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黑虎寨都是从百姓们身上烧杀抢掠抢来的，这些不义之财也该还于百姓才是。说完我就转身走进黑虎寨。赵元看着我离开的背影，脸上铁青一片。我对付不了你，镇国大将军还对付不了你吗？旋即就将消息传回镇国将军黄龙那里。2天后，一封800里的加急的密信传到了镇国将军府。黄龙本以为是我身死的消息，微微一笑，随手拆开了信件。只是他读信时，笑容逐渐凝固起来，猛地将信件撕得粉碎，口中更是一声怒吼：“废物！”而他的同僚还有好几个朝廷重臣，他们见黄龙如此愤怒，一时间不能理解。可当他们听到我已经剿灭了3万匪寇，纷纷吓得瘫坐在椅子上。当时就是他们联名上奏，才将秦家发配到北凉之地。如今他手上有兵，封地又远在北凉，这是不是放虎归山了？但很快黄龙就哈哈大笑起来。他秦则要是有60万兵马，倒还称得上是放虎归山，区区6000人马顶多自保。黄龙摸了摸下巴，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而女帝柳如烟收到黄龙的奏折后，她完全没想到秦则入驻北凉，本以为秦家会在那边慢慢死去，现在秦家不仅没死，反而在北凉站稳了脚跟。柳如烟绝不允许镇北王的诞生，但她还是在朝堂上封赏，不情不愿地下发了圣旨，加封镇北王秦则为荡寇将军，赏黄金100两。就在此时，黄龙眼珠一转，露出一丝寒意：“陛下，微臣有要事启奏，镇北王几天内剿匪3万，如此悍勇，应当派镇北王前去平定胡马之乱。”一番话说完，黄龙脸上已满是阴狠之色。而胡马之乱更是各大皇朝都不愿面对的一支军队，累积几百年，如今能顶得上一个皇朝。另一边，我并不知道女帝和黄龙在算计自己，几天时间已经将黑虎寨多年抢来的钱财散发给北凉各大城池，一时之间，镇北王秦则之名在北凉各地人人传颂。兵营之中，我看着系统里的积分，7天时间积分累积到270万，完全可以兑换更强力的军队。当即就打开商城兑换1万名虎豹骑兵，消耗160万积分。虎豹骑乃是曹操最顶尖的骑兵队，1名虎豹骑兵足以抵得上数名普通骑兵。接着从系统商场里看到那个名字，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兑换5星将领霍去病，消耗50万积分成功兑换。只见驾马而来的年轻将领来到我面前，末将霍去病参见主公。见此，我连忙将他扶起，将军请起，不必多礼。霍去病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好的，主公。我看着他的模样，心中大为欣喜，由此良将统帅虎豹骑，绝对能再次提升一个档次。再次消耗完积分兑换骑兵和步兵，军队已经突破3万。就在此时，赵元带着圣旨前来，途中他见到我这3万大军，立刻冷汗直冒，留下圣旨，立刻跑出我的军营。我收起圣旨，冷笑一声，此次剿匪，我的声名传到了京师，柳如烟加封我为荡寇将军。不过他让我即刻带兵平定虎龙关的胡马之乱，限期5天时间将胡马击退100里。不错，打得好算盘啊，还不给一兵一卒。柳如烟的心思够毒辣呀，典韦脸色一沉，这狗皇帝就会下阴招。而我则摇了摇头，不过于我来说这未必是坏事。事实上我正想歼灭一股大势力，用以获取积分的增幅。须知之前3家匪寇，每歼灭一家也不过积分增幅1分，但若是击败胡马的话，那获得的积分增幅肯定会更多。如此一来，自己就能快速获得积分，兑换更多的军队，才能有对抗柳如烟的实力。另一边，赵元已经收到黄龙的密信，那就是面见胡马头领。在北边草原上有数座营帐，胡马头领端坐主位，下面还有几个大汉，每个人都虎背熊腰，而其中还有几个人服饰格格不入，为首之人正是统领赵元。镇国大将军黄龙与这屠于纯关系匪浅，这次下密信交于赵元，命他前来找上屠于纯，而意图自然是设计诛灭秦家。信中说到，在虎龙关，胡马全歼秦则兵马，斩下秦则人头，另外派一支骑兵从别的关口直入石峰城，捉拿镇北王母亲。只要拿捏秦家命脉，胡马大军方可轻松在虎龙关斩杀秦则，双管齐下，一举灭掉秦家。而黄龙已经许下承诺，斩杀秦家后，这虎龙关便让给胡马。此刻屠于纯听到赵元的话，心中暗笑，他知道黄龙视秦家为眼中钉，大钱内斗获利的就是自己。对于这所谓的镇北王，屠于纯自然不放在眼里。接着屠于纯大笑一声，看向赵元，这件事我答应了，不过事成之后，那虎龙关为我所有，而那石峰城我要洗劫3日。赵元摆了摆手笑起来，于是就答应下来，这才起身离开营帐。次日，我给典韦留下3000兵力守石峰城，便集结大军奔赴虎龙关。而霍去病昨夜便遣他带领500虎豹骑，轻装连夜赶赴了虎龙关。霍去病之所以会提前出发，目的就是为了刺探胡马军队情报。算算时间，他现在已经到达了虎龙关里。胡马军有20名军士正在烧杀抢夺，1名军士正在一户百姓家里，刚想伸手去抓一个女子，正当这电光石火之间，屋外传来马蹄声，随即一道身影猛地跃进屋中，一杆梅花长枪划破长空，高高挑起那名士兵。男子见姐弟俩身上没有外伤，刚想走出屋子，就被少年喊停：“谢谢你救了我们，恩人，你是？”那人回首俊秀的脸上满是坚定之色：“我叫霍去病，我的主公是镇北王，他马上就要到虎龙关了，胡马将会被全部驱逐。”说完，霍去病提着梅花枪快步离去。而此刻，面对这些武艺高强的虎豹骑，胡马骑兵们没想到他们竟突然杀出，转眼间便被霍去病斩杀进城抢夺的士兵。霍去病将490名虎豹骑留在城中，便带着10名精兵前往草原探查。长途跋涉，沿路他看清了北湖的营帐数量，北湖的营帐足足有4、5千顶以上，按照一帐10人，就是有5万人。摸清了胡马兵数量后，霍去病心中有了打算，派出1名虎豹骑，命他原路返回将消息带给我，而他自己则集合另外490名虎豹骑，准备在夜间行事。下午时分，我率领着大部队赶到了虎龙关。根据霍去病传来的消息，我眉头一挑，脸上露出了担心之色。霍去病竟然选择孤军深入草原，
他现在手中只有498名虎豹骑，要以这么少的人骚扰整座虎马军营，可谓是非常凶险。不过霍去病已经开始执行这个计划，我现在也只能相信他。按照他的战术，今夜大军可以安然休整一夜，明日再出关外与虎马作战。另一边，一支虎马骑兵军队已经从别的关口进了北凉，领兵的涂启铁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今日他特地命手下5000骑兵全速前进，其目的为了早点进入杀入石峰城中，将镇北王母亲控制在手上。涂启铁微微颔首，哈哈大笑起来，哈哈哈！镇北王估计此刻也才刚到虎龙关，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今夜我就抄了他老家。深夜，石峰城墙上突然响起警钟，巡查的岗哨发现了北湖兵的踪迹，匆匆向典韦来报：将军，有大队兵马赶来，看其装扮是北湖兵。听闻此言，典韦眉头一皱，北湖兵竟然能到达北峰城，难道说主公已经落败了？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主公带去的兵马不仅数量不少，而且人人悍勇，不可能一夜之间便落败。随即典韦双眼微眯，眼神逐渐冷冽，召集全军准备战斗。同一时间，霍去病见北湖军营中一片安静，虽然篝火还在燃烧，但职业的士兵却并不多。随即立刻率领100虎豹骑从东侧杀出，杀！100多名虎豹骑齐声呐喊，在这深夜之中，宛若晴天霹雳，瞬间就惊醒了虎马军团。敌袭！敌袭！虎马兵们乱作一团，连忙跑出营帐。整座虎马兵营的人都动了起来。见虎马兵们从营帐中跑出，霍去病微微一笑，继续大喊：杀！全歼虎马！他带领着虎豹骑们已经来到了水坡边上，此刻距离虎马军营还有1里的路程。看到水坡边上全是歇息的战马，霍去病计上心来，杀入马群，制造混乱，越乱越好。说话之间，霍去病带领着虎豹骑们冲入马群中，拿着长枪便是一顿乱刺。那长枪刺入马臀中，马匹纷纷嘶鸣，几十匹马受惊，那影响的便是整座马群。不过几息之间，所有的马都乱了起来，他们胡乱地朝着四面八方跑去。霍去病大喜，目光一转，看到前方已经有虎马兵杀来，他当即喝道：走！没有丝毫的犹豫，霍去病带领虎豹骑们快速朝着草原深处跑去。另一边，正在追赶霍去病的北湖骑兵中，领头的不是别人，正是突必炎。这深夜之中，他完全没料到会有人来袭击军营。听到喊杀声的时候，他心中惊讶不已，匆匆地从营帐中出来，他便看到那湖泊上的马匹嘶声鸣叫，跑得到处都是。这让他怒不可遏，连忙带兵追击。只是敌人却狡猾异常，一阵喊杀声后便溜走，甚至连多少人他都没看清。追！一个都不要放过！在草原上，还没有谁能比我们的马更快！突必炎一声怒吼，带着兵马往东边的草原追去。正此时，突然从军营后方传来喊杀声：杀！剿灭虎马！听到声音，突必炎心中大惊，不好，中了他们的调虎离山之计了！快回去！要知道军营中可汗涂其纯正在其中，若是他有了闪失，那就真的完了。虽然军营还有很多人在，但突必炎不敢赌。当即，突必炎调转马头，带领手下朝着军营赶去。西侧的虎豹骑小队见到大军开始返回，急忙调转马头，立刻往草原深处跑去。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霍去病被追击时出来替他们吸引注意力。现在北湖兵们回军营，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而前藏的北侧和南侧的虎豹骑们此刻还在等待，他们需要等到下半夜待这群人再度熟睡的时候出来骚扰，而到了那时就是动真章的时候了。此刻回到军营中的突必炎脸色铁青，原来从后方杀出的兵马远远看去人数极少，似乎只有数百人，这让他勃然大怒，追！将这群人全部杀了。这时虎马首领涂其纯冷着脸从营帐中走出，他沉声道：别追了，哼，镇北王手中无兵，一二才会在深夜派出这点兵马出来恫吓我们，我看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意图吓走我们，简直可笑。此言一出，突必炎恍然大悟，镇北王若是手中有大军，完全没必要多此一举，现在看来他确实是在虚张声势。想到此处，他点头道：可汗说的是。涂一纯摸了摸下巴，看着西侧虎豹骑们逃走的方向，眼中若有所思，而后开口道：行了，不必管他们，在四周加强防范便是。等今夜过去，明日一早率军杀入虎龙关，让他看看我北湖的勇士的战力。是，可汗。突必炎看着湖泊边上的马匹们跑得到处都是，心中恼怒至极。不过好在手下都是驯马的高手，这些马匹很快就能抓回来。只是这大晚上经过这一闹腾，所有人都被惊醒，这让突必炎心中愈发愤怒。哼，玩这些小花招，明日必让你人头落地。突必炎心中暗骂，气冲冲地回到了营帐。而经过这一番折腾，时间也过去了半个多时辰，军营在四周也加强了防范，派出了更多的士兵值夜。等到一群士兵找回马匹后，整座虎马军营再度陷入安静中。但到了下半夜，喊杀声再度响起，杀！从南侧和北侧的虎豹骑们同时来攻，北湖军营所有人再度被惊醒，纷纷跑出营帐。而突必炎一张脸黑得跟墨水一般，他拿起长枪，杀气腾腾地出了营帐。见到南北两侧都有人在叫喊，火光下，突必炎见他们人数不多，当今派出2支1000人兵马分头追去。南北两侧的虎豹骑们见到虎马军营已经骚乱了起来，当即掉头往草原深处跑去。而先前跑向草原深处的霍去病和西侧骑兵队，此时已经悄悄回来了。不过这时他们却拿出了背上的弓箭。霍去病此刻脸色冷峻，他知道北湖派去的那2支骑兵队肯定会一直追击虎豹骑们，他们必然会陷入一番苦战。想到此处，他带领虎豹骑们在夜色下朝着那追击的北湖骑兵们追去。今夜
整座北湖军营再没人能安然入睡。另一边，据北川关口，将军，关口外1里处有大队兵马赶来，看其装扮是北湖兵，约莫有4、5千人。军营中在外巡查的岗哨发现了北湖兵的踪迹，匆匆向典韦来报。听闻此言，典韦眉头一皱，北湖兵竟然能到据北川来，难道说主公已经落败了？但很快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主公带去的兵马不仅数量不少，而且人人悍勇，不可能一夜之间便落败。想到这里，典韦双眼微眯，眼神逐渐冷冽，召集全军，准备战斗。想到秦泽之前交代过，不能出据北川，只能做防守反击，典韦挠了挠头，不能出关，那岂不是让他们跑了？这可如何是好？典韦思来想去，脑中灵光一现，一抹笑意从嘴角浮现，传令下去，放开关口，让他们进据北川，咱们给他来个关门打狗，让石峰城的5000守军即刻赶来，待他们入关后，与他们来个前后夹击，将这些胡马全部歼灭在路中间。是，将军。士兵当即领命而去。典韦眼中闪烁着兴奋的目光。一炷香后，屠其铁带领着5000胡马兵赶到了据北川关口。只见关口竟无人把守，漆黑一片。屠其铁一愣，旋即哈哈大笑。该不是这镇北王带去了所有兵马，连守卫关口的人都一并带走了吧？哈哈！身旁的副手眉头一挑，沉声道：“将军，莫不是有诈？怎会连守关的人都没有呢？还是说镇北王把剩余的士兵都留在了石峰城？”屠其铁摸了摸下巴，而后摇头笑道：“诈？有什么诈？你听我与你说。其一，镇北王并不知道我会在深夜前来，他如何能想到咱们在北凉有内应，能一路畅通的赶到这里？因此没有布下重兵，那也正常。其二，他手中兵马不足，因此我猜他带走了大部分兵马，余下的那点人马80%是都留在了石峰城，保护他的家宅了。可惜他万万没想到我会在今夜过来。”此言一出，副手点头称是。将军说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属下受教了。屠其铁面现得意之色，震声道：“全军听令！今夜月黑风高，正是杀人的好时候，一举攻下石峰城，抄了镇北王的老家。走！”一声令下，屠其铁带着兵马浩浩荡荡地入了据北川。而在关口旁的山坡后面，潜伏的数千秦锐士一脸冷峻地目送他们越走越远。待等到他们进了据北川1里后，典韦冷笑一声，带领秦锐士们鱼贯而出，朝着胡马骑兵就杀了过去。从据北川到石峰城只有一条大路，两侧皆是山峦。屠其铁此刻正率领着骑兵们走在这大道上，道路并不宽敞，5000胡马骑兵战线被拉得极长。正当众人马不停蹄朝着石峰城赶去时，后方的胡马兵们听到喊杀声，心中一惊，立刻就慌乱了起来。嫡喜，嫡喜！示警声传到了队伍前列。将军，从关口处有兵马正向咱们杀来。屠其铁眉头紧皱，怒吼道：“慌什么？不要慌！他们能有多少人？我们人多，设伏兵又有何用？螳臂挡车罢了。掉头，与他们打便是。”这一声喊出后，胡马骑兵们当即稳住，当即调转马头，向着后方杀去。只是在这狭窄的地形中，骑兵也难以跑快，5000骑兵挤作一团，而典韦率领的5000秦锐士则全部都是不足。典韦一马当先，跑在最前面，看到胡马杀来，当即大喝一声：“竟胆敢来据北川，一个都别想走脱！受死！”话音落下，典韦大跨步朝前奔去，手中2只铁戟挥舞的虎虎生风。两军在过道中当即酣战在了一起。典韦拿着铁戟，如同虎入羊群一般。胡马虽然骑着马匹，但在这个地形中完全没有任何作用，反而因为马匹导致身形无法施展开。砰！一声巨响，典韦纵身一跃，一戟便将一名胡马兵脑袋打爆，血腥味瞬间在战场上弥漫开来。身旁的秦锐士则拿着长戟，如潮水般向着胡马兵冲去，铁戟猛地刺向了那些马匹。随即，最前方交战的胡马骑兵们纷纷栽倒在地，马尸倒在地上，更是让那些骑兵们难以发起冲锋。刚一交战，便有大批胡马兵身死当场。而后方的胡马兵们看见前方战况焦灼，却苦于过道就那么大，完全没办法前去支援。此刻整条路都堵得严严实实，那里能移动分毫？屠其铁听到后方传来的喊杀声，心中焦急万分。他也知道，在这种狭窄地形中，骑兵根本不能发挥作用。本来他还想着后方的敌人数量不多，可以一举将其冲杀，但现在看来，那后方攻来的兵马人数完全不少，就目前看来，少说也有数千人了。想到这里，屠其铁心中骇然。镇北王明明已经带领大队士兵赶赴虎龙关，留在这里的兵马又怎会如此之多？正此时，只听后方接连不断传来惨叫声。秦锐士的战力，那个个都是强悍无比。胡马兵们本就受制于地形难以发挥，遇到的又是这群最强战力，转眼之间便已经被砍杀了数百人。副手急忙道：“将军，不行啊！再这样下去，咱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咱们得尽快离开此处，寻一个开阔地带与他们交战才是。”屠其铁点了点头，一咬牙道：“全军听令，后撤，后撤！”随即，在屠其铁的带领下，胡马兵们且战且退，往着石峰城的方向奔去。典韦见他们开始后撤，哈哈大笑：“跑吧，跑吧，我看你们能跑多远！”典韦并没有选择追击，因为他早已经在前方布置了兵马，等到那支兵马杀来，这群胡马兵还要回来。另一边，屠其铁见身后的敌人没有追上来，心中缓了一口气。此刻他脸色铁青，心中全是怒火。刚刚的交战中，自己手下的兵马吃了大亏，被杀了不少人。哼，
想在这里埋伏我，待我直捣黄龙，杀入石峰城，我看你如何应对。涂启铁一声暴喝，快，随我杀入城中。正此时，一阵嗖嗖声传来，听到这声音，涂启铁眸子一缩，眼中露出惊惧。这声音他可再熟悉不过了，这是大量箭矢射来的声音。果不其然，涂启铁一抬头，只见前方射来了密密麻麻的弓箭，在这夜色下，这些弓箭甚至难以看清射来的位置。将军，前方也有伏兵！副手崩溃的大喊。射箭的正是秦泽之前留下的那1000工兵，而在这1000工兵后面还有4000秦锐士，前后两方的秦锐士形成夹击之势，将北湖骑兵堵死在了路中间。此刻漫天箭雨落下，北湖骑兵只能胡乱挥舞着手中的武器，天色太黑了，他们完全看不清箭。伴随着落下的箭雨，惨叫声响彻在这深夜中，上千箭雨如同雨点般落在狭窄的过道中，而过道上如今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北湖骑兵，马匹那庞大的体型让他们一时之间连后退都难以做到。涂启铁脸色惨白一片，举着长枪不断挥舞，胡乱地阻挡着射来的箭雨。但此刻月黑风高，视线受阻，这不断射来的箭雨如何能全部拦下？很快，身边的骑兵们便不断有人中箭，惨叫声不断响起。涂启铁目眦欲裂，心中全是慌乱。他完全没预料到这具北川内竟然还有如此之多的兵马。先前赵元那言之凿凿的话，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正这时，身旁的副将慌张地大喊道：“将军，不行啊，咱们没办法往前冲了，这箭来的太多太快了。”涂启铁心中的怒火已经快要气炸了胸膛，他急忙大喝道：“快下马，拿马匹当阻挡，先躲过这些箭再说。”事实上，不用涂启铁说，那些北湖兵们机灵点的早已经从马匹身上跳下，躲在了马后面。而此刻，那1000秦锐士排成了数列，不断的射出弓箭，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他们丝毫没有理会北湖兵马的动作，只是搭弓射箭，一箭接着一箭，不断的朝着胡马兵们射去。那上千的利箭划破夜空，在呼啸的风声中径直射入胡马兵中。秦锐士不同于普通士兵，他们体魄强健，臂力极强，因此射出的弓箭非常之远。因此，不仅是前列的胡马兵们中箭，甚至队伍中间的人都被弓箭射到。尽管有马匹阻挡，但这些马匹身中数箭倒下后，哪里还能帮他们挡下箭雨？因此不多时，胡马兵中接连传来惨叫声。但即便是他们的惨叫，也丝毫没有让箭雨落下的速度减慢一分。大量的箭雨落下，无情地收割着一名接一名北湖兵的生命。而那些马匹被弓箭射中，疯狂地在人群中肆意践踏，一些受伤的士兵甚至来不及躲开，便被马蹄踩中，身死当场。被马尸围住的涂启铁此刻肝胆俱寒，身边的手下在一个接着一个倒下死去，还有大批人身上中箭，不住哀嚎，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这种局面已经让他一夜之间破石峰城的雄心壮志彻底消散。先前自己以为能顺利的杀入石峰城，打镇北王一个出其不意，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个笑话。镇北王不仅有大量兵马，甚至还早已经在巨北川做好了充足的防御措施。赵元误我呀！涂启铁咬牙道。若不是赵元先前的话让他有所轻敌，他怎么可能就带5000人来？不对，要是知道这里有如此之多的兵马，在一开始就不该来，这是个彻彻底底的错误。正当他恼怒之时，明显能感觉到弓箭落下来的越来越少，这让他心中稍微宽慰了一点。一旁的副手捂着被箭射伤的胳膊，咬牙道：“将军，想必他们是箭雨快用完了，如今咱们该怎么办？后方有大队兵马，咱们是要往石峰城冲出去吗？”涂启铁心中一紧，举目看向手下的军队，仅仅是粗略看去，起码都有了2000多人死去，更有数不尽的人身上带伤。看见这般惨状，涂启铁脸色颓丧，心中慌乱不已。仅仅是几轮弓箭的袭击，自己折损的兵马便已经过半，这剩下的兵马如何能对敌？前面到底还有多少兵马？他现在也完全搞不清。正当他犹豫之时，只听前方传来震耳欲聋的喊杀之声：“杀！全歼胡马！”1000工兵在射完箭矢后，那后方的4000秦锐士立刻冲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全歼胡马，一个不留。夜色中，4000秦锐士手执长戟，快速奔跑在黄土之上，那漆黑盔甲在淡淡月光下泛出阵阵寒光，冷冽异常。大步奔跑的声音震动的地面灰尘扬起，这一刻，他们如同那暗夜中出来狩猎的狼群一般，已经等不及要取下敌人的首级了。涂启铁看着前方冲来的秦锐士，一双眼睛瞪得溜圆，前方竟然也有这么多兵马，这他妈哪来的这么多兵？涂启铁无力的哀嚎。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与之交战的决心？现在的他只想快速逃离战场，但也就在此刻，后方竟也传来喊杀声：“谁给你们的胆子，竟敢来我巨北川？既然来了，那就全部留下首级吧！”从后方赶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典韦带领的5000秦锐士。典韦手持双戟，一马当先跑在前面。先前的战斗让他浑身浴血，此刻那脸上张狂的笑容让他看起来宛如杀神一般。后方的胡马兵们看到典韦带兵杀到，一个个吓得急忙往后退去。涂启铁看着前后两方都有大批兵马袭来，脸上已经毫无血色，一片惨白。将军，完了！副手拿着长枪崩溃的大叫：“杀！”下一刻，秦锐士们如同狼入羊群一般，立刻冲入胡马兵中。前方的胡马兵因为经历了几轮箭雨的洗刷，此刻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伤，面对秦锐士的凶猛的攻势，哪里能阻挡分毫？双方刚一交手，便有大批胡马兵被砍下人头，横尸当场。而后方典韦带来的秦锐士们，此刻也已经杀入胡马兵中，在典韦的带领之下，
杀得胡马兵们人仰马翻，甚至出现大批人丢盔卸甲往后溃逃。砰砰，一声接着一声巨响传来，那是典韦铁戟落下的声音。每一戟落下，便有一名胡马兵被打破头颅。面对着杀神一般的典韦，胡马兵们一脸惊惧，完全无力阻挡。圆月高悬，夜风吹拂在战场上，浓重的血腥味弥漫了整座战场。黄土路面此刻已经被鲜血浸染得一片绯红，地面上再看不出黄土痕迹，遍地都是鲜血尸体。倒下的胡马兵们一个接着一个，那残存的2000多人在秦锐士们的夹击之下，如同是陷入了绞肉机中的肉块一般，被全部绞碎。杀！全歼胡马，一个不留！喊杀之声响彻了整座战场。基于秦泽的宗旨，只要遇到敌人，那就一个不留，全部歼灭。因此，典韦没有丝毫手软，在战场中来回奔杀，势必要将这群胆大包天的胡马兵全部歼灭。夜逐渐深了，一个时辰后，典韦坐在一具尸体上，擦着手中那鲜血淋漓的铁戟，而那具尸体正是被典韦一戟打破脑袋的屠启铁。典韦抬头看向月光，自语一句：“不知道主公他们那边战况如何了。”夜色下，北库草原上，一队北胡骑兵正追击着一队秦锐士。哈哈，逃吧逃吧，我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在这草原之上，休想逃过我们的掌心！骑兵头领咧嘴大笑，朝着前方奔逃的秦锐士们大声嘲笑着。他们奉命前来追击着北侧的敌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草原之上已经跑了有7、8里，但这群敌人却异常狡猾，他们只顾着逃跑，一直不与他们交手，这让骑兵头领心中恼怒异常。今夜，他势必要将这群不断骚扰的敌人给斩于马下。此刻，眼看前面的那100多骑绕了一个大弯，进了一处土坡后面，骑兵头领一声大喝：“快，将他们全部斩杀于此！”只是话音刚落，从侧边突然射来几十支弓箭，在这夜色下，这些弓箭来得又快又猛，北胡兵们完全没做提防，转眼之间便有几十名士兵被弓箭射中，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头领大惊，急忙喝道：“左侧有伏击，注意弓箭！”但他的话刚一说完，从那右侧竟然也射来几十支弓箭，完全相反方向射来的弓箭让胡马兵们猝不及防之下又有数人中箭。而在右侧的不是别人，正是霍去病带领的虎豹骑。此次前来据北川，他所带的这500骑只带了极少数的干粮，而是每人都背上了一柄弓，其目的就是为了与这群胡马打游击战。此刻霍去病目光冷冽，他一边骑马改变位置，一边拉弓射箭，每一次弓箭射出都有一名北胡骑兵倒下，但箭矢的数量并不太多，他需要利用好每一支箭。北胡兵们这时也反应了过来，开始朝着霍去病这边奔来。杀了他们！北胡骑兵们纷纷大喊。虽然他们被弓箭射杀了100-200人，但要知道的是，他们的总人数可是1000人骑兵队，而对面就目前看来加在一起不过100-200人罢了。这给了北胡骑兵们强烈的信心，他们一边翻身躲箭，一边快速朝着虎豹骑们追去。霍去病此刻拉动缰绳，不再移动，一双星眸眨也不眨地看着领头的胡马头目。下一刻，他一手持弓，将弓弦拉至满弦，那冷峻的目光如同发现猎物的鹰隼一般，牢牢锁定在了北胡骑兵头领的脑袋上。下一瞬，嗖的一声，箭雨破空而出，金铁打造的箭头在月色下散发着淡淡的光泽，如同一抹寒星一般，瞬间射向了头目面门。那头领正大叫着朝霍去病冲来，这一箭来得又快又猛，他刚看清，眸子紧缩的一瞬间便被那一箭贯穿了喉咙，鲜血喷溅而出，那头领一头栽倒，从马上重重落下。不仅如此，利箭贯穿他的喉咙后，力道虽有减弱，但紧跟着就射入那头领身后的一名胡马兵喉中。霍去病的这一箭射杀了2人，他眼神冷冽，面对冲击来的胡马兵，冷静地大喝一声道：“上，将他们全歼于此！”话音落下，四面八方冲出虎豹骑们，向着这群胡马兵杀来。除了南侧的虎豹骑仍旧在被追击之外，另外2支虎豹骑小队已经绕了过来。如此一来，已经有了300余人。面对这剩下的800多胡马兵，霍去病丝毫不惧，率领虎豹骑们瞬间杀入胡马兵中。在马上，虎豹骑的战力强得惊人，他们本就是最擅长骑兵作战的兵种，加上霍去病的5星将领战力加成，此刻人人都能一挑数名胡马兵。人群中，霍去病手执梅花枪，枪头上的红穗随风飘动，一枪刺出，必有一名胡马兵死于枪下。夜色之中，一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草原之上。一名虎豹骑一枪戳向一名胡马兵胸腔，那胡马兵面对这来势凶猛的一击，完全来不及闪避，只听噗的一声，长枪捅穿了他的腹腔。虎豹骑双目一凝，咬紧牙关，双臂使力，猛地将他从马上挑起，甩向了旁边的一名胡马兵身上。那胡马兵哪里能想到，他竟有这般力气，竟然能挑飞100-200斤重的成人，还是在马上。而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骑兵而已，甚至不是将领，不对，应该说这群敌人每一个都有着堪比北胡将领的战力。北胡兵从马上跌落，慌张的正要从地上爬起，下一瞬便是一杆长枪刺来，长枪从他脖颈间刺入，鲜血瞬间从他脖颈中喷射而出，淋了那虎豹骑一身。盔甲是冰冷的，那温热的鲜血浇在上面，在这已经开始寒冷的秋夜下冒出了淡淡的白气。正此时，那虎豹骑背后的一名胡马兵突然发动袭击，一枪刺向了他的背后。虎豹骑听到后方传来的长枪突刺声，急忙扭身躲避，但即便如此，还是不慎被刺中了手臂，枪尖刺穿了他的小臂，剧烈的疼痛传来，但这名虎豹骑却并没有发出一声惨叫，他右手一把握住枪杆，在那名北胡兵惊骇的目光中猛地一扯长枪。那北胡兵何曾见过这样的士兵，被长枪捅穿手臂，甚至面色不改，
甚至还能反手发起攻击，这已经超出了他的想象。惊慌之中，他甚至来不及松手，便从马上被拽了下来。下一刻，一杆长枪横扫而来，这一枪力道极大，瞬间便击中了他的胸口。啊！北湖兵一声惨叫，身子倒飞出去数米。尽管胸口有盔甲防护，但在这是大力神的一枪之下，他的腹腔内脏被震得七零八碎，鲜血顺着喉咙就喷了出来。这样的场景发生在整座战场上，每一名虎豹骑都是这般悍不畏死，一人对上多人，只为了将他们斩于马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战斗愈发焦灼，北湖兵们是越打越惊慌。他们都无比清晰地认知到了一个事实：眼前的这群敌人绝不是大前边关的那些普通士兵，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强悍的战力，并且这群人没有一个人退缩，即便面对数人合围，依旧奋力刺出每一枪。这群人简直就是天生的杀戮武器。很快就有一些北湖兵不敢再战，开始往大本营逃去。但霍去病怎会给他们逃走的时间？他冷着脸一声暴喝：不要放过一个，全部歼灭！如同狼群狩猎一般，身着玄黑盔甲的虎豹骑们追杀着这些已经彻底陷入恐惧的北湖骑兵。时间逐渐流逝，片刻之后，这场战斗随着最后一名北湖骑兵的倒下，1000余名虎马骑兵至此被全部歼灭，而虎豹骑们则仅仅死伤了几十人。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战果，但霍去病并没有就此结束战斗。他一声大喝：换上北湖马匹，与南侧小队会合，击杀那些追击的虎马兵。一天的来回奔跑，原先的马匹已经疲惫不堪，因此霍去病才会选择换上马匹。夜色下，他带领这剩下的虎豹骑们再度向草原中奔去。夜色下，风声呼啸，荒草被吹得簌簌作响。地面上，南侧虎豹骑们驾马朝着东侧方向赶去，在他们身后是一队北湖骑兵。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半夜，虽然虎豹骑们精力依旧旺盛，但胯下的战马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奔跑的速度是越来越慢，马匹已经跑不动了。眼看后面追来的北湖兵们就要追上，虎豹骑们拉住缰绳，准备与他们决一死战。这支追来的北湖骑兵数量有1000人之众，而他们只有100多骑，再次与他们决一死战，那便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要全部牺牲在这里。但没有一名虎豹骑露出惧色，早在霍去病分派任务的时候，他们便已经做好了准备。若是不慎被追上，那就要拼尽全力与这帮虎马兵奋力搏杀至最后一刻，哪怕他们今天死在这里，那也是值得的。此刻，带队的虎豹骑头领朗声道：兄弟们，马匹已经跑不动了，现在该我们出力了，能多杀一个是一个。杀！一声暴喝，虎豹骑们不再逃跑，每个人都带着坚毅的表情朝着虎马兵们冲去。正此时，只听一阵马蹄声传来，从东侧猛地窜出数百铁骑，赶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解决战斗便马不停蹄往这边赶来的霍去病等人。霍去病一马当先，他取出背后弓箭，抬手便是一箭射出，一名追击的北湖骑兵随之倒下。兄弟们，我们来了，将他们全部歼灭！霍去病一声暴喝，400多名虎豹骑再度汇聚，朝着虎马兵们杀去。虎豹骑虽然只剩下了400多名，但对上这1000名北湖骑兵，那就完全不在话下。一场新的厮杀开始在草原上进行着。次日天微微凉，虎荣关口，秦泽身骑骏马，统帅大军向着草原上进发。得到了霍去病的情报后，他带上了全部的兵马，分别是9500虎豹骑兵、5000秦瑞士工兵。另外，他命吴懿带上了那1500名士兵。作为一名士兵，本就应该上阵杀敌，秦泽可不会让他们躲在身后乐享其成。吴懿心中虽然不愿，但秦泽如今的1万多兵马在前，他知道自己若是说出半个不字，便会被他一刀给砍了。因此，这次出征他心中惶恐无比，只求在战场上能保住一命。虎荣关内，百姓们看到镇北王带领兵马出关，一个个心中期盼着，都希望能将这些无恶不作的虎马赶回北库草原。但他们不知道的是，秦泽的真实意图何止可不只是将虎马赶回草原，而是将整座北库草原的所有虎马全部斩杀殆尽，夺下整座北库草原。也正是因此，秦泽才会小心谨慎地走上每一步，尽量杜绝任何不必要的牺牲，让每一名虎豹骑的作用都发挥最大化。晨曦，草原上荒草已经挂满了露水，大军奔腾在草原之上，卷起无数荒草，马蹄声中浩浩荡荡地朝着北湖营地杀去。而另一边，北湖营地中，霍去病昨夜的骚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北湖兵们今日人人困倦，无精打采，但知道今日需要出兵作战，因此不得不打起精神。而此刻，营帐中，大将军突必炎正向可汗吐于纯汇报。不同于先前，此刻的突必炎脸色凝重，他抱拳道：可汗，昨夜派出去的2支骑兵还没回来。此言一出，吐于纯脸色低沉，他眉头紧皱，眼中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而后沉声道：昨夜我见那些人也不多，按理来说派出的2000人，难道说连几百人都没办法解决？还是说这镇北王还真的在这草原上布下了不少兵马？话音落下，突必炎摇头道：要是他们敢这样奋兵，那他手中还能有多少兵马？哼，若是他真的敢这样做，那这虎荣关岂不是只剩下了极少的兵马？我看昨夜派出的兵马定是追击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这才迟迟未归。吐于纯摸了摸下巴，看向突必炎道：你觉得可能吗？一夜未归就是为了追击？我看未必。突必炎一咬牙道：可汗，不论如何，前去虎荣关便知。我即刻带上大军杀向虎荣关，不管秦泽如何排兵布阵，我们都有强大的兵力优势，他就算使出再多的花招，那也没用。虎荣关一破，咱们直接占据虎荣关，就算在这草原上还有他的兵马，那也不能成事，咱们可以慢慢追杀他们。
说到这里，突必炎冷笑一声，接着道：“突骑铁昨日便率军赶去了据北川，算算时间，昨日半夜他应该就到了。如果他昨夜没有去袭击石峰城，那今日也肯定去了，说不定这个时候就已经在派兵攻打石峰城了。我们与秦泽交战，说出这个消息后，他必定心神慌乱，如此一来，更不是我们对手。我看今天不出半日，便能一举将他击溃。”听到这里，涂于纯展露笑容，点头道：“不错，不过你有一点说错了。”突必炎眉头一挑，面露不解之色。涂于纯笑道：“以我对涂骑铁的了解，他性格急躁，只怕昨夜一赶到据北川，便率军杀入石峰城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怕是已经浸在里面。呵呵，看来3天后他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回来了。”此言一出，突必炎冷笑一声：“无所谓，只要击败镇北王，怎么样都可以。可汗，末将在此请命，愿率领大军杀入虎荣关，斩下镇北王人头。”涂于纯面色一正，沉声道：“好。”突必炎命你率领6万大军，即刻前去。是，可汗。不再多言，突必炎昂首阔步出了营帐，开始召集军队。随后，他率领着6万骑兵，浩浩荡荡地杀向了虎荣关。而此刻，整座虎马军营中还剩下15000兵马。另一边，北湖军营外极远的一处土坡后面，霍去病与虎豹骑们正躺在草地上，手中拿着生的马肉，一口一口地嚼食着。他的目光紧紧盯着虎马军营。虎荣关外，根据昨夜霍去病派人送来的情报，秦泽已经了解到北湖军营的驻扎位置。为此，此刻他不紧不慢地带着大军往前进发。另外，他已经于半个时辰之前派出了一队虎豹骑快马加鞭赶赴草原，其目的是为了侦察敌方动向。而此刻，大军已经穿过了黄土地，踏上了北库草原。正值秋时，那极细的野草在秋风的吹拂下掀起阵阵的涟漪。秦泽抬眼看向那广阔草原，眼中金光四射。北凉大部分土壤都颇为贫瘠，但出了北凉后，这北库草原却如此丰沃。若是拿下这块土地，让虎荣关的平民们在此放牧、驯养家畜，那自己就可以利用积分，肆无忌惮地创造军队，完全不用担心粮草的问题。不仅如此，北库草原上的虎马一直以来都在骚扰边关，将他们歼灭，自己的声望也将获得极大的提升。当然，最重要的自然是击杀这些虎马，能让自己的积分不断获得增幅。如此一来，等自己将这里的虎马全部歼灭后，自己的积分也会来到一个恐怖的数字。这样的话，也能更早地杀入京师，将女帝拉下皇位。想到这里，秦泽眼神悠悠，这北库草原他志在必得。大军又行进了几里后，前去探查的虎豹骑来报：“将军，正前方3里处有大队虎马兵向这边奔来。”话音落下，秦泽双眼微眯，而后震声道：“全军听令！虎马兵已经到了3里外，正向我们奔来，做好准备，歼灭虎马。”是。听到虎马已经向这边奔来，士兵们战意高昂，甚至于浑身都开始发热了起来。而随行的吴懿此刻却是一脸苦楚，他的脸上已经毫无血色，甚至握住缰绳的手都开始发凉。他悄悄侧头看向了面沉如水的秦泽，心中暗骂。虽然他能看出秦泽手中的这支兵马气势很强，这些士兵们也是个个虎背熊腰，健壮的不像常人，但终究也只有1万多的兵马呀。北湖那边的兵马那可不是2、3万。他和北湖打过不少交道，北库草原上有数个北湖部落，而现在骚扰虎荣关的这个北湖头领涂其纯，那手下的北湖兵怎么说也有着5万以上的兵马。不仅如此，这些北湖兵还个个都是骁勇善战的好手，极其擅长在草原作战。若是与他们在这草原上厮杀，岂不是就让他们占尽了地利人和吗？难道说秦泽还真以为这1万多的兵马就能杀退北湖？这完全不可能。若是要正面开战，简直和送死没区别。他年轻莽撞，自己可没必要把命搭上去啊。想到这里，吴懿一咬牙关，大着胆子驾马奔向秦泽身边。将军，那北湖兵马人数众多，人人悍勇，在这草原上与他们正面交战，恐怕不是上策呀。吴懿小心翼翼道。此言一出，秦泽露出一个不置可否的眼神，淡然道：“那你的意思是？”吴懿陪着笑脸开口道：“将军，你有这么多的兵马，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谈判资本，若是与那北湖商谈一番，未必不能让他们退回北库草原。有时候不一定就要打仗啊，毕竟兵不血刃，对谁都不好。您说是不是？”这话一说出来，秦泽心中冷笑一声，难怪北湖能在这虎荣关进进出出，随意抢掠百姓，这吴懿如此行事，这北湖怎么可能不步步紧逼？想到这里，秦泽冷着脸朝着吴懿招了招手。吴懿一看秦泽这脸色，心中就是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中出现。他探过身子，忐忑不安地竖起了耳朵。待秦泽的话说完后，他的一张脸已经是一片惨白。另一边，北湖军队中，一名北湖骑兵驾马来报：“将军，探听到前方有大队人马赶来，看其数量，约莫有1万多人。”此言一出，突必炎眉头一挑，那满是大胡子的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1万多兵马？他哪来的1万多兵马？手下急忙道：“将军，离得远只能看个大概，但1万多人是一定有的。我见冲在最前面的士兵服饰，像是虎荣关的守军。”话音落下，突必炎哈哈大笑：“原来是虎荣关的守军都出来了啊！”哈哈，这镇北王缺兵已经缺到了这个程度了吗？虎荣关的那群士兵，一个个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竟敢带着他们来行军打仗，真是笑掉人的大牙了。一旁的副将也跟着笑道：“将军，这镇北王将守将带出来，也不过1万多兵马，咱们却是有6万大军。此番比较下来，他如突必炎自信，只要与对方正面搏杀，那绝对能将他们斩于马下。”
自己手下的士兵自幼便骑马，常年在马上作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他不相信秦泽在正面战场上能击败自己。突必言一声暴喝，全力往前冲锋，冲入他们的阵地。战场之上，军令如山，即便是面对这数不清的箭雨，北湖骑兵们也只能拿命冲锋，只要冲破这道防线，便是他们的优势。杀！杀！北湖骑兵们如同潮水一般，不管不顾地朝前冲锋。秦泽冷眼相看，脸色一片冷漠。这个局面正是他想看到的。北湖兵马数量多，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消耗，接下来的战斗才会顺利。这1万虎豹骑与这5000秦锐士虽然战力不俗，完全可以在正面战场击溃北湖骑兵，但秦泽可不想随意牺牲他们。而此刻，秦锐士们的弓箭也随着一轮轮的射击所剩无几。终于，在北湖的兵马已经冲锋到了100米左右的距离时，所有弓箭全部射完。弓箭虽尽，但却取得了斐然战果。北湖首当其冲的1万弓箭手，在几轮箭雨的洗刷下，此刻几乎快要死尽，更有大批士兵身上带伤，丧失了战斗力。见到胡马骑兵们已经快要冲到跟前，秦泽一声令下：“吴毅，该你表现的时候到了，出兵！”在听到秦泽这话之前，吴毅脸色惊喜，他震惊于这5000弓箭手的实力竟然如此之强，在400米的距离内便将这些北湖骑兵射落马下，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如此看来，这支军队的战斗力简直是强得可怕。此刻听到秦泽的命令，他脸色当即一变，但他哪敢抗命？毕竟这是两军交战的时候，只有自己这一方取得胜利，他才有机会活下来。北湖已经被彻底激怒，绝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唯有与他们拼死一战。他一咬牙，当即带着手下的1500名士兵们往前发起了冲锋。秦泽平静面容上，一双星眸冷冽至极。战斗一旦开始，那就是拼刀拼枪的时候。这场战斗势必是一场血战，但合理的利用兵力进行战斗，却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战损。他立刻下令，让手下的1万虎豹骑分从左右两侧向着胡马兵杀去，而他自己则直接带领已经放下弓箭、换上长戟的5000秦锐士，与北湖军队正面对抗。杀！喊杀声震耳欲聋，浓烈的血腥气味随着秋风的吹拂，弥漫在了整座草原之上。那极细的荒草，此刻也被鲜血染得赤红一片。吴毅率领的那1500名士兵，首当其冲，与那些被弓箭射伤的骑兵们厮杀在了一起。这些骑兵正是先前狼焰带领的那支兵马，他们就是北湖的排头兵，经历了无数弓箭的射击，此刻几乎是人人带伤，战力锐减。因此，在吴毅与他们刚交战时，甚至还略占上风。但很快，后续赶来的北湖骑兵们便开始占据优势。这些胡马个个都是骑马好手，极其擅长马上作战。此刻发现与自己交战的这支先遣队战力如此之弱，这让他们一个个欣喜过望。杀！他们不擅长马上作战，杀了他们，不要放过一个！杀！北湖骑兵们跟打了鸡血一样，一个个脖梗间青筋暴起，一脸狰狞地朝着吴毅率领的兵马杀去。而吴毅此刻是被吓得肝胆俱寒，原先面对那些伤兵时，他很轻易的就将这些人斩于马下，但现在面对这些气势汹汹的北湖兵，他如何能抵挡？将军，我快顶不住了呀！吴毅惊慌的大叫，刚一开口，便见一名北湖骑兵猛地朝他冲来，那长枪已经刺了过来。吴毅心中一紧，急忙往一旁躲闪，但这个动作却让他身后的一名士兵被一枪刺死。虽然是自己的兵马，但吴毅这个时候可管不了这么多了，战场之上保命要紧。正当他四处躲闪的时候，一名胳膊上插着一支断剑的北湖兵大叫着冲了过来。不同于其他北湖兵，他用的是一柄长刀，那张通红的脸上满是怒火。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带领弓箭手的副将郎焰。郎焰虽侥幸没死在乱箭之下，但腰腹和手臂各中了一箭，这让他怒火滔天。此刻终于冲锋到了正面战场，满腔的怒火积攒得快要炸开。吃了雄心豹子胆的狗东西，竟然敢和我们交战！今日就杀得你们一个不剩，让你们全部死在这里，为我的兄弟们陪葬！郎焰一声暴喝，提着大刀猛地朝着吴毅斩下。吴毅早被郎焰的气势吓住，哪里敢和他交手？他连忙扯动缰绳，死命往后面逃去。但刚一转身，就看到赶来的秦锐士军队，而首当其冲的秦泽，那冷冽的眼神已经在告诉他，若是敢后退一步，那迎接他的便是斩首的下场。妈的，拼了！吴毅一声怒吼，调转马头与郎焰交战起来。他虽然很少带兵出来打仗，但毕竟也是一名老兵，身上也有过硬的本事。此刻与郎焰酣战在一起，竟打了个不分上下。而郎焰此刻却没了一开始的气势，他看到秦泽率领着一队黑骑杀来，心中已经有了慌乱之意。刚刚正是这支队伍射出了弓箭，由此可见他们的战力一定不俗。正当他心神紊乱之时，冷不防被吴毅一枪刺入胸口，强烈的痛楚从腹部传来。郎焰眸子一缩，忍住剧痛，一把握住枪尖，而后反手一刀斩向了吴毅的脖颈。吴毅此刻正要抽出长枪，却发现怎么也抽不出来，下一瞬便只见到一道白影闪过。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刀已经来到了脖颈间，扑通，鲜血顺着吴毅的脖颈间喷涌而出，落下的人头上是吴毅那圆瞪着的眼，扑通。而下一刻，郎焰也从马上跌落，散发着热气的五脏六肺更是流了一地。两人一前一后从马上跌落，身死当场。而在后方，秦泽面色冷峻，手持火凤破阵戟，一声暴喝：杀！杀！身后的5000秦锐士此刻爆发出骇人的声势，那健壮的身躯上的黑甲让他们如同一支钢铁洪流一般，朝着北湖兵们冲去。空气中那飘荡的血腥味丝毫没有让秦泽感到不适，相反，
这些如同铁锈般的气味让他的身体更加躁动，他感觉浑身都热了起来，带着马刺的右脚踢在了马腹中，战马一声嘶鸣，大步流星地朝着前方奔去。而秦瑞士们此刻也如潮水般涌入了北马骑兵中。秦泽握紧破阵戟，面对着向自己袭来的北湖骑兵，猛地一个横扫而去。这一戟扫去，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首当其冲的2名北湖骑兵甚至来不及提起长枪格挡，便被这一戟扫到了胸口。下一瞬，咔嚓，一道令人牙酸的骨折声音响起，这2名北湖骑兵一头栽落地面，而在落地之前，他们便已经被破阵戟击碎了胸骨，内脏被震破。秦泽看都没看这2人一眼，他一扯缰绳，战马从2人身上跳过，秦泽再度杀向了那些同秦瑞士们厮杀的北湖兵。正面厮杀不过片刻功夫，北湖骑兵们便已经被杀得人仰马翻。后方的突必炎瞪着双眼，眼中一片震惊之色。在抵达正面战场时，他看见自己的士兵们已经将对面杀得节节败退，但这支身着黑盔的士兵们杀入战场后，局势却发生了让他完全没预料到的变化。对面的这些士兵战力极其之强，甚至于一人都能力战自己这边的3、4个骑兵。这些士兵一个个身手矫健至极，一戟挥出自己的骑兵甚至都难以接下。他亲眼看到好几名手下被对面一戟便扫落马下，下一刻就被一戟刺死。不仅如此，对面这些骑兵们不仅战力骇人，还全部用的是不要命的打法，每次交战他们都不会退缩一步，一直向前冲锋。这样的士兵，突必炎是第一次遇见。他们就仿佛杀人机器一般，完全不在乎自己的生命，使用着各种手段，无情地击杀着一名名北湖骑兵。看着这些已经杀红眼的敌方士兵，突必炎心中突然产生了一丝惶恐。明明自己兵力占据优势，多出对面数倍，但对面爆发的气势却彻底地碾压了自己这边。引以为傲的北湖骑兵，在对面这些如狼似虎一般的对手面前，倒像是刚上战场的新兵蛋子。大前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兵马了？突必炎心中惊骇。正此时，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响起：杀！全歼虎马！战场的左右两侧同时切入2支队伍，正是那1万虎豹骑。秦瑞士固然很强，但论在马上作战，这些虎豹骑们才是彻彻底底的刽子手。秦泽之所以会安排虎豹骑们在左右两侧切入，其目的便是为了阻断战场。北湖兵马众多，若是与之进行正面厮杀，那牺牲的士兵数量绝不会少。但他带领着秦瑞士们在正面发起冲锋，再让虎豹骑们从侧面切入，便可让北湖前后阻断。秦瑞士们战力本就高出虎马兵，虎马兵得不到后续大部队的支援，很快便会被秦瑞士们绞杀。当然，虎豹骑们需要面对的就是虎马兵后方的主力了。但虎豹骑本身就是马战的好手，因此让他们抵御虎马兵主力的攻击是再合适不过了。等到秦瑞士们剿灭前列的虎马兵后，再与虎豹骑们共同杀向虎马兵，形成合纵之势。如此一来，方能让这15000的兵力得到最大化的利用。而此刻，正如秦泽所预料的一般，虎豹骑们切入战场后，立刻将虎马大军拦腰截断。虎马兵们原本以为自己兵力占优，能快速简单的解决战斗，但现如今却面临虎豹骑们凶猛冲锋，这让他们立刻陷入了下风。秦泽冷眼看着已经被切割的战场，一声暴喝：快！歼灭这些北湖兵，速战速决！暴喝声中，秦瑞士们愈发悍勇，朝着北湖兵们奋力杀去。而在战场中段，虎豹骑们此时已经与虎马主力杀在了一起。惨烈的厮杀发生在战场上的每一个角落。一名虎豹骑手持长枪，那沉毅的面容上满是冷冽，借助着马匹的冲刺，他一枪便将前方的虎马兵捅穿。长枪刺入那名北湖兵的胸口，他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便就此死去。虎豹骑枪尖一抖，将他的尸身抖落在地，而后纵马奔向另外2名北湖兵。北湖兵见他一人来攻，相互对视一眼，同时刺出一枪，却是一上一下，这个角度便是要那虎豹骑顾头不顾尾，怎样躲避都会被刺中。但怎料那虎豹骑却猛地拿马刺扎在马腹上，战马疼痛异常，身子高高跃起，前足踏向了那2名北湖兵。而虎豹骑却趁机猛地站起，纵身一跃，一脚踹在了马身上。战马猛地朝前扑去，瞬间被北湖兵的长枪刺中，但他那庞大的身躯却也让这2名士兵随之倾倒。虎豹骑眼神冷冽，快速朝前跑去，同时挥动着手中的长枪，快若流星一般连刺2枪，将那2名北湖兵脑袋捅穿。而他自己则纵身一跃，跨骑上了北湖的战马身上，没有丝毫的停留，他再度向周围的北湖兵们杀去。这般身手的虎豹骑，在这座战场上有1万人。突必炎在战场后半段，此刻身边尽是护卫，但眼见这些虎豹骑们有如此战力，还是让他心中惶然。他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得惨白一片。环视左右，战场前端，自己的手下正被秦泽带兵绞杀，那里此刻已经是一边倒的局面，惨叫声不绝于耳，声声令人胆寒。这简直不是双方互有得失，而是一边倒的屠杀。先前的1万弓箭手早已经在最开始被全部击杀，6万兵马只剩下了5万，而现在被分割开的战场中，前面的1万多北湖兵已经被打得溃不成军，地面上全是尸体，鲜血已经在草原上形成了一团团血洼。突必炎看着正不断向这边冲来的虎豹骑们，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之意。以骑射扬名的北湖勇士，今日竟然在草原上被打得溃不成军，完全不是敌方对手，而敌方的兵马甚至只有自己的1/4。正此时，一声暴喝从战场前端传入突必炎耳中：斩首他们的将领！突必炎心中一跳，抬眼看去，刚好看到远处秦泽那遍布鲜血的脸庞。那张脸上此刻冷若寒霜，但那一双眸子中却如火焰般灼热，散发着无穷的杀意。秦泽的目标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全部歼灭，杀尽北库草原所有虎马。
而此刻已经有上万胡马兵被斩杀了，鲜血、残肢从腹腔内流出的内脏，空气中只剩下了一种味道。此处已成修罗战场。一番厮杀后，秦锐士们已经将战场前端的北胡兵们尽数斩杀。秦泽此刻带领着他们，按照原定的策略，顺利的与虎豹骑们形成联合。接下来就是要与后方的胡马兵们进行最后的死战。而距离战斗开始，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时辰。高强度的厮杀，异常的消耗士兵的体力，毕竟一个不慎便会受到致命的攻击。所有人的精神都高度集中，脑子里的那根弦绷得极紧，而这也加剧了身体的负担。秦泽的1万多兵马，昨夜安心的休整了一夜，个个精神抖擞，加之这5星兵种本身就体魄强健，又获得了战力的加成，因此此刻反而是越战越勇。而北胡兵们在昨夜便不断受到霍去病的骚扰，导致他们这一整夜都是断断续续的睡觉，几乎都没休息好。在战斗一开始，北胡兵们尚能鼓起精神奋勇作战，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的疲劳开始逐渐显现。更何况面对的还不是普通士兵，而是这些战力强悍无比的特殊兵种，因此此刻北胡兵们是越打越颓。战场前端，噗！秦泽一戟刺入一名北胡兵的脖颈中，那北胡兵喉咙里喷出的血溅射在了秦泽胸前的盔甲上。秦泽喘着粗气，伸手擦去眼角上的血，抬眼看去，虎豹骑们已经在全面压着北胡骑兵们打了。北胡兵们且战且退，原先的兵力优势此刻荡然无存。但很快，秦泽就发现了一丝不对劲。北胡的后方，那名身着盔甲的将领正带兵逐渐往后退去。秦泽立刻环视周围，诧异地发现这些北胡兵们似乎已经开始准备撤退了。他们将战线拉长，其目的就是为了撤军。这让秦泽大吃一惊。他知道这一族北胡生性好斗，一旦上了战场，那就是打个你死我活，绝不会轻易退兵。毕竟他们都自诩为北胡勇士之名，而现在他们有着优势的兵力，竟然想撤离战场，难道是打得太狠了，这才让他们生惧意了？这草原如此之大，要是让他们跑了，那可就麻烦了。秦泽心中此刻有些急躁起来，毕竟在他的计划中，今天只要上了战场的北胡兵，那就要一个不留的将他们全部歼灭，这样自己才能收获更多积分增幅。若是让他们跑了，后面再在草原上杀他们，那就太费事了。想到这里，秦泽一声怒吼：“北胡要逃，全速冲击，不要放走他们！”话音落下，虎豹骑们立刻驾乘马匹，朝着前方开始冲锋。战场后侧，突必炎看到前方的士兵来得如此猛烈，心中大惊。事实上，战斗进行到这里，他已经能看出今日自己怕是要败下阵来了，因此才会动了撤退的念头。对面的兵马战力实在太强，自己这6万大军现如今被打得只剩下了3、4万人，这才仅仅过去半个时辰。突必炎心中惊骇，他知道若是对面有着对等的兵力，那这半个时辰的时间，自己的兵马恐怕会被全部杀尽。作为一名北胡勇士，撤退对他来说是极其耻辱的事情，但如今这种情况却让他不得不撤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若是将手中的兵马全部打没，那今后该如何是好？为这，他才决定撤退，只要回到军营，避开这些敌人的袭击，待日后休整好，再来虎龙关便是。快撤！撤！不要恋战！突必炎大声喊着。话音落下，北胡骑兵们如同潮水般往后撤去。在这草原之上，最快的行动方式便是骑马。秦锐士与虎豹骑虽然战力极其强悍，但骑乘的也不过是寻常马匹。面对北胡的突然撤兵，他们虽然已经将那些落在后面的骑兵斩杀，但面对这大后方的北胡兵，却无论如何也难以追上。秦泽看着他们撤兵，心中怒极。他明白，今日若是将他们放跑，那日后要想再找他们交战就非常艰难了。毕竟这些胡马都是游牧民族，这北库草原广袤无垠，总不能日后天天在这草原上追杀他们吧？那也太费事了。即便他们现在快速撤兵，那也要尽可能的多歼灭这些胡马才行。念及此处，秦泽大喝道：“全力追击！杀！”虎豹骑们一马当先，奔在前头，缠上了北胡后端的兵马。另一边，看着虎豹骑们如同狼群一般在后面紧追不舍，突必炎心中怒极。对面战力虽然强悍，但经过这一轮厮杀，也折损了不少人。现在他们还敢紧追不放，简直是欺人太甚。突必炎一扭头看向后方，见秦泽骑在马上追击，当即大骂道：“秦泽小儿，今日要你占些便宜，来日方长，我北胡还有无数兵马，日后必定让你偿还。待我再来虎龙关之时，必杀得你肝胆皆寒。”刚说到这里，突必炎脑海中猛然想起此前派兵去石峰城的事来。本来今日作战开始，便要在战场上说出派兵袭杀石峰城的事情来扰乱秦泽心神，但这一交战，自己这边就吃了大亏，此后也没机会说。想到这里，突必炎暴喝一声道：“秦泽小儿，只怕你还不知道吧？你的老巢石峰城，我们已经派去兵马袭杀了。有这追击的功夫，赶紧回去看看吧。要是晚了，你秦家可就一个不留了。”此言一出，秦泽眼神愈发冷冽。事实上，昨日夜间，他便在系统面板上发现自己的兵马数量减少了，而减少的兵马中，除了霍去病这边的人外，自然就是石峰城那边的人马了。但这些损失的士兵数量并不多，这让秦泽心中明白，石峰城必定是安然无恙。因此，此刻面对突必炎的话，秦泽冷冷一笑，这就是所谓的北胡勇士，只会逃跑，有胆子留下再战。秦泽大喝道。突必炎见秦泽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心中恼怒异常。难道说此人真的是无情无义至极，即便是自己的家人也不以为意，一心就要征战沙场吗？想到这里，突必炎不再多言，他只想快点带领手下脱离战场。但突然，
撤退的方向上突然传来数道吼叫声。北湖首领涂愚纯已被取下首级。这句话宛如晴天砸下了个霹雳，突壁岩眸子一缩，浑身不由一颤，他急忙抬眼看去，只见前方的草原上远远奔来数百骑兵，为首的是一名身着银盔、手提长枪的年轻小将，而他的左手中正高举着一个血肉模糊的首级，那首级下巴上全是乱糟糟的胡子，此刻正不断往下滴血。看到这个血肉模糊的脑袋，突壁岩心中大惊，难道说他们凭借着数百骑冲入15000多兵马的军营中，砍下了可汗的脑袋？这是如何办到的？从草原赶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率领数百虎豹骑在草原上游击的霍去病。他右手紧握梅花枪，左手高提着那颗血迹斑斑的脑袋，震声大喝：“你们的首领涂愚纯的脑袋已经被砍下了！”而在身旁的300多名虎豹骑此刻也跟着齐声大喝。听到这个消息的瞬间，正在撤退的胡马兵们立刻就乱了。本来他们就被杀得溃不成军，已经被杀了快一半的人，现在正慌不择路的撤退，希望能逃回大本营。但现在既然看到可汗涂愚纯的脑袋都被砍下来了，这岂不是说大本营的兵马已经被歼灭了？可汗死了！可汗死了！我们中计了！北湖兵们个个如丧鼻口，原本还算有序的撤退路线，现在完全乱了。突壁岩此刻脸白如纸，脑门上不住滑落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看着那颗脑袋，突壁岩心中沉痛至极。原以为秦泽手中只有数千兵马，他才会放心大胆地前来虎龙关，而在大本营中还有15000人，可以说绝对能保护好可汗。但现在他却被人砍下了脑袋，一瞬间，突壁岩脑海中产生了无数念头。自昨夜起，就不断有人在深夜侵扰军营，那时他一直以为这只是秦泽故意使出的花招，在虚张声势。但现在想来，那派出的2000骑兵一直没有回来，岂不是正说明了在这草原之上，其实早就埋伏了大队人马？他们趁着自己带出主力兵马前来虎龙关，而后偷袭了大本营，斩下了可汗的首级。涂愚纯彻底想通了，这场战斗从始至终都是一场计中计。现在前方虽说只有数百骑，但这定是幌子，前方必定有大队人马埋伏，后有追击，前有伏兵。突壁岩只觉大脑中传来一阵晕眩，一股强烈的挫败感从他心中涌出。终于，他喘着粗气，脸色逐渐涨红，脖颈间青筋暴起，怒火在胸腔不断积蓄，终于喷薄而出。他一扯缰绳，硬生生将马匹掉头，举着手中的长刀暴喝道：“反击！反击！替可汗报仇！杀了他们！我北湖勇士即便战死，那也要带你们一起下地狱！”悲愤交加的突壁岩已经彻底失去理智，带着北湖兵们回头朝着秦泽杀去。杀！战场之上喊杀声震天，一场新的厮杀再度在草原上蔓延开来。秦泽看着北湖兵们掉头杀来，不仅没有丝毫惧意，反而更加兴奋。他舔了舔嘴角，只觉体内流动的血都热了起来。就怕你要跑，你要是敢来战，那便战。这场战斗只会留下一方，胜者将得到全部。只要能将这批虎马全部歼灭，付出再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拿下这场胜利，秦泽知道自己接下来获得的积分增幅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他一声暴喝：“杀！不要放过他们！”暴喝声中，秦泽带领大军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向着北湖骑兵发起了最后的冲锋。先前的厮杀中，秦泽15000人的骑兵已经牺牲了数千人，现如今人数也不过1万出头，而此刻北湖的兵马尚有3万余人。而在北湖兵的另一端，看到北湖兵们掉头发起攻击，霍去病面色一冷，他将那颗人头随手一抛，带着那剩下的几百虎豹骑朝着侧面冲去。至此，两支军队已经彻底交汇在了一起，草屑纷飞，鲜血喷溅，一名接着一名士兵倒下，既有北湖兵，也有虎豹骑和秦瑞士，地面上已经满是尸体。战马从这些尸体上踏过，带着双方的士兵继续厮杀，地上的尸体有些已经被踏成了肉泥，只有那冰冷的盔甲能看出哪方死伤人数最多。突壁岩此刻彻底狂躁，体内的凶性被激发，从一开始自己这边便不断被压制，现在拼死一战，那定要杀出个扬眉吐气出来。他骑着战马，提着手中的长刀，一对虎目在战场上寻找着秦泽的身影。即便今日要死在这草原之上，他也定要斩下秦泽的人头。终于，他看见了在人群中厮杀的秦泽。突壁岩一声怒喝：“来人，随我斩杀镇北王！”话音落下，几十名虎马骑兵跟随而来，与突壁岩一同向着秦泽杀去。至此，战斗已经进行了1个半时辰。不论是虎马兵，亦或者秦泽的兵马，此刻的数量都已经锐减，而人的体力也随着这高强度的厮杀到了尾声。突壁岩已经不在乎自己手下还剩下多少人，他的目标现在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砍下秦泽的人头，为可汗报仇。突壁岩带着骑兵们不管不顾地朝着秦泽冲锋而去，距离他还有100米的距离。这100米的距离内充斥着大量正在厮杀的士兵，而秦泽此刻正与北湖兵们厮杀在一起，注意力全神贯注地集中在身边的敌人上。一旁的秦瑞士们正英勇地与他一同作战，无情地收割着一名名北湖士兵的生命。这个时候的战斗已经不靠技巧，而是纯粹拼体能，长戟即便折断，手脚即便被捅穿，哪怕是浑身浴血，遍体鳞伤，那也要斩杀对面的敌人。突壁岩眼看秦泽正与骑兵们厮杀，脸上露出阴狠之色，距离不过几米，他用力一脚踢在马腹上，快速朝前冲去。秦泽，拿命来！突壁岩一声暴喝，与几十名骑兵锐不可当地朝着秦泽杀去。正此时，鞋底里突然杀出一队骑兵，为首之人一声怒喝：“先过我这关再说！”话音刚落，一杆梅花枪向着突壁岩的胸口横扫而来。突壁岩看出这一枪来的凌厉，心中一紧，急忙横刃在胸。砰！一声脆响传来，
长刀发出一阵嗡鸣，突壁岩的虎口都快要被震裂开。还不待他有下一个动作，便见一匹黑马矫健的奔来。与此同时，一杆火红色的破阵戟突刺而来。突壁岩心中一惊，连忙一扯缰绳，马匹往右一拐，堪堪躲过了这一击。但下一瞬，一抹红缨从他眼前晃过，一杆梅花枪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刺来，一枪捅入他胯下马匹的脑袋中。噗！鲜血瞬间喷涌出，马匹发出一声凄楚的嘶鸣，重重倒在了地上。而马上的突壁岩只得顺势一滚，这才没被压住。待他慌张的一个鲤鱼打挺跳起，便看到2匹战马同时朝他冲来。他眸子一缩，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窜到了天灵盖。骑乘战马的不是别人，正是手持火风破阵戟的秦泽，以及横握梅花枪的霍去病。二人的脸色一般无二，充斥着杀气。一道破风声响起，枪出如龙，霍去病自上而下的猛刺一枪，直奔突壁岩胸口。突壁岩后背已经沁出了一身冷汗，急忙提起长刀拨开枪尖，虽然让枪口的位置有所偏移，但那锋利的枪尖却将突壁岩的右手划伤。疼痛之下，突壁岩一咬牙关，急忙往后一跳。但刚一跳开，只听一声冷哼传来，却是秦泽纵马而来。虽然经过1个多时辰的厮杀，秦泽已经感到了疲倦，但此刻面对突壁岩，他却血气上涌，浑身上下似乎是有着使不完的力气。秦泽双目如电，瞅准突壁岩跳去的位置，握紧破阵戟，猛地挥砍而去。看到这来势凶猛的一击，突壁岩心中一跳。虽然他自存武艺不俗，但他最擅长的却是马上作战，而此刻自己已经失去战马，加上同时面对2人，这已经让他乱了分寸。旋即，他刚一落地，只能勉强将长刃横在胸前。砰！下一瞬，破阵戟重重的挥砍在突壁岩胸口，一道金铁交击之声传来。与此同时，突壁岩身子猛地往后倒去，他口中更是闷哼一声，而后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血来。原来秦泽的破阵戟锋利无比，虽然突壁岩已经拿刀挡在胸前，但破阵戟的横刃却顺着盔甲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加上那势大力沉的劈砍力气，这一击便将突壁岩打成了重伤。虽然突壁岩的胸口此刻流出的血并不多，但秦泽知道自己那一击已经将他腹腔中的内脏扎破了。秦泽抬眼看向正勉强从地上爬起的突壁岩，眼神冷峻无比。一旁的霍去病已经提着长枪朝着突壁岩走了过去。突壁岩身体摇摇晃晃，他脸色已经是一片苍白，一手抚胸，口中喘着粗气，但旋即他竟然惨笑起来。秦泽，是我低估你了，不过你即便杀了我，那也无济于事。你不该杀可汗，你杀了他，将迎来猛烈的报复。哈哈！说到这里，突壁岩大口吐出鲜血，接着气喘吁吁道：今日一战，你也没剩下多少兵马了，待我北湖大军前来，你就等死吧。突壁岩奋力抬起头，眼神已经开始浑浊，遥望着远处的虎荣关，又接着道：莫说这虎荣关就是大钱，那也是。话未说完，一杆梅花枪已经搭在了他的脖颈之上，而后只听霍去病冷冷道：告诉你一件事，你的首领屠于纯可还没死呢。这几个字一说完，突壁岩猛地瞪大了眼，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霍去病。他伸手指着霍去病，颤声道：难道你是在使诈？你究竟……不待他话说完，霍去病冷哼一声，抬手便是一枪，直截了当地捅穿了突壁岩的脑袋，鲜血喷射而出。突壁岩在震惊中缓缓倒下。主公，北湖军营的情况，等会我再向您传达，先解决这些残兵吧。霍去病扭头看向秦泽道：解决掉这些人。话音落下，秦泽和霍去病驾马而去，向着那些剩下的胡马兵杀去。突壁岩的死去，无疑让胡马兵们失去了最后的依靠。面对战力无比强大的虎豹骑和秦锐士们，他们再难以抵挡。接下来的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战斗已经呈现了一面倒的趋势，胡马兵们被杀得人仰马翻，逃都来不及逃。事实上，战斗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胡马兵们的体力早就所剩无几，而秦泽的兵种却还有一战之力。黄昏之中，随着最后一名北湖兵的死去，这场战斗终于迎来了结束。太阳已经西斜，微风吹拂下，空气中充斥着强烈的血腥味，数万人的尸体躺在草原上，足足绵延了数里。秦泽喘着粗气，额头前的发丝已经被鲜血沾连，手中的破阵戟此刻拿起来也觉得颇为沉重，而战马早已经被北湖兵刺中多枪，倒在了地上。举目望去，无数尸体堆积在地上，尚且能站起来的人也只剩下了4000余人。在之前的剿灭匪寇战斗中，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战损，但这次面对胡马兵却折损了1万多人。秦泽心中明白，这些胡马兵其实并不算弱，但终究这一次差不多全歼了胡马兵，只有几十名胡马残兵趁着乱战之时策马逃回了草原。正这时，霍去病驾马而来，看见秦泽这个模样，霍去病急忙从马上跃下，快步走到秦泽面前扶住了他。主公，你怎么样？没事吧？霍去病关心地问道。秦泽摆了摆手，没事，一些皮外伤，你怎么样？秦泽看到霍去病此刻已经是浑身浴血，须发凌乱，那俊俏的面容上此刻也显露着疲倦。他明白，自从前夜霍去病带领兵马到现在为止，他在背后一定做了很多事。霍去病笑着摇了摇头，我很好，只是吃了点生马肉，有点闹肚子。秦泽轻笑一声，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就好。北湖军营那边是什么情况？还有你带来的那颗人头又是怎么回事？此言一出，霍去病面色一紧，朝着秦泽抱拳道：主公，末将未能取下屠于纯首级，只能虚晃一招，让这些北湖兵乱了心绪。末将在北湖军营外监察，看到他们首领的相貌，这才砍下一名与之相貌相似的北湖兵人头。
而后毁去面容，当作屠于纯头颅带了过来。北湖军营中尚有不到2万人的北湖兵马。末将离去的这几天一直在。霍去病详细说了他这几天的行动。待听完后，秦泽微微颔首，投去了一个赞赏的目光。做得很好，若不是你带来这颗假人头，这些胡马兵恐怕就要逃回草原了。今天能大获全胜，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出差错。霍去病点了点头，开口道：北湖军营中尚且有大队兵马，经此一役，只怕他们若是谨慎起来，便要逃回草原了。哎，可惜未能全部歼灭。此言一出，秦泽眼神一冷，沉声道：放心，他们逃不掉，歼灭战必然要将他们全部歼灭。话音落下，秦泽看向了系统属性面板。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500人，5级兵种虎豹骑2000人，5将3星将领典韦，5星将领霍去病。看着这个面板，秦泽静静沉思。抛开昨夜石峰城战死的少量士兵后，石峰城还剩下8500名左右的秦瑞士，而自己这场战斗手下1万虎豹骑加上5000秦瑞士，战死了1万多人，余下兵马此刻加在一起还有3000人左右。目前胡马还有2万不到的兵马，他必须速战速决，将这些残余的兵马全部歼灭，才能获得系统的积分增幅奖励。2天的时间，秦泽看到积分已经快接近了70万。秦泽计算着能兑换出多少兵马，目光一转，看见战场上的无数具尸体以及遗留的战马，秦泽心中有了主意。兑换4000人口，4000盔甲、武器、头盔，全部赋予5星虎豹骑兵种。秦泽没有选择兑换战马，这场战斗死了7万余人，虽然也有很多马匹在战斗中受到波及被杀，但即便如此，剩下的战马还有很多，粗略看来都有成千上万匹。一匹战马需要100积分，不用兑换战马后，那一名装备齐全的虎豹骑总共只需要161积分便可兑换。也正因如此，秦泽才会选择兑换4000虎豹骑出来。叮，共计消耗积分，兑换4000虎豹骑。系统的声音响起，4000虎豹骑出现在了草原之上。看着这只虎豹骑，秦泽面色沉毅。经过这场战斗，他已经判断出了虎豹骑和胡马骑兵的战力对比。北湖6万兵马被杀，自己15000多兵马，目前折损了1万多人，战损比在6比1左右。若是普通的士兵，战损比还不会这么高。只是这些胡马在草原上确实有不俗的战力，但不论如何，他们也不是虎豹骑的对手。而现在又添4000虎豹骑，完全可以将北湖剩余的兵马。2年前，我父亲带兵前来北凉，将你们驱逐出虎荣关，连退300里。这不过2年时间，你胡马部落又开始侵扰边关，残害百姓。想来是北库草原疆域辽阔，这几年过好了富足日子吧，该还回来了。此言一出，屠于纯胸口剧烈起伏，一双虎目中全是怒火。他还记得2年前便是秦泽之父秦昊天率领赤焰军前来北凉，那一场大战，秦昊天杀了自己这边10几万人，时至今日依旧是北湖军中不愿提及的惨痛回忆。只是那一次秦昊天手中有10几万大军，而如今秦泽手中不过几千人马，又怎敢如此口出狂言？屠于纯怒喝道：秦泽，今日不同往日，你秦家不再是当年那个秦家，我胡马也不再是当年那个胡马。可惜秦昊天早已身死，不然就能看见我胡马部落破城入京的那一天。这辽阔草原上还有我无数胡马勇士，今日就从杀你开始吧。呜！话音落下，狼嚎一般的号角之声响起，响彻在了这静谧的星光之夜。而在另一边，烈焰般飘动的大道早已迎风挥舞，号角之声让人心神震慑，战马的嘶鸣已经响起。草屑纷飞中，秦泽带领着3000虎豹骑，如同狩猎的猛兽般亮出了尖锐的獠牙。杀！屠于纯面目狰狞，一声暴喝，带着虎马骑兵们冲出。而在其侧翼，深沉的夜色中，早已做好准备的2队虎豹骑动了。风在啸，马在叫，冰冷的武器刺入滚烫的肉身，秋夜微凉，喷溅出的鲜血冒出淡淡的白气，血雾之中，浓郁的血腥味直往秦泽鼻腔里面钻。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不适，反而加速了他的心跳，让他愈加的亢奋。距离之前那场厮杀也不过2个时辰，虽然身体并没有休息好，能感受到一丝倦意，但此刻体内快速攀升的肾上腺素让他的战意愈发高昂。秦泽明白，歼灭这剩下的胡马兵，他将得到巨额的积分增幅。不仅如此，这边关也将再现清朗，百姓们将不再受到胡马欺凌，而自己也能获取无比的声望。就让这场战斗奠定自己反攻的基石吧。秦泽面色赤红，躁动的情绪让他额头出了汗，本已干涸凝结的血液从发丝融化，一滴滴从他脸上滑落，但已经顾不上擦了。他的手需要拿着武器砍下眼前敌兵的头颅。杀！怒吼声中，秦泽双手持戟，如同银河落九天般猛地一个横扫，面前的2名胡马骑兵在惊愕中被砍下整齐的砍下头颅，鲜血喷薄而出，染红了战马，也染红了秦泽的破阵戟。片刻时间过去，相隔100米，屠于纯瞪大了双眼，环视着战场，一颗心已经沉入了谷底。他的脸色不再赤红，而是变得煞白一片，冷汗顺着他的脸颊滴滴落入脖颈，一丝凉意从后背攀升。屠于纯只以为秦泽手中只剩下几千残兵，因此才会选择赌上一把，率领大军来打反击战，意图歼灭秦泽，砍下他的人头，从而扬名天下。但面对着突然从侧翼杀入的2队骑兵，他明白自己做错了抉择。秦泽不只有这几千残兵，他竟然还有后手，还有埋伏。是手下的情报有误，还是秦泽从虎荣关紧急调来了这2支骑兵？在这个时刻似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点，这2支浑身黑盔、手持长戟的骑兵
如同暗夜里狩猎的狼群，正无情地斩杀着一名接一名的胡马兵。自己这15000人的北湖游骑兵，在他们面前竟然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纵横北库草原多年，涂愚纯自认为在这草原之上，自己的游骑兵战力强悍，任何军队在自己面前都绝不是对手，除非敌方有着数倍的兵力，才有可能击败自己。即便是2年前的那场战斗，秦昊天虽然带兵来北凉打赢了自己，但他手下的军队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今天自己那引以为傲的北湖游骑兵，却在兵力远少于自己的秦泽手中经历了惨败。涂愚纯扬起脸庞，目光跨过正在厮杀的士兵们，落到了100米外正在厮杀的秦泽身上。他的呼吸逐渐加重，握刀的手微微颤抖，而后猛地一个握紧。秦泽，来与我一战！涂愚纯声嘶力竭的一个暴喝，一扯缰绳，朝着秦泽冲杀过去。即便今日战败，他也定要斩下秦泽的人头，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涂愚纯有种强烈的预感，若是今日不将他拿下，日后他必定将率军杀向北库草原。这样的虎狼之师，假以时日壮大起来，北湖如何能敌？此子断不可留！这种预感是如此的强烈，甚至让久经沙场的涂愚纯此刻心中竟然萌生出恐惧之意。一声怒吼打断了他的思绪，何须我主攻动手？涂愚纯，你的人头我来收下！一名身骑骏马、手执梅花枪的俊秀男子怒目而视，他驾马跨过数具尸体，锐不可当的直冲而来。仅仅是几息间，那杆飘扬着红缨的长枪便刺到了涂愚纯面前。涂愚纯双腿夹紧马腹，那长刃只是一拨便弹开了枪尖，而后只听一声怒喝，涂愚纯反手便是一刀，朝着霍去病便是迎头斩去。霍去病眼神冷冽，侧着身子避过来是凶猛的一刀，刀太锋利，擦着他的发丝砍过，一缕发丝随之飘落。只是这一缕发丝还未落到地面之前，霍去病便反手刺出了好几枪，枪出如龙，冷冽的枪尖快得如同幻影一般，全部刺向了涂愚纯的面门。涂愚纯眸子一缩，一扯缰绳，急忙往后退去，这才堪堪避过这凌厉的几枪。他一咬牙关，提着长刀一个横扫，砍向了霍去病的胸口。霍去病急忙往后一仰，呲了，刀尖贴着他的胸口划过，那锋利的刀尖在盔甲上划出一道火花，若是再深半寸，便划入了盔甲，伤到霍去病的胸口。霍去病深吸一口气，急忙拉动缰绳，调转马头，朝着后方跑去。见霍去病要逃，涂愚纯一声怒喝，急忙往前追去。鼠辈，不是说要拿下我的人头吗？逃什么？怒吼声中，涂愚纯怒火中烧，双脚踢在马腹上，马匹受到重击，一声嘶鸣，跑得更快了。眼看就要追上，涂愚纯握紧长刃，便要挥刀劈去。电光火石之间，霍去病身形骤停，而后身子一扭，反手一杆长枪刺出。银白色的枪尖刺出的瞬间，一道破风声响起，星光下的枪头泛出冷冽的光泽，如同寒霜一般，瞬间出现在涂愚纯的眸中。他的瞳孔骤然收缩，在这一瞬间，他感觉呼吸都快要凝滞，鼻腔中甚至能闻到枪头上的血腥味，那是死亡的味道。下一瞬，噗，金属捅穿血肉的声音传来，霍去病目光冷冽，用力一拧，抽出长枪。呵呵呵，长刀从涂愚纯手中掉落，他圆瞪着眼，双手捂着被捅穿的喉咙，发出不成音调的声音，大股鲜血顺着他的指缝中流出。涂愚纯只感觉身体的温度在逐渐消失，眸光中的神采也开始暗淡，周围的景象已经开始模糊不清。他努力瞪着眼，却发现再难以看清分毫，耳中听到的声音似乎也只剩下了手下士兵的惨叫声。涂愚纯，北湖的消亡将从今日开始，我会攻下整座北库草原，歼灭所有北湖。一道冷淡的声音悠悠飘来，如同黄泉中的索命梵音。涂愚纯瞪大了眼，眼神中只剩下了惊惧，旋即瞳孔开始收缩。下一刻，他一头栽倒在地，紧跟着便被后面冲过来的虎豹骑践踏过去。数不清的马蹄从他身上踩过，尸体被踩得陷入草地，破碎的血肉混杂着泥土与荒草，揉作了一团。而这夜色中的惨烈厮杀也到了结束的时候，夜风悠悠，卷起荒草，也吹散了血腥气味。星光不知何时多了起来，漫天繁星中，草原上已经陷入了一片沉寂，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片刻前，最后的胡马军队15000人被全部歼灭。至此，北湖8万兵马，5000人在石峰城被点为斩杀，剩余的75000人全部命丧草原之上。秦泽躺在草地上，抹了抹脸上的鲜血，疲倦地看着夜空。一旁的霍去病同样如此，他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现在的秦泽再不想动弹一下，他只想好好睡上一觉。但系统的声音却冷不丁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叮！检测到宿主击杀一股势力，积分增幅至11秒。系统声音落下的瞬间，秦泽眸子一缩，呼吸都加重了。这几日的厮杀让他在卸下防备后，浑身上下疲惫不堪，简直连抬起手指的力量都没有了。但系统的这个奖励让秦泽心中火热，脸上再也忍不住露出疲倦的笑容。积分一跃来到了1秒10积分，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从今天起，自己一天能收获积分，代表着自己一天就能创建3000余名全副武装的虎豹骑。一天多一点的时间，自己就有100多万积分，可以解锁2星商城，开始兑换更精良的军备。军备的提升，士兵们的战力会得到显著的加强，还可以兑换更多的武将，帮自己上阵杀敌，统帅兵马，不至于像现在这般，身边只有2名将领以供调遣。当然，秦泽心中明白，每秒10积分只是一个起点，这北库草原上还有很多胡马兵在虎视眈眈，意图侵扰北凉。等自己解决这些胡马，自己的积分增幅还将继续提升。不仅如此，
那自己的声望将获得空前的高度。民心所向，兵马无敌，军备提升了，兵马够多，将领足够，那时便可以率军杀向京师，让金风鸾付出代价。想到这里，秦泽眼中涌现无限期待，眸光闪动间，一股积压已久的情绪从心底爆发。金风鸾，你剥夺我秦家的一切，数次对我施下阴谋诡计，意图让我秦家死在北凉。等着我吧，等我从北凉杀入京师的那天，我一定让你。秦泽咬紧牙关，双拳紧握，双目赤红一片，身体都因为剧烈的情绪波动而发生颤抖。他一扭头，看向夜幕下的北库草原，双眸中散发着如狼般的目光。荡平胡马，回北凉之时，必然已有无数兵马。夜色深沉，一队虎豹骑在带着秦泽的密令，策马奔腾在草原之上。他们所去的方向正是虎荣关。入关之后，这队虎豹骑分散开，朝着各地出发，如同水面泛起的涟漪一般。今夜的战斗势必传遍整座北凉，滔天巨浪已经掀起，一叶扁舟正逐渐换成战船，驶向更广阔的海洋。夜风呼啸，吹荡着草原上的荒草，整座北库草原都在这夜色下陷入了黎明前的宁静。次日，虎荣关城中，天色微凉，早早起床的百姓们已经走出了家门，开始辛勤的劳作。本就是贫瘠之地，粮食收益并不好，辛辛苦苦收获的粮食，既要上交军粮，又要遭受胡马掠夺。加之胡马还不定期进城掠夺人口，健壮男子充当奴隶放牧，而女子便当作痉挛以供发泄。数年下来，这城中的人口愈发少了，但再多的苦难也难以彻底泯灭他们的生命力。就如同扎根在城墙中的小草一般，只要洒下一点雨水，他们也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同样，一点点希望便能唤起这座死城中旺盛的生命力。今日的虎荣关城墙一如往日，只是和以往有些不同的是，此刻城墙下站着数量众多的士兵。不同于懒散消极的前守军，这些新来的士兵个个健身抖擞，面容沉毅。那黑色的盔甲，冷冽的长戟，整齐的队列，给人一种强烈的安全感。而在城墙边上已经堆积了数袋粮食，而城墙上赫然贴着一道告示。两名少年少女佝偻着身子，裹紧了身上的残破衣服，眼中露出好奇的目光，迈着小步朝着城墙走去。待走近之后，告示上一行显眼的字样映入少女的眼中：镇北王斩杀8万胡马兵。上面写的字还有很多，还写了每家每户可以来此领取一担粮食过冬。这些粮食一部分来自于北湖军营，这是他们先前从城中抢走的粮食，另有一部分则是来自于守军府邸。昨夜虎豹骑入城后，第一件事便是抄了当地守军吴毅的家，而结果也没有出乎秦泽的意料，吴毅家中粮仓中果然积攒着无数粮食。此刻少女看清了告示上的内容后，一下就捂住了嘴巴，那清亮的大眼睛变得一片水雾朦胧，眼帘逐渐通红，瘦弱的身躯不受控制的开始发抖。一旁的弟弟并不识字，他挠了挠头，正要问姐姐，一旁的士兵却已经挑着担子走了过来。小兄弟，家在哪？我给你把粮食送过去。他笑着说道。少女眼泪夺眶而出，她哽咽着道：大人，将军他把胡马赶走了吗？士兵蹲下身子，一边抹去他眼角的泪水，一边轻声道：还没有，将军他还在草原上，不过我们已经歼灭了很多胡马了，一时半会他们不敢过来的。将军说胡马抢走了你们的粮食，要还给你们，现在是晚秋了，没了粮食，你们不好过冬。话一说完，少女的泪水从消瘦的脸颊滑落，洒落在单薄的衣衫上。清晨的空气是冷的，但这会划过皮肤的眼泪却是灼热的，流下的热的泪逐渐暖的心。一旁少年已经听明白了，他深深吸了几口气，双手激动地握成了拳头，黑瘦的小脸涨得通红。将军他把胡马赶走了，赶走了！他兴奋地大叫着，一扭身朝着城中跑去。只是跑得太快，不慎摔了一跤，但他就跟没事一样，爬起之后继续迈着大步朝着城中跑去。他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兴奋的大喊声逐渐带了一丝哭腔，最后更是变得嚎啕大哭。只是那说出的话却格外清晰：将军，将军他把胡马赶走了，赶走了！清晨的宁静被少年的喊声打破，萧瑟颓败的边关小城也在这持续不断的叫喊声中、哭泣声中被彻底唤醒。为了抵御胡马而被封上的大门窗户被百姓们砸开，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从残破不堪的家门中冲出，涌到了城墙边。欢呼声、啜泣声、叫好声、助威声，各种声音杂糅在一起，虽然杂乱，但却是这座城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少女泪眼婆娑，她扬着瘦弱的小脸看着士兵问道：大人，将军还要赶跑胡马，这些粮食给了我，你们吃什么呢？喧闹声顿时安静了下来，所有百姓都并明白，若不是镇北王来到这里，他们一定会慢慢死在这些胡马兵手上，亦或者生生饿死。士兵摸了摸他的头，而后面向众人震声道：将军说胡马的粮食就是他的粮食，没吃的他就从胡马那里拿。此言一出，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叫好声。欢呼声中有人问道：大人，将军何时归来？听到这话，士兵扭头看了一眼城墙外的广袤天空，而后震声道：将军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胡马终不还，剿灭胡马之日便是他归来之时。将军还说他要打下整座北库草原，送给每一个百姓，让你们人人都有饭吃，人人都不被欺辱。话音落下，在短暂的沉默后，啜泣声逐渐响起，随后便是哭泣，哭泣中却又在爆发出山崩地裂般的喝彩声。众多声音中，一道充满同志的声音格外响亮，尽管他的声音已经有些沙哑：大人，我愿参军，我愿随将军出征胡马，要让他们永远不敢来夺我家的粮食，杀我的家人。说话的是那少年，
他眼含热泪，举着纤细瘦弱的手臂，大声地叫着：“我也参军，我也参军，我，还有我！”开始是一个人，随后是一片人。对胡马的痛恨，对王者的思念，对生存的渴望，在希望的火苗落下之时，便在百姓们中间燃起了炽热的烈焰。士兵感受着这些百姓们的热烈，他深深吸了口气，而后震声道：“将军说了，上阵杀敌是我们的使命，将士就该征战沙场，保卫百姓平安。待你们家有余粮，身强体壮之时，再上战场。在那之前，先活下去，活下去才能保护好你们的土地。”少女的泪水随着这几句话的落下，洒满了衣裳，她哭着抱住了士兵，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秋风卷起荒草，吹起沙尘，吹散血腥味，也吹散阴霾。镇北王斩杀8万胡马骑兵的消息，也如同这无处不在的秋风一般，传入虎荣关，传入石峰城，传入北凉各地。800里加急的信使也快马加鞭向京师赶去。虎荣关告捷，镇北王歼灭8万胡马兵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凉各地。各座城池之中，百姓们闻言无不振奋，纷纷感叹镇北王雷厉风行，作战勇猛。毕竟胡马侵扰边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各处边关却全无应对之策，不说对这些胡马毫无办法，更有甚者，一些边关守军还与胡马同流合污，放任他们不管。而此次一举歼灭8万胡马兵的消息，若要追溯，那只有2年前虎威大将军带领的赤焰军曾有此壮举。如今虎威大将军已然逝去，秦泽作为其子，尚能以如此手段歼灭胡马，实乃虎父无犬子，颇有其父风范。只是这欢喜之中，却也有人忧愁无比。北苑城统军府邸，报大人，边关急报！一名士兵慌张地跑进统军府中，赵元正端坐椅中品茶，见他如此慌张，眉头不由一挑，沉声道：“何事如此慌张？这般毛毛躁躁的？”那士兵一路奔来，此刻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断断续续道：“大人，边关急报，镇北王他斩杀了来犯的所有胡马骑兵。而据北川那边前去的胡马兵们，再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而那城墙之上依然有守城士兵在把守，只怕这些胡马兵也都死在了据北川了。”话音落下，赵元眸子一缩，情不自禁倒吸一口凉皮。那端着茶杯的手骤然僵硬，茶杯从手中滑落，跌得粉碎。什么？他一脸惊骇，猛地站起身，朝着手下冲去，而后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怒吼道：“不可能！边关的胡马兵有数万人，他如何能杀得了？”那手下涨红着脸，艰难地呼吸着：“大人，千真万确啊！镇北王斩杀了所有胡马兵，还带回了胡马兵抢走的百姓粮食，边关的百姓们都已经去领粮食了。”话语落下，赵元脸色瞬间煞白一片，额头落下黄豆大的汗珠，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窜到了天灵盖。这怎能杀得了那么多的胡马兵？这究竟是他妈的怎么回事？这他妈的怎能杀得了那么多的胡马兵啊？赵元状若疯癫，双眼爬满了血丝，放声嘶吼着。这个结果他怎么也不能相信，也不敢相信。秦泽剿灭匪寇之时不过数千兵马，那是他亲眼所见。即便是受到朝廷之令赶赴边关击退胡马，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也无法训练出更多的兵马来才对。反观胡马，上次自己去草原之时，那一眼看去都有数万兵马，而且这些胡马兵赵元可太了解不过了。在这草原之上，这些北胡游骑兵战力极其强悍，即便是自己带领士兵前去，那也没有把握能击退他们，更何况秦泽呢？并且这才几天的时间，从他出兵到传来捷报也不过3天时间吧，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歼灭8万胡马兵，这是人？难道他的士兵不会感到疲劳，还是说手握几十万兵马？那更不可能了。即便是把虎荣关的百姓都给算上，那也没有这么多人啊。此外，前去石峰城的北胡兵竟然也被斩杀了。细细想来，他们若是攻入了石峰城，必然早就传来了消息才对。秦泽不仅出征胡马时手中有兵，在石峰城中看样子还留下不少人。赵元越想越惊，虽然边关胡马兵被杀于北凉来说是极大的好事，但此刻对他来说却是最可怖的事。毕竟是自己前去胡马部落合谋设计派兵去据北川的，现在秦泽不仅没死，反而一举斩杀了如此之多的胡马。若是此事东窗事发，那岂不是说自己要……赵元身体僵硬，呼吸逐渐加重，身子颓然地坐倒在了椅子上。据北川，驾！几名虎豹骑面容沉着，驾马来。守关士兵见他们前来，连忙打开城门，放他们入关。报！虎荣关急报！在守关士兵的带领下，虎豹骑们来到军营之中。典韦这几日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虎荣关传来消息，此刻见虎荣关终于来人，脸上露出欣喜表情。如何？那边战况如何？主公可还安好？典韦一连串问出多个问题。回禀典将军，虎荣关大捷，已斩8万胡马兵，主上平安无事，决意继续征战北库草原，歼灭所有胡马。这是主上亲笔密信。虎豹骑掏出一封信件，交予典韦。哈哈，好，可惜我没出征，手头都痒了。出征胡马，主公应该带上我啊！典韦大笑着接过信件，待打开信件看完内容后，他嘴角逐渐翘起，眼中露出笑意。好。典韦一连说出3个好字，这才将信件收入怀中，而后一声令下，传令下去，做好防御工事，往外延伸50里，沿路设立岗哨。虎荣关外，草原之上，秦泽看向系统属性面板，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
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锐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5000人。昨天最后的战斗让手下的士兵又损失了1000多人。原本是不会造成这么多的战损，但北湖士兵在这最后的战斗中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誓死一战，这才造成了这个结果。但不论如何，这个战损已经是极少了。目前在虎荣关，自己手中还有5000虎豹骑、500秦锐士，而石峰城那边则是清一色的秦锐士，共计8500人。而每秒10积分后，1天不到的时间已经积攒了80多万积分。秦泽拖着下巴静静沉思，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他并没有掉以轻心。正是与胡马开战之前，石峰城便遭到了胡马的袭击，这显然不合常理。胡马兵必定是通过其他关口前去的石峰城，如此说来，必然是有人与胡马勾结，他们这才能顺利的赶赴石峰城。而敢这么做的人，秦泽用小指头想也知道是谁。想到这里，他眼神悠悠，回身看向了远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京师吏部尚书府邸，张力正端坐台案之前翻阅书籍，正此时家丁来报：大人，镇北王从北凉差来信使，正在门口等候。张力眉头一挑，心中思忖，此时秦泽应该已经在虎荣关应对胡马，这个时候差信使前来，难道说是边关告急不成？莫非是让我向陛下求取兵马支援虎荣关？想来是了。胡马在虎荣关作乱已久，兵强马壮，秦泽虽剿灭上万匪寇，但面对这些骁勇善战的胡马，必然应对艰难。他自知陛下不给他兵马，因此才会找上我，让我前去陛下面前求取兵马。说不定此刻那胡马都有可能已经杀入虎荣关了，不然以他对秦泽的了解，颇有傲骨的他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差人求兵。想到这，张力心中叹息一声，他何尝不知女帝不喜秦家，只是边关若是真的告急，于国于民那都极为不利。张力心中一沉，无论如何，这边关胡马一定要击退才行，这求兵一事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办到。快，请他进来。张力开口道：是，大人。家丁当即退下。不多时，一名士兵面容庄重，大步而来。见他进来，张力目光在他身上细细打量。这一眼下来，张力不由心中暗暗点头。来人虽一身甲胄，但依然能看出其身躯之健壮，此外步伐沉稳，虽有锋芒，却内敛于心，一眼看去便知不俗。这就是秦泽训练出的兵马吗？倒与以前的赤焰军有些相像。知道边关之事紧迫，张力直接问道：虎荣关现状如何？秦将军上能坚守否？回禀大人，虎荣关安然无恙，胡马已被歼灭了一部分，暂时不会再来骚扰边关。这是将军差我送来的信件，让我务必亲自交于大人之手。士兵面色淡然，一字一句回道。说话间，那士兵从怀中掏出一封信件，躬身递向了张力。而张力此刻却是有些愣神，脑海中还在回味着刚才听到的话。虎荣关安然无恙，胡马已被歼灭了一部分。难道说秦泽不仅抵御住了胡马兵，还带兵出关，在草原杀退了胡马兵？这可能吗？可能性微乎其微啊。胡马本就是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来去自如，哪那么好杀？难道说是他施了什么计策，诱使部分胡马兵入了虎荣关，而后围困将其歼灭？虚实之中，这才让胡马升起戒心，这才退兵的。想来是了，又杀1-2千胡马兵，敲山震虎，北湖从而退去。张力心中已经猜测了个大概，毕竟秦泽从小跟随昊天学习兵法，也是有勇有谋之人。想到这里，张力脸上的金色带了一丝喜容。他接过信件后，随口道：秦将军歼灭了多少胡马兵？那些胡马退了多少连？士兵沉声道：据不完全统计，应该是8万左右的胡马兵。啊？什么？话音落下，张力猛地瞪大了眼，失声叫道。士兵接着道：暂时就歼灭了这么多，北湖草原上还有不少虎视眈眈的胡马。大人，您看过信中内容后便能明白，属下还需回城禀告将军，这就告退了。张力一把将他拉住，一脸震惊道：等一下，歼灭了8万胡马兵，可不得谎报军情。士兵面色不改，点头称是。张力双眼瞪得溜圆，浑身一震，目光在士兵身上来回扫视。歼灭部分胡马兵，这个部分指的是8万，那全部是多少？难道说秦泽要全歼北库草原所有胡马不成？张力心中疑窦重生，自己先前的猜测已经是最合理的猜测了，现在却说秦泽歼灭了8万胡马兵，有这个可能吗？有这个可能吗？这合理吗？这不合理啊！就算是8万匪寇，那也不是说轻轻松松一时半会就能歼灭的呀。这才多久？距离陛下限定的5天时间还不到吧？击退变成歼灭战，还是8万？等会，你别走，待我看完信。张力手忙脚乱地打开信封，眼睛瞪得溜圆。看着信上的内容，他眸子猛地一缩，嘴巴不受控制地张开，而拿信的手更是都抖动了起来。他的呼吸开始粗重，心跳也骤然加快，头皮开始酥麻，而那一开始震惊无比的脸色逐渐变得通红，嘴角更是完全裂开。待看完整封信件，他深吸一口气，大喝一声道：好，有气魄，有胆识，虎父无犬子，对付胡马就该这样，明日我便上朝谏言。干得好啊！张力眼中金光四射，满面欢喜。待看到信件的后半段，张力脸色慢慢变得凝重，随后他将信件折叠揣入怀中，沉声道：告诉秦泽一声，北湖兵入据北川之事，我会谏言的，让他放心在外领兵吧。是，大人。士兵转身离去。镇国将军府后花园中，黄龙正与其子黄天虎闲聊，
而谈论的自然便是边关胡马之事。黄天虎生的膀阔腰圆，一张胖脸白白净净，只是长期沉迷酒色，那眼窝深陷的双眼却让其看着有些呆滞。此刻他看着父亲道：“爹，您的意思是等秦泽死后，让我前去北凉镇压胡马？”黄龙点头笑道：“不错，正是如此。”黄天虎眉头一挑，摇摇头道：“又无油水可榨，还要和那群胡马作战，能捞得什么好处呢？我不太想去。爹，你手下那么多将领，还是换他们去吧。”看着儿子被揽的模样，黄龙沉声道：“你懂什么？秦泽不能做的事，你却做到了，这难道不能获得声名？胡马又如何？去了也不一定要打，顶多谈一谈，差不多就行。你在那驻守1个月，让他们退去百里，得了陛下的封赏，你再回来便是。到时候换个人去哪，这便罢了。此后的事，可就再与你无关了。”黄天虎挠挠头，接着眼前一亮，笑嘻嘻道：“哦，镀金啊，爹，还是你会来事啊？如此一来，那我回来之后，陛下会不会封我做个异姓王啊？到时候爹你可就是老王爷了。”黄天虎瞪着圆溜溜的绿豆眼，已然笑嘻了。黄龙翻了个白眼，一时语塞。他知道这个二儿子平日就这般，总会异想天开，因此也就只是摇了摇头。黄天虎接着道：“爹，那我何时前去？”黄龙抚须，略一思忖后道：“想来也就这几日吧，说不定北凉已经传来镇北王死于胡马之手，虎荣关告急的消息了。”话音落下，父子二人相视一眼，哈哈大笑。正这时，一名家丁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大人，北凉传来消息。”黄龙一摊手，看着儿子笑道：“看，说来就来了，我说的没错吧？”黄天虎笑着点头，朝着家丁喝道：“慌什么？慢慢说。”那家丁深吸几口气，这才接着道：“回禀大人，虎荣关大捷，镇北王歼灭8万胡马，京师已经传遍了。”黄龙的笑容骤然凝固，摊开的手慢慢落下，而黄天虎也是神色一僵。下一刻，他一把扯住家丁衣领，吼道：“你说什么？有没有弄错？歼灭8万胡马？秦泽！”家丁体如筛糠，急忙道：“千真万确啊，大人。”黄天虎神色一滞，一扭头看向脸色僵硬的父亲：“爹，这如何解释啊？”黄龙眸子紧缩，脸色变得铁青，眼中一片阴狠，咬牙道：“怎么会呢？他怎么就能歼灭8万胡马兵呢？那可是胡马，而不是匪寇啊！5天的时间击退胡马百里，已然是难如登天的事，他却直接把胡马给歼灭了。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是天降大军帮他杀了8万胡马兵？”黄龙牙关紧咬，脸上的横肉都开始微微颤抖。自己都已经差遣赵元去和胡马联合，设计坑杀秦泽了，竟然还没办法让他死在北凉，还反让他歼灭了8万胡马，这如何让他相信？一旁的黄天虎皱着眉头，挠了挠头，接着猛地瞪大了眼，一拍手道：“我明白了，爹，肯定是胡马太弱了。我猜这胡马想必是虚有其名，都是老弱病残，这才让他杀了8万人。哎，如此说来，当初若是我去，岂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立下这个功劳？可惜了，这个肥差当初就应该交于我呀！”看着这蠢儿子煞有其事的分析，黄龙当即破口大骂：“弱个屁！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胡马的吗？要知道胡马他们可是……”刚说到这里，黄龙脸色一变，心中暗叫不妙。自己派赵元和胡马密谋，派兵去了据北川，现在胡马被杀，事情很有可能已经败露。若是让天下间百姓知道朝中有人与胡马勾结，传扬开来，那就糟了。想到这里，黄龙惊出一身冷汗，他急匆匆走出后花园，同时大喝一声道：“来人，送我入宫！”皇宫清闲殿内，金风鸾端坐龙椅之上，纤细玉手正捧着奏折，那张高冷明媚的俏脸，勾人的凤眸含着煞气，俏鼻微挺，薄唇轻抿，带着些许锋芒。台下，黄龙跪拜在地上，却是连头都不敢抬。良久，金风鸾看完奏折，往台上一抛，啪嗒，奏折落入桌案上，发出的响动让黄龙心中一紧，身子不由一颤。金风鸾看着已经快要贴在地上的黄龙，眼若寒霜。这道奏折中所述的，正是秦泽歼灭8万胡马的消息。看完奏折，金风鸾深吸一口气，平复激烈的情绪。他轻不可闻的叹息一声，纤细玉手抚上了白净的额头，一双柳眉已经紧皱起。若说是先前秦泽剿灭匪寇，那也不过让他有所诧异，但现在他剿灭了8万胡马兵，却不得不让他深思。当初封地北凉于秦泽，难道说当真是放虎归山？可他离京之时，明明只有那800亲兵护送，这入北凉加在一起的时间还没有1个月，却接连办下2件大事。而现在他所立下的大功已经传遍了整个北凉，不应该说已经传遍了整个大前。金风鸾已经能感觉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开始失控，他揉了揉眉心，眼神愈发的冷冽起来，而那手指已经紧紧掐住了掌心。对于大前来说，骚扰边关的胡马被歼灭，那是一件好事，百姓们可安居乐业，也能彰显国威，杀一杀胡马的锐气。只是这扬威之人却是虎威大将军之子，赤焰军的少帅，当今的镇北王，这不由让他想起多年前的往事。那时大前尚且孱弱，秦昊天年少之时便已征战沙场，声名显赫。那时的他也不过28年华，便已在深宫中听人谈起这年轻小将的事迹。一番比较下来，如今的秦泽也不过18，恰如当年的秦昊天。不，现在的秦泽，甚至其成就已在其父之上。若是让他就这样继续在北凉立下功劳，那今后……金风鸾静静沉思着，跪倒在地的黄龙脸贴着地面，已经跪了小半个时辰，
此刻听到龙椅上依旧没有动静传来，心中愈发的慌乱，忐忑不安中，他悄悄抬眼看向龙椅，但这一眼却恰好对上女帝投来的冰冷目光。这一眼下来，黄龙汗如雨下，体如筛糠，连忙将头垂下，低头瞬间，一道冰冷的声音落下：“你让赵元去和胡马商议，想灭掉秦家，可这做错了什么？”此言一出，黄龙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冷汗直流。略一思索后，他急忙道：“回禀陛下，罪臣愚钝，错在低估了秦泽的兵马人数。”话音刚落，一道嗤笑声传来：“你说的不错。”黄龙听见这话，心中一松，但下一刻便是一声冷喝传来：“你确实愚蠢至极！你竟敢勾结胡马，意图谋害朝廷重臣，该当何罪？”黄龙心中猛地一跳，急忙道：“陛下恕罪，臣也是为了陛下考虑啊。臣以为陛下您是要……”话还没说完，便被金风鸾冷冷打断：“朕怎么了？”空气在此刻都仿佛凝滞一般，黄龙心中拔凉，一股寒气从后背窜出，他仿佛已经看见大殿两侧涌出刀斧手，要砍下他的人头。臣罪该万死，妄传圣意，还请陛下恕罪。黄龙脸色煞白，头磕得响亮。行了，黄将军，倒不必如此。金风鸾双眼微眯，冷声道。黄龙这才停下磕头，身子颤抖地跪伏在地上。随后，金风鸾嘴角一抿，面无表情道：“黄将军，秦泽先剿匪寇，继而歼灭8万胡马兵，一时之间风头无两，朝野上下无不震动，普天下之下，百姓无不颂扬。你觉得秦泽下一步要做什么？”此言一出，黄龙倒吸一口凉气，心中已然涌现万般想法。他不敢回答，也不敢再胡乱猜测，但有一点他格外明白，那就是若让秦泽在北凉继续发展下去，他不相信秦泽会不做出那个大逆不道的决定。毕竟他的父亲与那几10万的赤焰军。说！金风鸾冷喝一声。黄龙心中发苦，但很快他心一横，一咬牙道：“回禀陛下，微臣以为他会造反。”金风鸾眉头一挑，嘴角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随后他开口道：“何以见得？”黄龙心一沉，接着道：“能歼灭8万胡马，必定手握重兵，兵马来源不明，便是有谋反之意。”金风鸾嘴角微抿，从龙椅上起身，慢慢走了下来。一旁的太监急忙上前托起了修长的龙袍，黄龙却是头都不敢抬。现在的他心中忐忑不安，自己前来告罪，原以为也是为女帝办事，他会网开一面，没想到他却完全没有宽恕的意思，这让他心中七上八下，一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正这时，那金黄的龙袍已经从他眼角余光中出现。黄将军，抬起头来。清冷的声音响起。黄龙心中一紧，颤颤巍巍的微微抬起脑袋，但一双眼却依旧看着地面，丝毫不敢看向身边的女帝。接着，女帝轻启阴唇，低声说了几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番话说完，黄龙脸色变幻不定，但那紧皱的眉头却已经舒展开。语毕，黄龙沉声回道：“是，陛下。”微臣明白了。黄龙起身，正要退去殿外，只听一道淡笑声：“黄将军，你可知你犯下如此大错，我却饶你的原因？”黄龙心中一跳，躬身道：“陛下宅心仁厚。”金风鸾走向龙椅，沉声道：“其一是要你将功补过，其二，这朝中众多臣子，还有比你黄将军更忠良的吗？”黄龙心中一凛，震声道：“陛下圣明，微臣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誓死报效陛下。”翌日，京师金銮殿内，满朝文武分侍左右，大殿内一片肃静。金风鸾头戴冠冕，端坐于龙椅之上，精致面容上无悲无喜。金风鸾环视一圈群臣，沉声道：“据我下旨命镇北王前去虎龙关平定胡马之乱，不过数日，他便已经歼灭8万胡马，以解胡马之乱。前不久，朕加封他为荡寇将军，部下赏赐，如今又立大功，众爱卿，你们看该当如何奖赏啊？”话音落下，黄龙躬身而出，开口道：“陛下，想当初微臣便认为镇北王为人颇有谋略，这才引荐他前去虎龙关平定胡马之乱。现如今镇北王果然不负众望，真乃大功一件。”说到这里，黄龙眼中闪动着寒芒，他接着道：“微臣以为应当宣他入京，陛下亲自嘉赏，方显皇恩浩荡。”金风鸾点头：“爱卿言之有理。”此言一出，张力眉头一挑，心道果然如此。想到秦泽送来的那份密信，张力此刻心情复杂，但没有丝毫犹豫，他便躬身道：“陛下，微臣有事启奏，事关北凉，也关乎镇北王。”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张力。金风鸾双眼微眯，眼中露出一丝疑惑之色，说吧。张力面色一正，一字一句道：“镇北王差信于我，信中说他已入北库草原，誓言歼灭所有胡马，胡马不破，他绝不回北凉，因此他才差信于我，望陛下见谅，他无法回京复命。”此言一出，莫说是朝中群臣，即便是女帝也不由眸子一缩，倒吸一口凉气，一直以来波澜不惊的面容上第一次出现异色。秦泽要全歼所有胡马，这几句落下之时，众臣无不震惊，黄龙更是大张着嘴，一脸难以置信之色。昨日女帝告诉他那番话后，他便按照安排在今日的朝堂之上谏言让秦泽回京，如此方能一击制胜，绝不会再让他活着离开京师。而现在秦泽既然说要将北库草原上的胡马全部歼灭，拿这个当借口不回京师，如此看来，岂不是说他在歼灭那8万胡马之时便已经想好了退路？黄龙心惊不已，而朝中众臣此刻已然是议论纷纷。秦将军歼灭8万胡马已经是立下大功，
北湖一时半会绝对不敢再骚扰边关，此举可以说是必然震慑住了胡马，但他竟然要主动出击，前去北库草原歼灭胡马，这实在是。龙椅上，金风鸾胸口剧烈起伏，一股怒火在胸口燃烧，他的双眸此刻却如同冰霜般冷冽，虽面无表情，但已经银牙紧咬。秦泽说自己已经去了北库草原，要歼灭所有胡马，这可能吗？实在是太过于拙劣的借口了。整座北库草原上可不止那8万胡马，若是能歼灭胡马，自己早已经派人前去了。他秦泽拿歼灭胡马当借口，不肯回京师，这一招实在是想得好啊！看来他早已经有所预料，这才会差信过来。金风鸾一双锋眸此刻尖锐的如同刀子一般，他冷声道：“是吗？”他好大的气魄，要打下整座北库草原。听到这话，黄龙立刻会意，紧跟着道：“陛下，微臣以为镇北王此番举止实在是好高骛远。这北库草原胡马众多，他如何能将其全部歼灭？即便是立下大功，那也不能如此恣意妄为。若是不幸折在胡马手中，那岂不是让我大前威风尽失？微臣以为应当立刻调镇北王入京复命才是。北湖之患绝非一时便可解决，日后可慢慢除之。如今他携兵入北库草原，未得到陛下受命，莫不是拥兵自重，有谋？”话未说完，张力脸色涨红，想到密信中的内容，再结合现在黄龙这般言论，张力的怒火喷薄而出。他大声道：“陛下，臣有3问。”这突然提高的音量，立刻让朝中众臣的目光都吸引了过去。金风鸾柳眉一颦，他知道张力作为吏部尚书，为人刚正不阿，忠心耿耿。虽然有时说的话与自己相悖，但这吏部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乃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能臣，也是先帝留下的重臣。此刻见他面色激动，心中叹息一声，开口道：“说吧。”张力这次不同以往，他昂首阔步走出，环视众人，而后目光落在黄龙身上，接着震声道：“数年来，胡马无数次骚扰边关，抢掠百姓，北凉本就贫瘠，又遭胡马洗劫，百姓苦不堪言，历年来人口越来越少。镇北王带兵杀入北库草原，是要歼灭所有胡马，此乃众叛所归，民心所向。我这一问，便是问诸位，久居庙堂之高，可还知百姓疾苦？”虽是问所有人，但张力的目光却牢牢锁定在黄龙身上。面对这满含怒火的目光，黄龙脸色一变，额头已经沁出了冷汗，如坐针毡。但不待他有所反应，便听张力接着道：“镇北王收到圣旨的次日，没有丝毫的耽搁，便一路急行赶赴虎荣关，而后便以雷霆手段歼灭胡马兵。但诸位可知？”说到这里，张力放缓了声调，而后大喝一声道：“安置在据北川的镇北王府，在秦将军离开的次日夜间，便遭到胡马兵的袭击。若不是据北川乃一天险之地，加上尚有少量兵马护卫，镇北王一家老小，那日夜间便要命丧胡马之手。而那石峰城的百姓们，必然要遭受胡马屠杀。镇北王呕心沥血，带领将士们保家卫国，却有奸人勾结胡马，意图谋害。我这第2问，便是问究竟是何人在背后暗使阴谋，勾结胡马，是要引狼入室不成？”这一番话说出来，人皆肃然。众大臣只知秦泽在边关歼灭北湖8万兵马，但于其中详情尚且不知。如今听到张力这番话，心中顿时了然。而张力的目光一直是看着黄龙的，明显是意有所指，因此此刻所有人都看向了黄龙。黄龙此刻已然是汗如雨下，一张脸一会红一会白。他怒向张力喝道：“张尚书，你看我干什么？难道你说的这个人是我？无凭无故，你可不要含血喷人！”而此刻龙椅上的金风鸾面若寒霜，手指已经将龙袍紧紧掐作了一团。尽管心中恼怒，但此刻他却没办法开口。张力之言虽振聋发聩，但却是字字诛心。另一边，面对黄龙的斥责，张力并不搭理，他的脸色凝重无比。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缓缓取下头顶的官帽。这最后一问必须要摘下这顶乌纱帽，方能问出口。张力已经下定决心。张力的这般举止让身边众臣皆惊，黄龙更是诧异不已。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张力这是要辞官不成？天官，你这是有大臣震惊道。但张力对这些话却是充耳不闻，他面色沉重地走到大殿正中，面向女帝，而后躬身跪下：“陛下，请恕微臣无礼，最后一问便是要问陛下。”看着跪倒在地一脸庄重的张力，金风鸾面沉如水，那白净的面容上此刻没有丝毫表情，只是那眼神却满是寒芒。他只吐出了一个字：“问。”张力放下官帽，一字一句道：“虎威大将军一生征战沙场，最后一役仍旧是在驱逐扶桑，保家卫国。今日秦将军800亲兵入北凉，先剿匪寇，后击胡马，如今远赴北库草原，欲断胡马野心，永绝我大前边关之患。秦家满门忠良，一生行事只为家国，保护百姓。”说到这里，张力眼角通红，声音沙哑了起来，但紧接着他振臂高呼道：“陛下，臣问镇北王不回京师，赶赴北库草原杀敌，其心天地可见，何过之有？”话音落下，金风鸾柳眉紧颦，眼中已经是一片杀气。如今秦泽手握兵马，已能歼灭8万胡马，虽然对于整座大前的兵马来说尚且算不得什么，但眼看他声名鹊起，假以时日，必成祸患。秦泽现在说要去北库草原剿灭所有胡马，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他真当自己能在北库草原上歼灭所有胡马，实在是可笑至极。是他早有预料自己会召他回京，因此才会拿出这个借口当作托辞。金风鸾心中明白，
秦泽这是怕了，原想借黄龙之口召秦泽回京，若他抗旨不回，那便可顺水推舟，安上罪名。可张力此番言论，金风鸾心中叹息一声。这位尚书执掌吏部多年，素来刚正不阿，大前各州县中多位官吏皆出自他门下。张力这番话如一根刺一般，尽管让金风鸾如鲠在喉，但却无法出言反驳。毕竟秦泽现在所做的事都是为了大前，为了百姓。金风鸾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心中略一思量，而后沉声道：“尚书之言有理，镇北王自然是无过。只是北库草原胡马何其之多，镇北王执意前去清剿，只怕是难如登天。”说到这里，他微微侧目看向了黄龙，接着道：“黄将军，你行军打仗多年，此前也曾与胡马交手过，你觉得镇北王此番入北库草原可有胜算？”黄龙心中一紧，连忙道：“回禀陛下，微臣还是那句话，8万胡马被歼灭，已属不易。进军北库草原是要全歼胡马，那完全不可能。镇北王虽有大功，但此番举止实在太过于莽撞。且不说疏于北湖之手会给朝廷声望造成多大影响，便是北凉，那今后也是岌岌可危啊。”此言一出，金风鸾嘴角微抿。哦，此话从何说起？一旁的张力此刻已然是脸色铁青，怒目瞪视着黄龙。黄龙却只当没看见，接着道：“大前与胡马接壤之地在北凉，这2年虽与胡马有些小摩擦，但终究无甚大事发生。现镇北王带兵入北库草原，是要歼灭所有胡马，此举必然会让胡马发起反击。若是镇北王兵败，那胡马士气旺盛，说不定会因此率军攻入北凉。如此一来，岂不是又起祸乱？大前刚过几年太平日子，一旦发生战乱，又要劳民伤财，这岂是好事？因此，微臣以为给予胡马一点教训已经足够。镇北王却不敢不顾，未经过陛下受命，便要去北库草原歼灭胡马，莫非是想以战养战？我看镇北王其心。”说到这里，张力再也听不下去，他手指黄龙，怒声斥责道：“黄龙，亏你为镇国大将军，今日却说出如此颠倒黑白之话，简直是非不分。我大前如今的太平盛世，不正是靠着一场接一场的硬仗打下来的？胡马这2年来屡次侵我边关，其祸乱之心，路人皆知。你却说给予一点小教训就够了。你说够，那是因为你身居庙堂，家在京师，府中有娇妻美婢，吃的是山珍海味，行的是车马接送。你去问问边关百姓，这够吗？”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话，让黄龙脸色黑得跟炭一样。他急忙辩驳道：“张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镇北王身在北凉，就可以不听朝廷旨意？我看你……”张力胸口剧烈起伏，怒声道：“春雨入高，农妇喜其润泽，行人恶其泥泞，秋月如镜，佳人喜玩赏，盗贼恨其光辉。”到这句话，黄龙一愣，却是一时之间还没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而张力则一扭头面向金风鸾，震声道：“陛下，人生7尺躯，谨防3寸舌，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我张力拼着这顶乌纱帽不要，也全力支持镇北王杀入北库草原，永绝我大前边关之患。大前历来孱弱，周边各国虎视眈眈，奋30余烈，无数将士征战沙场。今日在陛下手中，方才4海升平，8方皆安。可如今胡马侵扰边关，将士们打了胜仗，士气正旺，却有不辨是非之人在恶意揣测镇北王之意，弃边关百姓于不顾。想那北湖兵入据北川一事，必有内贼在勾结胡马。陛下，您要明察呀！”这番话，黄龙却是听明白了，他的脸色煞白一片，冷汗直流。他急忙道：“张力，朝堂之上修的含沙射影，凭空诬陷，你口口声声都是为了北凉，为了大前，一直为镇北王开脱，你莫不是受了他什么好处不成？”听到这话，张力气得双眼通红，怒声斥道：“住嘴！黄龙，你这饶舌之徒！镇北王在外拼死作战，你却在朝堂之上口出妄言，难不成还要给镇北王安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不成？说，是不是你在勾结胡马，意图坑害我大前国土？”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朝中重臣纷纷侧目，七嘴八舌的就劝诫了起来。其中部分大臣与黄龙交好，自然出言斥责张力，而向着张力的人自然也不在少数。张力声泪俱下，振臂高呼：“我幼子张健5年前投入行伍，远赴北凉迎战胡马，传来家书，书中阐明胡马厉害，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男子为奴，妇孺为娼。如此之辈，不迎头予以痛击，如何能服百姓之心？难道要让他们以为我大前软弱无能不成？这是我张健战死之前传来的书信，诸位且看。”张力揣手入怀，掏出一封信件，摊开后将其亮于众人眼中。但见那黄褐色的信纸上竟无一句字迹，但上面却满是密密麻麻的血指印，指印有大有小，可看出摁下指印的甚至还有年幼之人。张力此刻已然是泪如雨下，悲怆道：“这封书信寄托着百姓的哀思，战死沙场的将士英灵，无数人的血泪都在此信中。诸位可听得见百姓们的苦难之音，可看得见那些将士们以命换命之姿。镇北王舍命带兵前去北库草原歼灭胡马，试问这天下间谁不答应？”张力猛然起身，一手举起书信，一手指向黄龙鼻梁：“你不答应？”黄龙脸色一白，身子一片僵硬，微微侧过了头。一扭身，张力右手指户部尚书王庸：“还是你？”王庸额头落下豆大的汗珠，心中苦闷，这怎么说着说着说到我身上来了？这真是……他急忙低下了头，往后退了一步。正这时，数位大臣面容凝重，徐徐走出，而后面向女帝道：“陛下，
臣等以为尚书之言有理。金风鸾面沉如水，一双凤眸眨也不眨地看着台下的大臣们，随即他轻叹一声：“张尚书，戴上你的帽子吧。你与黄将军都是我大前重臣，对待此事，你们有所分歧也属正常。毕竟在这朝堂之上，终究不是一言堂。也罢，秦则不必回京，就让他去北库草原歼灭胡马，扬我大前国威吧。陛下英明。”众大臣纷纷回应，而黄龙此刻的脸色已经一片煞白，他又没有完成女帝交代的事，现在该如何是好？正当他心中忐忑之时，只听一旁的张力道：“陛下，微臣还有要事启奏。”金风鸾深吸一口气，双手已经握成了拳头，但面色不改。他努力平复心绪，缓缓吐出一个字：“说。”陛下，镇北王来信中说，先前剿匪之时，便发现匪寇与那北苑城统军赵元有所牵连，只是后来随着匪寇的覆灭，并无实证。但这次胡马兵入境北凉，踏入据北川，那赵元却毫不作为，放任胡马兵入关，北胡数千人马堂而皇之入境。若说此事与他无关，那绝无可能。说到这里，张力侧头，如刀般尖锐的目光落在了黄龙身上，接着道：“赵元当初乃黄将军手下部将，也是黄将军谏言分派北苑城，不知黄将军可知他早已勾结胡马？”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黄龙身上。黄龙心中本就担心此事东窗事发，昨日特地早早前去皇宫向女帝请罪，如今却被张力在朝堂之上提起，顿时脸色一变，急忙跪地：“陛下明察。且不说赵元究竟有没有与胡马勾结，即便是有勾结，那与我也毫无干系啊。他去北凉也有数年，我与他早已没有往来，谈何知晓他有没有勾结胡马？”说到这，黄龙脸色铁青，看着张力咬牙道：“张尚书，你我二人只是政见不同罢了，却如何能说出这等空口无凭的话来，陷我于不仁不义中？”话虽落下，但朝中众臣看向黄龙的目光已经带了一丝异样。即便是关系不错的户部尚书王庸，此刻也是小心挪步，低头看地，生怕黄龙看向自己。毕竟不论在何时，与作乱的外族勾结，意图谋害朝中大臣，都是一项重罪。正这时，只听一道饱含怒气的声音传来：“既是镇北王亲笔所述，看来也做不得假。统军赵元勾结胡马，罪无可赦，按律当满门抄斩。”金风鸾这话一说出来，黄龙心中一紧，后背已经沁出一身冷汗。他正欲开口，却看到金风鸾那冰冷的目光向他看来，这锋利如刀的眼神，已经是在警告他别再乱说话。黄龙喉间动了动，但终究还是没说出一个字。此刻他的脸色已然是一片颓败。而你，黄龙，如你所言，虽你与赵元已无往来，但他曾是你旧部，且是你引荐入北凉，直任统军，他与胡马勾结，你亦有责任。即日起，免去你镇国大将军之位，官降一级，为二品镇军大将军，减去3年俸禄。听到这里，黄龙脸色惨白，但心中却不由松了口气。女帝这一番话高高拿起，却是轻轻落下。虽说自己官降一级，但总比革职查办要好。但不论怎么说，这次不仅没有灭掉秦泽，反而害得自己官降一级，还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黄龙心中哀叹一声，躬身道：“多谢陛下宽宏大量，罪臣愿听从陛下一切吩咐，愿誓死报效陛下，保卫大前江山。”女帝双眼微眯，面色不改，接着道：“有罪必罚，有功，朕自然也要赏赐。镇北王既然不能回京，那就等日后歼灭胡马之时，再一同予以封赏。只是北库草原胡马众多，朕担心他独木难支，恐难以招架。这样吧，黄将军，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黄天虎在京已有多日，给你盘龙军中抽调5万兵马，带兵前去北凉，协助镇北王一同剿灭胡马。即日前去，不得耽搁。”此言一出，黄龙心中一紧，心中莫名惶恐。陛下怎会让自己二儿子带兵前去支援秦泽呢？就算是真的要派兵增援，区5万兵马又怎能够？这不是在送死吗？正当他惴惴不安之时，只听金风鸾接着道：“对了，秦泽已经先行去了北库草原，等黄天虎到达虎龙关，恐怕他已经深入草原了。也罢，黄天虎入北库草原后，让他自行领兵即可。”听到这话，黄龙瞳孔一缩，立刻就明白了女帝的意思。这5万兵马绝不是拿来迎战胡马的。陛下说让天虎独自领兵，也就是说不用接受秦泽调令。如此一来，这5万兵马与其说是增援，倒不如说是督军。若是往更深一步说，甚至是为了灭掉秦泽。他不来京师，那就在北库草原上灭掉他，事后完全可以推给胡马，可以做得天衣无缝。想到这里，黄龙面色一沉，躬声道：“是陛下，谨遵陛下旨意。”女帝微微颔首，嘴角微抿，而后看向张力道：“张尚书，朕这番布置可有差错？”张力身子一躬，沉声道：“圣上旨意，微臣怎敢妄言？陛下明察秋毫，愿意派兵前去北凉支援镇北王，对于边关百姓来说，自然是感恩戴德。”金风鸾微微颔首，接着道：“好，既如此，那就这么办吧。张尚书，今后谏言可不要再脱去官帽了。朕知你忠君爱国之心，你和黄将军都是朝廷栋梁，切不可心生芥蒂。”张力脸色一红，沉声道：“是，陛下。”黄天虎抵达北库草原后，前线战况需每日差信来京，明白了吗？金风鸾看向黄龙：“是，陛下。微臣定会转达。”金风鸾轻抚额头，揉了揉眉心：“好了，听你们在这炒作一团，朕也乏了，退朝吧。”退朝之后，黄龙脸色铁青地看着张力走出，心中愤恨不已，冷冷哼了一声。
正欲回府，便见一名小太监走上前来，说是陛下传唤。他心中一紧，跟着小太监进了御书房。随后他便见到了脸如寒霜的金风鸾，而金风鸾只抛下一句话，便让他离去了。带着这句话，黄龙面色凝重地回了府。府中，黄龙脸色沉重地端坐椅中，一旁站着一位身躯挺拔的将士，正是其义子黄元朗。不多时，黄天虎急匆匆地跑了进来。爹，听说你被降职了。黄天虎瞪着眼道。此言一出，黄龙脸色一沉，摆了摆手，别说了，陛下命你统领5万兵马，前去虎荣关，即刻前去。兵马未给你备好，都是我精挑细选的人，你战场经验不多，我让元朗和你一同前去。去了战场，你得听他的，明白了吗？话音落下，黄天虎抬眼看向了一旁的黄元朗。黄元朗身高8尺，身躯壮硕，一张国字脸上毫无表情，那双眼中露出一股倨傲之意。他本不姓黄，乃是黄龙多年前收下的义子，这才让他跟着姓了黄。不同于娇生惯养、官职全凭镀金来的黄天虎，黄元朗年纪轻轻便已征战沙场，在军中威名显赫。黄龙知道自己这个二儿子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这才会让他听命黄元朗。而此刻，黄天虎听到父亲的话，眉头一挑，叉着腰道：爹，陛下让我带兵，你却让我听他的，这是何意啊？难不成爹你是不相信我的本事？看着儿子不服气的模样，黄龙抚额，还有谁比自己更了解这个儿子呢？明面上看，天虎的战绩辉煌无比，从军以来未尝败绩，但这些战绩功劳那都是自己一早就安排好的，只是给他镀金罢了。依靠这些战功，他被封为常胜将军，但这个名号也让儿子愈发志得意满，自以为是不出世的军事天才。可殊不知，想到这里，黄龙心中叹息一声，只能说有舍有得吧。别的不谈，至少黄家从上到下都是声名显赫。他站起身，拍了拍黄天虎的肩膀道：你是我儿子，爹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只是这次前去北库草原，事关重大，你听我细细道来。随即，黄龙将此番前去北凉的真实意图说于了儿子，而一旁的黄元朗也是自己人，他早已经跟他说过了。一席话说完，黄天虎连连点头，开口道：我明白了，爹，对付秦泽是吧？不过那又怎样？我为什么要听他的呀？难道爹你觉得我连一个秦泽都对付不了？黄天虎手指着双手环胸的黄元朗。黄龙翻了个白眼，语重心长道：儿啊，秦泽他出入北凉只有800轻兵，而后先剿1万多匪寇，现又斩杀了8万虎马兵，你想想看，这说明什么？黄天虎抱手在胸，下巴微抬，不屑道：他们弱呗。一旁的黄元朗听到这话，微微侧目，心中冷哼了一声。黄龙摸了摸鼻子，沉声道：那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秦泽统军有方，善于谋略呢？他年纪轻轻就征战沙场，跟秦昊天学了不少兵法，那可不是好对付的。一听这话，黄天虎双手一摊，身子微微后仰，一双绿豆眼瞪得溜圆，像只骄傲的公鸡。他拔高了音量说：我也是啊，我也善于谋略，我也统军有方啊。不仅如此，自打我上了战场，我还没打过败阵，他们都叫我常胜将军呢。听到这话，一旁的黄元朗别过脸去。黄龙深吸一口气，脸色一正，再度按住儿子肩膀道：天虎，我知道你从未尝过败绩，但这次不同，这次是要前去北库草原。如今8万虎马被秦泽所杀，北胡已经和我们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咱们得趁着秦泽与北胡交战之时乘虚而入，一举将他斩杀，而后嫁祸于虎马。也正因此，这趁虚而入的时机非常重要，若是安排不当，极有可能会与秦泽一样面临虎马的追击。元朗比你早几年参军，虽然战绩没有你的辉煌，但他胜在作战经验丰富，所谓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这次由他领兵作战更为合适，明白了吗？黄天虎细细回味着父亲的话，而后恍然大悟，点头道：明白了，爹。见说服儿子，黄龙轻舒了口气，他就怕这傻儿子在战场上胡乱带兵，到最后死在虎马手里，那就得不偿失了。可谁知下一秒，黄天虎就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开口道：爹，陛下委任我带兵前去，这不就是说明了我就是那块长尺子吗？不然陛下为何不委任他，而是委任我去呢？陛下是有眼光的啊。黄天虎脸上充满了得意。黄元朗抱着手臂，低着头看着脚尖。黄龙揉了揉眉心，心中重重叹了口气，怪自己让他过得太顺了，已经完全迷失在常胜将军这个名号上了。这一刻，黄龙心中产生了一丝懊悔，但很快他就沉声道：陛下派你去，一来确实是你名头响亮，二来是因为你是我儿子，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毕竟我刚被陛下降职，明白了吗？这一次他不等着儿子说明白了，就紧跟着说道：总而言之，这一次带兵你必须要全程听元朗的，等你们办好了事，回到北凉，到时候不只是你，还有元朗，今后都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我黄家必然会得到重用。所以说这一次你一定要听元朗的，下一次有什么需要你去带兵作战的，为父绝不会再让你只挂个虚名，一定全权交由你指挥，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见父亲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黄天虎微叹了口气，低着头向支烟拜的公鸡，小声道：好，爹我明白了，我听你的。黄龙纠正道：不是听我的，是听元朗的。元朗，过来。黄元朗当即放下手臂，龙行虎步而来。义父放心好了，这件事尽管包在我身上，秦泽即便再会带兵作战，也无法同时抵御来自两方的攻击。黄元朗拍着胸脯保证。黄龙欣慰的点头，你是老将了，秦泽再会带兵打仗，那也是年轻小子，战场上局势瞬息万变，他绝对没有你的洞察力强。这次给你的5万兵马，都
都是我从盘龙军中精挑细选的精锐，作战勇猛至极。有他们在，加上你的作战经验，一定能顺利解决秦泽。说到这，黄龙双手环胸，嘴角含笑，接着道：事成之后，若我所猜不错，陛下定会给秦泽来个风光大葬，以祭奠他英勇作战，死在了北湖手中，给百姓们纪念一下。不过那又如何呢？尸首都找不到，恐怕只能立一个衣冠冢。话音落下，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而后不约而同齐声笑了起来。一时之间，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气氛。笑声中，黄元朗道：义父，时候不早了，兵马既然已经准备好，那我和天虎这就领兵前去吧。早一日到达北库草原，也好早一点摸清秦泽究竟有多少兵马，待情报足够，便可说到这。黄元朗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龙点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掌握他兵马虚实之后，便可布下陷阱，等他越境，一击制胜。一旁的黄天虎连连点头，拍着手道：好，爹你说的好啊，仗确实是这么打的。像我那次在西关口，便是用了兵法中的那招。不待他话说完，黄龙就开口道：行了，天虎，时候不早了，你和元朗早早出发吧。是，义父。黄元朗当即转身离去，一旁的黄天虎也紧跟着往外走。但刚走到门口，他却猛地停下脚步，而后一个扭身看向了父亲。他的面容不同以往，此刻是空前的凝重。见他神色有异，黄龙眉头一挑，开口道：怎么了？天虎。黄天虎下巴抬起，一双绿豆小眼眯成了一条缝，他沉声道：爹，我有一种预感。黄龙眼皮一跳，什么预感？待我回京之日，便是我黄家在攀顶峰之时。黄天虎右手竖着个大拇指，指着自己说道，他的脸色一片郑重。黄龙松了口气，连连点头：对，你说的对，你们回来之后，陛下为平民愤，必然会派出大军前去迎战胡马，到时候80%应该是我黄家接下这件差事。黄天虎点头，而后笑道：等着我吧，爹，且看我将北库草原搅个天翻地覆。爹，我先走一步。不再多言，黄天虎面色一正，整了整衣领，龙行虎步而出。59堪舆图。北库草原，软兰围场，地名蓝天白云之下，无数骏马悠闲地在草地上嚼食着那泛黄的野草。这时马群中传来几声嘶鸣，群马中顿时传来一阵躁动，但很快这躁动便平息了下来。马叫声传入一名倚靠在木栏杆上的矮个男人耳中，他掏了掏耳朵，抬眼向马群看去。马匹数量极多，一眼看去几乎看不到边际，见他们都在悠闲吃草，并无异状，矮个男人这才收回了目光。他一扭头，朝着身边一个身穿皮袄的高大男人道：听说了吗？大前国的镇北王杀了我们8万北湖勇士，往年即便交战，那也不过死伤1000人，这一次竟然杀了咱们这么多人，他奶奶的，下手真狠啊！高大男子挠了挠头，开口说：木儿茶，你说错了吧？几年前大前国不是和咱们打了一次硬仗吗？那一次死了也有好几万了吧？那带兵的叫将军，叫秦昊天。矮个男人脸色沉了下来，我知道，这镇北王听说就是那秦昊天的儿子，叫秦泽。不过那场仗都什么时候的事了？我说的是这2年。高个男点了点头，那倒是，这次大前下手实在是太狠了，天杀的玩意儿。说到这，他双眼微眯，冷声道：大汉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现在已经在征调兵马，要为那些族人们报仇了。这些马匹日后也都要上战场，看着一个个养得肥肥壮壮的，可都是好马啊。说到这，二人抬起头来，看向了那放牧的无数马匹，眼中露出了笑意。而在极远处的一群马匹后面，数名虎豹骑借助马匹的遮挡，趴伏在地上绘制着堪舆图。兄弟们，这里监察的差不多了，该给将军送去了，动作放慢点，别又惊动马匹了。话音落下，几人小心翼翼地蹲起，而后一点点往后退去。几人目光各对向东南西北4个方向，一直在注意观察四周动向。片刻后，几人出现在一处低洼草坡中，骑上马匹，向着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奔去。朗朗晴空，白云悠悠，一处湖泊旁，给我老实点，若再乱动弹，看我不给你软蛋取出来。一名虎豹骑冷斥道。在他脚下是一名被捆缚双手，口中塞着布条的胡马人。那胡马人眼中全是怒火，但也仅限于此。他身子僵硬，一动都不敢动，毕竟比起被杀，似乎还是被杀了更可怕。这时湖泊南侧几名虎豹骑驾马而来，其中有2匹马上捆缚着2名胡马，同样他们嘴中都被塞了布条。哗啦一声，湖泊旁霍去病站起身，擦了擦脸上的水珠，拿着梅花枪走了过来。那东侧的虎豹骑此时恰好赶到，砰砰，那2名被绑缚手脚的胡马人被扔在了地上。回禀将军，探查到了前方80里地，这是堪舆图。一名虎豹骑躬身递上堪舆图，霍去病接过后细细看了一遍，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笑意。进展很好，再探几日便可抵达北库枢纽了。正这时，几声马嘶吸引了霍去病的注意，他扭头朝着西北方向看去，几名虎豹骑正快马加鞭赶来，正是从软兰围场回来的那队虎豹骑。虎荣关外，原北湖军营处，营帐外，秦泽背负双手，遥遥看向远方，眼眸闪动间，系统属性面板跃然眼前。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锐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5000人，3星将领点为5星将领霍去病。距离歼灭胡马之日到今天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积分已经累积了250多万，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若是选择兑换全副武装的虎豹骑，不兑换战马的话，足可以兑换16000余名虎豹骑。但秦泽并没有选择立刻就兑换，而原因也很简单，自然是考虑到粮草的原因。兑换军队不打仗，那每一天都需要消耗很多粮草，这实在不划算。只有在进行战斗之前，兑换出大军出来才是最为合适的时候。因此，在那日歼灭胡马后，次日秦泽命全军休整1日，调养生息。1日的休整之后，霍去病便主动请缨，带领数百名虎豹骑前去北库草原勘探。秦泽深以为然。接下来要做的是歼灭整座北库草原的胡马，这个挑战不可谓难度不大。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因此，在正式作战之前，除了要探清北库草原地形，掌握胡马兵力人数，更重要的自然是北胡的兵力布置。毕竟对于北胡来说，这里是他们的主场，他们占据地利优势，因此在开战之前，必须要获得此处的堪舆图，而派出少数多股兵马探查，自然更加隐蔽，难以被北胡察觉。此外，北胡乃游牧民族，士兵都擅长马上作战，机动力强，因此一旦开战，那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要顺利达成全歼北胡的目标，便要打他们的措手不及。最好的方式自然是统帅一股极强的战力，发动闪击战，不给他们任何反应和喘息的机会，一路横推过去，打得他们连逃都来不及，方能制胜。中午时分，霍去病送来的情报已经让秦泽了解到，北胡人并不像大前一般，已经形成了大一统的局势。他们各个部族分散，盘踞在各自的领地中，都有着相应的兵马。而那已经被歼灭的屠于纯，便是出自其中一个部族中。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有了这个情报，方才有了发动闪击战的先决条件。而另一个条件，自然是需要一支极其强悍的军队。虎豹骑已经很强，但这还不够，还可以让他们更强。让他们更强的方式，便是提升他们的军备，杀伤力更强的武器，防御力更好的盔甲。有了强悍兵种以及那碾压的装备，便能发动闪击。如此一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铁骑洪流，才能以雷霆之势横扫整座北库草原。而寻常的古代战争，大多依靠兵力优势进行歼灭，也正因此，往往一次战役需要统筹许久，粮草辎重、人员统筹等等，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物力。而秦泽拥有系统，又是穿越而来，因此在他看来，组建现代化的强军才能最大化的取得胜利。一支战力强悍的精锐部队，既方便指挥，又节约粮草供给，还可以让敌人轻视，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毕竟在这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国家，都是以兵多作为筹码，见到对手兵马数量少，便会轻视。正想到这里，几名虎豹骑驾马来。回禀将军，进出虎荣关的要道上，以及我们身后的草原，一路上都已经安好了岗哨。此外，北苑城也已经在监察之中。秦泽微微颔首，眼神已然变得冷冽起来。希望用不着我动手自语一句。秦泽转身回了营帐。转眼之间，时间已经过去了8天。草原之上，风平浪静，似乎无事发生。但在这平静之下，洪流已经袭来。营帐中，秦泽负手而立，面色冷冽至极。一旁的霍去病沉声道：“主公，据这几日探查来的消息，屠于纯的部族已经开始召集兵马，打算前来虎荣关与您对战。只是我从拷问的胡马人口中得知，他们忌惮主公你全歼了8万胡马兵，担心你手上有大量兵马，因此他们的首领屠天阙正在和另外的部族协商，打算联合动兵。现如今尚不知有没有谈拢，但不论如何，恐怕数日内他们定有兵马前来。这几日接连有胡马兵往这边探查，我看这便是他们要动兵的迹象。”秦泽点了点头。不错，先前歼灭8万胡马兵，确实让他们忌惮了，不然也不会给我们留下这几日的时间来。另外，没想到金风鸾也派兵过来了啊！秦泽冷笑一声。前日，秦泽便收到了来自北凉的哨兵通报，说是朝廷派出大军入了北凉，所走的路线，第一站便是那北苑城。秦泽心中明白，自己带兵来到北库草原绞杀胡马，金风鸾必定心神不安，既怕自己真的绞杀了胡马，又怕自己进了北库草原就脱离了他的掌控。他会派出大军前来，难不成还是帮自己打胡马？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用想，他也明白这支大军前来所为何事。只是如今，任何人敢入北库草原，都将成为这草原上的游魂野鬼。自己即将组建的大军，将要横扫一切。原因无他，只因积分已经积攒的非常多了，已经达到了900多万了。这便是底气。没有丝毫犹豫，秦泽直接向系统发出指令：解锁2星商城。叮！消耗积分，解锁2星商城。叮！2星商城解锁，军备回收功能解锁。军备回收，1星商城军备半价回收。看着跃然眼前的全新2星商城，秦泽眸光中闪动着兴奋之色。好啊，商城提升之后，那些旧装备也能回收了。上次的战役中，手下将士的装备确实也有损耗，如此一来，回收起来正好能回来一些积分。再看那些2星军备，秦泽眸子一缩，禁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各种武器琳琅满目，盔甲什么的也不一样了。此外，最值得关注的便是那马甲。当然，此马甲非比马甲，这是给战马用的盔甲，战马有了甲胄保护，方称的尚是真正意义上的铁骑。一个马甲需要30积分方能兑换。秦泽又将目光看向了武器栏，很快他的目光就锁定在了弓箭上，同样是30积分一张。其余的武器秦泽并不打算立刻更换，而这弓箭是必须要有的。上次与胡马作战，若是有更好的良弓，以虎豹骑的个人能力，那身体素质完全能射出更远的距离。秦泽深谙一个道理，真理只在射程之内。有了良弓，便能利用射程优势，
让他们在交战之时尚且来不及近身便被射死。这广袤草原上几乎没有什么遮挡物，弓箭乃是一大杀器。秦泽看向了积攒的积分，去掉刚刚消耗的100万积分，目前还剩下800多万的积分。而现在自己手中的兵马还剩下5500名，被派回北凉的那些岗哨、传递情报的士兵，都是秦泽之前用少量积分兑换的500普通士兵，这并不算在这5500人中。另外，在歼灭胡马后，从胡马那里缴获的剩余马匹，加上胡马军营这里放牧的马匹，足有7、8万匹战马。因此，这一次秦泽并不需要再利用积分兑换马匹，并且等到攻下北库草原，歼灭所有胡马后，这草原上的无数木马全部都将归于自己。可以想象，今后即便再创建几十万大军，都不需要再拿出积分兑换马匹。秦泽开始在商城中挑选军备，一番选择后，系统的声音接连响起：叮，消耗4万积分兑换4万人口；叮，消耗120万积分兑换4万盔甲；叮，消耗120万积分兑换4万头盔；叮，消耗60万积分兑换2万长枪；叮，消耗60万积分兑换2万长弓；叮，消耗76.5万积分兑换马甲；兑换4万虎豹骑模板，消耗400万积分；叮，积分剩余增长中。想到现在系统还有装备回收功能，秦泽没有犹豫，直接让系统将那5500名士兵的旧装备全部回收。如此一来，积分增长到了。随之，秦泽再购置了全套的5500套2星装备给予了他们，也给他们的战马换上了马甲。当然，这5500士兵用的武器都是2星武器长枪，而不是弓箭。随之，系统积分减少了66万积分，只剩下了60.5万积分。虽然这一次花去了大量积分，但看着眼前的军马，秦泽眼含笑意。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名铁骑兵以及名弓箭手。秦泽走到一名士兵身边，命他脱下盔甲和头盔后，他掂了掂那全新的盔甲，又敲了敲那头盔，随后一戟刺向盔甲。这一戟秦泽并没有使出全力，但也用了80%力道，盔甲上只有2道白痕，可见其防御性有多强。当然，这还不是秦泽最为惊喜的，最让他兴奋的是那盔甲并不是太重，盔甲不重，那马匹奔跑的速度就不会慢，机动性就够强。如此一来，这2.55万名铁骑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杀戮机器。虎豹骑本就战力超然，如今装备全面提升，那战力强了不是一星半点。加上战马也有了甲胄防护，简直就是钢铁洪流。秦泽这一次之所以没有选择兑换长戟，而改用长枪，就是看中了长枪冲刺的能力。战马有甲，虎豹骑们骑乘这些战马，整齐的列队向前冲刺。试问虎马能拿什么阻挡这股洪流？随后，秦泽命令一名虎豹骑张弓搭箭，远远射出了一箭。这一箭射出后，秦泽眸子一缩，眼中全是喜色，简直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了天。这一箭竟然达到了800多米的射程，虎马的骑射已经算不错的，一箭也顶多只有200-300米远，而自己这边却足足有800米，这让他们拿什么与之对射？简直是逃都来不及。虽然和穿越前的那些现代武器不能比，但这个射程放在这个时代，那已经是毁灭性的打击了。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钢铁洪流冲击之前，虎马还要经历800米开外射来的无数弓箭。2万名弓箭手若是同时射击，这一轮便可射出2万支箭来。800米的距离，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以射出几轮弓箭来。这草原之上又无阻挡，试问这些虎马拿什么顶住这数万箭雨？因为是弓箭手的缘故，所以秦泽自然没有给他们的战马披上甲胄。不过这自然也不需要。这支精锐军队虽然人数看上去不算多，但战力之强，秦泽相信绝对能应付数倍兵力的北胡大军。而另一个原因，自然是因为虎马的兵力，秦泽心中已经了然。霍去病率领虎豹骑这几日的探查颇有成效。就目前所知，北库草原上目前有3大部族统治，分别是北阳部族、大渊部族，此外便是屠于纯所在的屠渊部族。这3大部族统御着这整座北库草原，其中有以大渊部族实力最为强大，手下兵多将勇，而大渊与北阳部族则实力差不多。3族虽为一统，但大前之所以都统称他们为虎马，其原因便是这3大部族都是一丘之貉，屡屡侵犯北凉边关。事实上，北凉与北库草原接壤的并不止于一个虎荣关，另外还有庭化关、巨鹿关。这3大关口外便是这3大部族。屠原部族这次前来虎荣关骚扰百姓，在另外2座关口也正发生着同样的事。也正因为3大部族未能完成一统，因此他们在各个关口侵扰百姓，才没有形成气候。若是完成一统，这些虎马早就已经率兵正式入关，与大前开战了。也正因此，秦泽此番决定歼灭北库草原所有虎马，也正是为了在他们完成一统之前彻底将其击溃。不过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积分的增幅。根据探查，屠原部落即便是减去了8万虎马兵，尚有12万大军，兵力不可谓不强。而在庭化关的北阳部族手中尚有20万大军。至于最远的巨鹿关那里，大渊部族兵力更是在其之上，只是距离太远，还没有完全探清有多少兵马。但也正是因为距离最远，因此秦泽并不担心自己攻击另外2个部族时会遭到大渊部族的袭击。根据目前探查的情报来看，大渊部族暂时还没有动兵的迹象。秦泽心中明白，只要自己发动闪击，快速攻下这2个部族，积分将获得大幅提升。到了那时，即便大渊部族动兵，那也无妨。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积分，可以不断创造兵马，越打那是越多。念及此处，秦泽一声令下，带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草原出发。而这第一站便是那屠原部族领地的软蓝围场。所谓兵贵神速，这次出兵，秦泽只贯彻一个字：快。
一块刀斩乱麻之势，率领这股铁骑将他们击溃。北洋部族中军大帐中，身躯魁梧宛若黑熊的北洋部族首领北洋蟒端坐主位，那黝黑的脸上此刻挂着淡淡的笑意。而在台下则站着一名脸色难看的使臣。北洋蟒拿起酒碗痛饮了一大口，而后看着他冷笑道：你家大王让我派兵去和他联手打镇北王，这岂是一事？这2年你屠原部族领地那是越圈越大，去年还把我海都库的地都给圈走了，地少了，吃的就少了，我手下没得吃，那就没力气，那怎么打仗？现在你却让我带着一群饿肚子的兵马帮你们打镇北王，这说得过去吗？屠杀东。话音落下，那被唤作屠杀东的使臣心中恼怒，但却依旧挂着一副审笑面容。在没有损失8万兵马之前，屠原部族是稳压北洋部族一头的，但现在屠原部族兵马却已经少于了北洋部族，也正因此，这北洋蟒才做足了姿态，摆了老大的架子。北洋大王，若是你愿意派兵相助，这海都库便是送与你，又有何妨？毕竟咱们都同居草原，若是追及根本，那都是异族之人。此言一出，北洋蟒心中冷笑，现在知道说是异族之人这种话了。当初兵马雄厚，堂而皇之占我海都库之时，那盛气凌人的模样，我可还记得呢。念及此处，他摇头冷笑道：屠杀东，你这说的哪里话？那海都库本就是我北洋领地，谈何说送与我？岂有将自己的东西送给自己的说法？你莫不是出门时喝多了马奶酒，脑子不清醒？面对讥讽，屠杀东气的身子一颤，脸色变得铁青。他躬身抱拳道：北洋大王，此次请你带兵出战，并不是为了我屠原部族，而是为了整座草原。那大钱、镇北王，这都是异族，现在他们杀我8万胡马勇士，此仇焉能不报？此外，这段时间我们派去虎龙关探查的兵马，皆在半路被截杀，凭此便可判定那镇北王野心巨大，他居于北库草原不走，自然是要挟军向我们发起攻伐。虽说我屠原部族首当其冲，会被他最先攻伐，但北洋大王难道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若我屠原部族被灭，他下一个要绞杀的便是你北洋部族。砰！话音刚落，北洋蟒猛地一拍桌，黝黑的脸上此刻全是怒容。放肆！我北洋部族岂会败于他之手？真是可笑至极！哼，屠杀东，你们8万人死在他手上，那是你们大义轻敌，竟选择前去虎荣关与他们一战，中了他们的毒计。若是在这草原之上，他大钱谈何能歼灭8万人？再不济，逃还逃不脱吗？此言一出，屠杀东脸色煞白。屠于纯所带8万兵马全部被歼灭，无人生还，加上派去刺探的士兵皆被截杀，因此他们一直在猜测这8万人是如何被歼灭，而最后便是得出了一个共识：被诱入虎荣关，惨遭围歼致死。没有人会相信8万北户游骑兵会在草原上被正面歼灭，除非说是那虎威大将军复活，带着那几10万赤焰军亡灵重回北库草原才有可能。但秦昊天早已经死去，赤焰军也随之消散。这2年，大前女帝一直在收回兵权，巩固中央集权。大前的兵力已经在由盛转衰，边关的守军更是一群软脚虾，一击即溃。他镇北王谈何有强军来正面歼灭8万胡马兵？虽知北洋蟒所言不假，但屠杀东心中明白，如今镇北王盘踞虎荣关，探查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这种迹象绝不是好事。事实上，这让他愈发心中不安。若是以往，大前早已经派出使臣前来商谈退兵之事，而结果无非就是这边退去个几百里，赔偿他们一些木马上面的，签订个条约便可。但这一次却全无动静，似乎他们歼灭8万人只是在湖面投下了一个石子，既不要地，也不要钱粮，也不签订条约，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谈，那便代表着他们有更大的野心。镇北王极有可能图谋的是整座北库草原。想到这里，一阵秋风莫名从帐外吹进，刮在了屠杀东身上。他感到一股秋日凉意，不自觉打了个寒战。下一刻，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朝着北洋蟒跪倒在地，颤声道：北洋大王，请你派兵吧。镇北王秦泽乃秦昊天之子，其父数年前统领大军前来草原，杀我无数北胡勇士，如今他才入北凉，便来虎荣关一举杀我8万族人。此人不论是胆识魄力还是野心，都远在其父之上。现如今虎荣关方圆数百里，探查不到任何敌情，是他在做动兵准备。若是让他出兵，莫说我屠原部族，即便是整座北库草原，那也是岌岌可危啊。这般真心之言落下时，却只换得北洋蟒一声嗤笑，少惺惺坐态了屠杀东。他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我也不是被吓大的。2年前赤焰军死于海上之时，这大前便再无强兵良将了。金风鸾这蠢女人自以为收回兵权便可以高坐皇位，殊不知盛极必衰，大前鼎盛不过几年，便已经让他带的走下坡路了。我从庭化官那里得到消息，你口中的镇北王秦泽为女帝不喜，特意册封北凉当作他的封地，入北凉时也不过数百轻兵前来。想来此子善于领兵作战，又会收买人心，这才让他在短短时间内带出了一支兵马来。只要不出北库草原，断然不会有事。至于他盘踞草原，我看也不过是在恫吓而已。等他粮草吃完了，也便回去了。若我所猜不错，这几日想必就要回北凉。话音落下，屠杀东急忙道：北洋大王，三思啊！他的图谋绝不仅限于此，若是让他起兵，到时候就悔之晚矣。他要的是整座北库草原啊！北洋蟒一声冷哼，站起身来道：别在这妖言惑众了，回去吧。哀见北洋蟒毫不听劝，屠杀东心中拔凉，颤声道：北洋大王，如何你才愿意出兵？北洋蟒微微一笑：屠原部族入我北洋部族，奉我为共主，
此言一出，屠杀东眸子一缩，心中怒火燃烧。这个要求简直是欺人太甚，若是让大王得知，说不定还会找他打一仗。知道再无说动的可能，他咬牙道：“北洋大王，你不愿出兵，希望日后不会后悔这个决定。”不再多言，屠杀东铁青着脸往外走去，身后传来北洋蟒的冷笑声：“我北洋蟒还从没做过任何后悔的决定。还有，屠杀东，那海都库明日你们就要撤走归还，若不撤兵，休怪我不给你们面子。”屠杀东心中怒极，冷着脸离去。同一时刻，阮兰围场驻地大帐外，一名北湖将领正在训话：“都听好了，大王这几日便要率军前去虎荣关，这些战马被咱们养得壮硕无比，前几日已经送去了一些，现在剩下的这些须得给我看好了。等大王他们率军前来，便给他们换上这些养精蓄锐的马匹。咱们虽然是前哨战，但内侍也要随军出征，明白了吗？”“明白。”千余名胡马兵齐声回道。正这时，马群中突然传来嘶鸣之声，群马乱作一团。“怎么回事？去看看。”胡马将领皱眉道。话音刚落，只见那马群后的草坡后面传来阵阵马蹄之声。胡马将领眸子一缩，眼见一群被攻的骑兵驾马而来，“敌袭！敌袭！”胡马将领没有丝毫犹豫，震声高呼。但下一瞬，便只听到嗖嗖嗖的飞剑之声。胡马将领眸子紧缩，眼见那箭雨射来，脸色瞬间煞白一片。“快撤！撤！把马都带走！”但他显然低估了这些弓箭的射程，在这些北湖兵们手忙脚乱赶马的时候，无数的弓箭已经落下。与此同时，另一处距离虎荣关较近的北湖营地，霍去病带领另外一波骑兵已经杀入了营地中，而他们最先做的自然是先以弓箭清洗。一轮强攻射击之下，营地中的数千胡马兵死伤参半，对于随后冲锋而来的钢铁洪流全无抵挡之力。不过一炷香的功夫，两处前哨的胡马兵便被全部歼灭。当然，这并没有让秦泽掉以轻心，在堪舆图中，除了地形之外，霍去病还详细标明了图渊部族的兵力布置。解决了这两个营地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便是图渊部族本部军营的大军。但等他们征调兵力来战之时，需要面对的是便是那漫天飞剑以及那森森铁骑。歼灭这两处的胡马兵后，秦泽与霍去病并没有停留，而是继续带兵继续奔向草原。如此半个时辰后，两股兵马再度集合，浩浩荡荡的4万多铁骑朝着图原兵营杀去。而在另一边，屠杀东没有求到兵，带领着一群手下垂头丧气的往着兵营赶去。这一路，屠杀东心中是又悲又怒。悲的是这次没有为大王带去兵马，他太了解大王的性格了。他性如烈火，在听闻镇北王杀了8万族人，连儿子屠于纯也死于他手后，立时便要出兵前去为儿报仇雪恨。若不是他好言相劝给拦了下来，只怕早已经和秦泽一战了。作为一名谋士，屠杀东心中明白，这2年来北湖与大前虽有摩擦，但不论如何也从没发生过一次战斗，死去8万人的事件发生。镇北王能以雷霆手段直接杀8万人，必然是有所依仗。也正因此，他才会苦苦相劝，切不可盲目动兵，就算要杀秦泽，那也需召集足够的兵马方可出战。为此，他先是去了一趟大渊部族，可那大渊部族的大王茶元真去了巨鹿关，他甚至连茶元真的面都没见到，便被赶了回来。不得已之下，才去找上了素来不和的北洋部族。可惜先前与他们产生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这一次才没得到援助。想到这里，屠杀东怒从心头起。北洋忙鼠目寸光，对于即将到来的危机视而不见，却只顾着那弹丸之地海都库。若真如自己所预料的一般，镇北王手中要是真有大量兵马，此刻正在筹谋一场战事，那这场战事必然是惨烈至极，足以危及整个草原。屠杀东深谙一个道理，猛虎若是识人之后选择收起锋芒，那必然是谋而后动，待他再度露出獠牙之时，必然是凶猛异常。而现在他就有这种预感。一阵秋风拂面而来，已是晚秋，风中带了些许凉意。屠杀东骑在马上，身子微微一颤，他吸了吸鼻子，隐隐感觉有闻到淡淡的铁锈味。眉头一皱，屠杀东抬眼看向草原。今日乌云遮蔽，阳光暗淡，显得一片昏沉，加之这晚秋凉风，更是显得一片萧瑟凄冷。地面上的草皮泛黄，秋风吹过之时，其西身的荒草泛起阵阵涟漪，宛若投石入湖的水面一般，往着远处荡漾开来。北库草原土壤肥沃，因此这野草才能如此疯长。这种场景他是看惯了的，但不知为何，今日似乎有些不一样。他扭头看向几名随从，有闻到什么味道吗？手下不解，味道只有草的味道。我是说铁锈味，有没有闻到？铁锈味？这草原之上怎会有铁锈味？刚刚那阵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好像闻到了。屠杀东右眼皮一跳，沉思道：大人莫不是闻错了？若真说起来，能与铁锈味相似的只有鲜血味。上个月我杀那些大前人时，倒经常闻到这种味道。那些大前男人的血便是纯粹的铁锈味，而女子的血嘛，我倒觉得带了些脂粉的味道。不过现如今边关那些用脂粉的大前女人也几乎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又黑又瘦的，身上散发着一股腐朽气味。其中一名手下淡然道。屠杀东有些愣神，他喃喃自语，想来是我总惦记着战士，心神不宁，这才会如此吧。走吧，早点回军营。驾！几人策马扬鞭奔驰在广袤草原上，只是待他们翻过一处草坡，几人身形顿止，急忙扯住缰绳，让马匹停下。屠杀东深吸一口气，眼中露出一股惊骇之色。只见那土坡后面躺着2具尸体，准确来说，那是1具人尸和1具马尸。这是一名北湖兵。
他的脑袋和马头连在了一起。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诡异现象，是因为在人头和马头中存在着一支箭。许是因为他趴骑在马上的缘故，那箭从他的后脑射入，余威不减，连带着射入马匹后脑。如此，一人一马同时被射死。这是多大的力道？这箭不好！镇北王已经动兵了，快回去！屠沙东猛然醒悟，连忙带着手下往兵营奔去。但随着马匹越跑越快，沿路竟然出现多具尸体，他们都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射杀。屠沙东心中一片拔凉，眼皮直跳，后背已经沁出一身冷汗。现在他脑中只有一个念头：镇北王已经杀到了何处？屠援不足，大帐内报，大王不好了！大前的军队正快速朝我们这边赶来。一名北湖兵脸色慌张，跑进帐篷。话音落下，蹲坐于地正大口饮酒的一名虬髯大汉猛地站起。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屠于纯之父，屠原氏族大王屠天阙。屠天阙今50有8，个子极高，足有8尺多，身材魁梧，壮硕如牛。此刻脸色通红一片，大喝道：“什么？秦泽带兵过来了？多少人？”那胡马兵急忙道：“未敢进关，远看下约莫有数万人。”屠天阙性格暴躁，听闻此言不由大怒，一巴掌扇向了胡马兵。为何不敢进关？我草原好男儿何时怕了这大钱兵马？简直有如我草原勇士之名。那胡马兵被一巴掌扇得晕头转向，捂着脸道：“大王，前哨战已经失去联系，想必他们已经被大钱兵马所杀。大钱兵马攻势实在迅猛，我们远看之下，见那支大军所乘马匹身披甲胄，这实不寻常啊！”此言一出，屠天阙心中一紧，战马披甲他并不是没见过，此前在北库草原边境的屠原国，他便见到他们的士兵所乘马匹带甲，战力极强。时起，他便想让自己手下大军也披上马甲。但北湖草原虽然水土丰沃，畜牧业发达，但可惜地下蕴藏的金属矿藏实在太少，远不够炼制出更多的盔甲。甚至于现如今自己这所剩的12万大军中，如今尚有3万余人穿的还是皮甲。也正因如此，他才让儿子屠于纯前去虎龙关。想到这里，屠天阙面容凝重的出了营帐。这时几名副将纵马而来，一名副将道：“大王，镇北王的兵马来势极快，距离我们只有3里多路了。这个距离看去，我见他们的兵马数量不多，也就几万人。此外，我见他们并不是每一匹战马都披上了甲胄。大王，他们兵力远远少于我们，可战啊！”话音一落，屠天阙凝重的面容立刻舒缓，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他摸着胡须冷笑：“哼，区区几万兵马也敢来势汹汹，真当我北湖无兵不成？秦泽小儿自以为杀我8万人，便以为天下无敌，殊不知我北湖兵多将广，便是我手中都有10余万大军，他竟敢主动前来送死，那便成全他吧！传我命令，全军出击，迎战秦泽！”此言一出，另一名副将道：“大王，屠沙东前去北阳部族求援，如今还未归来，现在镇北王率领大军而来，大王你看咱们是不是？”话未说完，屠天阙怒斥道：“怎么？你的意思是要防守作战，等着他打入家门不成？哼！北阳莽这个老匹夫，若是派兵早就前来了，何至于现在还没有动静？若不是屠沙东一番相劝，我才懒得让他去找北阳莽。秦泽小儿目中无人，几万兵马前来挑衅，有何惧之？他不是喜欢打歼灭战吗？今日就让他有来无回，全部歼灭在这草原之上，告慰我族亡灵。走，全部随我出战，让他尝尝我们北湖骑兵的厉害。”那名副将见屠天阙话说到这个份上，也不再相劝。随之，屠天阙召集所有兵马，大军向着草原奔去。草原之上，报将军，北湖也有动作，大军正向我方奔来。在前方侦察的士兵驾马来报。秦泽面容波澜不惊，冷笑道：“哼，出兵迎战，正合我意。”一旁的霍去病俊秀的面容上露出淡淡笑意，跟着道：“主公，看来他们是觉得咱们兵力不足，这才会选择主动出击吧？”侦察北阳部族的士兵刚刚传来消息，北阳部族眼下并无动静，没有出兵的迹象，这下倒能让我们节省些时间了。秦泽微微颔首，冷声道：“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是早已经一统的大钱，那也有党派之争，有事便互相推诿。更何况这尚未一统的北湖部族，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屡见不鲜。不论是哪朝哪代，一直如此，从未变过。让弓箭手们做好准备，进入射程便射死他们。”是。霍去病当即驾马而去。随着屠天阙主动率兵出击，因此两方人马快速接近，原本3里左右的路程，在短短时间内便急速缩短。天色昏沉，阴云密布，秋风席卷而来，荒草随着马蹄落下，纷纷飘起。数万战马奔腾之下，声若雷霆。北湖兵们此刻人人面色涨红，脖颈间青筋暴起。此前8万人马被杀，如今秦泽再度携军而来，这股仇恨让他们此刻愈发愤怒。这一战，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必然要全歼对面，方泄心头之恨。屠天阙一马当先，领兵在前，振臂高呼道：“今日定要将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敌兵全部歼灭在这草原之上！我8万将士的英灵，今日必定要让这些敌兵血债血偿！”杀！得到鼓舞，胡马兵们愈发热血沸腾，浑身上下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手中提着的武器此刻似乎已经发出了叫声，在呼吁着主人用它刺入敌人身躯。血债需用血来偿还，对胡马来说如此，对于战场另一端的秦泽来说也是如此。1000米，800米，杀！喊杀声震天动地，秋日下的草原上此刻彻底沸腾。面对兵力众多的胡马兵，那一往无前的冲击势头让秦泽决定不再拉近距离射箭。
即便是800米的极限距离，10余万胡马兵的冲锋势头，让他们即便尝到箭雨落下的滋味，也再难以回头。每冲击1米，便是朝着死亡深渊更进一步。一声暴喝喊出：“止步！放箭！”下一瞬，砰砰砰砰，马作敌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2万支弓箭化作漫天箭雨，密密麻麻，如同一张不透风的网，朝着冲刺的胡马兵们射去。上箭！没有丝毫的停留。第一轮箭雨飞出之时，虎豹骑们便从背后箭袋中抽出第2支白羽黑箭，搭在了弓箭之上。又是一声暴喝：“放箭！”砰砰砰！秦泽骑在马上，双眼微眯看向前方，一张脸上只剩冷冽。北湖军队前列，面对这从800米开外射来的漫天箭雨，北湖兵们猛地睁大了眼，眼中全是惊骇。要知道现在的距离可还有800米啊！即便是作为骑射好手的他们，也堪不过射出300米的箭，但对面竟然能射出这么远的箭来，这简直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说是天方夜谭也不为过。但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军队，胡马兵们在经过短暂的震惊后，立刻嘶声怒吼：“箭！箭！小心弓箭！保护大王！”和突必炎的想法一样，此刻身处军队前列的涂天阙，他的兵马布置也是将工兵布置在战场前方。事实上，他就等着拉近距离后，先进行一轮弓箭射击，消耗秦泽人马后，再利用兵力优势将秦泽兵马进行包围，从而形成合歼之势。他丝毫不担心对面的铁骑能冲到自己面前。也正因此，他率领军队冲在了前方。但现在对着这无数飞箭的射来，涂天阙涨红的脸色逐渐变得发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滴落。见到这些箭的瞬间，他便明白了，当初儿子的8万兵马并不是被围歼在虎龙关内，而是在这草原之上。先前的判断，如今看来却是全错。但不待他有更多反应的时间，箭雨已经如坠地流星般落下。簌簌簌！伴随箭雨落下的瞬间，惨叫声、哀嚎声响彻在了草原之上。弓箭射入手臂，射入大腿，射入一张张惊慌失措的脸庞中，更多的是射在没有任何甲胄防护的战马身上。瞬间，人仰马翻，扁平尖锐的三角形箭簇带有倒钩，射入肉体的瞬间便切割开血肉，直往骨头里面钻去。若是较为纤细的骨头，那便直接被射断；若是粗壮的大腿骨，那箭簇也能深深钻入肉中。那锋利的倒钩让被射中的人即便想要拔剑，那也会带出一大块血肉来。但绝不会有人在这个时候拔剑，因为再没有丝毫的时间留给他们。紧随着第一轮弓箭飞来的是那第2轮弓箭，簌簌簌，飞箭入体，随着惨嚎声一同响起的是那鲜血喷溅的声音。大股大股的鲜血从胡马兵们身上喷出，仅仅是几秒的时间，荒草遍布的草原已经开始逐渐被染红。秋日之风吹过，将这如同铁锈味般的血味带入草原。无数胡马兵和马匹堆砌的尸骸中，涂天阙蹲下了那高大的身躯，脸色煞白的躲在这血肉围墙中。弓箭落下之时，他的护卫便立刻将他围住，用肉身帮他阻挡这无数弓箭。听着不断传来的痛苦惨叫声，看着一名接着一名倒下的士兵们，涂天阙脖颈间青筋暴起，放声嘶吼着：“撤退！撤退！”尽管是拼了命的呼喊，但在这一片惨嚎中，这声音又是多么的微弱，谈何能传入到后方中去？在一开始的命令中，他亲口说出此次全军出击，全歼敌军。为此，胡马兵们精神抖擞，干劲十足，10余万大军以雷霆之势往前急冲，一时之间如何能扭转方向，快速撤退？兵马多固然是好事，但在有些时候也显冗余。突发状况中便容易生乱，恰如此时此刻。箭雨中，涂天阙放声嘶吼，脸色悲痛至极：“我不该选择出战的呀！若是等到北阳莽，拉近距离，全力射箭！”战场另一端，虎豹骑们并没有因为拦下胡马的脚步就停滞不前，他们开始往前冲锋。万马奔腾中，弓箭再度射出，每一名弓箭手的箭袋中有10支利箭，先前已经射出4轮弓箭，如今每个人还有6支箭。而弓箭随着距离的缩短，射出的威力自然要更强。面对上有数万的北湖大军，虎豹骑们全力奔驰在草原之上，弓箭一轮轮的射出。而后方的2.55万铁骑此刻已经拉开战线，呈一个半圆状朝前突进。秦泽抬眼看去，最前方的胡马兵已经倒下了一大片，后面的胡马兵们这时也反应了过来，开始往后退去。但数万大军集结在一起，一时半会哪里能快速撤退？秦泽大声喝道：“快，瞄准敌兵，全力射杀！”趁着胡马大军大乱，秦泽命令虎豹骑们快速发起射击，能多杀一个是一个。这10万出头的胡马兵率先解决部分后，剩下的兵马一来身上带伤，二来士气低迷，如何能抵御住这钢铁洪流？但事情的发展明显出乎了秦泽的预料，敌方的兵马死伤程度远远超出秦泽的预估。抬眼看去，最前方的数万大军已经成了瘫痪状态，人仰马翻，血流成河。而在后面的数万胡马兵面对着铺天盖地射来的弓箭，四处躲避，一时之间大乱。不少人从马上跌落，后面的马匹奔来，马蹄之下尸骨无存，光是踩踏便已经让他们死伤惨重。而随着距离越来越近，2万弓箭手射出的飞箭威力强度更高，仅仅几轮射下来，便将拥堵的胡马兵们射死在了草原之上。终于，随着最后一支弓箭射出，弓箭手开始散去，铁骑入场，开始发起冲锋，进行着最后的歼灭。不对，应该说是最后的收尾工作。箭雨之下，10万出头的胡马兵们如今死伤超过了80%，余下之人也是人皆带伤。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彻底失去了战意。但即便是丧失战意，
开始溃逃，秦泽也绝不会放过一个。永绝后患，不留影疾，从来都是他的作战宗旨。伴随着一声冲锋，铁骑以雷霆之势向着北湖残兵横扫而去。战事进行到这里，秦泽还未曾见过屠天阙一面。屠天阙早已随着那些护卫们被乱箭射死，尸骸被马蹄踏过，陷入血肉泥泞中。夕阳余晖布满天际，黄昏下的草原一片绯红之色，游云已经绯红，而地面也是赤红一片，浓重的血腥味遍布草原。数名胡马人在草原上奔驰，在一处山坡前，他们拉停了马匹。屠沙东脸色惨白，甚至连嘴唇都再无血色，浓郁的血腥味随着秋风钻入他的鼻腔，这股味道让他心中甚至有作呕的感觉。这种浓郁的味道让他想起数年前在这草原上的另外一场战事。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恐怕已经结束了，没有厮杀声音了。大人，咱们该不该去前面？一旁的胡马兵遥望远方，面色惨白，他的身体在战栗。屠沙东冰凉的手指握着缰绳，神色僵硬，口中喃喃自语：若是北阳莽派兵前来，怎会遭此横祸？终究还是大王，你爱。他重重叹了口气，而后面色赤红，咬牙道：北阳莽这个自大的蠢货，真乃一目光短浅之辈。走，去巨鹿关，这座草原上只有茶园真大王才能对付秦泽了。屠沙东一扯缰绳，策马朝着相反的方向奔去。叮！检测到宿主击杀一股势力，积分增幅至21秒。草原之上，熟悉的系统声音在秦泽的脑海中响起，那平淡的面容上旋即绽放出笑容。1秒10积分，已经让自己一天拥有80多万的积分，现在翻了1倍，这岂不是说自己接下来就能以更短的时间兑换大军出来？创建目前这支军队用了10天左右的时间，现在积分翻一番，那就代表着5天就足够了，甚至还不止。毕竟这只是北库草原的其中一个部族，上有2个部族并没有歼灭，若是全部将其歼灭，积分无疑会增幅到一个可怕的数字。如此一来，等自己率领军队解决北库草原所有胡马之时，便基本具备抗衡女帝的力量了。金风鸾这几年虽说在收回兵权，但大前的兵马依旧还有不少，且这些兵马现在基本上都是他的亲信所持。想到这里，秦泽眼神逐渐冷冽，只要决定起义，那不论何人挡在自己身前，都只会迎来一个下场。哼，金风鸾，你最渴望什么？我便要夺走什么。不再多想，秦泽打开系统属性面板，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人，1星兵种500人，3星将领典为5星将领霍去病。这一战过后，损失了2000余名虎豹骑，相较于胡马兵12万人的死亡人数，这个战损可以说是忽略不计。而这也让秦泽更加坚信打造一支现代化强军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商城还只是2星商城，若是将其提升到3星商城，不知会有怎样的军备，这让秦泽无比期待。只是秦泽之前曾问过系统，3星商城需要1000万积分才能解锁，这个数字不算多，缺乏的只是时间罢了。因此在提升到3星商城之前，秦泽已然还是打算先兑换更多的兵力再说。解决这些草原胡马、虎豹骑加上2星商城的军备完全足够了。正这时，霍去病驾马来报：主公，此战全歼敌方，缴获马匹足有数万匹，此外粮草也足够我们在这草原待上很长时间了。秦泽微微颔首，开口道：武器数量如何？霍去病当即回道：很多北湖兵尚未来得及攻击，便被乱箭射死，粗略估计足有接近6、7万柄武器吧，什么类型都有，长枪、弧刀、短刃匕首，还有弓箭。听到弓箭，秦泽眼前一亮，长枪、弧刀就不用了，就放在此处吧，短刃匕首带上，另外收集所有箭矢，让将士们补充上。今日一番作战倒是没花太大力气，今日早早歇息一夜，明日出征北阳部族。霍去病当即领命而去。秦泽抬眼看向草原，太阳已经逐渐落下，夜色逐渐袭来。这一场仗虽然歼灭的人数最多，但却是他打得最轻松的一场。军备的提升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战损已经得到了最小，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北阳部族解决之后，便是草原最远处的大渊部族，而这个部族也是整座北库草原最强的一支胡马军队。秦泽对大渊部族印象极深。2年前，父亲秦昊天死在与扶桑的海战时，秦泽便在巨鹿关对阵大渊部族的胡马兵，而那一战尤其惨烈。虽然自己率兵歼灭了不少胡马兵，但他们也给自己这一边造成了不少的伤亡。若是再往前追溯，秦泽年少之时的好友也是死在了巨鹿关的胡马手中，而此人便是吏部尚书张立之子张健。往事袭上心头，秦泽双眼微眯，他遥望天际，眼神悠悠。傍晚时分，北苑城，一支兵马浩浩荡荡而来，士兵们身着银盔，个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高抬着头，脸上昂扬着骄傲。大军前方，一杆大刀随风飘荡，其上浓墨重彩的写着一个黄字。为首的2名将领挺着胸膛，眉宇间英气勃发，脸现倨傲之意，正是从京师带兵前来的常胜将军黄天虎、宣威将军黄元朗2人。马上，黄天虎摸了摸下巴，开口道：这次为了赶路，就带了这么点粮草，这如何能够？黄元朗笑着摇头：不要紧，前去草原之前，在北凉备好粮草便是。难道你忘了咱们先要抄家，而后再入北库草原？话音落下，黄天虎点头一笑，但旋即眉头一挑道：什么你的，按照职称，你得叫我将军，而你只是参将，明白了吗？
黄元朗别过脸去，翻了个白眼，而后躬声道：“是，将军。”话虽然这样说，但他心里却并不以为意，毕竟这位少主只是爱面子，暗地里还是听自己的。果不其然，看黄元朗态度恭敬，黄天虎满意的点了点头，大手一挥：“走，前去统军府。”一行人浩浩荡荡地朝着统军府而去。这5万大军行走在路上，立刻引得百姓们纷纷驻足观望，议论之声不绝于耳。看着旗帜，这是郑国大将军的兵马，咱们大前最强的盘龙军啊！看这些将士们，个个龙精虎猛，一眼看去便知不凡啊！这位将军莫非是我大前颇负盛名的常胜将军？是了，是了，正是常胜将军。自入沙场以来，常胜将军从未打过一次败仗，战绩斐然，乃是不出世的英才啊！百姓们的话无疑让黄天虎很受用，他下巴抬得很高，脸上是得意的笑容。旋即他震声道：“各位父老乡亲们，我乃常胜将军黄天虎，此番受陛下之令，率兵前去北库草原迎战胡马。”哼，小小胡马居心叵测，竟胆敢侵犯我大前，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诸位，此番且看我将他们杀个人仰马翻，让他们再也不敢来北凉。话音落下，一旁的黄元朗凑过身子，低声道：“将军莫忘了此行的真正任务。”黄天虎翻了个白眼，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明白。正这时，台下有人叫道：“将军，王爷说要全部歼灭胡马的。”黄天虎一怔，跟着道：“我也是啊，将军，言多必失啊。”黄元朗小声劝谏：“知道了，知道了。”黄天虎不耐烦地回了句：“将军，粮草已经先行去往虎荣关，我须得带领大军跟上，早日到达北库草原。这抄家一事，由您前去，您随后赶来便是。我需要尽快掌握镇北王的兵马情报。”黄元朗沉声道。看着黄元朗那严峻的眼神，黄天虎想起父亲的吩咐，点了点头。随即大军分成2路，黄天虎率领少部分兵马前去统军府，而黄元朗则带兵往虎荣关赶去。而他们的动向全部被秦泽留守的人尽收眼底。统军府，大人，常胜将军带兵前来了，他们包围了府邸啊！一名家丁着急忙慌地跑进大堂。此言一出，正坐在椅子上饮酒的赵元身子一颤，脸色瞬间煞白一片，不好的预感在脑海中浮现。他没有说一句话，快步朝着冲出大堂。只是刚出大堂，便听到外面传来冷喝之声：“赵元！”一队兵马直接闯入府中，为首的正是黄天虎。他脸色铁青，怒声喝道。赵元冷汗直冒，急忙跪下：“末将赵元恭迎将军。”黄天虎冷冷一笑：“可知我今日前来所为何事？”赵元脸色惨白，听到这句话，眼皮直跳。兵马围住府邸，黄天虎又是这番气势汹汹，难道说这是要抄家不成？可自己是为黄龙办事的呀，即便秦泽没死，那也不至于就这样抄了自己的家吧？自己忠心耿耿，多年来一直为黄龙办事，每年自己都会被一份生辰纲给孝敬黄龙。此番对付秦泽，不说功劳，那也有苦劳。难道他们真要？赵元颤声道：“将军，我赵元多年来为你们办事，其心一片赤诚。您这是……”话未说完，只听黄龙怒喝道：“住嘴！赵元，休在这攀亲带故！你勾结胡马，意图谋害朝廷命官，罪无可赦。陛下龙颜大怒，判你满门抄斩。我等便是奉命前来执行的。”话音落下，黄天虎大手一挥，身后的士兵冲入府邸。赵元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朝着黄天虎不住磕头：“将军，可是我是听从了你。”话未说完，便见黄天虎猛地朝前一跃，随手抽出腰间佩刀，一刀便斩向了赵元脖颈。赵元眸子一缩，急忙一个扭身躲开。黄天虎一刀未中，那臃肿的身子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他脸色涨红一片，怒喝道：“好啊，你还敢躲？一刀砍下你的人头，让你死得轻轻松松，这一躲你可有的受了。来人啊，给我抓住他！”赵元自知今日再难逃一死，他满脸悲愤，手指黄天虎道：“黄天虎，我此生只为你黄家办事，如今你们卸磨杀驴，你们不得好死！迟早有一日，你们会落得和我一个下场。”赵元已经不再抵抗，任由几名士兵将他抓住。哼，赵元，死到临头还敢诅咒我，看我怎么杀你！给我押过来！黄天虎厉声道。几名士兵押着赵元往黄天虎面前走去，赵元口中却还在喝骂：“黄天虎，今日即便是你杀我又如何？下了地狱我等着你们！你这死胖子，早晚会来下面陪我！”黄天虎最恨别人说他胖，此刻听到这话，脸色通红一片，已是怒极。来，让我一片片削下你的肉来，来个9981刀，我看你嘴还硬不硬！赵元被压着跪下，士兵们正欲剥下他的衣裳，却不料赵元一个暴起，从靴中抽出一柄短刃来，猛地朝着黄天虎扑去。原来在一开始，他便有了袭杀之意，这才不反抗。黄天虎大惊，胖脸上全是恐惧，急忙往后闪躲，慌张下却跌倒在地。陪我一起死吧！赵元目眦欲裂，怒发冲冠，脸若恶鬼般狰狞。眼看着一刀就要落下，一支冷箭射入赵元胸口，赵元瞳孔紧缩，一头栽倒在地。将军，你没事吧？黄天虎看了一眼射箭的士兵，怒骂道：“早不射！”随后他扭头看向倒在地上的赵元，脸色愠怒，爬起来后朝着赵元狠狠踢了2脚。还想杀我？这回你倒是挺聪明的，再聪明一点就应该明白，不论是成不成，你都该跑了。赵元被踢得翻过了身，嘴中喷出血沫，惨笑道：“呵呵，蠢拙！你可知道，在你来之前，
我这府邸早就被人监视了。他们……他吐出一口血沫，接着道：“哈哈，黄天虎，你来北凉就是死期将至，你的下场会比我更惨。”此言一出，黄天虎眼皮一跳，莫名感觉一股寒意袭来，他猛地扭身朝着外面看去，所见的皆是自己的人马，并无他人。他扭头怒喝道：“赵元，死到临头还想吓我！”赵元嘴中喷出大口鲜血，眼神开始暗淡，但仍在喃喃念着：“秦泽的兵马已经……”听到这话，黄天虎急忙上前说：“他有多少兵马？他的兵马又是哪来的？”赵元侧过头，脸色惨白一片，惨笑道：“多少兵马？是那已经死在海上的赤焰军在帮他吧？匪寇、胡马都死在了他手上，下一个就是。”话未说完，赵元头一歪，就此死去。可恶，临死还在讲这些废话。黄天虎大怒，提刀在赵元身上猛剁，几刀便将他斩成了数截。可恶，可恶！黄天虎状若癫狂，凶态毕出，跟疯了一样，一刀刀砍在赵元身上。满身是血的黄天虎提着刀，眼睛通红，怒吼道：“把所有人都杀了，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不留，全部给我杀了！”一轮圆月高悬夜空，今夜万里无云，皎洁月光将地面照得一片雪亮。这难得的明月夜，黄元朗率领大军正借着月光朝虎荣关前进，他脸色沉稳，斗志昂扬。在他的计划中，今夜急行抵达虎荣关，明日在虎荣关收粮，加上粮车带来的粮食，便足够进军北库草原了，刚好可以休整1日，待次日整装待发出关。而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探清秦泽兵马，在他与胡马激战中趁虚而入，一举斩下他的人头。想到这，黄元朗微微一笑，此行归来之后，便是青云之上。另一边，草原之上，屠杀东一脸悲戚地带着几名手下，正策马奔腾。尽管此刻疲惫不堪，但他们却丝毫不敢停下。屠杀东面色惨白，浑身上下大汗淋漓，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定要查原真大王出兵，方能解北湖之患。秦泽不除，今后这草原之上将再无一名胡马族人。而在北苑城外，黄天虎驾马在前，看着天上的圆月，情不自禁打了个哈欠，随后嘴中骂骂咧咧：“妈的，这几天累死老子了！等把秦泽解决掉了，回京后要好好休整几个月。北凉这鬼地方再也不来了，下次出兵胡马还是让大哥来吧。”翌日清晨时分，原图原兵营中，秦泽眼眸闪动间，系统属性面板跃然眼前。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人，1星兵种500人，3星将领点为5星将领霍去病。一个晚上过去，10个小时增长了72万积分，加上先前积攒的36万积分，现在是来到了108万积分。增长了这么多的积分，秦泽自然不会留着，他直接选择兑换兵马，兑换3000人口，配上2星盔甲、头盔、弓箭，兑换虎豹骑模板。叮，本次兑换共计消耗积分。叮，剩余积分还剩下50万积分。秦泽不打算继续兑换兵马，他有新的想法。打开武将面板，秦泽目光在里面细细浏览，最后落在了其中一个人名上，没有丝毫的犹豫，秦泽直接兑换。兑换5星武将卫青。叮，消耗50万积分，兑换5星将领卫青。叮，尚未获得武将加成兵马供给人，本次5星武将加成战力加成 30%。 听到系统的声音，秦泽眼中闪动着兴奋的色彩。之所以选择花去50万积分兑换一名武将，除了这名武将本身有带兵作用之外，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战力加成。先前这批虎豹骑并没有获得战力加成，现在有了武将加成，这 4.7 万人的战力再度攀升，如此一来便是积分利用的最大化。当然，等解决完今日的目标北洋部族后，积分将再度获得增幅，接下来不论是兑换兵马还是兑换武将，都将轻而易举。为此，秦泽才决定做出这样的安排来。经过昨天的战斗，秦泽发现在这草原之上，工兵的作战威力极强，现如今手中有 2.3 万工兵，而且歼灭屠原部族后，弓箭的数量也是激增。这 2.3 万人，一人20箭，那都能射出46万支箭来。而且现在获得战力加成，也就意味着只要弓箭质量够好，那便能射出更远的弓箭来。正这时，不远处2人策马奔来，秦泽抬眼看去，却是霍去病与卫青2人。在历史上，卫青和霍去病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2人最后都是官封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作战水平非常之高。他作战指挥果敢灵活，善于捕捉战机，同时还非常善于使用各类型兵种协同作战，曾以弱胜强，大败匈奴，让匈奴一蹶不振多年。眼下兵马数量增多，多一名善于领兵作战的良将指挥军队，协同配合起来也更好。正这时，2人已经来到了秦泽身前，2人一同下马。末将卫青参见主公。卫青单膝着地，抱拳道。秦泽脸现笑意，急忙将其扶起。众卿不必多礼。卫青站起身来，他身材颇为高大，可谓是虎背熊腰，手持一杆长戟，显得威风凛凛。他开口道：“主公，刚才听大侄子说，此地竟有异族作乱，屡屡侵犯主公封地，这如何了得？且给我一支兵马，让我前去驱逐异族，打得他们再不敢生出异心。”霍去病笑着摸了摸鼻子，接话道：“舅舅，咱们兵强马壮，手下将士个个以义当实，而我们的一贯作风便是只打歼灭战，驱逐如何能够根治异族祸心？
唯有歼灭才能永绝后患。此言一出，卫青猛地瞪大了眼，而后嘴角咧开。如此甚好啊！霍去病连连点头，甚好甚好。秦泽也跟着点头，沉声道：对，没错，唯有雷霆手段除故镇顽疾，方显慈悲菩萨心肠。此次出征胡马，便是要除去这一顽疾，事不宜迟，今日便要出征第二支北湖部族。你们今日随我一同领兵作战，即刻拿下北阳部族，而后便赶赴巨鹿关，同那大渊部族决一死战。话音落下，二人当即神色一凛。是，主公。随即秦泽安排二人率领大军，趁着天色尚早，马不停蹄地朝着北阳部族赶去。北阳部族昨日一夜笙歌，此刻军营中一片静悄悄。北阳莽依偎在温香软玉中，即便是睡梦中，嘴中仍旧流出淡淡的笑意。就在昨日傍晚，手下传来消息，他心心念念的海都库驻守的图原部族兵马已经全部撤走，他们撤走的静悄悄，没有留下一人。北阳莽知道是图天阙要为此报仇，这才调走了所有兵马，他要统帅全军和镇北王决一死战，这让他心中兴奋不已。不论结局如何，对他来说都是好事。当然，他更倾向于图天阙获胜，毕竟此前和他图天阙打过几场仗。别的不说，在这草原之上，图原部族的游骑兵实力还是很强的。若不是镇北王率先歼灭了他8万人马，他还真不敢去要回海都库。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即便图天阙打赢了，他的兵力也要减少。如此一来，自己便可率领大军前去找上图天阙，好好谈谈今后的领地归属了。为此，昨夜北阳莽特地开了个篝火宴，心中畅快的他豪饮了几坛子好酒，醉了个痛快。此刻尚处于梦乡中的北阳莽说着梦话：老匹夫一怒，大动干戈蠢，蠢死了！安安守草原，何事之有？怀中的女人皱了皱眉头，小心的翻了个身，却是北阳莽的胡子扎到他的细皮嫩肉了。大王也该修修胡子的女人心中发了句牢骚，继续睡去。虎荣关一夜的奔波，黄天虎紧跟黄元朗之后抵达了虎荣关。此刻城中谭龙军的士兵正挨家挨户收取粮食。此次出征，黄元朗为求急行，因此并没有带来多少粮食，为此他才决定在出关之前从当地守军粮仓中拿粮。可怎料入城后，却发现守军府中仅剩下一点粮食。一问才得知是秦泽将大部分粮食散给了当地百姓。为此，黄天虎勃然大怒，命令士兵们挨家挨户收粮。他可不想出关以后在草原上陷入无粮的状况，要是没粮食，那就没法持久作战，也就难以歼灭秦泽了。当然，收粮并不是很顺利。守军府中，黄天虎打着哈欠，骂骂咧咧的：一群刁民，我们出兵剿灭胡马，要你们一点粮怎么了？拖拖拉拉的。一旁的黄元朗看他这样子，沉声道：此番从百姓手中拿粮，不是好事。此言一出，黄天虎勃然大怒，他从椅子上跳起，这黄元朗的鼻子就骂道：黄元朗，爹让我行军打仗听你的，这没错，不过你这管得也太宽了吧？没有粮食怎么去草原？饿着肚子打吗？黄元朗掐了掐眉心，摇头道：只是此番行径恐怕会让我们在百姓中落得个骂名啊，毕竟秦泽出兵时可是说从胡马。话未说完，黄天虎猛地一拍桌子，怒斥道：秦泽蠢，你也蠢，你信了他的鬼话，还真以为他带粮食走啊？他歼灭8万胡马兵，不知道抢走了多少粮食，说什么散粮食，无非是笼络人心的手段罢了。我看他就是想造反，所以故意来这么一出。黄元朗，爹说你作战经验丰富，现如今怎如此糊涂？面对这不留情面的怒斥，黄元朗心中恼怒至极，只是脸上不动神色。他开口道：只是百姓们这一番对比下来，我们盘龙军的名声只怕会跌落谷底啊。黄天虎冷笑连连，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秦泽都要死在草原上了，最后能出草原的只有我们盘龙军。人死如灯灭，胜者只会是我们，管他们怎么说，他们又能说什么？最后传出去的只会是镇北王死于胡马之手，盘龙军英勇作战，保家卫国。说到这里，黄天虎又打了个哈欠，他悠悠起身，不说了，跑了一夜，累死了，粮食收完，让士兵们早早歇息，明日一早出兵北库草原便是。话一说完，黄天虎也不理会黄元朗，径直离开。看着他那臃肿的身影一步三晃的离去，黄元朗手握成了拳头，脸色变得冷峻无比。哼，蠢猪，若不是你投了个好胎，凭你也配当一名将军？有朝一日，若我能手握大军，哼！黄元朗脸上满是怨毒。城内百姓们本来得知朝廷派兵援助镇北王，个个都高兴无比，但现在面对这群蛮横无理、直接开口要粮的士兵，一个个全部愕然了。一户门前，2名士兵从房中提出2袋粮食，大踏步往外走去。一黑瘦少年急忙追了出来，口中大喊着：官爷，你们总要给我们留下一口粮食吧，不然我们活不下去啊！此言一出，一名士兵扭头冷斥道：你这小儿怎如此不通情达理？我们是为你们而战，要去草原上迎战胡马，没有粮食哪有力气？难不成你要代替我们出征胡马？那少年泪眼婆娑，颤声道：王爷见我们已活不下去，这才送来2担粮食让我们过冬，如今军爷你只给我们留下2斤粟米，这能撑几日啊？那士兵冷哼一声，指着少年骂道：哼，你家中当真只剩2斤粟米？你看我可信你的鬼话？你家中若无余粮，又怎会带着我们去米缸拿米？黄口小儿谎话连篇，还想骗我？少年眼泪掉落，佝偻着腰颤声道：军爷，
你们是朝廷兵马，又是鼎鼎有名的盘龙军，此番是为援助王爷剿灭胡马，我怎能不带你去拿粮？草民家中空无一物，只剩下这点粮食，并未私藏。军爷，草民说的都是实话。一旁的另一名士兵摇了摇头，小子，你这样的我见多了，都在哭穷说没粮食，等我们一走，你保不准又从哪里拿出来了。说到这里，他拍了拍同伴的肩膀，走吧，多说无益，收完粮食早早歇息，明日还要出关呢。说话之间，二人背着米袋，头也不回的离去。那少年还想再追，屋中却传来一道咳嗽声：“宝儿，回家吧，熬一熬，总能过去的。”少年抹去眼角泪水，看着那2名士兵走远，直到消失在视野中，这才一步3回头的回了家。看着床榻上的母亲，他再也忍不住，一头就扑在了床边，嚎啕大哭了起来。别哭了，宝儿，不是还有2斤粟米吗？每日取一点煮稀粥，多放点水，喝下去不饿就好。床上的妇人面黄肌瘦，但脸上却挂着淡淡的笑容。她从被子中伸出一只枯瘦的手，轻轻地摸着少年的头。少年却好似没听见母亲的话，他一颤一颤地哭着问向母亲：“娘，为何我们信官爷的话，官爷却不信我们的话？”妇人叹了口气，小声道：“即便是官爷，那有仁慈的，也有。”后半句他没说出口，转而道：“若都是王爷这样的，这天下便太平了。王爷入城那天，你背着我去看，我见他虽一身盔甲，很是威武，但也不过10来岁，家中也有母亲在等候，希望王爷能早日从草原平平安安的回来。”说到这，他咳嗽了好几声。“娘，我去给你做饭，你等着我。”少年急忙就要走，那妇人却拉住了他的手，开口道：“宝儿，你听我说。”少年急忙点头，紧紧握住了母亲的手。妇人缓了好一会，这才徐徐开口道：“为娘从那群胡马人手里逃出来，受了不少罪，那些人实在是爱。”他叹了口气，眼角已经通红，继而道：“宝儿，为娘是活不了多久了，你也10几岁了，虽然瘦了点，但是个男子汉，你要好好活下去。如果有机会你要去参军，要保护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再受苦。而参军，你要记住，要去跟着王爷后面。”说到这，他用力晃了晃儿子的手。少年此时已经是泪如泉涌，他连忙点头答应：“娘见过不少军爷，像王爷这样人实在是太少了。娘相信王爷，他一定能说到做到，一定能剿灭那些胡马，然后派出大军保护咱们。王爷若是说不要你入伍，你就再加重粮食；若是要你，你就跟着王爷后面。王爷他会带着咱们活下去的。”说到这，妇人气息愈发虚弱，少年也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他只是哭，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了。这时，屋外传来喧哗声：“王爷发粮，你们却抢走我们的粮食，还只留下这么点，这叫老朽如何过活啊？军爷，你们不是朝廷派来的人吗？怎能？”说到这里，声音戛然而止，随后便只听到一声惨叫，接着便是几声喝骂传来：“你们这帮刁民，知道我们奉朝廷之命前来，还不长点眼？张口闭口镇北王，难道他还在陛下之上不成？哼，谁再敢多言，别怪我不客气。”街道上，百姓们听到此言，一个个面色悲戚，却是敢怒不敢言。叹息声中，他们只能选择沉默地回到家中。而在虎荣关外，秦泽留下来的岗哨，此刻心中憋着一股怒火，正策马向着草原奔去。事实上，现如今的北库草原，凡是秦泽踏入之地，沿路每隔5里便有岗哨监察。此刻，一名接着一名的岗哨相互传递消息，他们需要立刻将情报传到秦泽手中。时间缓缓流逝，刚过中午，北洋部族栖息的草原上响起了铁蹄之声。值守的胡马兵抬眼看去，但见不远处一支大军正策马奔来，阵势骇人。他眸子一缩，立刻吹响了号角。呜！号角之声立刻让安静的军营躁动了起来。敌袭！敌袭！大帐中，北洋蟒睡醒惺忪地揉着眼睛，还没从宿醉中完全缓解过来，便听到枕边人尖叫道：“大王！大王！不好了，有敌袭！”此言一出，北洋蟒浑身一震，睡意立刻烟消云散。什么？话音刚落，从帐外跑进一名士兵，他惊慌叫道：“大王！镇北王率领大军过来了！”他们来得很快，北洋蟒眼皮一跳，连忙跳起，慌手慌脚地拿起衣服就往身上套，嘴中大叫着：“多少人？到何处了？”那士兵连忙道：“人马尚不清楚，但距离很近了，只有几里路了。快，快，快召集兵马！”北洋蟒匆匆穿上鞋子，急忙往帐外跑。刚一出帐，便听到不远处传来号角之声，军中乱作一团，数名参将来回奔走，正在召集士兵。一名参将脸色慌乱，匆匆奔来：“大王，镇北王的大军来势汹汹，远看之下人数不少，约莫有好几万人。”听到几万人的时候，北洋蟒原本慌张的心绪有所缓解，但很快他心中猛然一跳，一个疑问萦绕脑中，让他的心一下就提了起来。涂天阙这几日正召集大军与镇北王决一死战，为何他今日却杀到了我这里？他是直接绕过了涂天阙的大军，选择攻向我们吗？还是说他们已经打完了？若打完了，难道说……后面的这个念头一产生，便让北洋蟒从脚底窜出一股凉气，直奔天灵盖。他猛地打了个激灵，明明是中午时分，他却突然感到一阵冷意。草原之上，霍去病驾马从前方过来，来到秦泽身边后，他开口道：“主公，好消息！据监察此地的哨兵所说，昨夜北洋部族举行了篝火宴，弄到很晚。现如今咱们大军赶到，他们兵马一时之间恐难以完全召集，咱们恰好可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秦泽微微颔首，淡然道：“众卿那边如何了？”霍去病当即回道：“舅舅已经绕过去了，只是敌方兵马太多，到时候打起来恐怕会乱作一团。”
恐怕难以一举将其全部诛杀呀。秦泽嗯了一声，沉声道：“无妨，北阳莽的兵马还在屠天阙之上，这么多人，咱们一时半会也吃不下去。不过即便他们溃逃，那也逃不出我们的掌心。此番多杀一些便是，将此地占下，他们便如同丧家之犬。我们的兵马每天都会增长，哼，他们能去何处？”是，主公。片刻后，秦泽与霍去病率领大军已经逼近了北阳军营，距离只剩下了2-3里路程。不同于性格刚烈莽撞的屠天阙，北阳莽此番采用的却是防守作战。秦泽抬眼看去，北阳军营外此刻已经构筑起了一道防线，无数胡马兵聚在一起，手中拿着弓箭，形成一排排的长队，看样子似乎是在等着秦泽杀来。而事实上，北阳莽确实是这样打算的。军营中，北阳莽背负双手，脸色冷冽，身旁聚集着几名参将，脸色皆是凝重之极。哼，不管秦泽有没有和屠天阙打起来，咱们都不需要主动出击。秦泽若是不管不顾率军杀来，必然要让他们有来无回。北阳莽冷声道。话音落下，一名参将疑问道：“大王，目前看来他们的兵马数量并不多，只有数万人，咱们兵多将广，兵力远在他之上。他们又是跋涉而来，咱们却是以逸待劳，优势尽在我方，何不分出兵马，从左右两侧杀出，咱们大军正面出击，从而形成夹击之势，一举将他的人马全部歼灭？”北阳莽摇了摇头，沉声道：“不，你说错了。你看秦泽的兵马，其中有不少人的战马身上带甲，此乃重装骑兵，战力极强。若是分兵来战，即便有兵力优势，那也容易被他们冲散，会造成大量伤亡。简而言之，想要将他们全歼在这里，咱们势必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来。现在还不知屠天阙那边是何情况，若是咱们亏损兵马，岂不是让他占了便宜？那老匹夫一直惦记着咱们的地盘，稍有不慎便会被他们夺走领地，让他坐收渔翁之利。想都别想。”参将恍然大悟，点头道：“大王之意是只需让敌方退兵便可。”北阳莽双眼微眯，摸了摸下巴：“不错，让他知难而退便是。不过若他的兵马战力孱弱，一击即溃，那杀了倒也无妨。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不论如何，咱们只要小心行事，稳扎稳打，便绝不会出事。”众人当即点头：“大王高见。”正说到这里，一名士兵匆匆来报：“大王，敌方距离咱们只剩下1里多地了，弓箭手们已经准备就绪。”北阳莽轻抚胡须，冷笑道：“别急，让他们跑得再近一点，冲得越猛，死得越快。”此言一出，身边的几位副将纷纷露出笑容。北阳莽又道：“据闻秦泽小儿如今尚未20岁，年轻气盛，想来是先前的战役让他信心暴涨，今日才胆敢率军而来，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也罢，今日一战，就叫他吃吃苦头。若是侥幸苟活，日后也给我夹着尾巴做人；若是死了，哈哈哈，那就18年后再做一条好汉吧。”话音落下，众人纷纷大笑。但突然之间，原本晴朗无云的天空突然有些灰暗了起来。与此同时，一声惊慌的大叫声响彻在军营中：“他们的箭射过来了！小心弓箭！”北阳莽眸子一缩，眼见前方射来铺天盖地的弓箭。虽然此刻他身处中军大营，距离前线上有些距离，但看到这密密麻麻的箭雨，心中仍旧是立刻慌乱。他浑身一颤，惊叫出口：“这不是还有1里地吗？这箭怎么就射过来了？怎么就射过来了？”回应他的是来自前线士兵那接连不断的惨叫之声。战场前线，放箭！虎豹骑们从箭袋中抽出箭矢，整齐有序地随着口令一轮轮朝前射去。而在后方，秦泽冷眼看着北阳部族的防线正被弓箭射杀，心中一片舒畅。他原本还以为北阳莽会仗着手中兵马够多，会像屠天阙一样率领大军主动迎战，但没想到他却采取了防守的作战方式，这大大出乎了秦泽的预料。但这个决定也让他欣喜万分。你既然不出兵，那就当个温水中的青蛙，被慢慢烫死吧。为此，他特意命弓箭手们在拉近到500米内的距离后，才决定射出弓箭发起攻击。距离近，那箭矢射出是又快又狠。此外，不同于屠天阙的兵马，北阳莽的军中大部分人都是身着皮甲，他的兵马人数虽然多，但论装备甚至还不如屠天阙的军队。简而言之，他就是个软柿子，还是一只把头埋在土里面的鸵鸟。从他不出兵和屠天阙联合，秦泽便能猜出一点北阳莽的心思。今日前来，秦泽发现他比自己想的还要稳重。此刻看见敌方的防线开始溃败，秦泽大喝一声：“继续射！防线的人杀了就往里面射，往他们的骑兵身上射！射！”听着秦泽的命令，虎豹骑们屏气凝神，动作整齐划一，抽出弓箭，不停地朝着对面射去。而在对面，惨叫声已经响彻在了整座北阳军营。构筑防线的胡马兵们纷纷开始溃逃，拼了命地朝着军营跑去。只是奔跑的速度哪有弓箭的速度快？溃逃中，无数人被射杀在地。面对着突然射来的弓箭，整座北阳军营此刻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而在北阳军营后方，草坡之上，卫青已经从后方率军赶到，看着前方乱作一团的北阳军营，卫青双眼微眯，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还是打这种仗来的爽快啊！北阳军营内，面对不断射来的弓箭，军营外的防线已经被彻底击溃。在那里有北阳莽的3万弓箭手，但如今他们却连拉弓的机会都没有。原先的成竹在胸，现在已经彻底被慌乱所替代。在他原本的设想中，敌方的兵马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对手？自己占据地利人和，敌方跋涉而来，绝对不是自己这边的对手。但是现在，他们仅仅是发动弓箭射击，便已经让自己的兵马开始出现溃败。这甚至于都还没有正面进行交锋啊！
看着空中密密麻麻的弓箭，北洋蟒脸色煞白，黄豆大小的汗珠顺着额头就流了下来。他心中1万个不理解，对面的敌人如何能射出这么远的弓箭来，并且威力还很大，这是正常人吗？这已经不是正常人能射出的射程了，简直是天降神兵。即便是数年前战力强悍的大前赤焰军，那也不止于此啊。当初与他们作战的时候，尚且能打得有来有回，但是现在却连出都不能出去了，简直是群怪物。秦泽他究竟带出的是什么兵啊？难道是大前举国之力征调了全国的弓箭好手来这草原不成？可是金风鸾那个娘们不是对秦家北洋蟒面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这时一旁的参将策马奔来，他的神色一片慌乱。大王，前线战事吃紧，弓箭手构筑的防线上已经死了80%人了，剩余的弓箭手们正退回军营，可敌方现在开始追击了。若是这样下去，只怕要被追击致死，咱们要全军出击，进行死战才能抵住攻势啊！北洋蟒深吸一口气，大脑高速运转，他咬牙道：若是全军出击，他们能射出这么远的弓箭，那不是赶着送死吗？参将急忙回道：只能如此了，将军。咱们兵马数量多，现如今和他们距离不是太远，全力冲杀之下，即便会受到弓箭袭击，只要等冲入他们的大军中，那些弓箭手就没用了。只有拉近距离，咱们才有得胜的机会。虽然注定会死很多人，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北洋蟒擦了擦额头的汗，他明白在面对这种远程攻击前，只有拉近距离才能赢得一些获胜的机会。但如此一来，和他的战略方针就彻底的背道而驰了啊。这样牺牲大量兵马的方式迎战，自己15万大军，最后岂不是要死伤1半人？要不逃了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打不过还跑不过吗？北洋蟒心中猛然产生了这个念头，只是这个决定他怎么也开不了口。毕竟自己15万兵马，却在秦泽几万人的兵马前弃下军营溃逃，这实在是太软弱无能了。他正在激烈的做着思想斗争，打还是逃，这是个难以抉择的决定。参将见他久未发话，已经急了。大王，战事吃紧，打吧！已经有这么多兄弟们死在他们手上了，不能让他们白死啊！若是放任他们长驱直入，咱们的兵马真就被他们慢慢消耗完了。北洋蟒脸色铁青，一咬牙关，终于下定了决心。不行，敌方来势凶猛，这些弓箭手实在太强，绝不能与他们正面决战。就抛下这军营吧，传令下去，退兵，咱们撤离此处，他们的战马有甲，追不上咱们的。北洋蟒的决定让参将惊讶无比，虽然他早就知道大王一向稳健，但这个时候做出撤退的打算，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他面露迟疑之色，劝诫道：大王，就这么眼睁睁的让他们夺了我们的营地吗？这岂不是……话未说完，只听北洋蟒怒喝一声道：休得多言，撤兵！参将心中叹息一声，躬声道：是，大王。当即他立刻传令开始撤兵。虽然已经开始退却，但接连不断有胡马骑兵被那追击而来的弓箭射死，至此交战不过1个多时辰，已经让几万胡马兵死伤。前线霍去病带领着弓箭手们冲锋在前，不断的射出弓箭。溃逃之势一旦形成，那便彻底乱了。得益于之前从屠阳部族中获得的弓箭，现在虎豹骑们每人手中的弓箭数量都有不少，一支接着一支的弓箭射去，溃逃的北胡兵们不断的倒下。片刻时间，地上已经倒下了一大片人。而现在看到他们完全不反击，反而朝着后方窜逃，霍去病眉头一皱，他们要逃，快追击，多杀点！后方秦泽率领着全副武装的铁骑正全速朝前追击。这支重甲铁骑虽然强悍，不过速度确实要慢一点，但秦泽并不担心北洋蟒率兵逃走，因为在另一侧卫青率领了1万铁骑，以及那3000弓箭手正等着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溃逃的胡马兵面临前后夹击，必然大乱。草坡上，将军，敌方开始溃逃了！一名士兵来报。此言一出，卫青眼神一冷，举起长戟一挥，当即下令：上！该我们动手了！杀！号角之声紧随而起，卫青率领大军冲上草坡，快速朝前冲锋。这一番战斗下来，太阳已经快要落下，天地间一片昏暗。正在率领大军撤退的北洋蟒正窜逃之时，远处的草坡上却出现了数个黑点。他心中一紧，急忙凝目看去。下一瞬，他猛地瞪大了眼，脸上一片慌乱。不好，前方还有兵马！糟了，他们在我们的后方布置兵马，难不成是想在今日将我们一举歼灭不成？北洋蟒汗如雨下。而在其对面，看着这些溃逃的胡马兵，卫青振臂高呼：将手中弓箭射完后，随我冲锋！是，将军！3000弓箭手一马当先奔在前头，已经取出了背后的弓箭。眼看距离只有不到800米，卫青一声令下，放箭。下一瞬，只听砰砰砰的弓箭出弦之声响起，3000支箭纷纷射入胡马兵中。而在后方追击的霍去病眼见前方的空中落下密密麻麻的弓箭，心中大喜，当即一声暴喝：边骑边射，莫让他们走脱！被前后夹击的胡马兵们立刻就遭受了来自前后两侧的弓箭。而秦泽率领的铁骑此刻已经拉长了战线，形成一个半圆形，朝着胡马兵们靠拢。同样，在后方的卫青也正做着同样的事。一张由重甲骑兵形成的大网正在逐渐收拢，而深陷其中的胡马兵此刻经历着箭雨的洗刷。北洋军中，北洋蟒看着空中落下的无数弓箭，听着那声若雷霆的铁蹄之声，一颗心已经沉到了谷底。在这一瞬间，他猛然想起屠沙东的告诫。屠沙东当初说的一句话，
此刻不断在他脑海中萦绕。若我图源部族被灭，他下一个要绞杀的便是你北洋部族。他的图谋绝不仅限于此，若是让他起兵，到时候就悔之晚矣。他要的是整座北库草原啊！北洋蟒抬起苍白的脸，口中喃喃自语：图源部族原来是已经被杀了吗？昏暗的草原上，此刻秋风呼啸，无数弓箭从天而落，锋利的箭簇凶猛地钻入胡马兵体内。那强悍的力道让这些弓箭锐不可当，钻入皮甲，刺透血肉，甚至于一些人还被洞穿了身躯。无数胡马兵从马上落下，甚至于一些人身中数箭就跟个刺猬一般。北洋蟒与手下将领此刻躲在大军的正中心，拼了命地阻挡这些弓箭。10余万的大军还未开始正面交战，现如今便被弓箭射死了6、7万人。参将见这些弓箭接连不断地射来，心中焦急万分，急忙道：大王，前有追击，后有伏兵，他们已经拉出了这么长的战线，是要将咱们全部围住。这样下去，咱们今日都会折损在这里啊！大王，咱们率领所有兵力，朝着一个方向进行突破吧。事到如今，北洋蟒也知道自己先前的决定几乎都是错的，他没有犹豫，连忙道：好，全军听令，随我攻向西侧。话音落下，胡马兵们一边抵御弓箭，一边朝着西侧开始发起冲锋。北洋蟒心中明白，如今这种局面与他们正面拼杀绝对不是对手，敌方的这些人一个个简直跟怪物一样，这些弓箭手们就已经让他们没办法进行反击，更遑论后面的那些重甲骑兵。他都不敢想象，接下来对上这些重甲骑兵究竟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但不管怎样，只要从西侧的包围圈中逃出，那就有生存的机会。北库草原的西侧，沿着一直跑，便是大渊部族的领地，事到如今，也只能投入他们军中，才能获得一席之地了。尽管北洋蟒心中不甘，但他明白，也只能如此了。而此刻，身处铁骑中的秦泽看到胡马兵们开始朝着西侧发起冲锋，当即大喝一声道：收拢，将他们全部留下。话音落下，虎豹骑们开始收拢包围圈，马蹄踏过之处，地面一片荒芜。而后方的卫青看到胡马兵们的动向，也立刻发号施令，命令重甲骑兵们开始收缩。东南侧的虎豹骑们更是快速靠拢。当然，这一过程中，弓箭手们并没有停止射箭。箭雨之下，北洋蟒的军队正快速减员。时间1分1秒的过去，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圆月逐渐升起，皎洁的月光下，草原上已经是尸横遍野。而北洋蟒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终于冲入了西侧的包围网中。北洋蟒此刻手臂带伤，鲜血正不断顺着手臂落下，他在弓箭的射击之下也中了一箭。而现在残存的兵马也只剩下了3、4万人。这为数不多的兵马中，其中尚有不少人身上中箭，沦为残兵。北洋蟒双目赤红，咬紧牙关，全力催动着胯下的马匹。快，随我冲锋，冲散他们的兵马！北洋蟒震声高呼。而在这一刻，他也终于见到了身处重甲骑兵中的那个身影——镇北王秦泽。一见到秦泽，北洋蟒怒火从胸口冉冉升起。昨天这个时候，他还手握10几万的大军，在兵营中热热闹闹的开着篝火焰，但不过是1日的时间，自己便落到了这个下场。滔天的怒火让北洋蟒朝着秦泽便是一声怒吼：秦泽，你休要得意！今日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日后必定加倍偿还。今后你们大千将再无宁日。对面，秦泽听着北洋蟒的怒吼，双眼微眯，冷笑道：日后？哪来的日后？你们胡马这些年所犯下的恶行，我秦泽会让你们百倍偿还。杀！一声令下，重甲骑兵手持长枪，如同钢铁洪流一般，朝着北胡兵们发起冲锋。北洋蟒一声暴喝：掩护我！全力冲锋，撕开缺口！话音落下，胡马兵依靠兵力优势，朝着西侧全力发起冲刺，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200米，150米，50米！啊！终于，在冲得最快的一名胡马兵发出惨叫后，两股兵马瞬间撞在了一起。这一撞之下，北胡兵马瞬间人仰马翻。在全身皆是甲胄的虎豹骑们面前，这些胡马兵如同豆腐一般易碎，冰冷的长枪捅穿他们的身躯，内脏顺着洞穿的胸口落下。而虎豹骑的那些战马更是让北胡兵们毫无办法，那脆弱的武器如何能刺穿这防御力惊人的甲胄？这支钢铁军团以碾压之势横扫了过去。铁蹄之下，胡马兵们死伤惨重，不仅没办法朝前突进，甚至于被虎豹骑们冲击的往后倒退。被胡马兵们团团围住的北洋蟒此刻脸色惨白，浑身上下汗如雨下。他知道这支重甲骑兵很强，很难突破，但他没想到已经强悍到了这种地步。他们简直如同一座布满尖刺的铁墙，在一寸寸的朝前突进，每前进一步便有无数胡马兵横尸当场。现在谈何能突破，简直要被他们围剿致死了。正当他心中恐惧之时，后方突然传来一声暴喝：插标卖首之徒，哪里走！北洋蟒猛地一回头，却是一彪形大汉率领着铁骑正向这边冲杀而来。来人不是别人，正是统领1万虎豹骑的卫青。正这时，前方又传来一声暴喝：冲锋！全军出击！北洋蟒再度扭头，却是一年轻小将手持一杆长枪，正震声高呼。两股铁骑终于在此刻汇聚，铁网开始收缩。只有几万兵力的胡马兵们沦为这张铁网中猎物。最后的厮杀开始，重甲骑兵们不断朝前冲锋，长枪已经被染得赤红，连带着那马甲上都全是鲜血碎肉。圆月逐渐爬升，终于升入高空。数个时辰后，草原上的厮杀也到了尾声。北洋蟒浑身浴血，身上多处被长枪刺穿，他低垂着头，半跪在地上急促喘息着。
正这时，一道身影落入他那浑浊的眼帘中。北洋蟒努力抬起头，看向了那走来的人身上，但下一瞬便是一道破风声传来。噗！来人正是秦泽，他手持破阵戟，一戟把北洋蟒人头砍下，人头滚落在地，也宣告着这场战事的结束。此刻已然是深夜时分。叮！检测到宿主击杀一股势力，积分增幅至35秒。熟悉的系统声音再度在秦泽脑海中响起。这一次的歼灭战，积分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提高，1秒35积分，一天可以积攒300万积分。秦泽心潮澎湃，如此之多的积分，接下来将以横扫之势击溃剩下的大宛部族。2年前的未做完的事，这一次将进行到底。肃清这最后的北湖部族后，整座北库草原将再无一民一族，百姓们今后将不会再有安危，而自己也可以出兵反攻向京师了。秦泽打开了系统属性面板，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人，1星兵种500人，3星将领典为5星将领霍去病、卫青。这一次对战北洋蟒的15万大军，折损的人数只有区3000人，而14个小时的时间过去，积分也积攒到了100多万。接下来还可以创建军队。正这时，霍去病与卫青驾马前来，一番酣战过后，二人脸色有些疲惫，但身上并无伤势。这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卫青脸色带喜，躬声道：“主公，这些异族实力并不是太强，这一战咱们都没有使出全力来。”霍去病笑着道：“当然了，舅舅，咱们的军队人人悍勇，不论是单兵作战还是武器装备，都远在他们之上，他们自然不是敌手。不过这草原之上，咱们打下的这2个部族算不得霸主，这些胡马人最强的还是那大渊部族，这大渊部族兵多将勇，盘踞在巨鹿关外，是块难啃的骨头啊。”此言一出，秦泽沉声道：“相较于图渊部族与北洋部族，这大渊部族确实实力较为雄厚。不过，等我们到巨鹿关之时，咱们可不止现如今这4万多的兵马。从这里赶去巨鹿关，尚且需要几天功夫，这几日不用太着急，慢慢赶过去便是。”卫青与霍去病相视一眼，当即点头：“是，主公。去吧，清点敌方物资，带上足够的粮食，收集能用的箭矢。”秦泽吩咐道。正说到这里，不远处传来呼声：“将军，有急报！”秦泽眉头一挑，回头看去，只见一名士兵正驾马赶来，那马匹累得气喘吁吁，显然是跑了很远的路程。很快，那名士兵便赶到了秦泽身边，他翻身下马，躬身抱拳道：“回禀将军，虎荣关急报，朝廷派下的盘龙军5万精锐已经进入虎荣关，由黄龙之子黄天虎率领，从城中百姓手中收走了粮食。将军发下的粮食基本上都到了他们的手中，百姓们现如今几乎家家没有余粮，而盘龙军决定明日出关前来草原。”一席话说完，站在一旁的霍去病面色骤然涨红，脖子上的青筋都冒了出来。即便是面对胡马，霍去病也从未如此怒过。从百姓们手中收走了粮食，这朝廷派下来的是什么兵马？这简直是土匪！霍去病怒喝道。卫青此刻也是脸显怒气，他双手握拳，紧跟着道：“还未迎战胡马，便先从百姓们手中取走粮食，真是无耻至极。”霍去病看向秦泽，见他面沉如水，只是那眼神却比寒冬腊月还要冰冷。主公！秦泽抬起头，那眸子在月光下泛出冷冽的光泽，他的胸口在微微起伏，显然是怒火在胸口升腾。盘龙军乃是黄龙引以为傲的大军，而黄天虎喝常胜将军敢收我发下的粮食，那就通通留在这草原上吧。此言一出，霍去病肃然。主公，您是要对盘龙军动手？秦泽微微颔首，冷声道：“不错，反正早晚都要率军攻向京师。如今黄天虎率领兵马前来北库草原，岂有让他顺利回去的道理？这蠢胖子向来刚愎自用，目中无人，还未出关便先做出收缴百姓粮食的事情来，简直是蠢到家了。现在他们入了草原，那便是来到了我们的地盘。这一次，不论是盘龙军还是大渊部族，都要将他们全部歼灭。能从这座草原回去的，只会是我们，其余人等全部诛杀。”话音落下，霍去病与卫青对视一眼：“是，主公。”卫青接着道：“主公，他们夺来这么多的粮食，必然辎重不少，何不让我率领一支骑兵队，先行一步，断了他们的粮食？”秦泽略一沉思，眼中眸光闪动。下一瞬，秦泽打开系统商城，开始选择兑换兵马。次日清晨，虎荣关外，5万盘龙军浩浩荡荡地出了关口，奔驰在草原之上。黄天虎与黄元朗一马当先，带领大军往草原深处而行。元朗啊，这草原这么大，你这走的是什么路线啊？黄天虎挠了挠下巴，看向一旁的黄元朗道：“将军，你第一次来北库草原，可能有所不知，这虎荣关外最近的便是那图渊部族。这图渊部族兵多将勇，首领图天阙带领的游骑兵战力不俗。如果不出我所料，秦泽现如今应该正往这图渊部族而去。”黄元朗沉声道。黄天虎点了点头，跟着道：“等追到秦泽的兵马后，下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黄元朗微微一笑：“若他已经和图渊部族打了起来，那自然是最好，咱们只要按兵不动即可，坐收渔翁之利。若是还未交战，我便假意援助，让他带兵发动攻势，待他深入敌军时，咱们直接撤兵，让他送命。若是他选择后撤逃跑了，咱们便说到这。”黄元朗阴险一笑，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此言一出，黄天虎嘴角含笑，看向黄元朗道：“很好，很好，就这么干吧。”几个时辰后，
盘龙军已经朝着草原前进了几十里，而此时大军的行进速度却迟缓了下来。停！黄元朗面色凝重，喝止了大军的前进。他眉头紧皱，朝着前方看去。只见前方一处围场中，地上躺着无数胡马兵的尸体，其中还有不少马匹游荡在围场中。而躺在地上的尸骸，怎么说也有了几千具。此地的胡马兵已经被杀，看来秦泽已经和屠原部族的兵马打起来了呀。黄元朗做出了判断。黄天虎却是大笑：甚好甚好，杀得越多越好，最后也都是咱们的功劳。干得好啊，秦泽！哈哈，这些马匹倒是不错，待咱们出草原之时，倒可以把这些马带走，还不费一兵一卒。哈哈，走吧，别耽搁了，看看前方战况如何。黄元朗点点头，率领大军继续往前行进。如此，一直过了中午时分，盘龙军已经深入了草原。待翻上一座高坡后，大军再度停下。呼啸的风肆无忌惮地在草原上吹着，浓浓的血腥味直往黄元朗鼻腔里面钻。他驾马站在坡顶，眸子紧缩，表情凝重，呼吸都急促了起来。只见前方宛若一座修罗地狱一般，一眼望去，竟全是尸骸，血水将地面染得一片赤红，密密麻麻的尸体挤在一起，甚至于有些尸体严重变形，已经深陷血肉泥泞中。啊，这黄天虎脸色呆滞，手指前方惊诧道。黄元朗额头滚落黄豆般大的汗珠，汗水顺着下巴滴落，握着缰绳的手微微抖动。他张了张嘴，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看样子屠原部族已经被灭了，秦泽可能有几十万大军。黄天虎猛地一个扭头看向黄元朗，惊声道：几十万大军！黄元朗深吸一口气，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正这时，一名士兵惊呼道：将军，前面似乎有人兵马来了。对面，秦泽面无表情，统领大军奔来。黄元朗抬眼看去，前方果然是一支兵马正快速赶来，这让他心中一紧。秦泽他把屠原部族都灭了，咱们的计划不就失败了吗？这接下来怎么办啊？黄天虎有些慌乱地问道。听到这话，黄元朗翻了个白眼，心中暗骂：这个蠢胖子现在还搞不清状况吗？秦泽能灭掉屠原部族，可见手中兵马之强，自己这5万精锐盘龙军战力虽然强悍，但也不敢说一定就能灭掉屠原部族，现在他却做到了。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现在这草原之上几乎没有办法能撼动秦泽了。局势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黄元朗的预料，事态已经超出了控制，现在要想杀了秦泽那就非常难了。一旁的黄天虎看黄元朗不吱声，不耐烦地催促道：说话呀，爹说了这次务必要咱们杀了秦泽，现在怎么办啊？黄元朗再难以忍受，怒声道：你是看不见吗？这里死了多少人？这都有10万以上的人了吧？还杀他？怎么杀？除非陛下下令再增派7、8万兵马过来差不多。秦泽马上就过来了，咱们不要和他发生冲突，先问问看他究竟是怎么。话还没说完，便听黄天虎怒喝道：黄元朗，你怎么和我说话呢？瞧你那怂样，至于这样吗？先前我就在想，这胡马未必很强，秦泽杀的我们就杀不得。我盘龙军5万人可个个都是精锐，我爹给的都是好兵，他秦泽拿什么和我比？不行直接打就得了，管他3七21呢，杀就完了。黄元朗怒极，心中早已经把这蠢笨如猪的黄天虎骂了个遍。他咬牙道：你太小看这些胡马兵了，他们绝对不弱，秦泽能剿灭屠原部族，实力必然。话未说完，再次被黄天虎打断。只见黄天虎手指前方，开口道：别瞎嚷嚷了，你看秦泽带了多少人过来了？这不就几万人吗？一打一我，盘龙军天下无敌，谁能是我们的对手？黄天虎抬眼看去，这片刻时间，前方的兵马又前进了不少距离，而这一看去确实只有3万兵马的样子，但就是这为数不多的兵马却愈发让黄元朗心中紧张。这个距离看去，对面的兵马中很多战马都带上了甲胄，秦泽竟然有重甲骑兵。黄元朗眼皮一跳，心中猛然醒悟，秦泽便是统领这支重甲骑兵才灭掉了屠原部族，这也更从侧面看出他的兵马战力强悍无比。作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黄元朗立刻就察觉出了不对劲。可不待他开口，便听黄天虎冷笑道：哼，看见没，几万兵马就能杀这么多的胡马兵，果然不出我所料。现如今这草原上的胡马兵并不是很强，就是不知还有多少胡马兵，看来咱们可以继续完成先前定下的计划了。你说的也有一点道理，让他和胡马兵打起来，咱们坐收渔翁之利才是最好的。走吧，去聊聊，看看秦泽接下来要怎样。听到这话，黄元朗心中无奈，但也知道如今大军已经来了草原，且见到了秦泽，那当然不能就这么离去。毕竟不论如何，盘龙军都是朝廷派来的大军，明面上是要援助秦泽的。想到这里，他没有再出言反驳黄天虎的话。随即，二人率领大军不紧不慢地朝着前方而去。对面，秦泽下巴微抬，冷眼看着越来越近的盘龙军，嘴角露出冷笑。一旁的霍去病沉声道：主公，舅舅此刻应该已经绕到虎龙关去了，他们后路已绝。秦泽微微颔首，脸色不变。原来一早，秦泽便命卫青带领一队人马从草原另一端绕去了虎龙关，而盘龙军的这一路的动向早就被沿路的哨兵监察到。此刻两军相遇，秦泽脸上露出耐人寻味的笑容，他并不打算立刻就对盘龙军发动攻击，留着他们有大用。大渊部族在虎龙关的西侧，此行前去巨鹿关，恰好就要顺着这条路走。朝廷不是派盘龙军过来帮自己打胡马吗？那更好，就由你们当作先锋去攻打大渊部族吧，最好是打个你死我活的那种。不多时，两军距离已经只有几百米。只听一声朗喝声传来：王爷，受陛下之令，
末将黄元朗带兵前来助阵。秦泽抬眼看去，一身躯壮硕的男子隔着100米距离抱拳行礼，而在他的身旁正是黄龙之子黄天虎。他抬头望天，一脸倨傲。霍去病冷喝一声道：“王爷在此，为何相隔这么远的距离不前来参见？”话音落下，黄元朗脸色一变，眼前这支兵马气势骇人，这一眼看去便知战力不俗，而且又是死对头的兵马，他怎敢随意过去？正欲开口，却听黄天虎大喝一声道：“陛下特委任我来北库草原迎战胡马，可没说有个上下之分。”正此时，只听秦泽沉声道：“无妨，既然都是来平定胡马之乱的，那自当齐心协力，先杀胡马再说。”说到这，秦泽话锋一转，开口道：“你们出关作战，还没开打，就将虎荣关的百姓粮食都收上来了。”黄天虎冷着脸哼了一声道：“怎么了？不行吗？充当军粮有何不可？我们从京师一路急行，不便携带大批粮草，这不是为了早日抵达草原攻打胡马吗？吃不饱，可没办法作战啊。”秦泽嘴角微抿，震声道：“拿了百姓的粮食，那就要去迎战胡马，你们来这是何意？”黄元朗沈笑道：“王爷不要动怒，我们以为你正带兵和屠原部族的人交战，这才会过来援助，没想到王爷你竟已经歼灭屠原部族了，实在是。”话未说完，秦泽双眼微眯，冷声道：“北库草原现如今只剩下大渊部族的人还没有被剿灭，盘龙军从京师赶来剿灭胡马，那不得发挥些作用。大渊部族在虎龙关西侧的巨鹿关，你们现在掉头，随我前去一同迎战。”此言一出，黄元朗和黄天虎对视一眼，眼中不约而同露出震惊之色。北库草原只剩下大渊部族了？难道说除了屠原部族外，这北阳部族也被他剿灭了？这怎么可能？这才多长的时间，他如何能剿灭的？黄元朗急忙问道：“北阳部族也已经？”霍去病冷声打断：“你没听明白吗？只剩下大渊部族了，速速回头，随我们迎战大宛部族。”此言一出，黄元朗心中震撼，再看向秦泽身后的兵马，眼中已经充满了惊惧。他就是凭借这些兵马剿灭了屠原部族和北阳部族？不可能，他定然还有其他兵马，说不定已经藏在这草原上的某处了。不好，秦泽这么短的时间有了这么多的兵马，现在是真的拥兵自重了。若是放任不管，待他出草原之日，黄元朗心中越想越惊，目光看去，只觉这广袤草原上说不定哪里就猫着一支大军。一旁的黄天虎眉头一皱，也隐隐察觉事情有些不简单，但很快他就大喝一声道：“哼，我们可不接受你的调令，陛下他。”话没说完，秦泽下巴微抬，目光冷冰，他抬起了手。下一刻，虎豹骑们迅速从背后抽出弓箭，做出射击姿态。这突然的变故让黄元朗大惊失色，他惊声道：“王爷，你这是何意？王爷，我们受陛下之令前来迎战胡马，王爷你为何要将箭指向我们？”黄天虎却是脸色涨红，怒声道：“秦泽，难不成你要与我们开战不成？你什么意思？难不成想谋反？”秦泽表情冷然，开口道：“我数3声，若是你们不去大渊部族作战，我就当你们临阵退缩，当了逃兵。战场之上，若有逃兵，那必杀之。”黄元朗急忙道：“王爷，你不能这样啊！咱们都是为了剿灭胡马，你怎能将弓箭对向我们？我们可都是大钱的人啊，怎能互相内斗？相互内斗只会让胡马坐收渔翁之利。”黄天虎却是怒极，他大喝道：“秦泽，你要敢放箭，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我5万盘龙军可不怕你们，以为自己剿灭些胡马就很了不起吗？告诉你，我可不是被吓大的，你只要敢动手，那就是谋反，陛下不会放过你。”秦泽全当听不见。黄元朗见秦泽这架势，却是真的要放箭，心中急得不得了。他可不像黄天虎这样，以为胡马兵很好打，秦泽能剿灭这么多胡马兵，说明他这支大军战力极其强悍。不仅如此，黄元朗甚至还怀疑秦泽在这草原上还潜藏着一支大军，不然他不可能如此有恃无恐，他背后不可能没有依仗。一旁的黄天虎这时也有些慌了，他一抬手大喝道：“弓箭手准备！秦泽，你要是敢放箭，我也敢放箭！”秦泽继续报数：“2。”黄元朗急忙朝着身后的士兵大喊：“放下弓箭，掉头！”黄天虎却是不依不饶，大喝道：“都听我的，不准回头！你看我怕不怕？吓唬谁呢？距离这么远，你真以为能唬住我呀？”话还没说完，秦泽一声冷喝：“放箭！”下一瞬，数百支弓箭飞射而出。黄天虎猛地瞪大了眼，简直都呆住了。他们竟然真的敢放箭，而且还是在这个距离放箭。一旁的黄元朗见弓箭射来的瞬间，便是一个翻身，躲到马腹后面，驾马往后撤去。作为一名战场经验丰富的老将，他有着清晰的认知，秦泽兵马不多，却能连杀那么多胡马兵，事出反常必有妖。他可不会傻乎乎的以为秦泽在恫吓他。为此，他一边往后躲去，一边大喊：“全军听令，回头，回头！”嗖嗖嗖！而在这瞬间，弓箭已经射入了人群中，接连不断的惨叫声响起，其中有以黄天虎的声音最大：“我中箭了，我的膝盖中了一箭！”黄天虎痛得嗷嗷叫唤，他也顾不上许多了，急忙驾马往后撤去。谁都没有想到，秦泽的兵马竟然在500米外能射过来箭。盘龙军的士兵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头，眼下还是听这位副将的话比较好。当即，盘龙军开始掉头。而虎豹骑这边，秦泽冷着脸看着他们掉头，并没有再让弓箭手放箭。事实上，刚刚射出的弓箭也不过几百来支而已，其目的就是为了威吓。这5万盘龙军虽然要被除掉，但让他们和胡马兵一番乱战，打得两败俱伤之时，自己再出手，
岂不是利益最大化？看着敌人打作一团，这种感觉不要太爽好吧？此刻面对这些往后退去的盘龙军，秦泽大喝道：“黄天虎，你若是敢中途撤兵，那就是怯敌示弱，不要胡马兵动手，我会亲自将你们诛杀。”话音落下，秦泽大手一挥，带领虎豹骑们不紧不慢地朝前而去。此行前去巨鹿关尚有一段路程，秦泽并不是太着急，这一路的时间自己可以慢慢积攒积分，等到了巨鹿关，积攒的积分数量足够再兑换一支大军出来了。另一边，盘龙军被赶鸭子一样往着来时之路疾驰，黄天虎刚刚不慎被射中了一箭，所幸那一箭只是射中了他的膝盖，但即便如此，此刻他仍旧是痛得面色苍白，一张胖脸上五官都扭曲了，浑身上下不住颤抖，体如筛糠，嘴中不住叫唤。事实上，在他行军打仗的这几年，这还是他头一次受伤。以前的战事中，他总是被保护得很好，没曾想这次一照面却先中了一箭。快把我取出来，取出来啊！黄天虎一边骑着马一边痛得叫唤。这时黄元朗却突然驾马跑了过来。不行啊，将军，秦泽在后面追着呢，要是停下来，他们定会再射箭，你先忍忍吧。看到黄元朗出现，黄天虎气得破口大骂：混账东西，刚刚他射箭，你竟然抛下我直接就跑了，你这王八蛋，我爹没叫你保护我吗？在这么多人面前被骂，黄元朗脸色难看至极，他扭过头咬牙道：将军要学会审时度势啊，他们为何能剿灭如此之多的虎马，必然是有着强悍的战力啊。这500米外能将箭射过来，这就印证了他们兵强马壮，若是与他们厮杀，咱们讨不了好。黄天虎简直气得七窍生烟，他憋着口浓痰，狠狠地朝着黄元朗吐了过去。啊呸！你这狗东西，不是我爹帮你，你能做到今天这个地位，现在还敢说我的不是？我就问你，你为何不保护好我？现在老子中了一箭，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敢说我的不是？你配说我吗？那一口并没有吐到黄元朗脸上，但带来的羞辱已经让黄元朗脸色铁青一片，若不是人多眼杂，这一刻他一定一刀将黄天虎的头砍下来。这样蠢笨如猪的东西，眼下看来却比秦泽还要可恨。黄元朗憋着一股气，开口道：义父说过出来，你就要听我的，我不会害你的。秦泽的兵马虽然人数不多，但明显战力极强，咱们不能和他们正面厮杀，该忍让就必须要忍让。现在咱们就往虎荣关退去，然后传信入京师。秦泽现在敢对我们动手，那就是有了谋反之意，陛下会派出大军前来杀他的，在这之前就让他得意一会。哼，这一次他是死定了。黄天虎听到这话，心里面才好受了点，但嘴中却还是不忿。哼，秦泽敢对我射箭，给我等着，早晚要你还回来。以为几万兵马就无敌了是吧？日后让你看看老子盘龙大军有多强。妈的，还有你，黄元朗，今日之事绝不会这么算了。等回京，你看我怎么收拾你。黄元朗低着头只是沉默，但眼中却已然是一片杀意。要定下秦泽谋反之罪，让你黄天虎死在他手里，那是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盘龙军在前，虎豹骑在后，两支大军一前一后的朝着虎荣关而去。盘龙军中，黄天虎苦着脸，膝盖上的那支箭他不敢拔出来，因此只能选择拿刀砍断箭杆，那箭头还扎在膝盖里面，剧烈的疼痛让他脸色苍白无比。他回头看了一眼紧跟在后的虎豹骑们，脸上全是怨毒表情。妈的，这下倒弄得他们来督军似的，他奶奶的！黄天虎咬牙咒骂着。一旁的黄元朗并未说话，他在盘算着该怎么想办法让黄天虎顺其自然地死在秦泽手中。只要他死了，即便自己没有完成黄龙交代的任务，那也无所谓了。黄天虎一死，秦泽公然袭杀朝廷大将，陛下得知此事，必然要治他的罪。如此一来，必定会派出大队兵马，名正言顺地诛杀秦泽。他偷偷看了一眼黄天虎，心中冷哼一声：是你逼我的，可不要怪我下手狠。时间逐渐流逝，很快就到了下午，有虎豹骑在后面驱赶，盘龙军的速度快了许多。黄元朗正盘算着要出其不意冲入虎荣关内时，只见前方传来惊呼声：将军，前方有大队兵马在等候。消息从前方传来，黄元朗眸子一缩，浑身一震。前方还有大队兵马，难道自己真的猜中了？秦泽他真的还有潜藏的兵马在草原上，还悄悄地绕到了后面。距离虎荣关越来越近，黄元朗抬眼看去，关口外果然有着一支兵马，不仅如此，他们还排成了一条长线，将前方拦住。见此情形，黄元朗心中一跳，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而不远处的黄天虎看到前方出现的兵马，那本就苍白的脸上现在是愈发苍白，汗珠滚滚而落。我们出关之时并无兵马，他们从哪里冒出来的？黄天虎这会心中已经慌了。见黄元朗不说话，黄天虎怒喝道：说话呀！黄元朗，这前面有人拦着，咱们怎么进虎荣关啊？黄元朗眉头紧皱，右眼皮此刻一直在跳，憋了半天只蹦出了几个字：再看看吧，他们应该不会对我们动手吧？黄天虎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咒骂道：自出了北凉，你就没有一件事是做对的，事先安排的那些计划全部都没用，真是个废物。正骂着呢，前方传来大喝声，只不却是卫青带领着大军围了过来。黄元朗急忙喝令停下脚步，整个盘龙军不再前进，人人心中忐忑不安。黄天虎眼见前有大军包围，后有秦泽带兵而来，直觉生平从未如此被羞辱过，脸色红一片白一片。这次出兵简直是有辱他常胜将军的名号，往常都是他追着别人打，现在却是自己被围追堵截，这简直是太憋屈了。原本他还想不行就和秦泽一战便是，
但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兵力，他已经有些气了。若是打起来，自己弄不好真要折损在这里。当初应该给我50万大军才对啊！哎，他叹了口气。片刻后，后方的秦泽带领大军围了过来。黄元朗擦了擦脸上的虚汗，看向秦泽沈笑道：“王爷，你让我们前去迎战大渊部族，却派兵拦住我们，这是不是有点？”黄天虎憋着满腔的怒火，膝盖越来越疼，他却是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秦泽面无表情，抬眼看向黄元朗，而后又将目光落入他身后的盘龙军中。看到这锐利如刀的眼神，黄元朗心中一紧，感觉自己好像案板上待宰的鱼一般，这种感觉让他头皮一阵发麻。正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传入他耳中：“每人身上只带3天的口粮，其余的粮草辎重全部留下，带着这3天的口粮前去迎战大渊部族。”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黄天虎猛地瞪大了眼，即便是膝盖疼痛无比，但此刻他仍旧不得不发声。他大喊道：“你是要我们拿出军粮？”话音刚落，霍去病眉头一挑，立刻搭弓，而在其身后的弓箭手们也同时将箭搭在了弓上。不仅如此，在前方的卫青一声大喝：“准备冲锋！”轰的一声，重甲骑兵抽出长枪，已经举到了身前，那蓄势待发的模样，似乎下一秒就要冲出来一般。随着黄天虎的这一句话，场间气氛瞬间剑拔弩张，战斗一触即发。别动手！黄元朗急忙阻拦。3天的粮草够了，够了，足够我们赶赴巨鹿关了。快放下粮车！黄元朗忙不迭地叫道。话音落下，士兵们放下了粮草辎重。黄天虎尽管心中不忿，但这会他也看清了形势，憋屈地闭了嘴。看到他们放下粮草，秦泽冷笑一声。而在前方的卫青嘴角微抿，带着大军往后撤去，堵在了虎龙关外，确保他们不会逃入虎龙关。看到包围网打开缺口，黄元朗心中长舒了口气。该上路了，二位。秦泽的声音传入黄元朗耳中，他心猛地一跳，他以为秦泽说翻脸就翻脸，要开战了。但下一秒，秦泽的话让他提起的心又放了下来。祝二位带领盘龙军能杀得胡马兵们溃不成军，立下大功，日后的个赏赐。去吧，我紧随其后。黄元朗敢怒不敢言，只能抱拳道：“是。”全军听令，即刻赶赴巨鹿关。黄元朗一声大喝。秦泽双眼微眯，又嘱托了一句：“可要早点赶到巨鹿关啊，军粮吃完那可就麻烦了。”黄天虎气得脸色发青，怒火简直要炸穿胸口。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这简直是把人往绝路逼。但若是不去，还真没办法。郁闷之下，只觉膝盖更痛了。随之，盘龙军浩浩荡荡地朝着巨鹿关而去，而秦泽则命虎豹骑门带上粮草，来到了虎龙关口。关口，秦泽看向霍去病，将这些粮食还给百姓们吧。另外，明日让他们进关，将那些木马全部圈养起来，日后我要用上。今日就在此休整一夜，明日再动身前去巨鹿关。是，主公。霍去病道：“卫青，你继续率领一支兵马前行，一来督军黄天虎，二来探清大渊部族兵力。这支部族兵马很多，不可小觑。”是，主公。末将这就前去。卫青抱拳，当即率军而去。日落黄昏，一支大军奔腾在草原上，喝骂声不绝于耳。天杀的秦泽，只给我们留下3天的干粮，这让我们该如何是好？还让我们去当先锋迎战大渊部族，他倒是打得好算盘啊！黄天虎边骑边骂。黄元朗沉着脸不说话。黄天海看他这样子就来气，立刻喝道：“现在是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行军打仗以来从没这么憋屈过。若是一开始与秦泽相遇，就和他们打一仗，说不定还不会这样，都是你优柔寡断。”黄元朗眼眸闪动，摸了摸鼻子，沉声道：“是，将军，是我判断失误了。不过无妨，巨鹿关现如今虽然已经被大渊部族所占，但咱们未必就要和他们开战。如今草原之上只剩下他一家部族，若是我们和他签订休战协议，大渊部族未必不会同意。”黄天虎眉头一挑：“这也行？”黄元朗点了点头，继续道：“行。没了那2家部族，大渊部族便能称霸草原，成为唯一的王。他们若是聪明，那就不会再继续发动战争。战事进行到这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北湖已灭其2，只剩1家，对我大前已经构不成威胁。而大渊部族需要称霸草原，接手另外2家的地盘，如此一来，这就够了。”说到这，他话锋一转，冷声道：“只是秦泽是个疯子，他要剿灭所有胡马，陛下不会同意的。北凉必须要有一族存在，不论是秦泽还是朝廷，都不能将胡马剿灭。”这一番话说的黄天虎大脑直接宕机，这是为何？他疑问道。黄元朗面色一沉，却是不再多言。守江山可比打江山难得多，有外敌是祸，无外敌也是祸。他话转一转，开口道：“到了巨鹿关，我会派人前去和大渊部族交涉，将军你无需担心，只要让我们从巨鹿关进去，回到京师，将此地消息带回，那等待秦泽的呵呵。”休整一夜后，次日清晨，秦泽率领大军从虎龙关出发。下午时分，巨鹿关外几道身影策马奔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屠杀东一行。自从那日见到秦泽灭了屠渊部族后，屠杀东便立刻往大渊部族赶去。这一路他不敢有丝毫停歇，只为了早日到达大渊部族。终于连日奔波后，他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你们是什么人？快给我停下！军营外有胡马兵喝止道：“我是屠渊部族的屠杀东，是茶园真大王的熟识之人。我有要事禀告，还请你们立刻带我前去见大王一面。事关紧急，不能耽误啊！”屠杀东下了马，脸上一片沧桑。
很快，屠沙东就被带去了军营大帐内。刚一进大帐，他便看见一道伟岸的身影正背负双手，看着一幅被挂起来的堪舆图，而那堪舆图所绘的竟是大前地形。拜见大王！屠沙东嘴唇发白，立刻行礼。有些年头没见了，屠沙东，我还未曾见过你如此慌张的模样。那伟岸身影转过身来，他身高足有9尺，面容不怒自威，双目如同鹰隼一般，目光凌厉至极。屠沙东深吸一口气，脸上已经是一片悲痛。大王有所不知，我屠原部族已经被镇北王秦泽所灭。此言一出，茶园真眉头一皱。被灭？先前听闻那秦泽在虎荣关杀了你们8万兵马，距今还没半月时间，他已经带军去了你们部族。这屠沙东点头，悲怆道：正是。这秦泽行事雷厉风行，先杀我们8万兵马，而后蛰伏几日后，便直接率领大军去了我们部族。我事先已知这秦泽不同于大前其他将领，不得不防，便先去了一趟北阳部族。只是那北阳莽目光短浅，为人自傲，完全不将秦泽放在眼里，他不愿派兵和我们一同迎战秦泽。如此，我屠原部族才会死在秦泽之手啊！若我所猜不错，秦泽若是已经去了北阳部族，那北阳莽绝对不是他的对手，说不定此刻也已经遭到毒手了。一番话说完，茶园真眉头越皱越紧，脸色也凝重了起来。他摸了摸下巴，沉声道：镇北王秦泽，他竟有如此手段吗？我从大前得来的消息，那金风鸾软禁秦家2年之久，这次封地北凉于他，其真实意图也是为了让他死在这里。他怎么来的这些兵马？屠沙东摇头，这就不知了。此外还有一点，秦泽的兵马战力极强，我曾见到他们射出来的弓箭，那一箭威力极强。说到这，屠沙东面色悲戚，颤声道：大王，秦泽野心颇大，他妄图夺下整座北库草原，我侥幸逃回，便是让您一定要多加提防。半个月内，他必定会率领大军来此，大王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做好防范，预防他攻来啊！此言一出，茶园真摸了摸下巴，而后道：秦泽此人，我曾与他交手过，2年前他率军与我交战，只是后来那女帝将他召回，这才没有分出个结果来。茶园真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接着道：若是继续打下去，他必定死于我手。一看到这不屑的笑容，屠沙东就慌了。先前屠天阙也是这般，不拿秦泽当回事，而后来的结果，他赶紧道：大王千万不可轻敌，不是我未雨绸缪，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2年过去，秦泽从京师来了北凉后，犹如猛虎归山，如今势不可挡，图谋甚大，一定要予以重视啊！茶园真微微一笑，点头道：这是自然。我茶园真又岂是那种目中无人之辈？秦泽此番前来，我必定做好一切准备，绝不会让他在我手里占了便宜。屠沙东，如今你的部族已经被秦泽所灭，今后你就跟着我吧，当个军师。你看，这是大前的堪舆图，我已经拿到手了。等解决秦泽之后，你随我进军北凉，待拿下北凉后，随我逐鹿中原。茶园真双手叉腰，眼神火热地看着堪舆图，一副豪气万丈的模样。屠沙东点了点头，心中却依旧忧虑，秦泽又岂是那么好解决的？茶园真目光一转，见到屠沙东那忧虑重重的表情，他朗声一笑，拉着屠沙东出了大帐。军师，你看我的兵马，30万大军，人人披盔戴甲，全是精兵良将。此外，你看这边这5万大军所用的盾牌坚固无比，你说秦泽手下弓箭手很强，他们能射透我这盾牌？屠沙东看到这对盾甲兵，眼中露出震惊之色。大王，你从何处弄来的这些盾牌？茶园真微微一笑，拍了拍屠沙东的肩膀，从屠原国购置而来，他们那盛产铁器，如今他们也正为领地一事与这大前交涉呢。这大前看似盛世，其实已经摇摇欲坠了。不过对咱们来说倒是好事，也该让我们的领地再往前划一划了。屠沙东连忙点头，眼中露出喜悦。甚好，有如此兵马，何惧秦泽？他若来此，定能将此地作为他的埋骨之地。茶园真笑了笑，开口道：区区秦泽，何惧之有？我所要的是那大前国土，这秦泽充其量不过是我的踏脚石罢了。秦泽解决之后，我便统御整座草原，正式称王，举行开国大典。这一番话说的豪气万丈，茶园真心潮澎湃，眼中是无限遐思。屠沙东连连点头，开口道：大王言之有理，现在我总算能睡个好觉了。在没来之前，我就担心咱们北湖要被秦泽一点点蚕食，我担心的不得了。现在，终于没事了。看到屠沙东脸色缓解，茶园真哈哈大笑，大手一挥道：来人，传令下去，自今日起，但凡有大前兵马前来，皆杀过去，来多少杀多少，让我的军师睡个好觉。是，大王。士兵领命而去。屠沙东脸色一红，急忙躬身抱拳，多谢大王收留，今后必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日后大王逐鹿中原，我必定为之肝脑涂地，誓死追随。好，那就与我做出一番大事来，留个千古美名。不过在那之前，先让我把秦泽收拾了。茶园真大笑着道。2天后，草原上，秦泽率领大军不紧不慢地继续朝前赶路，而在其后是数以万计跟随的马匹，这都是之前从那2个部族中得来的马匹。秦泽带来是为了让接下来兑换兵马使用。眼眸闪动间，他打开了系统属性面板。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人，1星兵种500人，3星将领点为5星将领霍去病卫青，
之前让卫青带兵去虎荣关时，秦泽消耗了95.5万积分兑换了5000重甲虎豹骑，因此现在兵力已经达到了小5万人。自从积分来到了1秒35积分后，这3天的时间积分已经来到了900多万，而这也就意味着现在就能兑换接近5万人的重甲骑兵出来。不过现在还没到达巨鹿关，因此秦泽倒也不着急，立刻就兑换。这一路走的并不快，事实上秦泽也并不是很着急。在剿灭另外2个虎马部族后，这最后的大渊部族剿灭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这时霍去病自远方驾马而来，主公，舅舅传来消息，他们已经快到巨鹿关了。秦泽点了点头，黄天虎他们呢？霍去病微微一笑，舅舅说他们前进的速度很快，似乎是军粮不太够了，正马不停蹄地朝着巨鹿关而去，今日应该就能到达。秦泽微微颔首，嘴角露出一丝淡淡微笑。好，让他们打一会，咱们不急。巨鹿关外，黄天虎揉了揉膝盖，下一刻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妈的，还是好疼！完了，我以后8成要瘸了，可恶啊！黄天虎咬牙切齿。黄元朗瞥了一眼，心中冷哼一声，以后你还能当上瘸子？但很快他就脸色一正，沉声道：将军，前面不远就是巨鹿关，眼下已经被大渊部族所占，我现在派遣士兵前去协商。黄天虎摆了摆手，不耐烦道：快去，赶紧过巨鹿关，我要回京。这地方老子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妈的，昨夜军粮就吃完了，饿死了。黄元朗嗯了一声，随即唤来几名士兵，附耳嘱托几句后，这几名士兵驾马离去。很快这几名士兵就策马赶到了大渊部族外，隔得老远，他们就大声喊道：不要动手，我们前来谈判。虎马兵们将信将疑，但还是派出几人去了军营。很快消息送到军营，大帐内茶元真与屠沙东席地而坐。听完士兵的汇报后，茶元真摸了摸下巴，看向屠沙东道：他们要谈判，军师你怎么看？屠沙东面色铁青，嗤笑一声道：哼，又在使诈，将我北湖人杀了这么多，现在却来谈判，有何可谈的？这不是笑话吗？大王千万不能和他们谈，他们说什么都是假的，这才几天的时间，他们就马不停蹄赶到了这里，这心思难道还看不出来？如今我们兵力强悍，又何须听信他们的花言巧语，直接杀过去便是。在碾压的兵力面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大王的兵马所向无敌，必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句话显然让茶元真很受用，他轻抚胡须，而后大手一挥道：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别管那么多，杀过去。是，大王。士兵当即领命而去。草原上，黄元朗正焦急地等待着消息。片刻后，前方终于出现跃动着的人影，是自己派出的人回来了。但下一瞬，他眸子一缩，眼中露出惊骇之色。只见他们的后面是北湖大军正往这边冲来。将军，他们杀过来了！骑马而来的士兵脸色惊慌，连声大喊：糟了，蠢货，你的计划又不成了！黄天虎对着黄元朗破口大骂。随即黄天虎对着手下士兵道：不管了，他们不放行，那就随我杀出去，只要能冲入巨鹿关，那就有救。黄元朗此刻汗如雨下，心中全是挫败感。此行出兵北库草原以来，自己的一切判断全部出错，本以为这次可以谈判协商，但怎料连谈的机会都没有。这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黄元朗心中气急，眼见虎马大军杀来，而后面又有秦泽的兵马在虎视眈眈，这种情况还真只有杀出一条血路来了。他一咬牙关，震声道：杀出去，杀出一条血路来！黄天虎跟着大喊：保护好我，只要能冲入巨鹿关，保证让你们以后个个升官发财。话音落下，盘龙军的5万士兵发出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听着这整齐的怒吼声，黄天虎脸现一丝喜色，爹给的5万人可都是精锐啊，谁说不是虎马兵的对手了？秦泽杀的，我常胜将军杀不得。这一刻，他再度涌现出强烈的自信心，随即他大喝道：杀！全歼虎马，与我扬名天下！暴喝声中，黄天虎率领大军杀去。两军阵前，虎马将领百余昂面色激昂，手持一杆大刀，指着远处的黄天虎怒喝道：竟敢来犯我北库草原，今日必定让你们埋尸于此！黄天虎面色涨红，同样手握一杆大刀，他怒斥道：区区虎马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你若是知道我的名号，只怕害破你的狗胆！百余昂眉头一皱，目光在黄天虎身上来回扫视，只见他身材高大，但却格外臃肿，遂冷笑道：报出狗名来，我百余昂不杀无名之辈！黄天虎没反应过来，直接喝道：我乃大前国常胜将军黄天虎是也，我爹是镇国镇军大将军黄龙，你可听过？百余昂冷笑：战场之上环抱出你爹名号来，可笑至极，待你死在我手里，就让你爹来给你收尸。你爹来了，我再杀了他，让你娘过来收尸。你娘过来，我就收他为奴，让他伺候老子。这恶毒的咒骂让黄天虎气得身子发颤，也顾不上膝盖的疼痛了，当即破口大骂：我去你妈的！杀！一声高呼，盘龙军如同潮水般涌出，百余昂同样振臂高呼：杀！大队虎马骑兵如山崩海啸般奔驰而来，两股洪流立刻就交汇在了一起。军营外，茶园真骑在马上，如同鹰隼般的目光紧紧盯着前线的战斗。身旁的屠沙东同样在看，他摸着下巴沉声道：为何这次不见他们动用弓箭手？茶园真随即道：兵马不多，看样子只有几万人，应该大部队还在后头，想来是试探我们兵力的。屠沙东点头，接着道：不错，秦泽还没出现，想来是蛰伏在后头。大王，我看咱们不能过度深入，就在此地与之交战最好。大王没有派出所有兵力，
也是高明之举。他们探不出我们的兵力，也可让他们不敢擅动。茶元真微微一笑，摸着胡须道：“没错，秦泽若是一点点派出兵力试探，那正合我意，来多少杀多少。我看他最后还有多少兵马可用。若是举军攻来，那便一举将其歼灭。”说到这，茶元真面色阴沉，露出狠辣之色。另一边，交战之地外，卫青双手环胸，冷眼看着前方的战斗。打吧，打得越久越好。他冷笑道。旋即，他侧头看向一名虎豹骑道，去禀告主公，传达此地的消息。是，将军。士兵当即驾马离去。卫青再度将目光落在战场上，他正观察着这些胡马兵的战力。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战场上的厮杀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这些盘龙军士兵都是黄龙从军中精挑细选而出，战力并不弱。此刻交战中，那些胡马兵与之战斗，竟然稍稍落了下风。当然，这也是因为茶元真并未派出所有兵力，百余昂只带了数万兵马。而随着战斗的进行，北湖军营中正不断加派兵力。战场后方，黄天虎被士兵们护卫住，此刻正不断叫骂：“杀了他们！杀了他们！没什么本事，也敢在我面前叫嚣！”百余昂听到这话，脖颈间青筋暴起，怒吼道：“废物，只敢躲在后面，有本事过来！”黄天虎当即大叫：“黄元朗，去将他的舌头给我割下来！”一旁的黄元朗此刻面色阴沉，虽然现在貌似有些微弱优势，但他知道这些许的优势马上就要消失。先前他曾远远向前看去，见到前方正不断有胡马兵奔来，这让他想冲入巨鹿关的幻想直接破灭了。敌方后续还不断有兵马赶来，而自己这边只有5万大军。秦泽说是会支援，但真的会来吗？他不敢妄想。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5万盘龙军必然会逐渐战死，而到了那时，自己也难逃一死。黄元朗很清醒，但也正因为这清醒而倍感痛苦。空有一身抱负，却要死在这异族他乡，这怎能忍受？这时，只听黄天虎破口大骂道：“黄元朗，没听见吗？快去把他的人头给我砍下来！”听到这话，黄元朗握紧手中的长刀，眼神冷得像冰。终于，在剧烈的内心挣扎后，他有了决定。下一瞬，他大喝道：“杀！杀了他们！”话音落下，他挥刀向前冲杀。百余昂见他冲来，冷冷一笑，驾马向前冲锋。很快，砰的一声，两柄长刀重重砍在一起，火花四溅，迸射而出。这一刀下去，黄元朗并未后退半分，而百余昂却身子往后一仰，那握住长柄的手甚至发颤，虎口酥麻。百余昂心中一紧，眼前之人和那胖子似乎不一样，他不敢掉以轻心，一击之后立刻拉开距离，而后反手便是一刀砍去。他的速度很快，但黄元朗却比他更快。在百余昂拉开距离的瞬间，黄元朗的大刀便已经砍出。他眼神狠厉，丝毫不顾及百余昂会怎样攻击。电光火石之间，只听噗的一声，一抹鲜血从百余昂脖颈间喷溅而出。随之，百余昂瞪着眼，双眼溜圆，而那眸子却逐渐灰暗，长刀脱手而出。下一刻，黄元朗一个暴起，猛地一刀挥向他的脖颈，人头轰然而落。黄元朗接住人头后，立刻掉头，策马向着黄天虎奔去。看到黄元朗提着人头回来，黄天虎大喜，连声大喊：“干得好，干得好！杀！杀了他们！”兴奋的黄天虎从护卫中冲出，举着长刀不住叫唤。黄元朗面无表情，将百余昂的人头绑在马上，那冰冷的眼神看向了黄天虎。将军，信不如命，斩了敌将首级。黄天虎大笑：“好，不错，黄元朗，你还是有用的。”这时，黄元朗已经来到了黄天虎身边。下一瞬，他突然抽刀，这一刀来得又快又急，所砍向的不是别人，正是黄天虎。距离如此之近，黄天虎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瞪圆了眼，惊恐地看着那刀朝着脖颈而来。黄元朗，你是要怎样？黄元朗并未说一句话，但那冰冷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噗！在黄天虎惊恐的眼神中，长刀斩到了他的脖子，而后人头随之掉落。黄元朗接住人头，立刻策马往后方奔去，口中大喝：“让开！都给我让开！”黄天虎那炽热的鲜血喷了黄元朗一头一脸，此刻他浑身浴血，宛若杀神一般。在场的士兵们全都愣住了，不明白他为何会砍下黄天虎人头。短暂的愣神后，惊叫声响起：“将军死了！将军死了！”黄元朗带着2颗人头快速冲出战场，而他所去的方向正是卫青所在之处。我绝不能死，哪怕是投入秦泽麾下。黄元朗大口喘气，急速奔逃。风声呼啸，后面的厮杀离黄元朗越来越远。此刻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盘龙军被灭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他绝不能随着陪着他们一起死。他脚踢马腹，全力催动马匹快速奔逃。而在后方，盘龙大军此刻已经乱作了一团，主将黄天虎被副将黄元朗所杀，这是所有人没想到的局面。这种两军阵前发生的背叛，无论是何时都是致命的。但他们已经无暇顾及许多，甚至来不及细想，只因胡马兵的攻势越来越猛，唯有将眼前的敌兵杀退，方能获得一线生机。而此刻，胡马大军的兵马已经越来越多，盘龙军的那点微弱优势此刻已经荡然无存。惨烈的厮杀响彻在草原上。另一边，抛弃盘龙军的黄元朗在连续的奔逃后，终于赶到了卫青所带的大军前。隔得老远，他就提着2颗人头，大声呼喊：“请带我面见王爷，我有要事需要禀告。”卫青眉头紧皱，先前他便发现盘龙军出现了骚乱，而后就看到黄元朗逃离战场，他还以为黄元朗是怯战，
但此刻见他手提着的人头，心中不由感到了一丝疑惑，在搞什么鬼名堂？卫青眉头紧锁，让他过来。虎豹骑们让开一条路，黄元朗这才策马奔来。此刻他浑身上下都是血，汗水也已经打湿了他的后背，刚刚的厮杀已经让他感到了疲倦。他气喘吁吁地看着卫青道：“请让我面见王爷，黄天虎被我杀了，我还有要事禀告。”卫青双眼微眯，眼神却是在黄元朗马背上的人头上来回扫视。那满脸大胡子的人头，不用说也是胡马人，而另外一颗却是那常胜将军黄天虎的人头。卫青眼神冷冽，沉声道：“黄元朗，两军阵前，你去杀了主将黄天虎。”面对卫青那充满杀意的眼神，黄元朗并未躲避，而是直视目光，沉声道：“对，我杀了他。王爷若是知道个中缘由，也一定乐意看到这种结果。我杀了黄天虎来此，只为投入王爷旗下。”话音刚落，卫青抽出长戟架在了黄元朗脖颈上，冷声道：“王爷可不需要你这种人。”黄元朗面色不变，沉声道：“我手中有个重要的情报，王爷一定愿意听。”卫青眉头一挑，说：“什么情报？”黄元朗深吸一口气，接着道：“在见到王爷面前，我绝不会说。”卫青当即怒目而视，手微微使力，那几刃已经割破了黄元朗的皮肤，渗出了丝丝血迹。“你就是现在杀了我，我也不会说。这项情报对于王爷至关重要，便是让王爷听完后又如何？”黄元朗面色已经苍白，冷汗顺着额头流下，血与汗水混杂在一起，让他的眼睛都难以完全睁开。哼！卫青冷哼一声，收回了长戟。“那就暂且留你一条命，等主公过来，再另行发落。来人，将他绑起来，看好他。”次日下午时分，秦泽率领兵马来到了巨鹿关外草原上。秦泽凝目看去，前方卫青的兵马安营扎寨于此。他又看向了系统积攒的积分，一天时间过去，又多了300多万积分。若是将累积的积分全部兑换虎豹骑，那可以兑换接近7万人的兵马，加上现在的这些兵马，那就达到了10万以上的大军。茶园镇的兵马作为这草原上最强的一支大军，攻下他们可以收获无数粮食、马匹等物资。因此，秦泽这一次只打算以碾压之势进行冲锋，一举将其全部歼灭。一炷香后，两支大军汇合在了一起，卫青压着黄元朗策马奔来。秦泽上午时分便收到了卫青送来的消息，因此也知道黄元朗杀了黄天虎，而他想投入自己的阵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这样的二五仔反复横跳，谁会要啊？自己用系统兑换的士兵们，个个都是100%的忠诚度，绝不会生出二心，要他又有何用？不过黄天虎口中的隐秘情报，秦泽倒有些兴趣，为此他才没有立即命令卫青杀他。此刻黄元朗见到秦泽后，当即跪倒在地：“王爷，末将黄元朗想报效王爷，若是王爷收下我，末将今后定当誓死报效王爷。”黄天虎的这颗人头，便是末将给王爷的投名状。黄元朗低垂着头，沉声道。秦泽摸了摸下巴，冷冽的目光在黄元朗身上来回扫视。杀黄天虎作为你的投名状，来，先说说，你口中有什么情报？黄元朗没得到答复，急忙道：“王爷，末将一刀便能杀虎马大将，武力不俗，且我善于带兵打仗。如今弃暗投明，真心愿意投入王爷旗下，还请王爷给个机会啊。”秦泽眉头一皱，淡淡道：“不说就拖下去砍了。”当即2名虎豹骑走上前来。黄元朗没想到秦泽这么决绝，急忙道：“我说，王爷，我说了你留我一命行吗？”秦泽居高临下的看着黄元朗，脸上没有丝毫表情。黄元朗心中一紧，他只能选择开口：“黄龙让黄天虎率领5万盘龙军前来北凉，其真实目的是为了趁王爷在与虎马对战之时趁虚而入，意图杀了王爷。我这才选择弃暗投明，杀了黄天虎，前来投奔王爷。”说完这话，黄元朗心中惴惴不安，他只能寄希望于秦泽不杀自己，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听完黄元朗的话后，秦泽嘴角微抿，脸上露出微妙的笑容。前半段倒和自己猜想的没太大差错，只是这后半段话简直是可笑至极。这黄元朗为了求得一条命，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连黄天虎都杀了。秦泽双眼微眯，冷声道：“黄龙竟如此险恶，实在罪大恶极。为了杀我，竟不顾虎马之乱，实在祸心不小啊。”此言一出，黄元朗急忙道：“王爷，你说的对，黄龙此人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见您接连立下大功，这才会做出这种事来。末将昨夜从黄元朗口中得知此事，心中恼怒，今日这才趁此机会杀了他。我虽为黄龙义子，但也是迫于无奈，未免王爷不相信我的话，这才会选择对黄天虎动手。末将对于黄龙极为了解，王爷您将来若是要对付黄龙，请一定让末将为您效力。”秦泽摸了摸下巴，心中静静沉思，旋即嘴角露出一抹淡淡微笑。他蹲下身子，看着黄元朗那慌张无措的脸道：“好，待我剿灭大渊部族后，你随我回北阳，然后你要帮我做一件事。”看着秦泽那意义不明的眼神，黄元朗心中忐忑不安，但他当然不会拒绝。这个时候无论怎样，只要能活下来就行。他急忙点头：“只要王爷收留，今后王爷不论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秦泽嘴角微抿，拍了拍他的肩膀。黄元朗低垂着头，此刻已然是汗流浃背。京师金銮殿，龙椅之上，金峰銮面沉如水，修长的柳眉此刻微微平起，看着大殿前的文武重臣，他轻启阴唇，徐徐道：“常胜将军去北凉有段时日了，为何至今仍无消息传来？”他看向了黄龙，黄龙躬身向前，开口道：“启禀陛下，天虎此行一路急行，
算算日子，鹰氏已经抵达了北库草原，前线战报，想来这几日便会陆续传入京师，陛下无需担心。说到这，他淡笑一声道：“镇北王已经立下头功，如今加上天虎的5万大军，必定是有所成。天虎出行之日，我曾细细嘱托，相信他一定不负众望，完成职责。”说到后几个字，黄龙特意加重了音调，他知道女帝很挂念秦泽。金风鸾微微颔首，拿起手边一份奏折，柳眉紧颦，而后开口道：“这几个月来，西京府接连送来奏折，这西京祸乱是愈演愈烈，众爱卿有何看法？”此言一出，张力眉头紧皱。西京府坐落于西京郡，而这西京郡自古以来都是大前国土，但在50年前曾被邻国屠渊国所夺，直到5年前，虎威大将军秦昊天率领大军前去，打赢了屠渊国的兵马，这才收复了西京。但说是收复，西京却依然留下了隐患。西京这几十年沦为屠渊国之地，当地的百姓被屠渊国洗脑，自认为本就该归属屠渊国，尤其是年轻一代。为此，西京不断闹着要重回屠渊。先前秦昊天在世之时，他们还不敢有明面上的动作，但自从秦昊天死去，赤焰军解散，西京之乱是愈演愈烈。尤其是这2年，甚至还闹着要独立，乱象频出。张力眉头紧锁，沉声道：“陛下，西京之乱背后必然是屠渊国在背后推波助澜，他们觊觎西京已久，臣以为陛下应派重兵前去西京平乱才是。”金风鸾何尝不知背后是屠渊国在推波助澜，但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又怎能派重兵前去西京？西京郡领地不过1万多里地，再如何闹腾，那也是小打小闹。但北凉就不同了，秦泽如今在北凉风生水起，手下兵马有多少，到现在都还没个消息。相较于这镇北王，这西京之乱也不过是小事罢了。眼下看来，唯有等黄天虎从北凉传来消息，只要秦泽死了，那自己便可安心了。而在这之前，绝不能煽动重兵。正欲开口，却听户部尚书王雍躬身道：“陛下，微臣以为陛下不必太过担忧，西京自有兵马，如今他们也不过是小打小闹，他们自会为陛下分忧。而屠渊国现如今兵强马壮，又是邻国，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可无端与他们发生冲突啊。现如今，咱们可正在与胡马交战呢。”金风鸾微微颔首，开口道：“言之有理，不过西京之事不可不查，传我谕旨，让西京统军严查民间动向，有所异动，务必早早回报。”张力心中叹息一声，他知道女帝的重心都在北凉那边，他太忌惮秦泽了。想到这，他心中不由感到难过。若是当初昊天未死，亦或者赤焰军不解散，而是让秦泽继续统帅护卫大前，大前又怎会出现如此乱象？太平本是将军定，却不许将军见太平。现如今，却连这太平也都在渐行渐远了。而陛下，他似乎只对权术感兴趣，对这天下之事却是……张力低垂了眼帘，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希望秦泽能早日剿灭胡马，安全回到北凉吧。张力心中如此想到。北库草原，主公，咱们何时动兵？霍去病问道。秦泽摸了摸下巴，看向远处道：“不急，等他们打完，让胡马尝尝胜利的滋味，咱们再出兵。”霍去病点头，接着道：“主公，我有一事不明，为何要留着黄元朗性命？此人一看便知居心不良，留着他必然是隐患。”秦泽嘴角微抿，冷笑道：“没错，这黄元朗自然是不能留，只是利用他的这条狗命，能让咱们起义师出有名，百姓们一定会支持。有民心在，能省去很多阻挠。”霍去病眉头一挑：“主公是要？”秦泽冷笑：“黄元朗是黄龙义子，让他当着百姓们面前说出黄龙要杀我的险恶手段。黄龙为镇军大将军，却生出如此祸心，试问此等奸臣怎能不除？金风鸾若是力保黄龙，那我就从北凉直接杀入京师。清君侧。”霍去病眼前一亮，连连点头：“到时候了。”主公正说着，卫青从前方驾马而来：“主公，盘龙军的兵力只剩下3、4成了，大渊部族的兵马不少，这一次派出的兵马少说也有10多万人，他们背靠巨鹿关，应该还有不少兵马。”秦泽点了点头，沉声道：“好，那就再等等。”圆月高悬，夜风吹过北湖军营。大帐中，茶元真端坐主位，拿起酒碗痛饮一杯后，看着旗下的几位将领道：“今日大胜而归，做得很好。”台下几位将领跟着痛饮一大碗酒，个个满面红光。其中一人笑道：“大王，如今看来，这秦泽也不过如此。那些兵马相较于巨鹿关的这些守将，虽说强上些许，但在咱们面前还是不够看啊！”哈哈。话音落下，另一名将领道：“咱们也折损了些人马，只是他们却全部被灭，也是大胜了。”屠沙东摸了摸下巴，沉声道：“以我看来，咱们此番却是兵力取胜了。不过秦泽却不派兵增援，这倒是有些奇怪。难道说这5万兵马真的纯为试探？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点，于理不合呀。”茶元真笑着摇头，说不定是秦泽压根就没有太多的兵马支援呢。屠沙东急忙道：“那不可能，秦泽绝对不止这么多兵马，不然他如何能……”话未说完，一名将领将其打断：“军师，我看你是多虑了，总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这如何能行？你放心好了，不论秦泽多少兵马，在咱们面前都是一击即溃。”茶元真白了那名将领一眼，而后道：“军师想得多也很正常，你们不可为一时之胜而自傲，真正的大战还在后头呢，都给我严阵以待。此外，今日一战，百余昂却是死在了他们手上，百余昂是个好将。哎。”说到这，茶元真端起一杯酒，而后面向众人道：“接下来的战斗，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有事。杀了秦泽后，你们都要随我征讨大前，以后都是开国功臣。”
众人神色一怔，纷纷端起酒碗站起。是，大王，只要秦泽赶来，一定将他的人头送于大王。好！摔碗声响起，随后是接连不断的大笑之声。2天后，清晨，枯黄的野草已经爬满了寒霜，空气中已经满是冷意，而此刻负手而立的秦泽却是心潮澎湃，脸色甚至都有些滚烫，那眸光更是一片火热。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人，1星兵种500人，3星将领典为5星将领霍去病卫青，每秒35积分后，现在积分已经积攒到了1800多万，这个积分数额足够兑换一支大军出来了。而现在便是扫清北库胡马余孽之日，此番对战，对面的兵马数量很多，因此若要全部歼灭，1日肯定是歼灭不了。此外，为了防止他们逃跑，秦泽知道就不能全部选择兑换重甲骑兵，他们的速度太慢了。思忖再三，秦泽开始兑换兵马，兑换人口，兑换头盔、盔甲、长刀、短弩。叮，消耗积分，积分剩余。在2星商城中，除了长弓外，还有短弩，而这一次秦泽特意兑换了短弩。相较于长弓而言，短弩的射程并不算长，但它有个最大的优点，射速够快。对面的兵马人数众多，要想快速击杀，选择短弩配合，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将其击杀。此外，这和秦泽接下来要选择的兵种有很大关联。下一瞬，秦泽看向了兵种模板，只是这一次他的目光却看向了5星模板中的另一个兵种。这个兵种同样战力极强，而且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开口兑换被围军模板。叮，消耗积分，兑换5星兵种被围军模板。叮，剩余积分。被围军同样为历史上的一支精锐骑兵队。古语有云：勇健无比，凡有歼敌，遣被围军，无有不破者。他们战术多变，常常分成多个独立的战斗小组，紧密配合。与敌人作战时，往往在距离敌人100余步时，就由7、8人放箭，7、8人用短弩射马，然后长刀对劈，迅速冲锋，集结再冲锋，从而大量快速的杀伤敌兵。被围军的标配便是长刀加上短弩，作战时2种武器相互配合，能高效率的击杀敌兵。对付大渊部族的大量兵马，灵活多变的战术风格自然更为合适。对面不论有多少兵马，在被围军和虎豹骑的配合下，绝对能全部歼灭。只是被围军既然已经有了，那又怎能不来一名统帅被围军的将领呢？秦泽看向武将一栏，目光跃动间，他看到了那个名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是他曾经说的话。对付这最后的一族胡马，怎能不让他来完成？没有丝毫的迟疑，他沉声道：兑换5星将领模板。岳飞。叮，消耗50万积分，兑换5星将领岳飞。叮，尚未获得武将加成兵马供给人，本次5星武将加成战力加成30%。秦泽面容一正，凝目看向远处，秋风拂过草原，草地自生一股青烟，烟尘中逐渐显露隐隐绰绰的身影来。烟雾缭绕中，1-8尺大汉手提一杆长枪，腰悬短弩，从容而来。秦泽带着霍去病与卫青一同迎上前去。这几步之间，秦泽心中生出诸多感慨。这一日，3位历史上抗击异族的名将都汇聚于此了。这作乱多年、荼毒百姓的胡马，终将荡然无存。举步间，岳飞已经走到秦泽近前，他正欲抱拳行礼，秦泽已经走上前去，将其扶住。他开口道：“彭举，不必多礼，今日召你前来，是为迎战这祸乱百姓的异族胡马大军。”岳飞面容肃穆：“是，主公。”秦泽沉声道：“兵马已经备好，即刻便要出战。此番迎战胡马，务必要将他们全部歼灭，永绝我大前之患，还百姓们一个太平日子。”此言一出，岳飞面色沉毅厉，当即抱拳道：“是，主公。”末将一定不辱使命。而那8万被围军此刻也发出震耳欲聋的怒吼声。随即，岳飞与卫、霍2人开始分配兵马。此番对战胡马大军，1日很难彻底歼灭，因此须得进行周密安排。一顶营帐内被捆缚手脚、脸蒙黑布的黄元朗躺在地上，听着外面的动静，脸上全是惊色。为何会有这么多叫喊声？从哪里来的兵马？是秦泽在草原上调来的兵马吗？听这声势，难不成今日要进行最后的决战了？可惜他还不能完全相信我，希望他能顺利取胜，不然我……他努力拱了拱身子，只是脸上被套了黑布袋子，什么也看不见。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而他不知道的是，大帐中此刻正站着10名手拿长戟的虎豹骑，他们一动不动，冰冷的目光直视着躺在地上的黄元朗。上午时分，在经过一番安排后，10余万人的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巨鹿关前进。这个路程并不算长，1个多时辰的功夫便已经赶到了战场。而胡马军营中，此刻监察的胡马兵也传回了消息。大帐内，查元贞面色凝重，看着手下的将领们道：“原以为秦泽自上次的惨败后已经逃了，没想到今日带出大军前来。哼，这次的兵马更多，看来他是带来所有兵马了。今日一战不可轻敌，须以全力监制。”众将当即齐声道：“是，大王。”话音落下，其中一名将领道：“大王，话虽如此，但今日看来，这秦泽手中的兵马倒也不是很多。按照上次的战斗情况来看，咱们可以以兵力优势将其全部击溃。”末将以为，他们一旦被击溃，必然要往草原上溃逃，何不留一队骑兵整装待发，等待后手追击？查元贞点头道：“言之有理。今日之战，就不给他们苟延残喘的机会了。”
一旁的屠沙东背负双手，面色郁结，心中七上八下，总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可不待他多说什么，茶元真大手一挥，已经发起了号令，传我命令，出战20万人，正面迎战，5万人留守军营，防止大前从巨鹿关内派兵过来，另外5万人等秦泽他们溃逃时进行追击歼灭。出兵！秋风吹拂，草屑纷飞，草原上此刻已经站满了士兵。秦泽冷眼看着前方的胡马大军，对面兵力不少，粗略一看还在自己的兵力之上，但这个兵力还不足以让秦泽担心。古语有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战斗还未开始，但秦泽明白，这是一场注定会胜的战役。手下的3位大将已经各自统帅兵马做好了准备，25500人的重甲骑兵，23000人的弓箭手，还有那8万手提长刀、腰悬短弩的备围军，人人战意昂扬。而在对面，胡马兵们也已经整个待发，做好了大战一场的准备。伴随着几乎是同时响起的号角之声，双方的人马同时开始发起了冲锋。这种规模的大战势必无法所有人同时作战，因此此刻霍去病带领着2万多人的弓箭手冲锋在前，同之前的作战方式一样，要先用弓箭击杀一些敌军。而北湖这边作为草原上的游骑兵，此刻他们同样派出了弓箭手进行第一轮的交战。待弓箭射完，接下来便是正面对战。距离逐渐拉近，1000米缩短为800米、700米、600米，喊杀声震耳欲聋，已经响彻在这草原之上，甚至于空中的归雁也被下方的声音惊动，从而选择飞得更高。北湖大军后方，茶元真没有丝毫的轻视，他身披戎装，此刻正站在一座木头筑起的高台上观察前方战场。之前他听屠沙东说过，秦泽的弓箭手非比寻常，臂力极强，为此这一次他特地将那5万盾甲步兵带了出来。另外，茶元真也自信于自己手下的弓箭手们一定不会弱于对面，毕竟他的部下可不是屠天阙的兵马所能比拟的。数年来，自己一直在不断训练兵马，从屠元国购置更好的军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一统治草原，而后出兵大前，夺下更多的领土。秦泽此番帮自己除去另外2股势力，倒不如说是加快自己的计划了。只是秦泽却进行了歼灭战，这倒是远远出乎了自己的意料之外。但现在只要拿下秦泽，这北库草原自己便是唯一的王，而大前也会为此损失一大股兵马，日后可徐徐图之。想到这里，茶园真充满了兴奋。这时他眉头一皱，眼看前方兵马越来越近，但突然之间，对面竟然射出了漫天箭雨。那乌泱泱射出的弓箭遮天蔽日，茶园真眸子紧缩，情不自禁倒吸一口凉气。怎会这么快就射箭？他惊叫出口。一旁的屠沙东眼中也全是惊色，他连忙道：“不好，大王！先前我就说秦泽的兵马弓箭手极强，今日一见，这还在我的预估之上。大王，咱们得快点派出盾甲兵前去迎击。”事实上，不用屠沙东开口，茶元真已经在布置兵马了。而在战场中心，霍去病率领着弓箭手们已经射出了一轮接着一轮的弓箭，同先前迎战屠天阙的兵马一样，对面的胡马兵们在这射程极长的弓箭面前，立刻死伤惨重。那些胡马弓箭手们甚至于还没有拉开弓箭便被射杀，惨叫声接连不断的响起。霍去病冷眼相看，他的任务便是率领这些弓箭手们予以第一轮射杀，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射出所有的弓箭，尽可能的让他们死在这第一轮的攻击之上。放箭！霍去病大喊道。砰砰砰，弓箭持续射出，无情的收割着一名接着一名北湖兵的生命。面对这数不清的弓箭，北湖弓箭手们完全没办法阻挡。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后撤。若是晚了半分，那便是剑下亡魂。但这第一轮的弓箭早已经落入人群中，无数人已经被射中。丢盔卸甲的北湖兵们踉踉跄跄地往后逃去，一个个满身血污，污渍斑驳的面孔上透着掩饰不住的慌张神色，血红的眼睛里满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一抹存活的绝望之色。他们的头发散落，穿透战甲嵌入身体的伤口还在隐隐的作痛，喉咙里难以遏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浸透鲜血的战甲不停地往地上淌落着血滴，在身后留下一串血腥的印记。草原已经被血色浸染，而在后方，卫青已经握紧了手中的长戟，眼中一片火热。另一边，岳飞手提利拳枪，冷静地看着前方的战况。在他身后，8万被围军已经做好了上阵杀敌的准备。接下来的作战，他们是主力军，快撤退！面对这完全无法阻挡的弓箭，北湖大军在初期的慌乱之后，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开始往后撤军。他们让开了一条大路，让后方的兵马冲上前去。而那支兵马正是那5万的盾甲兵，从屠元国购置来的盾牌，质地坚韧，而且极其宽大，足以抵御这些弓箭。很快，随着工兵们的撤退，5万盾甲步兵出现在了战场前线。面对着遮天蔽日射来的弓箭，他们人人举起盾牌，顶着弓箭缓慢地往前进发。只要顶住弓箭，正面杀向敌方，便可以发起近身作战。而此时弓箭就没有作用，后方的大军能一同发动攻击。北湖大军后方，一名北湖兵向茶元真汇报前线战况。大王，对面的弓箭手们射出的弓箭实在太远，这简直是……话未说完，便被茶元真一声冷喝打断。我知道，说重点。战损如何？那胡马兵当即道：就目前看来，已经有数千步，甚至有上万人已经战死。还好后撤的及时，若是再晚一点，只怕还要死更多人。好在盾甲兵们已经顶住弓箭，前去与他们交战了。茶元真微微颔首，双眼微眯，眨也不眨地看着前方的战况。
在他的视野中，自己的那引以为傲的5万盾甲兵们正在逐渐接近秦泽的兵马，这让茶元真心中明白，接下来他们的弓箭手便会失去作用，即将近身作战。而自己的这5万盾甲兵，人人都是虎背熊腰的健壮北湖勇士，也只有他们才能举起这极重的盾牌前进。只要近身作战，他有很强的自信，秦泽的兵马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这支钢铁之师，无人能挡。他轻抚胡须，扭头看向一旁的屠杀东道：“军师，你看我这盾甲兵如何？想必你之前在这草原上也未曾见过吧？”屠杀东点头道：“有如此兵马，自然无惧。”说到这，他心中暗叹一声，若是当初自己的部族中也有这样的盾甲兵，那就不会被秦泽所歼灭了。想到这，他的眼神逐渐冷冽。秦泽，今天就是你的偿还之日了。正此时，只听一声惊呼传来：“刀，你看，他们也撤走弓箭手了。”茶元真凝目看去，果然看见对面的弓箭手已经往两侧撤去，中间分开了一片宽广的区域，似乎是在为后面的兵马让路一般。下一刻，茶元真猛地瞪大了眼。战场前方，一支披甲带胄的骑兵冲出，黑色的盔甲披挂在马匹上，这支骑兵宛若一团黑色的洪流一般，手中举着长枪，如同潮水般冲入了盾甲兵中。一旁的屠杀东瞪大了眼，眼中全是惊色。先前他并未亲眼见过秦泽所有的兵马，他依靠那弓箭判断出秦泽的弓箭手很强，但哪里见过那重甲骑兵？此刻看到后，心中已经开始慌乱了起来。他一扭头看向茶元真道：“大王，秦泽手中竟然有重甲骑兵，这不好应对了。”茶元真呼吸已经微微粗重了起来，但很快他就按压住内心的震撼，沉声道：“无妨，他有重甲骑兵，那又如何？我的盾甲兵可不是只能抵御弓箭的，即便是重甲骑兵，我相信他们也能挡下来。他们的盾牌防御力极强，一定能抵御住他们冲锋。并且你看，他们的重甲骑兵数量并不多，人数少于我们，不可能抵挡不住他们。这场矛与盾的对决，能战到最后的一定是我们，一定是。”茶元真喋喋不休地说着，而在一旁的屠杀东听来，此刻他的话语仿佛是为了强行说服自己一般。他能听出大王的心绪已经有些乱了。屠杀东没说话，他只是扭头再度看向前方战场。此刻两股洪流已经相遇了。战场中间，在霍去病带领弓箭手们撤离后，卫青便率领重甲骑兵冲出。面对敌方的盾甲兵，卫青面色赤红，握着长戟的手都发热，那是兴奋所致。自己率领的2万多人的重甲骑兵，不论是所用的武器，还是他们的单个作战能力，皆是强悍无比，在先前的战斗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而现在就看看是他们的盾牌更牢固，还是自己这边的长枪更锋利吧。杀！将他们冲垮，冲破防御！卫青一声暴喝：“杀！”虎豹骑们骑着身披重甲的战马，手中握紧长枪，做出突刺状、斜无匹之势，冲入盾甲兵的防御中。大军阵型舒展，仿若一柄巨大的弯弧刀锋，自密集的方阵之中排众而出，横扫向盾甲兵们。下一瞬，砰砰砰，接连不断的冲撞声响起，冲入的瞬间便有无数盾甲兵倾倒。那宽大的盾牌在那一往无前的长枪面前如同纸片。盾甲兵是步兵，他们手举盾牌，如何能抵御住这披甲战马的冲锋？更何况在这战马上还有那一杆杆的锋利长枪。在重甲骑兵的冲锋下，盾甲兵们如同被打得翻不了身的乌龟一般，一大片人随之摔倒在地。战马的冲锋让他们完全没办法拿盾牌阻挡，这是大力神的冲击让他们的盾牌脱手而出，甚至于有的盾牌来不及放开，手腕都被折断。而他们的长矛甚至都无法刺穿这些战马的甲胄。失去盾牌，虎马兵就和人肉沙包没有区别。重甲骑兵像是一台收割机一般，每朝前冲锋1米，便有无数虎马兵被击杀。不过片刻之间，地面上已经是尸横遍野，群马飞驰，喊杀声如雷震鼓，重甲骑兵如破冰之剑，狠狠扎入2倍于己的虎马兵中，立刻在敌军中撕开一道血口。兵将身上的甲胄互相碰撞，发出沉闷的金铁之声，汇聚在坚若磐石的中军方阵中，声势骇人。他们的任务是将前方的敌人全部碾碎。后方，秦泽身骑骏马，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的战况，不过他的手心却是已经出了一层细密的汗水。这不是紧张，而是兴奋所致。战事已经开始了1个多时辰，对面已经死伤惨重，光是肉眼看去便有上万人死去，而自己这边几乎还没有什么战损。自己这10几万大军虽然造价极高，花去了无数积分，但相应的，他们的战力确实惊人。此刻的战斗对秦泽而言，更像是一场阅兵仪式。等到这最后的虎马被歼灭，自己的积分将再度获得增幅，加上现如今这10几万的大军，已经具备了反击金风鸾的实力。接下来回到北凉后，便可以用清君侧朝着京师杀去。想到这，秦泽的目光逐渐冷冽。父亲的死去，赤焰军的消亡，秦家被软禁2年，金风鸾的迫害，黄龙的助纣为虐，出北凉之日，便是反攻的号角吹响之时。而现在，便是奏响着草原虎马的哀歌之日了。秦泽微抬下巴，双眸看向了战场中心。此刻，局面已经成了一边倒之势，盾甲兵们兵败如山倒，在铁骑的冲锋下，此刻溃不成军，惨叫声、呼喊声接连不断的响起。他们要么被战马冲撞的胸腔塌陷，内脏震碎，要么是抵挡不住冲力，摔倒在地，随后被铁蹄踩到身上。而这种也是最惨的，往往都是骨折身损，甚至于被后面的无数战马踏过，直接被踩成了肉泥。即便是一些逃过战马冲击的人，也会有虎豹骑们的长枪将他们刺穿。这些虎豹骑们的战力已经远远超出了虎马兵们，这一杆长枪刺出，有的甚至能连盾牌同肉身一同刺透。更有甚者，
一杆枪同时刺穿两人。在这种完全碾压的冲锋下，5万盾甲兵此刻被杀得血流成河，不到1个时辰便已经被杀得倒下了一半。战场后方，茶元真向来沉稳的脸色此刻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汗珠滚滚，一片惨白。他手抓着栏杆，圆瞪着双眼，大喊道：“增兵，支援他们！不能这样让他们就这样冲锋！”得到他的号令之后，几位将领带着兵马朝前而去。一旁的屠杀东此刻汗流浃背，脸上全是虚汗，他正不断地擦拭着脸上的汗，心跳的简直快要蹦出来。虽然战斗还没有多久，自己这边还没有形成完全溃败之势，但此刻这种不祥的感觉却如此强烈，强烈到他甚至于有了一丝作呕感，就好像是数日前自己看到的那片惨状一般。他的指尖已经一片冰冷，动了动喉咙，却没说出一句话。目光看向前方后，他的眸子一缩，秦泽竟已经派出了更多的兵马了，而这支兵马却不是那重甲骑兵。但也正因为不是重甲骑兵，他们的速度极快，如同潮水一般向着这边攻来。战场的另一端，得到秦泽的命令后，率军出战的不是别人，正是岳飞与那8万被围军。手中的大刀已经饥渴难耐，腰间的弩箭等着射出，将士们的心跳动得越来越快。明明是深秋时节，这一刻却人人浑身炽热。岳飞手提利拳枪，面沉如水的大喝一声：“杀！”战场上，一杆红色如同烈焰般燃烧的大刀随风飘扬，号角声伴随着喊杀声响彻草原。万马奔腾中，被围军分成数个小队，队中有人提刀，有人拿弩，他们如同狩猎的狼群一般，亮出了锋利的獠牙。太阳已经西垂，疾驰的战马踏着草屑纷飞的大地，士兵们挥舞着武器向前冲锋。数万披坚执锐的被围军士兵们列成无数个齐整的方阵，每前进一步，气势磅礴，大地似乎都在为之站立。高头大马环绕，刀枪兵戈如林，嘶鸣的战马之声仿若奏响了索命乐章，回响在这旷野之上。岳飞率领8万被围军正式切入战场，8万兵马将战线拉得极长，一支支配合紧密无间被围军小队已经盯上了前方的敌兵，冷冽的脸上却透着火热的眸光，眸光中是那炽热无比的杀意。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仿佛带着回响的怒潮滚滚而来，令人心惊肉跳。对面的胡马兵即便相隔数米，尚未开始交战，但已经被这群如狼似虎的士兵们惊到，那种一往无前、所向披靡的气势，在一开始便已经压得他们难以喘息。战马越跑越快，越来越近，那雪白的刀光也愈发亮堂，和森冷的刀兵寒芒交互成一条条斑驳扭曲的光影，映出一张张战意昂扬的面庞，肃穆而坚定。下一刻，只听嗖嗖嗖一连串的声音响起，那是机关拉动、弩箭射出的声音。被围军作战之时善于远程和近战武器的配合，先以弩箭射之，后以长刀击之，一支支方队如獠牙撕开数量众多的胡马阵营，而后分而歼之，歼灭后再进行汇合，再度汇入下一战地。此刻，几十名胡马兵手提胡刀，在一名小头领的带领下，朝着一支方队冲去。他振臂高呼：“杀！”将这些，只是话刚吐出，便见寒芒一闪，一支漆黑弩从侧方射出。那头领反应也快，急忙手臂一挥，拿臂上的护甲阻挡。那弩箭轻巧，被这一挡，竟从护甲上划出。小小弩箭能奈我何？上！杀了他们！头领一声冷哼，操着胡刀带兵冲去。但下一刻，他就扯动缰绳，慌张地拉停了马匹，不敢再往前一步。只因前方一人提枪而来，他面色凝重，脸色微红，相隔2米便是一声大喝，而后便是一枪刺出，一点寒芒先到，随后枪出如龙，长枪划破长空，凌厉的枪尖寒芒闪烁，胡马头领急忙提刀格挡，但他显然低估了对方。岳飞的这一枪，又岂是一名胡马小头领所能阻挡？这一刀，凡是欺辱百姓者，凡是染指疆土者，皆不能接下。伴随着咔的一声，胡马刀断，头领眸子紧缩，眼中只剩惊恐，那长枪却是已经横扫向他的脖颈了。噗！头颅应声而落，炽热的鲜血从脖颈中喷射而出，染红了岳飞的盔甲，但却没有染红那柄利拳枪。胡马兵中的一员大将隔空相看，怒火顿时涌上心头，当即一声暴喝：“待！我乃查正哲，你是何人？报上名来，且与我一战！”岳飞抬头看去，却没言语一句，而是携着那柄寒光凛冽的长枪向他冲去。不论是寻常小卒，亦或者是将领，皆不过枪下野鬼而已，何须言语？查正哲见岳飞不言语，已是怒极，提着一杆长戟便是冲来，怒吼声从他喉间响起：“竟如此看不起我，让你尝尝厉害！”这时，不远处一名络腮胡大汉纵马而来，他身上已经被鲜血染透，大喝道：“大哥，此人武力不俗，已经杀了咱们不少人，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好，查修郎，走！”话音落下，查修郎猛击马臀，与查正哲一同向岳飞奔去。不过这二人的动向却已经落入虎豹其中一人眼中。他身着银铠，骑乘于100马之上，背上乃是一柄银白长枪，枪头的红穗随风飘扬，而手中却是张弓引箭，入鬓的长眉微微扬起，温和如玉的侧脸阴风乍现。眨眼之间，弓上那一抹星芒如电，携着烈烈劲风离弦而去。弓箭离弦，呼啸之中划破长空，那箭声早已被战场上的厮杀声所掩盖，只是瞬间便已经带着无穷杀意到了查修朗面前。查修朗正策马飞奔，却突见鞋底里飞来一箭，这一箭是如此之快，快到他只来得及微微转动眼珠，手中动作还未起，便被那冰冷的箭头刺穿皮肉，洞穿脸颊。不仅如此，那一箭射穿脸颊后直接洞穿，竟险些射中一旁的查正哲。
查正哲眸子紧缩，眼露惊骇之色，只是他尚且来不及搭救，便见前方一高头大马迎面而来，而在马上的正是挥动长枪迎头落下的岳飞。查正哲呼吸都快要凝滞，连忙提戟迎去。下一瞬，只听一声脆响，长戟被一枪打断。射完那一箭，霍去病取下梅花枪，将弓箭绑赴马上，冰冷的目光朝着敌兵看去，最后落在了敌兵中的将领身上。驾！一声冷喝，霍去病驾马朝前而去。这时，大群胡马兵迎上前来，发起了对霍去病的攻击。杀了他！杀！胡马兵们满目狰狞，举着手中的胡刀朝着霍去病杀来。霍去病面色不改，手中的银枪仿若一道银色的闪电，一个横扫间，持刀迎上的几人钢刀生生折断，断刃飞出，虎口震裂，枪上余力未尽，又重重击在他们腰间胸前，带倒一片。另一边，卫青率领着重甲骑兵朝前冲去，他更是首当其冲，冲锋在前。单见他一人身姿笔挺，马前无一合之敌，长戟飞舞之间，仿若一道红彩蛟龙盘绕周身，挥洒纵横，纵马驰于敌兵之中，来回冲杀。尽时，敌兵纷纷后退，退时稳如山岳，竟无人敢追击半步。事实上，若说胡马兵们最不愿意面对的，便是这些重甲骑兵。这些重甲骑兵所到之处，可以说是寸草不生，肉体被踏碎，陷入泥泞中，那是最痛苦的死法。为此，他们更愿意迎战被围军。但被围军的弩箭与长刀配合，这协同作战的方式，也不是他们能抵挡的。换而言之，不过是换一种轻松的死法。20万的胡马大军，此刻已经被杀得血流成河，惨嚎声层出不绝。而在后方的查元贞，此刻也终于坐不住，看着前方的战况，查元贞汗流浃背，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而落。战事已经进行了几个时辰，查元贞明白，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打下去了。现在的情况，自己这边已经陷入了不利局面，若是再战，到最后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死去。他大手一挥，来，传我号令，撤兵！一旁的屠杀东此刻面如金纸，看着查元贞发出命令，他张了张嘴，终究是没说出一句话来。很快，查元贞的命令便被带到了战场上。数个时辰的战斗，胡马兵们不仅死伤惨重，此刻也已经是疲惫不堪。这种高强度的战斗，虽然在一开始会让身体充满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的疲劳感会越来越严重。更何况，他们完全不是对手，甚至于连一次有效的反击都难以发起。战场上，一名胡马小兵看着前方的军马，他擦了擦眼帘上的血污，暗淡的目光中全是绝望，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油然而生。他的身上都是血，只是这血却不是来自于对面的敌人，而是他的同伴。先前的战斗中，他小心地避开了重甲骑兵，却被一队轻骑兵追上，相隔100步之远，他的同伴便被那一支支射来的弩箭击中。这些短小的弩箭如同暗地里的毒蛇一般，冷不防就从哪里射来一支，简直是防不胜防。弩箭虽短，但箭矢犹锋，一旦射到身上，既没有办法取出来，还会流出大量的鲜血。当然，最重要的是那钻心的疼痛，入骨噬髓的剧痛，甚至让他们都举不起手中的刀。而此刻，听到后方传来撤兵的消息，他那灰暗的眼眸中终于焕发了一丝光彩。作为一名胡马勇士，撤退的想法几乎从没有在他心中出现过，但现在他却无比渴望能逃离战场。眼前横七竖八的躺着无数的尸体，头颅破裂，肢残体破，脑浆四溅，血水横流，滴滴血水渗入泥土之中，泛出一片黑红之色。肚肠从破碎的腹腔中流出，在这秋日下泛着淡淡的白气，汇聚成坑的血泊中夹杂着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的肉泥，那是被那只铁骑踏过的人所留。失去头颅的尸体以各种怪异的姿势躺在地上，手脚翻折的也大有人在。时而落下的头颅在地上滚动，那满是血污的脸上是失去神采的眼珠，已经有些灰白。草地已经不见原先的颜色，依然全是绯红之色。这里已经变成了炼狱，是一处修罗场。虽是深秋时节，但风已经足够冷冽，它带来那浓郁的仿若实质的血腥气味，直往他的鼻腔中钻，摧毁了他的战意，也在一点点抹去他生存的希望。抬起疲倦的头，他看向对面的敌人，他们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还在挥刀，还在提枪，还在射箭，还在杀戮。快撤退！来自后方的一声大喊，让他一下子从低迷的情绪中醒转。他深吸一口气，急忙拉动缰绳，策马朝着后方奔去，同时用那嘶哑的喉咙大喊着：撤退了，撤退了！大难不死的庆幸让他分外激动，疲倦的身体似乎又涌现了一股力量。他奋力地踢着马腹，期望他能跑得更快，能赶紧带自己脱离战场，逃离这炼狱一般的战场。快跑，马儿！他嘴中发出呜咽的话语，手因为脱力都有些颤抖，险些握不住缰绳。战马也已经血流如注，身上插了几支弩箭，但这一刻跑的却是飞快。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放箭！他眸子一缩，艰难地转动了头，看向后方。而后，他的脸渐渐扬起，眸光中最后一丝神采消失。天上是遮天蔽日落下的弓箭，莫要让他们逃走！放箭！霍去病暴喝一声，弓箭手们引弓搭箭，射出了一支支弓箭，每一支弓箭都能让这些失去战意、全面溃逃的胡马兵肝胆俱寒。弓箭犹如暴雨般呼啸着从天而降，箭矢凌空乱飞。毫不畏惧的虎豹骑和被围军士兵们满脸血污，眼神里透着决一死战的冲天豪气，手里不停地挥舞着带血的兵刃。大片的胡马兵倒闭于横流的血泊之中，身后又有人举刀而上，厮杀声和金戈交鸣声响彻天地，满目都是尸山血海，令人毛骨俱悚。厮杀还在继续，并没有因为胡马兵的溃逃而停止。
正在追击。天色渐晚，草原已经陷入一片昏暗，一道号角之声随之响起，而后归于平静。秦泽看着霍去病、卫青、岳飞三人骑马奔来，长时间的厮杀让他们的身上沾满了血污，发须也已经凌乱，但手中却还紧紧握着武器。三人到了秦泽身旁，岳飞微微喘着粗气，而后开口道：“主公，胡马剩余的兵马已经逃回了军营。”秦泽微微颔首，目光看向远处，沉声道：“今日就到这里吧。这一番下来，已经让他们死了不少人，明日再战。”三人点头：“是，主公。”夜色下，北湖军营中已经燃起了篝火，炽热的火光中，茶元真的脸色却是苍白无比，火焰的温度已经难以盖住那颗逐渐冰凉的心。一名满脸血污的将领正单膝着地向茶元真汇报战情况，他眼帘低垂，声音有些颤抖：“大王，据不完全统计，今日一战，那5万吨甲兵已经全部战死，无一人生还，弓箭手们也所剩无几，加上其他的兵马，足足死了10几万人。”说到这里，他开始眼眶泛红，语气越来越抖，冰冷的手也微微发颤了起来。是因为厮杀导致脱力，还是敌人的震慑导致心中的恐惧，他已经分不清。茶元真眉头紧紧皱起，听完汇报，他低垂了头，伸手掐着眉心，凌乱的发丝从前额落下，像只垂垂老矣的雄狮。一旁的屠杀东双手握拳，身子发颤，脸色也是雪白一片，他紧紧咬着嘴角，甚至于已经冒出了血丝。大帐中，其余几名将领也都低着头，陷入了沉默之中。先前他们曾志得意满的在这里饮酒作乐，高兴的畅谈着歼灭秦泽后进军大前的美梦，而现在经历这一场大败后，先前的那些话语现在看来却是如此可笑。良久，茶元真才抬起头，环视一圈众人后，他开口道：“秦泽的兵马折损了多少人？”那名将领低垂着头，支支吾吾道：“追击之势太猛，来不及看，想来约莫有千人吧。”此言一出，茶元真脸色骤然涨红，他猛地一个起身，就是一声怒喝：“千人！我折损1半兵马，怎会只杀数千人？”众将低垂着头，只是沉默。茶元真眼睛都快要喷出火来，他怒吼着：“说话呀！明明我们的兵马数量远多于他们，为什么就是打不过？为什么？”沉默中，一名将领开口了，他哀叹一声：“大王，不是我们没有奋勇杀敌，而是他们实在太能打了。那些重甲骑兵完全没有办法阻挡他们的冲锋，即便是那盾牌也顶不住他们的冲撞。而那些普通骑兵，他们武器多变，弩箭射出，令人防不胜防，真的没办法与之作战。”茶元真越听越怒，拳头已经握紧。我茶元真纵横草原数十载，所向披靡，即便是前几年与赤焰军交战，也从未吃过如此败仗。今日却被秦泽这毛头小子给……说到这，他也忍不住重重叹了口气。这时，一名将领道：“大王，无论如何，今日一战对面也派出了全部兵力，这一战打了这么长的时间，别的不谈，至少他们也累了，相信这会延缓他们攻击的势头。接下来该如何打？”听到这话，茶元真眉头一挑，又揉了揉眉心。现在这种局面，他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打下去。秦泽的兵马数量虽然不多，但战力实在太强，完全跟怪物一样。要是继续与他死斗，只怕自己这剩下的10几万兵马都会死在这里。越想越头疼的茶元真将目光投给了屠杀东军师，对于后面的作战，你可有什么办法？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了屠杀东身上。屠杀东嘴唇轻抿，大脑高速运转，良久后，他才开口道：“今日一战，不全是我们的兵马不够强，敌兵的装备也太好了一点，完全超出了我们。若要反败为胜。”说到这，屠杀东沉声道：“大王，只有求援了。”话音落下，空气中静得仿佛掉根针都能听见一般。良久，茶元真才露出一丝苦涩。如今这草原上还有何人能援助我们？原以为秦泽不过尔尔，只是自他从虎龙关进来，这短短时间，多少人葬身于他手中，再无别人了。这一刻，茶元真仿佛老了10岁，原本那金光熠熠的眼神，此刻却是露着掩饰不住的疲惫。屠杀东快步向前，一把抓住茶元真胳膊，言辞恳切道：“不，大王，有人能助我们。”茶元真抬头看向他，眼中露出不解。屠杀东面容凝重，沉声道：“屠元国，他们有兵，他们有更好的武器装备，若是能说动他们调兵前来援助，定能战胜秦泽。”但这一番话显然没有说动茶元真，他轻叹一声，随后便是摇了摇头。秦泽是狼，屠元国便是虎，他们的野心更甚，不仅图谋大钱，也图谋我们的领地。先前在他们那里购置5万盾牌时，他们曾许以重金，让我拿出一块领地割让给他们，我没答应。我知道他们的手段，他们拿了这块地，下一步便会逐渐蚕食我们的领地。这些红毛鬼吃人不吐骨头，如今我们就这点兵力，他吞下秦泽，下一步便是要吞下我们，去找他们，岂不是羊入虎口？屠杀东急忙劝诫道：“大王，您不能这样想啊，让他们前来援助，也不过是缓兵之计，要想破局，唯有如此。”茶元真仍是摇头，这些红毛鬼一旦来到这草原上，今后将再无宁日，日后我北湖一族必然沦为他们的奴隶，若是为奴，不如战死沙场。说到这，他站起身来，眸光微微闪动，也不知在想什么。身边的将领们看着他，这一刻心中也不免悲戚。若不遇秦泽，大王日后必然成为这草原之主，甚至于能攻入大前，成就一番盛世。可如今，屠杀东见茶元真仍旧不愿求援，咬牙道：“大王，你糊涂啊！日后事，今日事是今日事。
秦泽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还灭了我的部族，我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看着他死。屠杀东情绪激动，却是一下说出了心里话，便是与秦泽决一死战又如何？我亲自带兵。茶元真大喝一声。屠杀东重叹一口气，劝诫道：不可呀，大王，若您执意不求援，那咱们就逃离北库草原吧。巨鹿关内那座小城中的人已经被大王屠尽，并无一人，咱们就进入城中暂避锋芒。但这一句话显然触动了茶元真的逆鳞，他眉头一挑，朝着茶元真就是一声怒吼：逃！我茶元真纵横草原数十载，要我当丧家之犬逃入大钱，舍弃这片草原，那绝无可能。我北湖人生是草原上的人，死是草原上的鬼，离了故土，那便如无根之草，深潭浮萍。秦泽追入巨鹿关，我们既要面临他的追击，又要提防大钱的其他兵马，难道战死异乡不成？屠杀东还待再劝，茶元真却是大手一挥：军师，你出去吧，其他人留下。看着茶元真那决绝的表情，屠杀东已经明白了，他要在这里同秦泽做最后的死战。屠杀东张了张嘴，但终究还是没说出话来，心中叹了一声。他往大帐外走去，快揭开帐帘时，他扭头回看一眼，剩余的部将们已经围绕在了茶元真身边，而茶元真的脸上再没有丝毫的表情。屠杀东咬着唇，低头出了帐篷。只是走出帐篷之时，他的脸色却在快速蹿红，手也握成了拳头，那双眼中此刻冷若冰霜。夜逐渐深了，今日的一战，胡马兵们疲惫不堪，即便是从那炼虚般的战场中活着回来，但也了三魂七魄，真真切切的死亡历历在目，浓郁的血腥味充斥鼻腔。即使是现在躺在帐篷里，但那股味道却还是在身边萦绕，仿佛提起屠刀的刽子手躲藏在某处，静静地注视着他们。秋夜的风在怒吼，在肆虐，吹得荒草簌簌作响，黑暗中也好像潜伏了无数嗜血的猛兽，在虎视眈眈。胡马兵们翻来覆去，总是难以平静睡下。就这么挨着到了下半夜，营地归于安静，胡马兵们也扛不住疲倦，终于陷入了这难得的梦乡之中。但在这深邃夜色下，一间帐篷中却爬出一个身影。他小心翼翼地出了帐篷，避过疲倦的岗哨，蹑手蹑脚地朝着草原深处走去。待走得远了，那人擦了擦额头的汗，回首看向了北湖军营。军营中的篝火被风吹得不住摇曳，似乎下一刻就会熄灭。淡淡的月光洒落草原，如同覆盖了一层白霜。清冷的月光映照在他那纵横交错，如同刀劈斧砍一般的沧桑脸上，将那两行清泪照得雪亮。他嘴中喃喃自语，声音凄然：大王，我不甘心，我一定要让秦泽血债血偿。等我完成我该做的事，我会来下面陪你们的。呼啸的风如暗夜下恶鬼的嘶吼，吞下了他的话，而他也不再言语，踏着微弱的月光朝着黑暗的原野走去。晨曦，冰凉的露水从杂草上滑落，滴落的瞬间，号角声随之响起。呜，敌兵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市井的号角声划破了凌晨的静谧，紧随其后的便是沙哑的嘶吼声。深秋的凌晨已经很冷，未曾脱去戎装便睡下的胡马兵们从梦乡中惊醒，短暂的愣神后便立刻从帐篷中跑出。昨日的厮杀记忆从他们脑海中浮现，这让他们神情慌乱，脸色惨白，但还是快速集结，等待着接下来生死未卜的死战。中军大帐中，茶元真面色冷然，9尺高的健壮身姿站得笔直，那鹰隼般的目光中全是冷冽。在其左右，3名残存的部将各立一旁，身着盔甲，手执兵器，表情肃穆。茶元真看向那件挂在木架上的金色华服，眸光逐渐柔和，那是他准备称霸草原后开国时穿的龙袍。他走向前去，伸出手正准备摸一摸这件龙袍，但伸到一半却突然停住。他调转了方向，眸光深沉而决绝。他拿起了木架旁的一杆长枪，长枪在手，茶元真身躯愈发笔挺。他深吸一口气，而后一声大喝：走，随我前去，与这镇北王决一死战！帐篷掀开，茶元真带领部将龙行虎步而出。满是白霜的旷野上，荒草被铁蹄踏过，早已集结的虎豹骑与被围军已经在不疾不徐地朝前而行。他们的健壮身躯恢复力很强，几个时辰的休整已经足以让他们精神抖擞。而在后方，秦泽看着烟尘中逐渐出现的大军，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一天的时间又积攒了300万的积分，因此秦泽并没有犹豫，直接用这些积分兑换了一支轻骑兵，头盔、盔甲、长戟，加上虎豹骑模板，一名轻装虎豹骑191积分，秦泽直接兑换了15000人。军队的数量在快速扩张，而对面的这些胡马兵，秦泽知道经过昨日的大败后，他们的兵马数量已经锐减。为此，他已决定不再耽搁，今日便将这为数不多的胡马兵们全部歼灭。秦泽抬头看向天空，太阳还没有完全，天色上有些灰暗。今日势必是个黄道吉日，肃清北库草原所有胡马，就在今天。加快步伐，全速冲锋，歼灭所有人。随着秦泽的一声号令，马蹄声逐渐响亮，战马跑了起来。微凉的清晨，马嘴喷吐出白气，壮硕的马身越来越热，身上骑乘的士兵们面色开始泛红，握着武器的手沁出一层细密的汗水。昨日战场上的血腥味再度飘入他们的鼻腔中，这味道让他们的眼眸愈发火热。前方开始传来喊杀声，是胡马兵，他们已经集结完毕，开始如潮水般涌出。万马奔腾中，天地似乎都有些变色，最后的死战让所有人都不敢保留，生与死在这一刻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不过是一刀一枪一剑。忽的一阵风起，风声却又被那喊杀声盖过。杀！暴喝声中，2股兵力瞬间撞在一起，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灼热的战意让刀枪愈发锋利，随之便是那如柱般激射而出的鲜血。长弓搭箭，飞射的箭雨落入胡马群中，引来一片惨嚎。但今日的胡马兵与昨日似乎有了些许不同，即便是飞箭如雨，仍旧悍不畏死地朝前冲锋，以血肉之躯堵住箭雨，快速拉近距离。游骑兵们面色狰狞，如同炼狱恶鬼，提着那修长的胡刀奋力挥砍。只是那身着黑铠、眼蒙黑布的战马直直地朝前冲来，冰冷的甲胄包裹着灼热的马身，将游骑兵们撞倒在地。铁蹄踏过，便又是撕心裂肺的惨嚎之声。而这惨嚎之声也很快断绝，只因胸膛被踏碎，长枪捅穿了头颅。红白之物飞溅而出，落在战马上，也落在重甲骑兵的甲胄上。本应令人作呕的味道，却让人愈发癫狂。杀红的双眼中没有太多的感情，只剩下想取下敌人首级的欲望。茶元真提着长枪，脸色通红一片，脖颈间青筋暴起。他猛地一个横扫，将眼前的一名虎豹骑从马上扫落。这一枪的力道很足，甚至于那名虎豹骑落下时，还撞到了身后的一名士兵。不待他站起来，茶元真已经一枪刺出。噗的一声，茶元真抽出插在虎豹骑脖颈间的长枪，喷射出的血液染红了枪尖。他举目四望，眼中却只剩悲凉。自己的兵马一击即溃，交战不过片刻时间，已经死伤一片。他纵声长啸，杀起来！即便是死，也给我多带走几人！这时，一声冷喝传来：“茶元真！”茶元真听着这道有些熟悉的声音，不由循声看去。100米外，身着盔甲、手执破阵戟的秦泽出现在他的眼帘之中。看到秦泽的瞬间，茶元真双目赤红，剧烈起伏的胸口中是那无穷的怒气。秦泽，2年不见了，你好大的本事啊，竟带兵杀到了我这里！秦泽冷眼相望，开口道：“2年前，我被调回京师，未能取下你的人头，却是让你多活了2年。欠下的人头，今日该还给我了。”此言一出，茶元真怒斥道：“你们赤焰军死的死，散的散，秦昊天死的比我还早，今日你倒是敢口出狂言！我听闻金风鸾将你秦家剥夺兵权，软禁京师，不曾想与你封地北凉后，你却仍旧当他的走狗，这般帮他争天下，莫不是想当他的姘头？”听到这嘲讽之言，秦泽并不恼怒，反而哈哈大笑。茶元真，可曾听闻有朝一日虎龟山定要血染半边天，有朝一日龙得水定要长江水倒流？不论是你还是金风鸾，都要血债血偿。这天下之主，我秦泽未尝做不得。家父打下的江山，我来替他拿回来。茶元真听到这话，哈哈大笑，但那笑声中却夹杂着无限悲凉。旋即，他一声暴喝：“那便战吧！秦泽，来接下我这一枪！”不再多言，茶元真义气当先，手提长枪朝着秦泽冲杀而去。拦路的士兵阻拦着茶元真的前进，但茶元真此刻已是心存死志，招式大开大合，只求将秦泽斩杀于马下。大王，我们来助你！残存的3名将领同时策马奔来。而在秦泽身畔前，岳飞、霍去病、卫青3人已经握紧了手中的兵器，眼中弥漫的全是杀意。杀！怒吼声中，最后的厮杀开始了。疾风起，马蹄疾，4名的战马带着满腔怒火的茶元真撞开人群，那一杆长枪舞动的虎虎生风，每一杆挥出，便有1名士兵随之落下马去。茶元真今年40有8，征战沙场数十载，当初也不过是这广袤草原上的一个无名部族子弟，靠着一刀一枪连年征战，从东打到西，从南打到北，才奠定了今日北库草原最强胡马大军的名声。4个儿子在这连年征战中，3个死在了草原上，另有1子死在曾经与大钱的交战中。但即便是孤身一人，却依旧没有磨灭他称霸草原、欲夺大钱的野心。赤焰军解散的那2年，他紧锣密鼓地招揽兵马，训练士卒，兵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增长，这让他的野心愈发膨胀。1个月前，他携军杀入巨鹿关，而后屠城3日，将所有男女老少尽数斩杀。大钱的那些兵马与他眼中不过蝼蚁，完全不是一合之敌。只是现在，这野心亦或者说是幻梦，却在对面的铁蹄下逐渐被瓦解。对面的兵马已经在摧枯拉朽的横扫战场，胡马兵们一片接着一片的倒下。厮杀声、哀嚎声、痛苦的呻吟声、绝望的叹息声，如潮水般涌入茶元真耳中。他不能当听不见，因此他怒吼了一声，同时手中的长枪挥向了对面的大将。砰！兵戈交击之声打断了那些庞杂的琐碎声，迸射而出的火花闪烁在空气中。岳飞面沉如水的脸映入了茶元真的眼帘中。这个敌人武艺不俗，枪法很好，乃是一名猛士。一击过后，茶元真一咬牙关，仗着身高的优势，自上而下再度刺出一枪。这一枪如雷如电，速度快的只留下残影。岳飞面沉如水，右脚猛踢马腹，左手扯动缰绳，战马受痛，往左侧奔去。岳飞躲过了这一枪，但那一枪却还是刺中了马匹。战马发出一声痛苦的嘶鸣，前足踏起，岳飞猛地直起身子，反手便是一枪刺出。这一枪来得同样快，茶元真看出厉害，急忙扯动缰绳，但怎料那一枪却一个回旋，刺中了他胯下马匹的脸上。嘶！枪尖从马眼刺入，将他脑子搅得粉碎。几乎是同时，伴随着轰的一声，2匹战马同时倒下。2人都没说话，仅是在站定后接连刺出几枪，如同针尖对麦芒，长枪交击之中发出一连串的金铁之声。呼吸开始粗重，茶元真如笋的目光中全是凝重，眼前的对手让他不敢轻视。下一瞬，茶元真双脚一踏，上本身挺得笔直，而后手中长枪一抖，便是挽了个枪花朝着岳飞刺去。岳飞剑眉一挑，同样施以相同的招数，
一时之间竟难以分出个高下来。正酣战间，周围却传来一声惨叫，却是与霍去病作战的那名胡马将领被一枪刺于马下，他手舞脖梗，脖梗上血流如注，而那脸色更是惨白一片。茶元真猛地瞪大了眼，心中怒火升腾而起，但就在这分神的瞬间，却被岳飞找到机会，一枪便刺向了他的手臂。噗的一声，长枪如电，瞬间将茶元真手臂捅了个对穿。茶元真闷哼一声，急忙往后一跳，拉开了距离。这时又接连传来2声惨叫，却是卫青、秦泽、霍去病3人合力将那仅剩的2名胡马将领击杀。至此，所有北胡将领皆被诛杀，只剩茶元真一人。狂风呼啸而过，茶元真看着秦泽带领几位大将而来，脸上却没有丝毫表情。凛冽的风吹起他的头发，前额须发凌乱的披散，几根白发落于眼前。茶元真张嘴呼出一口气来，淡淡的白气在冷冽的空气中发散开。他环顾左右，见到的胡马兵却是越来越少，他们都已经躺下，永远的沉睡在了这旷野之上。茶元真摇了摇头，红褐色的脸上表情复杂，旋即他冷笑一声：“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茶元真手提长枪往前急奔，冲向了秦泽。而在秦泽身前，3员大将目光冷冽，一同朝着茶元真冲去。日落平原，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上只剩下最后一抹光。阴沉的天色下，食肉的飞鸟在空中盘旋，发出阵阵嘶哑的鸣叫声，令人毛骨悚然。红色的草地上躺着无数的尸骸，浓稠的血腥味吸引得它们饥肠辘辘，但此刻这群飞鸟却不敢落下。森严的铁骑缓步前行，将地面血肉踏得粉碎，不疾不徐地朝着北胡军营进发。那里已然是空无一人。待大军走过之后，飞鸟们得到机会，终于盘旋着落下。一只飞鸟落在一颗人头旁，坚硬的鸟喙啄来啄去，它歪着脑袋，而后确定了一个好啄食的目标。噗的一声，鸟喙啄入人头眼眶中，带出一颗鲜血淋漓的眼珠。大鸟几口将眼珠啄碎，一点点的蚕食血肉，而后蹦蹦跳跳的又去啄食另一颗眼珠。很快，那张曾经立志称霸草原、意图开国的脸庞上只剩下了黑森森的空洞。空无一人的北胡军营中，篝火被再度点燃。火光中，秦泽骑长的身姿显现，身旁3员大将陪同左右，与他一同进了中军大帐。霍去病掀开帐帘，点燃烛火。秦泽抬眼看去，眼神中露出一丝讶然。木架上的那件金黄色龙袍，在昏黄的烛光中显得熠熠生辉，高贵而不容亵渎。呵呵，没想到他倒是连龙袍都做好了。卫青在一旁笑道。岳飞的目光却是落在了那张看舆图上，这是大前看舆图。看来这茶园真图谋不小，终究只是大梦一场空罢了。今日一战后，这草原上将再无胡马，北凉今后将再无隐患，百姓们的苦日子终于结束了。霍去病眼神火热，秦泽面无表情，伸手向着龙袍摸去，触感细腻而柔软，金丝缝制的龙头此刻在火光下好似活物一般，是如此威严，却又带了一丝狰狞。见秦泽不言不语，3人对视一眼，霍去病探身问道：“主公？”秦泽眼眸深沉如水，猛地一扯龙袍，将其从木架上拽下。他的力道很足，木架被拉扯得散落一地。秦泽眨也不眨地看着龙袍，而后迈步而行，拿到了那燃起的烛火上。噗！升腾的火焰点燃了这华贵的龙袍，空气中立刻传来一股焦臭味。秦泽眉头一皱，将那燃起的龙袍扔在散落的木头上。龙袍烧得哔啵作响，那威严的龙头已然是焦黑一片，全然看不出形状来。想那金风鸾的龙袍也和这件一样吧？秦泽摇头冷笑，随后他震声道：“将赤焰旗插在草原上。”夜色缭绕，呼啸的风发出一阵接着一阵的呜咽声，如泣如诉。火借风力，风借火力，燃起的篝火烧得越发旺盛，炽热的火光驱散微凉夜色，斑驳的火星随风洒落平原，如9天之上坠下的万千繁星。那杆大道迎风飘扬，红色烈焰旗在火光中愈发的鲜艳热烈。平退3人后，秦泽看着那燃烧的龙袍，脸上露出冷笑。这时，系统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宿主击杀一股势力，积分增幅至60一秒。叮！宿主获取新的领地，封地面积增加至平方公里。听着系统的声音，秦泽眼眸闪动间全是兴奋。1秒60积分后，一天就有500多万的积分，如此一来，一天足可以兑换接近3万的兵马。这个速度称得上恐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就简单多了，只需稍稍积攒一点，便可以借着清君侧的名义杀向京师。想到这里，秦泽打开了系统属性面板。宿主秦泽，积分增长中。领地北凉，平方公里。5级兵种秦瑞士9000人，5级兵种虎豹骑人，5级兵种贝维军人，1级兵种500人。3星将领点为5星将领霍去病、卫青、岳飞。这2日的征战，为了歼灭这最后的胡马大军，虽然兵力有所减少，但并不算多，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现在积分来到了1秒60，接下来的兵力可以快速补充。而北库草原的胡马被全部歼灭后，北凉将再无隐患，而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百姓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来到北库草原放养牧马。自己先前答应他们的事，北库草原送给所有百姓，到今天是彻底达成了目标。接下来自己的声望在北凉将得到空前的高涨，大前历年来的隐患在自己手中彻底解决，而那黄龙却让盘龙军过来，意图让自己死在草原之上。加上先前他们在虎荣关收粮一事，这黄龙的名声是彻底臭了。想到这，秦泽摇头冷笑，黄龙
身居京师便以为能高枕无忧了吗？即便是身在京师，我也一样能杀你。秦泽走出帐外，篝火将营地照得透亮，士兵们正在搬运着粮草与胡马遗留的武器等物资。这一番大战下来，光是缴获的军粮便是不计其数，加上那无数的马匹，这一次可谓是赚得盆满钵满。秦泽抬头看向夜空，一轮圆月高悬于空，皎洁而美丽，淡淡的月光洒在他脸上，眸光中无比炽热。京师皇宫内，高台上，金风鸾负手而立，抬头看着那轮圆月，皎洁月光映照在那精致的面容上，眉宇间却有着化解不开的愁绪。这么久了，黄天虎入北凉后便再无任何消息传来，只怕是又出了纰漏吧。他意义不乐地说道。话音落下，身后的阴影中发出一道深沉的嗓音，看来是了。金风鸾柳眉微颦，冷声道，也罢，无论如何，这一12鸟终究是要打落下一只的。阴影中发出一道淡笑声，意图谋害镇北王，这可是大罪一件。姑姑这计策好，秦泽若是死在黄天虎手中，安插在5万盘龙军中的那些眼线可以告发皇家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借此便可以从黄龙手中收回兵权。若是让秦泽侥幸逃脱，那也可让黄龙。说到这，他便看到金风鸾那冰冷的目光直直地落在他身上，他顿时止住。金风鸾嘴角微挑，朝着他走近，而后沉声道，建德，要叫陛下，懂吗？阴影中走出一名面容俊朗的年轻男子，他立即躬身道，是，陛下，建德失言了。金风鸾话锋一转，淡淡道，皇家的兵权就交由贱人吧。如此一来，所有的兵权都为我金家掌心之物了。金建德低垂着头，偷眼看着金风鸾那精致的面容，眼神中带着一丝火热，而后开口道，是，陛下。先前派出的千机营已经带回了消息，秦泽在杀了那8万虎马后，在虎荣关散去了不少粮食与百姓，而那黄天虎在进入北库草原之前，他又从百姓们手中强行收回了粮食。此言一出，金风鸾眉头紧皱，纤纤玉指立刻攥紧，竟如此愚蠢。金建德点头，沉声道，黄龙的儿子是这样的。金风鸾冷声道，他之前不是打过好几场仗吗？为何这次还未上战场就做出这么愚蠢的事来？金建德摇摇头，想来之前是黄龙的安排。金风鸾眉头一挑，为何我却不知？金建德眼神闪烁，沉吟片刻后道，陛下忙于国事，精力有限，有些小事也就没汇报陛下了。毕竟给皇家的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回来。见金风鸾眉头紧皱，脸带晕色，他话锋一转道，陛下何时收回皇家兵权？金风鸾掐了掐眉心，看黄天虎何时从北凉出来。即便是黄天虎办事不力，北库草原上还有无数的虎马，秦泽夸下海口要全部歼灭虎马，简直是天方夜谭。此番入北库草原，秦泽周旋于盘龙军与虎马之间，说不定他早就死在那里了。金建德点头，陛下说的是。若是秦泽真铁了心要躲在北库草原，便是黄天虎杀不了他，他也难以回来。他杀了8万虎马人，他们不会放过他。说到这，金建德嗤笑一声，接着道，说来这秦泽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以为借此躲入北库草原便可高枕无忧吗？以我之见，若是1个月内还不见黄天虎回来，不如再派去一支大军，严密把守各个边关，不允许任何人再入北凉，只当他们死了便是。金风鸾摇了摇头，不可擅自动兵。屠元国已经秘密派出使臣入了京师，昨日我已经见过他们了。金建德眉头一挑，陛下，他们的意思是许以重金给我们，割让西京与他们，不然则直接派兵前去西京。金风鸾言语冰冷，说到这，他冷笑一声，接着道，想到倒是好，也给我台阶下了啊。西京的人近日异动频频，实难以平复，吵嚷着要脱离我们大钱，这确实。金建德小心开口道。金风鸾双眼微眯，眼神如冰般寒冷，良久，他才悠悠开口，秦泽不除，我心中总是不安，这西京之乱却又急迫，屠元国如今兵多将广，若是为此与他们开战，实在不是时候，攘外必先安内才是。金建德眉眼低垂，陛下说的对，秦泽隐患太大，若是不除，日后他必定要谋反，毕竟当年之事，休得再提。金风鸾一声冷斥，金建德心中一紧，噤若寒蝉。金风鸾回眸望月，冷然道，行了，退下吧。是，陛下。金建德低垂着头，徐徐退去。2天后，朝日城与虎荣关外的那座小城一般，这也是一座边关小城，说是边关小城，却是最近才这样称谓的。只因在它前方还有座很小的城池，那座城池紧挨着巨鹿关，此前道有名姓，现如今却渐渐没了。虎马杀进城中那日，城破人亡，入没了，城自然也就埋没了名姓，而这朝日城便沦为这最近的边关小城了。虎马大军杀入城中那日，很是突然，城中百姓尚且来不及撤走，便已经遭了毒手，所幸上且有极少部分人在虎马破城杀人时逃离了家乡。今年的北凉天气凉得早，深秋的风已经足够寒了。从城中逃出的100来个百姓离去之时，很是仓皇，来不及带上多余的东西，只匆匆带上些许粮食，带上棉衣。等逃到朝日城时，已经死了几个人，但也已经是大幸之事。毕竟他们没有随着那几千人一起死在虎马手中，这已足够幸运。边关之地都较为贫穷残破，朝日城同样如此。他们逃到朝日城后，也只能当作流民，若能饥一餐饱一餐，倒也算得上是幸事了。毕竟总好过无食可吃，活活饿死要强得多。而朝日城为数不多的百姓们得知虎马大军已经破了一城后，人人心中惶恐不安，唯恐虎马大军继续杀来。若是他们再度前进，那下一个可就是朝日城了呀。
留下还是离开？这注定是个难以抉择的问题。若是离开，在这深秋时节沦为流民，如何能面对这即将到来的北地严寒？冻死在路上自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若是留下，那便只能寄希望于朝廷派来大军前来迎战胡马。为此，他们选择了留下。但朝廷似乎并没有派出大军前来，甚至都没有安置这些失去故土的百姓。担忧、惊慌、恐惧、绝望，糟糕的情绪像是蛊毒一般在城中蔓延。如此挨着一日又一日，今日终于到了立冬。立，见始也；冬，终也；万物收藏也。立冬意味着生气开始闭蓄，万物进入休养、收藏状态。若是往常，那便是收好粮食，安然的在家中等待着冬日的来临。待熬过冬日的严寒，便又是新的一年，下一个春天。只是这份安然的等待，似乎却与他们渐行渐远。等待的尽头是新年，是春耕，是活着，还是那索命的胡马大军？无人知晓。往年的立冬，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需要祭祀冬神，保佑家人安康，度过一个好年，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明年有个好收成。今年的立冬格外安静，只有呼啸的风在空荡的街头吹过，发出嘶吼的声音。风声中，一道稚嫩的声音响起：“娘，好香啊！”裹着灰白棉衣的女孩靠在一间残破的屋檐下，看着隔壁的一间房舍炊烟袅袅，她情不自禁舔了舔嘴角。女孩的棉衣很大，很不合身，却将她小小的身子裹得严严实实，让她不至于遭受寒冷的侵袭。红润的脸颊圆滚滚，如一个小小包子，看着就惹人怜爱。听到她的声音，屋里正在煮饭的妇人从锅灶旁探出了头：“妮儿，快进来，外面冷，过来烤烤火，等会就吃饭了。”“我不进，我又不冷，饭我也不想吃，不好吃，吃着肚子还不舒服，老是要撒尿。”女孩吐了吐舌头。妇人显然有了一丝愠怒：“跟我们一起过来的人，他们还没得吃呢，你这臭丫头还挑上了，赶紧给我过来，小心我揍你！”女孩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不吃不吃，我就不吃。”那妇人一听这话就怒了，在柴火堆里面翻找着细竹条，作势要打。女孩看母亲在找棍子要动手，红润的小脸蛋上露出了一丝惊慌，但她显然不想就这么屈服。她撅着嘴，叉着腰道：“娘，你别动手，你要是给我包点饺子我就吃，今天立冬，人家都在吃这个呢。”妇人冷着脸不吭声，裹紧了单薄的衣衫，拿着一根极细的棍子就走了出来。女孩一看母亲脸色这么阴沉，终究还是怕了，急忙往外跑了几步：“娘，有话好好说，你不要打我。”妇人哼了一声：“走，跟我回家。”“不行，我就要吃饺子，上次吃都是去年的事了。”女孩倔脾气又上来了，脸蛋都气鼓鼓的：“哼，我看你是要尝尝竹笋炒肉，再不跟我回去，我可不饶你。”妇人举起了细棍，开始恐吓起女儿来。女孩看母亲又提起了棍子，那是又怕又怒，当下就叫了起来：“我家在东升城，这不是我家，我要回家去。”说着，她就往街道跑去。妇人一听这话，心中一颤，急忙追了过去。棉衣太大，女孩跑得不利索，很快就被母亲给抓住了。虽然已经被母亲抓住，但女孩这回却像头倔强的小牛一般，怎么都要跑，口中还不住叫嚷：“放开我，我要回家去！”妇人一把搂住女儿，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听话，娘不打你了，跟我回去。”女孩使劲扭着身子，就是不依。见她还在扭来扭去，妇人放下棍子，忍不住一巴掌拍在了她那厚厚的大棉衣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东升城里都是胡马人，你回去被他们捉起来，小心被扔锅里面吃了。”妇人又开始恐吓女儿。女孩一听这话，显然有些被吓到了，但她还是不愿意就这么算了。看着隔壁的炊烟，闻着那淡淡的香味，那股馋劲又涌了出来。那我要吃饺子。女孩不再乱动，只是撅着嘴。看着女儿那倔强的模样，妇人蹲下身子帮她抹去前额凌乱的发丝，轻笑一声道：“饺子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吃。”话还没说完，女孩突然一声大叫：“就好吃就好吃！爹每年都弄饺子给我吃，可好吃了。”妇人一怔，眼中露出一丝恍然。若是城未破，夫君未死，今日确实该包点饺子了。她心中叹了口气，脸上却是挂着淡淡的笑，对着女儿道：“你这臭丫头，就是我的小克星。好了好了，娘依你行了吧？不过我先和你说好，饺子只能包4只，再没有多的，馅也只有菜叶，你不许挑。”心愿达成，女孩的脸上绽放出如花般的笑容。“好，我吃2只，娘你吃2只。”嘿嘿。妇人站起身，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只有这一次，下次你要再闹，看我打不打你。”“哼，哎呦，不会了，我是讲理的人。”女孩连连摆手：“我去河粉，等做好了我喊你，可不许乱跑。”妇人嘱托女儿一句，转身便回屋去了。女孩盯着隔壁屋的炊烟看了会，但很快就收回了视线。她蹦蹦跳跳的在街道上追着一团被风吹起的荒草跑来跑去，脸上挂着天真的笑容。街道上空荡无人，倒是成了她一个人自娱自乐的小天地。屋中，妇人从墙上取下一小袋面粉，尽管眼中有些不舍，但还是挖了一勺，正从水缸中取水呢，就听到外面传来女儿惊慌的叫声：“不好了不好了！”妇人心中一紧，急忙跑出了屋子。这一出来就看到女儿神色慌张的跑了过来：“娘，有好多士兵来了，好多人，是从咱们进城那条道过来的，是胡马人，他们要来杀我们了，快跑啊！”小女孩急得乱蹦，笑容已经不见，小小的脸上全是惊慌失措。妇人也被吓到了，眼中却是绝望之色。幸运让自己带着女儿逃到了朝日城，幸运让自己能住进这间无人的屋舍，幸运让家中还有余粮，能包上几个饺子。
只是这份幸运终于是用尽了吗？这一次还能跑到哪里去呢？娘，别包饺子了，快跑吧！那群人脸色好差，看着要吃人一样。女孩慌张地催促。妇人眉头一挑，却看到外面有几家房舍打开了门，有人正往外跑去，脸上却不见慌张。妇人面露狐疑，皱着眉头道：尼尔，他们都是满脸大胡子吗？没有啊，但看着吓人。女孩皱着小脸，眼神慌乱。正说着，欢呼声从外面响起，却是那般热烈。妇人抬起了头，跟失了神一样，一步步往外走去。女孩尽管害怕，但还是急忙抓着母亲的衣袖，亦步亦趋地走了出去。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蹄声由远及近，踏的大地都在轻轻的颤抖。妇人举目望去，但见到路的尽头出现了一队人马，鲜艳的赤焰旌旗在苍穹下迎风飘扬，明亮的铠甲闪烁着夺目的光泽，参差的长枪直插天空，泛着冷冽的寒光。贴地的马蹄发出沉重的隆隆巨响，扬起的尘土滚滚涌动，犹如海潮般袭来，令人望而生畏。为首的年轻男子身着黑铠，剑眉星目下，一张俊朗刚毅的脸深沉无比。年轻男子抬起了手，大军缓缓停下，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在他身上，周围的声音开始慢慢安静。一片安静中，一道振聋发聩的声音响起：北库草原所有胡马已经被尽数诛杀，自今日起，北凉将再无胡马，北库将是你们的新家园。声音落下，在短暂的安静后，人群中轰然爆发出如雷般的声音，是憋住的一口气终于喘出口，是绝望的蛊毒随之拔出，是那无尽的等待终于迎来了结果。山崩海啸般的欢呼声掺杂了喜悦，掺杂了庆幸，掺杂了感激，太多千滋百味，奏出这人人欢庆的乐章。不确定的未来有了方向，阴霾一扫而空，人人脸上洋溢着高兴的表情。这时，却见那年轻男子摆了摆手，潮水般的欢呼声小了下去。我从巨鹿关进来，途经东升城，城中已再无一人。说到这，却见那男子深吸一口气，这才接着道：若我早一日剿灭胡马，断不会让他们白白死于胡马手中。但我秦泽今日立誓，今后这北凉，只要有我秦泽在一日，绝不会让一名百姓死在战乱之中。缺衣的，缺粮的，和我说，今日我回北凉，日后北凉所有百姓，我秦泽一定让你们丰衣足食，绝不再让你们遭受欺凌。说到这，女孩发现母亲身子颤抖了起来，她扬起红彤彤的小脸，见到母亲眼帘微红。见到女儿投来的目光，妇人弯下了腰，轻轻地将她搂入怀中。她将脸贴在女儿那红润脸颊上，双手搂的却是越来越紧。她颤声道：妮儿，明日为娘带你回家去。而这时，接连不断的跪拜声响起，一人接着一人，一群接着一群，百姓们跪拜在地，声音杂糅在一起，响彻云霄。恭迎王爷回北凉。看着跪拜在地百姓们，秦泽大手一挥，震声道：这多年来，胡马屡屡在边关生事，逼男子为奴，女子为娼，不知让他们残害了多少百姓，杀了多少人，造成多少人流离失所。说到这，百姓们抬起头，眼中皆是愤恨的目光，有人振臂高呼：王爷杀得好，为我们除去一害，杀得好。秦泽环视一圈，接着道：我自入北凉，剿灭据北川匪寇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虎龙关，前去诛杀胡马。此番作战，不可谓之容易，无数将士身死沙场，历经千难，才将这些胡马全部斩杀。先前朝廷不派援军前来，待我杀了8万胡马兵后，这才派来了5万盘龙军。但诸位，这5万盘龙军前来北凉，是为何事？此言一出，众人面色愕然，皆不明白秦泽所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在他们了解到的情况上，是镇北王剿灭8万胡马军后，要远征草原，剿灭所有胡马，而朝廷则是立刻派出了大军前来援助他。此刻见秦泽意有所指，众人疑惑不已。秦泽一挥手，霍去病当即从大军中带出一人，正是从草原带回来的黄元朗。先前与茶元真进行决战的时候，黄元朗一直被关押在大帐中，且有多名虎豹骑看守，因此一直不知外界之事。直到秦泽歼灭茶元真的大军后，黄元朗才被带了出来。而被带出来的黄元朗眼见秦泽的兵马数量又多了一批，心中已然是一片惊骇。他不理解秦泽为何又多了这些兵马，难道自己先前的猜测真的中了？他真的一早就在这北库草原上埋下了大军？但已经容不得他多想，他便已经陷入了震惊之中。大渊不足，茶元真那支几十万大军，竟然一个不留的全部被秦泽所杀了。这么多年，即便是大前最顶峰的时刻，虎威大将军也未能剿灭胡马，现如今却在入北凉还不足几个月的秦泽手中达成了如此壮举。这可是一整个北库草原的胡马都被剿灭了啊！这实在是惊世之举。这种不世之功，若是由自己完成，那岂不是要封妻印子，赏赐无数，甚至于又是一个异姓王？当然，黄元朗只敢想想，毕竟眼下自己这条小命还不知道能不能保下来。但不论如何，秦泽立下如此大功，他都难以想象会在大前掀起多大的风浪。当年秦昊天屡立战功，最后秦家便因为这赫赫战功而遭到陛下忌惮，这才让陛下将秦家封地北凉。如今秦泽的这份战功却是更大了。黄元朗心中明白，这份战功必然让全大前所有百姓感到振奋，但朝中一些人必然是心生嫉妒，而陛下他更是。而接下来这大前必然是风起云涌，暗潮涌动。此刻看到无数百姓以及负手而立的秦泽，黄元朗心中惶然，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他的心中惴惴不安，今后自己会怎样？此刻他没有一点底。正这时，只听秦泽朗声道：这位乃是盘龙军主将黄天虎的副将黄元朗。
此番盘龙军来北凉，便是由他和黄天虎带兵而来。黄天虎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到这，秦泽嗤笑一声，接着道：“他是当今镇军大将军黄龙之子，人称常胜将军的便是他。但诸位可知，这位常胜将军率军来北凉后都做了哪些事？”百姓们抬起头，个个眼中都是疑惑。但此刻听到秦泽这语气，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丝异常。只听秦泽接着道：“盘龙军去虎荣关后，便将我从胡马手中拿来送给百姓的粮食全部收走。那些粮食本就是百姓们的，我手下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才从胡马手中夺回，还给百姓，只为让他们能度过这个严冬，一如你们。可盘龙军却不分青红皂白，从百姓们手中收走粮食，这是要他们活活饿死啊！”话音落下，众人面色涨红，怒气开始在心中升起，血压也逐渐高了起来。毕竟同为边关小城，他们自然感同身受。王爷剿灭那8万胡马后，人人心中激动无比，何人不为之赞颂？但现在却从王爷口中得知，这盘龙军却将他送出的粮食收走，这哪是保家卫国的军人，这简直就是一群恶徒。但此刻众人却不敢出言喝骂，毕竟不论如何，那是朝廷派来的大军，是鼎鼎大名的镇军大将军黄龙的兵马，他们只是贫贱百姓，如何敢妄议这些朝廷权贵？只能任凭那怒气在胸中回荡。秦泽双目微眯，见众人一片沉默，知道怒还不够，他接着道：“黄天虎从百姓们手中夺粮，美其名曰出兵清剿胡马，但其实不然，他出兵北库草原，可不是为了剿灭胡马。”此言一出，众人皆惊。终于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王爷，他们不为剿灭胡马，为何来这北库草原？”又有人道：“粮食都收走了，不剿灭胡马却是为何？”眼看众人不再沉默，开始小声议论。秦泽目光一沉，看向了黄元朗：“黄元朗，你是黄龙义子，又是盘龙军副将，盘龙军此行所为何事，没有人比你更清楚。来，你来和百姓们说说，为何要来北库草原？上有苍天，下有大地，还有这无数百姓们看着你，你来说说实情。”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黄元朗身上。黄元朗此刻已然是汗如雨下，那高大的身躯此刻都微微弓了起来，他的脸色已经是惨白一片，黄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滚滚而落，整个人仿佛从水里面捞出来的一般。看着身后那无数铁骑，冷冽的刀光剑影从脸上晃过，他只觉身子沉重无比，每迈出一步都是那样沉重。眼前百姓们那灼热的目光似乎要将他烤化。他看了一眼秦泽，那冰冷的目光却又瞬间让他如坠冰窟。黄元朗的喉咙动了动，剧烈的挣扎后，他一咬牙，朗声道：“黄天虎与那5万大军，此行并不是为了援助王爷，而是为了杀王爷。黄龙他要让王爷死在草原上，他要铲除异己。他早已对王爷心怀杀意，胡马杀多少人，他完全不管，他只想以公谋私，他就是个无耻小人。”话音落下，众人皆惊，人群陷入一片安静。但很快，那惊愕的脸色逐渐发红，本就在胸口中回荡的怒气越来越旺盛，像那干柴上的野火一般，终于彻底燃烧了起来。打破宁静的却是一道稚嫩童音：“娘，这种坏人才应该让他尝尝竹笋炒肉才对。”女孩扬起小脸看着母亲，撅着嘴，举着小粉拳狠狠地挥了2下。随着这充满同志的话落下，人群中哗的一声爆发一阵怒吼之声：“这狗娘养的，畜生王八蛋！”一名粗布大汉喝骂道：“若不是王爷清剿胡马，咱们今后这日子哪里还有活头？这无耻小人却要杀了王爷！黄龙这厮以为自己是大将军，就可以如此恣意妄为吗？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他奶奶的！”一名教书先生面色涨红，气愤地摘下帽子扔在了地上。如此小人身居高位，这天下岂能不乱？一老者喝骂道：“杀了这小人！”人群中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这一声喊出来，如平地里掀起个炸雷，一声化作2声，2声化作3声，到了最后，便是那如雷贯耳般的喊杀声。守护着你的人在外奋勇杀敌，居心叵测的小人却身居高位，意图谋害。若是王爷真的不幸死于这小人之手，试问还有何人能保护自己？是要靠着那似有若无的幸运，还是那无尽绝望般的等待？为此，怒火如滔滔江水般一发而不可收拾。看着人群中一张张群情激愤的脸，黄元朗呼吸逐渐加快，心也随之越跳越快。若是现在身处京师，若这些是京师百姓，他毫不怀疑眼前这些人会冲入黄龙府中去。若是说的严重点，那便是民变。这一刻，黄元朗知道自己为何没有被杀，而是活着回到北凉了。秦泽他所需要的从来都不是自己，而是这些百姓，是这些怒火滔滔的民心。今日之事势必很快就要传向整个北凉，也会传入大前各地。黄龙他能得到个什么结果？不用多想，黄元朗已然是汗流浃背。这时，只听秦泽震声道：“诸位，不论是家父还是我，亦或者我秦家任何一人，一生只为保卫大前百姓。如今奸臣当道，祸乱朝纲，眼看异族入侵大前，却不管不顾，只顾着排除异己，如此贼子，安能不杀？”话音落下，人群中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杀！必须得杀！要将那黄龙挫骨扬灰才是！”秦泽双眼微眯，震声道：“这黄龙身居高位，西夏几子手中也各有兵马，势力庞大。此番陛下派出5万盘龙军前来，想必也是听信了黄龙谗言。此等贼子，若是继续留在朝中，我大前早晚有一日要分崩离析。想那朝中还有不少黄龙党羽，不然何故这北凉边关多年来饱受胡马之乱？如今
我秦则被封大前镇北王，当以报效大前为任。奸臣乱世，不可不除，如奸臣难治。说到这，秦则深吸一口气，眸中是那无穷杀意，而后便是一道声震如雷的暴喝：是以死清君侧！砰的一声，一盏茶杯掉落在地，摔得四分五裂，茶水流了一地，一颗圆滚滚的红枣滚到黄龙脚边。丫鬟面色惊慌，急忙躬身：老爷，我手滑了。饭桌旁正吃着饺子的黄龙皱起了眉头，随意一脚将那颗红枣踢开，冷声道：这点小事都干不好，还能做什么？赶紧收拾好，若有下次，杖十逐出府去。是，老爷，奴婢知错，绝没有下次了。丫鬟连忙弯腰收拾破碎的茶杯。一旁身着锦袍的中年妇人见丈夫脸色愠怒，伸手拉了拉他的衣袖：老爷，今日立冬呢，这点小事倒不必动怒。说罢，他看了一眼那丫鬟，弄完就出去，别在这碍事了。丫鬟慌慌张张收起茶杯碎片，急忙弯着腰退了出去。黄龙面色冷然，啪的一声放下了筷子，双手环胸，一脸的闷闷不乐。妇人还没开口，便听黄龙发起了牢骚：前几年立冬，几个小子都在家吃饭，这今年却就咱俩了，真是。这2年也没太多的战事，陛下却将他们派去了各处，这完全没必要啊！难道我大前还无人可用了吗？黄龙摊开手，还在絮叨。妇人低垂了眼帘，细不可闻的微叹一声：老爷，奴家也只盼他们今年都能回来，和咱们团团圆圆过个好年。如今老爷你年岁也不小，也功成身就了，与孩儿们多聚聚才是，该想想天伦之乐了。黄龙揉了揉眉心，看着那一桌子的饺子，摇了摇头：你说的我岂能不知，只是陛下有令，难道还能违抗他的旨意不成？2个月前还把天威给派出了东海，去那劳什子地方又是作甚？2年前那一战，扶桑早已俯首称臣，还防着什么呢？妇人抿了抿嘴，想来是陛下有他的用意吧。黄龙轻叹一声，摸了摸下巴道：不过也无妨，我让天威带去的都是亲兵，他也有能耐，去那里倒也无事。说到有能耐，黄龙不由得又想起了小儿子天虎。和有勇有谋的大儿子黄天威不同，这个小儿子现在却是让他最操心的一个。自从去了北凉，已经有半个多月的功夫了。先前说好要他去了北库草原后便回传消息，但到了今日，却还是没有一丝消息传来，这让黄龙心中七上八下，连着这几日晚上都没有睡好。按理来说，自己让义子元朗与他一同前去，有元朗在，不可能会出什么差错才对。但现在盘龙军自去了北凉后，就跟人间蒸发一样，一点消息都没有了，也不知道交代给他们的事做到了哪一步，秦泽究竟有没有死？若是此行秦泽不死，只怕自己今后在陛下手中，怕是真的得不到重用了。想到这里，黄龙愈发烦躁，情不自禁地挠了挠头。一旁的妇人见夫君满面愁绪，不禁劝道：老爷，别想太多了，这饺子我拿火腿虾仁包的馅，知道你爱吃这个，趁热多吃几个吧。黄龙眉头一挑：你还动手干嘛？让那厨妇去做不就行了吗？妇人笑了笑：这不立冬了吗？就想着亲手包点饺子，孩儿们不能回来，你不得多吃几个，不然我可就白包了。听到这话，黄龙眸光逐渐柔和，拿起筷子夹起饺子便吃了起来。他嘴里嚼着饺子，边吃边道：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如今我坐到了这个位置，咱们黄家也是显赫之极了，说起来我也该享享清福了，这些功名交给孩儿们倒也没什么问题。听到这话，妇人那有些皱纹的眼角弯成了月牙。如此甚好，想当初虎威大将军立下无数战功，那秦家最后却是……说到这，他轻叹一声，接着道：我这心里总有些担心。黄龙摇了摇头，笑道：你这就是妇人之见了，我和秦昊天能一样吗？当初秦昊天在外打仗，总爱将那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借口，他仗势打赢了一场又一场，但陛下能不怕吗？若是哪天要……呵呵，我和他可不一样，陛下让我怎么打我就怎么打，我听陛下的，那就不会出错。妇人低垂了眼帘，小声道：秦将军若是当初听陛下的，说不定那些仗还打不下来呢。此言一出，黄龙立刻放下了筷子，眉头紧锁。他知道夫人年轻时也是博览群书的才女，对于一些家国大事倒也懂一些。此外，他待字闺中时还很仰慕秦昊天，但如今听他这样说，黄龙心中的怒火腾一下就冒了出来。胡说八道，果然是妇人之见，我看你话里话外的意思，莫不是还念着秦昊天呢？妇人被他这样一声怒喝，当即眉头一皱，脸色立刻就沉了下来。你又在说这种话？黄龙在过去便一直被秦昊天压一头，连夫人都仰慕秦昊天，这让他一直心有怨气。此刻牵一发而动全身，怒火越来越盛，脑子一热就开口喝道：哼，秦昊天有次回京，那天你不在家，之后你便怀了天虎，我看天虎就不大像我的聪明才智他一点都没学到。这话一说出来，那妇人立刻就涨红了脸，站起身，啪的一巴掌就打在了黄龙脸上。你无耻！那天我是去寺庙烧香，家中的丫鬟都知道，天虎哪里不像你了？你俩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你却说这样的混账话！你！妇人手指着黄龙，眼眶当即就红了，身子气得都发颤。妇人乃黄龙平生挚爱，如今被这一巴掌打下来，当即就清醒了。见夫人哭了，连忙道歉：夫人别哭了，我脑子发昏，你别……那妇人却不理他，抽抽啼啼的就往外走。哼，以后不许进我房间。黄龙看他离去，一脸的懊悔，但也只能重重的叹了口气。看着那桌上的饺子，他也没了胃口，摇了摇头后，看着门外等着伺候的丫鬟道：接，拿去吃吧。话音落下，
黄龙冷着脸离去，刚走到门口，却见管家急匆匆走了过来，他手中揣着一封信件。老管家步履匆匆，来得很快。黄龙见他神色有异，眉头不禁一挑，谁的信？管家走到黄龙身畔，躬身递去信件，开口道：“老爷，是大公子差人送来的信，没走官道，是悄悄送来的。”悄悄送来的，这是为何？黄龙心中疑惑，他眉头愈发皱紧，接过信后揣入怀中，踱步去了书房。今日狂风怒号，日光暗淡。黄龙一人进了书房，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角，他的眼睛一向不太好，若是光线稍暗，便难以识物。他点燃了桌案旁的一盏烛火，坐在椅上，从怀中掏出那封信件。昏黄的烛光中，黄龙打开信件，细细看去，随之他的双眼逐渐眯起，眼角堆砌的皱纹愈发多了，眼睛也弯成了月牙状。他摇头轻笑一声，这臭小子带兵在外，还想着这儿女情长之事。原来这信中所述的乃是提亲之事。黄天威自觉年纪不小，希望父亲帮自己谈一份亲事，而他所仰慕的对象正是当今大前庆王之女，封号永宁郡主的金长歌。说来这金长歌也是这大前鼎鼎有名的一位奇女子。金长歌出身王侯将相之家，但与其他闺阁的女子完全不同，窈窕淑女这4个字与她可以说没有半分沾连。她有着无双的美貌，也有着烈焰的才华，自小便开始习武，乃是文武双全，放在这大前，尤其是这富贵人家中，更是绝无仅有。黄龙知道大儿子一直都倾慕这位永宁郡主，只是这位虽是女儿身，但如男子一般无二的永宁郡主脾气火爆，这几年也不知道拒绝了多少仰慕者，非是那英雄豪杰，他还真看不上。不过以自己黄家这份家世，加上天威些年得来的声名，若是向其提亲，那还真是门当户对。毕竟这大儿子不像小儿子天虎，他是有真才实学、有勇有谋的人，自小便随军上了战场，靠的是一刀一枪，一场接着一场的硬仗打下来的声名。想到这，黄龙嘴角微抿，也罢，就让为父帮你谈谈，只是提个亲，搞得这么神秘，倒有些小题大做了。呵呵。黄龙正准备合起信，那目光随意一瞥，却落在了信件的右下角上停留了下来。那黄褐色的信纸右下角有2道小小的折痕，呈10字。刚才只顾着看信件内容，黄龙没有瞧见，但此刻一看到这个折痕，他眉头当即皱紧。他拿起信件，抬头看了眼窗外，窗外风声萧萧，吹得庭院中栽种的一片紫竹簌簌作响，紫黑的竹身隐隐绰绰。黄龙揉了揉发涩的眼睛，看着那紫竹身，倒像是一个个人影一般。他站起身来，合上了窗户。关窗之后，黄龙推开桌案上放的几个物件，而后端起茶杯，倾斜杯口，轻轻倒出一些水于桌案之上，伸手抹平水渍。黄龙将拿起信件翻转，将那空白的一面铺设在上面，而后将纸张压平时，水渗入那黄褐色的纸张，那空白处渐渐显现出字迹来。看到有字迹显现，黄龙深吸一口气，将其再度翻转，深邃的目光落在了这些字迹上。父母亲大人膝下，父亲来东海已有数月，如今一切安好，勿念。先前您寄来书信，告知我小弟已经带领兵马去了北库草原，这让我心中着实难安。小弟不善带兵作战，这我是知道的。您虽让黄元朗一同前去，但依然让我担心。非是我妄言，这黄元朗虽有些本事在身上，但不论如何，他都是3姓家奴，为人趋炎附势，不忠不义，绝不能重用。北库草原胡马众多，其中有以大渊部族查元真手下兵马最多。查元真此人野心勃勃，图谋甚大，假以时日，必然统领所有胡马，成为霸主。天虎只有5万盘龙军，既要提防胡马，还要伺机暗杀秦泽，简直是难如登天。抛开胡马不说，就说那秦泽，我从军之时，他便在沙场声名远扬。若不是秦昊天死于海上，赤焰军解散，秦家未被软禁，这秦泽日后成就还在其父之上。从他只带800亲兵入北凉，就可见一斑。入北凉后，他所做的那些事，无一不显示出他的锋芒。这是个可怕的对手，犹如蓄势待发的猛虎一般。为此，陛下让天虎带领5万盘龙军前去草原，就显得实在让人疑惑。我出来东海之时，便隐隐察觉有人在暗中监视我。如今数月时间过去，这种感觉是愈发强烈。为此，我已不动声色地让亲兵们开始防范。此外，这1年来，几位弟弟皆被陛下派去了各地，盘龙军的兵马已经散开。爹，你应该也已经觉察到身边的兵马所剩不多。种种迹象看来，陛下似乎在暗中对我们黄家动了杀机。秦昊天身死之时，那秦泽正在北库草原迎战查元真，此时此刻不正如彼时彼刻？当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还做不得时，我也希望这只是我多想了，但不得不提前应对。我已经给几位弟弟送去了信件，只是他们地处辽远，也不知何时能顺利收到。我这封信中让您帮我提亲，便是为了揣摩陛下之意。若他愿意将永宁郡主许配于我，那自然说明他无心对我黄家动手。我的猜测也都是错的，黄家此后便是皇亲国戚，断然不会有事。但若是陛下一口回绝，甚至一点余地都没有，那就说明陛下很可能已经打算要对我们动手了。此信阅完，还请父亲务必焚毁。爹，您身处京师，伴君如伴虎，孩儿远在他乡，心中忧虑，恐无人护二老周全。严冬将至，天寒路重，望父母亲大人珍重，海天在望，不尽思念。而天威境上，一封信看完，黄龙呼吸逐渐粗重，他深深吸了几口气，扶住了桌案，只觉浑身汗如雨下，贴身的衣服此刻已然是湿透了，这种汗流浃背的感觉并不好受，一如此刻那胸口中那扑通扑通的越跳越快的心。黄龙眉头紧锁，脸色一片复杂，口中喃喃自语：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黄龙一生效忠陛下，陛下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最是忠心无二。陛下，他怎会对我下手？这绝无可能啊！不可能！陛下派他们出去，也是为了让他们在外立功，怎么可能要对我皇家动手？黄龙摇着头，心中100个不相信。上次自己让赵元去找胡马，想杀了秦泽，后来事情败露，自己去向陛下请罪，陛下都没降下太严重的惩罚。虽说自己官职降了1级，但即便如此，那自己也还是2品大官啊。且陛下还特地让天虎率军去北库草原，这不就是为了让他立下功劳吗？天威说这么多，也无非都是猜测，这能当真吗？黄龙深吸几口气，平复剧烈起伏的情绪。他不相信女帝会对自己动手，也不愿意相信。这多年来，自己一直兢兢业业，陛下让自己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当初秦家被软禁，负责监视的人也都是自己的手下。陛下如此重用自己，自己也全权听他旨意，他又何必对自己动手？黄龙目光一转，又落到了那封信上。他伸手将其拿起，又看了一遍。拿提琴来是吗？他心中自语一句，将那封信件拿起，递到了烛火旁。微湿的纸张在炽热的火光下逐渐变干，而后冒出青烟。黄龙怔怔地看着信纸燃烧，一时之间却是愣了神。等到那信纸彻底燃烧，燃起的火烧到了他的手指，一丝刺痛感传来，黄龙这才回过神来。他急忙松手，黄褐色的信纸越烧越快，最后只剩下了那黑色的灰烬。黄龙坐在椅中，脸上全是虚汗。细细想来，自己现在手中确实没有多少兵马了。在椅中端坐一会后，他终究还是按捺不住，匆匆起身开门从书房走出。备轿！他一声大喝。皇宫清闲殿，龙椅之上，金风鸾精致的面容上面无表情，一双毫无感情的锋眸注视着台下躬身的黄龙。爱卿匆匆而来，是北凉的消息传回来了。金风鸾淡淡道。话音落下，黄龙躬声道：回禀陛下，北凉还未传来消息，微臣此番面见陛下，是另有他事。金风鸾眉头一挑，何事？这2个字一落下，黄龙低垂了头，心跳的简直快要蹦出来。话堵在心口，到了这会，他却突然有点不敢问。若是真如天威所言，陛下一口回绝，绝口不提婚事，难道说他就真的要对我动手吗？这一刻，他是真的怕了。他害怕天威说中了。怎么？何事说不出口啊？在这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呵呵。金风鸾轻笑一声，这笑声让黄龙如沐春风，紧张的情绪立刻得到了缓解。是啊，自己找胡马联合，陛下原谅了自己，还授意自己去悄悄杀了秦泽，这不就是拿自己当心腹了吗？他润润喉咙，并除杂念后开口道：陛下，微臣之子黄天威如今20有8，尚未成婚，他仰慕永宁郡主已久，微臣欲向庆王府提亲，让天威与永宁郡主成婚，这才想请陛下在庆王那边说几句。话音落下，黄龙深吸一口气，再度紧张起来，一颗心此刻也是7上8下，他在等待着那个回答。同意吧，陛下，同意吧。黄龙心中不断的念叨着。龙椅之上，金风鸾目光如电，细细打量着黄龙。见他躬身身子，那汗珠从下巴处落下，地上都有些水渍，这不由让他心中疑惑了起来。黄龙今日匆匆入宫，就是为了说这事吗？看他这般举止，实在和从前有些不一样。这满头大汗的模样，也着实有些。一番思量后，金风鸾轻笑一声：黄天威都28了吗？这时间过得倒是快啊，说来也确实到了成婚的年纪了。不过前一句听入黄龙耳中，他心中一松，但此刻听到这不过2字，放下的心又立刻提了起来。只听金风鸾接着道：只是这事即便朕开口也没用啊，你难道不知道永宁这丫头脾性，即便是朕给她赐婚，那她也不依呀。哼，朕若是一道谕旨下去，这丫头只怕要记恨朕一辈子呢。只是你皇家这些年也为大钱立下了不少功劳，黄天威也有功名在身，与永宁倒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过这事朕不能开口，这样吧，等过完今年，黄天威任期结束，朕从东海调他回京，让他自己去找永宁。若是永宁与他情投意合，那倒也无妨，成婚便是。话音落下，黄龙一时之间竟不知是喜是忧。喜的是陛下似乎答应了，但又似乎没答应。过完今年吗？日子倒也不算长，毕竟已经立冬了，也就个把月的功夫。听陛下这番言语，说的也没什么不对的。念及此处，黄龙躬声道：陛下说的是，这是确实的。话未说完，只听金风鸾又笑道：黄将军，莫不是你想抱孙子了吧？这才说出这般话来。说来也是，你为大钱立下如此之多的功劳，如今也该想想天伦之乐了，朕都看在眼里。只是你倒不用心急，朕都有安排。话音落下，黄龙心中一喜，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他擦了擦额头虚汗，躬声道：是，多谢陛下。陛下既如此说，微臣也就不操心了，还是等天威回来再说吧。毕竟永宁郡主她也确实有个姓。金风鸾嘴角微抿，脸现笑意。是啊，永宁这丫头也不知是随了谁的性子，不喜琴棋书画，偏爱那舞刀弄枪，一般人还真降不住她。朕记得前2年开玩笑说要给她招个驸马，她倒好，说先要打过她才行。王尚书的大儿子冒冒失的就去了，这丫头出手也不知轻重，将他打得头破血流，听说最后被抬出府，在家躺了几个月没下床。话音落下，黄龙也听乐了，捂着嘴小声笑了起来。这户部尚书王庸和自己关系不错，当年他儿子被打得下不了床，这王庸没少和自己发牢骚。只是他儿子乃是一纨绔，就学了个3脚猫功夫，下人们将他吹捧的以为自己天下无敌，家中武夫也不敢真的和他过招。这遇到天不怕地不怕的永宁郡主，那能不被打得头破血流吗？
听王庸说，那命根子似乎都被踹得歪斜了，现如今也不知还能不能人道。只是自己儿子天威，那可是真真切切的一身好武艺，说来也只有他能降住永宁郡主了。等天威回来与永宁郡主成婚，自己也算是皇亲国戚了。黄龙越想越喜，先前那点忧虑已然被尽数抛之脑后。行了，该说的也说了，回去吧。今日立冬，和家人多聚聚。金风鸾淡淡道。黄龙收敛神色，当即躬身退去。是陛下。微臣告退。出了清闲殿，黄龙舒了口气，嘴角微微扬起，情不自禁笑着摇了摇头。这一番对谈下来，他心里轻松不少，阴霾一扫而空。天威还是多心了呀，呵呵。心中自语一句，黄龙脚步轻快地离开了皇宫。而在大殿内，金风鸾此刻脸上再无一丝笑容，他脸色冷冽，沉声道：北凉还没消息传来吗？回禀陛下，尚无消息传来，不过若有消息，那也在路上了，800里加急密信，用不了多久就能传过来。阴影中，一人回道：黄龙的府邸盯紧点，他那几个儿子也是一样，只等着北凉能传回什么消息了。是，陛下。不再多言，金风鸾起身离去。庆王府一间房中，你用点力啊，怎么跟没吃饭一样？公子晴儿怕弄疼你？怎么会呢？不会弄疼我的，你多用点力气，要紧一点才好。啊，公子还要用力吗？我怕把你皮给弄破了。不会，你尽管下力气就是，我不疼的。好吧，公子，那我要用力了。随后便只听一声酥软入骨的声音响起：哎呦！啊，对不起，公子，是晴儿的错，晴儿把你弄疼了。一个娇小少女脸蛋通红，慌乱地看着眼前之人。眼前人身段修长，下身穿着件蟹裤，双腿笔直修长，往上是那纤细的腰肢，肌肤白皙莹润，但那胸前却缠着几道布条，布条缠得极紧，将胸前的春光尽数掩盖，但即便如此，却依然微微凸起，似乎这布条下是那极为雄伟壮观之物一般。在其上便是那精致的锁骨与那修长的脖颈，一张俊美无双的面庞微微泛红，眉头微微平起。身旁的少女看主子脸色难看，心中愈加慌乱，她急忙道：公子，你没事吧？要不给系松一点吧。那相貌俊俏的公子摸了摸被布条束紧的胸口，随口道：没事，现在好了。哎，这一年比一年长得大了，也不知何时是个头，简直是个累赘，烦死我了。听到这话，娇小少女看了看自己的平平无奇身子，又看了看主子的脸上，悄然浮现一抹绯红，她眼中露出一丝羡色，小声道：公子，这也不是坏事。她话还没说完，就见那俊俏公子一扭头捏住了她绯红的脸颊，笑着道：有什么好的，我还想和你换一下呢。你还是小丫头，以后长大了自然也就有了。去，把我衣服拿过来。少女嗯了一声，拿起床上的衣裳，服侍着主子一件件穿上。很快，那公子便穿戴好了衣服，看着修容镜中的自己，嘴角微抿，一对浅浅的梨窝从那俊美无双的脸上浮现。不错，有那么回事了。少女小声道：公子，你真要去西京吗？那里现在很不太平啊。当然要去，就是因为不太平，我才要去。屠元国这帮杂碎暗地里搞小动作，图谋我大钱领地。要是他们占了西京，下一步就要蚕食周边的城郡了，这怎能坐视不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我还出生在王侯将相之家，岂能无动于衷？有句话说得好，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我有这能力，那就要出一份力。西京的统军畏首畏尾，害怕屠元国，我可不怕。他们若是敢踏进西京一步，看我不将他们打得丢盔弃甲！哼！说到这，那俊美公子脸色愠怒，一对拳头紧紧握起。话音刚落，只听门外传来一道冷哼之声：哼，大言不惭，你真是好大的本事啊！晴儿，开门！少女神色慌乱，向着主子投去了求助的目光。去吧，开门！少女赶紧取下门栓，刚一取下，那门便被推开，一身着锦袍的中年男子冷着脸走了进来。永宁，你这穿的什么衣服？中年男子脸色愠怒，冷声道：白色的衣服。俊美公子不咸不淡地回道。此言一出，那锦袍男子气得脸色铁青，他怒声道：混账！我是问你衣服颜色吗？你一个女儿身，穿着男子衣服作甚？认清你的身份，你是永宁郡主金长歌，是我庆王的女儿，不是那平民百姓想怎样就怎样的。这几句话一说出来，金长歌脸色一白，空气中满是冷冽，一旁的少女晴儿身子发颤，已经抖作一团。爹，西京之乱愈演愈烈，若是放任不管，迟早要生祸端，咱们不能坐视不管。金长歌冷声道：你出去！庆王对着晴儿冷喝一声，少女连忙小跑着出了房间。见他走了，庆王走到桌子旁，拉张椅子坐下，而后沉声道：你知道西京之乱？难道我不知道？陛下不知道，但眼下西京至少没有发生大事，屠元国还未入境，怎能轻易与他们交战？金长歌眉头一皱，驳斥道：难道要等着他们打进来，咱们才予以反击吗？非要等到西京脱离了大钱，咱们才去收服？这简直太可笑了！可惜当年虎卫大将军早早逝去，不然等诛灭扶桑，必要将那虎视眈眈、图谋不轨的屠元国给打得胆寒，让他们永远不敢垂涎我大钱。话音落下，庆王猛地一拍桌子：胡说八道！你懂什么？如今胡马之乱还未解决，再与屠元国发生战事，有何好处？金长歌翻了个白眼，秦泽已经去剿灭胡马了，何须担心胡马之乱？庆王摇了摇头，眼中全是不屑，嗤笑道：秦泽，那个毛头小子，他能平定胡马之乱？真是笑话！金长歌柳眉一挑，当即反驳：怎么不行？
2年前秦泽带兵前去北库时，我就注意到他了。这些年他还没打过一场败仗。这次他入境北凉，接连立下大功，这还不能说明他的能力吗？他一点也不比虎卫大将军差。他既然敢说出要剿灭北库草原所有胡马，我相信他一定能做到。此言一出，庆王摇头大笑：亏你天天还看兵书，总是往军营跑，我看全是无用之功。北库草原3大部族加在一起几10万兵马，秦泽有多少人？他如何能将胡马全部剿灭？即便是陛下派出5万盘龙军前去相助，那也是难如登天。你以为能天降大军落在草原上，帮着秦泽剿灭胡马？哼，真是痴人说梦话。被父亲一番斥责，金长歌那精致的面容上此刻一片薄怒。他一字一句道：兵马少又怎样，一样能打。慢慢与胡马周旋便是，半年不行就1年，1年不行就2年，2年不行就5年。秦泽有这份决心，不论是多久，他肯定能剿灭胡马。说到这，他轻叹一声，大前现如今像他这样的人可不多了。随后金长歌沉声道：爹，我已经决定好了，我要去西京，我要带着他们平定祸乱。庆王冷哼一声：休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奶也不许去。金长歌一听这话，吸了吸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眼眶一下就红了。要是娘还在，他一定支持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娘，女儿想你了。他哼哼唧唧的就要哭。庆王最怕这个，他皱着眉头，哼，哭也没用，这一招你用的够多了，我不吃你这一套。金长歌见父亲无动于衷，当即脸色一变，我不管，我就要去，你不让我去，我就悄悄去，只要我愿意，我说什么都能走。庆王知道女儿武艺了得，此前也不是没有悄悄溜出府过。他眼珠一转，冷哼道：好啊，你可以去，但不是现在。你不是相信秦泽能剿灭胡马吗？那就等他剿灭了胡马再说吧。北凉无事，自然可以安心平定西京之乱。你若还要反驳，那你之前的话……这一句话一下就把金长歌给噎住了。他涨红了脸，很想反驳，但自己确实又说出了那些话。庆王站起身，看着女儿涨红的脸，轻笑一声道：你也不用着急，说是什么3年5年，兴许不用那么久呢，说不定今年就剿灭了胡马也不一定，你说对吧？哈哈哈。庆王双手背于身后，笑着离开了房间。金长歌气得脸色通红，胸口剧烈起伏，良久才重重哼了一声。立冬这一日，在朝日城的清君侧宣言很快便从朝日城传出，不过几天的时间传遍北凉，也让千骑营的人快马加鞭将消息带回了京师。如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泛起阵阵波浪，而在水面之下，汹涌澎湃的暗流也已经随之翻涌。北凉的百姓们得知此消息后，欢喜于祸乱北凉的胡马终于被清剿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他们入境来烧杀抢掠，这太平日子总算是来了。但在这欢喜之余，却又有着那滔天的怒意。怒从何起？从朝廷之上，从奸臣之中。奸臣当道，蒙蔽圣听，祸心不除，永无宁日。有人欢喜，有人愤怒，自然也有人忧愁。北凉境地内残存的匪寇们人人惶恐。要知道，当初据北川那些山匪，可是一个不留，全部被这位铁血的镇北王给杀了。如此手段，令人骇然。谁知道镇北王下一个要清剿的是谁？这大刀何时会落到自己头上？匪寇中惴惴不安中，终于等来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好消息。镇北王带着大军去北库草原了，他不在北凉了。这个消息让人振奋，人人都松了口气，甚至还有一些匪寇在暗暗诅咒，希望他就此死在北库草原才好。他死了，自己还能逍遥快活；若是回来了，怕是又要开始清剿。但朝日城的消息传出后，匪寇们如坠冰窟。他不仅没死，还剿灭了北库草原所有的胡马，并且还是那如此雷厉风行的手段，一个不留，全部斩杀。如今这柄无坚不摧的钢刀重回北凉，下一刀要砍向何处？随之人人自危。于是这一日，某座山中，某座山寨外，100来个壮汉神情肃穆地集结在一起，人人身上背着个包袱。为首的7尺大汉面色凝重，他抱拳看向众人道：兄弟们，秦鄂王爷已经从北库草原回来了，杀了不少胡马，准确来说是全杀了。他顿了顿，这才又接着道：如我昨夜之言，咱们一直干这个营生也不是事，早晚有一天要落得个横死的下场。现在回头，那还有机会，若是要等到哪一日王爷上山，只怕咱们就要糟了。还不如趁早下山，找个正经营生，干多活几年。兄弟们，咱们相识一场也是缘分，今日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说罢，这7尺大汉提了提包袱就要下山，只是话音刚落，便听人群中有人喊道：老大，带着兄弟们一起干吧，随便找个差事便是。此言一出，那7尺大汉脑门冒出虚汗，当即一声大喝：不要叫我老大，我不是什么老大，我乃郡安县孙家口人士，我叫猪八。他环视一圈众人，大喝道：下山后各干各的事，休得说以前上过山，进过绿林，若是被人知道，定然是人头落地。你们也别跟着我了。人群中又有人喊道：猪八，王爷现在不是说清君侧，要带大军前去京师吗？我看王爷是要干大事，咱们都是刀尖上过来的，不如投去王爷旗下，靠着一刀一枪，日后还能博得个风气印子呢。猪八眉头一挑，随即道：有些道理，不过人各有志，若有兄弟想去投入王爷旗下，那试试倒也无妨。只是大家口风可得收紧点，若是泄露以前的身份，到时候别说参军了，说不定还落得个横死当场的局面。人群中有人笑道：怎么会呢？咱们都是肝胆相照的好兄弟，谁会嘴那么不严实，在外面瞎说呢？话音落下，众人皆大笑。
只是笑声中却有人冷不防冒出一句：寨中有几位兄弟却是爱说梦话的，也有那酒喝多了就胡言乱语的。声音落下，笑声戛然而止。一片安静中，只听人群中有人瓮声瓮气地说道：我反正是回去种地，现在别家山寨也大多解散下山了，也没人抢粮食了。我家还有几亩薄田，听说王爷减免了不少粮税，种种的倒也活得自在。又有人跟着道：我家没有田，我是打算去北库草原，现在那里没有胡马，王爷也说过，无处安身的百姓可以去草原牧马，在那里想来也不错。对，我也是这么打算的，北库草原水土丰沃，日后去那里博得个营生岛也不错，北凉好多地方都太贫瘠了。说起来，王爷打下这北库草原，倒确实是一件好事啊，以后活着倒也没那么累了。七嘴八舌的声音接连响起，猪八看着众兄弟们聊得兴高采烈，忍不住嘴角微微扬起。随后他震声道：兄弟们，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今后咱们各安天命，不论在哪，好好活着便是。话音落下，人群中有人笑道：老大，你这上半句说的啥呀？文绉绉的，咱们这大老粗可听不懂啊。投身绿林之前，你该不是教书先生吧？哈哈。猪八翻了个白眼，呸了一声道：还叫我老大呢，叫猪八就行了。说是这么说，但猪八心中却不由叹息一声。没投身绿林之前，自己还真是一个教书先生，只是世道艰难，赋税太重，家中余粮又要面临土匪的抢夺，活都活不下去了，那只能靠抢了。为此他才上了山，也当了匪寇。而现如今别的地方不说，至少在这北凉那是好活多了。想到这，他淡笑一声，而后看着众人道：兄弟们，以后都干正经营生吧，不要再当匪了。以前是没得选，现在有机会好好活，那就不能走岔了。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早点下山吧，散了散了。不再多言，猪八背着包袱，迈着大步往山下走去。他越走越快，虽身上背着包袱，但却感觉浑身轻松无比，脚步也愈发轻快起来。猪八深吸一口这山间的清新空气，看向那朗朗晴空，情不自禁地感叹：前几日还是阴天，今儿倒是个大晴天，这天变得真快，不过也确实舒服啊，嘿。轻笑一声，他消失在山林中。秦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要变天不成？京师御书房内，金风鸾胸口剧烈起伏，脸色铁青，再无一丝先前那般雍容华贵模样，反而显得异常狰狞。陛下，恕臣直言，秦泽怕不是要造反。台下，金建德俊朗的脸上如同覆盖了一层冰霜，眸光深邃如无尽深渊。立冬过后没几天，千骑营暗卫就从北凉带回了最新的消息。负责统帅千骑营的金建德收到消息，匆匆去了皇宫。就在刚刚，他向女帝传回了秦泽清君侧的消息。而此刻，金风鸾那一对锋眸中如彻骨寒冰，无尽的杀意迸射而出。一双白皙玉手此刻已经攥紧，尖锐的指甲掐入掌心，似乎都要戳破皮肤。1个月不到的时间，他竟真的剿灭了所有胡马，他竟真的做到了。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金风鸾怒吼着。金建德低着头，沉声道：不知。话音刚落，金风鸾将桌案上的一份奏折朝着金建德脸上扔去，他并没有躲避。啪的一声，奏折重重打在了金建德脸上，那俊俏的脸上旋即出现一道红印。这也不知，那也不知，朕要你们有什么用？北库草原多少胡马兵？少说也有几十万吧？啊，有吧？他怎么就杀了那么多胡马兵？他有100万大军，还是赤焰军的鬼魂来了，帮他杀了那么多胡马兵？金建德深吸一口气，开口道：没有，就目前看来，他现在只有10几万大军，或许之前更多，可能在北库草原上和胡马作战死了几十万人。金风鸾怒极反笑：可能，又是可能。带着800亲兵去了北凉，匪寇没杀了他，黄龙联合胡马没杀了他，几十万胡马兵也没杀了他，现在还让他有了10几万大军，还要来京师清君侧，哈哈！听到这有些癫狂的笑声，金建德脸色愈发难看，他冷声道：陛下，黄天虎办事不力，就是一个蠢货，那5万盘龙军死在草原上，倒也无可厚非，只是秦泽却以此图谋不轨，说什么清君侧，真是无耻至极。陛下，交给我，我杀他易如反掌。话音落下，金风鸾眉头紧皱，咬牙道：秦泽剿灭了北库草原所有胡马，立下这不世之功，如今怎能随意动他？若是杀了他，岂不是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朕堂而皇之杀功臣？他在北凉做下这些事，以收尽民心。若是贸然杀了他，北凉的人难道不反？别的人又会怎么看？哼！只是黄龙这蠢货，交给他的事没有一件做成，真是废物中的废物。现在秦泽借着要杀他的名头入京，如此看来，他定然有了充足的底气。你说他只有10几万大军，那绝无可能。他若是只有10几万大军，怎敢来京师清君侧？哼！他的背后，金风鸾双眼微眯，眼中尽是寒芒。金建德眉头紧锁，陛下，据千机营探查到的情报来看，他现在确实只有10几万大军，难道说他要在来京途中沿路引导百姓起义？金风鸾摸了摸下巴，沉默半晌后，他沉声道：绝不能让他来京，一旦出了北凉，他便能大做文章了。到了那时，事态就复杂了。说到这，金风鸾冷笑一声道：秦泽将黄龙推作众矢之的，想借他的名义来京，岂能让他如愿？这黄龙本就是朕要杀的人，他不是要清君侧吗？正好，朕倒不用那么麻烦了，直接将黄龙杀了便是。杀了黄龙，我看他还有什么名义清君侧？若他还执意要进京，那就是摆在明面上的造反。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民心，
我看他如何造反。金建德点头道：“陛下高见。北凉的消息是千机营以最快速度送过来的，黄龙目前还不知道那边的消息，约莫还有几天才能传入京师，那这几日便对黄龙下手。”金风鸾微微颔首，寒声道：“不错，派兵包围将军府，将黄龙一家满门抄斩。”金建德脸色深沉，躬声道：“陛下，黄龙的几个儿子身边早已安插好了眼线，那就要同时动手了。”不错，这次正好有这个由头，杀的话那就要全部诛杀，一个不留。金风鸾毫不迟疑道：“是，陛下，只是这次事发突然，现在送去诛杀令杀他那几个儿子，只怕需要一点时间，尤其是那身在东海的黄天威，离京师甚远，诛杀令送过去需要不少时间。”金风鸾冷笑一声：“无妨，反正他也不知道自己身边被安插了眼线，诛杀令送到立刻动手，他逃不了。”说到这，金风鸾摇头叹息一声：“胡马被灭，秦泽却生出叛乱之心，那西京也乱起来了。今年为何如此不顺？”此言一出，金建德抬眼看去，见金风鸾一张精致面容上满是愁绪，这让他轻咬唇角，双手握拳。随即他沉声道：“陛下无需担心，微臣自会为陛下分忧。要杀秦泽并不难，微臣可以去做。”金风鸾眉头一挑：“你想怎么杀他？这个时候可不好动手啊。”金建德沉声道：“陛下，马上全天下都会知道黄龙意图在北库草原杀秦泽，黄龙与秦泽二人不共戴天，何不借此将计就计，来个借刀杀人？黄龙该抄家抄家，该杀的杀，我再让千机营冒充黄龙党羽前去暗杀秦泽，事后只当他们为黄龙报仇便是。他们都是死士，武艺高强，精通各种暗杀手段，拿来对付秦泽再合适不过了。”一番话说完，金风鸾眼眸闪动：“不错，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借黄龙党羽之手杀秦泽，若是成功杀了他，刚好一举两得。建德，你这个计策好啊！”得到金风鸾的夸张，金建德嘴角微抿，偷偷看着他的眼神愈发火热。为陛下分忧，是微臣应尽之事。金建德躬声道。这时却又听金风鸾道：“还有那西京之事难以解决。你也知道昨日传来的消息了，屠元国已经派兵去了西京边境，他们的使臣送来了最后的信函，让西京自立，不然就直接派兵进入西京，帮西京自立。若是我们同意让西京自立，他们就会退兵，不再干涉西京之事。”金风鸾掐了掐眉心，脸色阴沉。西京几十年都在屠元国旗下，虽然几年前将其收回，但这些年来屡生暴乱之事，派出的兵马完全没办法管制他们，着实令人头疼啊，简直跟块烫手山芋一般。金建德听到这番话，心中已经猜出了金风鸾的意思，随即他开口道：“陛下，眼下对于秦泽之事还未解决，屠元国又已经派兵到了西京，若是他们要派兵进入西京，两处同时发生乱象，实在不是件好事。说不定秦泽看到屠元国派兵入西京后，更让他有恃无恐，借此一举造反。以微臣之见，这西京犹如鸡肋，若是让他们自立，倒也不是坏事。”金风鸾双眼微眯：“哦，此话怎讲？”金建德轻笑一声：“西京与屠元国接壤，本来就容易受到屠元国的影响，咱们与屠元国之间也时常发生摩擦，若是让西京自立，岂不是正好起一个缓冲作用？自此，我大前与屠元国之间便有了西京作为阻碍，彼此间有了一定距离，不会和屠元国发生争执。毕竟如今这屠元国可不像当年，他们的兵马武器实力很强啊。”听罢此言，金风鸾眉头一挑，思量一番后，他徐徐道：“只是这西京历来都是我大前领土，几年前好不容易收复回来，就这么让他们自立，恐怕会让人诟病啊。”金建德摇了摇头：“陛下，西京前几十年在屠元国手中，如今那些人哪里还有丝毫对我大前的归属感？这些恶名屡生事端，即便是不让他们自立，早晚有一天他们也要有叛乱之心。如今便是让他们自立又如何？咱们与屠元国协商一番，签订条约，他们不可在西京驻守兵马，咱们也不派兵马前去西京，就让这西京的人自治便是。如此一来，岂不是刚好去掉一个隐患？既不用与屠元国发生战争，也不用再操心这西京之事，可以安然对付秦泽。毕竟再怎么说，这秦泽是必须要除去的。”一番话说完，金风鸾嘴角微扬，满意的点了点头：“言之有理，就这么办吧。明日朝会我来颁布谕旨，只是朝中必然会有大臣反对，尤其是那张力，你得提前和其余大臣私下会晤，在朝会上统一口径，免得到时候落了口实。”“是，陛下，微臣明白。”金建德答应一声。“好了，时候不早了，你让贱人立刻带兵前去包围黄龙府邸，所有人要扣住，明日朝会说出北凉之事后，给他定下罪名再杀。”金风鸾眸中全是杀意。“是，陛下。对了，将他们扣在府中时，可不要让黄龙多嘴多舌，说出什么混账话来，懂吗？黄龙吉子也即刻派人前去，让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千机营动手，不要放走一个。”“微臣明白。”金建德面沉如水，沉声回道。金风鸾揉了揉额头，而后摆摆手道：“行了，去吧。”话音落下，金风鸾见他还站在原地，不由柳眉一颦：“怎么，还有别的事？”金建德低垂了眼帘，从袖袍中掏出一物，小声道：“陛下，微臣见您这段时间思虑甚多，这香包是我找太医制作的，里面是地榆、桂圆肉及石菖蒲与沉香等物，有解郁安神之用。”说罢，金建德小步快走几步，朝着金风鸾递去。金风鸾微微一愣，伸手接过香包：“你倒是有心了，去吧。”金建德低垂着头，眼中露出欣喜神色，躬声道：“是，
陛下。随即他脚步轻快地转身离去。待他走后，金风鸾将那香包随手往桌案一扔，背着手冷哼一声：“哼，秦泽想造反，图谋朕的天下，想都别想，用不了多久便送你去黄泉见你爹。”冷笑一声，金风鸾一摆袖袍离去。出了大殿，金建德满面笑容，他将右手放在鼻尖，使劲嗅着手指，手指上似有那若有若无的淡香，也不知是那香包遗香，还是刚刚递去给金风鸾时碰到了他的手指留下的残香。他深深吸了几口，脸上露出陶醉的表情。见四下无人，他眼神火热，将手指塞入口中吮吸几口，这才笑着离开了皇宫。将金风鸾安排的事通知给大哥后，他又唤来手下，命他们快马加鞭赶赴大前各地，去黄龙吉子所在之处传达诛杀令。随后他便急不可耐地乘轿回了府邸。轿子一落地，金建德便快步去了后院。他眼神火热，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待走到一间房舍前，他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袖，神色收敛后，这才敲响了房门。房门内传来一道清冷的声音：“进来。”是。金建德揭开房门，探身走进。房内陈设华美，如同皇宫内院中的陈设一般，别无二致。桌案边，一身着锦服的女子背着身，纤纤玉手负于身后，听到他进来的声音，遂开口道：“有何事？”金建德躬身道：“回禀陛下，建德今天得了夸奖。”女子淡淡道：“哦，是吗？那你做得不错。”金建德看着女子的后背，火热的目光落在那纤细手指上，淡笑一声道：“作为臣子，为陛下分忧，自然是分内之事。”说话之间，他踱步向前，伸手握住了那女子的手掌。那女子身子微微一颤，但并未说一句话。下一瞬，砰的一声，金建德脸色涨红，猛地一把将那女子推倒在床上，怒喝道：“蠢货，你应该说放肆才对，怎能无动于衷？”那女子被这大力一推倒在床边，听到金建德的怒吼声，吓得身子颤抖。她扭过头来看向金建德，女子面容姣好，倒与当今大前女帝金风鸾有6分相似，只是那眉眼间此刻却流露着无尽的恐惧。“殿下，奴婢知错了。”女子颤声道。金建德怒不可遏，手指着女子怒骂道：“真是白长了这副相貌，装都装不像！你这个蠢货！”金建德越说越怒，一扭身从墙上取下一根细长藤条，拿着藤条便朝着女子身上抽去。女子被狠狠抽了几下，立刻哭得梨花带雨，不住求饶：“别打了，殿下，奴婢知错了，下次一定按照您的吩咐来说话。”金建德面色狰狞，脖颈间青筋暴起，仍旧是不断朝着女子身上抽去，口中还不住喝骂：“你从青楼出来，他们没教你怎么伺候人吗？蠢东西，不打你不长记性！”见女子哭得厉害，金建德猛地止住，他拿着鞭子走去，突然跪倒在女子脚边，颤声道：“陛下，建德有错，是我唐突了，请您责罚我吧。”说着，他低下头，向着女子递去藤条。女子泪珠滚滚，虽然身上疼痛，但见他递来藤条，心中明白下一场戏又开始了。他咬住唇角，勉力支起身子，接过藤条，朝着金建德身上抽去。“金建德，你竟敢以下犯上，该当何罪？”金建德低着头，眼神火热，身子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兴奋颤抖了起来。随后他发出不知是痛苦还是高兴的声音：“建德知错了，建德知错了。”藤条的抽打并未停下，仍旧在不断落下。金建德的叫声也愈发响亮了起来。房外不远处，庆王双手环胸，听着屋内的动静，而后他摸了摸胡须，面无表情的去。他转身朝着后花园内的鱼池旁走去。待到了鱼池旁，他从池旁假山上拿出一盘鱼食，随手抛下几颗鱼食。他眯着眼看池内几条锦鲤不住争夺。那条五彩斑斓的大鲤鱼身旁跟着一群小鲤鱼，小鲤鱼跟着抢食，但大鲤鱼立刻摆了摆尾巴，小鱼一哄而散。但即便是散去，很快又游过来，伺机吞食那饵料。那大鲤鱼却只挑大的饵料吃，一些残渣被小鱼争来夺去，他倒也不在意。待几颗大饵料吃完了，那大鲤鱼游到水面，嘴巴一张一合，倒颇有灵性，似在求食一般。看到这，庆王嘴角微抿，轻笑一声：“夺来夺去又怎样？多给少给，还不是我说了算？你即便够厉害，但还是我养的。你要是跳出来把我手里的吃了，那倒是长本事了。”话音刚落，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爹！”金长阁脚步轻快地走来，那明眸皓齿的精致面容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庆王一见他过来，匆匆将手中鱼食扔下，背着手就要走。金长阁柳眉一挑，快步走来，一把将父亲手臂抓住：“爹，你怎么见了我就要走？你不是在躲着我吧？”庆王摸了摸脸，带着些许勉强的笑道：“胡说，我就四处逛逛。”金长阁嘴角逐渐扬起，一对梨窝出现在脸蛋上，他轻笑一声道：“北凉的事，爹你应该知道了吧？”庆王眉头一皱，挠了挠头道：“北凉的事，怎么了？有消息了？”“我不知道啊。”“不知道？”金长阁一脸的不相信：“怎么可能你不知道？千机营是爹你创建的，虽然二哥现在接手了，但他们怎么可能不向你汇报消息？”庆王一脸无辜表情，一摊手道：“我早已不过问这些事，现在就是个小老头，天天就养养花赏赏鱼，我才不操心这些事呢。”金长阁一脸狐疑的看着父亲的表情，而后轻笑一声道：“北凉的消息已经传回来了，爹，你猜是什么消息？”此言一出，庆王做俯额做沉思状，随后笑道：“莫不是捷报？秦泽又斩杀了一支胡马大军？”金长阁嘴角扬起，眼中全是笑意，他伸着一根手指晃了晃，这才笑着道：“这你倒是说对了，确实是捷报。不过呢，金长阁拖长了声音，
他是全部将北库草原所有的胡马全部歼灭了。哈哈，爹，你没想到吧？话音落下，庆王惊声叫道：“什么？秦泽竟将胡马全部歼灭了？此言非虚，莫不是骗我的吧？”金长哥眉头一皱：“啊，我还不至于骗人，当然是真的。我见大哥带着人急匆匆出门，我给拦下，他告诉我的，这可做不得假。竟能歼灭全部胡马，这才多久啊？这秦泽如此了得吗？”这真是庆王摸着胡子，一脸的震惊诧异之色。看到父亲那神态，金长哥嘴角扬起，一脸的得意，真是英雄出少年吧？他还不过20呢。怎么样，爹？先前我可是说过，秦泽一定能剿灭胡马的，我还说要3、5年呢。这眼下看来啊，倒确实是我说多了哦。呵呵，还是爹你有远见，说他今年就能剿灭，还真被你说中了。金长哥淡笑一声，挤了挤眼睛，揶揄着父亲。庆王脸色一红，挠了挠头，确实。怎么说他也是秦昊天的儿子吗？哈哈。庆王打着哈哈，轻笑一声。金长哥点头笑道：“不错，这小子确实很有种，竟然全歼了胡马，这可是当年虎威大将军都没做到的事啊！”此言一出，庆王翻了个白眼，一个女儿家，好好说话，什么有种不有种的，也不知你从哪里学的。你以后若是……见父亲又要开始说教，金长哥立刻转移了话题。对了，爹，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黄天虎带5万盘龙军前去北凉，原来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援助秦泽，他竟然密谋在这草原上杀了秦泽。此言一出，庆王眉头立刻皱紧，竟有此事？金长哥点头，恼怒道：“是黄龙义子黄元朗当着北凉百姓面前亲口说的。先前秦泽第一次与胡马交战时，不是有胡马兵悄悄进了北凉，去了据北川吗？那时就有传黄龙与胡马在暗中苟合。如今黄元朗道出实情，果然这黄龙暗藏祸心。大哥此番出去，便是为了羁押黄龙。”庆王摸着胡须，微微颔首，却没开口。金长哥接着道：“还有啊，爹，秦泽说要清君侧。”此言一出，庆王双眼微眯，看向金长哥道：“清君侧，那是要来京杀黄龙？”“对，他说要带军入京，诛杀黄龙。”金长哥沉声道。庆王摸了摸下巴，面露凝重之色，目光也凌厉了起来。他絮絮道：“你如何看待此事？”金长哥看父亲面露凝重之色，轻笑一声道：“我能怎么看待？秦泽年轻气盛，在外平时作战保卫百姓，却被黄龙在背后捅刀子，那能不生气吗？换作是我，那也咽不下这口气啊！谁敢在背后害我，我肯定会一刀杀了他。”说到这，金长哥眼中寒芒毕现。此言一出，庆王嘴角微抿，轻笑一声道：“这倒是没错。只是你说贱人已经去了黄龙府邸，看来是得了陛下的寿命。如此看来，秦泽倒不必回京清君侧了。”金长哥眉头一挑，陛下明察是非，行事果决，他既然决定对黄龙动手，那秦泽自然不需要回京了。京师距离北凉很远，等消息传回北凉，相信秦泽他会退兵的。庆王摸了摸胡子，望了一眼池中游鱼，然后淡淡道：“那若是他不退兵呢？”虽是轻飘飘的一句话，但落下之时，空气中却仿佛充斥了一股冷冽之意。一阵风吹得一旁的树叶簌簌作响，树上不知名的鸟儿发出难听的叫声，几片枯黄落叶随风逐渐落下，飘落到了金长哥脚边。金长哥柳眉一颦，看向了父亲，只是他的脸上没有丝毫表情，还是那么的云淡风轻，似乎只是随口一言。“爹，你这是何意？”金长哥反问道。庆王背负双手，踱步走向池边，金长哥亦步亦趋紧跟而去。到了池边，庆王轻笑一声道：“秦泽这数月来可是接连立下了不少大功啊，可谓是收尽了民心。北库草原所有胡马兵都被他一个不留的杀了，足见手下兵马强盛。即便是他恼怒于黄龙在背后对他下手，那也大可以传信京师，让陛下将黄龙治罪。但他却直接在北凉说出要清君侧，恐怕他来京不只为了诛杀黄龙那么简单吧？”一席话说完，金长哥脸色微变。黄龙为镇军大将军，在京师根基深厚，秦泽想必是觉得陛下不敢贸然治罪黄龙，这才会决定亲自带兵前来吧。他若是知道陛下如此果决，我想他会退兵的。金长哥解释道。庆王将目光从那鸡尾鲤鱼身上移开，落向了金长哥脸上，见他脸色微白，随即轻叹一声道：“2年前，陛下从秦家手中收回兵权，秦家不能出京师。如今秦泽去了北凉，现在要民心有民心，要兵马有兵马，你觉得他会怎么做？”话音落下，金长哥一怔，而后冷声道：“爹，你说他要谋反？”说到这，庆王点点头，叹了口气：“不知道。不过他要是谋反，那这好不容易才太平的大钱，可就要乱起来喽。西京乱，北凉乱，这可就麻烦了呀！”短暂的沉默后，金长哥抬起头，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他一字一句道：“他要谋反，我就去带兵杀了他。”话音落下，庆王捧腹大笑：“这还没个定论呢，你就说出这样的话来，听着还挺吓人的。再说了，他秦泽手握大军，能杀北湖所有人，那不是一般厉害啊！你这说的倒是轻巧，要杀他，哈哈，你以为小孩子过家家呢？可不是为父小瞧了你。你若真要带兵去杀秦泽，兴许还反被他所制，那可就麻烦了，哈哈。”看父亲笑得都合不拢嘴，金长哥脸色涨红，羞恼道：“那你刚刚的意思，不就是在暗示说他要谋反吗？再说了，咱们家不是有很多兵马吗？我带兵，这怎么不行了？任何要祸乱天下的人都会被铲除。”庆王连忙举起双手，笑得跟个孩童似的：“哎，我可没说他一定就要谋反，是你自己说的。”他放下手，又接着摇头道：“你这丫头，之前听你话里话外的意思还很仰慕他，这回都想好要杀他了。啧，这女人心啊，果然跟海底针一样，
可怕可怕！知道父亲在调笑自己，金长歌脸色愈发涨红，他气呼呼道：“哼，不准笑了，好话歹话都让你说尽了，你倒是会说话，比王庸还能胡说。”庆王却只当没听见，他自顾自地说道：“不论如何，有一点你倒是没说错，任何祸乱天下的人都要铲除。陛下杀了黄龙后，若是秦泽不管不顾，仍要进京，那其心必异，定是要谋朝篡位。到了那时……”金长歌咬着唇角，想说的话憋在心里，但无论如何却难以开口。短暂的沉默后，他支起一个笑容：“现在说什么都为时尚早，不能乱猜忌，还是说已经发生的事吧。爹，之前你可是答应过我的，说是秦泽剿灭胡马回北凉后，你就让我去西京，你可不要说话不算话。”庆王摸了摸下巴：“我答应也没用啊，得看陛下怎么安排。想必最近陛下在为各种事烦心，你不要去找他，过段时间再说吧。”一听这话，金长歌眉头紧皱，还要过段时间，那黄花菜都凉了呀。那西京接下来……话未说完，庆王面色一正，沉声道：“我说了，听陛下安排，他自有主意。若是决定派兵前去西京，到时候我会引荐你去，在这之前你就等着就好，时间不会太长，你不用着急，这不是急的事。”金长歌还想再说，却见庆王摆摆手道：“够了，到此为止。相信陛下处理好黄龙的事情后，就有西京的定论了。”话一说完，庆王打了个哈欠，口中喃喃念叨着累了，便独自离去。爹，你别走啊！看着他离去的背影，金长歌气得跺了跺脚，但很快他脸上就露出了沉思的表情。秦泽难道他真要谋反吗？心中自语一句，金长歌沉着脸离去。晚间，镇军将军府大堂中，18尺大汉端坐主位，他一身金色战甲，在烛光下熠熠生辉，绚丽夺目，令人难以直视。威武雄壮的身躯加上这威势赫赫的战甲，让他即便是端坐在那里，依然让人不自觉心生畏惧。那张英气勃勃的脸上，双目如炬，高挺的鼻梁下嘴唇轻薄，下巴上一片浅浅的络腮胡齐整有序，让其在俊朗上又添了一分威武。而在台下，被捆得严严实实的黄龙趴在地上，一双虎目赤红一片，仿佛要喷出火来。他嘴中塞着一团棉絮，因此此刻只能发出呜呜呜的声音，但即便如此，他仍旧在不断扭动着身子，拼命想挣脱束缚。看着眼前的男子，黄龙心中又惊又怒，在这惊怒之余，却又夹杂着无限悲凉。半个时辰之前，他正在府中吃晚膳，但饭还没吃完，便有大队士兵将整座府邸包围了起来，不待自己做出太多的反应，大门被撞开，无数士兵如潮水般涌入。这些进来的士兵武艺高强，一进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抓人，稍有不从者便一刀砍杀，这让黄龙惊怒交加。他刚拿起大刀冲出去，便被眼前之人一招制服。而眼前之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打算攀上亲的庆王之子金剑人。这时，金剑人见黄龙在地上不住扭动，遂冷声道：“黄龙，你若有9牛2虎之力，金刚不坏之躯，那倒是能挣脱这铁链；若是没有，那就好生待着，别再动弹，省得吃太多苦头。”黄龙眼睛都快要喷出火来，拼命叫嚷着。金剑人摇头冷笑道：“实话告诉你吧，你派去北凉的5万盘龙军已经全部死在草原上了，包括你儿子黄天虎。你的好义子黄元朗把你要杀秦泽的事全都说了，当着那些平民百姓的面，这几天消息应该就要传过来，秦泽借着清君侧的名义要来京师杀你。为此，我今日才会来你府中。你也不想死在秦泽手中吧？落到他手里，那下场恐怕……”话音落下，黄龙猛地瞪大了眼，眼中全是惊骇之色。5万盘龙军都死了，天虎也死了，他们怎么会死呢？明明派去的兵马都是精锐，天虎还曾说过回京之日必定能让皇家再上一层楼的。这才多久，怎么就战死沙场了呢？黄龙心中又悲又怒，但很快他就想到金剑人的第2句话：黄元朗竟然当着北凉百姓的面告发了自己，这个畜生啊！枉费自己多年栽培，给他兵马，让他有立功的机会，他竟然在这种时候反咬自己一口，简直是狼心狗肺之徒。难道说天虎与盘龙军全军覆没也和他有关？细想之下，黄龙的怒火简直快要炸穿胸膛。这时他猛然又回忆起前几日收到的家书，天威的那封信中所说的话，竟然真的被他说中了。这一瞬间，黄龙心中无限悲苦，眼眶立刻就红了，痛苦、悲伤、愤怒，种种情绪杂糅在一起，让他甚至都难以喘息。想到金剑人直接带兵过来抓人，甚至不给自己讲话的机会，黄龙心中便明白了，金风鸾要在秦泽清君侧之前对自己下手，他竟直接抛弃了皇家，自己就算不死在秦泽手中，那也会死在他手中。这让黄龙心中又怒又悲，自己对他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次派大军前去草原杀秦泽，说到底那也不过是他的意思啊。前不久去宫中时，他还信誓旦旦地说等到年后调天威回京，也会让自己能安享晚年。这才过去几天的时间，他却翻脸比翻书还快，竟丝毫不念自己的功劳与苦劳。如此狠辣的女人，实在是世间罕有。突然，黄龙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天威信中说，去东海之时，隐约有感觉到身边有人在监视他。难道说他的感觉没有错，他真的被监视了？而监视的人是金风鸾派去的，但那时秦泽都还没有被封镇北王啊。这岂不是说金风鸾他从早已经在暗中布局要杀自己？现在他派金剑人过来，岂不是说远在他乡的几个儿子也即将遭遇毒手？想到这，黄龙如坠冰窟，一颗心已经凉到了谷底。这时，端坐一旁的金剑人看着黄龙的脸色变化，轻笑一声道：“黄龙，你比秦昊天要笨一点，
所以活的时间比他要长。不过也正是笨了点，才不懂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此言一出，黄龙胸口剧烈起伏，一双通红的眼睛简直都快要喷出火来。他怒目瞪视着金剑人，身子不住扭动。金剑人看他这样瞪视着自己，双眼逐渐眯起，嘴角露出一丝阴冷的笑意。人都抓起来了吗？金剑人开口道。回禀殿下，都已经捆起来了，可以带回天牢了。一名手下回道。金剑人微微一笑，摆摆手道，不急，把黄夫人带过来。此言一出，那手下心中一紧，眼中露出一丝异色，但紧跟着他就回道，是殿下。而趴在地上的黄龙听到他要押自己夫人过来，当即心中一跳，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浮现。他拼命扭动着身子。金剑人看着他的模样，哈哈大笑，一边摸着下巴的胡子，一边道，你这眼神跟要吃人一样，看着都害人，实在是可怕，可怕呀。喜欢看，那待会就多看看。很快2名手下押着黄夫人来了大堂，如黄龙一样，他也被捆缚了起来，嘴中塞了布条，此时泪珠滚滚，一看到黄龙趴在地上，就急忙跪地要对着金剑人磕头。金剑人目光在他身上细细打量，而后叹口气道，可惜没有虎威夫人姿色好。他在北凉以后有机会得去一趟才是。说到这，他笑着站起身来，走到黄龙身边，而后扯下他嘴中的布条。布条一被扯下，黄龙当即怒骂起来，你们这群……只是话未说完，便见寒光一闪，金剑人不知何时手中多了把匕首，他笑着将匕首刺入黄龙嘴中，没有给黄龙任何反应的时间，那柄匕首便已经在他嘴中搅动起来。几乎是瞬间，凄厉的惨叫声响起，鲜血与被搅碎的蛇肉落在地上，剧痛之下，黄龙几乎快要昏倒。而金剑人这时已经收手，他淡笑一声道，还是这种方法比较方便，省得你多嘴多舌。一旁的黄夫人泪如雨下，扭动着身子朝着黄龙爬去。金剑人大手一挥，英俊爽朗的面容上显现出一片兴奋的潮红之色，他冷笑一声道，关门。随着大门被关上，金剑人提着匕首，咧嘴笑着走向了黄夫人，随之便是那不断响起的凄厉叫声。而在门外，几名护卫低垂着头，身子甚至也跟着微微颤抖起来，似乎这屋中的是从地狱中爬出的恶鬼一般。庆王府一间暗室内，爹，大哥已经带人去了黄龙府邸，皇家的兵权今后将交由大哥，我打算让派千机营去暗杀秦泽，当然借用的是为黄龙报仇的党羽身份。金建德看着坐在椅中的庆王道。庆王并未言语，而是拿起桌案上一个制作精良的木质小壶，从中倒出些许粉末与桌上，而后低下头，鼻子对着那团粉末猛吸一口，随即他浑身一个哆嗦，脸上也露出一股潮红之色。半晌后，他才轻笑一声道，不错，这次的鼻烟很不错。目光一转，他看向金建德道，派千机营去杀秦泽吗？似乎不那么容易啊。金建德眉头一皱，爹，他们武功高强，精通各种暗杀之术，一定能成功杀了秦泽。你放心好了，绝对没问题的。庆王微微一笑，我看不见得。秦泽能杀那么多胡马兵，跟在他身边的人定然都是忠心耿耿之人，防护必然紧密，这可不好杀啊。虽然你要派死士去，但白白送死，那也可惜。金建德眉头一皱，爹，那您的意思是？庆王面色淡然，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随之一名身穿朱红绣服的男子推门进来，他手中怀揣一个木盒，木盒不大，也就5、6寸大小。打开。庆王开口道。男子揭开木盒，金建德抬眼看去，盒内是一个球状物件，外面用油纸鼓鼓囊囊包作一团。金建德低下头去闻了闻味道，而后眉头一挑，有消食的味道。庆王拿起桌案旁的茶水，轻抿一口，而后淡笑道，不错，这是前几日建中派人从海外送过来的，不多，也就几枚，但神机营试过之后，威力不小啊。将它放入床弩上射出。说到这，庆王站起身来，双手猛然张开，眼睛也瞪得溜圆，他大笑着道，砰！哈哈！看着父亲夸张的演绎，金建德情不自禁后退了一步，额头流出一滴虚汗，他强笑着道，这神机营的东西越来越看不懂了。庆王走到金建德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今时不同往日了，儿子，建中去了海外，我才知道这天下竟如此之大，还有那么多辽阔大地，还有那么多新奇玩意，真是大开眼界啊。都说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如今看来，我大钱也不过是一弹丸之地罢了。金建德点头称是，看来爹当初让三弟去海外确实是明智之举啊，咱们偏安一隅确实眼界小了。庆王微微一笑，不居安思危可不行啊，便是如今这大钱那也不是铁板一块，不过好在有你统帅千机营，见人执掌兵权，这几个月来神机营也颇有成效，没有强大的武力，可掌控不了这天下。秦泽一死，那便万事无忧了。是，爹，我来操办此事，必然要秦泽死无葬身之地。金建德眼中全是杀意。庆王微微颔首，明日朝会结束，将诛杀黄龙的消息送去北凉，看秦泽接下来有何动向。不过不论是退兵还是继续来京，都要尽早除了他，免得生出多余祸端。金建德，是，爹，我会让千机营去办的。庆王嗯了一声，行了，你去吧，等会去一趟神机营，让他们给你演示一下如何使用。此物不多，还没研究出个名堂来，得好好用上，别功亏一篑了。若是一次杀不了，后面再想杀他，那就很麻烦了。金建德面色一沉，回道，放心好了，爹，您不用担心，这次一定能杀秦泽。
话音一落，金建德眉头一皱，有些无奈地说道：“永宁总是缠着我问那西京之事，一直吵嚷着要去西京平乱，而且他总是帮秦泽说话。”听到这话，庆王双眼微眯，淡笑一声道：“这是好事啊，这不正好说明他心系大钱吗？将来，呵呵。”说罢，庆王背负双手往外走去。临走之时，他抛下一句话：“可别忘了，他终究是我金家之人。”张子生面色不改，放下牌位后，看着父亲道：“爹，是你看不懂，还是我说的太直白，你难以接受？”张力面色一滞，短暂的沉默后，他才开口道：“子生，你不能这样说。即便陛下要放弃西京，那也是不得已之事。西京之乱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不是一天两天就造成的。”张子生拿起手帕，而后走到祠堂一角，取出一个木桶，里面已经盛满了清水。他熟练地将手帕放进木桶中清洗，同时开口道：“爹，你说西京的百姓为何要暴乱？为何要投入屠渊国呢？”张力沉思半晌后道：“西京被屠渊国占据了数十年，深受屠渊国影响，他们早已经潜移默化地认为自己是屠渊国的人，加上屠渊国又在背后推波助澜，他们自然便有了自立的想法，只不过到了今天才彻底爆发而已。”话说到这，张子生已经拧干了手帕，他站起身走向桌台，随口道：“我看不然。”张力眉头一皱，什么意思？张子生拂去额头一缕青丝，弯腰擦拭着桌台，开口说：“大前这2年虽说是太平盛世，但又胜在何处？只胜帝王家，不胜平民百姓，如何称得上是盛世？这2年的赋税比当初战时还要高。去年陛下去江南，前年那里便开始修建山庄，花去了多少税银？那庆王府简直称得上是第2座皇宫，光是伺候的下人那便不计其数。西京乃一边境之地，相较于北凉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苛税，平民百姓们活得有多艰难？屠渊国许西京当地贵族以小利诱之，鼓动他们带领百姓独立，焉能不乱？”一席话说完，张力双目圆睁，脸上全是诧异震惊之色。你如何得知？”张子生面色无悲无喜，淡淡道：“西京的事是二哥告诉我的。”话音落下，张力眸子一缩，面露惊愕之色。二儿子张掖数年前与他大吵一架，而后便离家出走，再无音讯，也不知是死是活。如今得知儿子在西京的消息，他身子一抖，心神晃动，颤声道：“他在西京？如今怎样了？”“在西京也挺好的，前不久我才收到他的信件。”张子生回道。说到这，他话锋一转：“爹，你知道北凉现在如何了吗？”张力微微一怔，旋即道：“北凉没有胡马了。今日陛下说秦泽已经剿灭了所有胡马，他已经回了北凉，现在应是太平了。”张子生嘴角微抿，素来平淡的面容上首次出现一丝波动。胡马已经被剿灭了吗？这倒是很快啊。不过说来也只是早晚的事。张力双眼微眯：“为何你这么说？”张子生淡淡道：“上次不是从北凉传来了消息吗？北凉境内粮税大幅减免，百姓们家有余粮，便能有个健壮身子。秦泽又雷厉风行地剿除了据北川所有匪寇，犹如杀鸡儆猴。北凉其他地方的匪寇岂不是人人如惊弓之鸟？机灵点的就应该想到不能再当匪，要当民，这样才有个好日子过。如此一来，秦泽便可以在北凉招揽百姓，训练成兵，便是那些从良的匪寇，那也可以用上。待时日一久，以他的从军经验，自然能带出一支大军来。有兵之后，便能对付胡马。只是他清剿胡马的速度，倒确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实在是有些太过于快了。不过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一番话说完，张力感慨万分，情不自禁道：“你说的没错，秦泽这次确实是立下不世之功了。只是你还有所不知，秦泽如今正带着大军往京师而来。”此言一出，张子生停下手中的动作，猛地抬起了头，眸光中却是露出一丝光彩，但也只是一瞬，他便收敛了神色，而后随口问道：“这是为何？”张力并未察觉到女儿的神色变化，此刻他正低着头，揉了揉眉心，叹声道：“黄龙原来早已经与胡马勾结，黄天虎带领5万盘龙军前去，其真实意图是为了杀秦泽。所幸秦泽识破毒计，才未遭毒手。盘龙军与黄天虎已经死在了草原上，秦泽现如今以清君侧的名义要来京师诛杀黄龙。”话音落下，张子生眸光闪动，正欲开口，却又听张力接着道：“陛下明察是非，已经下令诛杀黄龙。如此看来，秦泽倒不必回京了。若他仍旧要回京呢？”张子生低垂了眼帘，开口问向父亲。话入耳中，张力不由一愣，随即神色开始变得纠结起来。他张了张嘴，但半天都没说话。见父亲陷入了沉默，张子生接着道：“若是他不顾陛下之令，仍要回京，是不是说他有谋反之心？”“休得胡说！”话音刚落，张力一声呵斥：“秦泽乃昊天之子，秦家皆是忠心耿耿之人，绝不会有谋反之心。”哎，张子生细不可闻的轻叹一声，也不知为何而叹息。但很快，他便抬起头，直直地看着父亲道：“爹，孩儿有一事不明，希望爹你能帮我解答一二。”张力一怔：“什么？你说吧。”张子生站起身来，望向祠堂外的朗朗晴天，开口道：“古时群雄争霸，中原乃必争之地，为此那些霸主们都以逐鹿中原称之。子生想问父亲，这鹿指代何物？”张力眉头一挑，当即回道：“鹿这种动物体型不小，但性子平和，从不伤害别的野兽，每日只是吃草吃叶。但那些猛兽若要吃它，它也只有逃的份。若是逃不了，那只能沦为猛兽口中之食。因此古人都以鹿指代天下百姓，百姓温顺善良，只有给人欺压残害的份。但若是得了百姓，这天下便为囊中之物了。
张子生点点头，柳眉微颦，而后轻叹一声道：“如此看来，那句未知鹿死谁手，却是说不论如何，不管谁得了这头鹿，这头鹿终究是要死的。若是这头鹿落在了待他好的人身上，那便能得个好死；若是落在待他不好的人身上，那他的下场必然是极惨吧。”说完这话，张子生扭过身子，直视着父亲那张有些无措的脸。张丽有些失神，女儿的一番话说完，她心中百味杂陈，一时之间却不知该出何言。女儿的意思是在说这头鹿现如今并不好吗？显而易见，这番话并没有什么不对。一片缄默中，只听张子生接着道：“爹，当初二哥与你争吵，而后离家数年都未曾归来，也没有给您寄去一封书信。如今这些年过去了，您可曾回味过来了？”此言一出，张丽呼吸一滞，她喉间一阵滚动，未开口，思绪却被拉回到了数年前的一天。那一天是个仲夏之夜，但并无虫鸣鸟啼之声，那是个雷雨之夜。雨下得很大，简直跟瓢泼一般，雨水滚滚而落，天上雷声隆隆，深邃的夜空电闪雷鸣，粗壮的雷电简直要将天空撕裂。而在后院中，二儿子张烨与他争吵的情景，此刻依然是历历在目。那天磅礴大雨中，张烨眼眶泛红，浑身上下被雨淋得湿透，他跪在雨中，嘶哑着嗓子吼着：“爹，你这是愚忠，愚忠不是忠，是蠢。”如今的金家早已没了当初的赤子之心，他们只在乎权力，早已经不在乎百姓们了。金风鸾自以为有点小聪明，能玩弄人心，岂不知目光短浅，毫无胸襟，完全没有夺人之能。如今他身居皇位，收科税，建皇宫，拿整座天下来养他金家，大钱迟早有一日要在他手中分崩离析。2年前会昌之战，大哥与金剑人带兵出战，最后大哥却死得不明不白，那金剑人只说他中了敌兵埋伏，简直是无稽之谈。明明是大胜仗，大哥作为主帅却被敌兵杀了，他一个副将毫发无损的回来，然后便是赏金赏银赐地，所有的功劳他都拿了，大哥还要落得个盲目自大、轻敌中伏的名声。虎威大将军每打下一场胜仗，便立刻将他调去打下一场更难的仗。他打了胜仗，黄龙这个无能之辈跟在后面捡便宜抢战功，只因黄龙什么都听他的，是他手下一条不折不扣的狗奴才。若是虎威大将军也听他的旨意行军大仗，只怕早已经战死沙场了。爹，您是看不明白，还是装作不懂，下了鞭子？但即便如此，他还记得儿子倒在地上时断断续续说着的那句话：“爹，我们所要效忠的不该是哪个人，而是这天下百姓啊！百姓们是那浑浑噩噩无序的羊，那我们只要帮助那条领头羊带领他们就好。若这领头的是狼，那我们便是这头狼的刽子手，在帮他圈养血肉。”这些话语被雷声雨声盖过，而自己也并未听进去一句。自那天之后，张烨便离开了家门，此后数年再无音讯。思绪到了这里，一阵风吹过，吹向了张子生恬静的脸，带起了他的一缕青丝，也吹过张丽双鬓散落的一丝白发。风还在刮入祠堂，其中一个牌位或许是先前没有放稳，随之倾倒在地。张子生快步走了过去，他拿起牌位，见上面沾染了一丝灰尘，立刻拿出手帕擦拭起来。那是大哥张然的牌位，逝去之时尚未30，正如他的名字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是燃烧在了驱逐外族、保卫大钱的战场上。只是当初他并未获得太好的声名。张子生不言不语，细心地擦拭着牌位，正擦拭到一半，一只年迈的手臂伸了过来，是张丽的手。让爹来吧。张丽沙哑着嗓子轻轻说了句，而后从女儿手中拿过手帕，扶正牌位细细擦拭起来。张子生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亲擦拭牌位，面色平静。牌位并不是很大，但张丽来回的擦拭，里里外外没有落下一个地方，虽然上面已经再无一丝灰尘。良久，他终于擦拭完，而后拿起牌位开始往桌台上放去。或许是先前的那阵风，也或许是张然生前落下的那个鸣声，张丽的手有些颤抖，他摆放了好几次，直到确认牌位摆放的已经很端正，他才放下了手。他抬起头，蓄满泪水的眼向各个牌位上看去。牌位很多，几代人都在这里，而最年轻的一代，除了大儿子张然外，就是那小儿子张健了。幼子张健死在了北凉胡马手中，那一年他尚未20，还是个满腔热血的好狼。或许是深受大哥张然的影响，剑出锋芒，意气无双。临去之前，他曾说胡马未破，绝不回家。谁曾料，那便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那是5年前的事情了。张丽也还记得，小儿子未去北凉之前，身边总是跟着个少年，少年总是要和他比武。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武艺不俗，毕竟是虎威大将军的儿子。那时自己曾多次笑盈盈地站在一旁看他们比武，如今想来，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鲜衣马怒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一大一小2个好狼，先后上了战场，都在为了大钱，为了百姓而在奋战着。只可惜小儿子不久后便死在胡马手中，而在3年后，虎威大将军也战死在扶桑的那场战役中。在之后，当初那个少年也被软禁在了京师2年，但现在那个少年却已经带着大军去了北库草原，剿灭了所有胡马，完成了儿子的遗志。过往云烟如潮水般涌入脑海，回荡在张丽心中。那张年迈沧桑的脸，终究还是抵不住如潮的往事，早已蓄满眼眶的泪水，无声地划过脸颊。张丽摸着牌位，颤声道：“健儿，爹告诉你个好消息，你的好友秦泽已经剿灭所有胡马了。北凉不，我大钱今后将不再有胡马之乱了，百姓们啊，终于可以不用提心吊胆了。”呵呵。虽是笑声，却夹杂着呜咽，又仿佛是哭泣。张子生站在一旁，脸色并没有波澜，
他走到父亲身边，从怀中掏出一块手帕，轻轻地擦去父亲的眼泪。而张丽的呜咽此刻也终于化作了彻底的哭声。爹错了，爹是于中啊！叶儿说的对，如今这大钱真的要败于他手中了。张子生平静的眸光微微闪动，淡淡道：未知鹿死谁手，这鹿女儿觉得也该让秦泽来拿了。张丽眼眶通红，终于是点了点头。爹，给秦泽尽一份兴趣吧。张子生面色平静，他如是说道。话音落下，张丽微微一怔，看着面前的女儿，这一刻他突然有一种极为陌生的感觉。虽然在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就知道她是个早慧之人，但今日说出的话，他的见解还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似乎女儿这平淡的面容下早已经在暗中筹备了很多事。但很快张丽心中就释然了，非是女儿过于聪慧，而是自己被束缚了起来。而如今女儿的一番言论后，真让自己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他当即道：寄信。张子生点点头，脸色逐渐凝重起来。是，有些事一直没告诉爹，今天该告诉您了。见女儿的神色空前的凝重，张丽心中一紧，她抬头看了一眼外面，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随我。话未说完，只听张子生道：这里正是说话的地方，很安全，没有人监视，监视的人不在这里。张丽瞪大了眼，看着女儿那恬静的面容，心中一片惊诧。她发现越来越看不透她了。什么意思？子生，你究竟在背后做了哪些事？张丽满脸的疑惑。要知道女儿一直待在京师，甚至于都很少出家门，每日只是看书练字，只有偶尔才带着丫鬟出去转一圈，而所去之地也大多都是一些市井之地。她甚至很少与那些王孙贵族的千金在一起赏花观月，自己也很久没和她一起聊聊家常了。但今日却……张子生面色淡然，不紧不慢道：这2年朝中大臣基本上都被派人监视了，咱们家也不例外。这些事是二哥告诉我的。话音落下，张丽面露惊愕之色，她急忙道：他这多年未归，难道此前是在京师，现在才去的西京？这些事他又怎么会得知？张子生从牌位上收回目光，沉思半晌后道：二哥这几年做了不少事，他游走于全国各地，暗中已经召集了不少有志之士。这数年来，他已经查清了很多事。当初大哥战死在会昌之战，背后的原因便是那金剑人策划的，不然大哥不会死在那里。此外，为了监视朝中大臣，庆王创建了千机营，他们负责监视、暗杀。若是有哪位大臣对金风鸾心生异心，便会遭遇横祸，手段层出不穷，其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其地位稳固，不会被撼动。此言一出，张丽眸子一缩，只觉头皮一阵发麻，身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各种情绪杂糅心间，让他一时之间竟然无法开口说话。当然，最多的还是那愤怒之情。原来当初大儿子真的不是因为自负轻敌而被杀，而是被庆王之子所害。想到这里，张丽咬紧牙关，滔滔怒火简直快要喷涌而出。他咬牙道：为何不早说？要瞒我到今天？张子生嘴角一撇，淡淡道：和爹说了又有何用？您既对金风鸾忠心耿耿，又心直口快，若是在朝堂上当面告金剑人的状，你说他会偏向谁？到时候说不定金剑人没事，您反而会被气得一头撞住。这种事历朝历代可没少发生，文官一怒便以死明志，岂不知大多都是枉死，并不会因此发生太多的改变。一番话直击张丽心底，她面色一滞，竟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张子生接着道：爹你虽位居高位，但充其量不过是一文官，手中的权力又有多少？即便是您手下门生无数，但要想撼动金家，依然是难如登天。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大钱，这是完全不够的。即便是能利用上民心，那还不足够。百姓们是愚钝的，是简单的，即便是一时被情绪感染，头脑发热，待时间一过，那依然会归于现实。要想拨云见日，再现朗朗晴空，除却民心外，仍需一股强大的武力。换而言之，谁赢，他们帮谁。几句话说完，张丽抬眼看向女儿，见她面色淡然，似乎只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一般。但殊不知这番话，此刻已经在张丽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女儿的这番言论，岂不正是取天下之道？若他是男儿身，那将来……张丽一脸惊诧，她开口道：那如今秦泽手中岂不就是那股强大武力？张子生微微颔首，不错，他现在就是一柄锋芒毕露的快刀。从秦泽入北凉后所做的事来看，他早已经决定起义推翻金风鸾了。虽然我不知道秦泽为何手中有这么强悍的兵马，但即便是没有这股兵马，待时日一长，这北凉完全被他掌控，一样能发起对金家的抗争。不过现在我不知道他手中有多少兵马，但若想推翻金风鸾，只有兵马也是不够的，只有武力，只靠杀戮，百姓们只会恐惧害怕。在这种源自于恐惧的强压下，迟早有一日天下还会再度乱起来。要想长治久安的一统大钱，武力、民心缺一不可。话音落下，张丽沉声道：所以他发起了清君侧，借此收揽民心。张子生点点头，清君侧确实是很好的手段，可以借此反攻京师，在大义上也契合民心。毕竟百姓们总是乐意见到身居高位却不谋其事的人被拉下高台的。说到这，张子生嘴角微抿，接着道：我想甚至于个别百姓们心中，说不定还想秦泽多杀一些大官呢。此言一出，张丽眼眸闪动，竟莫名感到了一丝寒意。人心实在太复杂了，而女儿的所思所想也实在是有些出乎了他的意料。这时他感受到女儿的目光投来，他抬眼过去，便见女儿开口说：此外，金风鸾雷厉风行的要杀黄龙，可不仅仅是因为秦泽的缘故。我观遍古史，还未曾见过哪位君主要杀大臣会这么快，
甚至都没有太多繁琐的过程，这实在不寻常。先前爹你和我说，黄天虎被金风鸾派去了北凉，我想到先前也曾听闻黄家几子皆被派去了各地，如此看来，他应是早已经想好要对黄家下手了。秦泽的清君侧看来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了。张力眉头紧皱，他跟着道：有道理，他若是再入京，那便真是谋反了，想必金风鸾会号召天下百姓，甚至于有可能征调更多百姓入伍，对秦泽发起清剿吧。如此一来，这天下间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为此受难。唉，话一说完，张子生嘴角一抿，平静道：所以需要爹你给秦泽寄一封信过去，为了大钱，也为了百姓，为了他能一举推翻金家。话题终于又绕回到了寄信上，张力一脸的不解。我能说什么？张子生眨了眨眼，开口道：告知以利害，请他去西京。张力一愣，但很快就摇头叹道：何利何害能让他前去西京？金风鸾如今已下令让西京自立，谕旨今日已经送出，待送达后，西京便脱离了大钱，此乃覆水难收之事。秦泽即便如今有大军在手，但这西京之事，他岂能力挽狂澜？此外，你要知道，这屠元国就在西京边境虎视眈眈，他若带大军前去，势必会让屠元国起兵，如此一来，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以你之言，秦泽本就要起义推翻金风鸾，在这个时候不继续起义，却去西京平乱，岂不是自断手脚？他与屠元国几场仗打下来，且不论输赢，必然是损兵折将，接下来又怎能继续起义？以我之见，若他前去西京，那真的再没有机会推翻金风鸾了。一席话说完，张子生面色不变，随后他嘴角微抿，摇了摇头：爹，我倒是另有一番见解。张力眉头一挑，疑问道：你说说看。他若是去了西京，这天下他就已经拿到一半了。张子生笃定地说道。话音一落，张力眉头紧皱，为何这么说？张子生接着道：西京乃我大钱不可分割的一块土地，不论西京的人如何暴乱，如何抵触大钱，但终究那是我大钱的一部分。我大钱国土何其之辽阔，平民百姓又是何其之多，试问哪一个百姓愿意看到大钱领地被分割出去？金风鸾选择让西京自立，是亲手葬送了自己。若秦泽此刻前去西京平乱，那便是众望所归，百姓们又怎会不支持？金风鸾要分割领地，秦泽却去收回，一正一反，民心偏向何处不言自明。西京之乱解决了，秦泽再回头攻向京师，那便是真的势不可挡，金风鸾将再无法应对。说到这里，张力点点头，言之有理，但去了西京，必然要和屠元国交战，这总归是绕不开的呀。若是屠元国胜了，那岂不是他不会输？张子生面色郑重，开口道。张力摇摇头，叹声道：女儿，我知道秦泽剿灭胡马很厉害，但你不知屠元国之强啊。秦泽若是与他们交战，胜算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张子生沉声道：爹，你说错了，只要秦泽去西京，那这必然是一场会胜的战斗。见女儿如此笃定，张力摆了摆手，注定会胜。胜在何处？除非有当年赤焰军还在，那还差不多。张子生轻笑一声：爹，你别忘了，他去西京，那便被给予了全天下百姓的期望，他不是孤身一人，他有兵马，他还有无数支持他的百姓。屠元国若不出兵还好，若屠元国出兵，只要秦泽在这个当口发起号令，会有无数人参军，投入他旗下，与屠元兵交战。难道金风鸾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阻止百姓们参军收复山河吗？若他这么做了，何不用秦泽，自有他人反了。整座大钱，各方各处会立刻陷入叛乱，燎原之势一触即发。话音落下，张力浑身一震，他惊声道：你为何如此笃定？张子生面色平静，淡淡道：二哥游历大钱时，可不仅仅只做了一件事，只是他没办法号召太多的人，没有相应的武力，因此这些年只得默默行事，但种子他已经留在了很多地方。如今他已经在西京，便是要抗争屠元国，作为拉下金风鸾下马的第一波浪潮。张力张着嘴，一脸的震惊之色。女儿能说出今日这番高谈论阔出来，而儿子竟然在背后已经做出了这么多事，自己却一无所知，这简直是……这一刻，张力心中也不知是该难过还是欣慰。儿女有勇有谋，所作所为皆为了天下百姓，而自己每日虽然高呼要为百姓，但终究只是言语嘴上，实际上又能做多少？光是一直在维护金风鸾，如今看来却是可笑至极。想到这，张力情不自禁，心中叹息一声。他看着女儿道：好，那我这就写一封信，差人送入秦泽手中，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听。哎，张子生平静道：爹，不用担心，尽人事听天命便是。爹，你信写好交与我，我来差人送去。如今这寻常手段可难以送信去北凉。张力一愣，但很快就明白，肯定是二儿子在外面有自己的人，女儿必然已经和他们联系上了，但他心中还有一事不明。就今日女儿说的这番话看来，不论是他还是儿子，似乎都将这天下压在了秦泽手上，为何他们就如此笃定呢？难道说秦泽早已经和他们在私下联系上了？还是说当初他们作为玩伴时结下的信任，靠着这份信任，让他们都选择支持秦泽起义，推翻金家？一番沉思后，他终于是忍不住开口：子生，是不是秦泽离京之时，你们就已经和秦泽联系上了？话音落下，张子生抿嘴道：没有，不过金风鸾册封他为镇北王的前一天，二哥联系了赤焰旧部，想办法给秦家送去了一封密信，让他不可抗拒金风鸾的命令。说到这，他抬起头看向祠堂外广袤无垠的天空，轻叹一声道：此外便再无联系了。此言一出，张力眉头一皱：那你为何如此相信秦泽？是因为他减免了粮税，剿灭了胡马？
但若是他拿到了天下后，便和现在的金风鸾一般，那岂不是？张子生眸光闪动，面露沉思之色道：“爹，您常说我早慧，但其实秦泽才是那真正的早慧之人。我比他大5岁，但在很小的时候，他便总能说出一些道理来，便是如今看来，那也是至理名言。我记得在他10岁出头的那年，那天我和二哥去他家找他，闲聊时，他曾说过一番话。他说：思者一时，攻者千古，统领天下的人，这天下也不应只属于他，天下该归谁有？该是那天下人才是。”说到这，张子生看向父亲，接着道：“那时起，我便知道，他和世间大多数人都不一样。而今虽已经过去数年，我也有3年未再见他，但我相信他这颗赤子之心未曾变过。”张力一怔，却是被这一番话说得心中百念丛生，一时之间陷入了沉思。而张子生接着道：“不论是高高在上的金风鸾，亦或者是那为虎作伥的金家，都不过是虚华的外表，他们如何能压下这被压迫已久的呐喊之声？秦泽他……”说到这，他停止了言语，但那一双平淡的眼眸此刻却已然变得火热。他在心里说出了那后半句话：秦泽所怀的复仇烈焰，终会将这些人进行彻底的裁决。此刻，北凉境内，狂风呼啸，卷起漫天沙尘，漫无边际的原野之上，一支绵延不尽的大军不疾不徐地朝前而进。阳光照耀在他们的盔甲上，泛出冷冽的光，冰冷的武器仿佛要直插入天际，马蹄之声如不断翻卷的浪潮。大军森严，每一人的脸都蒙上了黑布，遮蔽风沙侵袭。他们行走在旷野上，黑色的行装让他们看起来如暗夜下的幽鬼。但在这黑色洪流中，那杆赤红色的大道在迎风飘舞，旗帜上的烈焰标志如在燃烧一般。大军中间，那个身穿盔甲、外挂红色披风的年轻男子，脸蒙黑金，双眼如黑夜般深邃，却又带着无比的坚毅。高空中，一只翱翔的雄鹰发出一声鸣叫，直冲入云霄。秦泽双眼微眯，看着前方的路途，面色平静。从朝日城出来到今天为止，已经过去了6天，而积分在斩杀茶园真的那天，已经是1秒60积分。从北库草原到朝日城花了2天的时间，加上如今累计的6天，一共是8天的时间。积分已经积攒到了4000多万，而这便意味着兑换5级兵种的话，足足可以兑换20多万大军出来，并且这还未出北凉，待出了北凉那天，积分还会积攒的更多。也正因如此，秦泽并不是太着急，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急行军，只要慢慢出北凉就行了。想到这里，秦泽摇摇头，嘴角露出一丝嘲弄的笑意。他还记得当初从京师出北凉的那天，那时候自己手中只有800清兵，一路仓皇，紧赶慢赶，只为了早日来到北凉。那10天的时间，说心中没有惶恐，那是不可能的。只是现如今，自己终于能坦然地再次行走在这片大地之上了。这一次将不再有丝毫惶恐，而这次严格来说不算是主动出击，而是踏上归途。京师本就是自己的故土，这一次不过是重回故土罢了。当然，那铁蹄必然要踏破皇宫，将那高高在上的女皇帝拉下皇位。秦泽抬眼看向大军，众人皆身骑骏马，手执兵器，神色安然。不过大军的人数相较于之前少了一些，秦泽在北库草原留下了5万兵马，毕竟北库草原还与别的国家接壤，无论如何都需要留下一些兵马驻守。卫青这次便是留在了北凉，由他负责统帅。由他率领着5万兵马，即便有人胆敢侵犯，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攻占草原。而若真的有人敢来侵犯，那就让积分再获得增幅吧。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到了傍晚时分。立冬之后，天色黑得早，到了夜间，气温骤降，不用秦泽吩咐，岳飞已经号令大军停止前进，开始安营扎寨，早早歇息。得益于之前剿灭胡马，胡马大军的物资都被秦泽全盘接手。这几天来所用的都是胡马大帐，吃的也都是胡马的粮食。相较于之前只能吃谷物，在剿灭胡马后，士兵们的伙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胡马畜牧业发达，军营中有不少肉，当然这些肉也都是风干的，但在这个世道，有风干的肉吃，那已经是一件美事。大帐被一顶接一顶的立起，一些士兵也带回了为数不多的干柴，军营中随之点燃了篝火。篝火摇曳中，秦泽席地而坐，地上放着一张皮袄，他就着篝火，烘着有些冰冷的手，心中静静沉思。北凉的冬天是极为寒冷的，再过1个多月，甚至于用不到便会被冰雪覆盖，成为真正的严寒之地。而出了北凉后，越往京师前进，温度反而会有些上升，毕竟京师是南方，而这对于自己接下来迎战朝廷大军来说，相对而言也是一件好事。正沉思之际，一名士兵送来饭食，秦泽随手接过，就着温暖的篝火，嚼食着有些干硬的风干肉，肉有些难嚼。秦泽拿起放在火堆旁的水袋，就着灌了几口，喉咙中充斥着清水，这才感觉舒服了点。正此时，一人昂首阔步走来，而后一屁股坐在了篝火旁。主公，先前你去剿灭胡马没带上我，可把我给憋得心慌啊！呵呵，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被秦泽从巨北川调出的典韦。北凉无战事，自然不需要这位大将守在巨北川，那些虎豹骑就足够了。当然，除了这些兵马以外，现如今这北凉的百姓对于秦泽可谓是五体投地，全是感激。在出发之前，不知有多少人想来参军，而秦泽自然是拒绝了他们。他可不想再花大量的时间训练他们成兵，自己每天能获得的积分就已经足够了，就让他们安心的待在北凉吧。看着典韦嚼着肉条吃得尽兴，秦泽淡淡道：“霍去病呢？”典韦吞下口中的肉条，当即回道：“他让我时刻守在主公身旁，他自己带着一队人去前方侦查了，说是要防患于未然。”话音落下，秦泽点点头，也没多说什么。
待吃完了饭，士兵们开始入帐准备歇息，秦泽并没有动弹，依旧在烘着火。正这时，前方突然出来响动，秦泽扭头看去，只见霍去病带着几名骑兵而来，而在他的马后还绑缚着一名身穿粗布衣长的男子，他嘴中被塞了布条，蔫头巴脑地趴在马背上。到了秦泽近前，霍去病翻身下马，一把便将那男子从马上拽下。砰的一声，那男子摔在地上，嘴中发出一声闷哼。主公，此人从前方驾马而来，举止可疑，我将其抓住。他说是专程找您的，因而我将其带了过来。他的武器已经被我取下。霍去病躬声道。秦泽坐在地上并未动弹，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了那人身上。而此时，那人恰好也扭头看向了秦泽，二人的视线立刻交汇在了一起。那人见到秦泽，立刻叫了起来，让他说话。秦泽面色如常，淡淡道。霍去病当即将布条从他口中抽出，而刚一抽出，那中年男子便立刻道：是镇北王。废话，不是王爷是谁？这天下间还能找出像王爷这样的英雄豪杰吗？有话就说，若是细作，看我不将你剁成9981块。典韦瞪着眼，怒喝道。秦泽摸了摸脸，并未言语。此言一出，那人脸上却露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而后道：在下未曾见过王爷，因而才出言询问。在下名为孙长贵，奉盟主之令，从西京而来，特意给王爷送信而来。秦泽眉头一挑，谁？孙长贵当即道：赤朝盟，盟主为王爷熟识之人，当今吏部尚书之子张掖。话音落下，秦泽微微一愣。王爷，还请您让人脱下我的鞋子，我所带的信藏在鞋底板的夹层中，王爷一看便知。典韦看向秦泽，秦泽微微颔首，随即典韦脱下孙长贵的鞋子，而后拿匕首轻轻划开鞋底板，果然见里面藏了一封信。取出后，他立刻打开信封，将信摊开于秦泽面前。信中内容很多，右下角上是一朵红梅标识。秦泽细细看去，脸上的表情也随之不断变换。半晌后，待看完了信，秦泽摸了摸下巴，面露沉思之色。随后他开口道：放开他。霍去病几刀划过，解开了绳索。孙长贵揉了揉手腕，见秦泽不言不语，当即面容恳切的抱拳道：王爷，还请您给个答复。你回去吧。秦泽淡淡道。此言一出，孙长贵面色一滞，连忙道：王爷，您难道……秦泽摆了摆手，却是不再多言。孙长贵面色一紧，急忙道：王爷，我知道您要做大事，只是这如今……话未说完，典韦一声暴喝：还不快走！再不走，休得怪我下手无情了。孙长贵咬住唇角，叹息一声，当即站起往外走去。霍去病摆摆手，一名士兵牵来一匹马。你骑来的马？霍去病开口道。孙长贵心中叹息一声，回头朝着秦泽磕了个头：多谢王爷，盟主一直说您赤子之心未变。他不再多言，跃上马匹离去。秦泽搓了搓手，手心已经被火烤得起了一层细密的汗水了。他的眸光看着那熊熊燃烧的烈焰，一片深邃。冬日凛冽的风席卷大地，日月交替之间，4天后，京师清咸殿，金风鸾负手而立，面沉如水。诛杀黄龙的事已经加急送到北凉了吧？回禀陛下，已经送去了。台下，金建德低垂着头，沉声回道：那么你上次说的那个计划已经执行到了哪一步？金建德嘴角微抿，5天之内必出结果。话音落下，金风鸾微微颔首，眼中全是寒芒。不要让我失望。金建的神态轻松，但笑一声道：放心，陛下，交给我来办，绝对不会出差错。5天后必然给陛下送来好消息。此言一出，金风鸾脸色稍缓，轻笑一声道：好，还是你可靠。不错。笑声传入金建德耳中，他嘴角一咧，如同春风拂面，舒爽感甚至让他想轻吟一声。同一时刻，西京，诸位，切不可轻信屠元国的鬼话啊！那帮红毛鬼油嘴滑舌，若是真的脱离了大钱，日后咱们必然要沦为屠元国的附庸，到了那个时候，可就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了啊！城中闹市区，1把尺壮汉大叫道，周围的百姓将他围作一团，此刻是议论纷纷。不脱离大钱，交的粮税那么多，饭都吃不起了，难道要饿死不成？一年轻男子怒喝道：你这说的什么混账话？难道自立以后就不用交粮税了吗？不还是一样？没有大钱依靠，今后红毛鬼若来欺辱我们，拿什么阻挡？身穿粗布衣长的一名中年男子斥道：胡说！阮大人已经说了，自立后减免粮税，屠元国也不会派兵来我们这里，以后岂不是自在多了？又有一名青年男子喊道。话音刚落，便见一名老汉气冲冲地走到男子身旁，一把揪住他的耳朵，怒骂道：你这小王八蛋，昏了头说出这等话来！西京一直以来都是大钱国土，怎可分割出去？你怎能忘本？口口声声说阮大人，阮真父这厮只想分割后当他的土皇帝，减税，那也减的是世家大族的税，和咱们这些平民百姓有何相干？他会多分你一块地还是怎样？你以为换了他，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枉你熟读圣贤书，比我这老头子还笨！此言一出，人群中响起一阵叫好声。那男子耳根被揪得通红，当即回嘴道：爹，话不是你这么说的，这女帝昏庸无道，在他治下岂有活路？他都已经和屠元国签订协议了，咱们西京已经被分割出去了，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话音落下，人群中的议论声弱下去不少，叹息声倒是多了起来。那8尺壮汉当即大喝一声道：诸位，且听我一言！他声音响亮，震人心魄，
这一声之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正如这位老汉所言，咱们西京自古以来便是大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数十年前被图元国占去，我想问问，那几十年，难道咱们就好过了吗？不还是一样的？甚至于因为咱们民族不同，还受到他们的歧视。各位年纪小的可能经历的少，但你们问问父母，问问祖辈，当年究竟是怎样？如今图元国虚与委蛇，许以小利给世家大族们，鼓动他们闹着要自立，蒙骗咱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跟着闹。他们闹了，那是能得到好处，咱们却又能得到什么？便是自立了。今后咱们也还是要被他们压榨。而到了那时，谁又能为我们做主？此番言论一出，众人皆沉默下来。但很快，人群中就又有一人大喊道：“这位壮士说的不错，当年牺牲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泪，才将西京收复，如今却又要自立出去。殊不知用不了几年，图元国定然会再次派兵前来西京，夺了咱们的土地。非我族内，其心必异。他们虎视眈眈在边境，咱们便是被虎狼环绕。他们现在说的好听，到时候翻脸不认人，还有何人能庇佑咱们？”那壮汉点点头，震声道：“不错，只是当今皇帝软弱无能，没有担当。若他硬气一点，何至于此？这天下是未逢民主啊！”随着这一句话的落下，叹息之声不断响起。正这时，街道外突然传来大叫声：“赤潮盟的人闯入统军府了！他们绑了阮真妇！”人群一哄而散，急忙朝着统军府而去。待他们赶到之时，便见到一群身穿各色服饰的男子，手提大刀，将被绑得严严实实的阮真妇带出了府邸。而那府邸外，属于阮真妇的护卫兵竟分成了两个阵营，彼此之间互相对视着，气氛剑拔弩张，似乎下一刻就要大战一场。阮真妇体态肥胖，此刻涨红了脸，口中不住叫嚷：“反了反了！你们竟然敢绑我！赤潮盟的人给你们灌了迷魂汤！”成。话音落下，府邸中走出一面容英气的男子，他虽然身着寻常服饰，但丝毫没有掩盖那一股浩然之气。走到阮真妇身旁，他狠狠甩了2巴掌过去。哼，你这叛国贼，卖地求荣的狗东西，出卖西京给图元，你倒是能享荣华富贵了，岂会再管百姓死活？但我告诉你，只要西京一脱离大钱，你看图元国会不会找各种借口派兵来西京？到了那时，你还想做你的土皇帝？没有大钱，他们3两口就将你吞了，你死的会连渣都不剩。阮真妇立刻斥道：“胡说八道，赶紧放了我！西京现在已经自立了，大钱的兵马已经退去，你们绑我，那就是要谋反。”此言一出，男子嗤笑一声：“蠢猪，就凭你的脑子，还想当西京的土皇帝？你若真有当皇帝的本事，早该在数年前便应该养大量私兵，拥戴你日后称帝。你现在手中有多少兵马？里面还有不少人是我赤潮盟安插进去的。你若是聪明半点，今日就不会如此轻松的被我绑起来。凭你的脑子，要做西京之主，下辈子也没你的份。”阮真妇被说得面红耳赤，羞恼交加，她急忙辩道：“你口口声声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不也是为了当西京之主，也是为了当皇帝？”此言一出，男子怒发冲冠，大喝一声道：“不论是西京还是大钱，都是被你们这些昏庸无能之人给搅乱的！你是叛国贼！金风鸾签订这丧权辱国的条约，也是一个叛国贼。皇帝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造福百姓。像你和金风鸾这种人，便是该杀！拿刀来！”话音一落，身旁一名大汉拿过一柄大刀递给男子。阮真妇急忙朝着周围大叫：“你们快救我呀！快救我！我保你荣华富贵！”但此刻，阮真妇的那些护卫怎敢动弹一步？莫说是对面的人很多，便是周围的百姓，此刻也是个个面色赤红，大有群起而攻之的迹象。阮真妇眼见自己的求救无人搭理，而这男子已经提起了大刀，他涕泗横流，裤裆都湿了，口中大喊道：“你杀了我，图元国便会派兵来西京，到时候谁都别想活，谁都别想活！”男子举起大刀，冷冷一笑：“我大钱好儿郎，宁愿战死，也绝不将我们的土地让与那豺狼虎豹。他们若敢来，定要打断他们的利爪，粉碎他们的狗牙，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去。”话音一落，围观众人心潮澎湃，纷纷大喝：“好，说得好！”在震耳欲聋的叫好之声中，噗的一声，大刀落下，阮真妇的人头滚滚而落，鲜血从他脖颈喷射而出，溅射在那男子脸上身上。男子浑身血迹，他举起大刀，面向众人震声道：“我们生活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如果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斗到底。保卫西京，便是保卫我们自己。图元来犯，那就随我一同迎敌，保卫西京！”众人被这男子一番话说得热血沸腾，当即纷纷跟着大喊起来。男子目光一转，凌厉的目光看向了那群阮真妇的士兵，怒喝一声道：“西京是我们的土地，难道就不是你们的吗？覆巢之下焉无完卵，今日你们不敢为西京而战，日后西京怎会容你？我们都活在这片土地，都是同胞，难道你们要背叛自己的血脉，去做图元国的走狗？我们的父辈为了这片土地燃尽血与泪，拼死从红毛鬼手中拿回土地，难道你们要其亲手再将其送出去不成？若仍觉自己流着的是大钱人的血，那就拿好你们的武器，随我一同抵御图元国。我大钱的百姓从不惧怕任何人。”一番话说得振聋发聩，那群士兵被说得面红耳赤，竟低垂这头，甚至于不敢直视男子凌厉的目光。但很快，士兵中便有人举起武器大喊道：“保卫我们的土地！”一声之下，便是2声、3声，一呼百应。自此，轰轰烈烈的西京之变就此展开。阮真妇被杀，西京民变，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
随之便是西京各个世家大族往图元国逃去。他们先前已经得到了图元国的承诺，若是发生暴乱，他们可前去图元国。边境上，一只钢铁雄狮已经早早驻军在此。得到西京之变的消息后，中军大帐中传来一串大笑之声。果然是一帮刁民，竟然敢以下犯上。不过倒正合我心意啊！哈哈，既然无法自治，那就让我们来帮你们治理西京吧！哈哈哈！来人，传我号令，前去西京，镇压他们！浩浩荡荡的图元大军开始奔赴西京。与此同时，这一日距离大军出北凉只剩5天路程，而秦泽的积分已经来到了6000万。2天后傍晚时分，北凉境内某处无名之地，绯红晚霞下，一匹黑马载着一名大汉徐徐而来。黑马低垂着头，走路有气无力，显然是长时间的奔波让他疲惫不堪。而马上之人此刻却是精神抖擞，他背着一个不大的包袱，脸上洋溢着欢快的表情。总算是到了郡安县了。这几年变化这么大吗？就是不知道老娘还住不住在老地方，看样子要下一番功夫好好找找了。马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下山的猪八。他离家已有数年，下山后便再难以抑制思乡之情，因此这一路紧赶慢赶，只为早日归家。先前在老家时，他曾是一名教书先生，只是北凉乱乡频频，孩子们连饭都吃不饱，哪能再去读书？为此，猪八这就断了生计。本欲务农，可无奈又遭土匪洗劫，不得已之下，猪八心一横，索性也去当匪。当然，即便是当匪，那也不能在家乡当匪，毕竟再怎么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再一个，若是在家乡当匪，家中老娘要是知道，那肯定指着他鼻子骂。猪八不想让老娘知道，因而才去了别处当匪。如今解散了山寨兄弟后，猪八也卸下了负担。现在的北凉不似当初，兄弟们已经有了活路，而自己也该回家看看家中的老娘与弟弟了。至于老爹，那不知道多少年前就被胡马杀了，猪八甚至都记不太清他的相貌了，记忆中出现的只剩下老爹那张模糊的脸。猪八他是被母亲带大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是个5大3粗又有点彪悍的农妇，他很有力气，完全不比男人差，自己或许就是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因而也有一身蛮力。离家之时，老娘虽然已经50多岁，但好在身体还不错，而弟弟那时也有了20岁，因此猪八倒也放心。但这一别数年，心中也不免有些愧疚，为此这次回家他决定要好好守在老娘身边，尽一尽孝道。看见胯下老马低着头直喘粗气，猪八摸了摸他的头，轻笑一声道：老伙计，这一路把你累得够呛，真是对不住了。离我家应该也没多远了，等你送我到家，我去打点好草，让你好好吃几顿，以后你就在家帮我拉磨，以后就不用跑来跑去了，让你安享晚年。黑马也不知是不是听懂了主人的话，他仰着头叫了一声。猪八微微一笑，翻身下了马，牵着他慢慢往前走去，打算找个人问问老娘住址。此处街道残破，多家门户都是紧闭的，倒和一个山村没什么太大区别。猪八抬眼看去，前方恰好有一个戴着草帽的老妇人背着篓往前走，草帽边缘尽是飘散的白发，腰也弓得厉害，手中拿着根棍子，一点点往前探着走，看着佝偻的样子，少说也有了70多。猪八摸了摸下巴，算算日子，娘今年应该快60了吧？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了？他朝着那老妇喊道：大娘，向你打听个事，你可知孙家口的朱大福一家现住在何处？老妇却似乎没听见，仍旧一点点的往前走着。猪八挠了挠头，想着或许父亲死得早，人家不识的，便又跟着喊道：老人家，孙家口的孙秀英，你可知道家在何处？孙秀英是他母亲的名字。老妇人仍旧没回头，还是一点点朝前走着。老妇前面就是一家屋舍，想来便是他的家。猪八摇摇头，嗨，这大娘是又瞎又聋啊！算了，换个人打听吧。这时，身旁的黑马嘶鸣了一声，猪八拍了拍他的身子，轻笑一声道：饿了。算了，离家也没多远了，先找个客店歇歇，洗个澡，收拾干净再回去，也让你吃得饱饱的。猪八目光一转，寻找着有没有开门的客栈，而刚好那老妇的对门便是一家客栈，客栈外站着好几匹马，想来是能住店的。看到客栈，猪八心中一喜，脑中不由想起那一坛坛烈酒来。自从出了家乡，他再也没有尝过老家酿制的美酒了。家乡外的酒水寡淡至极，于他而言完全没有滋味，还是家乡的烈酒喝起来过瘾。猪八牵着马慢慢走了过去，到了店门口，猪八将马系在一旁，迈着大步进了店。这家客栈并不大，就连个像样的马厩都没有。而猪八这一进店，却发现店里面竟然坐了不少人，加起来竟有10-20人，而这10-20人却是刚好分坐两侧。作为一名曾经的山匪，猪八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店中的气氛有些剑拔弩张。这第一眼看去，他便看到其中一拨人所穿的服饰极为精良，完全不像是寻常百姓，倒像是官家人。他们虽然有在掩饰，但猪八依旧能看出他们的衣服下面藏有武器。此外，这拨人的后面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盒，那个大木盒简直跟个小棺材一样，这实在有些不对劲。而另外一拨人则都是穿着粗布衣服，每个人太阳穴都高高鼓起，一看都是练家子，宽大的衣服下面不用说也藏有武器。猪八纳了闷，这个小地方怎么还遇到这一群高手了？他当即就想出店，只是还不待他走出一步，便听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小心。这两个字刚出口的瞬间，几道弩箭从那群衣着考究的人旁边射出，这些弩箭是射向那群粗布衣衫大汉的。砰的一声，桌子被掀起，挡住了弩箭。又有人喊道：想杀王爷，先过了我们这一关。兄弟们，抄家伙！话音一落，粗布大汉们纷纷掏出刀剑，着对与对面的人厮杀起来。
店家与小二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也不知是早已经藏了起来，还是被这两拨人哪方给杀了。此刻店内只有猪八一个外人，他看到两方人马打了起来，急忙往后一跃，落到了门口。猪八本欲直接驾马离去，不去牵涉其中，但刚走一步，便听到里面传来愤怒的大喊声：“你们这帮狗皇帝的鹰犬，想杀王爷，只会出这种阴招了吗？狗崽子们，今日死也要带着你们下黄泉！兄弟们，一定要将千骑营的人留在此地，千万不能让他们离开此。”话未说完，那人一声惨叫，声音就此断绝，显然是被杀了。猪八脚步一滞，看了眼低垂着头的老马，又回头看了一眼厮杀的众人，又有声音传入耳中：“你们是什么人？敢坏我们的事，受死！”话音刚落，一人怒喝道：“你们这帮走狗，这一路倒是走得隐秘，不然出京师便将你们阻截下。”猪八小心地倚靠在门后，偷眼看着里面的战况，两拨人打得很惨烈，双方都已经有好几个人倒下，显然是已经死透了。猪八心中狂跳，虽然他曾是山匪，但其实并没有打过几场硬仗，这些不断喷溅的血液不断刺激着他的鼻腔，心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他：赶紧离开，赶紧离开，不要牵扯其中，不然必定遭致杀身之祸。事实上，他确实很想立刻离开，但脚却怎么也迈不动步子。原因也很简单，那帮衣着考究被称作千骑营的人是来暗杀镇北王的，而另一拨人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组织，但他们是来阻止千骑营的人。这一刻，猪八脑中飘过无数个念头，家乡近在咫尺，母亲与弟弟多年未见，离开这里，说不定明日就能到家，此后便能在母亲面前尽一尽孝道，好好陪在家人身边，那必然是其乐融融的场面。但若是离开，那群千骑营的人杀了这些粗布大汉，他们会不会继续去暗杀王爷？他们敢以这么少的人去暗杀王爷，那必然是有着厉害的手段。这群人很危险，猪八的手都有些发抖，脑海中的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王爷有大军护卫，身边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又怎么可能杀得了？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王爷绝不可能被他们暗杀。还是走吧，即便这群千骑营的人赢了，他们也走不到王爷面前。自己只是个无名小卒，既没有过人的智慧，有没有厉害的武功，能做得了什么？猪八动了动步子，已经想要离开了，但只迈出了一步，他又再度停下。脑海中又冒出一个声音：假如有一丝可能，他们成功了，王爷真的被暗杀了，这北凉会怎样？回去还能种地吗？是不是粮税又要提高了？兄弟们是不是又要回去当匪了？本可以上学堂读书的孩子们又要去下地了，去乞食了？衣不蔽体，食不果饥的日子是不是又要回来了？他身子僵硬，却是再迈不出一步了。猪八再没有办法当作视而不见，于是他扭过身子，目光看向了里面。这片刻时间，粗布大汉们已经死得快差不多了，而那群千骑营的尽管死的人不多，但也是人人带伤。这一番高强度的厮杀，双方都很疲惫。粗布大汉中其中一人大喝道：“你们要去杀王爷，那就是害了北凉所有人，你们要毁了北凉现今的一切吗？”哼，嘴巴倒挺硬，且看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千骑营的人立刻提刀向着剩余几名大汉杀去，但就在这时，只见一罐罐酒坛从柜台处朝着千骑营的人头上砸来，砰砰砰，酒坛一个个破碎。千骑营的人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变故，这一愣神的功夫，对面的大汉几刀砍去，瞬间放倒了他们两人。而扔酒坛的不是别人，正是猪八。入店门口便是柜台，柜上放了不少酒坛。猪八自知自己打不过这群人，因而才会扔出酒坛捣乱。而此刻，随着酒坛被打破，流淌一地的烈酒发出浓郁的酒香，酒香混杂着血腥味。猪八深吸一口气，放下背后的包袱，从腰间取出一柄短小的匕首，鼓起勇气大喝一声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是你猪八大爷！”话音一落，猪八猛地扑了上去。只是可惜，猪八虽当过几年山匪，但并无太过人的武艺，只是仗着身材高大，有一股子蛮力，才当了匪首。他的加入并没有让战局发生太多的改变。千骑营个个都是武艺高强之人，对面的大汉已经是高手，却仍旧不敌，更何况无名小卒猪八呢？还没过几招，猪八的身上已经挂了彩，鲜血正顺着他的胸口流出，手臂也已经被划伤。而粗布大汉们只剩下两人在苦苦支撑，而交战的地面上此刻已经全被酒水覆盖，浓郁的酒味和鲜血味往猪八鼻腔里面钻，他一不小心一脚踩滑，猛地栽倒在地。哼，没本事还想逞英雄，找死！千骑营一名男子大喝一声，提刀便朝着猪八头上砍来。正当猪八以为今日小命休矣时，说时迟那时快，残存的两名粗布大汉，其中一人猛地一跃，替猪八挡下了这一刀。冰冷的长刀砍在了他的胸口，刀尖破体而出，那人的鲜血喷溅而出，如雨点一般落在猪八苍白的脸上。血是温热的，但猪八心里却已经凉到了谷底。那大汉却未就此死去，他气若游丝道：“好兄弟，你是好样的，你真该真该。”话未说完，他头一歪，就此死去。身后的粗布大汉见状，目眦欲裂，他猛地一脚踹断桌腿，而后举起桌子就朝千骑营的几人身上砸去。千骑营几人急忙跳开，那人气力过人，接连不断抄起桌子就往他们身上砸去。一片混乱之际，只见一个木盒砰的一声掉落在地，里面所装的物件咕噜噜滚落在地，但这时并没有人察觉到。而几张桌子扔出去后，那人的力气也似乎用尽了，他疲倦地提着大刀，气喘吁吁。千骑营这几人也同样如此，口中喘着粗气道：“哼，螳臂挡车，就凭你们还想阻挠我们办事？现在就送你们去见阎王！”被盖在桌子底下的猪八此刻脸色苍白，剧烈的疼痛感让他浑身发颤，
血流了很多，他感觉指尖都开始发了。他中了好几刀，一股冷意正在身上蔓延。在这种生死关头，他脑海中猛地出现一个片段，那是很多年前他未曾离家时，曾和弟弟、母亲三人围坐在火炉旁烘火的画面。火上放着各种蔬菜熬制的大杂烩，火堆旁母亲总是会放1-2个红薯。红薯烤熟吃起来是很香的，那是一股焦香味，吃起来却甜丝丝的。每次他都和弟弟一人一个，吃得不亦乐乎，而母亲却总是拿着个大勺在锅里搅来搅去，同时略显责怪地说着：“慢点吃，慢点吃，烫得你嘴起泡，可有你受的了。”如今想来，在冬日下和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吃着热乎乎的饭，烤着暖乎乎的火，那真是一件美事啊！是啊，需要火。事到如今，只有烈火能杀死这些狗娘养的杂碎了。下一瞬，猪八颤颤巍巍地从怀里掏出火折子，吹了几口气，只听噗的一声，一簇火花亮起。虽然猪八的身上也全是烈酒，但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没有丝毫犹豫，扯下一块布条，然后点燃。噗！那一簇火花点燃了布条，布条的火点燃了满地的高度烈酒，而这火焰又点燃了散落一地的木片。随之，一条狂暴的火蛇在殿中烧起，烈焰之下，每个人身上都被火焰包围，惨叫声瞬间响起。那粗布大汉也被火焰包围，他本就一身伤，此刻再坚持不住，一头栽倒在地，落在猪八面前。他气若游丝道：“猪八大爷，若是早日时的你，我李海一定和你结为兄弟，带你一起进赤朝盟成就大事。你是好样的！”猪八此刻全身都是火，哪里还有闲工夫听半个字？他被桌子压住，此刻不住扭动身子，拼命扑打着身上的火焰。他还不想这么早死，他还没回家呢。千机营几人虽然一身火焰，但他们已经开始往外跑去。但就在这个瞬间，砰的一声巨响，却是木盒中掉落的物件被火焰点着，而后发生了爆炸，无数铁片喷射出，爆炸气浪席卷了整个殿，所有人都被掀翻，而千机营那几人更是被炸得一头撞在墙上，而爆炸余波也让火焰随之慢慢熄灭。破碎的桌子被推开，猪八颤颤巍巍地钻了出来，他的脸色一片苍白，嘴角不断渗出鲜血，头发一片焦黑。他艰难地朝着殿外一点点走去，路并不长，他走了很久。出了殿门，他哆哆嗦嗦地解开马绳，而后一咬牙关，强行咽下喉咙中的血，翻身上了马。但这时他已经没办法再坐起来，他只能趴在马背上，轻轻拍打着马身，吐出含混不清的话来，鲜血顺着嘴边流出，马身上已经全是鲜血。老伙计，回家了。黑马低着头，一步步朝着前面走去。走出没几步，黑马突然停下了脚步，他的路被人挡住了。前方那个老妇人拄着拐杖，一边敲击着地面，一边朝他走来。砰的一声，猪八终于支撑不住，从马上跌下。他口中轻轻地呻吟着，鲜血正不断涌出。猪八艰难地扭过头，朝着前方看去。这一眼看去，他那已经逐渐灰暗的眸子猛地一缩。那个走过来的老妇人，那张苍老的脸上，尽管遍布皱纹，尽管满头白发，尽管双眼一片赤白，已经盲了，但这张脸他从未遗忘过。那是他的老娘，郡安县孙家口人士孙秀英。猪八转过身子，朝着他爬去，眼泪混着血水从眼眶滑落。他想喊出来，但却做不到，他的身体正在变冷。他只能在心里面喊：“娘啊，我不过只走了8年，你为何眼也瞎了，背也驼了，怎么老成这样了呢？原来娘搬到了这里，我的家就在前面啊，好近啊，这就是我的家吗？”老妇人敲着棍子，越走越近了。猪八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但这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他感觉不到太多的疼痛，但感觉呼吸越来越艰难，眼前也渐渐开始模糊。他开始看不清这个朝思夜想的娘了。猪八无力地趴下，心中已经明白自己这是要死了。他收缩着鼻翼，张开了嘴巴，开始用最后一丝力气吸入空气。嘶！大口新鲜的空气从鼻中、从嘴中灌入喉咙，而后被吸进破裂的肺部。本来已经越跳越慢的心脏开始加速泵血，丝丝缕缕的力气重新回到他的身体。双眼已经不再模糊，手也有了力量。猪八双手撑地，努力地昂起了头，看着还有几步远的老妇人，血与泪不断从他眼眶中滑落。他动了动喉咙，将最后一丝力气用在了呼喊上：“娘啊，我回家了！”这一声非常响亮，简直是猪八此生喊出的最响亮的一声，耗尽了他所有力气，也用掉了最后一丝生命力。砰的一声，猪八脸上挂着安详的笑，倒在了地上。老妇人的拐杖猛地停下，她发出嘶哑的声音：“狗儿！”一个与猪八有几分相似的男子快步跑了过来，大喊道：“娘，你怎么出来了？这里在发生打斗，很危险。”老妇人昂着头：“我刚刚听到了狗儿的声音，是他回来了吗？”狗儿乃是猪八小名。中年男子拉着母亲就想离开，目光无意间从猪八脸上扫过，他一下愣住了。紧跟着，他快步走到猪八身边，他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而后手猛地一缩，这一刻，他的呼吸都快要凝滞了。他张着嘴，眼眶开始泛红，身子也在不断发抖。老妇人还在问：“儿啊，是你哥回来了吗？我刚刚听到他的声音了。”男子深吸几口气，但却无法阻止夺眶而出的泪水。他走到母亲身边，贴着她的耳朵大喊道：“娘，哥没回来，他在外教书，抽不开身，很忙的。”老妇人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她转过了身子，翘着拐杖开始往家走，口中却不断念叨：“这都8年了，有这么忙吗？有这么忙吗？就不能常回家看看吗？”而在他身后，那中年男子扑在猪八身上，已经是嚎啕大哭。这一日发生在这无名之地的惨烈战斗，无人幸存。无人知晓的无名小卒猪八
在错过了立冬团圆日之后的第11天，也就是11月19日的傍晚时分，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家。同样，这一日，秦泽收到了第2封来信。这封信来自于京师，信上同样有一道梅花标识，乃是800里加急送来。此时，距离大军出北凉只剩3天路程，而秦泽的积分也已经来到了7000万。2天后，飞鸟在高空翱翔，发出阵阵鸣叫之声。它们飞得极高，只因地面上的烽火狼烟与那喊杀声惊扰到了它们，故而不敢落下。毕竟刀剑无眼，稍有不慎，便是血溅3尺。平原上，2方人马正在厮杀，一方人身着各色服饰，当然，更多人所穿的乃是粗布汗衫，手中拿着的也是各种粗犷大刀。这帮人马很杂，除了所穿衣服、所用武器不同以外，甚至于年龄也相差极大。既有10来岁带着稚气的少年郎，亦有双鬓斑白的老汉。但不论是这些人有何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那坚毅的眼神，那是视死如归的眼神，那是即便下一刻会死，也绝不会退后一步的决心。而在对面，则是一支纪律严明、全副武装的屠原大军。他们身披银色盔甲，手中拿着长矛，举着水滴形的红色盾牌，凶猛地发起一次接一次的冲锋。此外，这些士兵中还有一部分身材极为高大的，他们拿着硕长的巨斧，提着宽大的方形盾牌，那盾牌极为宽大，加上他们那高大的身材，几乎能阻挡一切攻击。强大的身体优势让这些巨斧士兵每挥出一斧，便有一人身体被劈开，冒着热气的内脏顺着破碎的胸口流出，散发出浓烈的血腥气味。这几乎是一场碾压的战斗。屠原国的大军每往前踏进，便有一大片西京反抗军随之倒下。但即便是死亡，也没有让西京反抗军们退后一步。今日到达战场，所有人就已经做好了战死的准备，后退一步便是西京沦陷，身后便是祖祖辈辈生活着的土地，怎能将其送于敌人手？杀！喊杀声响彻天宇，西京反抗军手提大刀，向着屠原大军冲去。战场后方，西京反抗军的军营大帐中，先前那名砍下阮真富头颅的青年男子，此刻须发两乱，英俊的脸上此刻一片疲惫，下巴上已经长出了一片杂乱的胡须。他揉了揉发涩的双眼，眼睛里全是血丝。正是当今吏部尚书之子张掖。正这时，一名大汉匆匆进帐，他的脸上一片焦急之色。盟主，不好了，屠原军的攻势实在是太猛，咱们组织的兵力完全没有办法阻挡他们的脚步啊！屠原军继续推进的话，这2日只怕西京便要沦陷了。张掖扶住额头，并未言语，但是双手在此刻已经紧紧握成了拳头，一种强烈的无力感从心中涌出，身体随之愈发疲倦。事实上，战事进行到这里，他已经明白西京真的要被屠原大军夺取了。在一开始的设想中，他原以为自己组织的人马加上西京这边的士兵，以及再征调一些年富力强的青壮年上战场，不说能击败屠原国，那至少也能让他们前进的速度有所减缓。接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气会越来越冷，屠原国此番跋涉而来，会陷入天寒地冻以及粮草不足的情况。如此一来，他们必然会搁置进攻西京的打算。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次来的屠原大军不仅做好了充足的粮草供给，此外，大军战力还格外强悍，不仅是兵力远多于西京的兵马，他们的个体战力也强悍至极。这还是他第一次与这样强大的敌人交战。此前他虽然一直在地下召集一些好汉，赤潮盟的人也不少，但这次对上屠原国这支正规训练出来的大军，他明白自己的力量实在是太孱弱了，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实难以应付这群豺狼虎豹一般的敌人。而这也让他想起远在北凉的秦泽，他能剿灭几10万胡马大军，如今看来确实是难如登天的事。若他能赶赴西京战场，断然不会让西京就此沦陷。但前2日派去北凉的人已经加急传回了消息，秦泽并没有带着大军来西京，他依旧不紧不慢地出北凉。那支大军的动向，看样子是等着出北凉后杀入京师。这西京之事，秦泽似乎已经决定不插手了。想到这里，张掖只觉胸口憋了一股郁气，让他呼吸都艰难了起来。他自小就认识了秦泽，此前在京师常与他在一起谈论天下之事，在他的记忆中，他明明是个心怀天下且思想独特的人，为何这次西京之变，他却不立刻带兵前来呢？难道说在他心中，复仇金风銮真的要比失去西京更重要吗？亦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天下百姓，也不在乎西京，起义只是为了推翻金风銮，为了自己做皇帝？张掖摇了摇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但眼前的事实又在告诉他，秦泽已经不会来西京了。正这时，帐外又匆匆跑进一名大汉，看到他进来，张掖眼前一亮，立即开口道：“如何？有兵马正往西京赶来吗？”那大汉神色沮丧，叹了口气道：“没有，镇北王的大军还未出北凉，他们行进的速度很慢，便是立刻加快速度奔赴西京。等他们赶到时，恐怕西京也已经失守了。”话音落下，张掖头无力地垂下，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张掖揉了揉凌乱的头发，抬起头看向2人，满是血丝的眼神中露出无比坚定的意志。无论如何，哪怕没有援军，也绝不能让西京落入屠原国手中。即便屠原国攻势凌厉，我们也绝不能后退。他们若想蚕食我们的土地，那就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话音一落，张掖挺直腰杆，拿起一旁的大刀，大踏步走出了营帐。而刚一走出营帐，张掖便见到无数人已经聚在了外面。那是怎样的一群人？10几岁的少年郎，正值壮年的大汉，被已经驼了的老翁，他们有的拿着武器，有的拿着农具。此情此景让张掖浑身一震，他看向众人道：“你们也都是。”话还没说完，便听到人群中有人大喊道：“西京是我的家，怎能看着他们闯入我的家门？
不就是一条命吗？18年后一样是一条好汉。紧跟着人群中响起各种声音，声音虽杂，但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这里是我们的土地，身后是我们的家人。若想闯入我的家门，欺辱我的家人，那就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张掖深吸一口气，举起大刀，振臂高呼道：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我们的家，便是献出我们的生命，那又如何？拿好你们的武器，给我砍在敌人的头上！杀！张掖一声暴喝，带着他们奔赴最后的战场。这一日，大军早已经到了北凉关口，他们并没有下一步动作，反而选择了驻军在关口位置。与此同时，在某处隐蔽小道上，一支数天前就从北凉出发的骑兵队正快马加鞭奔赴在路上。为了尽快赶路，他们已经是轻装急行。如今，他们已经进入西京，正在奔赴战场。而这支骑兵队的人数只有区区数人，其中领头3人为霍去病、典韦以及身怀9000万积分的秦泽。夕阳的余晖投射在地平线上，绯红色的光影下，数匹骏马奔驰在空旷的原野上，马匹跑得很快，累得直喘粗气。马上的人也同样如此，须发已经凌乱，双眼也已经布满了血丝，握住缰绳的手都在这冬日冷风下冻得发僵，只能凭借意志力握住，才不至于松开。呼！秦泽揭开面罩，重重吐出了一口浊气。自从数天前收到西京来信时，他就已经决定要出兵西京，迎战屠元大军，但路途实在太远，若是带着大军一起过来，也不知要多久。为此，他只能选择轻装简行，带领几名将领独身前行。而北凉的大军则是交于了岳飞手中。在出行之前，他听从了霍去病的建议，选择了不暴露行踪，尽量走隐蔽的小道，其目的自然是为了防止泄露情报。而这一路，秦泽带领着这为数不多的骑兵们，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往西京赶赴。身边的人除了霍去病、典韦外，还有17名虎豹骑，这是一支精英小队。得益于一路走的都是隐秘小路，并无人察觉。而现在，经过数天的长途跋涉，终于赶到了西京。而此刻所处的位置，正是先前屠元大军与西京反抗军交战的战场。只不过，如今这片战场上已经没有了活人，只留下了一地的尸体，其中大部分都是西京反抗军的尸体，他们死得很惨，尸体都没有被掩埋，破碎的尸体上遍布伤痕，一双双圆睁着的眼睛上布满了不甘。这里已经是一片如修罗地狱般的地方。看到这些惨死之人，秦泽眼神愈发冷冽，胸口中积攒的怒火开始逐渐升腾，这让他身体都开始热了起来。这有个孩子。就在这时，一旁的典韦看着一具尸体道。秦泽循声看去，那是一个13、14岁的少年郎，他静静地躺在地上，瞪着双眼，眼神灰暗，已经丧失了生机。但尽管已经死去，他那纤细的手中还握着一柄镰刀，那是收割稻谷的农具，如今是他保家卫国的武器。秦泽翻身下马，走到他的身旁，蹲下身子，将手拂过他的面门，合上了他的双眼。正这时，霍去病骑马而来，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主公，还没有结束，距离此地3里外，屠元国正和西京的人在作战，那里是最后的战场。话音落下，秦泽站起身来，目光已经如冰般寒冷，眼帘中是那不断跳动的积分。这么多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9000万出头，而现在该是动用积分的时候了。没有丝毫犹豫，秦泽打开了系统商城，开始选择兑换军队。随着商城面板出现在秦泽面前，各种各样的古代兵种出现在了秦泽的面前。秦泽的目光从秦瑞士、虎豹骑、贝维军等兵种上掠过，最后落在了另外一种5星兵种上。这个兵种非常的凶煞，5星兵种蒙古骑兵，这是历史上由成吉思汗统帅的一支骑兵部队。他们体格强壮，能适应各种战斗的需要，能够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在这冬天，这个寒冷的战场上，再没有比蒙古骑兵更合适的兵种了。当初成吉思汗依靠这支大军，不仅仅在亚洲地区所向披靡，甚至于还攻向了欧洲。这种壮举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一支能用恐怖来形容的军队。古语有云：计破两河，赤地千里人烟断。燕京攻势雄立，为古今之冠，达人见之精卫，不敢仰视。继而亦为兵所焚，火跃于不灭。蒙古骑兵的凶性与杀性，放眼整个历史，那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激进，今用子女牛羊马百阶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矣。他们所过之处，当真是城破人亡，寸草不生。即便是过去数年所被摧毁的城池，也难以恢复。蒙古骑兵，这是一柄无上凶器，以杀闻名世间。想到这，秦泽嘴角一咧，露出冷笑。屠元国不是喜欢征服和掠夺吗？那就来看看遇上这支同样以征服和掠夺闻名的军队，能分出怎样的结果来。杀我大秦的子民，那就做好付出血的代价来。确定了兵种，秦泽开始查看战马。这一次，他没有看中寻常的战马，而是选择了蒙古马。蒙古马相较于平常兑换的战马，个子矮小，速度也更慢，但它们有个特性，那就是皮糙肉厚，极其抗冻。即便减少了速度，那又如何？在这种天寒地冻的情况下，这些小矮马可是最适合了。严寒的天气，这种矮种马的速度相较于寻常的马匹反而不会有所减少。结合上蒙古骑兵，不仅能打，还能打得久打得远。兑换25万人口，25万匹蒙古马，15万轻骑兵装备，10万重骑兵装备，赋予蒙古骑兵模板。轻骑兵装备为头盔、盔甲、武器3件套组成，加上人口和模板、战马，共计291积分。而重骑兵在这之上，则是加上了一个30积分的马甲，也就是321积分。
本次共计消耗7575万积分，兑换5万弓箭手。与轻骑兵一样，一名弓箭手所需的积分也为291积分。叮，本次消耗共计1455万积分。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平地起了一阵烟尘，这座满是尸骸的战场中换来了新的生命。30万蒙古骑兵出现在了战场中，出现的瞬间，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甚至让人难以呼吸，那是死亡的味道。这些蒙古骑兵们个个身材高大，魁梧健壮，看其体魄与大前人差别很大。此刻骑坐在矮种马上，倒有一种独特的感觉。而他们身上的兵器也不尽相同，同样是30积分一柄的武器，秦则挑选了好几种不一样的武器，因此不是每一个人佩戴的武器都一样。有部分人所用的是长矛，还有人使用的是弯刀、短柄斧以及铁骨朵等。此刻30万人列队而立，秦则看着他们，不由感到一阵激动。这30万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性，那可不是一点点啊！要知道，当初的蒙古骑兵在历史上留下的赫赫凶名，甚至于在几百年后还成为了现代人研究的对象。秦则甚至记得当初曾在百科上看过某个外族很有名的参谋总长，名叫麦克阿瑟的人说过，要吸取蒙古军队带来的经验教训。由此可见，这支军队在历史上是多么的可怕，在他们的手下不知道死了多少人。他们就是天生的征服者与掠夺者。秦则双眼微眯，目光中露出一股灼热的战意。图元国觊觎大前国土，想征服，想掠夺，那就做好被征服的准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若要开战，那就彻底摧毁。而这样一支凶名显赫的军队，自然也需要够凶悍的将领才行。他的目光看向了将领一栏，秦则目光在5星将领上一一扫过，历朝历代的将领都在眼前浮现。秦则一个个往下看去，终于，其中一个5星将领的名字出现在了眼帘中。看到他的一瞬间，秦则就知道，再没有谁比他更适合带领这支凶名赫赫的军队了。事实上，这名将领本人那也是凶名赫赫，甚至于在当初那个时代，只要提到他的名字，甚至于幼儿都不敢啼哭的程度。他的外号为人屠，千古第一杀神白起。要论白起此人，较孙武的穷寇勿追及商鞅的大战胜逐北吴过10里而言，他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神。他不以攻城夺地为唯一目标，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作为主要目的的歼灭战思想，并且他善于野战进攻，战必求歼，这是白起最为突出的特点。当初的长平一战，他一举坑杀了赵国40万人，直接让赵国元气大伤，就此一蹶不振。而后来，据考证，整个战国期间共战死200万人，白起居1/2。由此可见，这个人屠的称号还真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千古杀神。白起善于打歼灭战，也善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以说完全契合秦则的想法，更和这支蒙古骑兵相得益彰。没有丝毫犹豫，秦则直接向系统发出了指令：兑换5星将领模板白起。叮，消耗50万积分，兑换5星将领模板白起。叮，尚未获得武将加成兵马共计30万人，本次5星武将加成，战力加成30%。肉眼可见的，这群蒙古骑兵们获得战力加成后，那体型更加壮硕，一股凶悍的煞气萦绕身畔，便是一眼看去都令人心生畏惧之心。至此，剩余的积分已经不足以再兑换更多的兵马，但也足够了。而声音落下的瞬间，秦则抬眼看去，一名大汉手执一杆长戟徐徐而来。见到他的一瞬间，秦则不由一愣，但见此人小头而面锐，瞳子白黑分明，是瞻不转，周身散发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气息。简而言之，抛开战绩不谈，长得也很吓人，确实能吓到小孩不敢啼哭。此情此景，便是一旁的霍去病与典韦也不由神色一凛，面露凝重之色。毕竟这2人虽然也是勇猛异常，但是若论其手上沾染的人命，与白起一比较，那自然是落了下乘了。看到白起走来，秦则自然不会害怕，他嘴角反而翘起，他朗喝一声：“白起，你来了！”白起走到近前，凶恶的面容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他躬身行礼道：“末将白起，参见主公。”秦则微微颔首，不必多礼。今日唤你前来，便是要统帅这支大军，将那侵犯我大前国土的敌人给驱逐出去。图元国野心勃勃，垂涎我大前土地已久，此番出兵西京，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了他们手中，如此之辈，必要痛击之。说话之间，秦则一摆手，指向了那30万蒙古铁骑。白起站起身来，目光环视一圈，眼神凌厉至极。只听他沉声道：“好，主公，驱逐不如歼之。既然敢来犯我国土地，那必然要让他们全部留在此处才是。”说到这，他的声音更加低沉，接着道：“图元国既然敢侵犯主公领地，那他们必然实力不弱，实力不弱，那他们想必也有着不少领地。既如此，不如夺其地，杀其人，永绝后患，岂不美哉？”说到这，白起眸中金光四射，那锋芒甚至让一旁的典韦与霍去病都不由身躯一震。秦则微微颔首，摸了摸下巴道：“然，他们想做征服者，那就反过来征服他们。”秦则拍了拍白起肩膀，沉声道：“就依你的意思办，不过首先将他们这些来犯之人给歼灭掉，待歼灭了他们，日后你去远征图元。”话音一落，白起眼前一亮，双手抱拳道：“谨遵主公之令。”秦则目光一转，看到战场上残留的一个大鼓，那是两军作战时所用的，只是如今鼓手已经死去，空余下那张沾染血迹的大鼓残留于此。与此同时，正在交战的西京反抗军与图元大军正打得如火如荼，他们并没有因为天色的逐渐灰暗而停止战斗，反而是打得愈发猛烈。今日一战，西京反抗军可以说是汇聚了最后的力量，只为了阻挡下图元大军前进的脚步。
要是再往后退去，那便只能依靠那并不牢固的城门来阻挡这些敌人了，而这让他们不敢后退半步。此刻战场上，张掖将大刀插在地上，整个人的重量几乎都撑在了刀上，他须发凌乱，胳膊上不断渗出血来，一双眼中已经布满了血丝。疼痛与疲惫感让他很想就这样躺在地上好好休息，但他不能倒下，因为战友们还在作战，而他作为统帅更不能先一步倒下。于是他咬紧了牙关，努力支起了身子，环顾四周，呐喊之声震耳欲聋，长矛刺穿肉体带来的声音更是让人牙酸。他抬起头看向了不远处的涂元国将领，那是一个满头红发、手执巨斧的猛汉。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脸上洋溢着张狂狰狞的笑容，每一斧挥砍出去，便有一名西京反抗军被砍作两截，鲜血与内脏喷溅在他的马匹上，更让他看起来仿佛地狱里面爬出来的恶鬼一般。除却他外，其余的涂元兵也大多身材高大，体魄强健，整体的作战素质远超匆匆组建的西京反抗军。毕竟这些反抗军大多甚至于都是平民百姓，不久之前他们还只是下地劳作的农民，如今为了保卫家乡，放下锄头拿起了大刀，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挡这些敌人的脚步。他们是在以命换命。看着战友们在舍命作战，张掖深吸几口气，拔出了插在地上的大刀，他的双目已经赤红，身体里面在涌现最后一丝力量，便是再多杀一个那也是好的。张掖低声自语一句，而后猛地拿起刀朝着不远处的一名涂元兵杀去。那名士兵正从一名西京反抗军身体中拔出长矛，见张掖冲来，他狞笑一声，哼，大钱如今都是你们这样的人了吗？还没有我们涂元国的孩子能打，像你们这样的人天生就该被我们夺走一切。面对敌人的嘲讽，张掖并不言语，要回应他的话，那只需要将大刀砍在他的身上就行了。他三两步冲至涂元兵的面前，避开他刺来的长矛后，张掖一把抓住长矛，而后咬紧牙关，猛地一刀向着他的脖颈砍去。这一刀来的实在是太快，涂元兵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似乎错过了大前人在生死关头爆发的战力了。咔的一声，大刀砍入他的脖颈，发出令人牙酸的骨折声，热乎乎的鲜血随之喷溅而出，在空气中蒸腾出一股白气。而此刻，那涂元兵还未死去，张掖的力气已经不太够了。涂元兵瞪大了双眸，发出惨嚎声，但紧随其后，张掖大喝一声，双手同时握住刀柄，聚起一股力气，猛地将卡在他脖颈中的刀压了下去。宽大的刀刃一寸寸地压进涂元兵的脖颈，切开血肉，压断筋骨，鲜红的血液与骨屑激射而出。涂元兵脸色一片苍白，身体抖作一团，却是连惨嚎都叫不出了。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终于再扑的一声下，锋利的刀口终于切断了他的脖颈，随之人头滚滚而落。而张掖也因为这一刀，让本就疲惫的身体更加不支，差点一个趔趄摔倒在地。也就在这时，一道厚重的声音传来：“小子，你很能打呀，来，吃我这一斧。”话刚入耳的瞬间，张掖便感受到一道破风声袭来，他急忙将刀横挡在胸口。砰的一声，一柄巨斧重重砍在了刀上，张掖被这一击砍得虎口发麻，身子倒飞而出，重重地落在了地上。噗！他抬起头，猛地喷出一大口血来。不远处，那名红发巨汉笑道：“哈哈，这小身板终究还是太弱了啊！看来这几年你们大前人过得不好啊，真是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土地。这片好地若是栽种我们涂园的土豆，那简直有吃不尽的粮食啊！在你们手中，那还真是浪费了。”张掖将口中剩下的血吞下，慢慢从地上站起，咬牙道：“我大前的兵马没有来，他们若是来了，必然要将你们打得头破血流。你们如今猖狂，日后必然要血债血偿。”巨汉将斧头架在肩膀上，一脸嘲弄地看着张掖，而后仰天大笑：“你口口声声说的大前兵马，他们是不来还是不敢来啊？便是他们来了，也挨不过老子一斧头。”说到这，他话锋一转，眼神骤然凌厉起来，而后一声冷哼道：“小子，也不怕告诉你，西京被我们取走后，你们大前被我们攻占也就不远了。原先还以为你们有一战之力，如今看来实在是不堪一击，简直是一帮乌合之众。如此孱弱，还想拥有这么好的土地，你们不配。”张掖听到这话，不禁怒火中烧，他左手按住胸口，右手提起大刀，怒喝道：“那就来试试看吧。”巨汉不屑地冷哼一声，提起斧头朝着周围一指道：“你且看看，你们还能守多久？便是你们的皇帝立刻派兵来，那也于事无补，在我们涂元国面前，全是螳臂挡车。”说话之间，巨汉骑着马朝着张掖走来，他一脸玩弄笑容，似乎想慢慢折磨张掖。虽然不想承认他的话，但张掖此刻举目看去，西京反抗军确实不是他们的对手。虽然人人都已经拼尽全力，但在这群敌人面前，仍旧是被打的，溃不成军，终究还是不能守住这片土地啊！张掖神色悲戚，心中喃喃自语。他蹲下身子，抓起一捧黄土，眼神中充满了悲寂。看着土壤从指缝中慢慢滑落，张掖深吸一口气，抬眼向着正走来的巨汉看去。他用所剩不多的力气握住了大刀，已经决定要和这名敌人决一死战。冷冽的风刮过战场，天光暗淡，夕阳的余晖将地面染得一片赤红，无数人的尸体躺在上面，也不知是谁家的儿子，也不知是何人的父亲，他们都已经永远的睡去。张掖心中一片悲凉，但很快他便一咬牙关，而后大喝一声：“我们的血不会白流，今日便是战死，日后也必定有人前来收复西京。”随着张掖的这声大喝，周围正在交战的西京反抗军精神一振，纷纷呐喊起来。在这一刻，所有人都已经做好了为保卫家园、
而献出生命的准备。张掖咬紧牙关，攥紧了手中的大刀，正要往前冲去，但就在这时，砰！自遥远的地方，一道沉闷的鼓声传来。巨汉眉头一皱，拉停了马匹，而张掖也一愣，脸上露出疑惑的神色。砰！又传来了擂鼓之声。砰砰砰！鼓声一声接着一声，越来越快，如同接连不断落下的雨点一般。这擂鼓之声越发急促，越发密集。砰砰砰砰砰砰！鼓声越来越响亮，隆隆的鼓声如在这昏暗的天际间落下的雷鸣之声，声声入耳，撼人心魄。鼓声越来越快，如雷如电，沉闷中又带着一股压抑已久，似乎要爆开的力量。此刻，不论是西京反抗军还是屠原大军，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听到了这连绵不断的鼓声。慷慨激昂的擂鼓之声响彻云霄，鼓声雄浑有力，似万马奔腾，又似春雷滚滚。这滔天的气势让人疑心是不是天兵下凡，不然何来这般气势？战场在这一瞬间仿佛凝滞了一般。巨汉抬起了头，看向了昏暗的地平线。张掖也抬起了头，借助战场上燃起的烽火，他遥望远处。冬日的风刮得猛烈，风声呼啸中，地平线上扬起了一阵尘沙，沙土飞扬间，一抹黑线自远处而来。气势雄壮，似蹄生风的骏马奔腾在冬日斜阳上，显示出一股巨大的力量。那强劲的铁蹄响着哒哒的蹄声，鼓声中夹杂着马蹄声，密集如狂风骤雨般的马蹄声。马蹄声后是那山呼海啸般的人声，鼓声、马蹄声、人声杂糅在一起，如同在这血色战场上奏响了一首恢宏盛大的乐章。而这乐章中只有一个音符，那是蒙古骑兵齐声喊出的“杀”字。蒙古骑兵如疾风，如骤雨，正策马扬鞭疾驰而来。血染的晚霞中，这支钢铁洪流在落日的映照下，怀着快要喷薄而出的煞气，带着无穷的杀意来了。鼓声落，马蹄疾，一声大喝自远处传来，声音洪亮，震人心魄。西京的人速速退下，此处由我们来接管战场。伴随着声音出现的同时，是那飘扬在大军中的赤焰军旗，如烈火在这昏暗的天际燃烧，它似乎要将这沉闷昏暗的天色给焚毁。声音落下的一瞬间，张掖看到赤焰旗的瞳孔快速收缩了一下，那杆赤焰旗在他右时便在飘扬，有他在的地方，四海安平。这一杆旗子消失了2年，他也等了2年。如今这一日，他终于再度飘扬了起来。张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提起刀转过了身，深吸一口气，暴喝一声：“撤退！镇北王来了！”张掖心中有无数的疑惑，北凉军还未出境，他们如何能来？但尽管心中疑惑重重，但这如洪雷般的声音，地面上的震动以及那飘扬的大道，都在真真切切地告诉他，他所相信的那个人秦泽，他带着北凉大军赶赴战场了。如果只能用4个字来描述张掖此刻心里的感受，那便是天降神兵。昔日虎威将军已逝，但如今已有北凉镇北王。在张掖发出撤退的命令后，西京反抗军在经过短暂的愣神后，便立刻开始撤出战场。而之所以发愣，自然是因为眼前这支赶来的大军实在是来得突然。从他们的方位看来，他们似乎是从先前的战场上赶来，可这么多的人又是从何而来呢？若不是此刻乃是白天，乃是亲眼所见，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一支亡魂大军，不然实在没有办法解释。不过不论是那些战死的英灵重回战场，还是说镇北王从北凉带来的大军，都在告诉他们一个事实：他们来了，西京那边有救了。随之，西京反抗军快速脱离战场，他们心中明白，接下来此地必然要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战斗。而另一边，那红发巨汉将斧头扛在了肩膀上，双眼微眯。眼前的敌人虽然在溃逃，但他并不是太在意。若是愿意，他大可以直接带所有大军过来，杀入城中后将他们一个个诛杀。只是此刻，这支跋涉而来的大军却牢牢占据了他的视线。这支军队来的实在太过于突然，按照先前的情报来看，大前并没有派出大军前来，而西京的这些人也不过是匆匆组织起来的反抗军罢了。他们甚至都没有配套的武器和盔甲，在自己的大军面前完全不是一合之敌。为此，这次出兵他甚至都没有带出所有兵马，毕竟杀鸡焉用牛刀。而此刻赶来的这支大军，那展现的气势却让他情不自禁兴奋了起来。没错，并不是畏惧，而是兴奋。那是遇到敌手的兴奋。敌人若是完全不是对手，他甚至难以提起兴趣来。一个合格的对手，才能让杀戮来得更痛快，才能让征服来得更有成就感。巨汉摸了摸乱蓬蓬的胡须，看着手下们大笑道：“来势汹汹啊，人数也不少，比咱们要多。”话音落下，一名副将骑马而来，沉声道：“将军，前去迎战。”巨汉呵呵一笑，拉动缰绳调转了马头，开口道：“打什么打？当我戴克利傻？咱们都打到了这个时候，再和这帮气势汹汹的人交战，岂不是让他们占了便宜？收兵，回去整顿人马，明日多带点人来再战。撤退！”戴克利的话一落下，屠原兵便立刻往后撤退，他们动作迅速，丝毫没有慌乱，有条不紊地驾马后撤。戴克利将巨斧放回身后，回眸看了一眼正在冲来的蒙古骑兵，暴喝一声道：“今日杀得乏了，明日午时再与你们一战，可不要让我扫兴啊！”哈哈哈哈！大笑一声，戴克利带着大军急速撤走。而此刻，正统帅蒙古骑兵而来的白起听到了戴克利的话，他情不自禁地咧嘴笑了，笑容阴冷而可怖。那阴翳的面容中，此刻眸光中只剩下无穷无尽的杀意。他情不自禁喃喃自语：“若要杀，那自然要杀得尽兴才是。你尽兴了，我可还没开始呢。”下一瞬，白起猛地抬头，震声道：“敌寇欲逃，
当追以歼之。杀！骑兵们马刺落下，战马们发出一声疼痛的嘶鸣，跑得愈发快了起来。而此刻，另一支骑兵队从战场的另一端追击而来，正是交付于霍去病之手的弓箭手大军。事实上，在决定奔赴战场的一开始，整个蒙古骑兵大军便已经划分好了队伍，霍去病则负责统帅弓箭手们。见屠元大军正在撤退，霍去病双眼微眯，想逃，那就化作鬼魂回去吧。他振臂高呼，留下他们！放箭！一声令下，便是同时响起的弓弦拉动之声，砰砰砰！瞬间，弓箭离弦，数万弓箭齐发，密密麻麻，如同一张不透风的蛛网一般。而此刻，这张箭网正相隔700-800米，朝着屠元大军照了过去。此情此景，让早已经往后退去的西京反抗军众人个个浑身一震，眼眸中全是惊骇之色。张掖瞪着双眼，一脸惊色地看着那万千箭雨，这种景象甚至于让他以为看到了幻觉。虽然他并没有上过多少次战场，但不代表着他不了解弓箭手射箭的威力。先前与屠元大军交战之时，他见屠元军的弓箭手射程就极为远远，而且威力很大，让自己的军队折损了不少人。但现在秦泽手下的军队射出的弓箭甚至还要更远，这简直非人力所能及了。张掖只觉头皮一阵酥麻，心中猛然想到北库草原上的胡马，当初秦泽剿灭数十万胡马兵，莫非也正是靠着这样的大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歼灭北库草原所有胡马兵？如今看来，却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做到。困扰他的疑惑在此刻终于解开，而相应的是那越跳越快的心。张掖甚至于忍不住兴奋地颤抖了起来。这样的军队必然能将屠元大军驱逐出大前的领地，若是此战大胜，屠元军一定会滚回自己的国家，此后绝不敢轻易来犯。将他们驱逐出去吧。秦泽，这大前终究应该交托于你手啊。张掖深吸一口气，心中默默诉说着。好，射得好，别让他们跑了，全给我杀了，追过去，追到边境，追入屠元国，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全部杀了。白起脸上洋溢着兴奋的潮红之色，看着射出的漫天箭雨，嘴角不自觉地咧开，哈哈大笑。或许是兵种的不同，相较于虎豹骑、秦瑞士、贝维军他们，这支蒙古骑兵们从上到下，此刻眼中露出的都是一股狠厉嗜杀的神色，那仿佛是刻在骨子里的特性，只有鲜血，只有杀戮，只有征服才能让他们停下脚步，才能抚平他们躁动的心。一场彻底的杀戮，才能让此刻的他们解放身心。这支诞生于战场上的军队，已经迫不及待要将手中的武器插入敌人温暖的身体，享受他们的哀嚎了。战场前方，戴克利正带着大军撤退，这个距离他并不觉得会被身后的敌人追上。若是他们敢追，那也不算坏事，可以诱敌深入，利用大本营的兵力将他们全部剿灭。但身后传来的簌簌声，让他波澜不惊的面容有了变化。一扭头，映入他眼帘的便是那半空中落下的漫天箭雨。戴克利眸子一缩，仅仅是一瞬间的愣神，他便立即扯着嗓子吼了起来：驾盾！顿起之时，飞剑落下，随之砰砰砰，噗噗噗，啊！小心惨叫戛然而止。盾牌被射的发出一阵金铁交击之声，其中又有无数人被飞剑射入体内。瞬间人仰马翻。这一刻，以勇猛强悍着称的屠元大军首次在西京战场上遭到了重击，箭雨中血肉之花随之绽放，而杀戮还只算刚开始。无视屠元军的慌乱，蒙古轻骑驾马而来，正式杀入战场。血染夕颜，刀影现，战马嘶声鸣，千军万骑杀入，血溅3尺，便是彻骨寒。弓箭的袭击阻碍了屠元军的脚步，无数战马被射死，为此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而紧随其后的蒙古轻骑已经策马奔来。戴克利的面容首次在战场上变得凝重，甚至于凝重中还夹杂了一丝慌乱。这轮弓箭的射击让他明白了对面这支大军不同于西京反抗军，不应该说是他们有着天壤之别。这群正在杀入战场的骑兵们，他们的体魄竟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兵马，甚至于还让戴克利有种他们更加高大的错觉。而随着距离越来越近，他发现这不是错觉，眼前的这支敌兵那高大强壮的身躯让人一眼看去便知不凡。戴克利双眼微眯，从背后取出巨斧，随后一声大喝：不要乱！既然想留下我们，那就与他们一战，杀了他们！杀！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屠元兵们立刻结成阵型，手中的盾牌已经举起。但下一刻，砰砰砰，蒙古轻骑们如潮水般冲入屠元军的阵型中，那锐利的长矛、奔腾的马身立刻冲垮了屠元军的防线。乱战开始了。一名身材高大的屠元兵面色狰狞，左手举着一柄圆形盾牌，右手提着一杆长矛，口中一声暴喝，朝着一名蒙古铁骑的战马刺去。长矛插入战马的脖颈，尽管他皮糙肉厚，还是被这一矛刺的身子一歪，横尸当场。马上的蒙古骑兵随之落下，屠元兵抓住时机，朝着他的脖颈便是一矛刺出。那蒙古铁骑脸上挂着不明意味的笑，仅仅是身子一歪，便躲过了长矛，而后反手便一把握住长矛，猛地一拽。屠元兵脸色一沉，握紧了手中的长矛。一场决力在二人间展开，但屠元兵发觉对方的力气大得惊人，他已经快握不住长矛了。仅仅是一瞬间的决断，他左手举着圆盾朝着对面砸了过去。这圆盾重量不轻，若是结结实实的砸到蒙古骑兵的头上，即便有头盔防护，他相信也能将敌人砸得头昏脑胀。而到了那时，自己只需要补上一矛，便可将其击杀。只是圆盾刚一砸去，便与一柄造型奇特的武器撞在了一起，砰的一声巨响。
那以坚固着称的圆盾中间竟然被砸的出现了一个凹槽，而涂元彬在圆盾内的手更是被这一击砸得手骨粉碎，一股痛彻心扉的剧痛传来，涂元彬忍不住放声惨叫起来。嘿，来吃我这一锤！一道冷笑声传来，涂元彬眸子一缩，便见到一个有着12个吉利形状的锥形铁锤砸来。这一锤来的实在太快，他只能勉强举起手中已被砸凹的盾牌抵挡。砰！又是一声巨响传来，随之便是让人心惊胆战的惨叫之声。这一锤下去，涂元彬的整个手臂都随着那残破的盾牌被砸得臂骨粉碎。再来再来！嘿！蒙古骑兵挥着铁骨垛自上而下凶猛地朝着涂元彬的头颅砸去，而这一次涂元彬已经再无力阻挡了。他的左手，应该说整个右臂都动弹不得，剧烈的疼痛让他汗如雨下，体如筛糠。面对这砸下的铁骨垛，他来不及避开，只能寄希望于头盔能顶住攻击。但显然他的头盔并不是太坚固，亦或者说那铁骨头本身就是破甲兵器，加上蒙古骑兵的强大的力道，二者结合之下，这一锤如天坠流星。砰的一声巨响，没有出现丝毫的意外，涂元彬的头盔被砸烂，而头盔中的脑袋更是被砸得凹陷。而此刻他竟还没有死去，他只是猛地瞪大了眼，身体不受控制地抽搐了起来。这么硬啊，那就多来几下。蒙古兵嘴角一咧，举着铁骨垛一下接着一下砸了过去，头盔被砸得粉碎，头颅被彻底砸烂，直到红色的血水混着白色的脑髓流出，那蒙古骑兵才大步离去，杀向了其他的涂元兵。下一刻，他瞅准一名骑乘在马上的涂元兵，小跑几步后，他纵身一跃，来，吃我一锤！突然窜出的他，明显让那涂元兵心中一惊，他急忙举着长矛刺去，但很明显，慢一步，那必然要迎来败局。破风声响起的瞬间，铁骨垛已经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的胸口上。尽管他穿着盔甲，但被这是大力臣的一锤击中，那盔甲如纸片般被破开，胸骨根根折断，插入内脏，五脏六肺破损，鲜血顺着他的喉咙不受控制地喷了出来。噗的一声，鲜血吐出之时，他也已经重重倒在了地上。而下一瞬，他就看到一柄弯刀朝着他的脖颈挥来。戴克利口中喘着粗气，原本对他而言轻松便可挥起的巨斧，此刻已经显得有些沉重，那是因为他挥动了太多次。而先前他每挥出一斧，便会有一名西京反抗军随之身死，但这一次情况却出现了变化，自己挥出的斧头已经很难一击就杀死敌人了。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要闪避敌人的攻击，不论是那锋利的弯刀，还是那极重的铁骨垛，亦或者刺来的长矛，杀伤力都让人不敢轻视。若是中了一击，便有可能折损在此。戴克利抬起了头，遥遥看向远处的一名敌军将领，那是个身材高大、面容阴翳的中年男子，他的身旁有多人护卫左右。他并没有一马当与人厮杀，反而是用那阴沉的目光不断地观察战场，似乎在盘算着什么事。戴克利深吸一口气，而后朝着他暴喝一声：“你是他们的主帅，镇北王，可敢与我一战？”声音很响亮，传入了那人的耳中。那人抬起了头，双眼微微眯起，而后道：“对付你们，还需要王爷来参战吗？”戴克利眉头一皱，怒声道：“你不是镇北王，报上名来。”那人摸了摸下巴，开口道：“白起。”戴克利皱着眉头，将巨斧架在了肩膀上，沉声道：“我可没听过大前有你这号人物啊，带出的兵甚至于都不太像大前士兵。”白起眯着眼，眼神阴沉，随后冷冷一笑：“你涂元国日后自然能记得我的名字，也会记住我的大军。”此言一出，戴克利虎目一瞪，怒斥道：“敢说如此大话，猖狂！看我取你性命！”话音一落，戴克利带着一群士兵向着白起冲去。白起摸了摸下巴，神色如常，只缓缓吐出二字：“匹夫。”随即他一摆手，蒙古铁骑迎上前去，而他则缓缓退入了千军万马中。戴克利见白起退入大军中，那副姿态明显是不将他放在眼里。戴克利胸中怒火燃烧，当即一声暴喝道：“来人，随我冲过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话音一落，一队涂元骑兵跟随着戴克利往前冲杀而去。这支骑兵队手中拿着的都是长矛，此刻乘骑着那高头大马，那魁梧的身躯上穿着银色的铠甲，此刻在夕阳下倒显现出一番不同寻常的气势来。戴克利挥动着手中的巨斧，斧柄修长，在他奋力一击之下，前方一名蒙古轻骑被这一斧砍中，他手中的那柄弯刀完全阻挡不了斧子的攻击。此刻只听一声闷哼，连刀带人被砍翻在地。哈哈，杀了他们！一击得手，戴克利情绪高涨，脸色变得一片赤红，熟悉的感觉又回到了身上。霎时间，这是涂元骑兵如一柄利刃般直往蒙古骑兵中插去。但就在这时，只听一声震人心魄的暴喝之声传来：“把他们给我弄下马来！”声音响起的一瞬间，几十名蒙古轻骑快速朝前冲锋，他们的身子趴伏在马背上，手中拿着钩镰枪。下一瞬，几十柄钩镰枪刺出，而对准的目标却不是涂元兵，而是他们胯下的战马。锋利的钩镰枪刺入马蹄旁，而后猛地收回，那铁钩勾中，利刃立刻切入马腿，鲜血混着血肉飞溅而出。战马仰着头，发出痛苦的嘶鸣，而紧跟着便是轰然倒地。砰砰砰，一匹跟着一匹战马倒下，马背上的涂元兵一脸慌张神色，连忙翻滚身子躲避砸下的马身。戴克利的战马未被勾中，但却被阻碍了前进的路线，这让他怒火中烧。而此时，先前那道暴喝之声再度响起：“戴，那个红毛鬼，可敢下马与我一战？”戴克利抬眼看去，只见前方不远处，
一身材魁梧，手持双戟的大汉正大喊着：“不是别人，正是典韦！”戴克利双眼一眯，看着典韦怒喝一声道：“哼，想与我一战，那就过来。”说到这，戴克利冷笑一声：“难不成你不会马战？”哈哈哈！此言一出，典韦大怒，当即大喝一声道：“去，把他们都拉下马来！”戴克利脸色一变，连忙大喝道：“别让他们过来！”但没有给他多余的时间，早已经有数名蒙古轻骑刺出了钩镰枪。戴克利挥着手中的巨斧，一斧头砍在了一名蒙古轻骑的马上。那小巧的矮种马迎头被斩中，当即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但在他倒下之前，那名蒙古轻骑已经先一步跃下，落地时他便一个翻滚，而后反手一枪刺出，将戴克利胯下战马的马蹄勾中。“给我下来！”那蒙古轻骑一声暴喝，奋力一勾，下一刻便只听轰的一声，戴克利连人带马翻倒在地。但戴克利岂是一般人？作为一名将领，他除却这魁梧的身躯外，还有着不俗的武艺，反应更是极快。落地的瞬间，他便举起手中的巨斧，朝着那名蒙古轻骑的头上砍去。眼看那名蒙古骑兵就要被砍碎头颅，正这时，只听一道破风声传来，下一瞬，一个魁梧的身影显现，猛地一戟朝着那斧头迎去。砰的一句响，随后便是嗡的一声，那是铁戟与斧头相击之时产生的嗡鸣之声。那蒙古轻骑眸子一缩，耳中都传来了一丝刺痛感，他急忙一扭身往后退去。与此同时，戴克利身边的几名手下也紧跟着往后退去。众人不自觉就让开了一片空地，他们都知道，接下来若是靠近这两人身边，必然会被误伤。而此刻，戴克利面露凝重之色，握着斧柄的手，虎口都有些酥麻。“你这蛮子倒是有些力气在身上。”戴克利冷声道。典韦扭了扭脖子，大笑一声道：“快1个月都没打过架了，今日可不得打个痛快。我有多少力气，你等会便知。接招！”话音一落，典韦飞身箭步，右手铁戟猛地朝着戴克利挥去。戴克利面沉如水，竟不选择防御，反而挥动着巨斧朝着典韦的腰腹砍去。他所依仗的便是斧子够长。眼见斧刃袭来，典韦脸色一变，急忙左手架起铁戟格挡在腰腹。砰的一声，斧刃结结实实地砍在了那铁戟上。典韦闷哼一声，身子往后足足退了2步才停下。戴克利冷笑一声：“不过如此，想杀我，你还不够格。”典韦也不以为意，嘴角一咧，再度迈着大步朝前奔来。“吃我一斧！”戴克利故技重施，再度挥出一斧。但这一次，典韦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他双脚一沉，扎了个马步，而后右手握紧铁戟，一咬牙关，朝着那砍来的斧头便是迎头挥去。这一击，他用了10成的力道。砰的一声巨响，一道火花随着一块斧刃残片迸射而出。戴克利虎口一震，斧柄险些脱手，但被他立刻握紧，这才不至于脱手。只是斧柄未脱手，那斧刃却已经被这一击给打得裂开了。戴克利脸色一变，心中震撼。要知道自己这柄巨斧可是专门打造的，便是那斧刃都是极重无比，此刻竟然能被一击打裂，这份力气着实骇人。不待他反应，便见典韦纵身一跃，举着双戟同时砸下。戴克利连忙举起斧柄，而刚一举起，便听砰的一声传来，这2戟结结实实地砸在了金铁打造的斧柄上。戴克利闷哼一声，高大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弯下了腰。这2戟实在是太重了，若不是斧柄也为金铁打造，只怕立刻就要折断。但即便如此，那斧柄也肉眼可见有些弯曲，好在斧柄韧性够好，若是再硬一点，只怕在这2戟落下时便要折断。若是结结实实挨上这2戟，只怕骨头都要被打碎。戴克利紧绷着脸，一张脸已经是赤红无比，他正奋力抵挡着铁戟的下压。下一瞬，一声暴喝传来：“给我跪下！”典韦瞪着虎目，紧紧握着双戟，将他往下压去。戴克利咬紧牙关，只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抬起。他往后一踏，一只脚的膝盖已经弯了下来。这简直是奇耻大辱！戴克利生平不知打了多少仗，还从未被别人压制的这么厉害。眼前这个敌人的力气实在非比寻常，此刻戴克利只感觉自己被一块巨石压住了一般，完全没办法起身。典韦瞪着双眼，一对虎目如同要喷火一般，脖颈间青筋暴起，双手使力压着铁戟一寸寸落下，大吼一声道：“给我跪！”铁戟与斧柄发出咔咔声，那斧柄正一点点弯曲。戴克利喘着粗气，明明天气寒冷，但此刻他已经是满脑门子汗，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落。他只觉斧柄上的传来的压力又大了3分。切！戴克利后脚一踏，腰腹使力，积蓄着全身的力气往上抬斧柄，几乎要咬碎了牙才蹦出一个字。话虽出口，但很显然他无法抬起分毫，反而身子弯得更厉害。砰的一声，戴克利终于支撑不住，一只脚跪在了地上。但突然他感到手中的压力顿时减轻，他急忙就要跃开。但就在这时，一声暴喝传来：“说让你跪，你就给老子跪！”仅一瞬的功夫，典韦在抬起双戟后再度砸下，而这一下却是比先前砸的还要重。戴克利瞪着眼，眼看着那双戟重重砸在斧柄上，砰的一声，火花四射。戴克利闷哼一声，双膝一软，2只脚同时重重跪在了地上。跪下的一瞬间，戴克利面色赤红，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下跪，那只有他在面见帝国皇帝时才会下跪，没想到今日却在大前人的身前跪下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侮辱了。戴克利此刻羞愤之际，恨不得立刻站起身来将眼前这个猖狂的敌人打得头破血流，但他做不到。他跪得很彻底，甚至那松软的土地让他跪起来还不那么难受，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而此时，一道冷笑声传来：“赶来这片土地，
你问过土地的主人了吗？戴克利抬起头看着典韦，咬牙道：莫要得意，我图元国兵多将广，迟一日晚一日，早晚这片土地会被我们拿走。你大钱女帝也配享用这片土地？此言一出，典韦大笑道：你这说的倒也不错，那娘们确实不配。不过这片土地可不是她的，而是我主公镇北王的。不仅如此，便是你图元国的土地，那也未尝不可取走。哈哈！此言一出，戴克利脸色骤变。若说先前他还不以为意，但经过这一番战斗，他已经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早在数日前，他便听闻在与图原接壤的北库草原，被镇北王率军前去剿灭了所有胡马。当时这个消息传入到图原时，他心中确实感到了一丝震惊。而之后，那支剿灭胡马的北凉大军一直待在北凉，但今日他们却突然的出现在西京。现在想来，这本就是天方夜谭的事。如今他们的将领甚至敢说这样的话，若是深思，这岂不是说这镇北王的野心已经大到了不仅要取大钱，甚至于还要……这一瞬，戴克利突然在心间有种发寒的感觉，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恐惧感。正这时，只听一道冷哼声传来：“你还不够厉害啊，可惜不能让我尽兴了。”话音一落，戴克利便见一只脚猛地朝着胸口踹来。此刻他完全没办法避开，只能硬接下这一脚。随着砰的一声，戴克利被这是大力沉的一脚踹飞了好几米，他的身子重重砸在了地上，陷入泥泞中。戴克利闷哼一声，嘴巴猛地张开，哇地喷出一大口血来。刚刚那一脚让他的肋骨都断了几根。将军，你没事吧？看到戴克利倒下，几名图原兵立刻跑了过来。但也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暴喝传来，却是典韦大踏步而来，手中2根铁戟挥舞的虎虎生风。那些拦路的图原兵急忙阻拦，但此刻典韦已是杀心正炽，哪管身前有多少人，一戟落下，便有一名图原兵被打得头破血流。即便是有人举着长矛进行攻击，典韦一戟打去，那长矛也随之而断。不过片刻之间，典韦已经杀到了戴克利身前。而戴克利此时正站起来，看到典韦再度杀来，戴克利眼皮直跳，连忙从一旁的图原兵手中夺过长矛，迎着典韦面门便刺了过去。典韦瞪着一对虎目，身子一歪，右手张开，一个扭身将那长矛夹在胳膊中。戴克利大惊，急忙往回抽长矛，但长矛纹丝不动，完全没办法抽回来。这时他是彻底的慌了，跟疯了一样大叫：快把他拦下！典韦看着他惊慌失措的脸，哈哈大笑，身子一转，便将那夹在胳膊中的长矛扭断。而此时数名图原兵急忙往前冲来，但刚一冲来，他们手中的长矛便被典韦的双戟打断。戴克利看着跟杀神一般的典韦，急忙大喝道：快抱住他！话音一落，几名图原兵往前一扑，尽管有几人被铁戟打死，但仍旧有几人抱住了典韦，而那对铁戟更是被2人牢牢抓住。见典韦被制住，戴克利总算是松了口气，但刚一松懈，便听典韦大笑道：抓着我的铁戟作甚？我腰上还有一把刀，你们以为那是装饰？话音落下的瞬间，典韦面色一沉，松开手中的铁戟，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腰间宝刀，银白色的刀刃出鞘瞬间，便有鲜血喷溅而出。闪烁的刀光中，围作一团的图原兵眸子一缩，下一刻便感到脖子一凉，数颗人头滚滚落地。戴克利瞪圆了眼，眼中全是惊骇之色。他只以为眼前之人只有一身蛮力，万没想到他使刀还能有如此威力。典韦一脚踹开趴在身上的尸体，看着戴克利冷笑道：来，再尝尝我的刀力不力。话落地的瞬间，典韦猛地朝前一跃，如同下山噬人的猛兽一般。戴克利浑身一颤，这一次周围却再无人能帮自己拦下这个野兽一般的男人了。他刚举起断成2截的长矛，那柄刀便已经朝着面门砍来。戴克利眸子紧缩，那刀刃却是朝着自己张开的嘴巴砍来的。下一瞬，刀刃划开嘴角，砍崩牙齿，下颌也被切开，在之后便是那坚硬的后颈骨，骨头随之碎裂。这一刀竟直接从戴克利嘴中削入，将他半颗头给砍了下来。典韦面沉如水，在那半颗人头还未落地之时，便一手探去，抓住那红色的头发，提起了人头。而戴克利的尸身则在此刻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而那尸身的脖梗处还连着下颌，死状令围观之人不由惊惧万分，甚至于一些图原兵看到这一幕后快速逃开，根本不敢靠近典韦一步。而这个场景也被已经离开战场的张掖看入眼中，他正站在一块土坡上远眺着战场，此刻看到戴克利被一刀砍死，张掖浑身一震，激动地握紧了拳头。这个敌人力大无穷，一柄巨斧厉害至极，先前不知道多少西京反抗军死在他手上，而如今面对北凉大军的这员猛将，竟被打成这样，这一刀实在是太利落了。张掖心潮澎湃，仿佛一刀砍死戴克利的人是自己一般。他情不自禁喃喃自语：好啊，杀得好啊！若我大前兵马人人都如这位猛士一般，怎会遭人欺辱？也不知秦泽从哪里找来的部将，竟如此勇猛。正此时，战场上的变化立刻吸引了张掖的视线，他眸子不由一缩，出现在眼帘中的是一支重甲骑兵，而此刻他们正形成合围之势，开始向前冲锋。伴随着号角之声，原本在蒙古轻骑之后的重甲骑兵们已经涌入了战场。在白起的战术中，第一轮弓箭的飞袭是为了留下图原大军，同时带来一轮杀伤，而轻骑兵们则是让这些图原兵不得不以带伤之身接战。在他们酣战间，重甲骑兵们则维持好阵型，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合围之势。如此一来，只要合围之势形成，而后可以直接碾压过去。一声大喝之声响彻在战场上。退！话音一落，
正在与屠元兵厮杀的轻骑兵们快速往后退去。一名轻骑兵骑着战马快速掠过战场，行至典韦身旁时，他伸出手，典韦立刻接住，翻身上了马。那匹蒙古马承受了2个人的重量，尽管身子健壮，但还是不由喘出一口粗气来。典韦此时手中还提着戴克利的半颗头颅，他脸带笑容，挥动着手中的头颅，大喊道：“你们屠元人的头也不硬啊！”哈哈哈！笑声张狂而得意，但屠元兵们看到主将已死，却丝毫不敢上前。此刻人人心中慌乱，此刻只想快速逃离战场。眼看着这些与他们交战的轻骑兵们正在快速撤离战场，不祥的预感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浮现。一名身材高大的屠元军副将喘着粗气，环视左右，眼见重甲骑兵们已经在收缩战场，而轻骑兵们已经开始从一个缺口中撤退。他知道接下来若是重甲骑兵若是冲锋而来，只怕无人能幸免。他一咬牙关，稳住慌乱的心神，举着手中的武器高呼道：“快，跟着他们从缺口出去，绝不能被他们围住，随我冲杀出去！快！”大喝之下，剩余的屠元骑兵们急忙催动马匹，紧跟着蒙古轻骑们往缺口赶去。正在被带着出战场的典韦看到他们正在追来，眉头一皱，当即就要回身迎战。正此时，却听一道熟悉的声音从不远处喊了过来：“不要回头，快速撤走！”典韦一扭头，看到霍去病正在不远处大声呼喝，而在他的身旁，弓箭手们已经在搭弓引箭。他嘴角一咧，当即不再理会：“不要管他们，快撤！”典韦一声大喝，轻骑兵们没有丝毫犹豫，朝着缺口快速撤去。而霍去病这时则双眼微眯，沉声道：“注意距离，不要射到自己人，拦截他们前进的路线就行。放箭！”话音一落，只听砰砰砰数声，公开似秋月行天，箭去如流星坠地。离弦之箭朝着正在冲击的屠元骑兵们射去。若说之前还未开战之时，屠元兵们还能依靠完整的阵型架盾格挡，但经历这一番厮杀后，早已经被彻底打乱了阵型，甚至于其中不少人的盾牌也在厮杀中被丢弃。此刻他们只想从缺口中逃出，哪怕是败仗，只要能留得性命也是好事。因而此刻弓箭射来，当下只能各显神通，想方设法避开弓箭了。为此，有人把头埋低，趴伏在马背上，还有那骑术高超的则双腿夹紧马身，身子倾倒，贴在马腹上躲避弓箭。手上还有盾牌的骑兵则相对而言好得多，他们只需要举起盾牌格挡便是。但这些弓箭可不仅仅是射向他们身躯的，其中大多数射在战马上。战马受痛之下，死命狂奔，朝着人群中就撞了过去。一时之间，人仰马翻，不知道多少人摔下了马。混乱之下，谈何能追上轻骑兵的脚步？那副将眼看着轻骑兵越跑越远，直到看见他们从缺口中出去，而紧随其后，那缺口便被重甲骑兵收紧。当他的目光看到缺口已经被堵上时，一股浓浓的绝望感袭上心头。战场之上，若是被重甲骑兵们围住，那便是陷入了绞肉机。他们若是冲锋起来，那真是尸骨无存。在屠元国中，重甲骑兵也是最强悍的队伍，而此刻自己的大军却被敌人的重甲骑兵们包围了，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包围了他，一张脸上已经是煞白一片，后背也被冷汗彻底打湿，吹来的冷风拂过面门，他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这时，一旁的屠元兵们已经喊了起来：“将军，咱们被围住了，只能朝着一个方向冲出去了。”话音一落，他抬起头朝着四周看去，这一眼看去，心更是凉了半截。太多了，太多了，太多重甲骑兵们！不论是哪个方向，都有着无数铁骑正策马奔来。这股钢铁洪流如同拍击岸边的滔天巨浪，当这股巨浪砸下时，如何能阻挡？完了，完了，已经出不去了，已经出不去了啊！副将有气无力的喃喃自语，但这声音立刻便被喊杀声盖了过去。那是来自于重甲骑兵们中的暴喝声。全军听令，急速冲击，碾碎他们！杀！暴喝声中，密集的马蹄声如同接连不断的落雷声，地面泥土飞扬，举着的长枪在已经暗淡的天光下泛出冰冷的光泽。烽火狼烟中，重甲骑兵们如猛虎下山，举着长枪冲锋而来，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四面八方，前后左右，全是重甲骑兵。矮小的蒙古马身上披挂了一层黑色甲胄，鼻腔中喷吐出白色的冷气，身上骑乘着的重骑兵们面色狰狞，脖颈间青筋暴起，一双手牢牢攥紧了手中的长枪。屠元副将嘶吼着：“保持阵型，保持阵型，挡住他们的冲锋！”只是这声音此刻是那么的虚弱无力。下一刻，砰砰砰，冲锋而来的重甲骑兵如一柄钢刀横扫而来，强势地撞在了屠元兵的身上，而且还是来自于四面八方，无数柄长枪刺出，直插入屠元兵身体内。瞬间，人仰马翻，血肉翻飞，呻吟、惨叫、哀嚎、痛苦的声音从屠元兵口中喊出，那是濒死时最后的呼喊。在来西京之前，没有人曾想过会在这里遇上这样强大的敌人，甚至于在出兵之前，他们已经想着要冲入城中后的寻欢作乐了。但如今回应他们的只有冰冷的长枪、如雨般落下的铁蹄，以及那愤怒的喊杀之声。身体被刺穿，血肉被踏成肉泥，失去焦距的眼眸中看到的只有一片片挥洒而出的鲜血。野心在这一刻被彻底瓦解。来自于蒙古骑兵中的重甲骑兵如钢铁洪流，粉碎了一切。战场外围，张掖与正在观战的西京反抗军眼见这股重甲骑兵冲入屠元兵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瞪圆了眼睛，嘴中倒吸一口凉气。对他们来说完全无法战胜的屠元大军，此刻却被杀得溃不成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此刻
这已经不是两军交战，而是其中一方赤裸裸的屠杀。好啊，杀得好啊！人群中有人举着拳头振臂高呼，紧跟着便是接连不断的叫好之声。张掖深吸几口气，一直以来愁绪满容的脸此刻终于缓解了神色。随即张掖抬起头，在千军万马中寻找着秦泽的身影。目光穿过厮杀的人群，张掖看到了在战场后方一群骑兵的簇拥下那个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的面容。那张脸上神色淡然，波澜不惊。微风吹过张掖的发梢，这一刻他心内百感万千。上次见他还是数年前，那时秦泽还不过一个小小少年，而如今却已是统领无数兵马，立下一件接着一件傲人战功的北凉镇北王了。而如今他带着大军以横扫之势将屠原人杀得溃不成军，实在令人振奋。眼前这支大军多像当年那个所向披靡的赤焰军啊！这一刻张掖目光中充斥着火热，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不论是抵御屠原大军，还是推翻金风鸾，重塑大前，唯有秦泽。断剑重铸之日，英雄归来之时，大前需要这样一位英雄。当天际的最后一抹霞光消散，深邃的夜色覆盖了平原，微弱的星光之下，战场上的烽火还在燃烧。火光中，地面已经被尸骸覆盖，鲜血将地面染得赤红一片。一具本来高大壮硕的身体此刻趴伏在泥泞中，但已经被踩踏得难以辨清原身，残肢碎骸东一块西一块，显得血腥而可怖。数百名蒙古轻骑手拿着弯刀行走在尸山血海中，每走过一具尸体时，他们都会低头看看这是不是尸体。若是尸体不太残破，他们便一刀向着脖颈斩下，不会给他们任何一个活命的机会。这时不远处的尸堆中有两具尸体突然爬起，而后疯狂朝着远处跑去。二人的脸上一片煞白，浑身的鲜血已经凝结在衣服上，这让他们的动作难以完全舒展。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顾不了许多，此刻他们只想快速脱离这个战场。今天的战斗已经让他们的内心彻底丧失了勇气，在这群恐怖的敌人面前，他们明白这次选择攻打西京无疑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如果能顺利的逃回去，他们只想赶紧回国，便是回去当个农民种土地，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总好过被任人宰割强。但就在这时，只听一道哨声传来，紧跟着便是几道笑声。听着这声音，二人脸色愈发惨白，跑得也更快了。不远处几匹战马正低垂着头，周围甚至都无人看管。看到这几匹马，二人眼前一亮，像是抓到了救命的稻草。他们加速奔跑，终于跑到了马前，而后猛地一跃而起，骑上了马。快跑！上马之后，二人急忙猛踹马腹，催着战马向远处跑去。风声呼啸，二人抖作一团，手冷得像是快要结冰，但一丝庆幸却在心中油然而生。逃出来了，成功的从那帮恶鬼手中逃出来了。两人骑着战马往边境处奔去，那里还有本部军营。夜色下，几十匹蒙古马载着他们的主人不紧不慢地朝着前方跟去。另一边，火光中，张掖与众多西京反抗军们看着一片狼藉的战场，心中震撼。先前在他们眼中，那几乎是完全没办法战胜的敌人，如今却被这支支援来的军队给彻底碾压。这一战，屠原兵也不知被杀了多少人，这实在让人心中振奋。正这时，一阵马蹄之声传来，张掖抬眼看去，而在前方，一群骑兵的簇拥下，秦泽正骑在马上，徐徐而来。相隔数米，张掖难以抑制心内的激动，快步跑了起来。只是刚跑出没几步，他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故人相见，这一刻，张掖心中百念丛生，一时之间却不知如何开口。而此时，只听轰的一声，却是身后的西京反抗军众人跪倒在地，大声道：“参见王爷！”张掖一怔，当即就要下跪。正此时，却见前方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起来吧，诸位，不用这些繁文缛节了。你们阻拦了屠原军入城，做得很好。我大前人便是面对再多的敌人，也不能屈服于他们。赤骨血性，便是我们立足的根本。”此言一出，众人神色一凛，脸上无不露出自豪表情。人群中有人喊道：“王爷斩杀如此之多的屠原兵，实在大快人心。今日一战，这些屠原人日后定然不敢轻易来犯。多谢王爷出兵援助西京。”秦泽摆了摆手，沉声道：“屠原大军盘踞在边境处，虎视眈眈，不可轻视。今日一战虽是大胜，但他们必然不会轻易退去。屠原国野心勃勃，图谋我大前国土甚久。如今他们既然敢出兵前来，必然已经做好了同我大前开战的准备。如此虎狼之徒，必要打得他们痛，打得他们怕，他们才不敢轻易来犯。”此言一出，秦泽身后的典韦跟着大喊道：“百拳直打死，免得卷土来！”话音一落，众人面露振奋之色，纷纷振臂高呼。秦泽翻身下马，走到众人身前，开口道：“北凉离此地甚远，我带着大军一路急行，紧赶慢赶，这才来到了西京。若是能提早几日赶来，绝不会让这么多人枉死在屠原人的手中。”只是话音刚落，便有人大喊道：“王爷，您能赶到，已经是西京的一大幸事了。今日您若是不来，西京早已经落于屠原国手中。”此言一出，张掖快步走上前去，躬身抱拳道：“王爷，多谢你能带军前来。若您不来，今日真是……”秦泽眸光闪动，小声道：“张大哥，多年不见，倒是生分了。”说完这句，他看向众人，震声道：“今日这一战，全歼敌军，就当作告慰这些将士们的在天之灵。”话音一落，张掖喉头滚动，已然是红了眼眶，而身后众人脸上也随之露出悲戚之色。这时，却听一道朗喝声响起：“打了胜仗，该当高兴才是！这些王八蛋竟然敢来犯我们的领地，
杀我们的人，必要让他们血债血偿。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典韦。对，将军说的对，今日王爷带军前来，全歼这些红毛鬼，实在是一大快事。此言一出，又有人紧跟着道：屠元国这群王八蛋，这些年来没少在西京生事，可恨有些吃里扒外的狗杂种在暗中与他们苟合，不然他们绝不敢派兵来西京。听到这话，秦泽眸光闪动，沉声道：今日前来，并未得到受命，圣上选择割让西京，实在是有悖民意。这西京自古便是我大前领地，我便是违抗朝廷之令，也绝不能让西京送于屠元之手。西京，今后我来庇护。而一旁的张掖此刻听到这话，心中积蓄的怒火却被再度点燃。他走到众人面前，震声高呼道：那些世家大族已经逃去屠元国，实乃可恨至极。但当今女帝金风鸾坐视西京遭受屠元国的欺辱，不仅不予以大军前来平乱，反而想切割西京，更是最大的罪人。若不是今日王爷带兵前来，只怕今日西京便要沦陷。到了那时，不知又有多少人要命丧屠元国之手。张掖的这番话立刻点燃了本就积蓄在众人心中的怒火上，立刻就有人大喊道：朝廷根本没有把西京放在眼中，简直是要亲手送出这片土地啊！老祖宗的基业迟早要毁在他手里。张掖怒发冲冠，回首看向众人，而后大喝道：王爷在北凉清剿胡马，却遭朝中大臣设计袭杀。金风鸾虽然表面上杀了黄龙，但岂知他早已包藏祸心。不久前，由庆王负责的千机营却已经秘密派人出京暗杀王爷，所幸被我赤潮盟的人察觉，派人前去拦截，才没有出事。王爷先前说要清君侧，但这朝中除了这黄龙外，那金家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清君侧，这所谓的君，才是最应该铲除的人。话音一落，犹如在本就暗潮汹涌的水面掀起滔天巨浪，众人面现怒色，纷纷大喝：狗皇帝！大钱在他手中，定然要分崩离析。屠元人可恨，这狗皇帝便是助纣为虐的国贼。张掖双眼简直快要喷出火来，大喝道：如此之辈，安能坐上皇位统御万民？而王爷自入北凉以来，先杀匪寇，后战胡马，一举让北凉再无祸乱。此外，王爷还减免税收，日后北凉必然是生机勃勃，人人安居乐业。王爷爱民如子，有如此贤德，岂不比那狗皇帝要强得多？话音一落，人群中纷纷大喊道：说得好，狗皇帝昏庸无能，该退位让贤才是。让他退位，让王爷上去。面对群情激愤的众人，秦泽脸现愧色，开口道：我秦泽虽为百姓做了些事，但也不过是分内之事罢了。这皇位，我秦泽何德何能坐上去？话音刚落，便见张掖震声道：若是那些权贵都想着为百姓是分内之事，这天下怎会乱？北凉怎会年年饿死无数人？西京怎会遭到屠元国的入侵？就是因为他们不拿百姓当人，做事不管，只顾着自己，才让大钱遭此劫难。说到这，张掖砰的一声跪倒在秦泽面前，高呼道：王爷，再没有比你更适合当皇帝的人了。你若不当国君，这天下人又岂能答应？这不是我的请求，而是天下百姓的请求啊！此言一出，砰砰砰，身后的无数人尽皆跪倒在地，面容恳切地看着秦泽道：王爷，您若愿意揭竿而起，推翻狗皇帝，我们必定全力支持。秦泽急忙扶起张掖，同时开口道：不可不可，我怎能堪当如此重任？见秦泽还在推辞，张掖怒火中烧，震声道：王爷，难道您是担心敌不过狗皇帝吗？只要您发话，便是这条性命，我也可以交于王爷。经历今日西京一事，不知有多少百姓对朝廷心寒，他们何尝不与我一样？张掖的话一说完，身后的众人紧跟着就喊了起来：王爷，您才是那天命之人啊！既有贤德，又能立克胡马，打得屠元溃不成军，又怕那狗皇帝作甚？您若担心兵马不够，我西京的男女老少都来参军。秦泽身后的典韦此刻嘴角微抿，微微扬起了头，而霍去病则是眨也不眨地看着秦泽，面色赤红，显然是憋了一肚子话。只有白起神色不改，却是看着那边境处的深沉夜色，也不知在想什么。而此时，秦泽抬起了头，看向众人道：如今屠元国仍在西京边境虎视眈眈，这才是当下最刻不容缓之事。至于推翻金风鸾，另立民主，这都是日后之事，倒不可操之过急。且让我先击退屠元国，先保我大前领地不可丢失。这几句话一说出来，人人神色肃穆，脸现敬佩之意。张掖神色激昂，开口道：到了这时，王爷还是将大钱、将百姓放在第一位，如此之人，焉能不登地位？话音一落，众人纷纷大喝：王爷，不论何时，只要您说要推翻金风鸾，我们必然用您为帝。秦泽双眼微微眯起，神色不变，却未再多言语。这时，身后的白起走上前来，在秦泽耳边低语了几句。秦泽微微颔首，随即白起看向众人道：诸位，此行前来西京援助，一路匆匆只为赶路，未来得及带上行军之物，还需借用你们的营帐等物。如今屠元军仍旧还在边境，这几日必然还有一战，诸位先行退回城中，这里就交于我们吧。张掖张了张嘴，正欲开口，秦泽摆摆手，开口道：论行军作战，我手下的兵马更擅长，诸位请回吧。此言一出，张掖点了点头，面向众人道：各位，王爷还要迎战屠元大军，咱们即刻回城，给王爷筹备辎重，后勤交由我们。话音一落，西京反抗军当即答应了下来。秦泽走到张掖身旁，开口道：军粮就不需要了，让百姓们留着吧。张掖一听此言，更是感动，开口道：
王爷，西京的统军阮真父被我杀了，他府中不知有多少粮食。王爷要前去出征，怎能无粮？将士们都是人，也要吃饭，没有粮食如何能行？这天寒地冻的，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打仗啊！秦泽一摆手，屠元军的粮便是我的粮，我秦泽绝不拿百姓一针一线，要拿，那也是拿敌人的。这话一说出来，人人面色赤红，脸上的敬佩之意简直快要溢出来。王爷，您真是……秦泽打断道：“时候不早了，烦请诸位先回城吧。接下来还要有硬仗要打，我们也该歇歇，早做准备了。”话一说完，秦泽一摆披风，留下一个洒脱的背影，走入了骑兵中。张掖看得眼眶泛红，当即唤来一名部下，命他火速带人回城，连夜筹集营帐等物过来。而随着西京反抗军的人回城，镇北王率大军前来，一举斩杀所有来犯的屠元军的消息，自然而然地传遍了整座西京。得到这一消息的民众人人振奋，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得知这些保家卫国的将士们为了赶路，此刻不仅连军粮没有，甚至于连一处庇护之所都没有，人们心疼不已。知道他们是为了继续迎战屠元军，所以才不愿回城，更是感动得声泪俱下。随即这一夜，所有人都忙了起来。在西京反抗军的组织下，他们冲入统军府，冲入那些世家大族家中，将他们来不及带走的粮食以及各种军需物品筹集起来，马不停蹄地送出城外。百姓们是朴实的，是简单的，你对他好，他看在眼里，会奉献出一切。同样，民众的力量也是强大的，尤其是万众一心的时候。很快，各种物资送出城外，营帐被民众们自发地架起，送来的木柴被点燃，架上了锅炖上了食物。尽管秦泽已经一再声明不需要粮食，但还是有百姓杀猪的杀猪，宰鸡的宰鸡，只为了将士们吃饱穿暖，尽一份绵薄之力。毕竟他们是为了自己而战。午夜时分，月朗星稀，西京城外连绵不绝的军营已经被篝火照得一片透亮。一处篝火旁，典韦、霍去病、白起三人正围坐在一起，火堆旁烤着3只鸡，典韦眨也不眨地紧紧盯着。而霍去病此刻正与白起聊天，派去跟踪的人还没回来，也不知那屠元国在边境还有多少人马。霍去病摸着下巴沉思道。白起搓了搓手，淡淡道：“不论多与少，都有办法将他们歼灭。我就担心他们经此一战后心生怯意，若是退兵回国，那就有点麻烦了。今日来的匆忙，事先也并不知屠元军派了多少人来西京。若是早知道今日他们只有7、8万人，就没必要一次派出30万大军前来了。”此言一出，典韦从烤鸡上收回了目光，看向白起的脸上露出疑惑神色。为何？人多打人少，不是更好？白起轻笑一声，只是这笑容却显得格外阴沉诡谲。藏一些兵马，假装和他们打得有来有回，放他们一些人回去，让他们以为能有战胜的机会。如此一来，他们才会继续组织兵马发起进攻。这一次打得太狠，他们若是害怕，此后不敢来了，那岂不是可惜？主公不是说了吗？歼灭的人越多，咱们的兵马就越多。话语一落，典韦点点头，露出了然之色。霍去病摸着下巴道：“如此看来，只能希望屠元军越战越勇了呀。希望他们不服输，来得多，杀得多，兵就越多。”此言一出，典韦抬起头来，哈哈大笑。白起面色一变，沉声道：“骄兵必败，还是收敛些吧。待打赢了，再痛痛快快的笑也不迟。”典韦面色一紧，不再言语，而是拿着烤熟的烧鸡吃了起来。正这时，一名士兵小跑着过来，霍去病招招手。那士兵从怀中掏出一封看舆图，交于霍去病手中。借着火光，霍去病摊开看舆图，看向白起道：“这是我命人从西京统军府中取来的看舆图，囊括了边境之地的地形。”白起点点头，二人低下头细细看了起来。夜色下，两国交界处，一条宽阔的大河贯穿了陆地，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块地域。而在河道上，一道大桥连通两地。而在距离河道数百米之地，点燃的篝火将屠元军营地照得一片透亮。连绵不绝的营帐外，2名溃逃的骑兵驾马而来。随着这二人进入营地，本来安静的营地内不久后便出现了骚乱。其中一间营帐内，一声惊叫更是几乎响彻了整个军营。什么？都死了？营帐内，一光头壮汉瞪着一对虎目，眼中似要喷出火来。他身材高大，足有9尺，身着一件银白色的盔甲，更显雄壮。不是别人，正是此次统领大军前来大前的屠元军主帅摩柯丁。他正看着一旁抖作一团的2名士兵。摩柯丁脸上一片赤红，额头上甚至都有青筋泛起，足见此刻心中的怒火已经旺盛到了何种地步。下一瞬，他一声暴喝：“抖什么抖？再抖拉下去砍了！怎么就打输了？还全死了！”话音刚落，2人中其中一人轰的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他的脸色一片铁青，嘴角渗出鲜血，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这突然的变故让营帐中几人都愣住了。下一刻，剩下那名士兵急忙蹲下身子，手伸过去刚放到鼻子上，就惊叫一声：“啊！他死了！他死了！”他手足无措的大叫，慌乱到了极点。摩柯丁看着倒下那人的胸口，双眼微眯，而后怒喝一声：“别叫了！”胸口甲胄破了，想来是重物击打胸口，内脏早已经破裂了。能跑回营地，已经算是命大了。听到这话，那士兵才逐渐安静下来，但这时他眼眶却已经是全红了。他颤声道：“元帅，太惨了，所有人都死了。本来打得好好的，西京眼看就要杀进去了，谁知道他们来了援军，而且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他们是镇北王的兵马。戴克利将军本来已经命令我们撤军，只是那支兵马来得太快，那些弓箭手简直不是人，射出的弓箭实在是太远，叫我们留了下来。之后他们以多打少，
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发起有效的反击，甚至连撤退都做不到啊！说到这，那士兵脸色一红，小声道：“要不是我诈死，只怕真没办法回来向您汇报军情了。”刚说到这，那摩柯丁眉头一皱，下一瞬，他惊叫一声：“不对！”那士兵被这一声惊叫吓得一颤，可不待他开口，就听摩柯丁对着一名部将喝道：“快，加强军营防卫，派一队人巡逻周边，他们回军营很有可能已经被人跟踪了。快去！”是，元帅。那部将神色一紧，急忙快步走出营帐。而那士兵此刻脸色一片苍白，浑身上下抖作一团。摩柯丁看着他冷哼一声道：“戴克利有勇有谋，带了8万兵马却被杀，那帮敌兵怎会遗漏你们2人？定是故意放走你们，在后面跟踪来刺探我军位置的。”那士兵砰的一声跪倒在地，属下不知啊，若是知道……话未说完，摩柯丁摆了摆手打断道：“算了，不怪你。”他摸了摸下巴，眼神中满是狠厉之色，冷哼一声后接着道：“好一个镇北王啊！大前皇帝都已经与我们签订了条约，西京已经被分割出去了，他却狗拿耗子来掺一脚。敢杀我的人，我会让他们付出10倍代价来。”那士兵急忙道：“元帅，镇北王的这支大军人数不少，至少也有20-30万人，而且战力极强，咱们就是……”话未说完，摩柯丁冷斥一声道：“今日这一战，害破你胆子了？你还是不是我图元国的勇士了？怎能惧怕区区大前人？别说20-30万人，就是再翻1倍，又有何惧？”说到这，摩柯丁坐在垫子上，摸着头静静沉思，旋即他嘴角一咧，却是露出一个阴沉的笑容来。只听他喃喃道：“本来只是为了西京，现在他们杀我们8万人，倒可以借此向国内请求增兵了，看来也不全是坏事。”说到这，他手一抬，唤来帐内一名部将，火速回国，就说大前签订条约之事乃是缓兵之计，今日发动奇袭，杀了我们8万人马。记住，要上面多派些援军过来，把局面描述的越严重越好，就说大前也在增援，还有兵马要来西京，阐明已厉害。若开战，那便一举攻入大前。那部将看着摩柯丁的神色，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将军这是要借着这次西京之战立下不世之功啊！毕竟西京当初是涂元管辖的，2年前却被大前夺走，如今将军去收复西京，若是再杀得大前溃不成军，到了那时，不说西京了，甚至西京之外的地方也能。想到这，他朝着摩柯丁点头道：“是，元帅，我这就去办。”刚要出营帐，摩柯丁将其叫住，而后开口道：“对了，此番作战，他们若是见到我们增援过来，说不定会退守城中，极有可能要进行攻城战。你回国后运送一批攻城利器来。”那副将当即答应下来，而后马不停蹄带人过桥回了涂元国。摩柯丁随后又细细问了那士兵今日一战的细节，待全部问清楚后，他摸了摸下巴，心中静静沉思。随后他一摆手，又唤来一名部将，命他今夜即砍伐陵墓，构建防御工事。毕竟对面兵马众多，自己现在手中兵马不多，若是突然打起来，还真不好应对。一番安排后，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正此时，外面传来马嘶之声，却是刚刚出去巡逻的人回来了。那名校尉进了营帐，当即回禀道：“元帅，果然不出您的预料，我们出了营地，一番巡查之下，果然见远处有响动。待我们前去之时，他们已经跑得远了，属下担心中了埋伏，这才没有前去追击。”摩柯丁微微颔首，沉声道：“好，知道了，先构筑防御工事吧，做好应对，待援军前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咱们来个以退为进，先让他们得意一回，日后必定加倍偿还。这西京迟早是我涂元帝国的囊中之物。”说到这，营帐内几名部将纷纷道：“元帅说的是。”此刻人人脸上都露出一股狠厉之色，仿佛是人的猛兽一般。而在另一边，西京城外，营帐内烛火摇曳中，张掖看着面前的秦泽，开口道：“王爷，已有数年不见了呀。”话刚一说出口，秦泽轻笑一声道：“生分了呀，张大哥，这里就你我2人，倒不必如此见外。”此言一出，张掖喉头滚动，却是半晌说不出话来。秦泽拉着他坐下，开口道：“不必如此生分，在外我虽是镇北王，但咱们还是至交好友，一如当年。多年未见，你竟然已经在大前组织了这么多人马，真让我没想到啊！”张掖脸现愧色，摇摇头道：“终究还是力量孱弱，远不如正规军队。若是能有你率领的这支大军这般战力，西京的人不会死这么多。”说到这，张掖面露悲戚之色。秦泽摆摆手，开口道：“你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必自责，尽人事听天命便是。”说到这，秦泽话锋一转道：“今日你说朝廷派人来暗杀我，此言非虚。”张掖面色一紧，点头道：“这是当然。难道你以为我仅是为了帮你造势吗？”故意说这番话。话音落下，2人对视一眼，嘴角都露出了淡淡笑容。张掖接着道：“今日我说出那番话来，句句属实，绝不仅仅是为了煽动百姓。狗皇帝昏庸无道，无能至极，而那以庆王为首的金家，在暗地里做了不少丧尽天良的事。这金家就是我大前的蛀虫，若是不除了他们，百姓们绝对没有好日子过。”说到这，张掖一脸郑重地看向秦泽：“秦泽，如今你手握大军，民心也都向着你，正是推翻狗皇帝的好时机。”秦泽微微颔首，沉声道：“张大哥，在你面前，我也没有隐瞒的必要。2年前，金风软进我秦家，这之后虽然封我为镇北王，将北凉交于了我，但我自出京之日起，便几次3番被他设计，想杀我。哼，那黄龙只不过是他的棋子罢了。这次清君侧，我便是要铲除他。”话音落下，张掖点头道：“不错。
当前虎威将军对大钱忠心耿耿，最后秦家却被他如此对待，这狗皇帝当真是歹毒至极。秦泽摇摇头，其实当年我早已经劝说过爹，只是他一心只为大钱，只说要先剿灭一族，加上我那时身在北凉，才让他在扶桑海战上。说着，秦泽轻叹了一声。谁料这话一说出来，张掖面色一沉，开口道：不，秦泽，扶桑海战没有那么简单。那时我正在国内四处游历，当时我就在东海。秦将军出海之时，所带兵马有数十万大军，而那扶桑乃是一岛国，又有多少兵力？即便他们擅长海战，也不可能将赤焰军全部留在海上。秦泽眉头一挑，脸色空前的凝重。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我一回京便被软禁，而他竟直接与扶桑签订了协议，对此事完全不过问。哼，我说必然是他早已经与扶桑勾结了。张掖跟着道：不错，这几年我曾在暗地里调查，表面上扶桑虽然已经向我大钱俯首称臣，但实际上他们这2年并没有向大钱上贡过一次。狗皇帝所说的每年纳贡，不过是幌子罢了。便是如今扶桑依旧在不断骚扰东海，狗皇帝派黄天威驻守东海，便是为了提防扶桑，只是他这事做的倒是隐秘，东海那边的消息几乎都被封锁，就是怕泄露实情。扶桑不上贡，必然是背后另有隐秘。若所猜不错，当年虎威将军出兵之时，必然已经被狗皇帝在暗中设计好了。当初出兵海上时，所乘的战船乃庆王所辖的神机营负责，说不定便是那些战船被做了手脚。听到这，秦泽脸色逐渐冷冽，极有可能庆王哼，当初也是他推金风鸾上皇位的，看来这些事都和他有关联啊。张掖点点头，咬牙道：不论是庆王还是庆王的那几个子嗣，都不是好东西，这一家都是隐藏在暗地里的恶鬼。金界人虽取了个人字，但为人却毫无仁义之心，反而残暴无比。当年我大哥张冉便是被他设计害死的，而那金建德，哼，他也配戴德字，完全无德可言，品性最是败坏。他的事我都不屑于说出来，简直龌龊至极。那专门负责暗杀的千机营，便是为金建德所统帅。这些年他在背后做了不少恶事。秦泽摸了摸下巴，深邃的眼眸中无喜无悲，他淡淡道：我这2年被软禁京师，出北凉后便是马不停蹄地奔赴一个接一个战场，也不知如今金风鸾手中有多少兵马。说到这，秦泽看着张掖，沉声道：张大哥，你可知如今朝廷兵马有多少？话说到这里，张掖自然明白秦泽是在为日后反攻京师做准备了。他略一沉思，而后开口道：自那场海战后，朝廷以黄龙的兵马最多，那盘龙军有100万之众，但盘龙军如今早已被分散，尤其是此次诛杀黄龙后，这兵权想必都被收回了。而除却这100万盘龙军外，金家本身还有不少兵马，加起来想必不少，不过具体多少我还真不知道。当然，除了兵马之外，庆王手中的神机营更不可小觑。听到这，秦泽双眼微眯，哦，此话从何说起？张掖沉声道：数年前庆王便派3儿子金建中去了海外，据说是在海外学习西方技艺，而那神机营本就是研发各种奇技淫巧，诸如一些大型武器。那金建中这2年又送回来不少新型武器，如今若是这些军备都被用上的话，他们的实力必然极强。说到这，张掖面色凝重，接着道：秦泽，你手中兵马不少，实力也很强，但说实话，还不具备一举推翻金风鸾的实力。因此，待你了却西京之事后，我来撰写讨贼檄文，号召天下百姓反抗金家，让百姓们投入你麾下，将其训练成兵后，才能与金家抗争。但在此过程中，他必然要对我们动手。张掖叹了口气，眼中露出忧愁。这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在我的预想中，至少也需要。说到这，他对着秦泽伸出手掌：5年，甚至可能都不止。不过，我已经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了。秦泽，想必你也已经准备好了吧？听完这一席话，看着张掖那一脸郑重的表情，秦泽摇了摇头，轻笑了一声。看到秦泽笑了，张掖眉头一挑，略一思忖后明白了秦泽的意思，遂开口道：秦泽，你的意思是5年也还不够？秦泽正欲开口，却听张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倒也是，金风鸾这几年一直在收回兵权，如今手中尚且有不少兵马，咱们能利用时间，他也可以训练出更多的兵马来。说到这，他抬眼看向秦泽，一脸郑重的道：不过秦泽，你可不要忘了，经过西京之事后，民心可都是向着你的，有这些百姓们在，推翻金风鸾不过是早晚的事，只要咱们有这个决心，一定没问题。另外，话未说完，秦泽打断了他的话：不用，张大哥，我懂你的意思，我心中已经有主意，也不需要借助多少百姓的力量，民心所向便已经足够了。张大哥，实不相瞒，我有一事需要你帮忙。张掖一愣，紧跟着就开口说：什么事？只要你开口，我一定会全力帮你。秦泽摸了摸下巴，沉声道：想请你帮我查一查当年扶桑海战之事，若是能查出个水落石出，也好还家父一个清白。此外，若真是金风鸾派人在背后设计，哼，那也可让他被天下人口诛笔伐，落得个千古罪名。此言一出，张掖面色一紧。若是金风鸾当年真的做出了这等事，今后除了被推翻以外，还要被史官记上此事，那真是遗臭万年。不论事过多少年，那也是被人唾骂，这真是杀人又诛心，身前身后名都臭了。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自然还是还虎威将军一世英名。毕竟当初那一战死了几十万赤焰军，虽然在民众间不说什么，但依然还有一些居心叵测之人为此诟病。想到这里，张掖郑重的点了点头，他双手抱拳道：好，此事就交由我来办。
我赤潮盟遍布全国各地，虽然人数不多，但情报网密集。明日我就离开西京，召集人马开始查当年之事。秦泽点头，张大哥，扶桑海战已经过去了2年，想来知晓此事的人也少之又少。我想你可能需要前去东海，说不定还要去扶桑，毕竟当初是他们与父亲交战的。张掖目光坚毅，沉声道：“放心好了，我一定查出个水落石出。东海也有我赤潮盟的人。”话音落下，秦泽抱拳道：“如此甚好，多谢了，张大哥。”张掖急忙道：“我张掖这些年在大前东奔西走，到了今日却还没做成什么大事。今日若不是你带军前来，这西京便要沦陷。如今你还要继续对付屠元国的大军，与你相比，我所做的这些事又算得了什么？谈何谢我呢？”说到这，张掖目光中露出一丝担忧：“秦泽，屠元国这几年发展迅猛，兵强马壮，如今你再次迎战屠元军，可不能大意，你可一定要当心啊！”话音一落，秦泽轻笑一声：“我会当心的。虽然现如今只有30万大军，但对付屠元军还不是什么难事。”张掖摇了摇头，轻叹一声道：“不是我要灭你威风，今日一战，虽然北凉军所向披靡，屠元军完全不是对手，但说到底你还是孤军奋战，朝廷不会派下一兵一卒来。而那屠元国这次既然敢派兵前来，那是得到了一个国家的支持。若是他们国内继续加派人马前来，那就哀。”秦泽拍了拍张掖肩膀：“张大哥，不用担心我会好好应对他们的。”看秦泽如此自信，张掖心中愈发忧愁。终于，他走到秦泽身边，小声道：“秦泽，听我一言，我知道你此番是为了百姓才来西京，但若是屠元国真的派出数倍于你的兵力来，切不能逞一时之勇和他们正面交战。以我之见，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西京城外构筑防御工事，只要不让他们进来便可。有这30万大军在，他们绝对攻不进来。严冬将至，这天气越来越冷，他们的粮草供应也跟不上，久战攻不下，一定会退军。”说完这话，秦泽摇头笑道：“怎么，张大哥，你以为今日我在大家面前说的话是喊口号，只是做做样子，为了收取民心？”张掖连忙摇头：“当然不是，我知道你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屠元军退兵，只是我这心中总是担心。愚公，现如今只有你能推翻荆家，也只有你能将大钱救于水火之中，你绝对不能出事，你是要做大事的人。于私，你是秦家独苗，也是我的好友，我实在不能看着你折损在西京。当年我弟弟张健在迎战胡马时，也曾是一腔热血，而最后却……”说到这，张掖的声音都有些哽咽了。于公于私，秦泽，你都要好好活着呀！张掖这番情真意切的话，让秦泽也深受感动。他神色一凛，走到张掖耳边小声道：“张大哥，实不相瞒，我还有兵马，他们正在赶来。只要屠元人敢踏出边境一步，挨多少我杀多少。”话音一落，张掖眸子一缩，浑身不由一震：“什么？还有兵马？哪来的这么多兵马？难道秦泽在北凉时一直在紧锣密鼓的练兵？”张掖一头雾水，急忙道：“秦泽，你可不要为了安慰我，故意说出这般话来，你可不能逞强啊！”秦泽哈哈一笑，话锋一转道：“行了，张大哥，我自有安排。西京的事你不用担心，若真如你所言，屠元国派大军前来，我就退。我行军作战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懂知难而退这个道理吗？”这话一说出来，张掖总算是放心了。随即他抱拳道：“好，不论如何，西京就交于你了。时候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就不耽误你歇息了。”说着，张掖朝着帐外走去，秦泽走上前去相送。今夜月朗星稀，篝火随风摇动，营地里一片安静，士兵们大多都已经歇息了。帐外，士兵已经牵来了马匹，张掖翻身上马，朝着秦泽再一抱拳，而后驾马离去。风声中，秦泽负手而立，直直地看着张掖离去。只是张掖刚走没几步，他拉停马匹，回过了头，而那脸上此刻眼眶却是泛红了。已有数年，你我未曾相见，今日匆匆一见，却是立刻就要分别。秦泽，东海距离此地甚远，此去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珍重。秦泽笑着摆了摆手：“不会太久的，张大哥，都是大男人，分别何必如此感伤，可叫人看了笑话。”张掖摇了摇头，朗声道：“今日见面在西京，下次见面该在何处？”话音一落，二人同时开口：“该在京师。”哈哈哈！两人都笑了起来。走了。张掖拱拱手，驾马离去。冬日的冷风吹过，将张掖那沾血的衣衫吹得飘起，一人一马在火光中越走越远。秦泽深吸一口气，小跑几步大喊道：“张掖，今后你来辅佐我治理大前。”呼啸的风中飘来张掖豪迈的应答之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到必要做到。秦泽，我答应你了，杀屠元，入京师。”话落下，而那呼啸的风也刮得愈发猛烈了起来。待张掖渐行渐远，直到彻底消失在视线中，秦泽这才转身回了营帐。而刚一进入营帐，便有两人紧随而来。主公，白起和霍去病二人躬身抱拳道。秦泽微微颔首：“如何？派去探查的人回来了？”霍去病点了点头，开口道：“回来了，只是屠元军分外警惕，还未完成彻底的探查，就被他们发现。”说到这，白起跟着补充道：“不过倒也不是一无所获。”秦泽走到垫子上，摆摆手示意二人落座。待二人坐下后，秦泽才不紧不慢开口道：“有何收获？”白起轻抚胡须，双眼微微眯起，而后徐徐道：“敌兵数量现如今不如我们，不是未完成探查吗？何以见得不如我们？”秦泽拿起水袋，轻饮了一口。霍去病轻笑一声：“他们今夜营地很乱，
人声一片，还闹出不少动静来。在外围远远检查的士兵们看到他们在挖土，在伐木，附近那片小林子的树块被他们砍完了，想来是在构筑防御工事。兵马若是比我们多，何必多此一举构筑防御工事？话音落下，白起点点头，跟着补充道：他们是怕我们这几日打过去，又不想放弃西京，因此这才构筑防御工事，看来是要长久作战了。秦泽摇摇头，感叹道：我这30万大军未来之前，屠元军以为西京唾手可得，因此不仅防御工事没做，甚至兵马也没带多，看来是真没把西京放在眼里。如今这一战杀了他们8万人，他们倒是慌了，思之令人发笑。白起点头，跟着开口道：主公，他们构筑防御工事，打算继续攻打西京，于我们来说倒也是好事啊。如今30万兵马在此，若仅是歼灭8万人，那实在是大材小用了。今日一战，折损不过数千，其余的兵马安排得当，足以杀100万大军。说到这句话时，白起眸光闪动，眼中全是锋芒。秦泽怎会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双手环胸，淡淡道：以你之见，何时出兵攻打屠元军？白起摸了摸下巴，脸色深沉，徐徐道：他们构筑防御工事，是打算在这不走了，兵马不如我们，却又不走，那必然是在等援军。说到这，白起的声音阴冷了起来，他接着道：想多歼灭敌军，那就等他们援军前来，发动一场彻底的歼灭战，消灭这一大股有生力量，那才能将收益最大化。话音刚落，霍去病眉头一挑，沉声道：等多久？等多少援军？这很关键。若是屠元国增援的兵马数量极多，甚至远远超出我们，到时候与之交战，只怕会陷入焦灼状态。此外，如今我们并无多余粮草，在这里待一天，那都需要几10万斤粮食。这场仗我们需要打多久呢？说到这，他将目光看向了秦泽。秦泽摸了摸下巴，心中沉思。现如今一天能积攒500万出头的积分，而大军当前需要消耗的粮食，按照一人1天2斤来算的话，那就一天需要兑换60万的粮食来，也就是60万积分。因此，粮食对于当前的大军来说，并不算什么问题。此外，屠元军能派援军过来，自己这增长的积分速度，不是更比他快得多？当然，为了不过多消耗粮食，若无必要，自然没必要先兑换大量兵马过来。兵马可以不增，但战力可以继续增强。上次升级到了2星商城，多了一堆强悍的军备，如果升级到3星商城，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想到这，秦泽在心内向系统发出提问：升级3星商城需要多少积分？叮！升级3星商城需要1000万积分解锁。听到回答，秦泽眸光闪动，1000万的积分，那也就是2天便能积攒到。2星商城的军备已经很厉害了，这3星商城的军备又该是怎样的呢？想到这，秦泽心中已经有了主意。旋即，他看向白起与霍去病2人，沉声道：无妨，粮草不用担心，养30万大军绰绰有余。白起，就按照你说的来，待屠元军集结更多兵马后，再一并歼之。说到这，秦泽面无表情地接着道：至于这场仗要打多久，不由我们决定，要看屠元国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让他们再无兵可用。白起当即抱拳道：是，主公。秦泽随后看着霍去病道：霍去病，命你率兵严密监察屠元军的动向，若是他们有下一步动作，及时回报。他们如今虽然已经在构筑防御工事，但还是得想办法侦查。这件事就交由你去办。霍去病面色一紧，当即抱拳道：是，主公。明月越升越高，夜逐渐深了。西京城外的军营已经陷入了彻底的安静，只有轮换值守的士兵们在岗哨上，其余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而在另一边，位于边境处的屠元军营，此刻却是点着篝火，热火朝天的忙作一团。在数名校尉的指挥下，士兵们挖开冰冷的土地，将粗壮的木头插入进去，紧张地构筑着防御工事。尽管天气已经很寒冷，但此刻他们身上已经出了热汗。好在人数众多，足足有数万人一同构筑防御工事，各种木质碉楼、塔哨很快随之而起。直到天微微亮起，简单制作的防御工事才被初步建造好。营帐内，摩柯丁从梦乡中醒来，走出营帐后，他带领几名副将前去检阅防御工事。看着各个矗立的木质建筑，他摸了摸下巴，对着身边的几名部下道：进展还不错，但仍旧要加固，不可让他们攻进来。是，元帅。随即换班前去的士兵们开始继续加固防御。摩柯丁看了眼逐渐升起的红日，自语一句道：今日看来是个好天气，可以多干点活。不知道彼得大帝会派多少援军过来。4天后，京师庆王府大堂上，庆王坐在椅中，轻抚着额头，那眉头已经完全拧紧。而在台下，永宁郡主金长歌却面色轻松，举止悠然。见父亲面色凝重，他轻笑一声道：爹，秦泽击退屠元兵，这不是好事吗？为何您却一脸不高兴的模样？此言一出，庆王放下手，摇了摇头，冷冷道：哼，谈何的好事？话音一落，金长歌撇撇嘴：陛下选择割让西京，我就觉得不好。西京可是我大钱的领地啊，怎能轻易割弃？如今秦泽带领骑兵前去，成功击退屠元军，还杀了他们8万多人，女儿倒是觉得这做得好，灭了屠元威风，也长我们大钱的锐气。庆王狠狠瞪了他一眼，冷斥道：胡说八道！陛下已经与屠元国签订条约，答应西京自立，如今秦泽却不管不顾，带兵前去与屠元军交战，还杀了这么多人，此番举措岂不是逼着我们与屠元国开战？你以为杀了8万人是好事？恰恰相反，我们已经2年与屠元国未发生战争，而此战过后，那就是真的要彻底开战了。到
到这，庆王揉了揉眉心，叹声道：“也不知道他怎么带那么多兵马去西京的，按理来说不应该啊。北凉军还在关口，并无动静，这30万大军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秦泽哪来的这么多兵马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金长歌见父亲这样说，反驳道：“爹，不论他有多少兵马，总而言之，这不都是为了西京吗？这怎么是坏事了？保卫我大前领地，乃民心所向，我看这是大功一件，该赏才是。”此言一出，庆王一拍桌子，怒斥道：“你懂什么？陛下前脚签订条约，后脚他就去把人给杀了，这不是堂而皇之的违背陛下之令吗？什么民心？民心都被他收去了。你以为他为何去西京？那是为今后谋反做文章。大前与屠元国开战，他假模假样当好人，最后会引来多大祸患？你以为屠元国就8万人，他们后面定会派大军前来，到时候西京的人会迎来更惨烈的报复。我看啊，他此举是让西京增添了更大的祸患，甚至于我大前接下来都要陷入战乱之中。到了那时，你看看多少百姓要死在战争中。”此言一出，金长歌眉头紧皱，忍不住冷哼道：“怕什么？我大前岂是那么好欺负的？为何不能与屠元国开战？爹，你为何总是把秦泽视作最大的敌人，反而对屠元国却一直退让呢？可明明秦泽现在做的事是利于大前的呀。”看着女儿一脸愠怒的模样，庆王语重心长的道：“女儿啊，你不明白，秦泽他是一定会谋反的。现在他民心尽得，等他谋反攻向京师那一天，你说又当如何？到了那时，多少人会死在战乱之中？你大哥、二哥，他们今后都要与秦泽交战。若是他们死在秦泽手中，你说又当如何？你作为我金家之人，难道你还要为他秦泽呐喊助威吗？你应该忠于陛下，忠于我金家，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一番话说的金长歌面色苍白，他刚要开口，就听庆王摆摆手道：“我累了，别和我争辩了，你回去好好想想吧。”见父亲抚额头不再言语，金长歌咬着唇角，心中叹息一声，便离开了。带回到闺房后，金长歌凭退房中伺候的丫鬟晴儿，一个人坐在椅子上，手中拳头握得极紧，而那脸色此刻已经是一片苍白。这些天发生的事，让他心中全是郁结。西京为大前之地，本来就不该分割出去，但姑姑却与屠元国签订条约，将西京分割，这让金长歌心中10000个不理解。秦泽带兵前去收复，又杀了入侵的屠元8万大军，但父亲却说这是增添祸端。秦泽要谋反吗？如父亲所言，他是要谋反的，可他现在做的事全是为了大前，为了百姓啊，他就不能不谋反吗？为什么就一定要谋反呢？金长歌咬着唇角，喃喃自语，头越想越痛，心中也越来越纠结。金长歌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而后起身猛地扑到了床上，他将脸埋在被子上，不停地念叨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窗外风声呼啸，刮得书桌旁敞开的窗户呼呼作响，桌案上的书随风一页页翻卷。金长歌感觉到一股冷意，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叹息一声后，他顶着这乱糟糟的头发从床上爬起，走到书桌旁，探着身子关窗户。窗户被关上，他刚要坐下，目光从桌案上随意扫过，看到那翻开的书上一页俊秀的文字：“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微乱而见真良之节。”这一眼让他不由一怔。凝视良久后，他合上了书，沉默地伏在了桌案上。与此同时，尚书府宗祠内，子生，秦泽真的去西京了，不仅去了，甚至于还杀了屠元军数万人，真是大快人心。张力满面红光，一脸的振奋之色。张子生微微颔首，那恬淡的面容上露着淡淡的笑容。张力轻笑一声道：“原以为北凉大军是要直接出关起义，没想到秦泽早已经有了应对，却是已经在暗地里带军前去西京了，真是瞒天过海的一道好计策呀！不仅金风鸾，甚至我们也都不知，而那屠元军更是无从知晓，这才会被一举歼灭那么多人。杀得好啊，当真是扬我大前国威。”说到这，张力摇摇头笑道：“你是不知今日在朝堂之上，那金风鸾是怎样的脸色。”张子生嘴角一抿，淡淡道：“若是心机深些，必然是喜笑不形于色。不过我想他可能是气急败坏了吧。”张力点头笑道：“哈哈，不错。”他破口大骂，说秦泽公然撕毁条约，让他颜面无存，完全无视他这个皇帝。见秦泽还在西京要迎战屠元军，他今日派人连发出谕旨，带着金牌前去西京，命秦泽退兵，不可再与屠元军交战。说是秦泽若不退兵，就定他谋逆之罪，简直是又蠢又坏。此言一出，张子生摇摇头，气急攻心，愤怒让他失去理智，自然也想不到更好的方式应对，一步错那便步步错。说到这，张子生抬头看向张力，接着道：“爹，你在朝上是如何说的？”张力摸了摸胡须，眼中带着笑意，开口道：“我能怎么说？我当然是说陛下圣明了，难道还让我再劝他吗？那自然不可能。他做的错事越多，日后就越容易被反噬。子生啊，我这样说如何？”张子生点点头，眼中噙着淡淡的笑意。清闲殿内，凌乱的桌案上堆放着一堆奏折，而在桌案之下更是散落了一地。金风鸾面色铁青，眼眸中此刻的神色简直要比这冬日还要严寒，浅薄的嘴唇此刻都被咬得发白。而在台下，金建德跪伏在地上，头贴着冰冷的地面，身旁是一个笔筒，乃是刚刚金风鸾砸下来的。金风鸾冷眼看着他跪在地上，此情此景竟让他莫名觉得金建德与黄龙的身影重叠在了一起。他揉了揉眉心，冰冷的声音从嘴中吐出：“先前你说给你5天时间便能杀秦泽，结果呢？5天早已经过去，你派去的人不仅没杀掉秦泽，现在甚至于他们的人都找不到了。
人间蒸发？背叛你了？还是死在哪里了？你一无所知。金建德脸色赤红，跪在地上的身躯一片僵硬，尽管喉间动了动，但终究还是没说出一句话来。没杀掉秦泽就不说了，本来朕就没寄太大希望。但你千机营是干嘛的？那是监察的啊。秦泽带着30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北凉，跑到了西京，还杀了数万屠元兵马。说到这，金风鸾愈发恼怒，他快步走到金建德身边，一脚就迎着他的背部踹了过去。你告诉我，你千机营在干嘛呀？都是混吃等死的废物！就这么眼睁睁看着秦泽带兵出了北凉，竟然一点情报都没有，甚至于他打完了朕才知道。你说你在干什么？你们千机营在侦查什么啊？军饷拿的不少，做了什么啊？什么都没做。金建德低着头，沉声回道：是微臣无能，未查到秦泽带军去了西京，只是他带30万大军莫名去了北凉，这实在是蹊跷。按理来说不可能去得了西京的，我真的……话未说完，金风鸾又踹了一脚，怒喝道：没查到就是没查到，哪来那么多借口？秦泽现如今在边境大杀四方，不用想，我也知道西京的人现在是怎样拥戴他了。这一次真是叫朕颜面尽失啊！金风鸾脸色铁青，在金建德身边走来走去，心中既恼怒又烦躁。金建德低垂着头，小声道：陛下，这也没办法呀，谁能想到秦泽会去西京，而且能杀那么多人？再说先前您不是说去了正好吗？秦泽此番前去，按理来说不正合您心意吗？此言一出，金风鸾铁青的脸变了颜色，开始涨红。毕竟先前他确实曾说过这话，但他也没想到秦泽真去啊，而且还真让他击退屠元军了。如今想来，自己那番话还真是。此刻在被金建德提起这件事，金风鸾羞恼之际，又踹了他一脚，怒斥道：哪壶不开提哪壶，什么事都办不成。金建德心中委屈，小声辩解道：陛下，这些年您交给微臣的事，微臣都办成了，也就关于秦泽的事没成，主要是秦泽总是能做出意料之外的事来，微臣也想不明白啊。话音一落，金风鸾勃然大怒，还敢顶嘴？除了这件事以外，其他事你做好了吗？很早之前就让你派千机营的人监视黄龙那几个儿子，可现如今呢，怎么还让那黄天威逃脱了？金建德脸色红一片白一片，急忙道：皇家所有人都已经按照陛下的吩咐杀了，只是那黄天威实在是狡猾至极，派去暗杀的人还没动手，便被他反杀，此子想必是早有察觉。不过陛下不用担心，皇家的兵权如今都已经被收回，黄天威即便是逃脱，那也成不了事。听到这话，金风鸾怒气更盛，成不了事？当初秦泽只有800亲兵去了北凉，可现如今手上都有数10万大军了，现在又放跑了一个黄天威，谁知道他接下来又会怎样？杀得不干净，日后迟早要生出祸端来。金建的急忙道：不会的，陛下，黄天威手上没有兵马，只有不多的亲兵，如今在东海，我们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一定能找到他。金风鸾眸光似冰，冷冷道：你最好是能在东海找到他，若是让他从东海跑掉，哼，现如今一个秦泽已经够让我头疼的了，现在又多了一个黄天威。说到这，金风鸾揉了揉脑袋，走到龙椅旁，自言自语道：真是多事之年啊，看来要请国师祈福做法才是，得找他算算运势了。东海之滨，海上一艘木船正在汪洋大海上行驶着，而在船头位置，一身材高大、面容俊朗的男子看着陆地方向，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此刻全是冷冽，正是黄龙之子黄天威。在寄出那封家书后没多久，黄天威便让亲兵们注意防范，而之后果然没出他的意料，朝廷确实有了对他动手的迹象。黄天威果断决定提前动手，杀了那些暗卫后，便立即乘上早已经准备好的船只，此番便是为了逃出大钱。毕竟现如今皇家勾结异族的罪名已经坐实，只要还留在大钱，早晚也会被追杀致死。只有逃离大钱，日后才有报仇雪恨的机会。此刻眼看离陆地越来越远，黄天威轻声叹了口气。皇家显赫了几十年，而如今却因为女帝的一道旨意，落得个满门抄斩、株连9族的罪名。不论是爹娘，还是其余几个兄弟，甚至是家中的亲戚，都难逃一死。想到这里，黄天威心中一片悲寂，但很快他就咬紧了牙关，眼中射出仇恨的目光。秦泽，你在北库草原害死了天虎，又以清君侧逼的金风鸾杀我爹，这个仇我一定要你100倍奉还！狗皇帝金风鸾，丝毫不念及我皇家为你做牛做马，说杀我皇家就杀，日后我一定要亲手杀你，不报此仇，我黄天威誓不为人。说到这，黄天威手紧紧握成拳头，指尖都掐入了掌心，而那股疼痛也让他心中的恨意愈发旺盛。将军，外面风大，您还是进去吧。一名亲兵走上前来，躬身道。黄天威见他右臂缠着纱布，那是先前与那些暗卫厮杀时所受的伤。他轻叹一声，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不要叫我将军了，大钱已经容不下我，我也不再是什么将军。此言一出，那亲兵眼眶微红，颤声道：不，将军，不论何时，您都是我们的将军。黄天威扭身看向那一望无际的海水，淡淡道：此去行前去扶丧，唯有借力于他们了。对大钱来说，我黄天威以后又能算什么呢？话音落下，他低垂了头，神色一片悲戚。而那亲兵则咬牙道：将军，不论今后怎样，我们都会在您左右。我们的家中老小都已惨遭毒手，此仇焉能不报？忍辱负重算得了什么？只要一息尚存，依旧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黄天威点点头，眼眶微微泛红，咬牙道：若日后得势，我必将他们挫骨扬灰，以告慰爹娘在天之灵。风呼啸而过，海
海面被卷的浪花翻涌，这广阔无垠的汪洋中，木船飘荡着，朝着远处而去。边境处，屠元军营地内，哈哈，可笑可笑啊！大笑声从一间营帐中发出。摩柯丁摸着头，脸上满是红光。一名部将见他突然大笑，心中不解，当即问道：“元帅何故发笑？”摩柯丁轻笑一声，开口道：“我笑这镇北王无谋啊！先前打了胜仗，他却不派兵前来，反而坚守不出，竟连乘胜追击的道理都不懂。这几天我还以为他会派兵前来，这才早早构筑防御工事，谁知道他却按兵不动。”部将微微一笑，开口道：“他们此行来西京事发突然，想来是因为粮草辎重跟不上，亦或者说是本就想击退我们，不敢再打下去了吧？毕竟若是继续打下去，那可就是全面开战了呀。”此言一出，摩柯丁摇摇头，轻笑一声道：“粮草肯定不是主因，毕竟他们背后就是西京，怎会缺粮草？不过若是说他不敢打，那也不太可能。这镇北王可不是别人啊，他在北库草原诛杀那么多胡马，足见其勇猛。这样的人，你觉得他会不敢打吗？”话音一落，那部将一脸的不解：“元帅，那您说他为何不派兵前来交战？”摩柯丁摸了摸下巴，沉思半晌后开口笑道：“我看啊，是这大前内部出了问题。大前皇帝割让西京，西京的人却自发组织兵马拒绝割让，而这镇北王又千里迢迢从北凉赶来，这几件事都不合常理。我看必然是这镇北王私自带兵前来的。那大前皇帝想来本意就是要割让西京的，却被这镇北王搅了局。”说到这，摩柯丁脸色逐渐阴沉。镇北王在北库草原杀了所有胡马，将北库草原纳入大前麾下，这可是不世之功。他已经贵为镇北王，这大前皇帝又该如何封赏？简直是封无可封，赏无可赏。哼，也正因此，我猜这大前皇帝必然不想让他继续在西京立功，他不派兵前来与我们交战，想必就是被大前皇帝牵制了吧。一席话说完，那部将连连点头，不愧是元帅，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啊。他轻笑一声，接着道：“如此一来，对咱们来说倒是好事。”呵呵。摩柯丁笑容满面，眼睛都眯了起来。他朗笑一声道：“不错，内斗好啊，内斗才让我们能趁虚而入。”这句话一说完，摩柯丁又摇了摇头，微叹一声道：“说起来，此番前来西京，若是我屠元国也上下一心，那也不至于只给我20万兵马。哼，亚瑟亲王就是怕我得了太多兵马，才在大帝面前说三道四，百般阻挠。他怎么就不明白力往一处使的道理呢？若是人人团结一心，何事不成啊？整天只想着争权夺利，真是目光短浅。要是从一开始就派出100万大军前来大前，莫说这西京，就是其他地方也可以夺来。”那部将点点头，沉声道：“元帅说的是，若是都有元帅这般志向，我屠元国必然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摩柯丁哈哈一笑，摇摇头道：“你可别奉承我了，我可经不起吹捧啊。功劳立得太多也不是好事，差不多就行了。不信你等着看，待我收复西京后，若想继续攻打大前，亚瑟亲王他必然也要来掺一脚，他可不敢看我一家独大，便是大帝他。”说到这，摩柯丁立刻止住，将后半句话憋在了心里。那部将面色一沉，也不言语。摩柯丁站起身来，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考你个问题，什么样的兵马最强？”那部将眉头一挑，沉思半晌后道：“统帅有谋，士兵有勇，更好的武器，更强健的体魄。还有。”摩柯丁打断了他的话，轻笑一声道：“答案有很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只有一个。”部将面露一色：“那是？”摩柯丁一字一句道：“上下一。所有战事，不论是发起者还是执行者，都需要贯彻上下一心的原则。你知道北库草原的胡马是怎么被灭的吧？”那部将眉头一皱：“被镇北王派大军前去剿灭的，这都知道啊。”摩柯丁摇摇头，淡笑一声道：“此前一个名为屠杀东的胡马人从北库草原逃到了我屠元国，而后被亚瑟亲王收为麾下。在一次朝会上，那屠杀东便详细说明了北库草原胡马如何被灭的事。这北库草原上3大胡马部族，合计兵马足有50万以上，却被兵力更少的镇北王全部歼灭。究其原因，便是他们彼此之间并无合作，甚至于在镇北王进军时，彼此之间还在勾心斗角，最后被镇北王逐一击破，落得个全部被杀的下场。你看，这便是力不往一处使的下场。想那大前也是一般无二，这皇帝若是让镇北王继续作战，甚至还派出援军前来，那咱们打起来就要累得多。而那镇北王的大军，现如今……”话正说到这里，帐外匆匆跑进一名部下，虽来得匆忙，但他的脸上却带着欣喜之色。见他这般神情，摩柯丁立刻就猜到是援军的事。果不其然，不待他开口，便听那部下汇报道：“元帅，援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不出10天便会抵达。”摩柯丁微微颔首，开口道：“派了多少兵马？”“可有30万人。”这个数字是他心中预估的兵马数量。毕竟再多的兵马，大帝也不一定会派下来。如今已经是进入冬季，这个时候并不适合大规模作战。但那部下的回答却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回禀元帅，此番前来的兵马足有40万人，不仅如此，还带来了更好的装备和武器。另外，红河英雄米特里将军也来了。摩柯丁眸子一缩，浑身不由一震，竟然派来了40万大军，这个兵马数量简直让人难以相信。这一次派出这么多的兵马前来，想来是大帝对西京是志在必得。不仅如此，因为大前撕毁条约一事，势必要他们付出代价，而这代价便是西京之外的土地。而红河英雄米特里的到来，更是让摩柯丁心中无比振奋。虽然说米特里是亚瑟亲王阵营的人，但他勇猛无比，
乃是屠元国数一数二的猛士，更是一个忠君爱国的好男儿。在屠元国，红河上的雄鹰之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红河英雄米特里从未打过一场败仗，在屠元国提起红河上的雄鹰之名，那自是人人聚会竖起一个大拇指。究其原因，便是这米特里的赫赫威名。米特里出生在屠元国红河，年少之时便征战沙场，不过20便已经立下无数战功，声名显赫至极，可谓是家喻户晓。他是无数屠元少年郎所向往的目标，更是沙场上将士们最为拥戴之人。在屠元国，坊间有言，若是5年前在西京与大前一战时，米特里能到场，那这西京绝对不会被大前取走。只可惜那一战米特里并未出战，那时他生了一场大病，导致错过了那场战役。之后便是屠元军被赤焰军杀得大败而归，自此这西京便成为了大前的属地。而如今红河英雄米特里亲自带兵前来，让此地的屠元兵无人不为之振奋。营帐中，摩柯丁咧嘴大笑：“好啊，哈哈，竟连米特里也来了！这次的作战，我屠元必定大胜。40万大军加上我现如今的12万兵马，52万人，大前如何能阻挡？”哈哈哈！这一刻，摩柯丁心中的兴奋甚至让他手都有些发抖。他没想到这一次竟然能派出这么多的兵马来，这个兵马数量岂不是能直接横扫过去？虽战事尚未开始，但摩柯丁心中明白，只要开战，那必然是碾压之势。营帐中其余诸将个个满面红光，当即开口道：“元帅，此番大帝能派出40万大军前来，这西京看来是唾手可得呀。”摩柯丁点头笑道：“那是自然，这么多人，镇北王如何能应对？若是大前皇帝不派兵马支援他，那他就是孤军奋战，看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死在我们的铁蹄之下了。”说到这，摩柯丁目光狠厉，冷笑道：“先前杀我8万兵马，这一次我要他全军覆没，要将他们的血肉铺盖这片土地上。待这个冬天一过，来年土壤必然肥沃至极。”哈哈！话音一落，帐中诸将无不大笑。这一日，整个屠元军营都沸腾了。与此同时，屠元国边境处，冰霜覆盖的地面上，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正朝着前方行进。这支军队人数众多，一眼都难以望到头，人人身着甲胄，手持各色武器，那遮蔽面容的铁盔下是那冷峻的表情。而在大军的后方，无数身着铁甲的战马践踏在地面上，发出粗重的喘息声。马上之人一身银白盔甲，手中拿着冰冷的长枪，枪尖冷冽，泛着寒光，在这冬日下显得肃杀狰狞。而在大军的最后方，无数马匹牵拉着一个个高大的攻城利器，有那粗壮的攻城重锤，他们被8轮木车驾运着，前方有无数马匹拖行才能拉动，足见其沉重。还有那高耸的攻城塔楼、云梯等物，更有那掩护士兵前进的焚云车，那焚云车上覆盖了一层生牛皮，箭矢完全没办法射进去。士兵们有了焚云车的掩护，可以躲避弓箭，成功抵达城门。不仅如此，还有那一个个重弩，他们被架设在木车上，体量极大，那粗壮的箭矢若是射出，当真是连金铁铸造的盾牌都无法阻挡。而这样的大型攻城利器与远距离作战武器，这支大军足足带了数百个。马匹们拉动着木车，低着头拖着他们一步步朝前走去，嘴中喷吐出白气。而在大军的前列位置，则是一群身着绯红色盔甲的骑兵，与其他士兵相比，他们更为高大健壮，甚至于连胯下的战马也非同一般。这些战马毛色透亮，身躯健壮，让人一眼看去便知不凡。而此刻，这群骑兵中又以一位身材伟岸的金发男子最为突出。他双眸深邃，鼻梁高挺，腰间悬挂一柄金色大剑，上饰5色绚丽宝石，璀璨夺目，令人难以直视。但没人会将这柄剑只当作饰品，这柄剑下是数不尽的敌人首级，承载招数不尽的荣耀。这是一柄荣耀之剑，而持剑者正是鼎鼎大名的红河英雄米特里将军。米特里身旁的则是一身着皮袄的男子，那身着皮袄的男子脸色阴郁，开口道：“米特里将军，那朕北王我极为了解，此人野心勃勃，图谋甚大。此番杀了摩柯丁元帅8万兵马，他必然会发动下一次袭击。这阵北王若是不将其彻底铲除，日后他必然要带兵出大前，与屠元交战。”话音一落，米特里摇了摇头，俊朗的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听说那阵北王名为秦泽，是那秦昊天之子。5年前这秦昊天从我屠元手中将西京夺走，现如今却是他儿子又来了。5年前若是我来与这秦昊天一战，就不会有今日之事。可惜这秦昊天死得早啊，不能亲手杀了他。说到这，米特里从衣领中掏出一串项链，那项链的吊坠是一个十字形的挂饰。米特里低垂着头，握住十字吊坠，虔诚地放在嘴边，低声道：“以上帝之名，让我米特里来斩杀朕北王，送他污浊的灵魂下地狱。屠元8万勇士们，我会用朕北王的血来洗涤你们清澈的灵魂，让你们安心的在天堂之上。”说完这句话，米特里将挂坠塞入怀中，接着道：“上帝说，朕北王已经有了死相，他当下地狱。”那皮袄男子眉头一皱，脸上表情复杂，但还是跟着附和道：“将军说的是。”米特里摇摇头，面容庄重地纠正道：“不，这是上帝的启示。”皮袄男子神色一紧，又附和了一句：“是，说的是。”接着他话锋一转道：“这次咱们兵多将勇，又有无数利器，这秦泽必死于将军手下。”说到这，他深吸一口气，心中掀起一阵波澜。当初他从北库草原离开，几番辗转去了屠元国，而后凭借3寸不烂之舌，成功当了屠元国亚瑟亲王的幕僚。此番屠元国能派40万大军前来，
正是因为自己与亚瑟亲王阐明了利害，说不仅要收复西京，还一定要诛杀秦泽。若是他不除，早晚有一日他要将西京收走，甚至于还会派出大军远征图元国。出身北库草原的他，拿着胡马部族的覆灭经历去游说，自然是增添了不少信服力。想到这，他微微低头，咬紧了牙关，脸上全是狠厉之色。秦泽，当初你灭我胡马部族，如今我已经带着图元国的兵马来了，这一次必定让你血债血偿。不，除了你之外，这大钱也要覆灭，就让我屠杀东，亲眼见证你的死亡吧。与此同时，西京城外，北凉军营中，无数战马拖着一辆辆木车，木车上放置着一块块巨石，前方士兵牵着马匹带着他们运送。这些巨石有的从城外取来，也有的从西京城中取得，他们被载着运到一起，堆砌起来的石头已经快成了一座小山。尽管石头已经很多，但士兵们就如同一个个勤劳的工蚁一般，还在孜孜不倦地运送着。搬运石头这件事已经持续2天的时间了。军营内，秦泽眸光闪动，看着剩余的积分，1195万，增长中。4天的时间，加上抵达西京那天积攒的500万积分，共计2500万积分。第一天是用的西京粮草，因此这4天的粮草消耗了240万积分，减去那1000万升级商城的积分后，剩余3260万。而接下来，秦泽利用积分兑换了3星商城的全新军备，分别是300辆木车，1辆2000积分，共计消耗了60万积分；一辆战炮消耗5万积分；一架3弓床弩消耗1万积分；10支铁零件消耗了500积分。这木车自然是拿来运送各种物资，诸如巨石，又或者是粮草辎重等物。虽然价格不菲，但胜在功能实用，没有它，这战炮的作用可就要被削弱了。因此秦泽直接兑换了300辆。至于这战炮，一辆需要5万积分，这个数字虽然很高，但秦泽丝毫不心疼，只因它所发挥出的作用可以将战果扩大数倍。战炮俗称投石车，而3星商城中的战炮乃是最精良的战炮，毕竟是系统出品，那必然是精品，绝对不是普通的战炮。战炮被架设在炮车上，方便移动，使用之时可以直接在炮车上使用。当然，若想利用最大化，则需要将其从车上取下，稳固地立于地面之上。立于地面之后，只需拉动炮索，便可让炮稍落下，将要投掷的炮石放置在弹壳中，待松开炮索后，炮石随之而出。而3星商城中的炮车共有13条炮索，每条炮索都是又长又粗，而要想射程达到最远，那就需要拉动所有的炮索。兑换炮车的那天，秦泽便令士兵们试用了一次。如果13条炮索同时拉动，需要动用200余人，而那投掷出的炮石能达到1200米左右的距离。而这个测试是基于放置的炮石重量达100斤之重，可以想象在1公里外射来的100斤巨石落下会有何等的威力。若是结结实实砸在人身上，恐怕要被直接砸成肉泥了。不仅如此，落入密集的敌群中，这一炮便能杀伤数十人。但这个杀伤力，秦泽还不是特别的满意。毕竟炮石终究还是石，若是在这炮石上加一点东西，诸如火油、高温熬煮的沥青等物，那投射出去杀伤力必然还要增强。只可惜商城中虽然还有其他战具，但可惜没有这些物品，秦泽只能暗叹一声可惜了。但这个想法一出现，秦泽便难以入睡，反复想着要投掷这些东西。为此，他特意派人去了西京城，告知需要火油等物，百姓们自然有求必应，开始想方设法筹集。虽然最后可能筹集的不会太多，但秦泽总算是了却了心中的愿望，美美的睡了一个好觉。此外，除了这战炮外，秦泽对这3弓床弩也较为满意。3弓床弩顾名思义，由3张强弓设计而成的重弩，所用的箭矢均为特制的铁零件，这种箭较寻常弓箭既长又更粗壮，铁质的箭头硕大且不失锋利，这一旦发射出去，其射程能达到1500米。射程远就罢了，这威力与寻常弓箭相比，那更是彻底碾压。这样一支铁零箭射出，其强大的威力别说盔甲和盾牌了，甚至于能直接射入笨土墙中，而木质的防御工事在他面前更是完全无法阻挡。而若是射入千军万马中，那自然是一箭便能在人群中射出个窟窿来。此外，在商城中还有踏绝箭可以兑换，但这种箭矢攻城时才更好用，因此秦泽并没有考虑兑换。对于接下来进行的战事，秦泽只打算选用这2种武器，商城中其他的一些军备目前还用不上。当然，这都是一些大型武器。如今经过2天的时间，眼看积分又积攒到了1000多万，秦泽摸了摸下巴，嘴角微微扬起，不知道图原的援军何时能来。兵营另一端，战炮旁，白起与典韦2人双手环胸，直愣愣地看着他。一旁的木车上已经装上了不少石头，典韦摸了摸脑袋，看着白起道：“这玩意儿装石头能抛出那么远，这砸下来岂不是跟流星一样？”白起微微颔首，淡笑一声道：“那是自然。图原军辛辛苦苦地铸造防御工事，若是砸去那么几十颗石头，那些工事一击即溃。主公让我们去西京城中收集火油等物，这要是落入图原军中，这火呀，那真是烧得他们皮焦肉烂啊！”典韦点点头，看着弹科突然开口道：“这人要是坐进去被抛射，那岂不是说直接横跨1000多米落入敌军？”说完这句，他酣然一笑：“哈哈，可惜人一落地就尸骨无存了。这要是有什么玩意儿能让人从天降还不死，那就好了。这要是去打那里，直接一群人从天而降，执行斩首任务，那真是……”典韦仰着头，显然是在浮想联翩。白起眉头一皱，摇摇头道：“胡说八道！
哪有这种事，还是实实在在的把这场仗打完吧。按照计划，使用战炮和重弩投射后，我们还要协军冲入溃败的敌群中，完成收尾呢。典韦收敛神色，点了点头。白起摸着下巴道：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也不知道屠元大军什么时候来。等他们这么长时间，希望他们来的人足够多啊，不然可就没意思了。说完这话，白起背负双手踱步离去。今年的冬天来得似乎格外的早，日转星移之间，仅仅又过去了5天的时间，西京的地面上就已经覆盖了冰霜。但冬日的寒冷并没有消退城中人的热情，事实是这段时间他们格外忙碌。西京的百姓们已经知道，王爷要在边境处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这场战役非常的重要，决定了西京接下来的安危，也决定了大家接下来能不能安然度过一个好年。不是一个好年，而是无数个好年。那盘踞在边境处的屠元大军野心勃勃，若是不将其除去，日后这西京怕是要经历数年战乱。就像王爷说的，接下来要发生的这场巨大战争，一定要获得胜利。更准确来说，是要获得完全的胜利，彻底的胜利。消灭的敌人数量越多，就越能带来更多的和平。事关重大，为准备接下来的这场巨大战争，人们开始忙起来了。这几日的时间，百姓们拿出家中陶罐，这些陶罐有大有小，内盛炼制好的火油剩得满满当当。除此之外，又从各地找来些许沥青，这些沥青要使用就麻烦得多，需要架锅熬煮。但就像那些士兵们说的，只需要交给他们就行。做完这些事，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结果。这一天起，不论是男女老少，都陷入了忐忑的情绪中。在结果没有来临之前，所有人都很紧张。虽然王爷胸有成竹，说要和屠元军决一死战，但屠元军的战力还是很强的，他们并不敢轻视。此外，朝廷这段时间并没有派一兵一卒前来，王爷乃是孤军奋战，为此百姓们心中不免还是忧虑。一些老兵心难耐，前去投军，却被告知不需要，这更让他们忧心忡忡。这一日晌午时分，西京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他们自京师而来，人数不多，只有数十人。一行人身着朝廷官服，神色匆匆地入了西京城。只是随着越往城中心而去，这行人的脸色却变得阴沉起来，甚至于说脸色都有些发白。不待他们出西京去往边境处，便被人拦了下来。街道上，一身着布衣的虬髯大汉站在路中央，挡在了这一群人的身前。虬髯大汉双手环胸，一对虎目微微眯起，他的腰间悬挂着一柄9环大刀，刀光冷冽，泛着寒光。站住！你们来干什么？大汉一声怒喝。话音一落，那身着官服中的一人当即喝道：大胆，竟敢拦王大人去路！可知王大人奉陛下之令前来西京，交胜止于镇北王的，你这刁民怎敢在此拦路？莫不是想犯上作乱？话音一落，那虬髯大汉冷冷一笑，原来是狗腿子啊！送的什么圣旨？念与我听听。这两句话一说出来，那几人脸色一片铁青，为首的钦差王案在难以抑制心中怒火，当即怒喝道：大胆，竟敢出言不逊！来人啊，给我抓住他，送去西京官府斩了！话虽出口，但王案身边的部下们却并未有动作，他们直愣愣地骑在马上，看着从街道两侧钻出的人来。出来的人越来越多，个个神色阴沉。随即，这些部下们的额头渗出了汗水，其中一人对着王案小声道：大人，不对啊！王案自然也察觉到了，脸上已经开始出现慌乱的神色。这时，人群中有人喊道：找官府的人！我就是。王案循声看去，在人群中果然见到几名身着官服的男子。见到他们，王案急忙道：既是官府之人，那就赶紧遣散他们，不要在此哗众生事。话音一落，那身着官服的男子冷笑一声道：生事？生什么事？能生什么事？朝廷不是已经和那屠元国签订条约，要将我西京割让出去吗？屠元大军压进西京，我西京的人为了保卫西京，死了那么多人，朝廷在干什么？说到这里，那男子脸色越来越阴沉，咬牙切齿道：坐视不管，不闻不问。眼看着屠元国的人来杀我们，却无动于衷。那狗皇帝估计还在朝中歌舞升平，同是大钱之人，为何你们就能做到如此地步？难道我们身上流的不是一样的血吗？王案眸子紧缩，脸上汗水滚滚而落，看着街道上众人的脸色，他明白这是要哗变了。他急忙开口道：不可胡说！你们……话还未说完，便听先前那虬髯大汉瞪着一对虎目，怒吼道：先前屠元军前来攻打西京时，你们无动于衷，如今王爷打败屠元军，你们却着急忙慌的来西京圣旨，这昏庸无道的狗皇帝又能说什么好话？是要赏王爷，还是说另有用心？王案深吸一口气，压住内心的惊惧，开口道：圣旨我要交于王爷手中，你们不可阻拦。话音刚落，便见那虬髯大汉双脚一踏，纵身一跃，同时口中一声暴喝：拿来吧你！声音落下之时，他已经一手拽住王案，将他从马上扔下。这突然的变故让那些部下们立刻慌了神，纷纷大声叫嚷起来，但周围的人已经越聚越多，前后道路全被堵塞。王案趴在地上，吓得身子发颤，慌张的大叫道：好汉不要动手，我就是个传旨之人，切莫动手啊！那虬髯大汉也不言语，伸着那粗糙的大手在王案身上一番摸索，很快便从他怀中掏出了圣旨与一道金牌。围观的百姓们见他取到圣旨，纷纷聚集上前，而王案则早已被吓得抱着头趴在地上抖作一团。大汉深吸一口气，揭开了圣旨，而这一看之下，那双眼是越瞪越大，牙齿也咬得咯咯作响，肉眼可见的脸上开始发红，甚至于连额头都爆出了青筋。怒气从胸口发散，
裘然汉的怒火简直要炸穿胸膛，他高举着圣旨，摊开面向众人怒道：果然没好事，这狗皇帝竟然命王爷退兵。说到这，他拿着那块金牌咬牙道：还送来金牌，即刻让王爷退兵。他这是要看着西京沦陷，让当初数十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流了无数人血泪才收复来的西京废于一旦，一朝全休啊！盛怒之下，裘然汉眼眶都泛红了，他摇着头道：真是苍天无眼，这种人竟然也能当皇帝，这种人也配当一国之君，简直是这大前第一国贼。说到这里，众百姓早已经是怒火冲天，立刻冲上前去，将王岸一行人拉下马来，对着他们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王岸抱着头，连忙大叫：别打别打，我就是个传圣旨的啊！他做的什么决定跟我无关啊！但怒骂之声早已经盖过了他的吼声。裘然汉将圣旨撕得粉碎，而那块金牌更是被他一刀斩断。与此同时，从图元国出发的红河英雄米特里与那60万大军已经快要出境。另一边，在西京城外，秦则利用这5天的时间积攒的积分，兑换了更多的占据，并让士兵们开始熟悉掌握用法。4天后，冬日凛冽的狂风呼啸而过，将大前与图元国疆域分开的福家河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而此刻，河面上那座宽广的桥梁上，图元兵们排好队列，正从图元国踏入大前领地。河面那头，摩柯丁早已经带领部下前来迎接。看着桥上的援军过来，摩柯丁红润的脸上充满了激动，他咧嘴笑道：看看这些人一个个的身强体健，看着就有一股威慑力啊！哈哈！几名部将脸上挂着笑容，跟着附和道：那是自然，40万大军，其中还包括米特里将军亲自率领的雄鹰军。雄鹰军个个都是精锐，能以一敌十，有他们参战，这镇北王岂能应对？接下来在战场上让他们遇到雄鹰军，那必然是被杀得丢盔弃甲。话音一落，摩柯丁摸着下巴，冷冷笑道：可不能让他们丢盔弃甲呀，而是让他们逃都没地方逃。此番我众敌寡，加上军营中人人都憋着一股恶气，那就要利用这股气势，一举攻向西京，不仅要诛杀镇北王的所有兵马，还要顺势杀入西京城。这西京的人组织兵马反抗我们，就是一帮刁民。此次杀入西京后，留着他们也是祸患，不必留他们性命，全杀了才是。那部将面露迟疑之色，开口道：元帅，这都杀了，还不如让他们帮我种植粮食，女子当奴不是更好？摩柯丁摇摇头，一张脸阴沉无比，他冷冷道：这帮人个个都有反骨之心，便是留着又有何用？日后还要生事，权且杀了，也能震慑大前，告诉他们和我们图元国开战的后果。只有碾压的武力才能让他们惧怕，才能让他们弯腰与我们和谈。如此一来，他们便要割让更多的土地给我们。等来年开春，气候温暖之时，再派更多兵马来大前，一步步蚕食便是。一席话说完，众将连连点头。一人笑道：现在只等开战了，真是期待啊！不知这镇北王知道我们有这么多兵马前来，脸上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哈哈！摩柯丁跟着笑道：我就怕他见我们来势凶猛，惊慌之下退入西京，当一个缩头乌龟。不过呢，就是进了西京，我们也有攻城利器，他又能退去哪里？话音一落，众人对视一眼，纷纷笑了起来。正这时，只听前方传来一道温润醇厚的声音：摩柯丁元帅，好久不见。摩柯丁抬眼看去，眼睛都弯成了月牙。他一拍马臀，与几名部将迎上前去。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米特里与屠杀东一行人。摩柯丁笑道：米特里，真没想到你能来啊！哈哈，有你在，这场仗可就好打多了。米特里扬起俊朗的脸，开口道：5年前大前与我们一战，我因病未能前来，这才导致西京被大前夺走。而这一次有我米特里在，必然要让西京物归原主。说到这，他犀利的眼神看向了摩柯丁，接着道：镇北王30万大军，如今又在何处？摩柯丁脸色一沉，摇了摇头道：我估计他们有30万大军，因此这段时间一直驻扎在此地，未曾出去一步。若是所猜不错，想来应该是在西京城内。话音一落，米特里点了点头，抬眼看向高空的太阳，而后开口道：好，只要他没有带军出西京就好。现在时候还早，可派兵前去了。摩柯丁摇摇头：不可。米特里，不用太操之过急，你们一路长途跋涉而来，倒不必心急。镇北王的兵马可都是在以逸待劳呢，咱们先整顿兵马，而后再派兵前去西京。先随我回军营吧。随后，从图元国远道而来的40万大军通过桥梁后，与驻守边境的12万大军会合。兵马聚齐后，摩柯丁带着米特里在众人面前进行了一番振奋人心的战前号召，而其宗旨自然是要求所有士兵务必要上下一心，一举攻破西京，歼灭镇北王的30万大军。这一日，图元军营中人人血气上涌，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他们已经迫不及待要赶赴战场，立下这夺取西京的不世之功了。所有人都明白，接下来的一战取得胜利后，他们每个人的战功都会让他们得到地位以及财富的提升。大军面前，米特里昂首挺胸，英俊的面容上充满了自信。他面向众人震声道：先前因为这镇北王突然的袭击，导致我们损失了8万勇士。在之前是5年前，大前与我们一战，咱们不幸落败，被这大前杀了不少人。这2次战役，我米特里都未参战，但是这次的战斗，我米特里不再缺席，我会亲自出手。他们对我们所造成的伤害，我米特里向你们保证，一定会原封不动的还给他们。这是一场必胜之战，我们需要一场彻底的胜利，胜利必将永远属于我们图元国。如此振奋人心的话语落下，图元军士兵们喊得热烈。
胜利属于我们。其中属于米特里的雄鹰军则大喊道：“让红河英雄的名字永远震慑大前。”对于这种欢呼，作为元帅的摩科丁并不是太在意，他只是摸了摸下巴，一脸笑意地看着台下激动的士兵们。与此同时，西京城外，秦泽又拿积分兑换了一批战具。这些天每天获得500多万积分，而只要积分一足够，秦泽便立刻兑换。时至今日，秦泽兑换了500辆战炮，消耗2500万积分；1000架三弓床弩，共计消耗2000万积分。三弓床弩所用的铁零件兑换了5万只，消耗了250万积分。而因为需要运送巨石与铁零件，为此秦泽在原有300辆木车的基础上，又兑换了3000辆木车，消耗了600万积分。这些消耗的积分加在一起，共计5350万积分。当然，这几天加在一起还消耗了几百万积分的粮草消耗。现在的秦泽积分只剩下了几百，甚至于吃完今天的晚餐后，明天的军粮还等着积分兑换。当然，一夜过后便又是100万积分。而此刻，秦泽看着营地外的这些远程重型武器，嘴角不知不觉就翘了起来。一旁的典韦双手环胸，开口道：“主公啊，这都用上这些武器了，那就没法冲阵了呀。”秦泽摇摇头，弩箭和炮弹射出后，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自然还需要冲阵的。就是不知道他们在经历这从天而降的打击后，还能活下多少人。听完这话，典韦点点头，无声的笑了。秦泽接着道：“接下来就看他们有多少人。若是援军数量够多，那这些武器也能最大化的利用上；若是人少了，那还真是大材小用了。”典韦摸了摸脑袋，轻叹一声道：“就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过来，这等得我心急啊。这几天我见白起眉头紧皱，一脸阴沉，想来也是为此事忧愁。我常听他念叨，说是这屠援军来得太慢，想做大事还磨磨蹭蹭，一点执行力都没有。”秦泽摇了摇头，轻笑一声道：“该来的总会来，多等几日又有何妨？屠援国也需要筹集兵马，岂能说来就来？他们越是磨蹭，说明前来的兵马数量越多。相比较我们，边境的屠援军们应该是更着急。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没出营，日日困守营地中，粮草又能坚持多久？我看这几日他们就应该来了。”正此时，营帐被揭开，白起迈着大步，面色潮红地走了进来。他的脸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一段时间，白起一直面色阴沉，秦泽都看在眼里。此刻见他神色不一般，心中立刻猜到定然是出了什么变故。而能让他兴奋的，那自然是来自于屠援军的消息。果然，不待秦泽开口，便听白起震声道：“来了，主公！屠援国的人终于来了。”就在刚刚，霍去病传来消息，今日屠援那边有大队人马赶来，相隔数里，甚至都能听到他们军营传来欢呼之声。虽然不知道他们来了多少人，但他们总算来了呀。本来还想着再不来，我就要带兵前去屠援营地给他们施压呢。说到这，他瞪大了眼，声音愈发洪亮：“可叫我好等啊！终于给他们盼来了。”话音一落，典韦眼前一亮，跟着道：“来了吗？太好了！”秦泽摸了摸下巴，面色波澜不惊，徐徐道：“不要这么激动，这还没开始打呢。他们的援军历经这么多天才过来，想必人数不少，还是得小心应付。”白起收敛了神色，当即点头道：“主公说的是，以末将看来，这些天咱们一直按兵不动，担心这屠援国的兵马不知何时才来，确实是有些着急了。”说到这，他话锋一转：“霍去病不能前去敌营，因而对面兵马的数量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咱们有30万大军，屠援军也知道此事。既然屠援国选择继续战斗，那自不必多说，定会派出比我们更多的兵马来。我若是他们的统帅，那自然要有30万以上的兵力才放心。”秦泽微微颔首：“不错，既然想继续打，那肯定是要有30万以上的兵力。不过无所谓，现如今的战具已经足够多了，多一些人倒也无妨，还能让这些战具利用最大化。”典韦点点头，紧跟着道：“主公，既然他们援军已经来了，那咱们明日便出兵作战。”秦泽与白起同时摇了摇头。见典韦面露疑惑，白起沉声道：“不用我们出兵，而是要他们前来才对。虽然今日他们已经来了大股兵马，但谁知道他们后头还有没有援军？若是现在开战，万一他们发现打不过咱们，选择退败，那后面的援军必然会退回国内。但若是他们主动派兵来西京，那就说明他们的援军已经来齐了，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因而才敢出营攻打西京。换而言之，至少短时间他们不会再有援军，咱们也就不用继续等了。”典韦摸了摸脑袋，沉默着点了点头。秦泽嘴角微抿，淡淡道：“说得不错，等他们出兵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与他交战之时。”说到这，白起面容一正，沉声道：“主公，如今咱们已有如此之多的战炮与三弓床弩，一旦开战，其威势难以想象。屠援军兵马数量众多，若是乱战之中他们逃回国去，那可就糟了。”霍去病这段时间带着堪舆图沿着西京边境走了个遍，虽不能进入屠援军营地，但探查到咱们大前与屠援国交界处有一条大河，此河名为福家河，河上有桥，此桥甚宽，是当初屠援国历经几十年铸造而成，桥基落于河水之中，极为牢固，正是连通大前与屠援的桥梁。他们此次前来，便是过了这座石桥而来。听到这，秦泽摸了摸下巴，眼中射出一道金光：“你的意思是断了他们的退路？”白起眼帘低垂，嘴角露出一个略显阴沉的笑容：“正是。战炮与三弓重弩虽然可以移动，但速度太慢，他们若是分开跑，就难以追击。何不如运送一些战炮绕过他们的营地，自远距离投射巨石到那桥上去？他们无法退回国内，那就只能选择与我们交战，亦或者困守军营。如此一来，咱们只管投射巨石，发射弩箭便是。”一席话说完，秦泽微微颔首，开口道：“
那这桥不就是被毁了？以后又该如何去图援呢？白起微微一笑，从怀中掏出看舆图，手指地图道：“主公放心，霍去病带人摸去了桥边，绘制出了桥梁样貌。那不是普通的桥，更准确来说，是由无数石块堆砌在河中的路，以石头漫过河面后，上面再进行修筑而成。这些年被他们不断加固，就是为了能让千军万马渡河前来大钱。”说到这，白起摇摇头，冷笑道：“从这就能看出，图元国欲夺大钱领地已久。若是让他们夺取西京，下一步必然是要图谋更多领地。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倒算是好事啊。”一席话说完，秦泽点了点头，笑着道：“好，你去安排。想夺我们的土地，那这桥就借我用用吧。”是，主公。白起深吸一口气，嘴角微微扬起，当即扭身离去。不多时，在外探查的霍去病与白起进行了一次会面，而后霍去病带领3万人与100辆战炮以及400辆木车离去。一辆战炮若是需要投射出最远射程的炮弹，那需要200余人拉动炮索才行。为此，他必须要多带一些人马前去。另外，此番前去边境，还得从远处绕过去，其目的自然就是为了防止被图元军发觉。毕竟这么强大的武器，若是提前暴露，极有可能让他们心生惧意。若是让他们跑回国，那对于负责这次战斗的白起来说，可就是败兴而归了。之后，白起又命在图元营地之外的哨兵严密监察图元军的动向，一旦确定他们要出兵作战，务必要立刻汇报。时间渐渐流逝，很快就到了晚上。营帐中，白起躺在草垫上，辗转反侧，就是难以睡着。而另一边，秦泽也躺在营帐中，难以入睡。一番思量过后，秦泽起身撑着下巴，又沉思了一会，而后他猛地一个起身出了营帐，向着白起所在的营帐走去。只是刚走没多远，便看到白起已经迎面走来。二人对视一眼，白起沉声道：“主公，我看咱们还是要来个以退为进最为合适。”秦泽脸上浮现一抹笑容，事实上他找白起也正是为了此事。不错，我也想说这个。将所有兵马撤回西京城，除了霍去病带走的那些战炮外，其余战具全部放置在那城楼的脚下，就让图元军有恃无恐地前来西京城。话音一落，白起点点头，跟着附和道：“战炮放置于那城楼下，一样可以投射出城。那些3弓重弩从车上拆卸下来，安置在城楼上，待他们大军来得足够近，再一起发射。他们兵马越多，越是密集，能杀伤的人就越多。”秦泽微微颔首，接着道：“大军撤入西京城，图元军想必还会以为我是怯战了。如此一来，他们必定来得更快更猛。”说到这，秦泽摇摇头，冷冷笑道：“若真是这样，那落下的石头砸的也更多啊。”话音一落，二人相视一眼，眼睛都弯了起来。白起当即抱拳道：“主公，既如此，那今夜就全部撤回城中吧。”秦泽点了点头，随即白起立即离去，召集士兵们收拾东西，快速撤回城中。于是这一夜，驻扎在西京城外的大军带着所有战具退回了西京城，而此举自然是惊动了西京城内的百姓。眼看大军突然撤回城内，所有人都慌了。不过很快，秦泽就派人说明了事由，这才将城内百姓给安抚了下来。随后，战炮在内城下被安置好，400辆战炮整齐有序地排歇在最前方的士兵们，其自身的甲胄也是特制的，手中也拿着盾牌，足可以抵御弓箭的射击。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从2000米逐渐缩小到了1500米。狂风吹拂，太阳已经被云层所掩盖，昏暗的天际下，铁蹄踏在地面上，震动让地面都微微颤抖了起来。这支50余万大军此刻的声势，大有黑云压城的气势。冲在最前面的图元兵们已经嘶声呐喊了起来：“杀！攻破城门！”带领士兵们的参将举着手中的长枪，振臂高呼：“给我往前冲，不要退缩！”抵达城墙后，架上云梯塔楼，冲车撞破城门，杀入城中，拿回我们的西京！杀！喊杀声震耳欲聋，惊动的城外飞鸟纷纷飞往高空。而这数十万人所发出的声音，此刻距离西京城已经不到1500米了。就在昨夜，距离城门较近的人已经全部清空退到了后方的城中。他们知道，接下来战场就会围绕那道城墙进行。而如今，靠近城门那里的蒙古骑兵们面容凝重地等待着，他们在等待一道指令，发起进攻的指令。铁锅中的沥青已经烧得滚烫，瓦罐中的火油已经被密封，数个瓦罐被绳子捆缚在了一起，在它们的空隙处被塞入了棉花，这是为了防止在半空破裂。这些瓦罐只有在砸碎在敌军的阵营中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一旁的战炮上，粗长的烧索被士兵们紧紧握住，只待一声指令，他们便会拉动烧索，投射出巨石。而此刻，西京城内的所有百姓都已经走出了家门，人人神色凝重，额头甚至都有虚汗流出。他们无一例外都在凝望着远处城门方向。接下来的战斗，若是敌军冲入城门，那迎接他们的命运不言而喻。这西京势必会成为人间炼狱。天边是那滚滚黑云，阳光已经极为微弱，战前的肃杀气氛让每一个人都心中忐忑不安，焦躁又紧张，以及那丝丝缕缕的惶恐感充斥着内心。听着远处来自城外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即便相隔很远，百姓们甚至都能感觉到地面在微微震动。敌军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但就现在听到的声音，已经让一些老兵们情不自禁捏了把汗。这些老兵们心中明白，能造成这种响动，敌方少说也有数十万大军。不知不觉间，他们的后背也被汗水打湿了。就在这时，哇的一声，一个紧抓着父亲衣角的小孩童突然哭了出来。他只有5岁，这种战火将至的感觉，让这孩子感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压力。看着旁边爹娘紧张的神色，让他终于没忍住，害怕的哭出了声。
这时，他的父亲一把将他抱起，让他坐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手指着城门方向，开口说：“娃儿，别怕，他们都是纸老虎。你看前面，那是我们的军队，那里还有很多厉害的大家伙，有很多人在前面保护着我们。”微弱的阳光艰难地穿透云层，投射在地面上。旷野上吹过冰冷刺骨的寒风，屠元军的喊杀之声随着距离的缩短，声音越来越大。城楼上，秦泽能听出他们的声音带着狂暴，带着嗜血，带着凶恶。也正因此，让他的脸色愈发阴冷。潮水般的敌兵带着各种攻城战具越来越近，秦泽双眼微微眯起，双手负于身后，冷静地看着他们越冲越快。一旁的白起面沉如水，本就令人生惧的脸愈发阴沉，但从那握紧的拳头上能看出此刻他心中的兴奋。敌兵来得越多越近，打起来就越能给他们造成更多的伤害。如此密集的敌群，不论是铁灵箭射出，还是城内的巨石，便是胡乱射出去，都能砸死一片人。事情的发展超出了白起的期待，也因此让他愈发满足。白起嘴中轻声念叨着，看这个数量的兵力，至少也有了40-50万人，若是能将他们全部歼灭在西京，那当真是……他轻扣牙关，眼神愈发的火热了起来。典韦却是等得急躁，他来回踱步，而后看向白起道：“我看只有1000米不到了，还不打吗？”白起摇摇头，再等等。典韦挠挠头，又看向了秦泽，见他并不言语，他只得静下心来，继续等待。又过了片刻时间，只听白起抬手道：“升起重弩，对准他们，听我号令再射击，拉动哨所，从300米到1300米，每隔100米投出火油。”是，将军。一声令下，不论是城墙上的士兵，还是城墙下的士兵们，全部都动了起来。狂风肆虐，秦泽双手环胸，下巴微微抬起，一双深邃的眼眸看向了屠元军。快，快！大军前列，骑着战马的参将面色赤红，举着手中的武器大喝道：“攻城战最难的便是攻破城门，而一旦攻破城门，接下来的战斗就会顺畅很多。为此，在这个时候需要快速的进行冲击。”而在大军的后方，摩柯丁被众人围在中间，作为主帅，他自然不会选择前去冲锋，他正观察着前方的情况。现在距离已经缩短到了800米以内，并且大军行进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但此刻，摩柯丁心中却有了一股难以描述的感觉。先前那一战，根据逃回来的那名士兵所述，敌方的弓箭手射出的弓箭威力很强，而且射程很远。但现在对方却还没有发动弓箭，这是在等什么？是在等自己的兵马距离他们足够近，才会射出弓箭，确保射得更准，杀伤力更强吗？可是即便如此，这些弓箭能射穿焚云车，还是说直接射穿盾牌？这自然是不可能。想到这里，摩柯丁冷哼一声道：“现在不进行阻击，待我的弓程重锤撞破你的城门，云梯架上城墙，我看你如何应对。”他一摆手，对着一名副将道：“传令下去，将重弩瞄准城楼，800米的射程足够了，掩护他们架上云梯，冲上城楼。”是，元帅。随即，在那名部将的传令下，前方的士兵们腾开位置，数架重弩被安置在地面上，并开始装上弩箭。射！一声爆喝响起，砰砰砰的数声，几十支重弩同时发射出粗壮的箭矢，箭矢划破长空，朝着城楼的位置就射了过去。轰的几声，箭矢重重地插入了城墙外围，其中更有几支射入了城墙内，但并无一人伤亡。此刻西京城楼的众人都蹲伏在地上，借助城墙凸起部分阻挡重箭，而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办法站起身来驾驭3弓闯弩进行射击。典韦阴沉着脸看向白起道：“这下可糟了，咱们的箭射得更远，应该先射才对。如今他们先射箭，咱们被压的都起不了身。”白起听出典韦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倒像是有些埋怨，他微微一笑，也不在意。别急，让他们射几轮箭过来，又有何妨？典韦看向秦泽：“主公，打吧。”秦泽摇摇头，沉声道：“急什么？他们进入射程内的人越多，杀起来就越多。先把底牌都漏完了，他们察觉不对，掉头跑了多难追。”典韦面色一滞，支支吾吾道：“那这是示弱以敌了吧？”话音一落，秦泽眸光一闪，淡淡道：“你悟了。”又等片刻，一旁的白起透过城墙上的了洞观察着屠元军，这时他大声道：“来了！这个距离够了！传令！战炮开始准备投射火油！”一声令下，城墙下方的士兵们精神一振，开始拉动炮索。另一边，看到那城楼上并未射出一箭，摩柯丁终于是松了口气。在他的预计中，如果对面在城楼上进行弓箭射击，那自己这边攻城会受到不少的阻力，如此一来，甚至还会有人被一些冷箭射中，这会造成不小的伤亡。但现在对面被重箭射击的抬不起头来，相对而言那就好多了，这可以让自己这边快速的攻破城门，不用摩柯丁发布命令，冲在前面的士兵们带着战具冲得更快了。每个人心中都明白，要趁着城楼上敌人被压制的时机进行快速攻城。随之，屠元大军加快了行进的速度，战马在嘶鸣，士兵们面色赤红，脖颈间青筋暴起，大声怒吼着壮大声势。战场中段的米特里带领着雄鹰军奔腾在路上，他抽出那柄金色大剑，高举头顶，一声暴喝道：“不要害怕，杀过去！冲！”下一瞬，米特里瞪大的眼眸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从西京城中飞出无数瓦罐，瓦罐有大有小，大的单个飞出，小的5-6个绑在一起，但无一例外，他们自城中射出，飞向了这千军万马中。
这一刻，几乎是所有人都抬起了头，瞪大了眼，呼吸在这一瞬间似乎停滞。战场这一刻好似被定格了一般。呼！天太灰暗，风刮得太猛烈，空气中只剩下阴冷。上百个盛放着火油的瓦罐在几秒钟后落下。300米的位置，他们落入焚云车上，落塔楼云梯上，落入步兵群。600米，他们落入轻骑兵中，落在空地上。800米，他们落在重甲骑兵的脚下，刚好擦了个边。啪啪啪！但无论哪个位置，瓦罐都在一声接着一声的碎裂，火油流淌，溅射，喷涌，落在人身上、马身上、盾牌上，亦或者地面上。空气中的火油气味窜入每一个士兵们的鼻腔，刺激着他们兴奋的神经。直到一声急促慌张的叫喊声响起，才将他们的思绪带回。声音来自一名头脑聪慧、反应机敏的参将。他们肯定要放火！散开，散开啊！但几乎是这声音落下的一瞬间，自远处一颗颗缠着浸透火油布料的火焰巨石从天而降。冬日的天空依旧灰暗，依然寒冷，但这短短的一瞬间却似乎火热了起来，甚至有些滚烫。砰砰砰！伴随着无数的轰鸣声，天空中坠下的火焰落地了。噗的一声，一簇火花点燃火油，而紧随着那簇火花烧得旺盛了起来。短短几秒的时间，烈焰熊熊燃起。这一刻，千军万马中数个地方燃起了火焰。偌大的战场，这一刻盛开了无数火花，一处极燃的火油带着火焰彻底燃烧，或是一团，或是一条长线，或是某处空地上独自燃烧，烈焰升腾而起。它们附着在可移动的活物上，不能移动的死物上，尽情地释放着高温。火光冲天，灼人的温度驱散了空气中寒冷，但图援兵的惨嚎声却在这时喊得越发响亮。喊杀声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战马的嘶鸣声、士兵的惨嚎与嘶吼。无数人被烈焰包裹，他们慌乱地滚在地上，却始终无法扑灭身上的火焰。一匹浑身覆盖烈焰的战马撅起铁蹄，胡乱地在骑兵群中冲撞，背上带着火焰的士兵早已经被他扔下了地。他无措地狂奔着，带着一身的烈焰。一些未着火的轻骑兵见他奔来，连忙大叫着避让，但这匹战马却已经冲撞进骑兵群中。而这一进去，恰好将骑兵们中一个被泼上火油的人撞倒。他之前被火油泼溅到，但并未被随后落下的巨石砸到，因此也没被火焰点燃。但现在却被一匹战马给引燃了火油。他眸子紧缩，一脸慌乱地拍打着身上的烈焰。但那火油如复古之躯，一旦燃烧，怎会轻易就被扑灭？灼热的空气中，他甚至已经闻到了头发被烧焦的臭味，这让他愈发慌乱。此刻也顾不了太多了，他赶紧解开盔甲，开始脱衣服。但刚刚触及盔甲，那股高温就烫得他猛地一缩手。就当他一咬牙，准备强忍烧灼之疼脱下盔甲时，轰的一声，那匹战马倒下，巨大的马身将他压得难以起身。火焰还在燃烧，烧得越来越旺盛，而他的惨嚎声也愈发响亮。而这般景象，相较于那些被巨石砸中的人来说，已经算是好得多。空中落下的巨石，一些直接砸中人群中，那些骑兵被这巨石砸中后，直接被轰击的与地面贴合在了一起。不论是人的身体还是战马，只要被巨石砸中，都成一滩辨不清的血肉泥泞，残肢碎骸，深红色的血水已经拿污浊的地面杂糅在一起，让人一眼看去便心生恐惧。但若是直接被砸死到，还算得上幸事，毕竟没有更多的痛苦。若是被巨石落地擦到，那便是缺胳膊少腿。数名士兵未被完全砸中，却被波及，半个身子都垮了。而此刻，他们只能张着嘴，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冲在前方的攻城战具，此刻有不少被巨石砸中，焚云车更是一击即溃，连带着躲在后面士兵们被砸得血肉模糊，他们的身体、盔甲与那厚重的车体混在了一起，甚至一些都已经陷入了坑洞中。高耸的工程塔楼、云梯被一寸寸的压塌，其中还有几辆先前被泼上了火油，此刻也在随之燃烧。散落一地的木块烧得哔啵作响，不知多少人被火焰点燃。原本整齐有序的图原大军，在这第一轮的炮弹与火油的攻势下，此刻阵型全部乱了。被砸毁的战具，四处燃烧的烈焰，以及身上着火、爆脸在地上翻滚惨嚎的士兵，气势汹汹的图原大军乱成了一锅粥。而在战场的中段，米特里骑在战马上，原本满怀信心的面容此刻已经变得苍白。看着这些倒下的尸体，他只觉浑身汗如雨下。或许是幸运之神的眷顾，让他没有被巨石砸中，但他的雄鹰军这些精锐骑兵们却有不少人被砸中。出征之前，米特里以为这是一场胜券在握的战斗，但没有想到还未进行攻城，却已经造成了这么大的伤亡。这些从天而降的巨石，这些烈焰彻底将他的心理防线击溃。他慌乱的驾马四处奔跑，躲避着不断落下的巨石，已经彻底失去了再向前的决心。看着距离不远的西京城，又看向了身边的手下们，米特里大口喘着粗气，大喊一声道：“撤！”话音一落，米特里再顾不了许多，掉头就走。要是正面交战，我绝不会退缩。可这些石头砸过来，没办法打下去，必须要立刻撤走。我不能白白死在这里。米特里脸色苍白，低声为着自己的行为做辩解。而在战场的最后方，摩柯丁已经满脑门子汗，因为位于战场后方，故而他未被砸到，但眼前这副惨状已经让他彻底慌了。他想过任何决战的方式，也想过在攻城时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伤亡，但从始终他没想过对面会拿出这种攻击方式。看着前方的一片火海，看着被巨石砸死的士兵，摩柯丁手心冰凉，一时之间百念丛生。对面有这样的手段，要想再攻入城中，那就是难如登天之事。
虽然很不甘心，但摩柯丁知道，这个时候若是要继续强行攻城，只会付出更大的伤亡。抬眼看去，自己安排的重弩队，这时也被几颗巨石砸中，那里已经是一片火海，完全没有办法再继续瞄准城楼射击了。这时，摩柯丁眸子一缩，看见西京城中又投射出了一轮瓦罐以及巨石，并且还有无数箭矢射来，而且那还不是普通的箭。战场上的所有人都一片惊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急忙四散奔逃。但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不会被砸到或者是射到。面对巨石，不论是盾牌还是那些战具都无法阻挡，这个时候只能去靠那虚无缥缈的运气。西京城楼上，这时秦泽与白起等人已经起身，他们正看着前方的战场。事实上，在第一轮攻击发起后，对面的重弩射手便已经陷入了瘫痪状态，如今屠元军哪里还来得及瞄准城楼进行射击？而这第二轮的攻击，瓦罐中所放的乃是滚烫的沥青，先前第一轮的攻击已经将火油用尽，而这沥青其实也并不多，但不论多少，都要在一开始拿出最强的手段来给对面造成大片伤亡。瞄准他们，向远处射，射到他们的后方去。白起震声道。负责操纵三弓闯弩的士兵们转动绞盘，放上铁灵箭，伴随着砰砰作响的弓弦之声，一支支粗壮的铁灵箭飞射而出。而在城楼下方，每一辆战炮后面都有上百人拉动烧索，他们额头冒出热汗，头顶升腾出道道白气，他们卯足了力气，奋力往后拉动烧索。旁边2名士兵抬着巨石往弹巢中放去，同时听着城楼上士兵们的报点信息。放！伴随着一道道指令，烧索松开，已经被装填好的弹巢弹射而出，一颗颗巨石呼啸着飞出城，砸向外面的敌人。巨石射出，弹巢归位，士兵们再度拉动烧索，进行下一轮的射击。周而复始，循环反复，他们收到的命令是以最快的速度射出最多的石头。所有人心中都只有一个念：砸死他们！这时，城楼上的典韦大喊道：“嘿，加把劲，兄弟们，使劲拉，送对面那帮人下地府！”说话之间，典韦见下面一块硕大的青石无人来搬，那块石头足有100-200斤，他看得心急，大步奔下城楼。待跑到那辆战炮前，他一声朗喝：“这块大，射这块！”说着，他扎一个马步，猛地抱住那块青石，随着逐渐通红的脸，那块青石被抱起放在了弹巢中。射出去！典韦大喊道：“放！”砰的一声，那块青石腾空而起。西京城外，战场上已经是一片混乱的状态，无数飞来的巨石像是流星坠地一般，砸得人仰马翻，不知道有多少人惨死。而不待他们有更多的反应，第二轮的投掷物已经射来，铁灵箭自城楼上射出，朝着人群密集的地方就刺了进去。硕大的箭头锋利无比，直接刺穿盾牌，穿透盔甲，从屠元兵的胸口射出。这还不止，在射穿一人后，他余威不减，竟接着往后面穿去。这种冷兵器的威力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大化的利用，一支支铁灵箭收割着战场上一名名屠元兵的生命。而因为铁灵箭的射程更远，因此处于战场后方的屠元重甲骑兵也受到了波及，一支支铁灵箭射入人群中，迎来惨叫哀嚎一片。摩柯丁早已经被护卫们团团围住，他的前方架起了无数盾牌，此刻见到对面的攻势越发迅猛凌厉，摩柯丁一脸汗珠，脸色更是一片通红。虽战事紧张，但他的头脑反而冷静了许多。过去数天的所有事都在脑中快速闪过。镇北王先杀了自己这边8万人，而后却不乘胜追击，反而退守城中，看似示弱，但结合如今的战况来看，他们若想打，那绝对是有充足的实力的。他们不主动出战，便是为了吸引自己带大军前来，然后利用这些巨石和重箭对自己这边进行打击。换而言之，他们退守城中是为了给自己这边造成更大的伤亡。一通百通，先前种种不合理的迹象都在证明，镇北王早已经有了要打的准备，而且不仅要打，他还要取得最大的收益。本来摩柯丁还在犹豫，是付出一定伤亡强行攻城，还是说撤兵，但现在他已经明白该怎么做了。死！已经想明白的摩柯丁倒吸一口凉气，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一张脸上更是布满了虚汗。他是故意等着我们过来，他要杀更多的人。他喃喃自语一句，下一瞬，他猛地一声大吼：“撤兵！传令！撤兵！撤兵！”随即，身边的士兵拿起木锤，重重敲响了铜筝，声音洪亮，立刻在战场上传开。面对这落下的巨石与这些完全无法阻挡的铁灵箭，屠元士兵们心中早已经有了惧怕之心。但主帅不说退兵，那就绝对不能后退。而现在听到退兵的指令，所有人都心中一松，他们没有丝毫的迟疑，立刻调转方向，开始脱离战场。这一刻，跑得越快，就越能增加存活的概率。在最后方的重甲骑兵们得益于距离西京城较远，因此一说退兵，他们撤离的也更加快。在重骑兵的掩护下，摩柯丁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而此时，却有一人朝着摩柯丁驾马奔来。他右手上冒着热气，上面覆盖了一层黑色的流动液体，显然是被沥青泼洒所致。尽管伤势严重，但他仍旧在大喊道：“元帅，不能撤兵，不能撤兵啊！我们50多万大军，就算付出一定的伤亡，但只要抵达西京城，只要攻入城门，就有获胜的机会。若是撤兵，今天的人可就都白死了。”来人不是别人，正是屠杀东。屠杀东怀揣着满腔的仇恨，从北库草原颠沛流离到屠元国，这一路饱经风霜，好不容易在亚瑟亲王手下当了幕僚，又凭借3寸不烂之舌在屠元国游说，这才让他们派来40万援军前来西京。如今最为痛恨的敌人就在西京城，这时攻进城杀了他报仇雪恨，
难道说还要把报仇的希望寄托在遥遥无期的未来吗？这一次士气正旺，全军人马上下一心，若是不攻进城去，下一次难道还有这样的勇气吗？若是退兵，下一次再来西京又是何时？屠杀东已经等不了了，也不想再等了。这一次，就算自己死在这里，也要看着秦泽死在屠元军手下。面对屠杀东的呼喊，摩柯丁怒斥道：“再打下去，还没到城门就都死在这里了。”屠杀东忍受着胳膊上的剧痛，咬牙道：“元帅，这是唯一的机会啊！只有与他们拼死一战，才有获胜的机会。若是就此退兵，他们也会追击，到时候咱们一样会死在他们手上。与其被他们追杀，不如号令全军直接冲过去。”摩柯丁瞪着一对虎目，怒喝道：“现在这种局面，要多大的伤亡才能攻破西京城？我52万兵马，按照你说的去做，要死一半的人才有30%机会进西京城。他城内若是有数十万大军，接下来怎么打？你是要我赌上一切吗？”屠杀东双眼都快要喷出火来，他大声道：“对，就要赌上一切。我了解秦泽，他只要开战，那就不会收手。他只打歼灭战，他不会就这样让我们回屠元国的。赌上一切才有机会赢，若是退兵，那就是必败。”摩柯丁怒斥道：“休得在此扰乱军心！再敢胡说，砍下你的人头！”屠杀东，不要再说废话了，退兵！退兵！铜铮敲得响亮，气势汹汹而来的屠元大军，此刻已经是丢盔弃甲，狼狈溃逃。而在这撤退的过程中，天上依旧还有不断落下的巨石，以及那一支支铁灵箭，这对他们的逃亡形成了极大的阻碍。不知有多少人在溃逃的过程中被巨石砸死，被箭贯穿身体，更有被战马践踏过身子，被活活踩死的。其中还有一些人身上的火焰还在燃烧，但他们已经倒下。空气中充斥着血腥味、焦臭味，天际愈发昏沉，战场上的火光都是照得雪亮。见摩柯丁已经打定主意退兵，屠杀东低下了头，似乎连胳膊上的疼痛都感受不到了。看着摩柯丁在重甲骑兵的掩护下退出了战场，看着周围的屠元兵全部都在溃逃，屠杀东张了张嘴，无声地低语了几句：“今天打不赢，一切都结束了，他们不会再给机会了。”风刮得猛烈，吹得他的头发飘荡，他沉默着拉动缰绳，调转了方向，与所有人背道而驰，一个人朝着西京城奔去。而在摩柯丁还未发出撤兵的命令之前，就已经开始撤退的米特里，此刻正从前方而来。他看到屠杀东驾马朝着西京城奔去，立刻大喊道：“屠杀东，撤退了！不要再去西京城，再去就是送死！”屠杀东抬起头，冷冷地看着他，嗤笑了一声：“你也配英雄之名？”说完这句，他一扭头看向了那逐渐落下的太阳，轻声自语道：“我北库草原的茶园真大王，才算得上英雄。”屠杀东摇摇头，驾着马继续朝着西京城奔去。屠杀东说话的声音并不大，米特里并未听见。见他不走，米特里不再多言，带领着雄鹰军快速撤离战场。正这时，屠杀东猛地抬起了头，只见前方一块青石正向他袭来。呼！风声呼啸，屠杀东头发散落，眼眸灰败。这一瞬间，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当初若是不出北库草原，不去大前，我胡马一族会不会……轰的一声，青石砸落，屠杀东连人带马融入冰冷的地面。而在西京城的城楼上，秦泽双眼微微眯起，看着溃逃的屠元军，他开口道：“开城门！”一声令下，城门打开，蒙古铁骑有序地出了城门。而在城墙内，战炮还在继续投掷巨石。虽然屠元军已经在溃逃，但这一次他们全军出动，兵马密集，就是撤退那也需要一段的时间。更何况不断有巨石与铁灵箭射出，这极大程度地减缓了他们的速度。此外，阵型已乱，军心更是成了一盘散沙，人人心中慌乱。这次撤退杂乱无章，不知道有多少人被自己人给踩踏，给堵在了路上。与之相反的，则是整齐有序集结的蒙古铁骑。这次战斗，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只要屠元军一溃败，那他们就会出动，开始进行追击。时间渐渐流逝，蒙古铁骑开始朝着屠元军追击而去。当然，这时候的战炮和三弓床弩就要朝着最远处发射，不然就会伤到自己人。而蒙古铁骑们也不用追得太快，只需要一直给屠元军压力便可。天上有巨石落下，又有铁灵箭射来，地上又有源源不绝出城的铁骑。此刻溃逃的屠元大军，那当真是三魂丢了气魄，人人惊慌失措，面色苍白，只恨自己没有多长两只腿。重甲骑兵已经逃离了射程之外，轻骑兵们也已经快要逃离战场。但先前拉战局的步兵们，也就是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的那些人，现在就完全没办法及时逃离了。他们足足有7、8万人。此外，还有不少被烈焰焚烧、被巨石砸落波及到的伤兵，这些人的数量也有非常之多。实际上，在这几轮攻击下来，伤员才是最多的，其中有以轻骑兵最多。那些战马们在石头砸落时便被吓得发了狂，也不知从马背上摔下了多少人。此时此刻，这些人再也顾不上许多，为了快速逃离这个战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盔甲、武器、盾牌全部被抛弃，只为了加快速度。不论是巨石砸下，还是说铁灵箭，这些盔甲、盾牌都完全挡不住，要着又有何用？看着前面的骑兵队越跑越快，越跑越远，这群被遗弃的士兵们眼中露出绝望。米特里将军，救救我们啊！带着骑兵队来接上我们一起走吧。米特里将军，有士兵向着前方的雄鹰军哭喊道。雄鹰军的骑兵们扭头看到后面的同胞正被铁灵箭射穿胸膛而死，这幅场景让人愤怒，让人悲痛。但作为雄鹰军的统帅，米特里此刻面色低沉，并没说一句话。终于有副将开口道：米特里将军，这样下去，
后面的人都会死。我们一人在一个，能多带点人逃走。话音一落，米特里脸色骤然涨红，怒吼道：你在说什么鬼话？现在回头是要找死吗？之前我们已经被巨石砸中不少人，5万雄鹰军已经折损不少了，再回去那就要损失更多人。我们是精锐，我们不能随便牺牲。这次作战我们没有预料到镇北王有这样的武器，已经失去了先机，该取舍就要取舍。那副将咬紧牙关，低头叹了口气。米特里冷哼一声道：不会让他们白死的，我米特里早晚有一天会帮他们报仇。快走吧。说完这句，米特里不再理会后面的呼喊声，他拍击着马腹，快速朝着前方而去。而在后方看到红河英雄米特里将军带着雄鹰军快速逃走，完全没有救人的打算后，步兵们脸色苍白，眼中只剩下了绝望。但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巨石已经不再投来，而铁灵剑也不知在何时停了。一名士兵扭过头去，旋即眸子一缩，一股冷意充斥了全身。只见后方一大群轻骑兵纵马而来，手中提着各种武器，相隔并不远，因而这些屠元兵甚至能看到那些骑兵脸上的表情，那是如同嗜血猛兽一般的表情，从脸上就能看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要杀人，快跑啊，快跑！他们追过来了。但2条腿又如何能跑过4条腿？蒙古轻骑不过片刻时间便追上了他们。很快，一场彻底的杀戮开始了，种种杀人利器往这群已经没有武器、没有盔甲的屠元兵们身上挥去。在出兵西京之前的那一夜，屠元大军满怀壮志，甚至其中一些士兵已经想着攻入西京城后的境况了。按照屠元国的传统，进城后那自然是大肆洗劫，而城中的人那更是全凭心意，怎样处置都行。这偌大的西京城能让他们在里面享乐很久。如果一切按照计划，那就是在这里过冬，有西京人的供养，他们能过得极其舒适。但现在这些欲望早已经烟消云散，只剩下那冰冷挥来的武器以及身上的剧痛，鲜血喷溅而出。这些屠元兵毫无招架之力，被杀得连反击都做不到。而蒙古铁骑们也并不大打算继续追击，他们知道那些骑兵们逃不了，等待他们的一样是死亡，只不过是早一刻和晚一刻罢了。如同狩猎的狼群，蒙古骑兵们冲入步兵群，这时他们要做的，那便是割下这群野心勃勃的敌人首级，粉碎他们的一切欲望。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蒙古铁骑，屠元军们只剩下了恐惧。战役早已经在之前的攻击中被彻底击溃，反击都是绝无可能。身份互换，他们已经从杀伐者转变为被杀者，成了没有抵抗之力的羔羊。绝望与恐惧中，一名参将大喊道：我们投降！回应他的是一声怒吼：投降？放你妈的屁！在你们对这片土地产生贪恋时，投降这2个字就和你们无缘了。敢入侵我们的土地，谁来也得死！这里就是你们的坟场！下一刻，蒙古铁骑冲入步兵群中，朝着他们杀了过去。战场之上，任何仁慈都是对自己的残忍。对待敌人，那就要时刻铭记他们的所作所为，歼灭那就要来的彻底。粉碎敌人野心的最好方式，不是讲道理，不是宽容妥协，而是打断他们的手脚，斩下他们的头颅。而此刻，随着战事的进行，火焰开始慢慢熄灭，但战斗却并没有结束。这些残余的屠元兵需要彻底解决。太阳已经完全落山，圆月攀上了夜空，惨叫声随之响起。皎洁的月光下，远离西京城的边境处，霍去病已经带领兵马将战炮架设于地，借助月色，他冷冷地看着那座桥梁。放！砰砰砰！100架战炮同时发射，巨石朝着远处的桥梁落去。夜色如霜，清冷的月光投射在西京城外。至此，战事已经告一段落。今日一战取得了傲人的战果。月光下，蒙古骑兵们正在清扫战场。屠云兵的尸体实在是太多，虽说是冬季，但若是不早早处理，长久下来易滋生瘟疫。为此，需要将这片战场彻底清空。而那些射出的巨石以及铁灵剑，若是有完好的，那自然也不能舍弃，还需要回收，留待下次攻击。这一次是大胜，但屠云军还是逃走了一些人，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只是这群溃逃的屠元军能去何处？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此刻，一队蒙古兵们拿着从城内百姓们手中借来的铁锹，正一铲一铲地挖着地。而另一边，又有一些人推着木车，将散落一地的尸体往车上扔去。一辆辆木车带着层层堆叠的尸体来到了深坑旁。当然，肯定不可能就这样扔下去。这支屠元军的装备很好，可以猜到肯定是屠元国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武器、盾牌，还有那银白色的盔甲，这些都要被取下。屠元国盛产金属矿物，这些装备的质地非常优良，若是弃之不用，那真是暴殄真物。虽然不可能穿上他们的盔甲，用上他们那特有的水滴型盾牌，但西京城中有不少铁匠，只需将这些军备交于他们手中，稍加改制，变成了大前人习惯使用的武器装备。至于那些残损的武器，只需放入铁炉熔炼，一样可以制作成全新的武器，亦或者农具。而随着这些装备被取走，被包得赤条条的尸体被一个个扔进了深坑中。尸体太多，因而白起早有吩咐，要挖大一点，深一点。毕竟需要掩埋几十万人的坑，不够大不够深，那是定然不行的。城门口，秦泽负手而立，正听着白起的汇报。白起面容波澜不惊，不疾不徐道：回禀主公，今日一战，据不完全统计，诛杀屠元兵马为30万人左右，人数未精确，是因为有些人被石头砸得血肉模糊，揉成了一团，没法确定究竟是多少尸体。还有一些被火烧得太厉害，因而只能估算个大概的数字。30万人是保守估计，人数只多不会少。这些人的尸体我已经下令挖坑掩埋，
不会留下什么隐患。秦泽微微颔首，白起接着道：缴获的武器、盔甲、盾牌等物难以计数，保存完好的约莫有1半之数。说完这话，他略一沉吟，差不多就这样。这时，典韦快步奔来，与白起淡然的脸色不同，典韦的脸上明显带着愤，还有一些攻城利器。虽然大半都被石头砸坏了，但还有一些保存完好。这些人大老远从图元国送来，竟然就这么跑了，这是赶着给我们送吗？哈哈，真是难为他们了。这么冷的天，这么远的路，真是不容易啊。随着典韦的大笑声响起，白起淡然的脸上终于有了变化，他嘴角微微翘起，笑了一声。秦泽自然也是跟着笑了。不错，今日一战打得很好。若是与他们正面厮杀，咱们要损失一些人马，凭借这些战据，没有牺牲一人。但屠元军还有不少人逃走，还需再接再厉，将他们一网打尽才是。秦泽的话一落地，白起紧跟着点头，他的眼神又恢复了犀利。逃走的人约莫有1半，其中重甲骑兵人数众多，仍旧是不可小觑的一股力量。但只要他们还在大前，那就必然逃不了。明日继续出兵作战，将其全部歼灭。秦泽微微颔首，抬头看向了那轮明月，悠悠道：能不能将这些屠元兵全部留在这里，要看霍去病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了。看来要等到明天才能收到回复。说到这，秦泽话锋一转，看向白起道：将那些战具运送出城，那些巨石、铁零件还能用的全部搬上木车，明日一早前去屠元大本营。这一次攻守一行，换我们来攻打他们了。是主公。白起沉声回道。说完之后，他唤来一名士兵，淡淡道：明日带上铁铲。那士兵点了点头。白起摸了摸下巴，小声的骂了句：妈的，还得分2次哇！皎洁的月光下，夜风吹拂，空气冰冷刺骨。旷野之上，一支溃逃的败军行走在荒草地上。或许是天气太过于寒冷，也或者是因为打了败仗，这支大军中不少人浑身战栗，脸上苍白。他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行走在路上，浑身直打哆嗦。最前方，摩柯丁低垂着头，一张惨白的脸上说不尽的沧桑。这时，一名副将从后方骑马而来，他的脸色同样不好看。只听他颤声道：元帅，1半以上的人都没跟过来。他们……话没说完，摩柯丁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再说。那部将重重的叹了口气，将视线从摩柯丁身上移开，落到了后方举头丧气的士兵们身上。他震声高呼道：不要垂头丧气，今日中了他们的计谋，这才没打过他们。要是早知道他们有这样的战局，我们绝不会输。2句话说完，他没等来士兵们的附和声，人人都低头沉默着，眸光中大多失去了神采。白天的战斗太过于惨烈，若是真刀真枪打不过倒也罢了，可他们甚至都没有与对面正面交战，就被打得溃不成军。这实在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完全没有招架之力。这次的攻击就纯粹是被动挨打。那些巨石、铁零件的威力实在太过于强大，在这种攻击面前，血肉之躯谈何能阻挡？而这样的敌人，他们还有大队兵马，接下来拿什么与他们交战？屠元军的士气落到了谷底，这个状态就是接下来正面交战，那也没办法打了。那副将知道这样下去，接下来就完了。他又看向了摩柯丁元帅，这样下去不行啊，接下来该如何与镇北王交战？话音刚落，一旁的米特里冷着脸道：还打什么？他们有比我们更好的武器，这已经没办法打了。此言一出，那副将心中冷哼了一句。先前他对于米特里是极为敬仰的，但经历今日一战后，他已经有些改观。这时，摩柯丁抬起头来，开口道：先回军营再说吧。今日这一战，实乃我摩柯丁从未经历过的一次惨败，眼下也只有回国，日后再做打算了。边境处，回禀将军，所有石头都投射出去了，8成的石头都堆积在了桥面上，已经成功阻截了他们的退路。皎洁的月光下，一名士兵正向着霍去病汇报。霍去病微微颔首，一对星眸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看着远处桥面上那堆积如山的巨石，霍去病沉声道：此地大一点的石头都已经用完，先将战炮收好，退去3里地外扎营，不要被他们发觉，待明日和主公会合后再发动进攻。对了，你带一队人先行回城，传达给主公消息。是，将军。士兵当即带领几人离去。随即，霍去病带领众人往后退去，手中有看鱼图，因而霍去病早已经选好了合适的扎营地点。抵达预先选定好的位置后，自远处便有几名骑兵驾马而来，正是先前霍去病派去刺探军情的探子。将军，我军大胜啊！我在几里地外见到屠元军正往兵营赶去，他们人人垂头丧气，想来是在西京主战场经历了一场大败仗。此言一出，霍去病脸色一喜，当即问道：他们还剩下多少人？人不少，至少还有20万人左右吧。霍去病摸了摸下巴，心中静静沉思。若是屠元军只剩下几万人，那今夜自己便可带兵前去阻截，甚至于直接冲入他们营地，让他们回也回不去。但若是有20万人的话，自己这3万人前去厮杀，势必要伤亡不少人。现如今有了战炮和3弓重弩，就没必要造成多余的伤亡了。但就这样让他们安然的回兵营，那岂不是太可惜？想到此处，霍去病眉头一挑，看向了天边那轮圆月，而后低头对着部下们道：此地的巨石大多已经射入桥中，这时再找太费时间，带上战炮前去交战，若是引来他们反扑，夺了咱们的战炮更麻烦。既如此，身上有功的跟我走，就算他们回营，也让我留下他们一些人再说。他们打了败仗，让他们提心吊胆的度过这个夜晚，明日又疲又累，我看他们如何接战。话音一落，背负弓箭的骑兵们当即出列。
霍去病此行的任务主要是为了断绝屠元军后路，一而弓箭手并不得，只有2000余人。但霍去病不觉得屠元军在这种情况下会带着大军前来追击自己。经历过一场大溃败的屠元军，现在就是惊弓之鸟，绝不敢贸然出击。很快，霍去病便带着2000余名弓箭手在夜色中朝着屠元军营而去。圆月越升越高，空气中的温度也越来越低。溃败的屠元军此刻距离营地不过2-3里路程。大军前方，摩柯丁脑海中还在复盘着今日的战局。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何今日对面能拿出这么强悍的武器来。若是早知道对面有射程这么远的战炮与重弩，那他绝对不会选择前去交战。屠元国也有战炮，射程为800米左右。他知道这种武器的威力，今日对面射出这么多的石头来，少说也有了数百架。难道说这10几天的时间，他们按兵不动，就是在运送战炮到西京来吗？摩柯丁叹了口气，在他的印象中，这种武器大前并未普及，准确来说，这西京是绝对没有的。至少之前的作战中，还未在西京见过他们使用这种武器。难道真是我想错了？这大前皇帝和这镇北王之间并无一丝隔阂，他们在演戏。这些武器从无到有，不可能是凭空而出的呀！看来是他们早已经准备和我们开战了。这些武器定是大前皇帝运到西京来的，他们这是就等着我们来打了呀！可恶啊，被他们摆了一道。摩柯丁越想越怒，一张脸涨得通红，他咬着牙自言自语道：好深的心机啊！故意示弱，又装作上下不和，都是假象吗？这大前是集结全国之力要和我们开战了呀！一旁的米特里竖着耳朵听他说话，他脸色一沉，开口道：元帅，战事还未结束，咱们还没有输。既然他们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咱们就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以我之见，早日回国，筹集更多的兵力，让大帝派来我屠元最强的大军过来。他们有这些武器，我屠元国集全国之力也不弱于他们。今日的惨败是我们轻敌了，只要做好准备，我们一定能打赢他们。摩柯丁眉头一皱，看着他道：回国自然是要回的，但接下来就打不了了，至少要过了这个冬天。米特里点了点头，沉声道：无论多久，我米特里一定会重回这里，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说着，他又掏出了十字吊坠，放在嘴边开始低吟。摩柯丁别过脸去，不再言语。正这时，大军后方突然传来惊慌的喊叫声：敌兵追来了，快跑，快跑！摩柯丁心中一紧，米特里却是立刻将十字吊坠塞入怀中，大喊道：快，快，速速回军营，不要停留，他们有埋伏。说话之间，他策马扬鞭，跑得飞快。好在营地就在前方，倒是不远，不过片刻功夫，前面的人已经顺利进了兵营。而在后方，霍去病追的倒也不深，他只是带着弓箭手们远远的射箭袭击。在这夜色下，他们射出的弓箭屠元兵根本难以看清，又个个心慌意乱，也不反击，只顾着逃跑。这几轮弓箭射下来，最后面的队伍又不知死了多少人。片刻后，霍去病眼看大多数人已经逃入军营，而箭袋中的弓箭也所剩无几，但地面上又多了些尸体。他微微一笑，带着弓箭手们大喊道：小心提防，晚点再来会会你们。大喊几声过后，霍去病带着弓箭手们往后退去。一名士兵问道：将军，弓箭不多了，夜里还要来吗？霍去病摇摇头，轻笑一声道：不必来了，吓他们一下就足够了。他们现在就是一群丧家之犬，草木皆兵，我们这几声能让他们一整夜睡不好觉。走吧，咱们回营帐好好睡一觉，明日才是决战的时候。与此同时，待所有人回到军营后，屠元兵们便立刻堵上门口，如此众人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营帐中，摩柯丁一脸震怒：你说什么？刚刚追击我们的人只有几千人？那部下叹气道：是的，元帅，只有几千人，只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后面究竟有多少人，不敢前去交战。若是被他们留住……摩柯丁阴沉着脸，摆摆手将其打断：我知道了，做好职业的安排，小心他们晚上还过来。另外，让其余人早点歇息吧，这一天下来，人困马乏，得养足精神才行。是，元帅。待部下离去，摩柯丁颓然地坐在凳上，他摘下头盔，摸着光滑的头，重重叹了口气。一声叹气过后，摩柯丁揉了揉发涩的眼，死了这么多人，我如何对得起他们？我又该如何向大地复命呢？哎，摩柯丁神情沮丧地握着手，在帐中不住叹息。另一间营帐中，米特里阴沉着脸在帐中来回踱步，口中不住地喃喃自语：不行，不行，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接下来他们肯定还要打过来，我的一世英名不能就这样毁在这里，要尽早回国。说到这，他又掏出胸口吊坠，虔诚地跪倒在地，将吊坠放在嘴边诵念道：主上，出国那一天我在梦中得到的神谕是我在西京大胜，可今天却……您的神谕不可能出错，难道说是因为时间对不上吗？不是在今天。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接着道：上帝托福让我安全回国，日后我再来完成您的启示。话音一落，米特里站起身来，急匆匆地走出营帐。屠元军营，米特里出了营帐，急匆匆地就去了摩柯丁所在之处。而这时，一名参将也恰好进去。二人进了营帐，便见到摩柯丁沉着脸。米特里敏锐地察觉到摩柯丁那泛红的眼眶，但他还未开口，便听那名参将颤声道：回禀元帅，已经清点出了人数，如今咱们所剩兵马只有不到20万了。所有攻城战具都被遗弃，回来的人身上也有1万多人丢失了武器，其中还有不少伤兵，他们大多数都没办法继续作战了。说到这，他喉头滚动，一脸悲痛之色。摩柯丁脸色低沉，事实上虽处于营帐之中，但外面时不时传来惨叫呻吟声，
这些伤兵中，有些人被滚烫的沥青泼中，那种钻心的疼痛让他们没办法不叫喊出来。而一些被火焰焚烧的人，本来保护着他们的盔甲，此刻倒成了累赘，盔甲已经与他们的皮肉粘连，连脱都没办法脱下来。现在的军营之中，到处都是呼痛之声，而一路的奔波溃逃，以及那彻底丧失的战意，都让他们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都到了极限。到了军营后，很多人紧绷着的那根弦松开，疲惫感猛烈袭来，很多人连站都站不起来。现在听到部下的回报，摩柯丁的情绪也随之陷入到了谷底，一张脸已经是毫无血色。他不是没打过败仗，作为一名元帅，历经沙场数年，胜仗败仗他都打了不少，但像今日这样惨痛的败仗，那还是第一次。30万人死在了西京，这是任何一个人都难以接受的事实。而打到这种地步，他们甚至都没有办法与敌人正面交战。等自己回国，必然要遭受万人唾骂，甚至于被直接革职查办，除非反败为胜，不然等待自己的结局，那是已经注定的了。摩柯丁心中重重叹了口气，他手足无措的握紧拳头又松开，眼神飘忽不定，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抚手下了。打破沉默的是米特里，他开口道：元帅，事态已经失控，镇北王有这样的手段，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料，他们接下来肯定要继续打。眼下我们不能留在军营了，应当早早回国，避开锋芒后，等来年再做打算。我看今夜就该走。他的话一说完，一旁的副将面露迟疑之色，开口道：只是如今伤员太多，加上今天这一战，人人疲惫困乏，这夜间如何能走？到了现在，连一口热饭也没吃上，天寒地冻的，如何走得掉？米特里眉头一皱，沉声道：不走不行，要是他们明日就来，有那些武器在，咱们挡不住。当断则断，不能拖延。话音一落，摩柯丁抬起了头，冷峻的目光看向了米特里。你的意思是夜间急行回国？跟不上的人不管了。米特里沉默着不说话。一旁的参将脸色低沉，能看出他心中极为纠结。他沉吟片刻后开口道：若是现在就走，起码有几万人跟不上，这样下去的话，岂不是说让他们……话没说完，米特里打断道：让他们在这里歇息一天就是，先让能走的人先走。难道都要留在这里，等着镇北王他们带兵过来吗？说到这，他略一停顿，目光投向了空地上，随口道：只要坚守不出，这军营应该还能抵挡一段时间吧。而且镇北王的大军不一定明天就过来。这前后矛盾的话让一直沉默的摩柯丁冷冷哼了一声。他直视着米特里有些躲闪的目光，开口说：他们有战炮，有重弩，今日他们的兵马也没有什么折损，你觉得他们不会过来？这军营又能挡住？面对摩柯丁这审视的眼神，米特里心中猛地生出一股怒火，他的脸疼的一下就红了。我只是说实情，你以为我想灰溜溜的跑回国吗？这是没办法的事。接下来的仗还能打吗？现在不走更待何时？犹犹豫豫只会葬送所有人。我不管那么多了，雄鹰军我要带走，这是我图元国的精锐力量，我不能让他们就这样死在这异国他乡。话一说完，米特里冷着脸往营帐外走去。一旁的参将见他这样说话，当即怒喝一声道：米特里，大家如此敬重你，你怎敢这样和元帅说话？这次前来西京，你是受元帅管辖的，元帅未下达命令之前，你这是临阵脱逃。先前在战场上你就已经做过一次了。米特里脚步顿止，他扭过头，一张脸已经满是寒霜，他看向了摩柯丁。摩柯丁脸色阴郁，他何尝不知米特里的话并没有错，当下唯有逃离军营，快速回国才是正确的选择，但这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人被遗留在这里，而等待他们的结局只剩下死亡。作为一军之帅，他要为所有人的生命负责，这个决定只有他能下，而这也意味着他要肩负起这些人死去的代价。如一块巨石塞在了摩柯丁胸口，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扶额沉思，眉头紧皱，脸色是空前的苍白，明明天气寒冷，额头却不断滴下冷汗。一旁的将沉默地看着摩柯丁，而米特里仍旧处在大帐门口，他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牙齿也已经咬紧，脸色阴沉无比。空气在这一刻仿佛凝滞了。大帐外还在传来呻吟声、惨叫声。好痛啊，这该死的沥青！来个人帮我把这腿给锯掉吧，我的腿已经坏了。好痛好痛！声声入耳。摩柯丁弓着身子，双手无力地捂住脸，冰凉的手指微微颤抖，脑海中一阵天旋地转，他甚至觉得呼吸都异常艰难。在某一个瞬间，一股懊悔之意在他心中诞生。悔不该来西京，元帅时不我待，早做决断才有活路，牺牲他们能保全大部分人。我向你保证，明年我一定带一支更强的大军过来。我米特里以上帝之名立誓，我会为他们报仇的。米特里拿出十字吊坠，高举头顶，一脸的庄重。呵呵，摩柯丁突然嗤笑了一声，这笑声来得突然，参将并未言语，而米特里却是一愣，他从这笑声中听出了一丝嘲弄，旋即他的脸骤然涨红，如被煮熟的大虾。他终于将积蓄的怒火喷泄了出来。难道你是不相信我吗？我米特里说话从来都是。别说了，米特里，你走吧。摩柯丁抬起头，脸色空前的平静。一番天人交战后，他已经有了决定。米特里脸色一僵，但心里面却出现了一丝欣喜。可不待他说话，便听摩柯丁接着道：米特里，你把还能行动的人都带走，今夜就回国，那些走不动的人就留在这里吧。话一说出，那参将猛地瞪大了眼。元帅，你……摩柯丁眼神平静，接着说：你也跟米特里回去，此地不可无人指挥，我留在这里。这话一说出来，那名参将和米特里都愣住了，只是二人的脸色却有着明显的不同。
参将一脸的难以置信，而米特里在短暂的愣神后，眸光却微微一闪，只是他并未说话。说话的是参将，他情绪激动的道：“元帅，就是要走，那你也该走啊！您怎能不走？您是我们图元国。”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摩柯丁打断了，他摇摇头，叹声道：“我快50了，这么多年打过的胜仗虽比败阵要多，但也不是什么名将。这次来大前，是大帝看我这么多年立下不少苦劳的份上才让我来的，想让我再立下一功，给个好名声。但如今，终究是我没把握住啊！如今我又有何颜面回国呢？死了这么多人，我如何向他们交代？镇北王明日极有可能就要攻来，我就留在这里，组织剩下的人来抵抗，给你们争取点时间。”说到这，他又看向了米特里，接着道：“米特里，你回去后帮我向大帝转达一声，大前如今已不是当年那个大前，他们现在实力很强，以我之见，还是不要再来的好。这西京就让与他们吧。”说到这，摩柯丁摸了摸脸，眼神暗淡无比。“我会转达给大帝的，元帅。”米特里面色不变，沉声回道。那参将却还在劝说，摩柯丁摇摇头，开口道：“不要说了，托万，我已经决定好了。米特里，你先去召集兵马，带领他们集结，粮草也带上，这一路还挺远的。”米特里早就在等这句话了，他连连点头：“是，元帅，那我先去召集人马。”话一说完，米特里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离开了营帐。“元帅，我不走，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参将面容坚毅，开口道。见米特里离开了营帐，摩柯丁看向参将，沉声道：“托万，你跟了我后面有10几年了，我信得过你。如今败局已定，已经没办法挽回，我必须要死在这里。若是我回国，一定会被亚瑟亲王抨击，指责我统军不力，这才导致战死这么多人。米特里是亚瑟亲王的人，先前我很敬重他，但这场仗打下来，我知道他和亚瑟亲王是一个德性。等回国后，米特里极有可能会将这次的失败原因全部推在我身上，如此一来，他就不会受到惩处。所以你必须要回去。”一番话说完，参将张着嘴巴，一脸的诧异之色。“怎么会呢？您是为了我们图元国而战，怎会受到？”摩柯丁打断道：“不，你永远想不到他们会借此做出哪些事来。虽然这次死了很多人，但我想亚瑟亲王甚至会借机向大帝请愿，召集更多的兵马，掌握更多的兵权。任何战争都不过是谋利的一种手段罢了。”参将脸色一僵，但很快他就开口道：“既然这样，元帅您更应该回去啊，不然岂不是任由他们将这场战事的失利推给您？”摩柯丁苦笑一声：“我为了阻击镇北王而牺牲，远比我带着一群溃兵回国要有说服力的多。你回国后，只需说我是为了阻击镇北王而死，这样任凭米特里怎么说，亚瑟亲王怎么抨击我，至少我的家人都能平平安安的活着。我们这些人只能这样了啊，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结局了。”一番话说完，参将沉默了，一股沉痛感油然而生，他动了动喉咙，但却再说不出话来。摩柯丁慢慢站起身子，他拍了拍参将的肩膀，语重心长的道：“托万，今天的战斗，想必你已经明白了，今日的大前已经不是当初的大前了。这镇北王秦泽是个很可怕的对手，他总能出其不意。不管是那30万大军，还是今日那些武器，他的身后究竟还有什么，谁也不知道。”说到这，他略一停顿，而后才接着道：“将他作为敌人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回国后绝对不能再来大前了。当然，这话我也只能和你私下说说。接下来大帝一定还会派兵马过来，不，就算大帝不愿意派兵来大前，亚瑟亲王也会制造矛盾，接着这次的战事怂恿大帝派兵过来。总而言之，这是必须要发动的战争。而你，托万，我只能劝你不要再来这里了，相信我最后的判断吧。这一次，我想我的判断没有错。”参将面色悲痛，他的目光茫然而无措。摩柯丁叹了口气：“去吧，托万，我的家人，还请你帮我照看照看。这次回去能放下军中事务就放下，好好度过你的余生。”参将眼眶红了，他弯下了腰，将手搭在胸口，郑重地向他鞠了一躬。夜深了，已经是凌晨时分，正是一天中最寒冷的时候。空气中的肃杀冷冽让人情不自禁，浑身发颤，而地面上也已经覆盖了一层冰霜。惨白的月光下，一支大军正在这寒冷的夜晚朝着远处而去。米特里带领着还能离去的人，在这夜色中行走。由于是夜间，加上一整天下来，他们人人都很疲倦，因而现在行进的速度很慢。理所当然的，人人脸色低沉，来时的雄心壮志已经彻底消失，现在心中已经是一片颓丧。而在军营中，剩余的人此刻只能无助地龟缩在营帐中。这一夜，没有点燃的篝火，没有滚烫的饭食，有的只剩下被遗弃在这里的绝望。呻吟声时不时在营帐中响起，搅扰着人人不得安宁，谁也无法安心入睡。除了一些伤势太重、已经死去的人，只有他们能享受着冬日夜晚的安宁。营帐中，摩柯丁坐在毯子上，圆瞪着双目，眼神中却没有焦点。片刻后，他抽出腰间的匕首，放到了脖颈上。这时，营帐外又传来若有若无、被压抑着的呻吟声，那是强忍疼痛的声音。砰的一声，匕首从摩柯丁松开的手中滑落在地，他跪在了地上，头贴着地面，嘴中在无声的呜咽，身子在轻微的颤抖。天亮了，当一抹红日从地平线升起，即便是寒冷的冬季，这朝霞还是给人身上带来了温暖的感觉。温暖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开始将寒冷驱散。覆盖冰霜的野草低下了头，冰霜融化成晶莹剔透的露水，从它的叶片上滑落，滴进红褐色的地面，与那已经凝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反射着绚丽的光。隆隆作响的战炮驶过，将微湿的地面压出一道倒车折印。嘶鸣的战马昂着头，
卖力地拉动着木车，车上是那一颗颗石头。一旁的骑兵们昂首挺胸，坚毅的面容上有着无限朝气，恰如这初升的太阳。旌旗烈烈，在风中飘扬，如同烈火；铁蹄隆隆，犹如雷声滚滚。20多万大军带领着战炮，三弓闯弩，不疾不徐地行走在原野中。大军中间，秦泽身披一袭白色大氅，脸上并无太多表情，只有从容。一阵风吹来，让他前额一丝乌发飘起。他抬头看了眼天色，裹紧了身上的大氅。虽是晴日，但这天却愈发冷了，想来是该下雪了呀。一旁的白起点了点头，是了，前几日是小雪节气，西京未曾下雪，但这几日应该是要下了。我看今日虽是晴日，但格外冷，说不定下午就要变天。说到这，他话锋一转，眼中露出一丝寒芒。主公，霍去病已经顺利堵住了屠元军的后路，他们余下的兵马约莫也就20万人左右，今日可一举将其拿下。秦泽微微颔首，话音一落，典韦跟着道：昨日一战，这帮人被杀得胆寒，今日咱们带着这些战炮前闯弩前去，直接向着他们的营地打不就完了吗？白起拂须一笑，是这样没错。说到这，他一扭头看向大军后方，那是一辆辆木车，车上堆积着铁铲，而作用自然是挖坑用的。白起扭过头看着这片大地，开口道：经此一役，这西京外的土地来年种上庄稼，想来是应当能得一个好收成啊。典韦一脸的不明所以，脸上全是茫然，知道屠元军已经没有逃走的可能性，一而秦泽并未让大军一路急行，当然就是要急行，那些战具也没有办法快速跟上，故而一直到了中午时分，大军才远远看到了屠元军营的塔楼。此时还有几里路程。这时另外一支兵马赶来与之汇聚，正是霍去病一行。见到秦泽，霍去病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主公，等你们很久了。秦泽看着他淡笑一声道：如何？昨夜屠元军士气已失，如惊弓之鸟，我带着弓箭手们在后面追击，倒也杀了他们几千人，他们虽然人数众多，但可不敢追我。说到这，典韦哈哈一笑。秦泽抬眼看去，果见前方的地面上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尸体。不错，消耗他们一点兵力倒也是好事，只是今日有这些战具在，打的倒是更容易了。刚说到这，霍去病开口道：昨夜听到屠元军中有些动乱，听声音似乎是有人离开了军营，应该是昨夜便赶去了边境。不过那时也已经深了，想来就是要去渡桥，这么严峻的天气，加上白天一轮大战，我估摸着得到午后才能到达，就是不知他们看到桥面已经被堵住，会不会带兵又赶回来。白起轻抚胡须，眼中带着些许笑意，昼夜不停的赶路，还能再回军营吗？累不死也冻死了。说话之间，大军又行进了一段路程，此时距离屠元军兵营已经不过3、4里的路程，再走2里多路便可架设战炮，摆好三弓闯弩，开始朝着屠元军营轰击了。但也就在这时，眼神锐利的霍去病眉头一挑，开口道：看，屠元军营门开了。众人抬眼看去，果不其然，军营的大门似乎是打开了，下一刻一人驾马而来。那一人一骑来的匆忙，典韦脸一沉，这是干什么？难不成一人一骑来刺杀？随着距离拉近，秦泽凝目看去，此人身上并无甲胄，手上也没拿着武器，一颗光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霍去病眉头一皱，取出背后的弓箭，正要搭弓引箭，却听那人大喊道：我乃屠元统帅摩柯丁，请让我与镇北王见一面，我有话要说。秦泽抬起手示意霍去病放下弓箭，随后摩柯丁驾马而来，他指着单衣，这一路骑过来，被风刮得脸色发白，嘴唇都紫了，一双手更是红肿不堪。止步！典韦大喝一声道。相隔100米，摩柯丁拉停了马匹，而后一翻身下了马，他向前走了几步，远离了马匹，而后举起手转了身，示意身上并无武器。做完了这些事，摩柯丁转过身看向大军，目光在人群中看到了秦泽的身影。虽然并未见过他，但看到秦泽身旁的几名将士，他就知道这便是那个有着赫赫威名的镇北王了。这一眼看去，摩柯丁不由感到一丝恍惚，给自己造成这么大伤亡的人，原来是这样一个年轻的男人，看其年岁，倒和自己在屠元国的儿子差不多大。谁能想到他能全歼胡马，又杀了自己几10万大军呢？摩柯丁脸上露出一丝苦涩，心中莫名产生了一丝不真切感。明明昨日这个时候自己还手握50多万大军，对着西京那是志在必得，但只1日时间却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在心中叹了口气，而后砰的一声，他朝着秦泽跪倒在地：王爷，我相了，求您饶我们一命吧。冷风吹过，吹得摩柯丁身子发抖，他低着头，头贴在冰冷的地面上，嘴唇微微的颤抖。几秒钟后，他没有等到回答，而对面的大军还在往前行进。他抬起头，重重磕了个头，颤抖着又喊了一声：王爷，我相了，这西京是你们的，我们不该来，是我们贪图无厌，是我们的错，求您饶了我们吧，以后绝对不来大钱了。还是沉默，依然没有回答。摩柯丁再度抬起头，这时大军距离他只有几米了。他看到秦泽脸上没有一丝表情，那对眸子似乎从他身上穿透了过去。他颤声道：是我向大帝请求来大钱的，王爷，你要杀就杀我吧，我的兵他们都打不了了，他们已经没法作战了，求您饶过他们一命吧。话音落下，一道冰冷的声音随之而出，是来自于秦泽口中：如攻守一行，你会放过我们吗？若我不来西京，西京城的人向你们跪地求饶，你会抬起手放他们一马，还是一刀斩下？来西京时
想必你和你的兵，以及你图元国的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吧？3句话落下，摩柯丁张着嘴，喉咙滚了滚，他急忙道：“你要杀了我们所有人，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了，这份仇恨就永不消散了。”这话一说出来，秦泽冷着脸怒斥道：“你们图元国的人都是这么虚伪吗？你敢杀到我们大前来，不拿人命当回事，现在却告诉我继续打下去是缔造永久的仇恨，不觉得可笑吗？敢发起战争，那就做好承受战争的准备。另外，摩柯丁，你且听好，我大前的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惹怒我们，别说你们这些已经来西京的人，就是你那图元国也能诛灭。”一席话说完，摩柯丁脸色苍白，眸光中再无一丝神采。听说你们昨夜不少人去了边境，还想回国？秦泽接着道。这话一说出来，摩柯丁莫名感到一丝寒意。下一刻，就听秦泽冷冷道：“踏入这里的那一天，你们就别想回去了。”话音一落，摩柯丁身子一颤，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显现。回去的路，难道你们已经？霍去病冷冷哼了一声，生路已绝，唯有死路一条。枉你身为主帅，这个时候却想着投降，真是可笑至极。一旁的白起脸色阴沉，紧跟着冷斥道：“你们这帮人来的时候带着几十万人过来，想的是将西京夺走，将我们歼灭，多大的野心，多大的欲望啊！现在打不过，落败了，怕了，还想着有投降的可能。你一人前来，装作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们这些图元兵，来一个我杀一个，我还嫌你们来少了，不够我杀的呢。”这一番话让摩柯丁又气又怒，苍白的脸长得通红，但终究他还是无力的低下了头。“让我回军营吧，我要和我的兵在一起。”他颤声道。典韦冷哼一声，取出了背后的铁戟。秦泽摇了摇头，典韦这才放下。下一瞬，秦泽猛地一声爆吼：“现在你知道你们图元国面对的是什么人了吗？滚回去吧！”摩柯丁眸子一缩，眼眸中只剩下浓浓的恐惧。他颤抖着身子骑上马，牙关战栗地朝着军营奔去。而在他身后，秦泽率领大军不疾不徐地朝着前方而去。不用使用战炮了，他们军营的人应该没有反击之力了。秦泽冷然道。霍去病跟着道：“想来是昨夜他们很多人去了边境，这军营中剩下的人都是走不了的人。”片刻后，大军顺利抵达了图元军营，而军营那座木门还是敞开着的。随即，大军有序地进入了军营中。白起一眼看去，便见到军营地面上已经有无数尸体，但仍旧有一些营帐中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白起脸色低沉，大手一挥，震声道：“解决他们，不要留下一个活口。”秦泽看向霍去病道：“那些逃去边境的人，想来这一路也够他们受的了。你先带人过去，这里就交给白起就行。”话音一落，大军分成2股，其中一支立刻奔赴最后的战场。而在图元军营内，其中一间营帐中，摩柯丁跪坐在地，看着身边几具尸体，他面无表情地拿出匕首。这一次，他没有犹豫，眼睛闭上的瞬间，他将匕首刺入了咽喉。时间渐渐流逝，很快就到了下午时分。米特里带着剩余的10几万兵马行走在路上，他们走得极慢。事实上，这一路已经有不少人掉队，而掉队的那些人大多都冻死在了这寒冷的夜晚。白天的战斗加上来回的奔波，又是在深夜出发，不说是人，就连战马都是疲惫不堪。因而到了后半夜，整个大军的行进速度相较于平常可以说是慢了好几倍。寒冷侵袭着每一个人，他们也来不及生火做饭，煮一些热水，故而只能嚼食干瘪的粮食，饮用着冰冷的水，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但随着太阳的升起，这才让他们被冻得发僵的身体稍微暖和一点。只是现在，米特里看了眼天空，晌午过后，太阳便被云层掩盖，随之而来的便是阴风怒号，空气中的温度骤然下降。即便是身体强健的他，此刻也不禁被这冷风吹得嘴唇发紫，手都冻得难以灵活操纵五指。呼，他重重地吐了口气，嘴边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快跟上，没有多远了，翻过前面那个坡就能见到桥了。米特里喊了一句。是。身后传来有气无力的应答之声。米特里扭头看了一眼队伍的最后方，甚至很多人都是在步行，他们的战马在昨夜就被累得不行，选择止步不前，怎么拉都拉不动。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下来步行。看到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垂头丧气，米特里摇了摇头，心中突然滋生一股怨气。这个仇，我早晚会还回来的。镇北王，你给我等着，等明年春天，我一定率领最强的大军过来，到了那时，我必要亲手宰了你。说到这，米特里咬着牙，脸上全是狠厉。这一次的西京之行，实乃他平生最耻辱的一次，不论是在图元国内打仗，还是说前去图元周边的小国作战，他都没有被打成这样。这莫大的耻辱让米特里完全无法接受。此刻再回想起昨日在战场上被巨石砸，被火焰焚烧，米特里心中又怒又怕。而大军还在继续前进，开始翻越那个土坡。米特里一马当先，他握紧了缰绳，踢了战马2脚，战马不满地嘶鸣了一声，开始费力地往上走去。片刻后，米特里到了坡顶，下一刻，他眸子一缩，嘴巴不受控制地张开。前方3里外，那座桥梁上堆砌着无数巨石，堆得很高，桥面上还有不少散落的石头。米特里愣住了，他眨了眨眼，又拿冰冷的手指揉了揉眼，眼睛瞪得溜圆。这时，他旁边的士兵们发来了惊呼声：“桥被堵上了！桥怎么被堵上了呀？这是怎么？”各种纷杂的声音传入米特里耳中，他身子一僵，感觉呼吸都快停止了。短暂的愣神后，他惨白的脸开始蹿红，俊朗的脸上青筋暴起，他终于忍不住怒吼了起来：“什么时候堵了桥？
什么时候堵了桥？他们什么时候堵的啊？我的桥！金黄的头发早已经散开，凌乱地披散在他的前额。米特里跟疯了一样嘶吼着，眼睛里面都快要喷出火来，他的声音甚至都因此尖锐了起来。狂乱的嘶吼过后，他大口喘息着，头也跟着无力地垂下，眼睛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往外溢。米特里捂住脸，身子一颤一颤的。一旁的参将托万面无表情，他抬起头看了一眼空中的阴云，一缕缕雪花正飘然落下。回去吧，米特里将军。托万开口道。回不去了，回不去了。米特里捂着脸，呜咽着说道。我说回军营吧，和摩克丁元帅一起，和镇北王做最后的决战。米特里猛地放下手，狂乱地大喊道：不，现在怎么可能再回军营？还有机会，还能回去。走，去桥上，把那些石头移开，搬走，清除路障，我要回图原。米特里扭过头，对着身后的人大喊道：跟我来，搬走石头，把他们都移开。但这时他猛然发觉身后的人几乎都保持了沉默，后面的人身子发颤，脸色已经不是惨白，而是乌青，一些人手中的武器都难以握住。现在他们的身体状态谈何能搬动那些数量众多的巨石？托万看着桥上的石头，摇了摇头。米特里将军，我们已经走不动了。当初出军营是个错误的选择，如果不走，和摩克丁元帅一起和那镇北王大军决一死战，或许……说到这，他停顿了，因为他知道再没有一丝胜利的可能。从来到这里的那一天起，就真的已经结束了。西京真的成为了每个人的坟场。米特里却破口大骂：放屁！去给我搬！我要回去！来人，来人，跟我一起去！话音一落，米特里猛拍马腹，策马向着桥面奔去。看到米特里已经失去理智，托万低着头轻轻叹息了一声。前面桥面已经被堵，已经无法渡桥，但若是现在回去军营，其实也不现实。再走一遍回头路，所有人都会倒下。看着身后士兵们那无光的眼神，托万开口道：还能去搬动石头吗？士兵们沉默着，其中一些人往前走去，那是雄鹰军的精锐，他们的身体素质相较于寻常的士兵要好得多，此刻还有力气在身上。但那些普通的士兵这时候是彻底的崩溃了，这一日一夜的行军，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早已经到了极限。此刻看到后路被断，心中最后的那一丝希望破灭，不少人直接瘫倒在地，甚至有些人开始低声啜泣。人类是群体动物，在这种情况下极易收到身边人的感染，越来越多的人停下了脚步。明明桥就在不远外，过了桥就是图原国，但这短短的路程却仿佛成了天堑。托万叹了口气，拢了拢凌乱的发梢，一种无力感在身上涌现。当初正是凭借这座桥前来大钱，但现在这座桥却成了阻碍。他抬起头看向天空，天光暗淡，太阳已经彻底被阴云覆盖了，雪花随着风越落越快，明明没有下多长时间，地面上已经覆盖了一层细密的雪。这一刻，托万突然萌生一种很荒诞的念头：天时地利人和，如今是一样不占。他心中喃喃自语，当初过这座桥的时候，应该就已经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了吧。看着身后众人从一张张绝望的脸上扫过，他深吸一口气，面向众人道：不走了，就在这里安营，好好休整休整，恢复一些体力精神，振作起来。身后的士兵们传来无力的应答之声，随之众人拖着疲倦的身子开始架设营帐。而在前方，米特里带着雄鹰军开始搬动石头。只是这一颗颗巨石堆砌的极高，而桥面虽宽敞，但也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同时上去搬动，故而他们只能咬着牙，用足全身力气一点点搬运。但仅仅在片刻后，大军后方就传来示警声：不好了，他们追过来了，他们追过来了！由霍去病率领的一支骑兵快马加鞭奔赴在了前方。这支兵马由轻骑兵与弓箭手组成，乃是急行军，而那些重甲骑兵与战具则在后方，他们的速度更慢。此刻看到前方的图原军正在安营，霍去病眉头一挑，冷冷道：果然出不了边境，也回不去军营，只能在此地安营了。不要与他们正面交战，射箭就行，等着后面的人过来再一鼓作气解决他们。放箭！话音一落，无数箭矢朝着图原军射去，密密麻麻的弓箭在空中疾驰，和那飘扬的雪花一同落入溃兵群中。紧随着的便是那接连不断的惨叫之声。图原军本就是人人疲倦至极，这个时候又遭到弓箭射击，只能匆匆架起盾牌抵御。但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谈何能阻挡所有弓箭？不消片刻时间，位于最后方的士兵们便死伤惨重。托万脸色铁青，振臂高呼道：宁愿战死，也不能就这样被动挨打。架盾，冲锋，冲锋！呼喊声过后，重甲骑兵们咬紧牙关，勉强撑起盾牌，迎着箭雨朝着霍去病一行发起了冲锋。但现在向来作战勇猛的重甲骑兵们早已经失去了锐气，这冲锋已经和送死没太多区别。阵型是混乱的，人是无力的，战马是疲惫的，冲锋就像是在踱步。托万看着不成阵型的重甲骑兵，脸色一片灰败。早在溃逃出军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他们没有正面决战的能力了。如果昨夜不出军营，而是所有人好好休整一夜，今日尚且还有一战之力，但现在已成死局。就算对面不用那些杀伤力极强的战具，都已经打不过了。至此，托万眼眸中彻底失去了神采，浓浓的绝望感席卷了全身，他甚至都难以握住缰绳了。而在桥上，米特里一行听到后方传来交战的声音，这让他心中更加慌乱。看着这堆砌起来的石头，米特里脸色涨红，愤怒的一拳拳打在石头上。为什么来得这么快？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
明明前面就是图元国了呀，为什么偏偏被堵在这里？我不甘心啊！这时，雄鹰军一名副将咬牙道：“将军，敌人已经打过来了，来不及了，咱们回去迎战吧。哪怕是死，那也要战到最后一刻。后面的人已经被打得没法反击了，我们雄鹰军还能打，我们还有一战之力。”听到这话，米特里跟疯了一样怒吼着：“打什么打？他们还能坚持一段时间，趁着这个时间，快给我搬，快给我搬石头，搬开这些石头，我们就能回去了。”这时，几乎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们怔怔地看着米特里。米特里头发散乱，却还在尖声嘶吼：“你们在看什么？快点搬啊！不要管那么多，给我搬就是了。难道你们都想死在这里吗？”那副将喉咙动了动，良久，他开口道：“米特里将军，我不走了，我要回去和他们一起迎战。”他又看向了这些密密麻麻堆砌起来的石头，接着道：“回不去了，米特里将军。”话一说完，他不再犹豫，扭头朝着后面而去。其余的雄鹰军士兵紧随其后，所有人都跑了起来。米特里急忙大喊：“不准走！都给我回来！你们要违抗我的命令吗？回来啊！回来！”没有人回应他，所有人都离开了大桥。米特里却还在嘶哑着嗓子吼叫着，但声音却越来越小。到了最后，他终于是无力地跪倒在地。看着如小山般的石头，米特里一咬牙，他脱去了盔甲，而后他开始向上攀登。作为精锐骑兵雄鹰军的统领，米特里的身体素质放眼整个图元国那也是数一数二的。脱下盔甲后，米特里感觉身体轻松不少，虽然冷了点，但身体更加灵活了。无视后方传来的厮杀声、惨叫声，他心无旁骛，小心谨慎地向上攀登着。片刻后，他凭借敏捷的身手，终于攀登到了中段。砰的一声巨响传来，米特里身子一颤，一个没抓稳，差点从石头上摔下来。砰砰砰，又紧跟着几声巨响传来，那是石头砸落的声音。呼，米特里脸色苍白，重重喘了口气，他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他继续往上攀登，爬得越发小心，毕竟这个高度掉下去，以现在这个身体情况，会摔得很惨。嗖嗖嗖，又传来了不一样的声响，那是铁灵箭射出的声音，紧随其后是一道道凄厉的惨叫声。马的嘶鸣，人的哀嚎，尸体倒地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往米特里耳朵里面钻。他脸上再无一丝血色，俊朗的面容此刻彻底扭曲，披头散发，倒像个年迈的老人，眼眸中全是恐惧。但好在他的手脚很稳，虽然心中害怕恐慌，但真的靠着一点点的努力，快攀登到了顶点。他不去理会身后发生的战事，尽量不去听身后的声音。究竟是用了多长的时间攀登，米特里也已经记不清了，血已经积了一层，现在的他只想爬上去。他的身上有不少血污，但没有一处是与敌人作战留下的伤，而是攀爬时被石头擦破、被割伤。虽一身伤，但他已经快翻越过去了。顶点就在前方，看着顶点的那块石头，米特里知道翻过去就能回国，这让他心中有了一丝欣喜。他深吸一口气，汇聚出一股力量，发起了最后一跃，手伸了出去，那块石头他抓住了，如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这一瞬间，他很想纵声狂笑，但哐当一声，那柄镶嵌了宝石、绚丽而华贵的剑从他的腰间掉了下去。那是他脱下盔甲也不曾舍弃的荣耀之剑，但现在却不小心掉了下去。米特里的心脏似乎都骤停了一下，他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而这一眼看去，他的眸子猛地一缩，浑身不知觉颤抖了一下。与此同时，浓浓的绝望席卷了全身。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吗？身后的人竟然大多都已经倒下了，剩下的那些人已丢下了武器，被团团围住了。而镇北王的军队，他们在不远处看着自己。为首的男人身披一袭白色大氅，很年轻，旁边是一小将，同样年轻俊朗。在旁边是一个面色阴沉、长相可怖的男人，眼中锋芒毕露。另一侧是一个身形魁梧、手持双戟的男人，他的脸上一股嘲弄之色。这么好的剑掉了，不下来捡吗？那个手持双戟的男人大笑着说道。米特里嘴唇颤抖，急忙抓着石头往上爬去。不要闹，我可就拿走了呀！哈哈。典韦将双戟收起，迈着大步往石头山下边走去。霍去病取出了背后的弓箭，准备搭弓射箭。白起将其拦住，他看向秦泽道：“主公，我看不用杀了。”秦泽明白他的意思，看着漫天的飞雪，他点了点头。白起嘴角微抿，眼中露出一抹深意，而后他回首喊道：“来，埋了他们！”至此告一段落了。雪由小雪变为大雪，而现在雪下的还越来越大，但即便如此，依然还没有停止的迹象，它似乎要下很久。叮！检测到宿主击杀一股势力，积分增幅至100积分1秒。叮！宿主获取新的领地，封地面积增加至平方公里。系统声音响起的一瞬间，秦泽眸子一闪，积分的增幅在他的预料之中，而领地面积的增加，这是指西京已经被算作自己的领地了吗？倒也没错，西京今后是受到自己的庇护了。而积分的增幅来到1秒100积分，而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创建军队的速度那就要快得多了。当然，除去这积分的增幅外，此行来西京最大的收获自然是这片土地以及民心。经此一役，西京之乱已然平定，百姓们能安居乐业，他们也已经成为自己忠实的拥护者。如此，接下来要做的事可就简单多了。金风鸾，你这皇位怕是坐不稳了呀！秦泽心中低语一句，而后看着桥面上那堆砌极高的石头山，他摸了摸下巴，看向了白起。就让这些石头留在这里吧。白起点了点头，沉声道：“是，主公。我相信
会有人来帮我们搬走这些石头的。不过已经进入冬季，不适合远征，得再等等了。秦泽手指前方，而后面向众人震声道：“被搬走的那天，攻入屠原国。”是。全军上下，所有人高声回应。砰的一声，已经翻过石头山的米特里被身后传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他一不小心从石头上滑落。好在他并没有直接掉到最下方，而是只往下摔了2米。但这一摔让他的脸重重砸在了陡峭的石头上，脸被划开，鲜血顺着脸颊就流了出来。米特里趴伏在石头上，浑身上下又酸又疼，同时又伴随着彻骨的寒冷。攀爬已经非常艰难，而再下去那是更是难上加难。而雪已经下很久了，不论是石头上还是石头下面的桥梁上，都是一层冰雪。脱去盔甲后，米特里的衣衫已经不足以抵御寒冷，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攀登，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看着空无一人的边境，入眼之处皆是一片雪白。米特里呆滞地张着嘴，嘴唇乌紫，湿漉漉的头发贴在脸上，金黄的眉毛上已经是一片冰霜。在一个呼吸过后，他掏出怀中冰冷的十字吊坠，刚想放到嘴边诵念，但手却突然停下。看着那吊坠，他突然恶狠狠地骂了一句，然后猛地将那吊坠向着石头缝里面扔去。我的一世英名都被你给毁了！扔掉吊坠，米特里蜷缩着身子躺在了一块石头上，不再动弹。雪下了很久，乃是西京这么多年来下的最大的一场雪。一直到了深夜，这雪依然没有停下。但在屠原军营内，此刻却是篝火连天，各个营帐旁都是温暖的篝火，而在营帐内更是受不到寒冷的侵袭。一间营帐内，昏黄的烛火照耀下，秦泽端坐主位，旗下是几员大将。他看向众人道：“这屠原军营保存尚且完好，各种军备、粮草，他们这几十万大军给我们留了不少，足够我们用一段时间了。接下来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虽然咱们兵强马壮，但若是在这个时候远征屠原，还不是最好的时机。我想屠原国经历这次惨败，这个冬天他们应该不会轻易动兵了，他们要来，那也该是春天的时候。故而接下来的时间就好生待在这里，将这座军营当作据点，待冬日一过，春暖花开之日，将军营迁往那座桥梁旁。等屠原国来桥上搬石头，不要心急，让他们搬，桥面一通畅就打过去。”话一说完，众人当即点头。是，主公。秦泽接着道：“西京的百姓现在已经奉我为主，让我坐上大前皇位，成为国君，此乃大势所趋。百姓们既然已经拥戴了我，我就不能推却。因此，接下来我要攻入京师，要除去金家这些篡国贼。”说到这，典韦、白起、霍去病三人眼中都露出了火热的眼神。秦泽却脸色一沉，看向白起与霍去病道：“不论是西京还是北凉，百姓们的要求都不多，无非就是求一口饱饭，穿一件暖衣，有一间屋子让他们抵御严寒酷暑。靠着一双手一双脚，百姓们是能这样活下去的。只是总有人在欺压他们，在逼迫他们，因而不得不反，不得不战。接下来我要去京师，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些事，而西京就交由你们来保卫。”话音一落，白起与霍去病二人站起身来，朝着秦泽拱手抱拳道：“是，主公。”秦泽接着道：“屠原国这些红毛鬼野心巨大，时刻觊觎着西京，这一次便是杀了他们50万人，也伤不及他们根本。当年我爹也曾在西京与屠原国交战，杀了他们不少人，可这不过5年的时间，他们就又来了。白起，你是打歼灭战的高手，这支蒙古铁骑交由你再合适不过。对待敌人，我想你比我更应该知道怎么打，更能让他们怕。”说到这，白起嘴角微抿，露出了一个阴恻恻的笑容。秦泽又看向霍去病，开口道：“霍去病，你思维敏捷，勇猛果敢，善于侦察，也善于率领骑兵直插敌军中枢，总是能打出其不意之战。日后你们攻入屠原，有你在，相信很快就能掌握屠原国的军情。你们俩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对付屠原国想必不成问题。因此，这支大军我会全部交由你们，以后就由你们来率领。”话音刚落，二人神色一凛，当即回应：“是，必不辜负主公重托。”秦泽摆摆手，郑重道：“不是我的重托，而是百姓们的重托。西京作为接壤屠原国之地，你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我打天下反金家也是一样的道理。这个任务艰巨而漫长，但也是充满荣耀的。你们的名字世世代代会被百姓们念在心中，即便是数百年、1000年，那也为人称颂。”白起与霍去病对视一眼，眼中都焕发着神采。正这时，一旁久未发声的典韦冷不防地问道：“那我呢，主公？”秦泽一愣，摸了摸下巴后笑道：“你跟在我后面，随我南下杀入京师。”典韦脸色一正，站起身来，朗声道：“是，主公。这娘们在起位却不谋其事，待入京且看我赏他一戟尝尝。”话音一落，众人纷纷笑了起来。待笑声过后，白起看向秦泽，开口道：“我白起也不谋求什么百姓称颂，毕竟在我手下也不知沾染了多少性命，估计百姓们都有些怕我呢。”秦泽摇了摇头，郑重道：“杀1事为罪，屠万事为雄，屠得900万，即为雄中雄。空有仁义，不过是伪善者的辩称罢了。你本是杀人刀，何须在意身后名？最利的刀就要砍在最凶的敌人身上。日后你打屠原国，就要让你的名字让他们永世铭记。”一席话说完，白起点点头，沉声道：“是，主公。今后就让我白起来当你手下最快的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兵锋所指，所向披靡，只等春暖花开之日，便是我白起进军屠原之时。”与此同时，当天夜间，一支骑兵小队正快马加鞭奔赴在前往西京城的路上。这行人神色匆匆，
已经奔波了数日，他们身怀急报，乃是从北凉关口而来。翌日，军营内，秦泽打开系统属性面板，积分已经来到了1396万，这是在积分增幅为1秒100积分后快速增加的。考虑到来年还需要应对屠渊国，因此秦泽正在考虑要不要再兑换一些兵马在西京。这一次歼灭屠渊国50余万大军，缴获的各种军备倒是不少，种种武器数不胜数。另外，屠渊国这次出兵西京，带来了不少粮草，但他们抵达西京后，不过2天多的时间就被诛灭，因而这些粮草还剩下很多。只是即便如此，现在还有20多万的大军，他们每日都有不少粮草的消耗，等到开春，那至少也有3个多月的时间。念及此处，秦泽决定攒一些积分，再兑换一些粮草出来。此外，兵马的数量还需要再兑换一点，毕竟开春之后，屠渊国也不知会来多少人，还是先兑换一些给白起最好。这些都需要消耗不少积分，但好在现在每天获得的积分数量已经很多，算一下时间的话，也就几天的功夫就够了。等到将西京的事给安排好，还是按照原定计划攻入京师。虽然如今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寒冷，但京师在南方，那里气候温润，而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越往南边攻去，冷峻的天气因素将不会让大军受到太大的影响。想到这里，秦泽摸了摸下巴，他在思忖是从西京开始反攻，还是说和驻守北凉的岳飞一同联合进军。毕竟岳飞手中只有5万兵马，还是让秦泽有些担心。另外，自己这一次来西京同屠元军交战，前前后后加起来的时间已经有20多天了，朝廷不可能就这样熟视无睹。这一仗打完，自己的所作所为，金风鸾定然是已经是自己为反贼来应对了。而这也就意味着这段时间金风鸾已经在筹备要铲除自己了，也不知他做到了哪一步。低语一句，秦泽掀开营帐，看着那漫天飘舞的雪花。北凉关口外，飞雪飘舞间，一群溃兵正仓皇地逃窜在平原上。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几万人，军队中的大旗迎风飘舞，上书一个金字。为首的将领名为方成，他身高7尺，体魄强健，但此刻他却面色苍白。方成手持一杆长刀，只是那长刀的刃口却已破损。此外，他的胳膊上正不断渗出血迹，那是一个血窟窿，乃是被长枪穿刺所致。这时，一名副将纵马而来，他气喘吁吁的道：“将军，他们没有追过来，已经退回关口了。”方成回眸看了一眼，脸色稍缓，随后轻叹了一声：“没追来就好。”那副将面色苍白，心有余悸的开口：“原以为秦泽带兵去了西京，这北凉关口的兵马并不多，只是幌子，但怎么会真的有好几万人在啊？而且这帮家伙也太能打了吧！”话音落下，方成咬着牙关，丝丝怒火开始在胸口中翻涌。数天前，他接到从京师送来的急令，圣旨中说镇北王秦泽违抗朝廷，拥兵自重，公然率军前去西京与屠渊国交战，这般以战养战的做派，足见谋逆之心。圣上下令剥夺镇北王之名，这北凉也不再属于秦泽封地。也正因此，作为距离北凉最近的通威城，统军经理抽调周边城池兵马，汇聚兵马后，命他率领10万大军前来北凉，本打算一举攻入北凉，但怎料在关口便遇到了那支北凉军。此刻想起驻守在北凉关口的那支大军，方成依然心中惊惧。他不明白，秦泽已经率领主力大军去了西京，那这北凉按理来说就不会有太多兵马。毕竟之前从西京传来消息的时候，就已经知晓秦泽手上有30万大军，而这也就意味着北凉就不会有太多兵马驻守。诚然，这是没错的。率军来北凉时，从那关口中出来的兵马确实有，也不算太多，自己的兵马完全碾压他们，但打不过，不仅打不过，甚至还被他们给打残了。若是他们追击，甚至自己这边伤亡会更加惨重。此外，敌方的将领武艺非凡，自己与他交手不过2招，便差点被他一枪捅死。若不是身边亲兵多，今日就要被他斩于马下了。想到这里，他眉头紧皱，嘴中喃喃自语：“岳飞吗？这秦泽手里面什么时候有这号人物了？当年赤焰军的旧部？不，赤焰旧部那些将领有名有姓的都死了，像他这样的不可能在当年毫无声名。回城之后，金大人一定怒不可遏，看来少不了一顿责骂了。哎，得再增添一些兵马才行啊！10万这如何够？”想到这里，他的脸色愈发苍白。京师庆王府大堂内，庆王端坐主位，手中正捧着一杯茶水。待轻抿一口后，他看向台下倚中端坐的大儿子金建仁道：“北凉那边这几日应该就能传来消息了吧？”金建仁俊朗的面容上挂着浅浅的笑意：“已经让经理派兵去了北凉。秦泽在西京驻守北凉的兵马不会太多，经理手中的兵马虽然也不多，但对如今的北凉来说足以。”说到这，他轻笑一声，跟着道：“爹，还是你高明啊！趁着秦泽去西京攻向他的老巢，他就是在西京与屠渊国打作一团，又能如何？北凉一丢，他便是在西京当土皇帝也没用。呵呵，他的家眷可还都在北凉呢。”庆王微微颔首，淡淡道：“先前秦泽没有堂而皇之的要行谋逆之事，现如今他公然谋反，收回北凉，倒是名正言顺。几日前在朝会上，我让王雍谏言，朝中大臣虽也有几个不长眼的反对，但这次张力那老头却没说什么话。这老头想来也明白了，先前总是在朝堂上帮秦泽说3道4，我见着心也烦。如今秦泽造反，想必张力也自知不能瞎说了，也罢，如此一来倒是省得对他动手了。如今秦泽在西京，就让他和屠渊国打去吧，最好打个2败俱伤。”呵呵。金建仁笑着嗯了一声，但很快他就眉头一皱道：“只是永宁他知道派兵去了北凉后，这几日却闹腾的厉害，他和秦家也没什么渊源，小时候去过的次数也不多啊，
这怎么救？唉。说到这，他微微叹了口气。话音落下，庆王眸中寒光一闪，声音也跟着冷了下来。哼，这丫头不明是非，想来是天天在府中看多了闲书。原以为我几番劝导下她会有所收敛，现如今却是愈发乖张，看来是我太惯着她了。庆王摸了摸胡须，又跟着道：真是女大不中留啊，胳膊肘竟往外拐。金见人眸光闪动，嘴角微微抿起，笑道：爹，永宁年纪也不小了，不如给他择个夫婿，省得他每日胡思乱想。说完这话，他看向了庆王。庆王眯着眼睛，但笑一声道：有道理。说起来确实是到了成婚的时候了，只是这驸马爷的人选得好好看看，得挑一个为我所用的人才行。父子二人对视一眼，眼中皆是露出了一抹深意。5天后，西京城外军营中，秦泽脸色低沉地看着手中的信件，而在帐外，其余几名虎豹骑正烤着火，他们一路跋涉而来，饱经风霜，此刻正饥肠辘辘地吃着饭食。见秦泽脸色深沉，一旁的典韦眉头一挑，当即问道：主公，是出什么事了？秦泽这时已经看完了信件，他眉头紧紧皱起，沉声道：岳飞来信，说是在北凉关口之外的哨兵查探到通威城近日有大股兵力集结，看样子似乎是要来北凉。说到这，秦泽双眼微微眯起，冷哼一声，看样子是金风鸾趁我在西京与屠元国交战，想派兵去北凉。他以为我带着30万大军在西京，北凉内部空虚，没有太多兵马驻守，想趁此收回北凉。这女人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倒是横得很。话音一落，典韦脸色腾一下就红了，他当即怒声道：他娘的，这么无耻！咱们在这保家卫国，驱逐不歼灭外敌，他倒好，去偷袭我们大本营了，这是人干的事儿，真是没皮没脸的东西。秦泽微微颔首，沉声道：还好来西京的时候，特意将岳飞留在了北凉关口，只是他手中的兵马也不多，若是朝廷派去了大队人马，一时之间还真有点棘手。岳飞写信的时候还未和朝廷兵马交战，但加上这送信的时间，到了今天的话，说不定已经打过了。典韦点了点头，跟着道：彭举勇猛过人，带兵那也是一把好手，有他在一定没问题。秦泽摸了摸下巴，淡淡道：那是自然，虽然他手上兵马不多，但都是虎豹骑，战力很强，只要坚守不出，依据关口之险，一时半会朝廷肯定没办法攻入北凉。只是时日已久，朝廷来的兵马越来越多，岳飞这几万兵马想来还是难以阻挡啊。说到这，秦泽看向了系统面板上的积分，这几天的积攒下来已经快到了5500万。略一思忖后，秦泽心中拿定了主意。随即秦泽出了营帐，让典韦去叫来白起和霍去病后，秦泽去了一片空地，而后他开始兑换兵马，兑换10万蒙古铁骑，叮，消耗2910万积分，兑换10万蒙古铁骑，兑换2400万斤粮草，叮，消耗2400万积分，兑换2400万斤粮草。考虑到今后可能要面对的战役，为此秦泽选择再兑换一些兵马出来。白起手中有40万大军的话，秦泽相信他绝对能应对来犯之敌。此外，虽然从屠元军那里缴获的粮草有不少，但秦泽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再兑换一些出来，加上这2400万斤的粮草，他们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季。考虑到这10万新兑换的兵马还没有获得战力加成，为此秦泽决定再兑换一名武将出来。看着商城内的一个个兵种模板，一番思量后，秦泽心中敲定了人选，兑换5星将领模板张辽，叮，消耗50万积分，兑换5星将领模板张辽，叮，尚未获得武将加成兵马共计10万人，本次5星武将加成，战力加成 30%。 系统声音落下之时，一支新的军队已经井然有序地出现在了白雪皑皑的地面上。人群中，一面若紫玉，目若朗星的壮汉龙行虎步而来，他一身戎装，手持一杆月牙戟，正是昔日五子良将其一张辽。张辽曾以800破10万名震四方，昔日古语有云：下杀江南众小儿，张辽名字透深闺。才闻乳母低声说，夜静更阑不敢提。在他那个年代，他和白起一样，也是一个令幼儿只提的人，足见其威名。若是拿典韦比较，那张辽就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善于带兵作战。这时张辽已走到秦泽身旁，他当即躬身行礼：末将拜见主公。文远，不必多礼，起来吧。谢主公。张辽当即起身。这时典韦带着白起与霍去病而来，几人介绍了几句，而后秦泽看向白起道：这10万兵马加上你手中这些兵马，已经接近40万人了，这是我给你的全部兵马。白起神色一紧，当即回道：是主公。主公既然又多给我10万兵马，那我必然要发挥其最大作用，日后这屠元国我会让他们明白厉害的。秦泽微微颔首，接着道：此外，这些粮草加上从屠元军缴获的那些，已经足够你们吃几个月了。不过说到这，秦泽话锋一转，但笑一声道：接下来你们要粮食，就得想办法了。白起眼中全是锋芒，他沉声道：明白，谁有粮我就去找谁要。话音一落，典韦急忙道：你可别去西京城找百姓要啊。此言一出，霍去病与白起皆笑了起来，只有张辽一脸茫然。笑声过后，白起看着秦泽问道：主公，你说这些粮草留给我们，难道说您这几日就要出西京？不错，金风鸾趁我来西京的时候，已经有了动兵去北凉的迹象。岳飞手中的兵马并不多，因此我决定回北凉，和岳飞会合后，将那通威城攻破，而后一路南下，攻入京师。而这西京今后就交由你们了。说到这，秦泽看向了张辽，接着道：此行与岳飞会合，我不会带上太多的兵马，
典韦与文远随我左右便可。话音一落，霍去病面现忧虑之色。主公，咱们来西京的时候做的隐秘，一路并无他人察觉。如今金风鸾已经在对北凉动兵，他定然会提防您回去增援，这一路可就不太平了呀。秦泽笑着摇了摇头，人多回去自然容易被察觉，人少的话更方便。另外，当然不止他们2人，我还会带18个人与我一同回去的。白起摸着下巴，沉声道：“主公，您要怎样的18人？我去帮您召集。”秦泽摆摆手，淡淡道：“不用，我明日一早就走。总而言之，这里的事就交由你们了。”是，主公。当日夜间，待积分足够后，秦泽再度向系统商城兑换了一批武将模板，但这一次他所兑换的并不是5星将领，而是2星。虽说是2星，但他们的实力丝毫不弱。共计18人，消耗了360万积分。他们身着寒衣，腰佩弯刀，脸戴面罩，头蒙黑巾，只露一双锋芒毕露的眼。外身披着黑色长披风，脚踏马靴，马靴内配有匕首，每人身上都背负大弓，剑篓中附剑18支，而腰间则配有清一色的圆月弯刀。他们名为燕云18骑。翌日清晨时分，秦泽与白起、霍去病道别，而后带着燕云18骑、张辽、典韦共计21人，在太阳刚升起之时，从先前来北凉那条捷径小道而去。当然，此番回北凉，秦泽命全军上下任何人不得泄露消息。秦泽打算直接前去北凉外的第一个城池，也就是南下第1城通威城。在通威城与岳飞会合，通威城破后，而后便可长驱直入，以此一路顺势南下攻入京师。时间来到5天后，京师长乐宫。长乐宫乃当今女帝金风鸾之居所，与前几任皇帝不同，金风鸾为女子之身，故而自然也无后宫佳丽，便是这男宠也无一人，有的也只是些宫女太监，因此平日里倒也冷清。只是今日长乐宫偏门却有几名太监抬着一顶轿子悠悠而来，沿路的宫女与太监们见到轿子，连忙低下了头，不言不语地带轿子走过，这才忙活着手中的事。太监们抬着轿子拐了几个弯后，很快便到了寝宫。寝宫外的宫女迎上前去，掀开了帐帘，轿内探出一张虽已过半百，但却愈发雍容华贵的脸来，正是当今大前庆王金为尊。庆王刚下了轿子，身着长服的金风鸾在2名贴身宫女的陪侍下走出寝宫。微臣参见陛下。庆王躬身行礼。王兄不必多礼。金风鸾又对着一旁的太监与宫女道：“下去吧，不用伺候了，我与王兄走走。”太监与宫女们当即躬身退去。平退左右后，金风鸾与庆王一前一后朝着后花园中走去。路上，金风鸾一对柳眉微微平起，沉声道：“派去西京传圣旨的人没回来，想来是被秦泽杀了。如今这西京的战事也不知进行到了什么程度，一点消息都传不出来。哼，想来秦泽去西京是打算就在那里待到过冬了。”庆王微微颔首，哼，西京有屠元军在，说不定这回战事焦灼，秦泽也心乱如麻吧。若他聪明点，应该是在守城，对咱们来说倒不是坏事啊。拖住了他的兵力，这北凉更好拿回来。说到这，金风鸾眉头一皱，拿回来？哼，派经理前去收回北凉，又不成了，关口还没进就被杀得大败而归。这秦泽在哪里弄这么多兵马？西京有，北凉还有，10万兵马都不能一举攻入北凉，还要增添多少人马？说到这，金风鸾掐了掐眉心，那白净的脸上也挂了一丝愠怒。庆王点了点头，脸色也沉了下来。先前他命驻守通威城的经理抽调周边兵力，拢共有10万兵马，意图趁秦泽在西京一举攻入北凉，破了他的老巢。但怎料这匆匆急召的兵马却在北凉关口被打得溃不成军，不仅未能进北凉，反而还在关口被北凉军给杀了几万人。经理连夜差遣信使800里加急送来了消息，请求朝廷派出更多援军，不然这北凉将难以攻破。而通威城周边的几个城池兵力基本都汇聚起来了。正这时，金风鸾又开口道：“不行的话，让贱人分30万兵力送去通威城，一举收回北凉吧。”话音落下，庆王摇了摇头，淡淡道：“我看不用，攻破北凉另有他法，甚至无需动用我们手中的兵力。”金风鸾眉头一挑，脸现疑惑之色。何意？庆王摸了摸下巴，但笑一声道：“让南蛮去吧。”听到这话，金风鸾不由一怔。南蛮，这是和大前人不同的一个种族，这些蛮人骁勇善战，性格凶猛，数年前与大前乃是死敌。后经秦昊天率领赤焰军大破南蛮，不仅杀了他们不少人，还俘虏了一大批南蛮士兵，这才让他们就此消停下来，不敢再生觊觎大前之心。而当初那最后一战过后，大部分南蛮人退回他们的土地，向大前俯首称臣，连年纳贡甘当附庸。随着关系的改善，当初那群被俘虏的南蛮士兵也就被放了回去。现如今，南蛮与大前也有些交易往来，彼此之间倒也平和。只是如今要攻北凉，那是大前内部之乱，南蛮不趁此作乱就不错了，又怎会出兵呢？金风鸾不解，当即问道：“王兄，南蛮虽已臣服，但若是要我命他们前去攻打北凉，他们怎会心甘情愿？那群蛮子虽是天性好勇斗狠，但在我强诏之下，也定会虚与委蛇，不肯真心出力啊。”一番话说完，庆王微微颔首，说得不错，这帮蛮子虽然大多比较蠢，但也不会蠢到这个地步。说到这，他话锋一转，微微一笑道：“不过呢，我却有个办法，能让他们真心愿意出兵北凉，而且是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攻打北凉，诛杀秦泽。”金风鸾微微侧头，双眉一挑，淡淡道：“你不会是想说把北凉打下来，让他们去北凉驻军吧？再封一个异姓王？”
虽然南蛮好掌控，但凭借这个条件让他们去攻北凉，他们未必会接受啊。毕竟他们也怕事后我们反悔，到时候不是白打了吗？庆王双眼微微眯起，不疾不徐道：所以说要再给他们一个准信，让他们知道北凉攻破后，他们就能收获战果。金风鸾眉头紧皱，什么准信？把永宁嫁到南蛮去。庆王面无表情地回道。话音一落，金风鸾脚步顿止。庆王接着道：许诺南蛮将永宁嫁给到他们那里去，再许诺给他们一个王爷的身份，有这2件准信，这帮蛮子怎会不竭尽全力攻打北凉？另外，当年秦昊天带领赤焰军大破南蛮军队，也不知杀了他们多少人。秦昊天虽死，但这秦泽可是他的儿子啊，现如今给他们机会报仇，他们更心甘情愿了。这几样加在一起，南蛮必定召集兵力，全力向秦泽杀去。哼，这秦泽想谋反，我倒要看看他面对这些昔日旧敌又该如何应对。当年秦昊天手中的赤焰军，那兵力可不是如今的秦泽所拥有的。冤家路窄，这次他还能击败南蛮吗？呵呵，真要说杀秦泽，这帮蛮子能拿出12去？那帮蛮人生性粗鄙，整日好勇斗狠，与我大前人完全不同。永宁她嫁去南蛮，这恐怕她不会情愿。话未说完，庆王打断道：永宁这丫头现在性子乖张，先前还要去西京，明知道秦泽现如今已经谋反，每日却还在帮他争辩，完全不明是非。也是我对他纵容过头了，才让他成今日这般模样。不过他终究是我金家的人，这嫁去南蛮，可不会让他肆意妄为，说不去就不去，由不得他了。一番话说完，金风鸾微微颔首，淡笑一声道：如此甚好。庆王府大堂内，不可能，我绝对不会去南蛮的。金长歌面色愠怒，朝着父亲怒喊道。庆王端坐于椅中，对于女儿的这种态度，他早有预料，因而他面色淡然，只是轻笑一声道：哼，永宁啊，魏父知道你心高气傲，一般人你看不上眼，只是这南蛮武家不是一般人啊，武家乃南蛮之主，他们的首领武魁那也是响当当的豪杰，颇有其父当年之勇。据说他16岁便一人进深山与猛虎相搏，有万夫不当之勇。如今他执掌南蛮，手中兵多将勇，你去了南蛮也不算辱没郡主身份了。一番话说完，金长歌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张精致的面容已经因为气恼带了一丝绯红。不，南蛮人是什么人我清楚，武魁他爹当年率领南蛮人侵犯我大前领地，要不是虎威将军前去打败了他，如今他们还会作乱。有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不信这武魁又是什么好人。再说了，我不想出嫁，出嫁有什么好的？在家相夫教子，我可坐不住。说到这，他气鼓鼓地坐在椅中。庆王端起茶杯轻抿一口，淡淡道：话可不能这么说，如今南蛮已然是归顺我大前，可不像当年了呀。且不说这武魁乃是一响当当的英雄豪杰，你嫁过去也谈不上委屈。此外，你嫁过去后，这南蛮人今后和我大前更是关系密切，日后更不会生出异心，于国于民都是好事，这是两全其美的事情，你又有什么不愿意的呢？一番话说完，金长歌一怔，旋即他眉头一挑，沉声道：爹，照你这样说，南蛮人已经归顺，那又何必让我嫁过去呢？再说了，这么多年来，南蛮人都没有生出什么异心来，这个时候你让我嫁过去是为何？难道说爹你？金长歌的话未说完，庆王脸色一沉，开口道：你天天念叨着想上阵杀敌，但你是女儿身，与军中那些男人在一起，能做什么事？谁会服你？就凭你的郡主身份吗？没了这个郡主身份，谁会听你？你嫁给武魁，一来能让南蛮人和我们关系更加密切，今后也更加效忠于我们；二来，你去了南蛮，你想有什么作为？凭借你南蛮王夫人的身份，那不还是吹吹枕边风的事？南蛮人好武，你与那武魁说说，便是给你一支兵马让你带，也不是什么大事，岂不是正合你心意？话音落下，金长歌眉头紧皱，我不愿意这样，女儿身也能有大作为，为什么一定就要依靠别人呢？我可以从头做起，反正我不出嫁，更不会去南蛮，爹你说什么也没用，你逼我去，那我就闹，哼，我绝不会嫁过去的。此言一出，庆王一拍桌子，脸上带着一丝怒气道：永宁，你听好，如今这天下并不太平，前段时间在东海，扶桑已经开始骚扰渔民，大有登陆东海作乱之象，而在西京，秦则拥兵自重，借着与屠元国交战的幌子以战养战，陛下派去传圣旨的人都被他给杀了，谋逆之心人尽皆知，民间还有那赤潮盟的人在背地里作乱，蛊惑民心。如此乱象频出，若是南蛮人再生异心，大前岂不是乱了套了？百姓们谈何还能安居乐业？到时候免不了生灵涂炭。让你出嫁南蛮，不论是对你而言，还是对这天下百姓来说，都是好事。你天天在家中念叨要为百姓做这个做那个，难不成只是嘴上功夫吗？一席话说完，金长歌脸色骤然苍白，他的声音颤抖了起来。可我真的……话未说完，庆王眯着眼打断道：你要记住，你是我庆王的女儿，不是什么平民百姓。你要真为了天下百姓，那就嫁去南蛮，为天下百姓做点实事。于公于私，你都应该出嫁南蛮。一番话说的金长歌哑口无言，他很想出言辩驳，但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来。如父亲之言，自己嫁去南蛮，对这天下百姓来说，倒确实是一件好事。毕竟南蛮人忠心于大前，不起异心，百姓们便不会受战火侵扰。只是自己真的就要这样被嫁去南蛮，成为一个所谓的南蛮王夫人吗？这一瞬间，金长歌心中百转千回，脸色也是随之愈发的苍白。诚然，为了大前的太平，为了让天下不那么乱，
即便是自己100个不愿意，但在这天下人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金长歌已经找不到理由来说不了，但一颗心却随之落到了谷底，如胸口中被堵上了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一双手无措地握在一起，指尖已经是一片冰凉。这时庆王站起身来，他一字一句道：大前当初饱经战火，不知有多少百姓死于战乱之中，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还少吗？历经数年，方才在陛下不在我们金家所有人带领下，才走到了今日，才有大前今日之盛。你说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现如今眼看大前又遭祸事，扶桑作乱，秦则谋反，这些人这些事荼毒了多少百姓，百姓们民不聊生。难道你能视若无睹？若你娘还在世，她必然也会和我说一样的话。你自己说，你嫁不嫁？话音一落，庆王冷峻的眼神直直地看向了金长歌。看着父亲那锐利的眼神，金长歌张了张嘴，半晌才颤抖着吐出一个字：嫁。得到回答，庆王神色稍缓，见女儿脸色惨白一片，他走到金长歌旁边，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永宁，魏父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自小就在京师，也没出过远门，对男子也是从不假以颜色，对于出嫁自然心中有所恐惧，但你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你是我女儿，为父自然也会为你着想。你是郡主的身份，代表的是我大前皇室，嫁给武魁是他的福分，他不敢懈怠你。你要是在南蛮受了哪怕一点点委屈，你就和我说，看我不给这武魁一点颜色瞧瞧。呵呵，这些话金长歌已经不在意了，他咬着唇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他开口道：爹，那我何时出嫁呢？金长歌的声音颤抖得厉害。庆王眯着双眼，心中思忖，南蛮未破北凉前，那肯定是不能让女儿嫁过去的，毕竟没有功劳，把永宁嫁过去又有什么用？而南蛮距离北凉的路途也较为遥远，这些蛮人身躯强健，有别于寻常大前士兵，他们此番出征，沿路让各城给他们备好粮草、快马，让他们一路急行赶赴北凉的话，那也尚需1个月左右的时间。虽说要给他们提供这些后勤援助，但也是值得的。毕竟之所以选择借力让南蛮出征北凉，也是为了让南蛮的势力一分为二，兵马积聚一地，日后兵强马壮，难免会生出祸事来。此行去北凉，南蛮之地要分出大股兵马出来，日后便是让他们进驻北凉也不是坏事，只要他们分散开，那今后统治起来也容易得多。当然，既然选择让女儿出嫁南蛮，那也不会只送她一个人去南蛮。永宁毕竟是金家的人，也识大体，出嫁时带一些自己人过去，待时日一长，慢慢从内部同化这帮蛮人，让其为己所用，日后也是一股战力。念及此处，庆王淡淡一笑道：不急，可能还需要数月的功夫。怎么？魏父今日这样一说，你倒是心急了。那武魁我曾见过的，生得人高马大，魁梧有力，虽说相貌算不上太好，但也是一方豪杰。你当初曾说打不过你的人绝不选为夫君，呵呵，这武魁你肯定不是他对手。听到这个答案，金长歌咬着唇角，心中叹了一声：永宁，别想太多，这段时间好生在家待着，待你出嫁那天，为父一定将你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呵呵。听着父亲的笑声，金长歌手指紧紧掐住了掌心，再说不出半句话来了。金长歌神情恍惚地出了大堂，脸色苍白，脚步虚浮，正往闺房走去，在过道上却撞见了脚步轻快、脸色悠然的二哥金建德。金建德前段日子总不在家，偶尔回来一次，也是紧皱着眉头，沉着脸去后院。这次却神色悠然，见他这般模样，金长歌不由眉头一挑，沉声道：二哥，你知道我的事吗？金建德一看金长歌这阴沉的脸色，就暗道不妙，他知道父亲说过让妹子出嫁南蛮，看他这样子，定然是已经和他说过了。妹子性格刚烈，逼他嫁去南蛮，他指定不情愿，心里肯定憋着火气。金建德一想到这就头疼，因而他只能佯装不知。他挠了挠头，沈笑道：这几天都在忙，我不知道。金长歌的脸色沉了下来，我还没说什么事，你就说不知道？脸上的表情也不自然，该不会是你和爹说让我出嫁南蛮的吧？说话之间，金长歌已经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腕。金建德脸色骤变，虽然作为千金营的统领，他的武艺不俗，但他自小便与妹妹一起习武，却总是打不过金长歌。这数年下来，在他手下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头。兄妹二人一言不合就开打的场面没少发生过。金建德心知自己这几年沉迷美色，身子虚了不少，武艺甚至都不如之前。这妹妹发起火来，那是真的要动手的，就比如现在。旋即，他脚往后退了一步，轻笑道：怎么会呢？我整日为陛下分忧，哪有功夫操心你的婚事？金长歌冷着脸看着他：永宁，你把手松开好吗？陛下召我入宫，可不得耽搁。金建德有些慌了，说：爹早不让我出嫁，晚不让我出嫁，为何选在这个时候？金长歌的脸冷得像冰，手也用了力气。金建德感到手腕开始疼了，连带着背上的鞭伤也疼了起来。那是前几日在房中被那女子打的，那时他正在兴头上，一时爽过了头，不知不觉就被打得狠了。事后才后知后觉，发现背上的伤比较重，涂了金疮药也不见好。此刻牵一发而动全身，金建德的脸都跟着红了起来。他急忙开口，因为要南蛮人去打北凉。话音落下，金长歌猛地瞪大了眼。明明今日并不冷，但不知怎地，他却觉得这一瞬间遍体发寒。看着妹妹在愣神，金建德敏锐地察觉到他的手也跟着松了，他急忙一甩手腕，往后退了好几步。我还要入宫面见陛下，就不多说了。说着，金建德一溜小跑离开，留下脸上已毫无血色的金长歌一个人站在过道上。原来是这样吗？金长歌神色惨然，脚步虚浮地回了房。待坐到书桌旁，他蜷缩起身子，抱着双膝，将头埋入膝盖中，
浑身不知觉的微微颤抖了起来。这时，门外传来丫鬟晴儿的笑声：“小姐，你总说在家憋闷，我寻了个好玩意给你解闷来了。”说话间，晴儿提着一个鸟笼走了进来，笼中是一只小巧精致的金丝雀，蹦蹦跳跳，灵动至极。金长歌将脸埋在膝盖里，瓮声瓮气的道：“没兴趣。”晴儿见金长歌也不抬头，眉头不由一挑，旋即他轻笑一声道：“小姐，你看看呀，这是一只很聪明的雀儿呢，它和寻常鸟儿可不同，被人调教的可好了，它会作揖，还会……”正说到这，金长歌抬起了头，那漂亮精致的面容上，眼帘却是微微泛红。晴儿一愣，连忙放下笼子，走到了金长歌身边：“小姐，你怎么了？”你……金长歌怔怔地看着桌案上的鸟笼，笼中的金丝雀歪着脑袋，小小的眼睛似乎也在看着他。小姐，晴儿看出金长歌情绪不好，小心地开口道。金长歌并未说话，他只是拿来鸟笼，而后打开了笼子。小姐，这雀儿是给你解闷用的，你要放走它们。晴儿小声道。我不再需要解闷了。金长歌面无表情，只是虽然鸟笼已经被打开，但那金丝雀却还是待在笼中，它歪着脑袋四处看着，并没有出笼的动作。晴儿，它为什么不走？金长歌怔怔地看着他。这雀儿是自小被养鸟人养大的，每日吃的喝的都是那养鸟人给，这日子久了，它在这笼子里也待惯了。这雀儿聪明的紧，知道出去就要自己觅食，自然就不走了。晴儿解释道。不过这也是我猜的，一只小鸟的心思，谁又猜得透呢？说不定是害怕了吧。晴儿又补充了一句：“是吗？”金长歌站起了身，看向了窗外。窗外风吹得紧，那棵本来枝繁叶茂的梧桐树已经掉光了叶子，枝干上孤零零地站着只不知名的鸟。他伸出冰凉的手，探进鸟笼中，小心地握住那只小巧温热的金丝雀。金丝雀并没有鸣叫，安静地缩着身子，任由他握住。而后，金长歌将它托举于掌心，将手伸出了窗外。风吹过，梧桐树的细枝被吹得摇摇晃晃，连带着枝干上那只不知名鸟儿也跟着打摆子。掌心中的金丝雀缩着的身子慢慢立起，它探出脑袋，小小的眼睛看着外面的梧桐树，看着那不知名的鸟儿。金长歌看着它，满怀期待。下一刻，金丝雀张开翅膀，从他的掌心中飞了起来，但它仅仅飞出不到1米，便盘旋着飞回屋内，落到了鸟笼上。小姐，它果然不走呢。这被饲养的鸟儿和这些野鸟还是有些不大一样的。晴儿微微叹了口气。金长歌眼睛红得厉害，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桐树上的那只不知名鸟儿叫了一声，而后它扑腾着翅膀飞离了枝干。下一瞬，那只金丝雀再度飞起，它快速地掠出窗户，眨眼之间，它已经飞得不见了踪迹。小姐，飞走了呀它。晴儿瞪大了眼。飞吧，飞得越远越好。金长歌颤声说着，眼眶中蓄满的泪水落下，湿了他的衣衫。南蛮之地，墓园内一处墓碑旁，一名壮汉靠在墓碑前，他身逾9尺，穿着一身皮袄，虽是冬日，但2个粗壮的胳膊却裸露在外，胳膊上筋肉虬结，足有寻常人腰粗。那魁梧壮硕的身躯让他仅是站着便让人心神畏惧，正是当今南蛮首领五魁。此刻五魁粗犷的脸上表情冷然，他蹲下身，拿起墓碑旁的一坛酒，揭开封口后，他提起酒坛朝着墓碑倾洒而落。而后他再度拿起一坛酒，对嘴一饮而尽。浓郁的酒香在墓碑旁散发，五魁一屁股坐在墓碑前，看着墓碑上镌刻的名字，他摸了摸眼角，眸光逐渐柔和。爹一直在忙着练兵，有段日子没来看您了。说完这句话，他低着头沉思了半晌，而后才闷声闷气道：当年您和秦昊天交战，被他在战场上杀了，最后我连您的尸首都找不到，只能给您立一个衣冠冢。这件事压在我心里好几年了，让我总是喘不过气来，每次想到这件事，我这心里就跟火烧一样，常常情绪失控，为此也做了一些错事。五魁露出一丝苦笑，又拿起了一坛酒，刚揭开封口，他又接着道：族老们都在劝我，让我看看，您说这怎么能看开吗？死的又不是他们爹，您说对吧？可惜啊，秦昊天死在了那帮倭人手里，我就没机会亲自动手报仇了。加上前几年我们蛮族兵力也不是太多，也成不了什么事儿，我也就断了念想。说到这，五魁将那坛酒一饮而尽，随意擦了擦嘴角，他又继续道：这几年过去，我让族人自小习武，日日练兵，他们体魄不错，现如今人人强悍，武力斐然。虽然有一些族人说我太过于严苛，穷兵黩武，背后诋毁我，但就结果来说，我很满意。现如今我手下的兵可丝毫不亚于当年您带的兵马了，不，应该是比爹您带的兵还要强。哈哈。说到这，五魁的脸色逐渐深沉。大前皇帝说是要嫁一个什么鸟郡主给我，让我出兵前去北凉，而后诛灭反贼秦泽。哼，说起来我还没尝过这大前皇室的女人是什么滋味呢。哦，对了，爹您应该还不知道，秦昊天死了2年后，他儿子秦泽被封了一个所谓的镇北王，在北凉干了不少大事，又去西京平乱，干的是风生水起，天下闻名啊。说到这，他的脸色愈发冰冷，手也不知不觉握成了拳头。本来我都断了念想，但现在我可不能就这么看着这镇北王成事啊。秦昊天杀了您，这个仇我没办法在秦昊天身上报，现在杀他儿子也全为当爹您报仇吧。出兵北凉，有一位族老劝我，现在秦泽势头正盛，我去和他打只会让大前皇帝占便宜，他这是借力打力，将那郡主许配给我，也不是什么好事。可我已经答应了。那族老在族内到处说，极力劝阻我去北凉，我气不过，一刀给他砍了。说到这，五魁的脸色变得很厉了起来。他娘的，这老东西还流着我蛮族的血吗？借力打力又如何？力足够大，什么人打不了？
我五魁又怕了谁？难道要等他被大前皇帝杀，还是等他占据一地称王做土皇帝？我可等不了了，我就要杀他，就要杀得他北凉溃不成军，斩杀他所有人马，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夺他的殿，杀他的人，将他一家老小全部剁碎，一举了却当年的恩怨。说到这，五魁站起身，拍了拍墓碑：爹啊，不要怪我杀了族老，也不要怪我一意孤行，不杀了秦家所有人，我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我蛮族向来都是要打要杀，要我们憋着，那就不是蛮族了。不过呢，我不傻，如今这大钱金家集权，所有兵力都被他们握在了手中，兵力相较于这秦子而言，那不知多了多少。待我在北凉好好过几年，再训练一匹兵马来，待兵力足够，我再起兵反了。秦则弱，金家强，柿子要挑软的捏，打人就要打他弱的地方，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等我占了北凉，希望秦则这小子还没有死在西京，他若是敢回来，看我不将他剁成一滩碎肉。而后他砰的一声跪倒在墓碑前，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爹，您听好了，待我杀入北凉后，我要拿他们秦家所有人来为您血祭。再过几年，我把您的坟迁到金陵去，让大前皇帝来您坟前跪拜。我说到做到，若我食言，我就不是您儿子。话一说完，五魁站起身，龙行虎步朝外走去。一旁的士兵拿来一件虎皮大袄，五魁随手披于身后，而后朝着墓碑外等候的几员将领大喝一声道：走，随我出征北凉，让他们人头落地。是，大王。几员大将齐声怒吼着，声势骇然，闻之令人心惊。通威城统军府主位上，一身着锦袍的男子端坐于椅中，那华贵的衣袍上肚腩微微挺起，一双手素白丰腴，红润的脸颊上面无表情。他一边拨弄着手指上玉扳指，一边道：方城啊，我可是给过你立功的机会了，周边几个城池的兵马都被调了过来，足有10万兵马呀。你若是带兵攻入北凉，这可是大功一件，以后必然是升官加爵，青云直上。说到这，那锦袍男子抬起头，白净的脸上阴沉无比，那阴郁的眸子直直看着台下的方城。台下的方城弓着身子，低垂着头，一张脸上又红又白。下一刻，那锦袍男子冷哼一声：可你呢，带着这10万人去北凉，反而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回。念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我没治你一项重罪，现如今你怎么还敢开口让我再调一些兵马？机会给你了，可你没那个能力啊！我已经传信与京师，朝廷自会派来兵马攻入北凉，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一席话说完，方城面色苍白无比，眼中全是不甘心。下一刻，他砰的一声跪倒在地：大人，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方城15从军，至今20载，35年来他未娶妻，未生子。于他而言，作为一个男人，有了家室，那再去战场，心便切了3分。在通威城做一个统军，虽然也算得上是一方将领，但于方城而言，却是功未成，名未就。既从军，那就要成为驰骋疆场上的一员大将，有功名利禄在身，受万人敬仰才是。为此，这些年来，他积极笼络唯一能依靠的皇室子弟经理，这些年来为他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这才得来了此次进军北凉的任务。这是一个功成名就的机会。若天下太平，那作为一名沙场老将，能立下大功，封官加爵的机会就渺茫至极。唯有乱世，才能借机立下功劳，一举成名。方城自问自己是不怕死的，当一名一眼望到头的小统军，这辈子就这么守在这通威城，于他而言等于宣告死亡的人生。为此，这次出兵北凉可谓是最有希望功成名就的一次机会。在原本的设想中，他以为北凉并无太多驻军，自己凭借10万人马定能一举攻入。虽然到时候战功的大头肯定会被经理拿走，但自己也能趁此一举翻身，成为大前军中的1号人物。如今朝中黄龙大将军已被抄家，军中又多了些职位，假以时日，自己如何不能扶摇直上，官至大将军之位呢？这并不是无端的野望，只要和经理打好关系，借助他的人脉，再在战场上多立下些战功，未必就不能成为威名赫赫的大将军。但出兵北凉失利，手下10万大军战死3万人，剩下的人狼狈而回，这眼看要到手的战功就这么失去了。方城不甘心，之所以会输，那是因为自己的这股兵马是从各城抽调而来，彼此之间并无默契，一开战，前方的人打不过，后面的人就慌了，军心一乱，当即开始溃逃，如此才会被对面给杀得大败而归。假如早知道对面北凉军的兵力以及对面士兵的战力，他自问只要统筹有方，不一定就会输。眼下北凉只有几万人，攻入北凉那就是不世之功，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失去。为此，方城已经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再争取一次机会。若是等到朝廷派来大军，那自己这辈子的成就，那是真的就到此为止了。此刻，经理见方城跪地，他眉头一皱，淡淡道：方城啊，当初出兵北凉，周边几个城池的统军都有说想主动带兵前去北凉，毕竟都以为北凉没有什么兵马了嘛，这就是个捡来的功劳。我选了你去，除了你是老将外，也知道你不甘于只当一个统军，你方城的志向远大，所以我才让你去。说到这，他微微一笑，接着道：当然了，毕竟我们也算亲家了。你妹妹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大哥满腔抱负，只做一个统军屈才了。听到这笑声，方城脸上一片红一片白。2年前，自己妹妹成了经理的小妾，自此以后，经理对自己确实算得上照料了。这时，经理打了个哈欠，而后懒洋洋的开口：可是你也知道的呀，你这次打了败仗，我又怎能再让你去呢？北凉军人数是不多，可是你觉得好打吗？你再带着这些溃军去，难道不是送死？方城抬起头，正要开口，
却见经理摆了摆手：“你上次说北凉军的将领谁叫什么来着？那个岳什么的。”方成脸色一沉，跟着道：“岳飞。”经理点了点头：“对，就他。这人我以前也没听说过有什么声名。这秦泽去了北凉也就几个月的功夫，也不知他从哪里找来的这员猛将。这岳飞手上只有几万人，却能打得你10万人溃不成军，真不知是他太厉害，还是说啊？”听到这，方成脸色越发难看了起来。经理又拨弄着玉扳指，接着道：“说来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北凉关口内驻扎了这么多兵马，想来也是吃了个闷亏。但不论如何，我传信去了京师，这几日想必京师就会来信，要对付北凉军，还是得更强的兵马过来才行。通威城这些兵马，说起来也都是杂兵，由各地凑成，确实没什么战力。”方成心中一紧，急忙道：“大人，即便朝廷派来兵马，那也需要一段时间。在此之前，难道就眼睁睁看着北凉军等待援军吗？自上次一战过后，他们必然警惕了起来，说不定已经派人去了西京。要是等到秦泽带领大军回来，那可就麻烦了啊！得趁着这个时机，咱们要继续攻打北凉关口才是。请让我再带一批兵马前去吧。”话音落下，经理嗤笑了一声。听到这笑声，方成不由一愣。经理嘴角微抿，脸上带着一丝嘲弄之色。他看着方成道：“西京那是接壤屠渊国的地方，只要屠渊国愿意，想派多少兵马过来都行。这秦泽呢，年轻气盛，虽然有他老子3分模样，但比那秦昊天的锋芒更盛。但有时候锋芒太过，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他这次去西京，便是他犯下的最大错误。你说秦泽带援军回来，真是笑话。那帮屠渊国的大军能让秦泽脱身？要我说啊，这回他估计被屠渊军打得成一盘散沙了。秦泽去西京的那天，便已经一脚踏入泥潭了。哼，不用朝廷收拾他，这屠渊军就已经够他受得了。那帮屠渊人岂是弱敌？这西京的事要想彻底解决，没个1年半载能行？”说到这，他话锋一转：“圣上考虑得多，陛下也担心秦泽携军回来，也属正常。你就好生等着吧，等朝廷派来的兵马一到，一鼓作气推入北凉，占了北凉，秦泽无处可去，在西京早晚也是个死。行了，不和你多说了。”说到这，经理站起身来，迈着步子便往外走去。见他要走，方成连忙站起身，亦步亦趋跟着走了出去。他咬着唇角，思量片刻后，拉住了经理衣袖：“大人，您说的有道理，我都明白。但朝廷兵马还未来，也不能就这样让北凉军安然地待在北凉关口啊。您就让我再去一次吧，看在我……”他的话还没说完，经理眯着双眼打断道：“方成，你就这么想攻入北凉？”方成目光坚定，郑重地点了点头：“我已经35了，再过几年我就……”经理又打断了他的话，淡淡道：“既如此，容我想想。”片刻后，他微微一笑：“我让临近的城池再抽调一些兵马来。上次那些统军肯定没有拿出精锐，这一次我亲自监督。上次你去北凉关口，虽然败了，但你至少也杀了他们一些人吧？有没有1-2万人？”听到这话，方成心中一紧。上次被打得溃不成军，哪里知道杀了对面多少人？但1-2万人，那绝对没有的。真要说起来，恐怕连1万人都……但一想到错过这次，就真的再无功成名就的机会了。方成当即沉声道：“万人是有的，如今北凉兵力少了，我手中兵力再多一点，一定行。大人，再给我3万精锐，凑足10万，末将一定能杀入北凉。”经理眯着一双绿豆小眼，嘴角微抿：“好，不过呢，这一次你若是空手而归，呵呵。”方成怎会不明白，不成功便成仁，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时候必须要拼搏一把。当即他单膝着地，面色凝重地朝着经理抱拳行礼：“是大人，若是战败，我会承担所有责任，但我保证，我方成绝不会再次战败。我定替岳飞头颅回来，将攻入北凉的战功付与大人手中。”经理微微一笑，拍了拍他的肩膀，捏着玉扳指悠然离去。北凉关口，漫天飞雪随风而落，地面上已经是银装素裹，雪白一片。北凉的雪相较于别处，那自然是下的更大，天气也冷得多。如今地面上覆盖的雪已经有1尺多厚。关口处，虎豹骑们从周边的林中砍来枯木，每人在马背上带一捆木头，载着往军营中而去。岳飞身着银盔，面色深沉地看着关外的广袤大地。地面虽然较为平坦，但那平原上的雪却并不平整，积雪下是前不久击杀的朝廷军马。虽然那一战大胜，将那支朝廷军马击溃，杀了他们不少人，但此刻岳飞心中却并无太多的欣喜。作为一个统兵作战多年的老将，在先前那一战中，他能看出这支朝廷军马虽人数不少，但都是一帮杂兵，作战时军纪散漫，打起来也没有太多章法，说乱打一气也并不为过。而这便说明这支朝廷军马是短时间内匆匆集结而成，并没有整合好，乃是一支杂牌军。打这样的杂牌军，便是得胜也不会带来太多的成就感。而那一战后，岳飞心知敌军虽被击溃，但这不代表着他们就会偃旗息鼓，事实是恰好相反。那一战后，他们已经大概知道自己手中的兵马数量，这就意味着接下来他们会集结更多的兵马，不仅兵马人数更多，也会更能打。想到此处，岳飞眼中露出一丝担忧之色。主攻出北凉前，曾交托于自己一定要在此处守好北凉关口，为此自己击败那帮敌军时才没有追出去。但现在过了这么多天，朝廷恐怕已经在集结更多兵马了。下一次他们攻来时，自己手中这不足5万的兵马能顺利坚守住吗？敌人又会想出什么计策来攻打北凉呢？此外，主公在西京战事又进行到了什么地步？那屠元军有没有击退？但很快，岳飞便笑着摇了摇头。
他抬起头，看着天上洒落的雪花，情不自禁地感叹道：“这雪是真的越下越大了呀！”夕阳下，霞光中，一行骑兵在山林小道上一路疾驰。这时，队伍中一道醇厚的嗓音响起：“主公，适才听典韦之言，主公先灭胡马，后击屠原，这两桩事做下来，可谓是立下了不世之功。这百姓们自是人人爱戴，而那执政朝廷的荆家却是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如此显而易见之事，这天下其他人岂不是都应和主公一般起义才是？”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一路与典韦闲叙的张辽。秦泽脸蒙黑筋，听到他的话后，揭开面罩，吐出一口浊气，而后淡淡道：“道理都明白，但不会人人都反。一种人不敢反，一种人是不愿反。不愿反的那类人是荆家政权下的得意者，他们坐拥荣华富贵，手握权势，百姓苦也苦不到他们那里去。这些不愿反的人却偏偏管束着大部分人，如此下来，又有多少人能反敢反呢？如今我起义，这些不愿反的人中，怕是还有不少人妄图来镇压我，攫取更多利益，或为名，或为利。大多数人都是野心比实力要大得多，岂不知也不过都是荆家手下的一具傀儡罢了。黄龙官至镇国大将军，该被铲除，还不是金风鸾一句话的事。但即便如此，依然还会有人前赴后继扑上去。呵呵。”话音落下，典韦跟着笑了起来：“这些乱七八糟的，在咱们的大军面前，什么都不是。”秦泽微微一笑，说得不错，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粉碎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彻底推翻，从头开始。我灭胡马，杀屠原，接下来任何挡我路的人，哼，都不必留情，杀了便是。这些人杀得多，今后这大钱也能清明一段时间。听到这，张辽眉头一挑，一段时间。秦泽眸子深沉，平静道：“我在的时候。”正说到这，前方一人纵马而来，正是燕云18骑其一王阳。主公，前方一路安全，人迹罕至，接下来走的是平坦道路。5里外张路与刘宝已经搭建庇护所，天黑的早，可早点歇息。距离北凉关口不远了，这几日便能抵达。秦泽微微颔首，淡淡道：“通威城比北凉关口不是更近吗？直接取下通威城便是。让知雄和陶豹明日先行出发，早日抵达通威城后，乔装进去，看看那里有多少兵马。”是，主公。秦泽眸光闪动间，积分面板跃然眼前，6048万，增长中。出西京已经7天的时间了，这一路并无太多的波折，积分在稳定的增长，这让秦泽心里的底气很足。先前出西京时，他曾想过这一路未必就很平安，保不准西京之外的地方会被金风鸾派兵监察各处要道。但可惜的是，虽然有些大路上有人驻守，但这些人大多被懒懈怠，防守丝毫不严密，简直是形同虚设。而在一些小道上，更是完全无人看管。这并非偶然之事，不论是西京还是北凉，都是大钱边境之地，这里的人如此懈怠，恰好正说明如今大钱弊病百出。荆家集权，将所有重要职位都交给身处于京师中的自家人，垄断了所有最上层的资源。如此一来，那些出身平凡的官员如何能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在没有上升的渠道后，便只能混一日是一日，亦或者攫取那些平民的利益。大钱从内部败坏，逐渐影响全国，如同一棵从内部腐朽的树，主干坏了，外面的枝枝叶叶也已经爬满了蛀虫。秦泽心中明白，假以时日，即便自己不起义，这棵树要么是自己倒塌，要么是被那些食腐者一刀砍断。胡马、屠原这些乱象，正印证着这棵树的消亡。想到这里，秦泽脸色愈发低沉了起来，但眸中的积分面板还在不断跳动，一串串幽蓝的数字在一点点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多。这便是希望。低声自语一句，秦泽带着众人在夕阳的余晖中向前奔去。3天后，清晨时分，通威城统军府主位上，经理端坐椅中，一边把玩着手中的玉扳指，一边看着台下的方成道：“方成啊，3天前你让我给你再调来一些兵马，我已经着手去办了。可你也知道，那些统军倒也精明，不大愿意把手中的清兵交出来。我呢，好说歹说，这才让他们拿出兵来，真是说得我口水都快干了，不容易啊。”台下的方成脸色一紧，当即躬身道：“末将明白，大人如此帮衬我，末将今后必定为大人鞠躬尽瘁。大人交代的事，我方成一定舍命去办。”话音一落，经理眼睛微眯，轻笑一声道：“你知道就好。对了，我已经收到了朝廷的消息，陛下遣南蛮军来攻打北凉，而这代表的什么意思？你可明白？”话音一落，方成的心也跟着沉了下来。陛下要南蛮军来打北凉，这岂不是意味着自己又如何能去攻打北凉？这一瞬，方成的心如坠冰窟，一张本来红润的脸，肉眼可见的开始变得发白。经理眯着眼，敏锐地察觉到了方成的神色，旋即他轻笑一声道：“怎么，听到南蛮军要来，你怕不是不想去攻打北凉了？南蛮军即便要来，那也要不少时间。你在这之前攻入北凉，又和他们有什么相干？你打你的就是了，北凉关口破了，也是一件功劳，你也能搏个生命吗？不是？你可懂？”一席话说完，方成眼前一亮，已经明白经理的暗示了。旋即他开口道：“是，大人，末将明白。”经理按着玉扳指，淡笑一声道：“如今兵马已经又给你筹集了2万人在城里，再多的就要从更远处借来，可这个时候再去调兵也会让人非议，加上先前的那些，一共9万人，可有信心？”话刚说完，方成立刻应答：“有信心。大人能在这个时候助我一臂之力，我方成必定铭记于心。有这9万人在，我便是磨也磨死北凉那些守军。”说到这里，方成脸色一片凝重。
他知道，虽然新筹集了2万人，并且这2万人战力要强一点，但北凉那帮守军也不是弱敌。从上次与他们一战，便知道他们的实力不俗。但即便如何，自己只要慢慢打，凭借兵力的优势，先出部分兵马诱敌，只要他们赶出来，便是磨也能将他们磨死。只要攻破北凉，今后自然是前途无量，即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无所谓。今日朗朗晴空，倒是个难得的好天气啊。这时经理感慨道：“大人，择日不如撞日，兵马在手，我今日便去北凉交战。”方成沉声道。晌午时分，通威城某处茶楼中，2名身着布衣的文士正在闲聊。那头戴轮巾的文士端起茶碗，抿了口寡淡的茶水，清瘦的脸上眉头紧皱。他看向对面男子道：“早上可瞧见了，又浩浩荡荡的出城了呢。”对面的文士摘下轮巾，低着头抖了抖冠巾上面的草屑，未抬眼，只随口道：“怎么没瞧见？一大早就在叫嚷，那方统军好大的威风啊！上次去北凉关口，狼狈不堪的逃回来，这几日过去，却又直起来了，真是好气魄呢。”呵呵。话音一落，那清瘦文士小声道：“木之可不能说这种话，若是被听去，指不定要挨板子。”被唤作木之的文士这才抬起头，他脸色蜡黄，眼角处布满了皱纹，瞅着眼看了眼茶楼，他悄悄指着犄角处的一张桌子，轻声笑道：“就2个生客，看着面生不是统军府的人，听去也无妨。”说到这，他自嘲一笑：“统军府的人也不会来这么烟杂的茶楼吧？这是咱们这些人来的地方，他们可不会来。眼下这个时候，他们愁着打北凉呢，更没闲工夫来了。我刘木之说几句话，又有何妨？”那清瘦文士眉头越皱越紧，还是得小心，免得落了口实。刘木之这时已经抖落了轮巾上的草屑，却发现那轮巾不知何时竟然破了个洞，这让他不由一阵心疼。他一边拨弄着轮巾，一边随口道：“无所谓，反正也是烂命一条。我连官都不当了，每日只是务农，现如今说几句话，却还要被鞭笞吗？”那清瘦文士不说话了，半晌后，他才开口道：“你说他们这次去能攻入北凉吗？”刘木之这时正小心地折叠着轮巾，听到他问，遂轻笑一声道：“克复北凉，力不是之功。呵呵，那是水中月，镜中花。他看得见，他摸不着。”那清瘦文士知他说话狂放惯了，自从辞官后更是百无禁忌，也就不再劝他，遂点了点头。刘木之将折叠好的轮巾揣入怀中，端起茶碗轻啜一口，放下茶碗后，他接着道：“方成有野心，但只是一庸才，并无真本事在身上，靠着8届经历才坐上了这个统军之位。他没有自知之明，想去攻入北凉，更是不识泰山，不明形势。若他就安生的待在通威城，日后待王爷起事，说不定还能得个活路。但现在那只是去送死。”这番话说的那清瘦文士惊得瞪大了眼，他手指着刘木之颤声道：“木之，你这是？”刘木之摆了摆手，脸色变得凝重了起来。都说大钱如今乃是盛世，岂不知已经是病入膏肓，现如今还算不得乱，日后更乱。乱不在北凉，不在西京，你可知在何处？那清瘦文士哪敢说话，他左右环视，见犄角处那桌的2个客人正在闲聊，并未听这边的话，他这才小声道：“莫逞口舌之快。”张木之放低了音量，淡淡道：“也该来一剂猛药，治治这顽疾了。”那清瘦文士摇摇头，看着刘木之道：“木之，原以为你辞官便不再过问这些事，可谁知你却还是和以前一样啊。”刘木之哼了一声：“我早已放下了，随着他怎样吧。”说到这，那清瘦文士手指着他胸口，嘴角微微抿起，笑道：“那你为何这么看重这轮巾啊？不还是身在乡野，心却在……”说到这，他从洗得发白的衣衫中取出一顶崭新的轮巾，递给了刘木之。前几日便见你这官巾旧得不成样子，我手中还有些闲钱，随手买了。刘木之面露讶然之色，正要推辞，那清瘦文士摆了摆手，微叹一声道：“拿着吧，木之，你该带上它。”说到这，2人对视一眼，眼中揭露出一丝感伤。这时，只听一道醇厚的嗓音响起：“先生高论，做一农夫却不是屈才了。”2人一怔，扭过头看去，却是那犄角处的客人开的口。说话之人身材高大，一双眼更是锐利至极，有锋芒射出。短暂的愣神后，刘木之朝着他拱了拱手，脸现愧色道：“乡野之人随口之言，哪里当得上高论？真是折煞我了，呵呵。”那清瘦文士却已经是慌了神，他正欲开口，却见那人已经走了过来。先前听先生说是辞官务农的，却是为何？为官可是个好前程啊，这天下间何人不想进庙堂？刘木之看着他凌厉的眼神，他站起身来，沉声道：“昔日被虎所食之人，为虎前喝道耳，此为唱鬼。我刘木之。”话未说完，那清瘦文士一把拽住刘木之，手也捂上了他的嘴，拽着就往茶楼下走，同时嘴中说道：“我这朋友是喝了酒来的，阁下可当不得真，呵呵呵。”那人笑着拱了拱手：“木之也是好名字啊。”话音一落，他身后的同伴走上前来，待刘木之2人下了楼，他才开口笑道：“倒是巧了，咱们刚入城没多久，这通威城的兵却都出城去北凉了。城中所剩兵马不多，既如此，今日便可破通威城了。走，回禀王爷去。”府邸内后花园中，经理坐在凉亭藤椅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一旁的香炉飘出缕缕青烟，他闭着眼，神态一片悠然。忽的一阵冷风吹来，经理不由身子一颤，这才睁开了眼，倒有些冷了呀。一旁随后的下人急忙将手中的锦袄递了过去，经理随手接过，盖在了臃肿的身上。他挠了挠下巴，淡淡道：“12月了呀，
再过不久便是王爷生辰，今年的寿礼也不知送什么好。那小厮微微一笑，在去年的份额上多送一点应该就行。经理摇摇头，不每年都在家吗？去年送过去，我看王爷倒有些瞧不上。说来王爷府中倒也不缺这些东西，咱们这也不算富庶之地，送过去那点他也看不上眼。我看今年要换个花样才是。回头你去民间打听打听，可有谁家有那珍奇玩意儿，都给我拿过来，我挑珍奇的回头送过去。若是连我也看不上眼，那就只能按照往年那样送了。是，大人。经理眯着眼看着那朗朗晴日，又开口道：“得做两手安排才是。这样吧，帮我想想再立个什么名目好，再收点赋税上来。”二人正聊着，一名小厮着急忙慌跑了过来：“大人，不好了！”经理眉头一皱，当即坐起身来，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什么事？那小厮显然是一路疾奔而来，他的脸上一片慌乱。一队人马闯进了城，哎，师兄，有些守城士兵已经被杀了。经理面色一变，当即从藤椅上站起，斥声道：“怎么闯进城来的？守城的人在干什么？哪里来的人？多少人？”经理一口气问出一堆问题。那小厮急忙道：“就这么进来的呀，人不多，只有10-20人的样子。那些守城的人也没有多加盘查，或许以为他们是哪个镖局的人了吧？但谁料他们一进城就说要解救城中百姓，说要杀您。”经理一张脸肉眼可见的变得铁青，他瞪着眼怒喝道：“说的什么混账话？什么解救百姓？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在这个时候闹事？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成？人呢？在何处？给我抓起来，要活的，我要细细拷问。”那小厮摇了摇头，冷汗顺着脸颊就下来了。不知道啊，进城后他们杀了些人，而后骑着快马就跑了，不敢追啊！话音落下，经理勃然大怒，怒斥道：“10-20人也不敢追？难不成这10-20人个个都能以一当百不成？简直是胡说八道！”那小厮脸色苍白得很，开口道：“大人有所不知，据说这10-20人个个武艺非凡，哪是常人啊？前去拦截的士兵完全不是他们一合之敌，相隔100米便被一箭射杀，哪里进得了身？如今他们不知所踪，小人猜他们必然是奔着大人来了。”话音刚落，经理脸色骤变，他一声大喝：“快！府内府外都给我看好了！”经理也顾不上穿上锦袄，急匆匆地出了后花园。西京城外几里处，一片空地上，秦泽与张辽二人驾马而来。此刻，秦泽看向了系统积分，前后10天的时间，积分已经来到了8640万。没有丝毫的犹豫，秦泽立刻选择兑换兵马，兑换20万虎豹骑。叮，消耗5820万积分，兑换20万虎豹骑。系统声音响起过后，20万兵马出现在地面之上。而秦泽也随之看向了一旁的张辽。文远、燕云18骑和典韦已经进了通威城，有他们在，通威城今日便能攻破。你我二人则领这些兵马前去北凉关口，今日从通威城出去的那些兵，将他们全部斩杀。张辽面色一沉，当即抱拳道：“是，主公。”话音一落，二人当即带着大军朝着北凉关口而去。今日天气晴朗，阳光和煦，20万大军奔腾在雪地之上，震慑的地面都微微抖动了起来。而秦泽这次之所以选择一次性兑换20万军队出来，并不仅仅只为了歼灭出城的那些士兵，必将在先前之雄从通威城查探来的情报中，秦泽已经得知此地统军方城所带的士兵不算太多，充其量也就10万人左右，并且知雄已经从百姓口中得知，先前方城已经率军去了北凉关口一次，却被打得大败而归，也正因此让秦泽明白，这方城和其手中的兵马实力并不强。20万兵马加上守关的岳飞手中几万兵马，来对付方城这支大军，从明面上来看，其实都算得上是大材小用了。但秦泽知道，必须要兑换出这些兵马来，这些兵马是给岳飞日后准备的。此刻，冰雪覆盖的地面上挂着金字旗的大军正在不疾不徐地往前而去，领头的方城面色红润，内心既一丝兴奋，又带了一丝愁绪。兴奋的是，此次出征兵力不少，其中还有3万人战力不错，并且这次出征前他3令5申，绝对不能像上次一样，绝不允许后退半步。毕竟上次就是因为开打时前方的人被压制住，从而导致后方的士兵慌了手脚，从而乱了军心，一击即溃。但这一次不同了，出征前他曾承诺，只要攻入北凉关口，人人日后皆有赏赐。而之后，正如他所预料的一般，这些士兵们受到一点，方城情不自禁咬紧了牙关。正这时，不知从何处又传来了一声惊呼：“看清了，是赤焰骑，是赤焰骑，是我们的人！”方城瞳孔一震，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与此同时，岳飞正一枪刺入一名敌兵喉咙，听到这声惊呼后，他抽枪的手不由一抖。呼，他重重吐了口气，而后左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而后嘴角微微扬起，自嘲地摇了摇头。下一瞬，他抬起头，虎目一凝，猛地一声暴喝：“来，与主公前后夹击，速战速决！”杀！听到秦泽率军从关外赶来，众人不由浑身一震，紧随其后的便是更加昂扬的战意。既如此，那便可以放开手脚，毫无顾忌地杀过去了。而这一次，定然不会让他们逃走一人。喊杀声中，虎豹骑们愈发悍勇，他们手持长枪，驾着狂奔的战马，如洪流般冲锋而去。片刻后，来自关外的大军也已经赶到。看着关口附近打作一团的人马，张辽震声道：“都看清楚了，别杀错人！”杀！一声急呼，众人如潮水般冲了过去。当然，关口已经是水泄不通，自然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冲进去。
但来自前后两方的兵马夹击，方成所率领的军队已经毫无抵抗之力。关外，秦泽骑乘在战马上，脸色淡然。这种小场面的战斗，他甚至不愿多看一眼。这支从通威城出来的兵马不过10万之数，怎敢来攻打北凉？秦泽都无法想象。看着地面上的皑皑白雪，他低着头感叹道：“看来接下来几日间便可连破数城了。”看着眸光中不断跳动的积分，秦泽心中静静沉思。太阳逐渐西移，而战斗也随之结束。秦泽骑着战马徐徐进入关口，而在前方，满身血污的方成正跪在地上，一旁是脸色冷漠的岳飞与张辽。主公，这思想张辽的话还没说完，方成急忙着哀求道：“王爷，请高抬贵手，饶小人一命吧，小人愿为王爷效力。”秦泽微微抬眼，眸子冰冷。看到这眼神，方成不由浑身一颤，甚至都不敢直视秦泽。先前听闻你已经带兵来攻打了一次，溃逃后不过数日，今日又来攻打北凉，真不知你是勇猛还是？秦泽淡淡道。方成目光躲闪，颤声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这才。”秦泽下了马，一旁的虎豹骑急忙过去牵好马匹。看着秦泽走来，方成低着头，愈发慌乱。今日见了这传言中的镇北王，他这才明白为何他能大破胡马，又赴西京杀了8万屠元军，这人当真是令人生惧。这从西京一路急行，带来这数10万兵马，这简直骇人听闻。不对，简直是用兵如神。而这时，秦泽已经走到方成身畔，平静道：“这么点兵马，这么弱的兵，也敢2次来攻打北凉，不是愈挫愈勇，而是蠢笨如猪。看得出来，你这人有点野心。”说到这，他走过方成身边，淡淡道：“不过乃一蝼蚁耳。”方成眸子一缩，急忙扭头求饶：“王爷，请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为您。”噗的一声，张辽提刀砍下，一颗人头滚滚而落。身后之事，秦泽并未理会，他看向岳飞道：“彭举，交给你一件事。”主公，请说。岳飞看到秦泽面色凝重，当即开口道。秦泽环视左右，入眼之处皆是兵马，新兑换的20万大军已经全部进了关口。这些虎豹骑们个个身躯挺拔，脸上皆是坚毅之色。看着这群将士，秦泽嘴角微扬，淡笑一声道：“彭举，我去西京的这段时间，北凉交于你手，做得很好。”话音一落，岳飞当即抱拳道：“主公之令，末将自然坚守职责。”秦泽微微颔首，接着道：“今日我回北凉，是因为西京的事已经解决好，前来侵犯的屠元军已经被尽数歼灭，而这20万人，今后将全部由你统帅。”此言一出，岳飞脸现惊愕之色。“主公，您要攻入京师，末将怎能不随您同去？这通威城都还没攻破呢。”秦泽扭过头看向关外，而后开口道：“不，通威城我已经命典韦带人过去了，有他们在，想来今日便会攻破。通威城后临近的几座城池都是小城，兵力倒也不算太多，一破皆破。在后面是那安阳郡，那里倒是一座大城。”说到这，秦泽声音逐渐低沉了下来。安阳郡那里倒有一位征战沙场多年的老将。他眯着双眼，接着话锋一转：“彭举，后面的路途我自有其他兵马攻去，而你要带着这里的人守在北凉。我在西京与屠元国一战，杀了他们不少人，现如今乃是冬日，待这个冬天一过，他们势必还会再来。北库草原现如今已归为北凉，他与屠元国接壤，而卫青手中只有5万兵马，若是屠元军选择攻打北库草原，那这点兵马自然是不够的。为此，这20万兵马交于你手，加上你这里的守军以及卫青的兵马，整座北凉交于你们手中，自然不成问题。”话音一落，岳飞心中一紧，他开口道：“是，主公。”秦泽看向远处，太阳已经西斜，他沉声道：“在西京，我也留下了一支大军，他们有接近40万的兵马，不论日后屠元军是直接去西京，还是要入境北库草原，你们2支兵马都给我杀过去。”通威城府邸之内，经理战战兢兢地缩在后堂中，尽管此刻不论是堂内还是堂外都有无数亲兵在护卫，但经理的脸色仍旧是一片苍白。听着府外传来的厮杀声，经理臃肿的身子不时颤抖一下，浮肿的脸上不知不觉间已经满是黄豆般大的汗珠。而这堂内堂外的上百名亲兵，此刻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那是发自内心的惊惧。部分亲兵手提长刀，还有部分亲兵则是拿着弓箭，弓箭全部对准了堂外紧闭的大门上。府外不时传来惨叫声，这让他们心中愈发惊惧。不久之前，经理刚派人出去求援没多久，便听手下来报，说是有10-20名身着衣服的人驾马杀来，慌得他急忙命人阻拦。情急之下，经理又让手下亲兵关上大门，躲进了堂内。而此刻，虽然明知道府外的杀来的人并不多，但这个时候没人敢走出去一步。这时，经理旁边的一名亲兵紧张道：“大人，他们来势凶猛，外面的人恐怕抵挡不住啊！”这外面传来的声音是越来越少了，看样子。话未说完，经理咬牙道：“早知道不该让方成今日率兵出城了，天杀的匪徒竟然会在这个时候过来，而且这帮人怎会如此能打？”正说着，突然外面又传来一声惨叫，这惨叫冷不丁叫出，惊得经理不由一抖，急忙往人群中又退了2步。但这一声惨叫过后，外面便不再传来声音，只是那府外传来的血腥味却随着微风吹拂渐渐传来。经理脸上的汗水流得越发快了，贴身的衣物早已经湿透，一颗心更是越跳越快。下一瞬，他尖叫着喊了起来：“进来的人都给我杀了！”话音一落，府内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握刀的捏紧了手中的刀，搭弓的将箭矢对准了那紧闭的大门。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了那扇大门上。此刻，
宁静的仿佛连一根针掉落在地都能听见。经理脸白如纸，黄豆大的汗珠滚滚而落，沿着下巴一滴滴落在地上。这种无声的环境所带来的肃杀之意，让他简直都快站不稳了。但那双眼却是瞪得溜圆，生怕下一秒那大门被一脚踹开，然后冲进来一群嗜杀的匪徒。光是想想，经理都感觉恐惧。速！突然，数支冷箭射出，这些箭矢来的实在突然，所瞄准的正是府邸内的那些弓箭手。这突然射出的冷箭让所有人都出乎了意料，仅仅是瞬间，便有10几名弓箭手被冷箭射中。人倒下后，惊呼声才跟着响起。他们翻过院墙了，屋顶上也有。小心！话落下的瞬间，又是几道簌的射箭声。屋顶上，几名身着寒衣、腰佩染血弯刀、脸戴面罩的男子正快速搭弓射箭，从面罩中露出的眼冷漠如冰。他们的身手矫健至极，闪转腾挪之间，接连射出数箭，每一箭射出都有一名弓箭手倒下。而在院墙内，还有数名同样装扮的男子在跑动着射箭。那矫健的身手让府内的弓箭手们想予以反击都做不到，仅仅是片刻时间，府内的弓箭手们便被杀了一片。看到手下接连被杀，身处堂内的经理愈发慌乱，他急忙尖着嗓子喊道：“保护好我，千万别让他们杀进堂内！”待看到堂外的刀兵们不敢去追那些人，他又跟着叫道：“别愣着，去砍了他们！我要是有事，你们……”话未说完，只听一道哨声响起，声音尖锐悠长，乃是从屋顶上响起。下一刻，只听轰的一声，被人遗忘的大门猛地打开，几根粗壮门梁断成了数截，足见门外之人的力道之大。这一声巨响，立刻又将经理与亲兵们的视线给吸引了过去。只见门口处站着一魁梧壮汉，双目如炬，背后插着一对铁戟，端地是威势赫赫。经理慌得大叫：“何方匪徒，胆敢袭击朝廷命官？可知我乃……”话未说完，只听一声暴喝传来：“什么狗朝廷？我乃王爷麾下典韦是也，奉王爷之令前来破城。”这一声宛若晴天里砸下的霹雳，震人心魄。经理心肝一颤，体如筛糠，一时之间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而典韦则快速后退几步，而后一把抱住门口处的一座石狮子。与此同时，燕云18骑已经解决了府内的30几个弓箭手，他们收起弓箭，从腰间抽出了月牙般的弯刀，朝着剩下的人杀了过去。杀！一声杀字，直害得经理肝胆皆颤。他目瞪口呆地看典韦抱着那石狮子从门口掷了过来。圆月高悬夜空，北凉关口处，营地内篝火通明，秦则端坐于一篝火旁，正烘烤着有些发冷的手。这时，一骑自关外而来，正是燕云18骑的知雄。带下了马，知雄在士兵的带领下来到了秦则身畔，他恭敬道：“回禀主公，通威城已破。”秦则面色波澜不惊，看着那火光淡淡道：“今日破城，可遇到什么阻碍？”知雄嘴角微扬，淡笑道：“一击即溃。”秦则嗯了一声，接着道：“经理呢？被典韦将军砸断了腿，等候主公发落。”秦则摇摇头，轻笑一声道：“那还不如早点杀了他，要着也没用。”知雄挠挠头，想着主公可能会有用处，这才没杀。主公，城已拿下，今夜您可回城。秦则看了眼正在增长的积分，搓了搓手道：“明日清晨再回。”说完这句，他沉思半晌，接着道：“这通威城靠近北凉，这里的兵马倒也不多，下一个要去的安阳郡得来一次正面攻城了。”翌日清晨时分，营帐外，秦则利用积分兑换了2400万斤粮食。这些粮食加上之前从胡马那里缴获的粮食，足够岳飞的兵马吃上几个月时间了。而几个月后，秦则并不担心他们无粮可用，自有人会送上粮食来。关口处，秦则看着眼前身姿挺拔的岳飞，抱拳道：“彭举，这北凉就交由你了。”岳飞神色一正，当即抱拳道：“是，主公，有我在，北凉长安。”秦则点点头，不再多言，带着张辽与知雄二人驾马而去。身后的岳飞快走几步，大喊道：“主公，我在北凉等您入京的捷报。”此言一出，秦则回首朗声一笑：“好，等我从头收拾这旧山河，还大前一个朗朗晴空。”红日东升，白雪皑皑的地面已经有了融化的迹象。三人骑着战马踏过雪地，留下了斑驳的蹄印，离北凉越来越远，离通威城越来越近。关口处，岳飞转过身，看向了眼前的兵马，嘴角微微抿起：“好汉，就饶我一命吧。”经理面色惨白地躺在地上，下半身血肉模糊，气若游丝地看着典韦道：“自从昨天被典韦砸伤后，经理度过了此生最难挨的一夜。身上的伤势加上夜间的寒冷，让他此刻浑身发颤，声音都小了起来。若不是这一身肥肉，真撑不到此刻。”典韦端坐椅中，闻言狠狠瞪了他一眼：“哼，求饶？这时候知道求饶了？你这狗娘养的，趁我们不在，2次派兵去攻打北凉，倒是打了好算盘啊！如不是顾及主公没开口，我早一起送你升天了。”说到这，典韦冷笑道：“也好，让你受一日苦，让我看得爽快。”听到这话，经理眼前一黑，差点就此昏死过去。他微微喘了几口粗气，这才又颤声道：“你可知杀了我会带来什么后果？我是王爷的侄子，你们这是……”话未说完，典韦眉头一挑，笑着道：“王爷，主公什么时候有了你这么个大侄子？你可不要乱攀亲啊！”听到这话，经理气得身子发颤，但这虚弱的身体让他不得不小声辩驳：“我是当今大前庆王的侄子经理，我是金家人，你懂了吗？你们倘若对我动手，势必会……”正这时，堂外传来一道冷淡的声音：“会怎样？金家的人是不能杀，还是觉得我不敢杀？”听到这声音，典韦脸色一喜，立刻起身，快步往外走去。
主公，您来了。听到这声主公，经理瞳孔一缩，如坠冰窟。他勉力抬起头向外看去，便见一道颀长的身影在几人的簇拥下徐徐而来。这是一名面容冷峻的年轻人，眸若繁星，风神俊朗，身披一袭白色大氅，眉宇间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数年前，经理曾在京师见过秦泽，那时只觉他不过一年少成名的少年将军罢了。但此刻再见，看着那双冷漠的双眼，经理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心砰砰直跳，仿佛眼前的是一只噬人的猛虎，又或者是凶态毕露的恶狼。他不敢再与这目光对视，急忙低下了头，脸色也随之愈发的苍白。秦泽下巴微抬，脸上并无一丝表情。经理，你继续说。也不知是不是被冻了一夜，经理这回再开口，却是牙关战栗。他哆哆嗦嗦的开口了。秦。刚说一个秦字，他指尖莫名一抖，急忙改口。王爷，陛下知你秦家劳苦功高，忠心耿耿，这才将你北凉与你为封地。你怎能谋做出这般事来呢？现在回头还来得及，你若是执迷不悟，不会有好下场的。话音一落，一旁的典韦与张辽当即怒瞪双眼，一个从背后拿出了铁戟，一个抽出了刀。经理浑身一颤，再难以控制情绪，吓得是涕泗横流。他急忙道：不能杀我，杀了我，你就真的回不了头了。等待你们的是陛下的滔天怒火。听到这话，秦泽嘴角微抿，走到经理身旁后，他蹲下身，直视着经理那张涕泗横流的脸，摇头道：经理，我想你糊涂了。我秦泽起义，又怎会需要回头呢？倒是你金家，便是回头也已经来不及了。随后，秦泽探着身子，对着经理轻声道：经理，你是我要杀的第一个金家之人，但不会是最后一个。你金家的人是集全天下的人来供养，所以说有一个算一个，会彻底铲除，懂了吗？秦泽笑了笑，探出手拍了拍经理那惨白的脸，而后站起身朝外走去。话音落下，经理脸皮不受控制的抽搐着，连带着牙关都不断站立起来。他哭喊了起来：不！经理只吐出了一个字，便见刀光一闪，下一瞬，急速扩散的瞳孔看见的是飞溅而出的鲜红血液。砰的一声，落地的人头上只剩一张由于极度恐惧而彻底扭曲的脸。什么意思啊？你怎抢我人头？是我捉住他的。典韦气愤地追着已经收刀，一脸冷酷往外走出的张辽而去。府外，刘牧之头戴崭新的轮巾，在他身后则是乌泱泱一大群百姓。与其他人脸上那或恐惧、或不安、或慌张的神色不同，刘牧之的脸色出奇的平静。眼见那身披白色大氅的男子在众人簇拥下走出府邸，百姓们当即齐齐跪地。刘牧之腰杆笔直，只拱手道：草民刘牧之参见王爷。这时，知雄走到秦泽身旁，轻声低语了几句。秦泽眸光一闪，在他身上停留1秒后，看向了他身后的百姓：都起来吧。话虽说出，百姓们却仍旧是跪着。刘牧之面色凝重，他开口道：王爷，草民斗胆，想问王爷如何攻入通威城后，又当如何？秦泽看了一眼那烈日，而后目光落下，看着他道：有屋以避风雨，有衣以避严寒，有石可充肚饥，无人被欺，人人可活，这便够了。你们都起来吧。虽然通威城已经被我拿下，但你们放心，我不会动城中一人一物。你们的就是你们的。语毕，刘牧之神色一缓，悬着的心算是放了下来，而身后的百姓当即大喊道：多谢王爷。哗的一声，百姓们这才站起了身。秦泽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接着道：我秦泽起义反京，无非也就是讨个公道。人在做天在看，这公道却在人心，是义举还是谋逆？这公道又在何处？诸位自有分辨。话音一落，百姓们大多脸带茫然之色，他们只知晓通威城被破，不要牵连到自身便是好事。毕竟在以往的战乱之中，不论一座城池被何方所攻破，等待城中百姓的往往都是惨祸。但此刻刘牧之却是神色激动，砰的一声，他跪下了。王爷敢叫日月换新年，孰是孰非，何功何过，自有后人说。秦泽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他走过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道：起来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做。秦泽平静道：几天后，京师金銮殿内，金风銮铁青着脸，一双峰目中带着寒霜，而在殿内，朝中文武大臣尽皆低垂着头，神情复杂。一片缄默中，金风銮冷声道：哼，若不是念及当初秦昊天为大前立下了些许功劳，这北凉朕是绝不会分给这逆贼的。没想到他竟如此不识好歹，朕施恩于他，他却要谋反。先是带军前去西京，激起我大前与屠渊国的纷争，让无数百姓陷入战火之中，现如今又悄悄跑回北凉，夺了通威城。这逆贼倒是手段狠辣啊。说完这话，金风銮目光从群臣身上扫过，怒火在胸中慢慢升腾。昨日清晨，他便收到了急报，急报乃是800里加急送来，信中说通威城已经被秦泽夺走，而秦泽夺下通威城后，又往周边几个城池而去。而到了今日清晨，竟又送来一封急报，说是秦泽又攻下一座城池。这一路送信已经有了几天时间，形势急迫，再这样下去，他很快就要打到安阳郡了。要知道，通威城乃是北凉境外的第一座城池，而周边的几个城池都是些小城，还比不上通威城。但这安阳郡就不一样了，安阳郡乃是一富庶之地，体量是5个通威城也比不上的。城中不论是寻常百姓，还是那富商巨贾，人数众多。这安阳郡每年为朝廷带来的税银，甚至要比整个北凉都要多。金风銮不敢想象安阳郡若是被攻下，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安阳郡往东走便是东海，那里有诸多沿海城池，
这些城池沿海贸易，平日与周边几个附庸国互相兜售商品，往来密切。他们承担着连接大钱与这些附庸国的作用。此外，这些城池中还有诸多盐官，他们主东海之水为盐，每年从贩卖盐上得到的收益，上缴到国库中的税银不计其数。这些税银每年都要经过安阳郡，从而送入京师。若是走其他路，那些弯弯绕绕的路，也不知要多久才能送来。也就是说，若是安阳郡被秦泽攻下，接下来不管他打算怎么做，都会间接或直接影响到整个大钱。想到这里，金风鸾眉头紧紧皱起，一双手也已经握成了拳头。见群臣沉默，金风鸾冷声道：“这边境的人都在干什么？逆贼去西京时有30万兵马，却没有一人查到他的行踪，至今仍不知他如何带人去的西京。如今他又从西京跑到了通威城，几天的时间便将通威城攻破，急报是一封接着一封送来，没有一个是好消息。”说话之间，金风鸾将目光投向了台下的金建德身上。尽管低着头，但金建德依然感到了金风鸾的目光像是刀子一般，这让他如坐针毡，将头埋得更低了。毕竟这千机营是由自己掌管，但这段时间以来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成。正这时，吏部尚书张力躬身向前，沉声道：“陛下不必太过动怒，龙体为重啊。秦泽虽然夺下了通威城，但这通威城就是给他，又有何妨？那也只是个小城池罢了。”这话一说出来，户部尚书王庸眉头一挑，当即站出来道：“天官此言差矣，怎能说出这般话来呢？通威城再小，那也不能让给秦泽呀，这关乎的可是朝廷的颜面。”说到这，王庸双眼微眯，冷声道：“天官，当初秦泽在北凉迎战胡马，你可帮着他说了不少好话。如今通威城被秦泽夺走，你却说无关痛痒，以我之见，你莫不是？”话未说完，张力一瞪双眼，看着王庸道：“帝官，你若是说这种话，那你可不要忘了，当初陛下封北凉给秦泽时，你是极力赞成的。当初我就说将北凉封给秦泽不太妥当，毕竟那里虽然贫瘠，但离京师甚远，难以管辖。而苏杭二地封给他，那可就好管多了。而你却和罪臣黄龙大力赞同，极力推荐陛下将北凉封给秦泽。我虽年迈，但我可还记得当时你在朝上曾说过北凉正是秦小将军大展拳脚之地这句话的。哼，现在想想，还真是被你说中了呀，帝官，你该不会……”此言一出，王庸脸色骤变，身上已然是冒出了冷汗。张力冷着脸，接着道：“我劝陛下不必动怒，是让陛下保重龙体。你这都能借题发挥，到底有何居心？”王庸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他急忙道：“天官休得胡说！我想起来了，我可没说过北凉是秦泽大展拳脚之地这句话，那是黄龙说的，与我有何干系？可不要凭空构陷我。咱们都是为陛下分忧，你怎能说出这种话来？”张力眉头一挑，沉声道：“我怎么记得是你说的呢？如今罪臣黄龙已经伏法，你可别什么都往他身上推。”王庸脸色骤然涨红，当即道：“就是黄龙说的。”说到这，他又看向其他人，急忙道：“那天朝会你们也在，你们说是不是黄龙说的？”见有几名大臣跟着点头，张力面露恍然之色，遂向王庸拱拱手道：“哦，原来是黄龙说的，那是老朽记差了，还请帝官别往心里去。毕竟如你所说，咱们也都是为陛下分忧嘛。”王庸瞪着眼，气得不说话了。“行了，分忧？分什么忧？秦泽在攻城，你们在朝堂上吵架，能给我分什么忧？”金风鸾怒斥道。他轻抚额头，着实被气得不轻。这时张力又开口道：“陛下，您不是已经让蛮族大军赶赴北凉了吗？只要他们一到，区区秦泽又如何能阻挡？这时候便是让他攻下几座城池，那又何妨？早晚都得还回来。”此言一出，王庸又跳了出来：“天官，如你所言，仅仅靠着那蛮族大军去的话，等他们赶到，那得让秦泽夺下多少城池？”张力面色低沉，朗声道：“秦泽向南走，蛮族往北攻，双向奔赴之下，用不了太长时间的。”话音一落，王庸心中暗骂：这老匹夫当真是年老失智了。就这样让秦泽顺风顺水的攻下来，会有多少隐患？金风鸾眉头一挑，沉声道：“话虽如此，但还是不能让他继续攻城。”这时张力又开口道：“是，微臣细想之下，确实有失周全了。既如此，若陛下想早日制止秦泽的攻势，还是得派一员大将前去才是。”说到这，张力微低着头，那双年迈的眼眸中似水般深沉。他平静道：“微臣以为，当今镇国大将军金建仁去平乱，是个极好的选择。”话音落下，一直沉默的金建德不由侧目看向了张力。张力面色不改，继续道：“金将军如今执掌无数兵马，当初罪臣黄龙的盘龙军，如今也已经为金将军所有，兵马雄壮。而金将军也是有勇有猛，虽这2年都在京师，但当初金将军也不知立下了多少战功，便是当初的秦昊天也比不上金将军啊。有他前去迎战秦泽，必然是手到擒来。”一席话说完，朝中众臣有的沉思，有的跟着附和道：“天官言之有理，要绝北凉之乱，当以雷霆手段才是。若是让那反贼继续下去攻打城池，日后便是重击。”金建德面色深沉，摇头道：“我看倒是没必要。通威城破后，周边几个小城的兵力不足，想来秦泽这几日便会夺走。如此一来，秦泽接下来要去攻打安阳郡，而那安阳郡有连孝如把守，他手中有20万兵马，只守不攻，想来是能抵御住秦泽攻势的。只要下令让连将军固守城池便是，守个20来天，待蛮族大军一到，自有那蛮族大军前去平乱。如此，
也不需动用我大钱太多兵力。说到这，他抬起头看向了金风鸾。金风鸾怎会不了解他的心思？随即他点头道：“爱卿言之有理。”张力眸光一闪，心中叹了口气，但也并未再言语。这时，兵部尚书熊勇小心翼翼地开口道：“陛下，微臣前几日递上的奏折，那东海之事。”话未说完，金风鸾眉头一皱，脸色立刻就阴沉了下来。他打断道：“朕知道。”闻言，张力脸色一沉，手也不知不觉间握紧。他沉声道：“陛下，刘岛已经被他们占去了，而我们的附属国高丽已经派使臣前来求援，想来他们也已经是难以抵抗了。”说到这，他的声音已经带了一丝怒气，接着道：“2年前，扶桑已经对我们大前俯首称臣，甘为子国，如今却公然背弃，这帮倭人，微臣早知他们狼子野心，是彻彻底底的坏种。这次他们敢占我们的刘岛，又去高丽国，图谋甚大。当初在东海那一战，虽然我大前赤焰军陨灭，但他们扶桑也折损了不少人。这不过2年时间，他们何来的这么多兵力？那刘岛守军说，这扶桑手上还用上了新式武器，战力极强。”刚说到这，金风鸾眉头一挑，沉声道：“天官，你究竟想说什么？”张力略一沉思，而后道：“2年时间，扶桑就有了如今这般战力，实在玄奇。微臣想，莫不是这扶桑是得到了哪个国家的援助不成？”话音一落，朝中众臣皆面露诧异之色，即便是金建德此刻也脸色一变。金风鸾皱着眉，摇摇头道：“谁知道呢？不论如何，朕已经让东海各地做好了防卫，而那备战的刘岛暂且先缓缓吧。一桩事接着一桩事，总得一件件来解决。”张力低着头，不再言语。退了朝，张力便径直回了府，带着女儿去了宗祠。张力将今日朝堂上的事事无巨细的都告知了张子生。听罢父亲的话，张子生脸色平静，淡淡道：“如此看来，当初扶桑海战一事果然另有隐情。”听闻此言，张力面露惘然之色。张子生接着道：“扶桑海战，数十万赤焰军死于海上，而当时是说扶桑也死了数十万人，如此扶桑才会心甘情愿甘当子国。但这不过2年时间，他们便能乘船出兵，先占刘岛，又去了高丽，兵力不少，还配备了新式武器。2年时间不可能进步这么快。如此看来，应该和我猜测的一样，是另有他国援助了他们新式武器。而兵力的话，要么是有他国的人掺杂其中，要么就是当初扶桑海战，他们根本就没有死多少人。所谓的与赤焰军同归于尽，不过是幌子罢了。”张力脸色一变，开口道：“你是说扶桑海战极有可能只是为了让赤焰军赴死？”张子生低垂着眉眼，轻叹了一声：“可能是吧。金风鸾还有什么他干不出来的事情呢？为了维系这皇权，为了他金家的繁荣昌盛，天下人天下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张力摇摇头，前几位君主都是兢兢业业，一心为国为民，谁曾想到了这一代竟然会变成这样？他们若是泉下有知，定不饶这些不孝子孙。张子生抿了抿嘴，沉默了下来。这时，张力咬牙道：“可惜让金建仁去北凉，金风鸾没同意。”说到这，他看向了张子生，皱着眉道：“子生，你说金风鸾已经下令派蛮族大军去北凉，你又让我谏言派金建仁去。虽然我明白你是想让金家拿出兵力来消耗他们的力量，但真如你所言，秦泽能一一抗衡吗？说实话，我是很担忧的。如今五魁手中这支兵马可不比当年的蛮军弱呀。而金建仁假设真的去了，那也是一股极强的兵马，我光是想想就觉得头疼。换做我是秦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打。”一番话说完，张子生开口道：“当初胡马与图元国不也是这样吗？后来呢？北库草原都没有胡马人了。而西京虽然如今没有消息传来，但秦泽已经回去了北凉。我想他选择回去，那便能从侧面说明西京已经没有图元军了。”张力摇摇头：“秦泽杀了8万图元军，此后又在西京待了数日，直到最近才回北凉。我想那段时间他是在和剩下的图元军作战。如你所言，即便这剩下的图元军被杀了，他们图元国还会派来兵马，说不定此刻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就是不知秦泽有没有在西京驻守兵马，又驻守了多少？哎。”张力满脸愁容。张子生淡淡道：“爹，咱们在京师天气尚且没那么冷，而那西京这个时候已经是冰天雪地了。图元军若是派兵来，那也早就派兵来了，说不定都已经和秦泽打了一场了。我看说不定这派来的图元兵马被解决了，秦泽才会回北凉的。”张力摆摆手：“不可能，他们来也要时间，打也要时间。去掉路途耽搁的时间，难不成几天时间秦泽就把图元增援的人解决了？”说到这，他略一沉吟，又点头道：“也有可能，图元国若是派来的只有几万人，那应该不多。”但很快他又摇了摇头：“那也不对啊，不可能就派几万人来啊。可是派来几十万人的话，那也没办法短时间解决啊。”这张力挠着头，陷入了沉思。“行了，爹，别想了，日后自会知晓。”张子生扭头道：“对了，爹，我出去一趟。”张力不由一愣，约了人。张子生嗯了一声：“是哪家小姐还是？”张力面带疑问。张子生抿唇一笑，转身脚步轻快地走出了宗祠。傍晚时分，一架轿子停在了庆王府门口。小厮揭开布帘，金建德脚步轻快地下了轿。刚进门准备去后院，便在过道上撞见了庆王。今日怎回来的这么晚？宫中还有事？庆王挑眉道。金建德微微一笑，陪陛下去了国师那里一趟，多聊了一会，这才耽搁了些时间。听到这话，庆王轻抚胡须，淡笑道：“看样子国师算出来的是个好结果。”金建德点头：“不错，
国师算出来我大钱当心，心在千秋万代。国师还说，便是有小鬼作祟，在这龙玉面前也自当灰飞烟灭。话音一落，庆王笑道：“不错，这逆贼虽然已经破了通威城，但也仅限于此了。国师算得准啊。”金建德笑了笑，开口道：“陛下也高兴得很，这下是宽心了。”庆王拍了拍儿子肩膀，笑着说：“好，贱人今日从军营回来了，我备上了一桌酒菜，就等你了。”说话之间，二人朝着膳厅走去。待到了膳厅，金建仁端坐椅中，双手环胸，看着进门的金建德笑道：“这才几日不见，你看你脸色都差成了什么样子？建德呀，少沾酒色，伤身。”金建德脸色一红，辩驳道：“大哥，你别乱说啊，我这是为国事操心，这才没睡好觉。”庆王只是抚须微笑，看着大哥那调笑的眼神，金建德哼了一声，又接着道：“大哥，你看你位置都坐错了，这是爹坐的位置，快让开。”金建德一愣，急忙站起了身，对着庆王挠头笑道：“哈哈，我这大老粗，莫怪莫怪。”庆王摇摇头，笑道：“行了，你也别在这取笑建德了。建德不像你，他一天下来可没闲着的时候，要为陛下分忧的，乃像你，整日在军营，倒是图个清静了。”金建仁笑着换了个位置，坐下后对着金建德道：“别太操心了，建德。我知道你先前让千骑营的人去暗杀秦泽没成功，陛下怪罪了你。要我说，这种手段确实对秦泽没什么用。要杀他，那还是得在战场上杀他。不对，要活捉他才是。对这种逆贼，就该活捉送回京师，而后绕成一圈，游街示众，再押送刑场，来个凌迟处死，以儆效尤。”金建德点了点头，朝着金建仁竖起了个大拇指：“大哥想得周到。可惜蛮族大军已经在去的路上了，那五魁与秦泽有世仇，想必在战场上就会杀了秦泽。今日在朝会上，张天官倒是谏言让大哥前去平乱，若陛下真的派大哥去，想必大哥自能捉秦泽回京。”呵呵。庆王笑道：“杀鸡焉用牛刀？神机营正在研制的武器还没有全部给贱人手中的兵马换上，就让那蛮族大军去打吧。”金建仁点点头，笑着说：“已经有几只兵马换上了，效果不错。便是真派我去打秦泽，那也是手到擒来。”说到这，他话锋一转：“对了爹，建中这段时间可有寄信过来？”庆王眉头一皱：“没有。若有的话，那也是在路上，毕竟要走海路，但现在东海并不太平，想必就是因为此事耽搁了吧。”金建仁眉头也跟着皱了起来：“扶桑在东海生事，我担心东海水师未必就能打退他们，不如我将神机营研发的武器送一些去东海。”庆王摸了摸下巴，沉思半晌后道：“那又能送去多少呢？装备上几艘战船，这不是短时间就能行的。海战本就不是我们的强项，说起来，只有待他们登陆后，我们更有优势。而现在还有秦泽在作乱呢。”金建仁点头称是，一旁的金建德开口道：“他们应该不会那么快就登陆吧？”庆王并未接话，他开口道：“行了，先吃饭，去把菜端上来。”话刚说完，金建德对着一旁的丫鬟道：“永宁呢？怎么还没来？”丫鬟还未开口，便听庆王不悦道：“自从上次说要将她嫁娶蛮族，她便不在膳厅吃饭了。”金建仁笑了笑：“永宁又是小性子了，我去叫她，一家人哪有不在一起吃饭的道理？”说着，金建仁站起了身，庆王摆了摆手将其拦下：“不用了，就让她在房间吃吧。这要出阁，心里面自然是有些芥蒂的。等她嫁去蛮族就好了。”金建德低着头，微叹了一声，金建仁却揉了揉肚子，笑着说：“那就咱们吃，我这肚子早就在叫了。”呵呵。这时，丫鬟们已经端着一盘盘菜走了进来，待酒菜摆上了桌。金建仁看着那盘桂鱼，笑道：“爹，还是你懂我呀，知道我爱吃这鱼。”说着，他拿起筷子夹去了鱼头。“爹还没动筷子，你倒是先吃上了，快把鱼头送回来。”金建德笑着道。金建仁叹了口气：“你这小子，岂不知这桂鱼鱼腹最好？我这故意留给你们吃的，你却不懂，真是伤透了我的心。有弟如此，悲矣。”庆王哈哈一笑，看着金建德道：“你看你大哥总说自己是个大老粗，我看这嘴皮功夫一点也不输于那些文官。”金建德也不以为意，摇头笑道：“算了，说不过他，吃饭要紧。吃完我早早回房歇歇，养养身子，省得总说我气色不好。”话音一落，庆王与金建仁都跟着笑了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金建德开口道：“说起来，这几天秦泽估计还真要打到安阳郡去了啊，到时候遇到这连笑如。”金建仁撑着肚子笑道：“是啊，连笑如8年前还是秦昊天的人，只是他看得清，早早离开了秦昊天，不然谈何有今日这成就呢？安阳郡富庶无比，他手中也是精兵，这些年他倒是过得好啊。”庆王抚须淡淡道：“良禽择木而栖，走对了，那便一路平坦，扶摇直上。触动逆鳞之人，自会折戟沉沙。走到安阳郡，便已经是秦泽的末路了。小姐，吃饭了。”晴儿提着精致的4层食盒进了房，金长哥正伏在桌案上发呆。“你吃吧，我不饿。”晴儿叹了口气，看着金长哥道：“小姐，我知道您最近一直没出府憋得慌，但您吃的越来越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饭总归是要吃的，看您气色这么差，我这心里都……”金长哥转过头，见晴儿愁眉苦脸，他拉着晴儿到身边，捏了捏她的脸，笑道：“瞧瞧你，每日我不吃，倒给你这馋丫头吃的脸都胖了。不行，我不能看你成大胖丫头，我还是吃一点吧。”晴儿红着脸笑着打开了食盒，她一边往外拿菜，一边随口道：“小姐，今天我出府看宋妈，宋妈的眼疾好多了，她托我向小姐说问好，说不要挂念，等眼疾好了，她想再回府做饭。
说着，晴儿从食盒中拿出一个布袋，又笑着道：“这是宋妈家里做的红薯干，可好吃了，特意送与小姐的。宋妈不敢送多，怕小姐瞧不上，先拿点来给您尝尝。”金长哥拿起一根红薯干，看着晴儿笑道：“你说好吃，那肯定已经尝过了。再说了，我也不会瞧不上，只是还是别送多，让宋妈留给她孙儿吃吧。那孩子父亲走得早，家里面是挺难的。宋妈年纪也不小了，还是别回府了，身体吃不消。回头你再拿点银俩给她，让她在家好生带孙子吧。”他将红薯干送入嘴中，咀嚼几口后果觉甘甜。金长哥眼前一亮，遂又笑道：“不错，好吃，比家里的蜜饯要好吃多了。府里怎么不买点这红薯干来呢？以前我都没吃过。”晴儿浅浅一笑，开口道：“这是寻常百姓吃的东西，咱们是王府，自然不会买。一小盒蜜饯能值一大袋子红薯干呢。小姐，你以前没把我捡回府时，我就常盼着能有红薯干吃，这东西甜丝丝的，又能果腹，吃的时候再多喝点水，一天都不大饿。”金长哥吃着红薯干，笑着道：“瞧你这股馋劲，你爹妈过去肯定都把家里好吃的给你吃了。”晴儿摇摇头，叹气道：“是啊，可惜我爹死在了会昌，我娘本就是重病之身，不久后也跟着去了，我就再没有红薯干吃了。流浪到这里，若不是小姐你给我捡回来，我怕是也早已经饿死了。”看到晴儿脸上带了一丝悲戚之色，金长哥安慰道：“行了，都过去了。你这丫头能从会昌那么远的地方流浪到京师，也算是福大命大了。你是有福气的，现在都快吃成胖丫头了。”晴儿脸色一红，撅着嘴道：“也不算太有福气，今天出门给我吓死了。”听到这话，金长哥眉头一挑：“怎么了？”晴儿小声道：“我去宋妈家的路上遇到一个疯疯癫癫的老道了，他正被几名官兵追，我本想避开，不曾想那老道却刚好是朝着我这跑过来了。他挥动着手，又嚷又叫的，跟疯了一样，我差点被撞上。那老道满嘴胡话，那追来的官兵让我捂着耳朵不要听，然后就追着那老道走了，也不知这疯道士有没有被抓起来，真是吓死我了。”说到这儿，晴儿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金长哥看着他那害怕的模样，扑哧一笑：“看你这胆子，这有什么害怕的？”晴儿皱着眉，接着道：“那能不吓人吗？一个疯疯癫癫的老道士，还有一群有些凶恶的官兵，又要我捂耳朵，又让我不准乱说话，这得多吓人啊！”金长哥歪着头，来了兴致：“什么话不能听？什么话不能说？”晴儿吐了吐舌头，摇头道：“不是什么好话，我也不敢乱说。”看他那小心谨慎的模样，金长哥笑着一把搂住他，而后掐着他腰间的软肉道：“跟我你还瞒着呢？快说！”晴儿被掐得笑弯了腰，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道：“好啦，小姐，你别折腾我了，我说还不成吗？”待金长哥松了手，晴儿环视左右，又走到门口，看外面没人，这才又走到了金长哥身边：“小姐，你可不能说给别人听哦，不然我可要挨板子了。不对，挨板子都是轻的。”金长哥却是等得急了，皱着眉道：“什么呀，这么神神秘秘的？疯道士的几句胡话而已，小姐你非要听？哎！”晴儿苦着脸：“快说，今天不说你就死定了。”金长哥作势欲掐，晴儿急忙躬身贴到金长哥耳边轻声道：“那疯道士边走边叫，我也只模模糊糊听到了2句，后面的也记不太清了。”说到这，晴儿的声音更小了：“小姐，那疯道士说忠良杀害崩如山，无事水边成一潭。”话音落下，金长哥脸色一变，砰的一声，一旁的食盒在刚刚的嬉闹中被推到了桌边，这时正掉下来。那食盒共有4层，外面镌刻着精雕细琢的金龙图案，但随着这一落地，盒内木格散落一地。晴儿正要弯腰收拾食盒，却被金长哥一把拉住。他神色凝重：“晴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晴儿见他脸色如此凝重，吓得脸色一白，急忙道：“不知道啊，那官兵让我不要听，还让我忘了这些话。但他越是这么说，我反而更难忘掉，我就知道这肯定不是好话。哎，怪我，早知道就不该在今天出府去看宋妈。”金长哥看晴儿吓得小脸煞白，他拍了拍晴儿肩膀道：“没事了，我就问问，后半句你肯定听不懂，但这前半句我想你肯定懂一点，我可教过你读书识字的。”晴儿知道瞒不过，他低着头小声的嗯了一声。金长哥笑了笑：“好啦，傻丫头，没事的，不要害怕。不过呢，确实不能和别人说，难怪那些官兵要抓那道士。下次出门你可得小心点，不能卷进去。”晴儿急忙点头，这才弯腰收拾起了食盒。金长哥也在无心吃饭，他坐在椅上撑着下巴，静静沉思了起来。这食盒这么金贵，花了好多银两，怎么这轻轻一摔就散架了呢？哎！晴儿皱着眉头，将散落的木格往食盒中塞。听到这话，金长哥低头看了一眼，见他手忙脚乱，遂开口道：“行了，坏了就坏了吧，别硬塞了，以后也没法用了。”我说呢，原来是里面的木头朽坏了。晴儿找到了原因，皱着的眉头也跟着松开了。金长哥低着头皱眉道：“晴儿，我问你，宋妈家住的地方那片都是贫穷百姓，你每次去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他们议论秦泽谋反之事？”晴儿抱着食盒站起身，看着金长哥道：“小姐，这我就不知道了。我每次出府都是直接去宋妈家，什么茶楼胭脂铺这些地方我都不去。不过有时候我走巷子，确实有一些人在闲聊，经过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大说话了。”金长哥面露疑惑之色：“为什么？”晴儿撅着嘴道：“闲汉能聊什么？我穿着王府的衣裳，跟他们可不一样，他们自然不敢说什么话。”看着晴儿那神气的模样，金长哥打趣道：“瞧吧你能的，一个小丫鬟就有这么大做派了呀？”晴儿嘻嘻一笑：“那怎么说我也是亲王府的丫鬟呢？那自然不一样了。小姐，您没去过那里，要是去了，他们连头都不敢抬，估计半句话都不敢说。对了，小姐，你快吃饭吧，这都快凉了。”
金长歌摇了摇头，不吃了，收走吧。那红薯干留下，我夜里吃就够了。晴儿只能点头，好吧，小姐。待收拾好了饭菜，晴儿提着食盒往外走去，刚走到门口，便听金长歌道：“晴儿，明天帮我找一件平民衣裳送过来。”晴儿回头，脸带不解之色：“小姐，您又要女扮男装了？不是还有衣服吗？”金长歌摇摇头：“不，那些衣服还是太金贵了，找件最寻常的，和宋妈他们差不多的。可是，小姐，老爷不准您出府。”晴儿皱着眉：“我自有办法。”金长歌随口道：“好，小姐。”晴儿柳眉舒缓，抱着食盒，一脚踏出了房门。一轮圆月高高挂起，银白色的月光洒落地面，一阵嘈杂的马蹄声传来，打破了这夜晚的宁静。这是一队兵马，前方奔腾着数千骑，而在后方还跟着几千气喘吁吁的步兵，人人神色慌张，仓皇至极。这时，军队前方一名骑兵欣喜道：“李将军，安阳郡就在前方，咱们快到了。”李海抬眼向前看去，但见不远处一座高耸的城楼矗立在前，虽是夜间，但依旧灯火通明。火光中能看到城楼上不少士兵正在站岗。看到前方景象，又回头看了一眼背后，李海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自从数天前通威城被攻破后，没隔几天，那临近的淮瑶城便被攻破，而李海所在的竹城距离那淮瑶城并不远。李海知道自己手下的那些兵马绝对难以抵挡秦泽的攻势，因而赶在秦泽未来竹城之前，他便早早带着兵马出了城。而此刻，李海带着兵马又行进了片刻后，终于接近了安阳郡。只不来者何人？这时，城外10多米高的望楼上有士兵呼喝道：“竹城统军李海，先前已经传过信了。”李海大声回道。随即，那2座望楼中下来2队士兵，他们举着火把而来。为首的一名士兵看到李海，当即躬身抱拳：“李将军，后方的全都是你的兵马？”李海眉头一皱，沉声道：“当然，不是我的兵马，我带过来干嘛？”那士兵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是，连将军命我等注意防范，这才多问了一句，还请不要怪罪。”李海知道这位老丈人一向谨慎，听罢此言也不以为意，只点了点头：“将军，请随我来。”当即，那士兵引领着李海与身后的大军徐徐向前，经过了望楼后，走了100米，这才到了瓮城。那士兵让李海稍作停留，去瓮城门口与守城士兵说明情况后，他这才又回头带着李海继续前进。抵达了瓮城，那士兵带着人回了望楼，换作瓮城的士兵继续接应。李海所带来的兵马不过1万人，分别从瓮城的2座城门进去。那城门宽广，不多时便全部进了瓮城。待进了瓮城，李海身边一名年轻参将看着这曲折的道路，不由小声地问李海道：“将军，这与咱们竹城的城防倒是有很大差别啊，这左拐右拐的，嫩多弯弯绕绕。”李海微微颔首，淡淡道：“自然不同，竹城虽以竹闻名，但与这安阳郡比起来，那是差得远了。这安阳郡乃是一座重镇，防卫严密。你看那望楼架设在城外，是为了望敌情；而这瓮城道路设计复杂，也是为了防止望楼被攻破后，敌军一时之间难以从瓮城出去。虽然现在我们已经进了瓮城，但出了瓮城后还有一段路要走。你还年轻，也没出过竹城，这次好好看看这城防，待日后蛮族大军前来镇压了秦泽，与我回竹城后，得加固城防了。”那参将当即点头：“是，将军。”如此，又走了一段时间后，大军这才出了瓮城。一出瓮城，前方100米处，一条宽阔的护城河便映入众人眼帘中。李海扭头对着那参将道：“如我刚刚所言，出瓮城后是这护城河，你看河上的那2座吊桥。”李海手指前方，接着道：“过了吊桥后，才能抵达外城。而那外城内乃是一片无人居住之区，内置大股兵马，战时要么出城，要么攀上城楼迎敌。那城墙有10多米高，城楼上又有10多米高的塔楼，还有那……”正说到这，前方传来吊桥落下的声音：“走吧，进城再说。”李海带人过了吊桥，又行进了100米，这才到了外城，又验明了一次身份后，换作外城士兵接应着入了城。如此一直到了深夜，这才在外城池内安置了下来。安置好了手下，李海不敢耽搁，马不停蹄地赶去了统军府。统军府内，李海被管家带着去了大堂。一进大堂，李海便见主位上端坐着一位50来岁的男子，那人身材微胖，脸色红润，一双眼眸如同深潭之水，不是别人，正是当今大前3品大将安南将军连孝如。一见到他，李海心中一跳，当即跪倒在地：“岳父大人在上，小婿李海前来拜见。”话音落下，连孝如眯着眼，不咸不淡地开口道：“拜见？说错了吧？这是逃到我安阳郡来了。”李海面色骚红，低着头道：“逆贼秦泽此番谋反，简直是横扫之势。竹城太小，城防不行，小婿手中兵马也不够，固守竹城，无异于等死。将竹城相让，可保存兵力，我带兵马前来安阳郡，也好助岳父大人一臂之力。”一席话说完，连孝如嗤笑一声：“横扫之势？你倒是说说，他怎么个横扫之势？”李海将头埋得更低了，沉声道：“金大人抽调通威城周边兵力，前前后后累计兵马有10多万人，他们出城前去攻打北凉关口，无一人归来。而那通威城更有传言是被10余骑攻破，这般打法，小婿是没见过的。”听到这话，连孝如下巴微抬，冷声道：“不就是调虎离山，这有什么没见过的？”李海摇摇头，低声道：“通威城内尚有数百守军，而金大人身边的也都是亲兵，战力不俗。若真是10余骑攻破通威城，这确实有些不一般。而且通威城破后，那淮瑶城不日也被攻破，这秦泽他来是凶猛啊！此人……”
话未说完，连笑如猛地一拍桌子，怒斥一声道：“行了，别在那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了。弃守竹城，凭此一项便是重罪。李海，你可明白？”李海身子一颤，额头渗出了冷汗。小婿明白，还请岳飞大人您帮小婿。连笑如冷哼一声，打断道：“真不知我女儿怎么就看上了你。”李海脸色通红，低着头不敢再说。连笑如站起身，冷冷道：“也罢，秦泽小儿夺了那几座城就夺了吧，我这安阳郡固若金汤，他若是敢来攻城，哼，来多少我杀多少。”说到这，他话锋一转，接着道：“想那秦昊天倒也勉强算是一个忠义之人，怎会生了秦泽这样一个逆子？哼，秦昊天若是泉下有知，只怕也死不瞑目。好不容易得来的英名都被这逆子给毁了。”说到这里，连笑如表情愈发狠厉了起来。这不忠不孝之人，须得严惩。跪在地上的李海连声称是。连笑如瞥了他一眼，冷声道：“行了，起来吧，有多大本事做多大事，要你守在竹城拦住秦泽，确实不易。”听到这话，李海神色一缓，这才慢慢站起身。他沈笑道：“岳父大人说的是，竹城太小，兵力也不够。今夜我进安阳郡，一路过了多道关卡，才进了外城，又见到了岳父大人安置在外城的兵马，着实不一般。这整座安阳郡当真是牢不可破，连一只鸟也飞不进来啊！岳父大人城防做得实在严密，小婿佩服。待击败秦泽，还请岳父大人指点一二，小婿略学些皮毛，今后也是受用无穷。”这番话说的连笑如脸色舒缓，心头的那一丝不快也随之消散。他轻笑一声道：“陛下封我为3品安南将军，这安阳郡又是一座重镇，可不得尽心尽力。陛下这几年在江南修建的山庄，以及现在正在修缮的皇宫，你以为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我这安阳郡出去的税银便是占了30%。”李海瞪大了眼，安阳郡能送出去这么多税银，按理来说苏杭二弟不才是。话未说完，连笑如嗤笑一声：“你懂什么？安阳郡虽略逊于苏杭二弟，但此地位置重要，东海那边的城池每年的税银都要经我这里过去。”李海连连点头，难怪城防要做得如此严密，这安阳郡岂不就是国库税银的大头？连笑如嗯了一声，接着笑道：“不错，说起来，陛下现如今正在修缮的皇宫，可是要我送钱过去呢。”是，这安阳郡确实至关重要，我带领人马来安阳郡，看来也算是正确的做法，怎么说也能为抵御秦泽出一份力。李海讪笑着说。连笑如冷哼一声：“你那点人又算得上什么？我手上的20万大军和你那1万兵马又岂是一样？那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兵马，不论是望楼还是瓮城，以及那外城楼上都有重兵把守。外城楼上架设的重弩不知有多少。数年前大前还在与外族战乱时，那胡马来势凶猛，接连攻下数城，到了我这安阳郡时便难以再进一步。”李海点点头，笑着道：“是，这个小婿知道。胡马军攻到安阳郡后便被拦住，而后秦昊天平定南蛮之乱后，率军而来，将胡马一路追杀至北库草原，如此才平定了胡马之乱。说起来，这其中岳父大人出了不少力。”这话一说出，连笑如眉头一皱，沉声道：“胡马军到了安阳郡后，被我拦在这里好几个月，他们缺衣少粮，数次攻城又被我杀了不少人，本就是强弩之末。秦昊天来安阳郡时，兵力雄厚，又是以逸待劳，这才以碾压之势横扫胡马，将他们赶到了北库草原。没我，你觉得他能顺利打过去？”李海急忙点头：“原来如此，今日小婿才知内情啊。既如此，当初平定胡马之乱，该以岳父大人为头功才是。”连笑如下巴微抬，眯着双眼道：“秦昊天锋芒毕露，我与他不同，也就没多说什么。这般虚名，要知又有何用吗？我淡泊惯了。”李海叹了口气，跟着道：“平定胡马可是大功一件，岳父大人将垂手可得的战功让了出去，也确实可惜。若是岳父大人得了这份功劳，今日定然已是2品大员了。”这番话显然让连笑如极为受用，他走到李海身旁，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所谓业火炼真经，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李海深以为然，立即抱拳道：“是，小婿受教了。”连笑如淡淡道：“如今你从竹城而来，那秦泽估计几天内便会取了竹城，过不了多久，想必就会直奔安阳郡而来。你是我女婿，但就这样丢了竹城，明面上也不好看，可明白？”李海脸色一红，羞愧的点了点头：“岳父大人，还请给小婿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连笑如微微颔首，开口道：“你兵马倒也不多，就驻守在瓮城。秦泽若是来攻，你就和望楼的兵马一同抵御秦泽。”李海低着头，却未立刻答复。连笑如眉头一挑，见李海面露迟疑之色，当即喝道：“怎么，守在瓮城都怕？又不是只有你一支兵马，望楼上还有无数弓箭手，瓮城内也有我的兵马。这秦泽还未打过来，你也未曾与他交过手，怎如此恐惧？你在怕什么？”李海脸色一变，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道：“不，倒不是怕，只是……”话未说完，连笑如怒斥道：“只是什么？怎如此畏首畏尾？你后面还有我，你怕什么？便是秦昊天死而复生，带着几十万赤焰军前来攻城，我也无所畏惧。这秦泽小儿不过20，又有多少攻城经验？他是打得胡马溃不成军，我也知道他的骑兵厉害，但那是在草原上，他来攻城，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哼，莫说瓮城了，就是望楼，他都突破不了。”听到这话，李海急忙抬头，讪笑着道：“岳父大人，既然防守如此严密，那您还是让我守在外城区吧。不，内城最好，毕竟我的兵马对这瓮城也不熟悉，在城道作战，还是您的兵比较拿手。”连笑如白了李海一眼，摇头冷哼了一句：“下去吧。”
李海沈笑着点点头，朝着连笑如拱了拱手。临走之时，他又扭头小心问了一句：“岳父大人，小婿去内城，还是外城？”外城。连笑如铁青着脸呵斥道。得到这个答案，李海神色一缓，情不自禁长舒了一口气。待出了府，看着天上的一轮圆月，李海嘴角微扬。而后他又回看了一眼府门，脸色一变，暗骂了一句：“老东西，看不起我，还让我守瓮城？我死了，你女儿就守活寡了。吹捧你几句就登上天了？你胆子大，你不怕？那你被胡马打的当什么缩头乌龟？怎不见你带兵出去追杀胡马呢？一大把年纪还没皮没脸的往身上贴金，啊呸！”心中骂了几句，李海一鞭子抽在马身上，那马受痛，嘶鸣一声后，带着李海奔向远处。与此同时，淮瑶城中，军营大帐内，秦泽正看着烛火映照下的堪舆图，一旁的张辽也低着头细心查看着。典韦双手环胸，端坐一旁，怔怔地看着火光。正这时，营帐被掀开，一阵风吹入帐内，那烛火不由微微晃动了起来。典韦一扭头，便看到了知雄那笑容满面的脸。这么高兴，什么喜事？也让我高兴高兴。典韦探头道。知雄朝着典韦微微点头，而后看着秦泽笑道：“主公，前去探查的张禄与刘宝来报，竹城不攻自破，那统军李海一早带着兵马跑了。”话音一落，秦泽从堪舆图上收回了视线，张辽则已经着手开始收起堪舆图了。典韦挠了挠头，随后便是大笑：“这贼厮还没打就跑了，哈哈！真是这几日几场仗打下来，没一场仗是痛快的，不是一击即溃，就是丢盔弃甲。现在倒好，还没打就先溜了，城都不要了。当初打胡马和屠原都没这么轻松啊。”话音落下，张辽走过去拍了拍典韦肩膀，笑道：“这不是好事吗？谁还盼着越来越难打呢？那不是这里有问题，对吧？”张辽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典韦笑着点点头，但很快他就一愣，随之脸色便涨红了起来。“你莫不是在揶揄我？”典韦瞪眼看着张辽。张辽笑着后退一步，一摊手道：“怎么会呢？你又在乱想。虽然我没经历过胡马与屠原的战斗，但这几天攻打那几座城池确实是轻而易举，这可不是假的。这几天打下来，你都勇猛无比，那些将领见到都要跑，想那竹城的统军也是个胆怯之辈，这才未雨绸缪，早早便带人跑了吧。”听到这话，典韦神色一缓，扬着的脸上嘴角翘了起来。正这时，秦泽摸了摸下巴，沉声道：“也别高兴太早了，这大前各地我很了解，越是贫瘠之地，城池防守越松懈，兵马也少，而越靠近京师那些富庶的城池，城防越紧，兵马越多。当初黄龙手中就有100万盘龙军，而他死后，那些兵马都被金剑人统辖，更遑论金家原本就有的兵力。咱们如今连破数城，真要说起来，也就是一些小城池罢了。”一席话说完，帐内三人都收敛了神色。秦泽接着道：“不过既然竹城守军已经撤走，那也是好事，能让我们节省一点时间。明日一早便去竹城，随后便南下去安阳郡。”说到这，秦泽双眼微眯，冷冷道：“当初来北凉，我途经安阳郡，那里不同于别处，可以说是北凉外的第一座重镇了。那城池分为内城、外城，外城后又有宽于10余米的护城河，护城河外又有瓮城、望楼，多个关卡，防守相当严密。要攻打这里，得下点功夫。”听到秦泽这样说，张辽皱着眉头道：“那得不少兵力，还需要攻城器械才行。”秦泽点点头：“不错，不过除此之外，倒也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典韦急忙站起了身，探头问道。秦泽目光平静，眼眸深沉似水：“劝降。如是他们自愿投降，让我们直接进城，那可不费一兵一卒。”话一说完，张辽眉头一挑，苦笑道：“有可能吗？”秦泽笑着摇了摇头：“连笑如我是认得的，此人呵呵不会降。”典韦一拍手：“不降那就打呗。”秦泽点点头：“那是自然，不过还是要送劝降书进去。”三人不约而同看向了秦泽，满脸疑惑。典韦挠头，诧异地看着秦泽道：“那劝降此举岂不是没有任何意义？”秦泽笑了笑，淡淡道：“怎么会没意义呢？我要让他拿全城百姓的命背在身上，他不开城门，那就是陷所有百姓于战火中。那是我在强攻，杀连笑如手下所有人。攻下南阳郡后，不动百姓，南阳郡的百姓自然臣服，至少知道我不是那暴虐之人，也给过他们机会了。而那连笑如又算是什么呢？拒绝投降，置百姓于水火之中，城也没守住，自是身败名裂。”话音一落，三人恍然，但很快张辽就跟着道：“若他开城门，那倒是最好。”听到这话，秦泽摇摇头，一张脸面无表情，只平静道：“他不会的。8年前，他被我爹从赤焰军逐出，就已经知道他的为人了。这道貌岸然之辈，就得身败名裂再死最好。”张辽点头，跟着道：“既要杀人，还要诛心。”秦泽嗯了一声，接着道：“而安阳郡只要被拿下，金家那些人只怕是再也坐不住了。别的不说，这大钱国库怕是要空虚了。”典韦眼前一亮：“安阳郡即付？”秦泽微微颔首，摸着下巴道：“付的流油，那是金风鸾在外的银库。我出北凉时，听闻他正在修缮皇宫，这次恐怕他得缓缓了。”话音一落，张辽不由笑了起来。典韦脸色一变，眉头皱起，一脸凝重地看着他道：“骄兵必败，还是收敛些吧。待打赢了，再痛痛快快的笑也不迟。”这话一说出来，张辽的笑声戛然而止，一脸呆愕地看着典韦。典韦叉着腰：“白起当初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张辽哑然失笑。秦泽点了点头，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
半晌后，秦泽揉了揉眼帘，明天早点动身。散了吧，早点歇歇。待众人走后，秦泽熄灭烛火，躺在褥子上静静沉思了起来。安阳郡城防严密，一股脑的骑兵冲锋恐怕不合适，需要兑换一支强悍的步兵加上战具才行。得看看选哪支军种了。积分倒是挺多的。翌日一大早，秦泽便率军出了淮瑶城，向竹城赶去。而李海已经带着守军早早去了安阳郡。为此，秦泽在2天后抵达竹城，但并没有久留，在竹城休整一夜后，于次日便出了竹城。出了竹城，秦泽便快马加鞭赶赴安阳郡而去。如此前后共计5天时间。这天傍晚时分，一直到距离安阳郡不过20里路时，秦泽才驻扎下了兵马。漫天的阴云将太阳遮蔽，阴沉的天际如同覆盖了一层灰幕，阴风呼啸而过，空中几只老鸦扑腾着翅膀，咕咕乱叫。安阳郡外，望楼中正在值守的士兵看了眼这昏沉的天色，脸上的表情也跟着沉了下来。这几日看来都没有好天色了。一名士兵感叹道：“是啊，自昨日开始便没太阳了，风刮得也厉害。白天倒还好，到了夜里，这风一吹过来，我这后背都是一股凉意。”他的同伴缩了缩脖子，怔怔地看着远方。你又没值几个夜班，能吹几次冷风？说起来都怪这秦泽谋反，弄得我们白天夜里都增添了不少人值守，这一天天等着，倒也着急啊。那名士兵摇头道：“你这说的什么话？还着急？他不来就是最好的事。不过呢，若是真的来，那就让他尝尝咱们的厉害。现如今蛮族大军未来，若是秦泽在这里与咱们交战，要是真的死于我们手中，那也是一份响当当的功劳。”说到这，二人对视一眼，眼中揭露出了笑意。正这时，一声惊呼从一旁传来：“有人过来了！”二人心中一紧，急忙扭头看去，果然5里外出现了几个黑点，黑点来的速度很快，那是骑马的人，但并不多。什么人？一时之间，望楼上的士兵们都伸着头，全神贯注地看着前方。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到了3里的位置，士兵们看清了那些人的装扮。那些人骑着骏马，身着寒衣，腰佩弯刀，脸戴面罩，背上一张大弓，腰间悬挂一柄圆月弯刀。什么人？止步！有士兵大喝道，但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再过来，要放箭了！又有士兵大喊了一句，但这些人依然是快马奔来，丝毫没有理会。士兵们大怒，当即喝道：“拉弓！进入射程就放箭，生死不论！”随之，望楼上的士兵们开始搭弓引箭，冰冷的箭头已经对准了那几人。片刻后，待只剩下500米左右的距离时，来人迅捷无比地取出背后弓箭，随后便是簌簌几声，几支弓箭齐齐射出。望楼上的士兵们大惊，眼前这些人竟能在这个距离射箭，这个距离他们可是射不到的。砰砰砰几声，飞来的弓箭射入城楼上，有几名士兵险些便被射中，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但那些人射完箭后便不再停留，当即扭头就走。士兵们眼看他们离去，却又无可奈何，这个距离他们射箭射不到，而上面的指令说过，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出去追击。这时，一名士兵沉声道：“箭上绑附有信。”内城区军营中，连笑如脸色阴沉地看着信件，脸上是铁青一片。一旁的李海探着头，小心翼翼道：“岳父大人，说的什么？”连笑如这时已经看完了信，他怒不可遏地将信撕得粉碎。哼，好大的口气啊，真是狂妄至极，竟然劝降我，要我开城门，如此大言不惭，简直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听到这话，李海眉头皱起，他要我们开城门将安阳郡让与他，这真是目中无啊。连笑如阴沉着脸，冷声道：“说我若不开城门，就要大开杀戒。”哼，张狂，以为能吓到我不成？我倒要看看，我不开城门你又能奈我何？还真以为剿灭了胡马就无人能敌了？岂不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之前你打一场仗胜一场仗，那是因为没遇到我。李海连声称是。连笑如接着道：“哼，到了我这安阳郡，是龙给我盘着，是虎给我卧着，任你是什么牛鬼蛇神，也别想破我的城。”李海点头，跟着道：“岳父大人，他要咱们何时给答复？”连笑如冷哼一声，说是日落之前，城外的人未撤走，城门未开，明日他们就要攻城，要大开杀戒。说到这，连笑如怒气愈发旺盛，兔崽子，口气比他老子还大！他要是站在我面前，看我不一刀把他头给剁下来。李海点头，又跟着道：“岳父大人神勇，秦泽小儿胆敢来犯，必让他有来无回。”连笑如虎目一瞪，100披风，大手随之一挥，等着吧，明日我看他怎么个打法。日落黄昏，安阳郡外20里处，军营中，秦泽负手而立，正听着知雄的汇报。主公，果然他们并没有撤兵开城门的打算。话音一落，秦泽微微颔首，脸上并没有一丝表情。一旁的张辽双手环胸，双眼微眯，而典韦正蹲在地上磨他那柄不大常用的宝刀。明日一早，随我攻城。秦泽淡淡道：“是，主公。”翌日清晨时分，秦泽出了营帐，来到一片空地上，开始兑换兵马。攻破通威城后，秦泽便兑换了3万虎豹骑。之所以没有兑换太多，其一自然是攻打那些小城不需要太多兵，其二也是为了节约粮食的损耗。虽然积分很多，但兑换出来的每一个士兵都要吃饭，那自然是能省则省。而此刻积攒的积分已经来到了7000多万。秦泽进入系统商城，开始选择兑换。此次是攻城战，那就需要不少攻城战具，因此秦泽最先看向了战具。商城中有焚晕车、撞车、潮车、云梯、
战炮、床弩、壕桥等等。没有迟疑，秦泽逐一开始兑换。最后，秦泽在远程武器的选择上，依旧是选择了战炮和三弓床弩。不过，不同于之前攻打图元国时用的全是铁灵剑，这次秦泽选择的还有踏绝剑。踏绝剑正如其名，经强劲的三弓床弩射出后，此剑能刺入后世的城墙中，士兵们可以借助踏绝剑往城墙上攀登，直接杀入城楼之中。此外，除了这些远程武器外，秦泽又兑换了上千辆焚晕车。焚晕车可以让士兵们躲在车后前行，顺利抵达城墙。而抵达城墙后，只依靠踏绝剑登上城楼，自然也是不行的。因此，秦泽又兑换了上百架云梯。如此一来，有踏绝剑和云梯，便可以攀上城楼作战。而撞车自然也必不可少，有它破开城门，大军可以快速入城与安阳郡的守军进行交战。当然，在这之前肯定要渡过护城河。若是寻常的攻城战，这护城河便是最难渡过的一道关卡。毕竟大军人数再多，无法渡河，那就无法发挥其战力。但好在商城中有壕桥可供秦泽兑换，将壕桥架设护城河上，便可以让大军顺利渡过。秦泽明白安阳郡的护城河极宽，河水也很深，因而选择兑换的是3星商城中最好的壕桥。它不仅可以让兵马渡过，还能让各种工程器械过去。如此一番选择后，秦泽消耗了2000多万的积分，才兑换此次工程所需的各种战具。战具配齐后，秦泽开始挑选兵种。不论是打胡马还是图元，秦泽所用的一直都是骑兵，但在攻城战以及之后的城战中，骑兵自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此，这次秦泽看向了各种步兵模板，积分还剩下很多。秦泽从各种兵种模板中一一看去，最后目光停留在了某个兵种模板上。陷阵营，铠甲具皆精炼齐整，每所攻击无不破者，名为陷阵营。这是东汉末期的一支军队，全军仅有800余人，个个骁勇善战，装备配置精良，是一支极其强悍的特种部队，更是步兵中的翘楚。而领军之人名为高顺，此人刚正不阿，以忠诚闻名，也是一位响当当的豪杰。秦泽略一思忖，而后开始选择兑换。兑换10万陷阵营，叮，消耗1910万积分，兑换10万陷阵营。兑换武将模板高顺，叮，消耗30万积分，兑换3星武将模板高顺。积分还有很多，秦泽继续兑换。兑换10万倍围军，5万匹战马，叮，消耗2410万积分，兑换10万倍围军，5万匹战马。攻破城楼后，还要在城中进行交战，为此秦泽才兑换了倍围军。而战马除了给部分倍围军骑之外，更多是用来拉战车以及各种工程器械。积分还有剩余100多万，考虑到战力加成的因素，高顺只有3星，还是要继续兑换武将来才是。秦泽再度看向了武将模板，这一次他直接选择了2个。兑换武将模板徐晃、许诛，叮，消耗50万积分，兑换5星武将模板徐晃，叮，消耗30万积分，兑换3星武将模板许诛。徐晃与张辽一般，同为五子良将之一，有勇有谋，乃是不得可多的一位统帅。而那许褚和典韦一般，也是一员猛将，武艺高超，有万夫不挡之勇。其人力大如虎，但并不聪明，因此军中称其虎痴，后世唤作虎后。而此刻，随着系统的声音落下，大军以及工程器械一一出现。那整齐的20万大军中，迎面走来3人，正是高顺、许诛以及徐晃。3人所持武器各有不同，高顺持一杆狼牙破风枪，许诛则是一柄火云刀，而徐晃则是梨花开山斧。3人皆身着铠甲，自有一股不同凡响的气势。拜见主公！3人走上前来，躬身行礼道：“不必多礼，今日随我攻破安阳郡。”秦泽沉声道：“是，主公。”3人当即回道。一番布置安排后，典韦、许诛分是秦泽左右，张辽、徐晃各带2支兵马，而高顺则带着陷阵营一马当下，由他们作为排头军来进行第一波攻城。一声令下，大军浩浩荡荡地朝着安阳郡而去。呼，风刮得依旧猛烈，阴云密布下的安阳郡内，李海站在军营前，看了眼昏沉的天际，眼皮直跳。一阵寒风吹过，他情不自禁打了个寒战，随后便是打了个极响亮的喷嚏。李海随意地擦了擦鼻子，自言自语道：“怎么搞的？难道是那夜赶来安阳郡时折腾得太晚，着凉了？怎今日才发作呢？”但很快，他的脊背便感觉到了一股寒意，连带着胳膊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不对，昨日秦泽说不开城，他就要强攻了。也不知来了没有。李海背着手在军营前来回转悠，心中焦躁不安。而在内城区，连孝孺已经换上了戎装，此时正带领着手下前去内城区军营。连孝孺知道秦泽今日要攻城，虽然对于安阳郡的城防他极其自信，但自信不代表着懈怠，相反，他更加的重视。安阳郡交于他手已经有了数年，此地至关重要，自然不能有失。若是丢了安阳郡，活罪难逃，死罪免不了。为此，他必须得加倍谨慎的应对。昨天他就已经命令全军戒备，所有人都已经被安排到了各自的位置上。而在内外城楼上以及瓮城、望楼中，更是被布置了大量的兵力。现如今，整座安阳郡21万兵马，所有人都已经整装待歌，进入了战士状态。战马上，连孝孺面沉似水，看了眼这昏沉的天色，他情不自禁冷哼一声：“敢来，那就让你尝一尝大半归的滋味。”不多时，连孝孺便进了内城区，在军营中简单交代几句后，他带着几员参将来到了城楼上。城楼上还有一座数10米高的塔楼，乃是安阳郡最高点。站在这里，可以将前方的城防一览无余，同样也能看到来犯的兵马。塔楼上风刮得厉害，吹得连孝孺的披风呼呼作响。
他双手环胸，一对虎目紧紧地凝视着远处。将军，这里风大，您还是进去吧。若秦泽来了，我们会及时禀告将军的。一名参将道。连笑如面色深沉，他摆摆手，不，我就要在这看着，我倒要看看秦泽小儿如此狂妄，是有多大的底气。都给我听好了，他要攻城，来多少人，我们杀多少人，给他迎头痛击，打得他抱头鼠窜。哼，敢谋反，那就是一个字，死。话音刚落，连笑如眸子一缩，立刻扶住了护栏，身子也跟着探了出去。身旁的惊呼声也随之响起。他们来了！狂风怒吼，阴云遮天蔽日，天幕暗淡的似乎快要塌下来。塔楼上，连笑如眼看着远方一支大军正往安阳郡赶来，那乌泱泱的大军看得他眉头紧皱，一双眼瞪得溜圆。大军前列是无数攻城战具，那数量战具看得连笑如不由啧舌，随之鬓角处开始渗出热汗。将军，这帮逆贼确实不一般啊！一旁的参将惊声道。连笑如虎目一瞪，冷冷哼了一声，算是有点实力吧。而后他大手一挥，点燃烽火，准备迎敌。一声令下，狼烟四起，无论是内城楼还是外城楼都燃起了烽火。而在安阳郡城外的望楼中，那里的守军已经架设好了床弩，弩箭也已经放了进去，只等着进入射程便射出弩箭。外城区的城楼上，李海心跳骤然加快，眼看着前方大军奔袭而来，他心中越发的急躁起来。不同于连笑如，他可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前方那乌泱泱的大军，还有那些攻城器械，这一眼看去便已经让他的心提了起来。虽然老丈人已经在望楼中布置了大量守军，那瓮城中也有不少人，此外还有护城河在，但此刻眼见秦泽率军攻来，还是让他异常慌张。目前他所在的位置为外城区城楼上，距离那支大军还有不少距离，但饶是如此，李海仍然觉得危险重重。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看向了内城区，数百米外，他能看到老丈人正站在塔楼上迎风而立，甚至能看见老丈人此刻是双手环胸，一副镇定的模样。呼，李海吐了口气，喃喃自语，应该没事，他们攻不进来。他扭过头，再度看向了城外，根据他的目视，此刻距离已经不足5里，他已经能看清楚那些战具的模样了。那一辆辆焚云车后面藏着不少士兵，而在车后方，李海眯起了眼，手也搭在了眉心上，他极目远眺。战炮，床弩！李海猛地瞪大了眼，一声惊呼。下一瞬，他往后退了一步。糟糕，有战炮和床弩，能射出1-2里路。若是攻破了望楼，我待在这里就危险了。他急忙扭头，又看向了那城塔楼。望楼中，守城士兵们眼看前方大军越来越近，这让他们愈发紧张了起来。明明是冬日，但额头上已经滚落下黄豆般大小的汗珠，手心也因为紧张渗出了汗水。前方这支大军虽然还未交过手，但人人都明白，这不是一般的敌人。这支兵马的统帅是那剿灭胡马的镇北王。北库草原数十万胡马兵被他尽数剿灭，天下何人不知何人不晓？如此显赫威名，没有一个人会轻视。正此时，一声疾呼在众人间响起：进入射程内就发射弩箭，绝对不能让他们前进半步。是。望楼中架设有多架床弩，这些床弩都已经瞄准了前方，他们的射程能达到2里地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前方的兵马进入2里地，他们便要射出弩箭，尽可能的杀伤他们。此刻能很明显的看到前方的大军中有战炮，这是非常可怕的武器。若是让他们冲得近了，架设号战炮射来，那就很麻烦。而现在距离已经来到了3里路，1500米。这个距离，望楼中的士兵们已经能很清楚的看到前方大军了。个个面容冷峻，身着银盔，手中或拿着长戟，或拿着长刀，还有人身背弩箭，这是一支复合兵。而在这些人的最后方，还有一群骑兵，好多人啊！这有10几万人了，还有这么多的武器。一名守城士兵紧张地看着前方，咬牙道：慌什么？不要慌，他们要来攻城，这点人不算多。哼，要想攻破安阳郡，少说也要有双倍于我们的兵力才行。进入射程，就给我狠狠地射！守军将领沉声道。话一说完，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快了，快要进入射程了。不对，他们怎么停下了？一名士兵急忙道。所有人的眼睛都看向了前方，眨也不敢眨，生怕漏看了敌情。他们在架弩，他们要在这个距离射箭吗？这个距离能射过来？有士兵惊呼道。架起木幔，小心提防！那守军统领当机立断，立刻下令。一块块由硬牛皮、铁皮与木板组合而成的木幔被架设于城楼之上。仅仅过了30秒钟，亦或者更短的时间，在所有人惊骇的眼中，簌簌簌，那银白色的箭簇在这暗淡无光的天气下，泛着冰冷的寒光，成百上千的箭矢划破长空，急射而来。继续发射，不要停，对着城楼射，压制住他们，不要让他们做出反击。带着战炮前进，前进，跑快一点！进入射程后，架设战炮，对准望楼，摧毁他们。千军万马中，高顺震声高呼。得益于3弓床弩的远程射击，望楼中的守军再没有办法进行射击，他们只能选择躲藏在城楼中，亦或者借助木幔抵挡。一支支巨箭射来，射得望楼上的木幔砰砰作响，城墙上不断掉落灰土。守军统领从墙沿往外看去，眼见对面已经加快了行进速度，他心中一跳，当即大喊道：不能就这么让他们过来，快发射弩箭！将军抬不起头啊！有士兵大喊道：从城垛下射！那统军首领面色涨红，脖颈间青筋暴起。
若是对面射程没有这么远，那就可以直接用弩箭在城墙上与之对射，但对面的床弩射程更远，这就没有办法了。军备被碾压了呀！而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从那城垛下射，尽量延缓他们前进的速度。而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床弩不能都用上以外，还有被对面射中的风险。但事到如此，容不得胆怯。士兵们将床弩架设在城垛凹地，瞄准着前方射击了起来。而此时还不断有弓箭射入望楼中，空气中全是互相射来的弓箭，战况瞬间就焦灼了起来。但战场情势瞬间千变万化，一丁点迟疑的时间都会迎来巨大的变化。现阵营的士兵们已经在焚晕车的掩护下列队前进，不过片刻的功夫就已经往前走了100-200米。而那战炮也被带着到了这里，士兵们当即驻足，开始拉动烧索，一块块巨石被放置于弹巢中。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受到望楼中的弓箭袭击，其中一些人不慎被箭矢射中，那床弩射出的箭何其粗壮，直接贯穿了他们的身躯，血肉翻飞，鲜血喷溅而出，一名接着一名士兵倒地而亡。但他们的血自然不会白流，烧索被拉到底，弹巢中也已经放好了巨石。随着一声大喊射，砰砰砰，狂风席卷，阴风怒号，那一颗颗冲天巨石拔地而起，携无匹之势，宛若流星坠地，一颗接着一颗砸向了望楼。望楼中巨石飞来的那一瞬间，所有守城士兵们都情不自禁瞪大了眼，浓浓的恐惧席卷全身。那些铁零箭尚可用城墙与木幔进行阻挡，但这些重于100斤的巨石自天而落，砸入楼中，又谈何能抵挡？事实上，在敌方架设号战炮并发射时，他们就已经知道这望楼将难有抵抗之力。而此刻，一声接着一声的疾呼响彻在每个人耳边：快进入楼中，不要站在外面，快走！那是统军将领声嘶力竭的嘶吼，他的脸上已经是汗珠滚滚，须发凌乱，身旁的几名士兵先前被一些冷箭射中，鲜血喷溅了他一身。望楼中的士兵们慌张地朝着楼中一蜂窝涌去，但此刻冗杂的兵力反倒成了阻碍。毕竟在先前的作战中，他们很多人都在城墙中架弩射击，这一时半会哪里能轻易逃进楼中去？那一颗颗砸落的巨石不会给他们多余的时间。于是，砰砰砰砰，如响雷般的巨石坠地之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数十颗巨石猛烈地砸击在了城楼上。有城垛被巨石砸塌，被士兵们拿来阻挡弓箭的木幔也随之被砸倒，连带着木幔下的士兵们被压成了一滩软肉。那坚实厚重的木幔下渗出呼作一团的血肉，温热且散发淡淡热气的内脏混杂着赤红的鲜血迸射而出。更有一些士兵急于逃进楼中，他们在城墙上奔跑的时候被巨石直接砸中，虽然他们身体强健，但在这些上百斤的石头面前却脆弱的仿佛一根被马蹄踏过的野草。一颗颗巨石从头顶砸下，落入人群之中，将他们的头颅压入胸膛，将脊骨一寸寸压断，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咔咔声响。胸腔中的五脏六腑在重压下开始渗血，开始爆裂。待巨石彻底落下时，那一小撮人群如同被一掌拍下的蚊虫一般，只成一滩不成形状的血肉之物，喷溅而出的鲜血染红了石头，也染红了城楼。碎石飞射，灰尘伴随血雾喷溅而出，望楼上仿佛起了一层绯红色的雾气。惨叫声、哀嚎声、嘶吼声，各种声音杂糅在一起，终究被那仍旧在不断落下的巨石轰鸣声所掩盖。那统军将领此刻已经逃进了望楼中，看着头顶上不断落下的灰尘，听着那不断落下的轰鸣之声，那张脸已经是毫无血色。他望向城楼中，那里尚有不少士兵来不及进来，便已经被巨石堵塞住，一滩滩血肉与巨石充斥着城楼过道，鼻中嗅得的是那浓郁的血腥气味。他牙关直颤，再度望向了头顶，上面不断传来震动的声音，那是巨石砸落所致。望楼不全是土石建筑，比不上内城与外城，更多的是木质架构。若是继续下去，只要对面投来的石头够多，他知道这里迟早要被彻底砸毁。完了，完全没办法阻挡他们。望楼要丢了！守军统领颤声道。仅仅是短短片刻时间，望楼上的守军已经被巨石砸得彻底失去了反抗之力。城楼上那些床弩，此刻大多已经被巨石砸毁，成了一堆碎木。而那城楼上此刻哪里还有站着的人，要么已经被砸死，要么已经躲进了楼中。但即便如此，也不知有多少人在这些巨石下丧生。而此刻，在战炮的轰击之下，高顺已经带着现阵营的士兵们往前冲锋了。快，杀过去，夺下望楼！高顺振臂高呼，一辆辆焚晕车碾过地面，往前冲锋。与此同时，张辽也已经带着一支兵马快速向前奔去。望楼中，守军统领眼看对面来得越来越快，这种情况下，望楼绝对抵抗不住。自知大势已去的他，立刻下了决断：撤回瓮城，在瓮城内防守。一声令下，剩余的士兵们快速下楼，慌不择路地朝着后方瓮城跑去。外城区的城楼上，李海背靠城墙，脸上一片慌乱，一双眼更是瞪得溜圆。他能很清楚地看到，望楼此刻正被不断砸下的巨石轰击，而那城楼上的士兵死伤惨重，场面血腥至极，简直令人胆寒。那里此言俨然成了一座血肉坟场，而望楼中残存的士兵们正慌乱地朝着瓮城而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背后依然飞来了不少铁零箭，这又造成了大片伤亡，也不知多少人此刻死在了路上。此情此景，让李海一颗心简直快要从胸口跳出来。糟了，破了，望楼被攻破了。这才多久啊？半个时辰不到，望楼就已经失守，这该如何是好？李海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蚱，
尽管此刻他身处于外城区，在他前面还有护城河以及瓮城2道关卡，但他依然惊慌失措。护城河宽广无比，收起吊桥的话，对面绝对没有办法过河。若是他们要强行渡河，那就要经受外城楼上的攻击。而在瓮城内还有大量步兵，那瓮城道路多变，全是巷子，在那里守军们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李海心中却总是感觉不妙，这种感觉分外强烈。敌军攻的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就目前看来，简直就是碾压之势。看着那一辆辆焚晕车越跑越快，看着那一辆辆工程器械奔袭而来，李海再没法安心守在城楼上了。他一扭头看向了后方的那城楼，那层塔楼中，连笑如扶着栏杆，胸口剧烈起伏，一张脸此刻是通红一片，脸颊上是不断滚落的汗珠。一旁的参将脸色煞白，咬牙道：“将军，敌军来得太快了，原以为望楼便能阻拦他们的脚步，但他们的火力实在过于凶猛，这哪里弄来这么多战炮？这简直难以想象。先前北凉有战炮吗？难不成秦泽他攻打胡马时就已经用上了？”连笑如双眼眨也不眨地看着前方，眼看那些望楼中的守军正溃逃至瓮城，他双手捏紧，重重一拳砸在了那木栏杆上。可恶啊，怎会连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呢？想办法用床弩跟他们对射啊！怎能就这么丢了望楼？那参将张了正嘴，小声道：“巨石砸落，威力太大了，确实难以抵挡啊，将军。”连笑如怒斥道：“我不知道吗？办法总比困难多，也不能就这么丢了望楼啊！”那参将见连笑如盛怒，也不敢再多说什么。连笑如又将目光看向了瓮城，咬牙道：“罢了，还有瓮城在。瓮城有我好几万兵马，里面道路错综复杂，有那些步兵和弓箭手，又占据地利。他们兵马虽多，但只要进去了我这瓮城，别想活着出来。”与此同时，处于大军后方的秦泽正待在云梯之中，他极目远眺前方，一张脸毫无表情。身旁的典韦也跟着看向远处，一对虎目瞪得滚圆，不足的摩肩擦掌。主公，望楼已经被攻破，该一鼓作气杀过去了吧？秦泽摇摇头，沉声道：“我们人太多，不可能同时进瓮城，在瓮城要进行巷战，被围军很拿手。夺下瓮城后，渡过护城河，那便是真正面对安阳郡的城防。这时候需要现阵营冲在前面了。”话音落下，许褚沉默着点了点头，而典韦则是咬着牙等杀进城，让那连笑如尝尝我这宝刀的厉害。说着，他朝着许褚一挑眉，许褚面沉似水，并未说话，只是握紧了手中那柄火云刀。